大夏国江南省金海市6中。苏明嘴里叼着一个包子，手里拿着早餐袋，忽然一阵香风掠过鼻尖，比嘴里的肉包子要香得多。一位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御姐，迈着一双大长腿，急匆匆地赶路。或许是走得太急，没有注意路况，直接来了个带球撞人。苏明嘴里的肉包子脱口出：“同学，对不起。”御姐致以歉意后，迈腿便离开了。好大，好软。苏明握了握手中的肉包子，寒星般的眸子看向那道风情万种的背影。苏明，一位绝色少女跑到他面前，并且晃了晃纤纤手掌。少女一头银色长发如瀑，映衬的皮肤更加白皙，碱水双瞳灵动的忽闪着。你在乱看什么？那女人勾走了你的魂？没有，我在研究她的职业。少女撇了撇嘴，你那是研究职业吗？你是在缠别人的身子。念及此处，她不服气地说道，身边就有个大美女，却偏偏看别人。你确实有容，但是奶不大呀。苏明的视线落在少女身上。富婆呀，小小年纪就拥有一座飞机场。滚！两人追逐打闹，来到学校的大广场。此时高3个班已经分队站好，校长站在高台之上，正在慷慨陈词。同学们，这将是你们人生的新起点，无论转职成功与否，你们都将开启新的人生篇章。转职成功的同学进入大学求学，转职失败的同学进入社会工作，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同学们，我最后再送给你们5个字：保持平常心。平常心吗？苏明嘴角微微一扯，面对人生最为重要的转折点，谁能保持平常心？往年每到转职日，便有转职失败的同学想不开，从教学楼上跳下来。今年为了避免意外情况发生，学校特意将转职地点设到广场上，并且组建了心理关怀小队。苏明，一会转职之后，无论结果如何，你可要坚强点啊！我可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苏明微微一笑，淡淡说道：好死不如赖活着，就算是没能转职，我也会好好活下去，看着我的好女儿李熙然找个如意郎君。李熙然蹙起光洁的眉头，灵动的双眸忽闪2下。话说，你真的不担心转职失败吗？要知道，转职跟理论成绩关联不大，而是纯粹的比拼天赋。你学习成绩好，不代表稳了呀。李熙然说的有道理，但苏明不置可否。与其去想那些无法操控的事情，给自己徒增烦恼，还不如提前规划一下转职后的升级计划。毕竟，转职只是获得通往大学的敲门砖，至于能够敲开那一扇门，需要努力提升等级。在一众学子的不耐烦中，校长终于啰嗦完了。那么，我宣布转职仪式开始。校长的话音一落，便有10名身穿黑色风衣的工作人员提着公文包大小的箱子走到各个方队前面。一通操作之后，箱子被打开，取出了璀璨如星辰般的转职晶石。叫到名字的同学，请把手放在晶石上面。负责苏明所在方队的工作人员，正是他在校门口遇到的御姐。方圆到，一个肉乎乎的小胖子迈着2条圆滚滚的短腿，兴奋地跑了过去。按照御姐所说的那样，把肥嘟嘟的手贴在晶石上面。稍请，晶石上面出现一个身穿白袍、手握法杖的男子，抬手一挥，便是满天绿光。御姐颇感意外，没想到6中的学生天赋挺高，第一个便成功转职了。方圆，辅助职业牧师，普通。本班第1个同学就转职成功，还不错，开门红。班主任嘴角牵出一抹欣慰的笑，因为班里面的学生转职成功的数量跟他奖金挂钩。小胖子激动地跳了起来，所跳的高度超出了他体重的正常范围。成功转职意味着他可以到高等学府修炼，不用当底层牛马了。虽然没有转职成心心念念的战斗职业，但辅助职业也挺不错的。尤其是他这牧师，不管是混进官方工会，还是加入民间开荒团，都挺吃香的。据官方统计，夏国每年的毕业生只有50%左右可以转职，其中生活职业和辅助职业各占据2%，剩余1%则是众多学子梦寐以求的战斗职业。小胖，恭喜了，你这身材成为奶妈，量应该挺充足的。跟方圆玩的较好的同学开起了玩笑来。去你的，叫奶爸，我要成为神级奶爸。御姐轻启朱唇，继续喊人。陈浩，这个陈浩是个学霸级的人物，在6中的成绩排名中仅次于苏明，因此大家都很期待学霸能够转成什么职业。陈浩上台时，眼眸中流转着傲然，将手贴在晶石上。时间1分1秒的流逝，可始终未有变化。他眼中的傲然开始退散，取而代之的是慌乱。陈浩，转职失败。御姐的声音很柔软，但却像一柄尖刀刺穿了陈浩所有骄傲。学霸级的人物竟然转职失败，同学们不由议论纷纷。啧，失败了呀！看他以后还会不会拿笔筒看人。我早就说过，
转职跟学习成绩的关系不大，所以本学渣碾压学霸的机会来了，不必再关注此人，他和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了。言语无锋，却将陈浩的自尊心撕得粉碎，他额头上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不可能，我怎么会失败？请再给我一次机会。陈浩眼中闪过绝望和期待。转职失败而不甘心的人，玉姐见过太多了。她微微摇头，继续喊人。赵亚楠，失败；江宁，失败。玉姐接连喊了20个名字，无一例外全部失败。由此可见，转职的成功率还是很低的。李熙然，苏明抬眼看向自己的发小，却是发现这位自诩天不怕地不怕的主，那双长的犯规的大长腿在微微的颤抖。事关命运前程，谁能内心毫无波澜？不要紧张，爸爸在这。苏明抬手摸了摸少女的脑袋。去你的！李熙然一把拨开少年的手，脸上的紧张倒是缓解了些许。他快步走到队伍前面，将白皙的手掌附在晶石上面。旋然，天空出现一尊古之战神，手中握着2柄巨斧。李熙然，战斗职业狂战士，稀有。玉姐的声音微颤，竟然出来一位稀有职业。一旦激起千层浪，就像是烧红的铁块遇到了冷水，现场瞬间沸腾了。卧槽，李熙然牛逼，稀有级战斗职业。我能觉醒普通战斗职业，就觉得家里祖坟冒青烟了。李大美人这可只冒青烟啊，那简直是喷火。稀有职业啊，咱们学校每年才出2、3个，不愧是李大美人。李大美人，你缺腿不挂件吗？滚！李大美人那绝世美腿，是你能抱的吗？老色胚！苏明的班主任更是激动，学生中出了个稀有职业，他不仅能拿到全额奖金，还能获得额外奖励。争气！李熙然实在太争气了。苏明眼中闪过一丝意外，没想到李熙然会是稀有职业。无论是战斗职业，还是辅助职业，亦或者生活职业，都是分为普通、稀有、史诗、传说、神话，以及人类千年转职史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唯一性隐藏职业。一般来说，稀有级的职业者便有入学知名大学的资格。这女人胸小无脑，学习成绩在班里面吊车尾，可现在却手握通往知名大学的入场券。对比之下，被称之为学霸的陈浩却转职失败，努力在天赋面前不值一提。啧，幸运女神今天是忘扣眼屎了吗？眷顾了这个不太聪明的家伙。苏明虽然有一肚子槽要吐，但是发小转职成稀有职业，他打心眼里替对方高兴。恭喜啊，你也加油。李熙然笑颜如花。话又说回来，你这职业，致使我脑海里老是浮现出你举着2把大斧化身疯狗的画面。滚！第002章掏粪工。苏明和李熙然说笑间，一人横闯进来。恭喜啊，李大美女。穆轩。李熙然皱起光洁的眉头，此人的家族在金海市颇有实力，再加之长相英俊，在学校有一群迷妹及小弟。但他和苏明朝夕相处，对比白骨还要帅2分的后者，都颜值免疫了，更何况是差了上百分的穆轩。但伸手不打笑脸人，面对对方的道贺，李熙然只是微微点头，和对待苏明的态度明显不同。穆轩过来祝贺，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挑起眉头道：哟，苏学霸一会就轮到你了，到时你可别像陈浩个没出息的，转职失败便寻死觅活。那你还是赶紧祈祷，祝我成功转职吧。苏明语气平淡道。穆轩眼中闪过一丝错愕，诧然道：我为什么要祈祷？因为天赋是会遗传的。穆轩一开始还没明白什么意思，仔细思量之后，脸瞬间长成猪肝色。这该死的家伙是在占他的便宜。他想要回怼，却是发现对方已然走向对手。苏明，你等着，我迟早弄死你。他之所以如此恼恨苏明，是因为他苦苦追求的女神无情地拒绝了他。理由是，他若能像苏明一样优秀，成为6中第1，才会考虑和他在一起。哼，狗东西！转职和理论知识没什么关联，这次转职大会，我便要力压你。穆轩咬牙切齿的浮想联翩。咱们又见面了。玉姐看着眼前这个俊朗非凡的年轻人，不由弯起了眉眼，语气温柔道：同学，把手放在晶石上面。苏明瞥一眼如巨峰峦，乖巧的将手放上去。同学，放错地方了。玉姐的脸颊微红道。苏明赶紧移开手，摸了摸下巴道：有点紧张，没有看清。解释之后，他伸手去抓晶石，刚触碰到晶石便闪烁起光芒。玉姐微微蹙眉，这小色胚天赋不错，且看他能转成什么职业。好！天空中出现一尊神武非凡的麒麟，其身躯遮天蔽日，令天空为之一暗。随后又出现一尊太古元凤，身躯遇着火焰，空气都为之沸腾。青龙、白虎、朱雀、穷奇、饕餮、混沌、无头巨人、五干七、
6臂战神战赤龙，神话中的巨兽、神仙轮番登场，惊天异象接连不断。可玉洁乃至苏明的班主任眼中却是闪过一抹失望。原来他们所看到的跟苏明眼中的奇观风马牛不相及，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位身披兽皮的青年，怀中抱着狮崽子，胯下骑着猛虎。苏明，战斗职业御兽师稀有。玉姐话音未落，现场便沸腾起来。穆轩捧腹大笑，哈哈，御兽师这种废柴职业还没有归于普通职业吗？6中理论知识第一人却转职成御兽师职业，真的是造化弄人啊！其实无怪乎穆轩幸灾乐祸，主要是御兽师这一职业确实比较鸡肋。身为御兽师，并不是什么兽都能契约的，像家养的猫狗，甚至是动物园的狮虎都无法进行契约，只能捕捉怪物，将其打成濒死状态，然后进行契约。如果只是这样，御兽师还不会被称之为鸡肋职业。该职业的契约条件无比苛刻，怪物必须是御兽师亲手击败，这个过程中不能有任何外力，包括使用飞天道认可的武器装备，只能靠自己的双拳击败怪物。而转职者刚转职，自身属性低的可怜，哪怕是1级的小野猫，仅靠拳头都搞不死，必须有职业技能或者是职业装备。再加之职业者进行组队，没有伤害贡献，是无法分享经验的。又由于组队的话，获取经验的速率本就远低于单刷，谁肯带一个几乎没贡献的队友？所以御兽师想通过蹭经验提升等级也是极为困难，这就注定御兽师很难入门。除非该职业者原本的身体素质就奇好无比，初始属性高于一般人，才有一丝可能击败怪物，或者出身在罗马，依靠权势财富刷级购买天价宠兽蛋。御兽师却没有宠物可御，这不是鸡肋是什么？苏明将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惋惜、嘲讽、憋笑，但他的神色却无比平静，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职业并不是单纯的御兽师，而是山海御兽师。他获得了一本《山海经》，这本记载了诸多神兽、仙人的书籍就存在于他的脑海中，并且在催促他赶紧契约第一只宠兽。只是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好进行操作，可惜了。玉洁咬了一下红唇，这少年看起来家境不是很好，多半无法斥巨资帮助少年练级，更不可能购买宠兽蛋。起步慢，步步慢，少年怕是连大学都进不了，除非出现奇迹。唉，苏明的班主任温馨远重重叹了口气，又一个稀有职业啊，可惜却是御兽师。这个职业就算成长起来，战斗力也不是很强势，无论是官方工会还是民间开荒团，都不乐意往御兽师身上投资。苏同学的前景堪忧啊，还不如一些生活职业呢。不过作为班主任，他还是安慰了自家学生一番，当然并没有说不切实际的勉励之语，而是劝后者保持平常心，保持个仙人板板啊。苏明的内心无比激动，他现在只想回家，然后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职业。山海御兽师。李熙然拍了拍苏明的肩膀，然后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不要灰心，我带你去练级，无论如何都要给你找到合适的宠兽，我们一起上大学，等我成长起来，给你抓头巨龙，让你成为御龙师，以后我包养你。少女颇具霸气的一番话令苏明心中一暖，他笑着说道，不必了，一起组队获取经验的效率太低，至于那巨龙大饼，我先提前谢谢你。苏鸡肋，现在该我去转职了，你可别走啊，你好好看着，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叫轻松转职。穆轩心情很好，他和苏明平日里不对付，现在后者转职成鸡肋职业，他都想放挂鞭炮庆祝一下。我早就说过，转职跟学习成绩无关，咱们班2个学霸都是废物，都给我瞧好了，看我如何碾压他们。穆轩意气风发，昂首阔步走到对手，一脸自信的将手贴在晶石上。轰！晶石闪烁着光芒，他更为自信了，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必然能够转职成震古烁今的职业。天空中凝聚出异象，道观、焚烧、泼烧，这是什么？众人眼中闪过一丝迷茫，旋即有人认出来，挖粪3件套。这道声音并不大，在场的人却都听到了。穆轩心中像是被插进一柄刀，疼得他直冒冷汗。穆轩，生活职业掏粪工，普通。玉姐的话又补了一把刀。哼，你就是靠挖粪来碾压我吗？苏明嘴角勾起一抹笑。那我认输。你刚才说会轻松转职，是不是你早知道自己会是掏粪工？哈哈！众人再憋不住，放声大笑。穆轩的脸色长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第003章，山海契约兽。穆轩愤恨地看向苏明，双拳攥得咯嘣响。他恨后者往他心窝上戳刀子。哼，怎么？苏明星辰似的眼眸中流转出一抹不屑。你这是什么眼神？想给我上演莫欺少年穷的戏码？
那你可真的想多了，就算你30年河东，又能如何？从掏粪工变成掏粪老板吗？那不还是玩粪的？穆轩气的手指都是抖的，贼老天跟自己开的玩笑实在太大了。他刚笑完苏明是鸡肋职业，结果自己来了个臭气熏天的职业。走吧。苏明拉起李熙然，淡然说道：“这位粪王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犯不着置气。”在穆轩想要杀人的目光中，两人踱步离开校园。一坐上公交车，苏明便想查看自身职业，可是李熙然拉着他说个没完：“我是说真的，咱们组队练级吧，不然你这职业靠什么升级？不能升级，你怎么捕捉宠兽？没有宠兽，你达不到考核等级，便没有大学收你。”面对李熙然连珠炮似的发问，苏明却不觉得烦，因为前者是真的关心他，只是他真的不需要跟别人组队。虽然他现在还没深入研究自己的职业，但是金手指一直在提醒自己，将会从山海经中随机抽取异兽或者神人作为自己的宠兽，因此他丝毫不担心升级的事。可李熙然不知情，一直吵着要带他练级，这让他颇感无奈，只能顾左右而言他。那就说好了，明天我们一起去猛毒废墟练级。苏明朝着明媚的少女摆摆手，轻声念叨着猛毒废墟4个字。这处练级地的怪物都是1、2级的小怪，最高不超过5级，所以最适合新人练级。当然，由于每年的转职者众多，此地都是人满为患，想刷怪既要比拼职业实力，更要比谁眼疾手快。转职之前，他就不打算去此处练级。身为6中理论知识第一人，他对怪物分布点可以说了如指掌，甚至对怪物的习性、自身弱点也有所了解。他想的是转职之后便去落霞山脉练级的事，暂且不用想，他现在只想探索职业奥妙。他强行沉浸自身意识，便连接上意识世界中的山海经。欢迎宿主来到山海世界。系统，我该如何契约山海神兽？苏明也不废话，直觉开门见山道。刷！那本如同世界之书的山海经烁起阵阵金光，快速的翻页。与此同时，苏明手中出现一枚逆鳞。这是……他感受着逆鳞传来的冰凉感，突然心有感悟，莫非这是用来抽卡的？心念一动，手中的逆鳞化作一道流光，飞向大书山海经。嗡！逆鳞宛如一枚书签般，将山海经定格。龟山，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未毛，名曰穷奇。一道威严的声音，如若洪钟大吕。恭喜宿主契约4大凶兽之一穷奇。一语落，苏明眼前一花，随之便看到一头4牛4虎背生双翼的蛮兽，卧虎潜龙，不动如山，凶威自成。苏明从凶兽的眼眸中仿佛看到了尸山血海。大凶穷奇，就算不读山海经的人都有所耳闻，自己的第一头契约兽竟然是这尊赫赫有名的凶兽。苏明的内心不由激动起来，可是随之又生出担忧，这可是上古凶兽啊，会乖乖臣服于自己。但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宛若一座大山般的凶兽突然化作橘猫大小。这头迷你穷奇扇着双翅，围着苏明飞翔，并且时不时用脑袋蹭蹭后者，很是亲昵。还能这样？这头小奶猫真的是上古大凶？若非这小家伙长得跟刚才的穷奇一模一样，完全是等比例缩小，他都怀疑自己的山海兽变成了水货。似是为了驱除他的疑惑，山海系统将穷奇的属性面板推送至他眼前。名称：穷奇，次元封印。品质：神话级，普通，精英，稀有，卓越，史诗，传说，神话。等级 LV1 0100。攻击力4500，防御力5000，血量5000，蓝量3000。技能：御风，雷海，灭世神雷。御风，凝聚风之力，增加自身100%移速，持续时间1分钟。蓝量消耗500，无冷却时间。雷海，周身形成雷电海洋，无差别攻击100米区域内所有敌人，造成自身攻击力70%的伤害，50%的几率麻痹敌人，并使敌人的攻击和移速降低。蓝量消耗1000，冷却时间1小时。灭世神雷，召唤9天神雷，对单体敌人造成300%的伤害。蓝量消耗1蓝条，冷却时间1天。卧槽！即使苏明文化课极为优秀，也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内心的震惊，只能喊一句卧槽。他知道穷奇强，但没想到会这么强，将近5000的攻击力啊！而纯加力量的战士，光靠加属性点，要升1000级才能拥有5000点攻击力。话说，这个世界上有人升到1000级吗？不过，由于装备加成以及天赋技能，甚至有加属性点的宝物，通常100-200级就能拥有近5000点攻击力。不过这更能衬托出穷奇的强势。强！
穷奇实在太强了。当然，由于装备、秘宝等的存在，加到500点力量值，并不需要升好几百级，但这也足以证明穷奇的强势完全是在新手村不100级以下都是无敌的存在，实力颇见神，可以横着走。但苏明是个低调的人，在足够牛逼之前，并不愿暴露自身的真实实力，主要是引起外界注意，会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官方工会来招揽，一旦加入工会，自由便受到了限制。他并不想过那种生活，他要饮最烈的酒，斩最凶的怪，骑最美的。俗话说，没有对比便没有伤害。苏明很好奇自己的属性跟穷奇比起来能差多少，于是让山海系统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姓名：苏明，职业：御兽师，山海御兽师唯一隐藏性职业，转职1转，等级 LV1 0100，力量11，相关属性物理攻击、物理防御，体质11，相关属性生命、耐力，敏捷12，相关属性移速、攻击速度，精神15，相关属性法术攻击、法术防御，血量110，蓝量150，物攻11，法攻15，物防11，法防15，攻速 0.12， 移速 1.2， 耐力110，技能御兽空间 LV1 0100，可将契约兽置于次元空间，各项指标恢复速度正 10%。 属性点0，技能点0。契约兽神话级穷奇，他的属性不算差，因为大部分转职者的初始属性都不过10点，他已然超越许多人，尤其是精神属性足高出5点，别人可是要提升5个等级才能追平他的精神属性。只是跟自己的契约兽相比，这属性被秒成了渣渣。嗨，早知如此，何必找孽？不过他很好奇，被次元封印的穷奇就如此强势了，若是姐夫，他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穷奇的无敌之姿给他灌注了无尽信心，职业之巅在向他招手。第004章出城。平复下激动的心情，苏明问出自己最为关心的问题：第2只宠兽该如何获得？随着等级的提升，御兽师可以不断解锁御兽空间，契约新的宠兽。按照常规途径，苏明可以击败野怪，从而收为御兽，或者攒够财富购买宠兽蛋。但他有了山海经，哪里还看得上普通的宠兽？宿主和契约兽的等级提升到20级，便能获得抽取山海兽的机会。20级，这个要求并不算高，跟入职大学的等级考核差不多。高3学子转职之后，有半个月的时间用于提升自身等级。一般大学的入学门槛是10级，重点大学的门槛则是15级，但通常达到18级才能够稳进。苏明的目标不只是重点大学，他想就读的是北清大学，大夏国的 Top 1，这是所有转职者梦寐以求的大学，竞争尤为激烈。求学者的职业须得是稀有级以上，还须得将自身等级提升到20级，才有希望入学北清。而金海市已经有10年没出过北清学子了，这让该市的主官很是苦恼。为了激励本市学子入学北清，主官以官方名义发出通告，入学北清的学子将获得100万奖金，并且可以根据自身职业随意选取一件20级卓越品质武器。光这一件武器的价值便令一众学子奋勇争先。听说今年又追加了神秘奖励，对此苏明志在必得。山海御兽师如此强势的职业，若不能登顶职业之巅，那也太令人遗憾了。苏明是一个喜欢谋定而动的人，早在转职之前就开始准备练级事宜，并且给自己定下冲击北清的目标。为此，他提前准备了诸多物资，足以支撑他在野外生存半个月。当初他想的是吃住都在野外，这样就可以最大化支配时间，弥补职业上的差距。现在有了穷奇，看来是用不上了。今日好好休息，明日开始练级。临睡前，他念头一起，将穷奇召唤到现实世界。这头上古大凶倒是极具灵性，似是知道真身现世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是以迷你版现世。他将迷你穷奇抱在怀中，忍不住撸了一把，这毛发油滑光亮，很适合撸啊。穷奇也很享受，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若非这厮的属性逆天，苏明都怀疑这是头变异橘猫，挺温顺的嘛。但他却是不知道，穷奇现身现实世界时，金海市方圆500里之内的怪物，或是匍匐在地，或是极端暴躁。还好有巡逻队及时弹压，才避免了受潮的形成。次日天蒙蒙亮，苏明收拾完毕，临出门前看了看摆在客厅上的相册，一位俊朗非凡的大叔，一位温婉动人的少妇，以及一个笑容灿烂的小屁孩。这是他一家3口的合照，只是他的父母已然失踪10年，而他也从小屁孩
长成翩翩少年。父母是在一处秘境中失踪的，那里面的怪物实力无比强横，只有职业达到6转才敢前往。而如今10年过去，那处秘境始终未曾重现，就算是重现时间，谁又知道里面的怪物会变得多恐怖？苏明攥了攥拳，随后洒然转身。金海市出城卡口已然排起长龙，每年转职之后都是这种盛况。为了抢占先机，新晋转职者可谓是分秒必争。当然，更干的人昨天转职结束便出城了，猎完怪物就在野外露营。大型城镇之外的怪物，每隔1周便会都被高等级职业者过一遍筛子，残存的怪物等级普遍不高，除非是出现野外 BOSS 或者是刷出秘境，才会危及转职者。所以，就算在野外露营，只要多加注意，就不会遭遇生命危险。但离城镇太远就不行了，那里的怪物等级高，而且更为残暴。最关键的是，没有官方巡逻队，若是遭遇不可抵挡的怪物，只能听天由命。此时，城门口人员嘈杂，多是民间开荒团以及散人转职者，打算招揽新人。但是苏明却是知道，来此招揽的队伍自身实力都不怎么样，实力强横的不用招揽，自然有新人抢破头往里进。野狼7人小队带萌新提供一站式服务，让你升级如同坐火箭，速升5级仅需10万2币，10万都够一个3口之家生活3年，却只能带升5级。没有财富，转职者也是步履维艰啊。韩星开荒团招新，欢迎主战职业来撩，团内大佬免费带队刷怪。新人阵法师求带，软萌可爱，会撒娇。阵法师滚开啊！布阵大半天，结果伤害聊胜于无，要你何用？萌新盾骑士，兄弟，来我小队，有妹子哦。阵法师气斗冷，同为战斗职业，待遇可谓是天差地别。他赶着送钱，都没人乐意带他。招揽组队的声音此起彼伏，苏明没有组队的想法，所以打算速速离开，可是却被人给拦住了。小兄弟，我是一伙开荒团的，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小兄弟，我们张家狩猎队实力强横，打算横推落霞山脉，为萌新队有谋福利。小兄弟，我们这些家伙疯了吗？苏明不胜其扰，索性将自己的职业信息显露出来。当然，显露的是御兽师，而不是山海御兽师。哼，原来是御兽师，那个我们队伍满员了。看到苏明顶着御兽师的头衔，所有招揽者作鸟兽散。御兽师在没有宠兽之前，可以说伤害全靠吼，比之废柴阵法师还不如，没人愿意跟其组队，除非斥巨资雇佣队友。苏明自然是不可能雇佣的，他乐得清静，很快便出城了。在城外，他租了一辆山地车，随后直奔落霞山脉。与此同时，李熙然来到苏明家门口，伸出欠手指按了按门铃，没有任何回应。他心中生出一丝狐疑，小明子不会是自暴自弃了吧？不，这不是小明子风格。他拿出经过天道认可的通讯设备，刚准备联系发小，却看见门前的脚垫下压着一张纸条。我想一个人静静。抓！李熙然将纸条揉成了纸团，贝齿轻咬阴唇，一头银发无风自动。静个屁啊！你一个御兽师，身体羸弱，孤身去野外，还不是成为野兽口粮？他担心发小的安危，如同一阵风般直奔出城口。第005章穷奇之危。离开城镇，苏明便将穷奇召唤出来。这小东西上古大凶，似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琥珀似的眼珠东瞧西看，并且追风戏蝶。反正他这副尊容怎么看都是人畜无害，没人能联想上古大凶。苏明便由着他去了。离城镇最近的练级点便是猛毒废墟，果然如同苏明所料，这里已是人满为患。一只青色小蛇刚刷新出来，便被5、6人同时斩杀。这样练级根本得不到多少经验，猴年马月才能升到20级啊！他摇了摇头，继续朝落霞山脉前行。你们快看那个骑单车的小子，应该也是个萌新吧？竟然要去更高级的练级点。看他身边跟随着一只宠兽，原来是个御兽师，最弱的战斗职业也敢去落霞山脉，真是厕所里打灯笼。众人七嘴八舌，语气中充满不屑。落霞山脉的怪物最低也是5级，萌新转职者在猛毒废墟升至2、3级才会组队前往。在他们看来，苏明孤身前往落霞山脉根本就是找死。2个练级点相隔不算太远，半个小时后，苏明抵达落霞山脉。此地的转职者也不少，但是比起猛毒废墟要好上很多。苏明看着前方连绵不绝的山脉，明明是晴空万里，但每座山巅却顶着朵朵云霞。他查阅过不少资料，知道那并非云霞，而是一尊神秘 BOSS 的吐息。至于那尊 BOSS， 由于天道保护机制，至今无人拿下手杀，因为这尊 BOSS 是在常驻秘境之中，而这处秘境的进入限制是100人以下团队，等级不得超过20级。苏明深吸一口气，眼中燃起熊熊战意，
等自己20级便去拿下这 BOSS 的首杀。当下还是赶紧练级。落霞山脉越是深入，怪物的等级越高，最外围则是5级小怪。苏明刚将单车锁好，眼前就刷出一头怪物，随之他眼前浮现出怪物的面板，名称铁岩怪，品级普通，等级 LV5， 攻击力11，防御力15，血量500，蓝量300，技能磐石施展后提升自身 20% 防御力。看着这头怪物的属性，苏明心道，若是萌新转职者，怕是连防御都破不开，但他不怕，直接让穷奇干就完了。听到苏明的指令，迷你穷奇十分兴奋，想要化作真身。苏明回望四周，见没人注意这边，便准许穷奇的请求。首战必须全力以赴。喵！迷你穷奇发出一声尖细的声音，随之身形暴涨，眨眼间，一尊上古大凶驾临世间。吼！大凶穷奇仰天怒吼，震得落霞山脉群兽匍匐，就连山巅那朵朵云霞都被震散了。正在杀怪的转职者们陡然看见一尊神俊威武的异兽降临，心中生出无限恐惧。这是世界 BOSS！ 卧槽，该不会是山脉深处那尊神秘 BOSS 出来了吧？逃！凶兽之威令一众转职者连反抗之心都不敢有，撒丫子就跑。看着仓皇奔逃的转职者们，苏明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没想到让穷奇化作真身降临，还有这样的效果。清场！一脸憨样的铁岩怪还没反应过来，便被穷奇踩碎了。别说技能，连普通攻击都没用，便完成了首杀。与此同时，苏明听到一声提示：你杀死了铁岩怪，获得10点经验。10点经验！苏明嘴角勾出笑意，杀10头怪物就等升级了。正好这片场地被清空了，试一试穷奇的技能。他朝大凶发出指令之后，后者扑闪一下翅膀，悬停于空中。只见这尊暴虐的上古大凶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满嘴獠牙，旋即其头顶凝聚出无尽乌云，将天空染成了墨色。咔嚓！轰隆！穷奇周身凝聚出道道雷光，雷海！轰！地面涌出紫色雷海，雷光电弧，狂暴的能量淹没了这片大地。你杀死了铁岩蛇 LV7， 获得14点经验。你杀死了铁岩鼠 LV8， 获得16点经验。你杀死了铁岩巨怪 LV10， 获得20点经验。你的等级提升至 LV2。地面焦黑，尸首遍地。苏明眼眸溢满了激动，强，简直强无敌！穷奇一个技能灭杀了近10头怪物，无差别群攻技能真的是大杀器。雷海之下，众怪平等，只要是在100米区域内的怪物都挡不住穷奇一击。苏明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若是这个地方的怪物密度再高一些就好了。不过做人不能太贪心，这种升级速度苏明就已心满意足。1秒升1级，若是传出去，铁定没人相信。萌新转职者即使有高等级大佬代练，也不可能有这种升级速度，因为杀怪的经验分成是按照伤害贡献划分的。天道规则倒是公平，有效避免了财阀世家出身的转职者恶意刷级。当然，世间之事并无绝对公平，权势子弟可以收购赐福卷轴，用于提升自身等级。只是赐福卷轴各职业在转职之前只能够用2次，这也避免了财阀子弟连门都不用出就火箭升级。赐福卷轴极难获得，所以售价极高，市场价约是100万2币，寻常人家根本买不起，所以绝大多数人只能老老实实砍怪升级。别人升级都是水磨功夫，而拥有穷奇的苏明升级比喝水还要简单。20级并不难。苏明抬眼看向山脉之巅，神秘 BOSS 洗好脖子，等着被我宰杀吧。猛毒废墟，穆轩在这都转悠半天了，都没有找到苏明的身影，心中窝着一股火。这该死的小崽子跑哪去了？该不会是没来练级吧？这也不是不可能，一个废柴御兽师没有宠兽，出来练级那不是找死。不过这小崽子再差劲，毕竟是个战斗职业，再想想自己却是成为掏粪工，对比之下简直想死。他本就仇恨苏明，转职大会上又被后者嘲讽一份，心中更是将后者恨之入骨。他欲杀之以泄心头之恨，为此他特意请来表姐帮自己对付苏明。一个50级剑士对付垃圾御兽师，那还不是手到擒来。韩立月跟着表弟转悠一圈都没有找到目标，心中早已不耐烦，可是碍于舅舅的面子，又不好向表弟发作。可这样闲转，何时能找到目标？他灵机一动，让表弟找出苏明的照片，然后进行悬赏。只要发动的人多，迟早都将那小子挖出来。至于这样做杀死目标会不会让人有所联想，韩立月却是丝毫不担心。一个底层贱民而已，
死活没人关心。第006章盐城废墟。见识过穷奇的群攻技能，苏明决定改变升级策略，他打算去刷副本。相较于练级点，副本中的怪物密集度可要大得多，而且有精英怪是能掉落装备的。他记得落霞山脉对应的副本是盐城废墟，里面的怪物都是盐属性，以防御力见长。副本 BOSS 乃是一头岩石巨蟒，虽然只有10级，但防御力近百。别说萌新转职者，就连一般的狩猎队都很难搞定这个副本。苏明心中有所决断，便赶往副本处。5级副本盐城废墟，进入等级1到5级，人数要求1-5人。通关记录：银狼公会10分20秒，战虎公会10分26秒，星光开荒团10分30秒。由于刷新副本的通关记录可以获得赐福卷轴，因此有不少公会、开荒团组织萌新转职者在副本处蹲点。当然，也有不少散人转职者，他们是来组队刷副本的。至于刷新通关记录，那是万万不敢奢求的。一众散人见苏明独自过来，便想上前招揽，可是后者亮出职业后，众人便退去了。御兽师，一个废柴职业，进队完全是累赘。苏明也乐得清静，刚准备进副本，却见一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开了过来。向龙，金海一中的超级天才，据说他转职成了雷霆法师。卧槽，号称单体攻击最强横的雷霆法师。对啊，一中将他当成北青种子培养。你看他身边的那位狂战，就是他的班主任，一位武传大高手。众人七嘴八舌，无比艳羡向龙的待遇。惊人天赋，还有老师保驾护航，这待遇真的是绝了。向龙，苏明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个名字他较为熟悉。一中的理论知识第一人，在一次全省性的理论知识竞赛中，两人在决赛擂台上有过对战。那一次，他战胜了一中的大天才。苏明，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向龙身材修长，面容俊秀，开口给人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感觉。可苏明却是知道，此人最是小心眼，睚眦必报。自从那次理论知识大赛之后，这厮便想法设法的想要报仇。听说你觉醒的职业是御兽师？向龙嘴角勾起一抹嘲讽。他曾将苏明视为最强对手，可是得知后者成为御兽师之后，就不再把对方放在心上。一个注定没什么成就的职业，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只是他仍然想要报复，对方越是不如意，他心中越是舒爽。这个职业跟你倒是挺配的，废物配废柴职业，正合适。自家学生公然嘲讽他校学生，赵无极并未出言阻止，而是双手抱拳站在后面，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向龙乃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北青种子，他不愿更不敢训斥。谁的皮带没有系好，显出你来了。苏明淡淡说道。他不喜欢麻烦，可不怕别人找麻烦，更喜欢让人没办法找麻烦。周围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只能强行憋住，脸色憋得通红。哼，你只会逞口舌之力。向龙憋了半天，方才憋出一句话：废物，你根本不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出生的时候便注定了。那确实，你的出生是你爸爸我必须花一辈子才能纠正的错误。向龙顿时像吃个死苍蝇一般，突然想起来这个家伙最为毒舌，自己跟其斗嘴是会吃亏的。他强行压住心中怒火，现在人多眼杂，不好收拾对方，待有机会便将其超生。一个废物，而且还是孤儿，即使死了也没人在意的。你这废物在这闲混吧，我要去刷新盐城废墟的记录。向龙撂下这句话，便带着两人进了副本。卧槽，向天才牛啊，只带两人便想刷新副本记录吗？按照盐城废墟的规则，是可以进行5人组队的。向龙这支小队只有3人，引发了众人的震惊，都觉得这位超级天才有点过于拖大了。雷霆法师是强，可是后期才会起来啊，所以平稳起见，还是组成5人小队比较稳妥。苏明却抱有不同的想法，向龙那个狗崽子是雷系职业，该职业既能够群攻灭敌，又号称单体攻击最强，在前期便有不俗的伤害。可是却有一个弱点，该职业的施法时间比其他法师要长一些，而且施法的时候自身移速会大幅降低，几乎是站桩输出。当然，这在后期就不算弱点了，一个雷系禁咒洗地，众怪平等。前期却是要谨慎一些，若被速度渐长的怪物近身，难免会马失前蹄。这个狗崽子倒是聪明，所带的2名转职者，一个是盾骑士用于护卫抗伤害，一个刺客在关键时刻能将狗崽子扛起来跑路，而且3人分润经验肯定要比5人合适。最关键的是还能为2破记录留下一定操作空间，这个队伍配置可以说极为合理。苏明不急着进副本了，他倒要看看这狗崽子能否刷新副本的通关记录。10分钟后，向龙3人走出副本，
盐城废墟通关记录：龙之小队10分钟，奖励赐福卷轴。我的天啊，10分钟便刷通了副本，这雷霆法师实在太变态了吧！神奇的通关表现，雷霆法师不愧是史诗级职业，这才前期就如此变态，若是成长大后期，岂不是核武级别的存在？核武不核武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像天才进入大学后，肯定会得到重点培养，国家级。10分钟啊，也就够我装逼一次。切，你这句话才是装逼，我看你10分钟够你装10次笔了吧？诸位，话题不要扯远，还是赶紧跟向天才搞好关系吧，说不定能蹭个副本。向天才真的太强了，这才3人而已，要是5人小队，那时间该有多快？强无敌，不愧是雷系法眼。众人的惊呼令向龙很是受用，他眼眸中溢满了骄纵，一群没见识的乡巴佬。我方才并未用尽全力，就是想着再刷一次，拿到2张赐福卷轴，再度进入副本需要等待半个小时才能刷新掉冷却时间。半个小时而已，再练几点也杀不了几只怪。向龙索性在这等着，闲来无事，他的视线在人群中搜索，却是在找苏明的身影。作为仇人，他想要从后者脸上看到震惊，可是并未找到那该死的身影。走了吗？也是一个废物职业，留在这感受天才之威，只会自添烦恼。第007章神奇58。在看到向龙的通关记录后，苏明眉毛微微上挑，就这？他吐槽一句，白白浪费小爷10分钟便进入到副本当中。盐城本来是大夏国的一座小城镇，游戏入侵现实，该城被怪物攻破，化作废墟。后来经过天道演化，成为落霞山脉的常驻副本。该副本的怪物都是盐属性，皮糙血厚，着实难打。但有一点，这些怪物的精神属性都很低，不太聪明的样子。只要不主动攻击，他们便呆立不动。苏明召唤出穷奇，随之跳上那宽厚的虎背，飞到半空中。登高方可望远，副本全貌尽收眼底。高达5米的石巨人，遍布倒刺的岩石豪猪，吐着土黄色蛇信子的岩蛇。废墟中心更是盘着一条长达20米、躯体如水桶般的岩石巨蟒。好家伙，这头巨蟒真是凶悍，光凭蛇躯便能将敌人绞杀吧？名称：岩石巨蟒。品级：精英级 BOSS。等级：LV10。攻击力100，防御力120，血量5000，蓝量1000。技能：死亡缠绕 LV5，领主之威 LV5。这头副本 BOSS 的实力果然强横，尤其是防御力太变态了，寻常职业只能靠水磨功夫慢慢的消磨血量，而且还拥有2个技能。普通的怪物一般是没有技能的，精英级别的怪物则会有1个技能。这头精英 BOSS 拥有2个技能，算是精英怪中的佼佼者了。苏明眼中闪过一丝战意，猫咪不，穷奇猎巨蟒也算专业对口吧。他摸了摸穷奇的犄角，后者十分灵性，当即朝巨蟒发出怒吼，想要将巨蟒震慑住，然后再进行捕杀。岂料这头盐城王者居然心生恐惧，二话不说便要逃走，而且临逃时还召唤群怪，想要以此拖延时间。这倒是如了苏明的意，他正愁如何拒怪呢。待众怪风拥杀来，穷奇直接施展技能雷海，瞬间灭了一众小怪。苏明脑海中的提示音响个不停，可他没时间关注，心思都在岩石巨蟒身上。他骑着穷奇快速飞掠至巨蟒头顶，本想着用灭世神雷击杀此蟒，但用过雷海之后，穷奇的蓝量消耗了一截，无法再用，手头又没有回蓝药剂，苏明只好放弃单体技能。雷海也处于冷却当中，所以苏明让穷奇使用普通攻击扑杀向岩石巨蟒。穷奇的基础属性太变态了，即使用的是普攻，也是瞬秒副本 BOSS。你杀死了岩石巨蟒 LV10，获得经验500点，你的等级提升到4级，你获得金铁矿10个，你获得岩石之心1个，你获得 LV5 回血药剂5组，你获得 LV5 回蓝药剂5组。恭喜你成功通关盐城废墟，并刷新副本记录，通关时间为58秒，请转职者选择是否留下姓名。苏明不假思索，屠龙者。留完名字，他便感觉副本震动，随之被传送出去。不愧是雷霆法师，一出手便将副本通关记录刷新20秒。3人比1支队伍还要强，向天才，你这记录真的太绝了，怕是没人能够打破呀。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向法爷刷副本的时候，很明显是留有余力的。等下一次进本再凑够5人，能够打出什么样的记录，我难以想象。向法爷，我是一名火法，拥有群攻技能，下次进本带我一个吧。听到众人恭维，向龙很是受用。等再刷出1张赐福卷轴，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5级，他便前往幽冥小镇刷10级副本鬼嚎荒野。就这样一路横推过去，他肯定能进入北京大学。
打破金海市10年吴清北的魔咒。到那时，他将成为金海市的英雄。苏明之流，他根本不放在眼里。再耐心等待9分钟，便去2刷盐城废墟。这次他打算全力讨伐，将副本通关时间再提升1分钟，让自己的名字永存于盐城废墟，留给后来者敬仰。这时，副本前的通关石碑上显现出一行小字：盐城废墟通关记录，屠龙者58秒，奖励赐福卷轴。什么？向龙差点咬住自己的舌头。58秒通关盐城废墟，这怎么可能啊？他刚刷过这个副本，最是明白此本的难度。这个副本的怪物虽然并不是很分散，而且 BOSS 还有巨怪的技能，但怪物皮糙血厚，尤其是那头 BOSS， 防御力简直变态，非强力主战职业根本破不开防御。即使是他这雷霆法师拥有大范围的群攻技能和超强单体攻击，也是靠水磨功夫才将 BOSS 活活磨死。他觉得能将通关时间压缩至9分钟已经是极限，可转眼间就被打了脸。58秒，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一众转职者也是震惊。尘封1年的副本记录在1天之内接连被打破，这是什么梦幻事件？最关键的是，这第2次打破竟将通关时间压缩至58秒。若非天道定下的副本规则没有空子可钻，众人严重怀疑这是一次作弊行为。58秒啊！众人觉得若是换作自己下本，这点时间怕是连一头怪物都砍不死。可是有人却通关了，这对比起来，众人算什么？猪吗？众人张口结舌，穷尽毕生所学，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内心的震惊。这到底是什么无双团队才能做得如此令人惊艳？不对！盲生发现了滑点，这副本记录不是团队打破的，只要不是单人通关，留名的时候必须缀上工会、开荒团、小队等字样。可是这屠龙者怎么看都不是团队啊！单刷通关，死！众人集体倒吸一口冷气。他们本以为这梦幻58秒是一支超强小队搞出来的，结果是单刷通关，这简直是神迹！到底什么样的职业才能做到10级的时候单刷盐城废墟？稀有？不，稀有不配。史诗？肯定是史诗级的职业。可雷霆法师便是史诗级职业啊，也需要10分钟才通关。难道说是100年难遇的传说级职业？众人穷尽想象，也想不出到底是何种职业才能如此凶猛。不对，这个名字屠龙者，这是超级猛人的职业吗？这个职业一听就很霸气啊！屠龙者一定是传说级职业吧？众人七嘴八舌，显然认定是一位屠龙者通关了盐城废墟。可有人察觉到不对劲，屠龙者怎么感觉有点针对像天才啊？这位雷霆法爷刚打破盐城废墟的记录，屠龙者立马便破了记录，并且推至不可打破的地步。第008章幽灵小镇。向龙的脸色铁青，他的理论知识相当扎实，以他的见闻，从来没有听说过屠龙者这一职业。他心中莫名有种感觉，这个名字就是在针对他。不然，这该死的混蛋为什么要将副本记录破至58秒？这还怎么让人打破呀？难道他凑齐5个人能够57秒通关？这根本不可能。即使骄纵如他，也是知道这非人力所能为。可恶，该死的混蛋，为什么要这样做？向龙已然将屠龙者给记恨上，觉得后者剥夺了他的资源，跟苏明一样讨厌。副本只要被刷新，就能获得赐福卷轴。他本想着再刷一次盐城废墟，58秒啊，令人绝望的数字，还刷个锤子啊！向龙的脸色阴沉的能够滴水，气冲冲的带着团队离开了。他的班主任那名武状狂战连忙追上去宽慰自己的学生：小龙，这种神迹只会出现一次，不要让此事乱了你的心境。我们先前往幽灵小镇，你在那里将等级提升至5级，再去刷10级副本鬼嚎荒野。该副本限制人数是1到25人，由此可见更为凶险。到时学校会给你配备最精英的24人，帮你拿到2张赐福卷轴。向龙微微点了点头。屠龙者，你给我等着，我这条巨龙可不会被屠，猎人终将变成猎物。苏明离开副本后，也听到了众人的议论，不过他不感兴趣。他在副本中得到不少东西，还没来得及研究呢。药剂、材料之类的不必多提，那颗岩石之心爆出来的2件装备，以及那张赐福卷轴，值得把玩把玩。名称：岩石之心，品质：精良极附魔石，效果：镶嵌于装备之上，可增加5点体质，并提升5%的防御值。使用限制：精良级及以上装备，30级以下。好家伙，竟然爆出一颗附魔石！苏明内心闪过一丝激动，他查过无数攻略，
知道盐城废墟的 BOSS 怪能够爆出附魔石，可是爆率低的可怜，还不到1%，自己的幸运值还是蛮高的。他将附魔石收回背包中，随之又拿起那2件装备。名称：铁岩长枪，品质：精良级武器，效果：增加10点物理攻击，攻击时附带穿刺效果，有1%的几率造成破甲伤害。使用限制：战士类职业 ，LV 5级武器，5级以上可以使用，要求力量值大于10。这件装备的属性中规中矩，只有战士类职业才能使用。苏明瞬间没了兴趣，将其扔回背包，留待以后卖掉。名称：铁岩十字甲，品质：精良级装备，效果：增加20点防御力，铁岩5件套之一，及其套装可召唤一头岩石巨蟒。使用限制：各职业通用 ，LV 5级装备，5级以上可以使用，要求体质大于15，佩戴时增加10点负重，降低10%敏捷。这件装备倒是可以，全职业通用，应该能够卖个好价钱。由于这属于重甲，穿上之后会增加自身负重，并且影响敏捷，所以苏明不打算自用。最后，他拿出赐福卷轴，名称：赐福卷轴，品质：史诗级秘宝，效果：可以瞬间提升1级，并保留先前等级的经验值。使用限制：转职者每次转职只能使用2次。这小小一张纸，价值近100万，苏明却是没有立马使用。这卷轴2转之前都能使用，他觉得现在用了有点亏，等以后等级高了再用。反正拥有大胸穷奇，他升级无比简单，现在用不着卷轴。他将卷轴放回背包，准备前往幽灵小镇，那里的怪物等级更高，而且还有10级副本鬼嚎荒野。至于盐城废墟副本，他自认为再刷一次是能够刷新58秒的记录的，只是会比较麻烦一点。他记得鬼嚎荒野副本的通关记录是20分钟左右，以穷奇之威，那不是分分钟就给破了。心中有了决断，他立马赶往幽灵小镇。临走前，他回望一眼落霞山脉，龟缩在秘境的神秘 BOSS 啊，再让你苟活一段时日，待我10级就来取你项上狗头。幽灵小镇顾名思义，此处的怪物都是魂灵状态。这类怪物有个特点，免疫物理伤害，承受法系伤害翻倍，所以这里是法攻系职业的天堂。当然，这里并不是什么善典。魂系怪物以精神攻击见长，令人防不胜防，而且面容可怖。白天还好，若是晚上在此，胆小之人可能会被活活吓死。苏明抬眼望去，都是身穿布袍之人，挥舞手中法杖，火球、水箭、风刃漫天飞。一名火系法师搓出小火球，费力击杀一头残血怪，感应到有生人来此。他回首看了一眼御兽师，火系法师脑海上浮现出许多小问号，这个鸡肋职业怎么敢来这里的啊？御兽师倒是拥有法攻手段，但是威力极为有限，能杀死怪物吗？朋友，你赶快离开这吧，这里不是你能来的，老老实实回猛毒废墟练级。这名火法心底善良，连忙出声提醒。可是他的话音未落，便见一头10级幽灵扑向了小御兽师。他惊呼一声，连忙搓火球，可是来不及了。眼看那幽灵要冲着御兽师发动精神攻击，却是凭空消失了。什么逼操作？火法懵逼了，那么大一头幽灵就这样没了？他实在不理解，随后脸上浮现出惊恐之色，不会出现什么可怖的存在，将那幽灵给吞了吧？魂系怪物神出鬼没，还真是令人防不胜防啊。苏明喃喃自语一句，还好他肩膀上的迷你穷奇反应神速，否则还真有可能中招。杀完这头怪物，他听到了提示音，恭喜你升至5级，有新的技能可以学习。新的技能？苏明眼睛闪过一道金光，赶紧打开个人属性面板。姓名：苏明，职业：御兽师，山海御兽师唯一隐藏性职业，转职1转，等级 LV 5 13.5K， 力量11，体质11，敏捷12，精神15，血量110，蓝量150，物攻11，法攻15，物防11，法防15，攻速 0.12， 移速 1.2， 耐力110。技能：御兽空间 LV 10100，可将契约兽置于次元空间，各项指标恢复速度正 10%。属性点25，技能点500。契约兽神话级穷奇，可学技能负0。好家伙，由于穷奇太变态，不用自己出手杀怪，都忘了升级还给属性点。25个属性点，苏明想了想，决定给体质加20点。拥有大胸穷奇，根本用不着他出手，只要足够肉保证生存即可。于是他又将剩余的5点加到敏捷上面。
寻常召唤师是主加精神，副加体质，之所以这样，精神力可以加深与契约兽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能提供一点输出，弥补契约兽攻击力不足。但苏明则不然，穷奇不仅强大，而且与其血脉相连，指挥起来犹如使臂，完全不用担心操纵问题。加完点，苏明芳才查看自己可学习的新技能。负0 LV10100，施展之后可将自身属性附加到契约兽身上，持续1秒，消耗1点蓝量。看完技能介绍，苏明不由感慨一句：御兽师果然是鸡肋职业。2个职业技能都不具备攻击威能，纯辅助契约兽，所以若是契约兽不强，便直接狗带了。好在他有穷奇，后者够强了，也不需要他这一点点属性。算了，技能点暂且留着，等遇到合适的技能再进行加点。第009章象龙炸裂。轰！一道雷霆落下，将一头10级亡灵超度。象龙成功升到5级，他对自己的升级速度还是比较满意的，不到1天的时间便连升了5级，由此可见雷霆法师的强大。他顿时有了信心，达成20级目标并不算什么难事。他是一中的超级学霸，理论知识极为优秀，加上家庭条件优渥，从小就接受格斗训练，自身素质相当可以。刚转职时，他的力量、体质等属性都达到了12点。唯一令他遗憾的是，精神属性并没有特别突出，也是12点。法师类职业最重要的便是精神属性，他将升级所得的属性点全部加到精神上面。自身的法术攻击配合强大的雷系技能，能够造成近100点伤害，这在同等级法师当中可谓是傲视一切。5级可以前去鬼嚎荒野副本了。象龙立即带队进入副本。25分钟后，他带着人马狼狈地从副本中走出。兴许是屠龙者事件在他心中留下小小的阴影，又加之自身对怪物出现的时机把握得不够精准，他这次并未能打破通关记录，无奈只好暂且休整，等待冷却时间刷新，再下副本挑战。兄弟，我是真心为你好，这里的怪物实力强大，不是你这废御兽师能来的。刚才就有不知名的存在，另一头亡灵莫名暴毙，这位的实力实在太惊人了，连我都不知道如何防御。水太深，你把握不住，还是赶紧离开吧。火法叨叨的没完，就像《大话西游》里的唐僧，这令苏明不胜其扰。可对方一番好心，他也不能以怨报恩。为了逃离牢道，他索性赶往鬼嚎荒野副本。这个副本比之岩城废墟更为热闹，主要是这个副本最高可进入人数是25人，来此的大多是工会和开荒团，很少有散人玩家，因为拉不起来队伍。2人进本，那不是找虐吗？金海一中的天才带着精英级的25人队伍，都未能打破通关记录啊！看来银湖开荒团创下的记录难以撼动。12年前，银湖开荒团创下这一记录时，队伍内有2名史诗职业，而且后来都进入北清大学。你就说这阵容梦幻不梦幻？像天才能将时间破镜，已经算是很厉害的了。我看像天才在休整，准备第2次冲关，熟悉怪物的特点后，定然能够压缩通关时间。2刷必然可以破纪录，让我们拭目以待。咦，我是不是眼花了？我刚才似乎看到1人下本，怎么可能1人下本？鬼嚎深渊虽是1人就能进入，但里面的怪物数量众多，而且都是精神攻击，更关键的是那头 BOSS 是个老六。25人队，一不小心都可能会翻车，单刷那不是找死吗？这不奇怪，每年到了转职季，总有新人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试图单刷通关，最后只能落得个受缚果尸。进入鬼嚎深渊，苏明芳才知道为什么此副本会叫这个名字。一马平川的荒原上飘荡着数百头亡灵，发觉生人进入，便立马嚎叫起来。这些亡灵嚎叫可不是瞎喊着玩的，而是精神系攻击。寻常职业若是遭遇一众亡灵齐吼，猝不及防之下可能会被直接吼死。好在苏明理论知识扎实，对低级区域的各大副本的特点了然于胸，他提前便堵上了耳朵，虽然还能听到嚎叫，但并未受到伤害。好家伙，吼叫是吧？苏明眉心微微一皱，直接唤出穷奇真身，淡淡说道：穷奇，给我吼他丫的！成长到5级，穷奇的身躯大了一圈，自身属性也是炸裂般增长。苏明升1级才给5点属性，穷奇升1级却是50点属性，就离谱。好！穷奇一吼之威，令众亡灵的魂体闪烁，就像是快要坏掉的灯泡。趁着众怪被震慑当场，苏明骑着穷奇飞到众怪头顶，直接释放了范围攻击雷海。紫霄神雷渡亡灵，简直是专业他妈给专业开门，专业到家了。你击杀了 LV10 亡灵，获得经验100。你击杀了 LV11 亡灵，获得经验110。你击杀了副本 BOSS LV20 亡灵骑士，获得经验1000。随着一道道提示音，苏明直升至6级，经验条更是涨了一大截，
差一点变到7级。精英级 BOSS 居然被直接杀死了。苏明感到一丝诧异，他知道这个副本的 BOSS 是个老六，明明是亡灵打出的，却是物理伤害，而且还喜欢蹲人，简直令人防不胜防。死得好，老六必须是这种死法。苏明看到有几头小亡灵，幸运地躲过雷海攻击，便拍了拍穷奇的脑袋，让其去赶紧杀掉。他则准备拾取爆出来的物品。向天才，我是冰系法师，拥有大范围冰冻技能，和你配合肯定打出爆炸性伤害，让我加入你的队伍吧。我是光明骑士，天生克制魂类怪物，我的加入可以让向天才安全无虞。我是鬼火刺客。向龙对自己的队伍配置有些许不满意，所以便剔除2人，准备现场招募强力职业，一举打破记录。冲着他雷霆法师的名头，不少主战职业前来报名，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选什么。这时，鬼嚎荒野副本处通关石碑上字迹闪动，一名眼尖的转职者揉了揉眼，不确定地说道：“鬼嚎深渊通关记录，屠龙者58秒，奖励赐福卷轴。”他的声音并不大，却像一柄重锤，狠狠击到向龙的心上。什么？鬼嚎深渊的通关记录被破了？屠龙者58秒。向龙喃喃自语，反复念叨：“马德，该死的屠龙者，你为什么要来鬼嚎荒野？为什么我想刷的副本，你都要打出58秒？”向龙的心态极为炸裂，他感觉自己被针对了，不然世上怎有如此巧合？向老大，我是地龙之血战士，也可克制亡灵，能让我加？滚！向龙的神情扭曲，他要疯了，他现在听见龙字就想飙脏话。小龙，滚！向龙吼完，意识到不对劲，才发现自己吼的是班主任。赵无极很能够理解学生的心情，所以并未在意对方的冒犯，反而开口安慰学生：“小龙，我已托熟人调查过了，今年本市并未转职出屠龙者，史诗级职业，你是独一份。我感觉这个屠龙者可能是外市的超级天才，只是偶尔路过咱们金海。你好好练级，今年必能入学北清，获得更优质的资源。等到后期，你雷霆法师的名号必然响彻大夏国。”向龙之所以炸裂，是因为担心这位神秘屠龙者会撬动他在本市的资源，从而令他失去入学北清的机会。听老师这么一说，他的愤怒稍微退散一些，可是想想还是生气啊，自己又失去一张赐福卷轴，该死，真该死！第010章技能书炸了！金海市本地新闻媒体以及各大网络论坛都在讨论屠龙者这个神秘转职者，接连打破金海市的副本通关记录，并且都是58秒，简直不可思议！卧槽，真的假的啊？单刷58秒通关鬼嚎荒野，这简直是他妈的作弊！我表哥觉醒的稀有级职业冷火法师，花费30分钟方才通关，58秒，这确定不是天道整出来的愚人节玩笑？你表哥算个屁啊！一中的超级天才向龙，史诗级职业雷霆法师，雷系法术专业克制亡灵，花费25分钟才通关。谁知道这位屠龙者的联系方式？我要去问问大佬缺不缺腿部挂件。大佬，你在窥屏吗？我是软萌萝莉，阴茎体柔意，地址紫薇。网上的欢乐跟苏明无关，他在研究副本中爆出来的物品。这时，一头亡灵刷新，那副横死尊容令人作呕，破烂的躯体上散发着阴冷的气息。这是头精英怪，在野外练级点很难刷新出来，实力比之 BOSS 稍微弱些，但也不容小觑，一般要5人小队才能将其围杀。小心！唐僧不，那名火法见精英级亡灵意欲伤人，赶紧搓火球。可是法师职业前期施法实在太慢了，还没等他搓出火球，那头精英级亡灵怪便消失不见。火法又是一头雾水，忙跑过去查看情况。兄弟，你我还真是有缘啊，很高兴再次遇见你。我不高兴。苏明嘴角微微抽动，自己只是想查看一下爆出的物品而已。先是刷出一头精英怪，而后又遇到加强版唐僧，自己这是造了什么孽？兄弟，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头精英级怪物偷袭你，但又莫名暴毙了？兄弟，好神奇啊，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不会是契约了超厉害的宠兽吧？还是说有大高手暗中保护你？幽冥刺客空间法师，莫非是那位屠龙者？火法越说越兴奋，他觉得自己抓住了真相，要不然废柴御兽师身边怎么老是有怪物暴毙？他目光火热地看向苏明，心中的八卦之火熊熊燃烧。可是苏明不待见他，随口喊道：“屠龙者！”火法赶紧回头，却是什么都没看到，再回头却是发现御兽师不见了。他攥紧双拳，目光坚定道：“兄弟，下次再见，我必要将你身上的秘密挖掘出来。”他心中有股直觉，这位御兽师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呼，苏明长出一口气，没想到有一天还需要用自己湖州的虚名逃离纠缠。
这个破地方人迹罕至，几乎没有怪物，终于可以盘点副本所得了。苏明将鬼嚎深渊中爆出来的东西全部摆放到地上，看起来挺多的，但大多都是材料，真正珍惜的物品只有4件：2件装备、赐福卷轴以及1本技能书。他怎么都没想到，一个10级副本竟然爆出了技能书。要知道，根据官方统计，技能书的平均爆率为 0.1%， 也就是说刷1000次副本才能出1本技能书，因此技能书的价值堪为天价。哪怕是不入流的技能，一旦流入拍卖场也会遭到哄抢。大转职时代，转职者每升5级才能学习一个本职业技能，谁又嫌自己的技能多呢？他按捺住心中激动，查看起技能书，名称抗拒之环，效果施展之后周身出现环状气流，可将 LV 10级以下怪物击退2米，威能随着技能等级提升，当前等级 LV1， 蓝凉消耗 10.1秒，冷却时间无。好家伙，苏明眼中闪过一抹喜色，这个技能书的效果可以，挺适合他的，当场便学习了。不过并未用技能点提升等级，留待以后再说。学完技能，他连忙查看2件装备，这2件都是亡灵骑士爆出来的。第一件市面精良级铁盾，虽然属性相当不错，但战士类职业才能使用，苏明直接扔回背包。他拿起第2件装备，名称灵魂之戒，品质精良级武器，效果增加20点法术攻击，附加特性震慑，戒指释放统领之威，可震慑1名同等级及以下怪物3秒，对魂类怪物效果翻倍。使用限制法攻类职业 LV 10级装备5级以上可以使用，无属性要求。可以，这件装备正合适。苏明套在手上，顿时感觉自身实力提升了一截。他神色兴奋，想找个怪物练手，试试自己的实力。正巧有头5级长尾兔刷新，他对准怪物来了一击，一团无属性光华砸中了红眼兔子，怪物头上冒出10的伤害数字，跟怪物近300血量比起来，这个数字可以忽略不计。长尾兔挨了一击，仇恨值拉满，直接扑向苏明，后者正好实验一下新学技能抗拒之环，并且触发灵魂之戒的特性。长毛兔被定格于2米之外，苏明走上前，抬手打了一拳，结果冒出来的数字更加感人，只有区2点伤害。他尴尬地摸了摸鼻子，随之让穷奇将长尾兔干掉。自己练级的想法还未成型便破灭了。与此同时，李熙然挥舞大铁剑斩下荒原狼的头颅，这是他砍杀的第87头怪物，他的等级也提升到了3级。一天升3级，他还是挺满足的。他一边拾取荒原狼爆出来的材料，一边念念有词：臭苏明，藏的倒是挺严实，让我带着你练级怎么了？怕别人说你吃软饭？那你不会软饭硬吃吗？美女，你认识苏明？一名身材魁梧的壮汉兴奋地说道。不认识。李熙然脱口出道。不认识。壮汉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手中捏着一张纸。可我怎么听到你刚才提了苏明的名字？我没有，你听错了。那好吧，你若是知道苏明的消息，一定要跟我说啊，我给你5000块钱。言罢，壮汉匆匆离去。望着壮汉离去的背影，李熙然的目光逐渐冰冷。这家伙找苏明干什么？莫非是想对他不利？咔吧咔吧，李熙然扛起铁剑朝壮汉追了过去，他要调查清楚。第011章玄关匣。刷通鬼嚎荒野，苏明便攒够了2转前所能使用的赐福卷轴，但这种珍稀之物谁会嫌多呢？他决定前往玄关匣刷10级副本尸山血海，再搞一张卷轴。当然在此之前，他需要将自身等级提升到10级。他现在即将升至7级，若再用2张卷轴，其实很快便能10级。不过赐福卷轴他打算留待以后再用，等升至20级后，每升1级动辄需要数十万经验，到那时再用不香吗？反正不用卷轴，他也有信心升至20级甚至更高。进入北清大学不是难事。他现在所在之地离玄关匣有20-30里的路程，沿途分布着大量怪物。如今天色已晚，怪物的属性会大幅提升。苏明决定在此露营休憩一晚上，明日再赶路。他带的东西很是齐全，而且有野外露营的经验，很快就在官道旁边扎起帐篷。官道两旁的怪物巡逻队会进行定期清理，再加之有穷奇守夜，倒是不用担心安全。一夜无话，晨曦洒进帐篷，苏明舒了个懒腰。他走出帐篷一看，迷你穷奇依然在坚守岗位，只是顶着老大2个黑眼圈。辛苦了，小家伙。苏明伸手摸了摸虎头，将其换回御兽空间，在那里宠兽的各项指标恢复速度正10%。随之他将露营物品打包收回，准备前往玄关匣。小穷奇不在，他缺乏安全感。
于是老老实实的从背包中取出铁岩十字甲，套到了身上。虽然牺牲了敏捷，但生命多了一层保障。沿着官道一直走，就能到玄关峡。苏明还想着能练练手，可这一路上连个怪物毛都没有。转职季，萌新转职者都在疯狂练级，即使巡逻队没有定期清怪，那些刷新的怪物也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一头巨齿鼠刚刷新出来，便遭到5人围攻，还没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就化作一道白光。残暴，实在太残暴了。苏明微微摇了摇头。由于想让小琼奇多歇一会，他赶路的速度并不快，骑着单车花费2个多小时才抵达目的地。值得一提的是，单车被其报废了，这是因为铁岩十字甲的负重太大，再加上路不太好走，单车不堪重荷。这辆单车是租来的，押金500日币。这坏了，押金肯定打水漂了。换做以前，他肯定会心疼的，但现在他背包里的物品价值数百万，几百块毛毛雨啦。玄关峡在低级副本中算是最难的练级点了，这里的怪物甲厚血高，还不畏惧疼痛，更是动辄玩群攻。寻常练级小队都不愿来此练级，但这里的怪物给的经验值还挺多的，萌新转职者跃跃欲试，由此催生一大批代练。王家狩猎队30级土系法师，25级牧师，还有高级战士充当血牛。代练我们是专业的，代升5级仅需10万日币。30级火系法业带队，半天收费1万日币。对于这些代练，苏明自然不感兴趣，正准备避开进入玄关峡，却发现了一位熟人。那个老道金火法正在跟王家狩猎队商讨代练的事。苏明心中闪过一抹惊讶，莫想到这个凡人精还是个傻大款，10万日币都够普通3口之家3年的花销了。为了避免被其缠上，苏明只是感慨一声，便深入玄关峡准备练级。玄关峡顾名思义，一面高3000丈的山崖，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棺材，这里阴风阵阵，让人不寒而栗。更令人感到可怖的是，悬崖上的棺材时不时开裂，从中跳下一群僵尸。这不知疼痛为何物的怪物，躯体堪比金石，即使从高处跳下，对自身也没有太大影响。关键是这些孽畜是有灵智的，若是下坠点太高，便会顺着山崖滑落下来。见到群尸下坠的场景，苏明感觉后背都是凉的，旋即将琼奇召唤出来，方才感受到一丝安全感。经过2-3个小时的休憩，琼奇的精力恢复如初，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这小家伙真是天生的战斗狂。苏明嘴角噙着一抹笑，不再限制琼奇，让其自由猎怪。啪！让无数萌新职业者隐恨的铁狮根本经不起琼奇一爪子，便如同气球般爆裂。与此同时，苏明脑海中响起提示音：你击杀了 LV15 铁狮，获得经验150；你击杀了 LV18 铁狮，获得经验180；你击杀了。提示音不断响起，苏明的经验条也在飞速上涨，不一会便升至7级。按照琼奇的杀怪速率，今天有望升至10级。琼奇使用雷海，见琼奇周边100米之内有10几只铁狮，苏明赶紧让其使用群攻技能。雷法之下，众生平等。10余头铁狮被轰成了焦炭。琼奇强势的表现终于引来他人注意。卧槽，发生了什么事？那是头什么玩意儿？看起来像是怪物，却在猎杀僵尸怪。会不会是一种新职业？我听说咱们市出现一尊神秘大佬，名为屠龙者，接连破了盐城废墟、鬼嚎荒野的通关记录。现在他过来是想刷新尸山血海的记录吗？此话传到向龙耳朵里，令他某个地方一紧。该死的屠龙者还真是阴魂不散，是在跟踪我吗？又想单刷尸山血海？不，这绝无可能。骄傲如向龙，也觉得尸山血海的记录不可能被刷新。这是100人副本，而且等级限制为10级以下。达成通关记录的救人开荒团，在大夏国乃是一流势力。当时派出的100人团中，可是有5位史诗级转职者。如此强大的阵容，才将尸山血海的通关记录定格在30分钟。那个屠龙者再强，也不可能打破这一记录。快看，救人开荒团的人马！救人开荒团，苏明有所耳闻。该团的团长出身于金海市，当年转职时仅仅是普通战士，但却凭着大毅力，不断争夺机缘，将自身实力推升至普战无法企及的高度，一路横推，强势职业，天纵奇才，建立了赫赫有名的救人开荒团。冷心确实是个人物，值得尊敬。苏明目光扫向救人开荒团的众人，发现他们准备刷尸山血海，他心中生出一抹讶然，这是准备打破自身记录吗？倒是有趣的紧。他很好奇，这群人能否破了自身所创造的记录。第012章危机。苏明担心琼奇的神意会被人误当成世界 BOSS， 于是让琼奇化作迷你形态，使用普通攻击猎杀怪物。这样做
效率虽然慢了点，但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而且缩小的穷奇还能当老六，从别人手下抢怪，以至于又引发了灵异事件，莫名暴毙的怪物。有人不甘心，将此事发布到网上，引来诸多网友评论，而这其中提的最多的便是这灵异事件可能是屠龙者搞的鬼。先是屠龙者接连刷出58秒通关的副本记录，这又出现怪物莫名暴毙事件，这实在太巧了。只是这位大佬到底是何方神圣？应该不是金海人吧？金海市今年没有出现跟真龙相关的职业啊。还有人提出，救人开荒团之所以遣人重刷尸山血海，就是想赶在屠龙者之前打破自身创造的记录，再得一张赐福卷轴。这位屠龙者的实力实在太可怕了，单刷副本58秒通关，谁能再破记录啊？也有人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屠龙者先前所破副本皆为小型副本，这才创造了神迹。尸山血海可是100人大本，一个人再强能抵得住100人，更何况还要破纪录。对于网上的吵闹，苏明没什么兴趣，他只关心救人开荒团能否再创新纪录，以及自己什么时候能升至10级。他可是跃跃欲试，想要横推了尸山血海。好，一头散发着尸臭的僵尸突然从地底钻出来，朝苏明扑杀过来。我去！苏明眼中闪过一抹金色，这里怎么躲了个老六？名称：飞江，品级：精英级怪物，等级 LV20， 攻击力80，防御力150，血量4100，蓝量800，技能飞天 LV5， 遁地 LV3。原来是个精英怪，难怪如此阴险。飞江这一波偷袭恰到好处，正好卡在穷奇无法赶过来的空档期。好！一股恶臭袭来，苏明来不及掩鼻，赶紧往后撤。可他一个7级小菜鸟，那里躲得过精英怪的扑杀？砰！飞江的利爪砸到他身上，直接将其拍出2米远。飞在半空时，苏明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还好叠了甲，否则只这一下都得要他半条命。他重重摔到地上，赶紧爬了起来，以免精英怪2次攻击袭来。飞江见状，枯萎的脑子里充满了小问号。以往他突杀敌人，一击便让对方爬不起来，这个人类是什么情况？可惜他这个问题还没想明白，便被穷奇给超度了。你击杀 LV20 飞江，获得经验2000。果然风险和收益成正比，杀死一头精英怪能抵得上10头普通怪。可惜精英怪都是随机刷新，否则可以定点蹲守。这头精英怪除了给苏明贡献2000点经验，还爆出来一件护腿，名称：生锈的护腿，品质：普通级装备，效果：增加食物防，增加5点负重。使用限制：全职业通用 ，LV 10级装备，5级以上可以使用，无属性要求。这装备可以说很垃圾，但经过老六偷袭一事，苏明决定叠最后的甲，加强自身防御。虽然穷奇异常强大，但不能太嘚瑟，毕竟这大兄还未成长起来。现在就2板斧，雷海、灭世神雷，使用完只能用普攻。若真是遇见超级高手或者老六怪物，自己可能被阴死。得尽快提升至20级别，这样便有2头宠兽，到时一个外出打野，还有1头可以护在身边。又刷了将近20分钟，苏明看向副本入口处，救人开荒团等人从中走了出来，虽然个个狼狈，但却喜形于色。原来他们创造出的记录被打破了。尸山血海通关记录，救人开荒团，耗时28分38秒，奖励赐福卷轴，比之先前的记录提升了快2分钟。围观者震惊了，救人开荒团不愧是江南第一团，真的破了自己所创造的记录。这可是100人大本，别说将时间压缩2分钟，就是压缩个1-2秒都是极为困难的。不知道救人开荒团这次派出多少强势职业？听到众人的议论，救人开荒团的领队却是不骄不躁，颇有气度，直接率领部下离开，打算明日再来。这次他们留有一丝余力，就是想2刷记录。服气！救人开荒团这种破除记录的方式，向龙感到服气，不过心中也是燃起战意。冷心一个普通战士都能打造国内一流势力，他堂堂雷霆法师岂能落后于人？苏明看到救人开荒团打出的记录，就不再关注了。等到10级，他便去刷此副本，到那时穷奇也是10级，应该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穷奇即使用普攻，也要快过怪物的刷新时间，苏明只好前往更深处。然而转职者的升级激情不容小觑，即使是深处依然有不少人。苏明拿着一根破木法杖，装模作样的打怪，忙活半天还杀不死一头，但暗地里穷奇早就杀骂了。他的经验条像是坐火箭般蹭蹭往上升，时间1分1秒流逝，很快夜幕降临。苏明也升至9级，
距离10级还差将近1万经验，但他不准备刷了。夜幕下的怪物实力都会得到大幅加强，而且保不齐有更多老六。他觉得还是谨慎一些好，直接前往官道附近，准备扎营休息。扎好帐篷，他取出一盒自嗨锅，加入水之后便坐等饭熟。今夜无月，寥寥几颗星辰洒下微弱的光芒。50米开外，韩丽月抽出背后长剑，清秀的脸上挂着一抹恨意。终于找到你了，表姐，你等等我！见自家表姐视若奔马，穆轩连忙追赶。苏明，狗崽子，你一个废柴御兽师，居然跑到玄关峡练级，就算我不杀你，也会死在怪物手里。今夜便是你的死期！嗡！一声剑鸣，寒芒划破了夜幕。穆轩脸上浮现出的色，苏明啊苏明，50级大剑士前来超度你，这是你莫大的荣幸。他那2条短腿就像是拨浪鼓般快速往前跑动，很快便接近了帐篷。第013章，我是你没有血缘关系的爸爸。帐篷内，韩丽月倒在地上，双肩被2只毛茸茸的巨掌按着，动弹不得。他那双大眼中溢满了恐惧，心像是肋骨般不停地跳动。这是个什么怪物？韩丽月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只不过是来杀个辣鸡御兽师，结果帐篷里藏着一头巨兽。别，求求你别杀我！死！他艰难地吸了一口气，感觉自己的肩膀被压成粉碎性骨折了，疼痛感如同潮水般不断冲击着他的神经。好不容易转过头颅，却是发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那名少年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我可以给你钱，带你练级，只要别杀我就行。韩丽月从少年眼中看到了冷如冰的杀意，一向骄横的他却是一句狠话都不敢放，只是一味的求饶。我为什么要放你？苏明倒拽着女人的长剑，步履沉稳地走了过去。唰！他将长剑搭在女人雪白的脖颈上，这又引得后者一声惊呼，并且浸出一片潮湿。差点忘了，装备绑定之后，别人虽可以拾取，但无法使用，所以是造不成伤害的。韩丽月心中一喜，以为对方要放过自己，秋波中婉转出媚意，岂料对方下一句话就令他花容失色。不过等你死了，这柄剑就能爆出来。穷奇、雷海。韩丽月求饶的话还未出口，便被轰成了焦炭。苏明将女人爆出来的装备，那柄大剑以及一套完整的50级战士装备放进了背包中。他随后起身，看着地上的焦炭，心中涌起波澜。这不是游戏，而是现实世界，死了也就是死了，除非拥有替死人偶。可这种神物，只有传说级秘境才能爆出来。他不觉得金海市2流家族的子嗣会拥有这种神物。第一次杀人，感觉不是很好，肠胃里一直翻涌着恶心。可是他不能迷惘于此，外边还有条毒蛇呢。惊人的雷电海洋吓得穆轩生生止步，他很清楚表姐乃是大剑士，不可能施展出术法攻击，所以这雷海是敌人打出来的。苏明那个狗东西被人暗中保护着，他的脑袋高速运转，想不明白事情的缘由，不过却是嗅到了危险的气息。表姐被雷海打伤了，甚至是死了。他吓得两股战战，二话不说掉头就跑，如同一只受惊的小老鼠。看着狼狈逃窜的敌人，苏明拍了拍穷奇的脑袋，身法灵活地跳上虎背，朝敌人追了过去，带起一阵风雷。穆轩隐约感觉到自己被一股可怕的气机锁定，可是不敢回头看，只能快速拨动小短腿，没命似的奔逃。他想着能够遇到巡逻队，或者是碰到其他转职者就好了，可是这里较为偏僻，什么都没有。之前给苏明选好的藏谷地，现在却成了他的绝望谷。轰！呼！身后的风雷声越来越近，他觉得只有2-3米的距离，随时都能扑上来。可是死亡的恐惧始终没有降临，他感觉自己就像风箱里的老鼠，惨遭戏弄。半空中，苏明的目光一直盯着狼狈的穆轩。追得够久了，恐惧攒满了，那就去死吧。苏明指挥穷奇下落，将敌人给扑倒。轰！穆轩感觉自己的肋骨全断了，后背上更是踏着一座卡车，只需轻轻用力便能将他超度。这肯定不是苏明，那个废物怎会有如此伟力？到底是谁？他问出心中疑惑。你是谁？我是你没有血缘关系的爸爸。苏明懒得跟他废话。穷奇，斩！穷奇伸出毛茸茸的巨掌，锋利的爪牙往敌人的后脖颈轻轻一抹，就来了个尸首分离。穆轩至死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给自己求饶的机会。走吧。苏明默然看了一眼尸首，随之骑着穷奇离去，并没有磨尸的打算。一个掏粪工能爆出什么东西？大粪吗？穷奇施展了御风，速度提升一大截，转瞬即至帐篷处。杀完第2个人，又经山风一吹，苏明心中的恶心感倒是消散了不少。但毕竟是刚走出校园的少年，心里那道坎
不是那么好卖的，枯坐在新搭的帐篷里熬了一夜，直到东方破晓，朝阳揉碎了云霞，将天空映得通红，他方才合上双眼。这一觉睡得昏昏沉沉，还是穷奇给他甜醒的。他猛然睁开双眼，却是发现帐篷里又多了一名少女。李熙然这个笨蛋怎么找来了？少女昏迷了过去，长长的睫毛盖着柔白的眼睑。穷奇发出一声呜咽，像是在邀功。苏明顿时明了，李熙然是被穷奇拍晕。这可有点难办啊。他伸出手撸了撸迷你穷奇，便让其回到御兽空间。这小家伙守了他一夜，肯定是累坏了。啪啪啪，帐篷里响起清脆的拍击声，持续了良久。李熙然悠悠醒转，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不过看清眼前人之后，立马清醒过来。苏明，你没事吧？苏明的肩膀被少女抓着不停的摇晃，脑浆都给晃晕了。我之前没事，不过快被你咬死了。哦，李熙然赶紧松开手，但一副余悸未消的样子。你难以想象，我遇到了一头小山般的插翅虎，长得极为凶悍，一爪子便将我拍晕了。蠢女人，你应该庆幸我的小穷奇能变善恶，否则你这回都入了轮回。那头大虎呢？好奇怪，怎么不见了，反而见到了你？李熙然皱起好看的眉头，却是想不明白，突然感觉浑身火辣辣的疼。死！他倒吸一口冷气，自己这是遭逢了什么？好疼。苏明有些心虚的说道，可能是被大虎打了，不过你要感到庆幸，捡回一条小命。李熙然小鸡啄米似的点点头，这话倒是不假，能从那头凶虎口中逃命，自己真的蛮幸运的。少女的神经很大条，思维又跳跃到苏明身上。你怎么在这里啊？你知不知道有人在追杀你？追杀我吗？应该说的是穆轩那个狗东西吧。苏明心中默想一番，等待少女下文。有人拿着悬赏令找你，还好我留了个心眼，悄悄追了过去，将那人给打得生活不能自理。应该是没事了吧？应该没事了。苏明莞尔一笑，心中默默吐槽自己这位青梅有点脑子，但是不多。苏明，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怎么在这里啊？玄关峡的怪物都老凶了，一般转职者都不敢来这里。苏明试探性的说了一句，我来转转。第014章非一般的感觉。换做正常人肯定不会相信苏明的说辞，但李熙然就是信了，神色郑重的点点头道，你转的真不是地方，这可是玄关峡啊，随便跳下来一头僵尸便不是你能够应对的。我应对不了，可是我有穷奇啊。苏明摸了摸鼻尖，笑着说道，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李熙然皱了皱白皙的鼻翼，慢条斯理道，那是你运气好，这里的转职者多，怪物还没有杀过来就被别人分尸了，所以我必须带你练级。感受到竹马眼中的不信任，李熙然嗅了嗅自己的肌肉，不等级7级了吗？苏明心中默默感慨，不愧是稀有职业狂战，战士类职业在前期的时候刷怪是有优势的，更何况狂战是战士职业分支中最为暴力，此职业走的是纯力量路线，舍弃掉防御，追求极致攻击，再加之本命天赋狂化，可以大幅度提升自身攻击力，该职业的破坏力惊人。不过却也有致命弱点，可能打着打着命就没了。纯纯的疯批职业，看来是逃不过组队的命运了。苏明只好假装享受般的接受了。放心吧，我砍怪的速率还是很快的，还剩10来天，肯定能将你带到15级，让你有大学可上。苏明并未展示自己的等级，以至于李熙然以为他才1级，前者也没有出声解释，主要是没有机会。自己的疯批青梅扛着一柄大斧，跟一头15级的僵尸斗成了一团。按道理说，7级转职者对上15级怪物是处于绝对劣势的，等级压制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别的转职者才会进行组队，通过团队配合来猎杀怪物。谁能想到一个7级职业者敢单挑高自己8级的怪物，自己的疯批青梅不仅做了，而且打得不亦乐乎，只是伤害感人，打了数十招还没将怪物打半血。苏明无奈的笑了笑，暗中召唤出穷奇，让其化作迷你状态，自己也假模假样的上前帮忙。-534，-421，-632，僵尸头顶不断飘出红色数字，这令李熙然惊讶不已，一斧砍死残血怪，悬然说道：“苏明，你这伤害太过分了吧？很过分吗？”由于害怕李熙然接受不了，苏明特意让穷奇压低了自身属性，这才打出几百的伤害。可是对比之下，以攻击力著称的狂战越级砍杀怪物，只能打出20-30点伤害，确实有点过分。李熙然有些懵逼，明明自己带竹马练级，结果打半天的伤害
还没有人家随手一击打出的伤害高。念及此处，他的秀脸不由微红，有些社死。但是苏明这家伙是怎么做到的？不是都说御兽师是废柴职业吗？怎么可能打出如此炸裂的伤害？难道说他契约了？他虽然胸小无脑，但又不是傻子，问出心中疑惑：苏明，你是不是契约了宠兽？苏明早就料到一起组队迟早会被对方发现，而且他也不打算隐瞒，直接将穷奇换过来。李熙然睁大眼眸，看见停靠在少年肩头的小虎，心头浮现一丝疑惑，看着有些眼熟啊，很像那头将自己拍晕的凶怪。不过两者的体型差距太大，这令他有些捉摸不透。这就是你的宠兽？苏明点点头，伸出一根手指，正好覆盖住小穷奇的脑袋。小家伙很享受这种感觉，露出满足的神情。你怎么契约这头可爱小兽的？李熙然见小穷奇毛茸茸的样子，不由得眉眼弯弯。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狗屎运爆棚，在路边捡到了受伤的小兽，善心大发将其救助。小兽为了报恩，就跟你建立了契约，结果发现小兽超级厉害。肯定是这样。苏明心中一阵无语，这蠢女人挺会脑补的，只是想的情节未免太过俗套了吧。不过他并没有讲出真相，山海御兽师一个从未出现的职业，若是传出去，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别的不说，国外势力在大夏国潜伏有间谍，专门从事暗杀工作，在拥有绝对力量之前，他可不想木秀于林。而且想想等以后真相爆出，这个蠢女人会社死，他就在心里偷笑。于是他不置可否的点点头，淡淡说道：继续练级吧，我想尽快升到10级。随后他亮出自身等级，距离10级只差一小节经验，这令李熙然更为社死了。想想自己拍着胸脯要带少年练级，还说什么要包养的话，他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对方快10级了啊，而且还有个如此厉害的宠兽，到底谁带谁啊？一起练级吧，你尽快升至10级，就能解锁职业天赋，到时战力可以提升1节，实力不容小觑。此话一出，李熙然更是脸红不已。自己这狂战士拼命打出来的攻击，拍马也赶不上对方啊！谁说御兽师是废柴职业？马德，他想去把那人的脸给撕烂。为了照顾到李熙然，让其分的经验，苏明特意命令穷奇将怪物的4肢扯掉，令其丧失行动能力，然后再由李熙然慢慢补刀。于是以疯批著称的狂战士成了补刀工具人。虽然这样做李熙然感到很羞耻，但是看着自己的经验条飞速的上涨，他觉得这不是不能接受。砍了半个时辰的僵尸，苏明终于升到了10级，李熙然的等级也提升到8级，距离9级差的不多。然而不知道是组队的原因，还是今天时运不济，始终没有遇到精英怪，这令他颇为遗憾，因为一头精英怪意味着一件装备。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骚乱。苏明侧耳倾听，得知原来救人开荒团的人又来了，打算2刷尸山血海，再破纪录。这吸引不少转职者前去围观，向龙赫然在列。经过一中老师的全力帮助，他没日没夜的奋战，他终于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10级，史诗级职业雷霆法师10级。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前去跟救人开荒团谈条件。找到带队者，他将自己的来意说明，想要暂时加入救人开荒团，共刷尸山血海副本。以一中的力量，短时间内根本凑不到一支精英级别的100人队，他这才起了心思蹭别人的车队。第015章向龙的野望。史诗级职业求加入救人开荒团的领队没有理由拒绝。向龙如愿以偿，带着一腔热血跟随队伍进入副本尸山血海。羡慕啊，大转职时代，职业为王，一个厉害的职业胜过一切。一中的向天才得以加入救人的队伍，属于强强联手，定然可以破了昨日记录。可惜我才7级，否则我也去加入，让通关记录背后镌刻上我的名字。兄弟，醒醒，你不过是个普战。普战怎么了？救人的创始人冷心不也是普通战士出身，却建立了江南第1团。众人七嘴八舌，实名羡慕向龙。李熙然肩上看着大斧，蹙起秀眉道：我听说一中今年除了史诗级雷霆法师外，还有5名稀有职业，这份成绩可以领跑各大中学。苏明不置可否的点点头，随口说道：走吧，继续练级。你不好奇救人的队伍能否破了记录吗？他破不破，反正今天这记录肯定要被破的。我们先去刷级，尽快将你提升至10级。李熙然眼睛亮晶晶，声音轻快道：我知道了，你联系好队伍了是吧？等我10级之后，咱们去入队，然后打破记录。苏明摸了摸下巴，含糊的说道：差不多吧。为了尽快帮助李熙然刷级，也是为了自己还能进入尸山血海，苏明只是让穷奇限制住怪物的行动能力，打伤害的工作
完全交给前者。花费了大半天功夫，李熙然的等级终于提升了10级。苏明的经验条提升了1小节，10级以后每升1级，所需经验呈几何的增加。像10级到11级便需要10万经验。一头僵尸怪大约能提供200经验，杀500头才能升1级。升到10级后，李熙然非常兴奋，因为他终于解锁了本命天赋狂化 LV1 0100，施展后提升自身攻击 50%， 天赋效果随着等级提升而增加。天赋效果结束后，自身进入虚弱期，时间持续24小时，时间随着等级提升而缩减。看完自己的天赋，李熙然更为兴奋了，提升 50% 的攻击力啊，这比穿一身加攻击套装的加成还高。他脑海里不由浮现出自己技能一开不服就干的画面，但很快就想到自己竹马的宠兽，顿时偃旗息鼓了。即使提升 50% 的攻击力，依然拍马都追不上那头小纯虎。苏明不知道李熙然的小心思，他正在查看自己的属性班，将提升5级所得的属性按照4:1的方案加给体质和敏捷。姓名：苏明，职业：御兽师，山海御兽师唯一隐藏性职业，转职一转，等级 LV10 2W 3K 10W， 力量11，体质51，敏捷22，十字甲降低 10%， 敏捷 2.2， 精神15，血量510，蓝量150，物攻11，法攻15，物防11+30，十字甲和护腿增加30物防，法防15，攻速 0.22-0.022， 移速 2.2-0.22， 耐力510-150，十字甲和护腿增加150负重。技能：御兽空间 LV1 0100，可将契约兽置于次元空间，各项指标恢复速度正 10%。附灵 LV1 0100，施展之后可将自身属性附加到契约兽身上，持续1秒，消耗1点蓝量。抗拒之环 LV1 0100，施展之后周身出现环状气流，可将 LV 10级以下怪物击退2米，威能随着技能等级提升。蓝量消耗 10.1秒。冷却时间无。属性点0，技能点1000。契约兽神话级穷奇，可学技能无。装备灵魂之戒精英级装备 LV10，铁岩十字甲精英级装备 LV5，生锈的护腿普通级装备 LV5。高体质高防御，不知道还以为是战士。苏明感到可惜的是，要到20级才能学习新技能，而且御兽师本身是没有天赋的，宠兽到了一定的等级会解锁相应的天赋，自身实力想要增加真的好难啊。不过影响不大，他抿嘴一笑，关上了属性面板。走吧，我们去刷副本。本来情绪较为低落的李熙然一下子跳了起来，他是第一次刷副本，对一切都很新奇。去的路上一直缠着苏明问东问西，两人赶到副本入口处，正好碰见救人开荒团的队伍从副本中出来。当然这是他们今天的第2刷，第1刷由于加了几个新人，略微有些影响，以至于没有打破记录。但第2刷新人融进队伍中，尤其是雷霆法师向龙贡献不小，还获得了领队的赞赏。此次尸山血海的记录被缩减了1分钟。尸山血海通关记录：救人开荒团，耗时26分钟28秒。奖励赐福卷轴，实在太厉害了，不愧是救人开荒团，再次打破了记录。算上最初一个副本拿到3张赐福卷轴，赚妈了。我宣布，救人开荒团垄断了尸山血海。面对众人的称赞，救人开荒团的领队依然是不骄不躁，而且没有理会的意思。他走到向龙面前，向其抛出了橄榄枝。朋友，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救人开荒团？救人在江南省乃是第1大团，在大夏国也称得上一流势力。向龙心中有一丝心动，但仅仅是一丝，他的目标是考入北清大学，到时候会有更多机会供他进行选择。他相信自己这条潜龙终将翱翔于9天之上，于是婉拒了对方。救人的领队也不生气，笑着说道：那行，我们在此休整一番，然后再刷一次尸山血海，若是能获得赐福卷轴，我做主将此卷轴赠予你。他觉得此子很有潜力，可以提前结个善缘，说不定日后能用上。向龙闻言一喜，声音有些颤抖道：那就多谢了。众人听到后无不心生羡慕，这就是天才和普通人的差别啊！天才被人追着送资源，而普通人想得到一点资源需要抢破头。队伍，我们的队伍在哪里呢？李熙然抬眼环视一周，都没有发现队伍，不由得心生诧异。10级了，苏明带着他来刷尸山血海，可是没有见到队伍啊。我们不是组好队了吗？李熙然脑袋上冒出一圈小问号。我们组好队了？这队伍该不会只有我们2个人吧？
他惊得差点咬到舌头，以为自己的发小得了失心疯，或者是吃错了药。可是当白光一闪，天道提示他们已然进入尸山血海副本。李熙然整个大无语，2个人刷100人本，疯了？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喂，别愣神，快坐上来！一进入副本，苏明便脱掉身上的装备，随后让琼奇变成真身。咦，怪物！将我拍晕的怪物！李熙然脸上露出一丝骇然，可是还莫等他有所行动，便被苏明一把拉上琼奇的后背。呼呼呼！琼奇施展技能御风，飞到高空。苏明趴在上古大兄的背上，低头往下看去，得以窥见尸山血海的全貌。只见残阳如火，铺陈在大地上，血红色大地上横陈着一具具尸体，乌鸦、秃鹫、虫蚁啃食着这些尸体的躯壳，一颗眼珠、一段肠子便能引起野兽的争抢。到处是尸体，有人族的，也有怪物的，堆叠到一起，好似一座山，名为尸山。暗沉色的血自尸骸中流出，将大地的颜色染得更深了。地上的血色涓流汇聚到一起，就像一座陆地海，名为血海。咔嚓咔嚓，一具尸骸站了起来，抖落一地虫蚁，像是起了连锁反应般，尸山崩塌了，所有的尸体尽数复活。第016章隐藏怪物。不愧是100人副本，这要是在地面上，肯定要面临尸山的包围。苏明不由感慨一句，还好自己拥有异兽琼奇，可以在天上打游击。值得一提的是，琼奇升到10级，解锁了山海天赋神威，名称琼奇次元封印，品质神话级，等级 LV10 2W 3K 10W， 攻击力5000，防御力5500，血量5500，蓝量3500。技能御风雷海灭世神雷。御风凝聚风之力，增加自身100%移速。蓝量消耗500，无冷却时间。雷海周身形成雷电海洋，无差别攻击100米区域内所有敌人，造成自身攻击力70%的伤害，50%的几率麻痹敌人，并使敌人的攻击和移速降低。蓝量消耗1000，冷却时间1小时。灭世神雷召唤9天神雷，对单体敌人造成300%的伤害。蓝量消耗1蓝条，冷却时间1天。山海天赋神威。神威领悟山海之力，神威不冒犯，获得此天赋的宠兽每日可强制刷新3次技能冷却时间。看完琼奇解锁的天赋，苏明只想感叹一句牛逼。琼奇的火力很猛，但是受限于冷却时间，无法全力发挥。现在有了山海天赋，琼奇的战力提升何止1倍。数不清的僵尸被副本激活后，在地面找不到攻击目标，便统一抬头看向苍穹。当看到一兽2人，瞬间变得癫狂，发出震人耳膜的吼叫，并且叠罗汉般叠起了高高的尸塔。苏明嘴角不由勾起一抹笑，火力增强后的琼奇专治各种抱团。琼奇，给我劈他们丫的！好！琼奇朝着群尸吼一声，决然施展了群攻技能雷海。轰轰轰！雷蛇电弧涌成一座雷电海洋，雷光闪烁，大地震动，100米之内万物化作焦土。叮叮叮！妈了，李熙然人妈了！身为队友，他也能听到提示音，那不断刷屏的信息无不在提醒着他。苏明的宠兽无敌强，一手群攻便收了上百头怪物，这是何等的伟力啊！太凶猛了！他神情激动，伸出倩倩手指触碰一下琼奇柔软的毛皮。这宠兽有一点点强，自己的发小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能契约这凶兽？李熙然匮乏的词汇量无法形容内心的震惊，身为女孩子又不好用卧槽，只能憋在心里。苏明在专心指挥琼奇杀怪，倒是没有留意到发小的小心思。这尸山血海不同于盐城废墟和鬼嚎荒野，这里的怪物是一波一波的冲杀，这种机制可以让挑战者多少有个缓冲的时间，但这对苏明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反而是浪费了时间。唯一的作用便是让他可以从容的给琼奇补蓝。这里的怪物实在太多了，若是用普通攻击，强如琼奇也要花费不少时间。所以苏明打算让琼奇只用雷海，使用山海天赋神威，刷新群攻技能雷海，又轰散一座尸塔。根据提前做好的攻略，苏明得知该副本的 BOSS 将要出现，一头稀有级别的 BOSS，30级的浮尸。此怪防高血后，攻击力也不低，算是6边形僵尸，而且还是个老六。由于外形跟普通僵尸差不多，通常会隐于尸群当中。突然搞袭击，一不留神便会见阎王。但这头浮尸遇到苏明
算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他老六，有人比他更老六。苏明骑在穷奇背上，根本就不下来，只是让其用雷海轰击。反正蓝药管够，轰他丫的就是。俗话说，穷则战术穿插，富则火力碾压。苏明就是抱着这一想法，对这边区域进行火力洗地。叮叮叮，提示音响个不停。你击杀了 LV30级稀有级符师，获得经验9000。终于搞定了。看着地上有几团花花绿绿的光芒，苏明心中一喜，还不错嘛，爆的装备还不少。他正准备驱使穷奇下落，然后前去摸尸的时候，突然感觉一丝不对劲。为什么击杀了 BOSS 却没有听到通关提示呢？于是他留了个心眼，果不其然，发生了异变。地面上出现一头身高10丈的怪尸，这具尸体显然有别于其他僵尸，身披绿色锦衣袍，腰间缠着一条人臂粗的锁链，裸露在外的肌肤呈现青铜色，就像是铜汁浇铸的一般。最关键的是，这具高大的怪尸明显具有不低的智慧，那巴掌大的眼珠子凶蛮地盯着天上的入侵者。好！怪尸暴吼一声，喷出无尽恶臭。哦！苏明嗅到这股味道，胃里直犯恶心，太坑了！这怪尸拥有1000年级别的口臭啊！这特么算什么攻击？生化技能吗？吐槽一番后，他查看起怪物的面板，名称：不化骨迎战，品质：卓越级，等级 LV30，攻击力1800，防御力2000。注：此怪主物理防御，法伤抵抗为防御力的10%，血量9800，蓝量2380。技能：不灭体 LV10，通幽 LV10。不灭体 LV10 施展后，提高自身防御力100%，施术期间不能移动。蓝量消耗1000，冷却时间12小时。通幽 LV10 可以从9幽之中召唤百名部众，技能效果随着等级提升而提升。小传：本是骨之战将，埋骨数千年，遭受邪力侵扰，修成不化骨，统领尸山血海。触发条件：10分钟内通关尸山血海，将会唤醒不化骨。备注：此怪物具有唯一性，不可刷新。卧槽，这是触发了隐藏怪。苏明不知道自己算是幸运还是不幸，这头怪物的属性实在太变态了。跟其比起来，副本 BOSS 符师根本就是个弟弟，连给这头怪物提鞋都不配。这尼玛，别说普通转职者，就算是救人开荒团的精英队过来，也架不住这怪物抡啊！好！身高10丈的怪尸仰天怒吼，双腿微微曲起，悬然跳了起来，地面被踏出数道裂痕。好快，好高！苏明心中感慨一句，赶紧让穷奇闪开，堪堪躲过怪物的袭击。砰！怪物一击不中，跌落到地上，就像是一座小山坠落，搞得大地震动。轰！掀起一蓬烟雾。又来！苏明透过层层烟雾，看到怪物再次高高跃起，心中不由生出火气。这该死的怪物搁着打靶呢！穷奇，干他丫的！轰！穷奇施展了雷海，可是这秒杀群尸的技能打在不化骨身上，就如同挠痒痒一般。这怪物的防御太高了，雷海的攻击只是堪堪打破其防御，造成数百点伤害，跟其近万血量比起来，这伤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好强！不愧是卓越级别的怪物。苏明咬了咬牙，从背包中取出一瓶蓝药给穷奇喂下。待宠兽的蓝量恢复如初，他准备搞一波大的。穷奇，灭世神雷！呼！天地变色，漆黑如墨的云遮掩了天空。噼里啪啦，轰咔！云层中紫色雷光，红色闪电，交相辉映，恍如末世之景。穷奇向高空飞去，直到快接近云层。此时，小山般的不化骨在苏明眼中却是小如蚂蚁。咔嚓，咔嚓，咔嚓！穷奇身上缭绕着雷光电弧，似乎每一道都具有毁天灭地的力量。好在苏明是其主人，李熙然是队友，不会受到伤害，否则触之即死。好！穷奇发出一声怒吼，旋即一道粗如房柱的神雷撕开了厚厚的云层，朝着地面上的不化骨劈去。这头灵智不低的怪物察觉到危险降临，立马施展了技能不灭体。轰！神雷劈到怪物身上，将其袍衫轰得粉碎，并且卸下一条手臂。但是不化骨并未挂掉，还有将近1半血量。不愧是卓越级的怪物，竟然硬抗穷奇一道神雷。可惜山海天赋神威用完了，否则真想再来一道，肯定能够劈死这头怪物。他拍了拍穷奇的脑袋，示意将他们放在安全的地方，随之便让穷奇上去跟不化骨肉搏。由于这怪尸施展技能不灭体之后便不能移动，
直接成了活靶子，被穷奇咬死只是时间问题。第017章不化骨戒指。轰！不化骨号称不灭体，但在穷奇面前不过是个大号磨牙棒而已。咔吧咔吧，这尊不化骨被拆成了零件，看来小穷奇不喜欢这个玩具。待不化骨眼中的光芒熄灭，苏明终于听到系统的提示音：恭喜你成功通关尸山血海，并刷新副本记录，通关时间为10分58秒，请转职者选择是否留下姓名。苏明摸了摸鼻子，心想两人通关的话，屠龙者的名号便不能用了，那就用屠龙小队吧。现在终于到了喜闻乐见的摸尸环节了。苏明搓了搓手，赶往 BOSS 隐恨之地，先将服饰爆出来的装备捡了起来。这头老六爆出来的都是战士类装备，嗜血之斧、柔铁护膝，2件精良级装备，苏明都不能用。他暗骂一句老六，将这2件装备以及之前得到的装备铁岩长枪、铁岩十字甲、冥魂铁盾都给了李熙然。他倒没有推辞，只是感到社死。想起来自己之前自信满满，要包养苏明，他就觉得无比的羞耻。现在自己什么都没做，便白嫖了一堆装备，到底谁包养谁啊？摸完服饰爆出来的物品，苏明心中更为激动。不化骨这种唯一性隐藏 BOSS 爆出来的物品肯定不差吧？这厮石再太难打了，也就是他拥有异兽穷奇，不然铁定要翻车饮恨于此。他先拿起最大的光团，读取信息之后，不由心生欣喜，终于有一件能用的装备了。名称：猎魔法剑，品质：稀有级武器，效果：增加100点法术攻击，增加10%的破甲效果，攻击附带火焰灼烧，附加特性：猎魔，被猎魔祖师开光的法剑。对付魂类、尸类怪物时属性翻倍。使用限制：法攻类职业 LV 20级装备，10级以上可以使用，无属性要求。好剑！苏明见猎欣喜，此剑不仅加的属性巨多，而且造型很帅，跟秦时明月中的渊红不能说一模一样，也有8、9分神似。他爱不释手的把玩好大一会，方才去查看爆出来的其他物品。名称：猎魔玉佩，品质：稀有级装备，效果：增加80点法术攻击，增加20点法术防御，附加特性：猎魔，被猎魔祖师开光的玉佩，对付魂类、尸类怪物时属性翻倍。使用限制：全职业通用 LV 20级装备，10级以上可以使用，无属性要求，不占装备格。好家伙！苏明直呼好家伙，竟然爆出来一块玉佩，属性无比强大，而且跟勋章一样，不占装备格。他不由浮想联翩，若是自己在腰间挂100枚玉佩，岂不是能成为10字坡剑神，纵横新手村？然而现实很残酷，玉佩的爆率极低，跟技能书一样，都是0.1%。别说挂满腰，能拥有1块便是行了大运。值了，这趟副本下的超值。他按捺住激动的心，继而查看其他物品。名称：不化骨戒指，品质：卓越级装备，效果：全属性增加10点。使用限制：全职业通用 LV 20级装备，10级以上可以使用，无属性要求。附注：此戒指为可成长装备，及其套装之后可蜕变为史诗级装备，大幅提升全属性，并且能够施展不化骨的技能不灭体和通幽。此装备具有唯一性，一经绑定便不能让他人使用。妈了，苏明人要妈了！可成长新装备，这是9转转职者才能拥有的神物啊！他现在就有1件，而且成长潜力还挺高，能蜕变成史诗级装备。最为关键的是，及其套装能够施展不化骨的技能，他可是很馋迎战的不灭体。想想到时候他骑着穷奇，在其背上施展不灭体，有谁能够伤到他？绝配！他将这枚戒指套在手上，毫不犹豫地进行了绑定。这等珍稀之物，岂能拱手让人？3件装备穿戴完，苏明感觉自身的属性提高了一大截，就算不靠穷奇，他在同等级的转职者中也不是弱者，很想找人练练手。念及此处，他看向一脸呆萌的李熙然，后者似乎察觉到不对劲。苏明，你想干什么？没什么。苏明想了想，觉得狂战天赋一开，化身疯狗，自己的小身板可能招架不住，还是出来找个法师虐虐吧。尸山血海副本之外，向龙心情颇为激动，想着再刷一遍副本，破了记录就能得到一张赐福卷轴，他就有些坐不住。他现在的目标不仅仅是升至20级，获得通往北清大学的门票，而是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为天之骄子。他的班主任赵无极很是欣慰，自己的学生中出了个天才，史诗级职业雷霆法师，还未成长起来就得到江南第一团抛出来的橄榄枝。他相信只要给自家学生足够多成长的时间，向龙这个名字将会震烁大夏国。小龙，一会进了副本，好好表现。虽然你不想加入救人开荒团，但只要你能展露出巨大的潜力，就能获得更多善意。老师，
我明白。向龙握紧双拳，意气风发道：“我终将成为一代强者。”赵无极最为欣赏的便是向龙身上的自信，强者必须有蔑视一切、超凡脱俗之心。时间差不多了，大家检查一下装备，再熟悉熟悉战术，我们准备下本。救人开荒团的领队拍了拍手，给队员们加油鼓劲。老师，我准备进去了。向龙嘴角勾起一抹自信。小龙，老师相信你，这次定然可以打破纪录，获得赐福卷轴。快看，救人开荒团准备3刷副本。我的天啊，创造了26分钟左右的记录还不满足，还要再破吗？这不可能吧，3破纪录，这太难了。没什么不可能的，你看一中的向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觉得纪录可破。若是不破纪录，我便倒立拉屎。兄弟，你真他娘的是个人才，我这就祈求上苍，向龙千万不能破纪录，我想看人倒立拉屎。你大爷的！快看，副本的通关记录时似乎有变化。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了过去。尸山血海通关记录，屠龙小队，耗时10分58秒。由于屠龙小队击杀隐藏 BOSS， 奖励升格，赐福卷轴2张。妈了！众人被震无语了。通关记录破了，10分58秒，我这是在做梦吗？啪！一个脑袋很大的战士朝自己脸上狠狠甩了一巴掌，很疼，不是做梦。通关记录破了，10分58秒，而且还击杀了隐藏 BOSS， 这他妈是人干出来的事吗？沸腾了！现场如同烧红的钢铁，被泼了一盆冷水，瞬间沸腾了。第018章向龙喷血。向龙神情呆滞，眼眸中没有一丝金光。他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停跳了，自己到底是造了什么孽？近在咫尺的赐福卷轴又泡汤了。赵无极见自家学生失魂落魄，不由感到一阵心疼，赶紧上前安慰：“小龙，这次破纪录的不是那个58屠龙者，而是一支小队，说不定是全史诗级职业组成的小队。”向龙神情木然，没有回应老师的安慰，突然喷出一口鲜血。他状若疯癫，嘴里呢喃：“58，10分58秒，屠龙小队就是他！”赵无极吓了一跳，赶紧扶着自家学生，眼中溢满了心疼。一中好不容易出个史诗级职业者，可千万不能有个3长2短啊！他心里将屠龙小队给恨上了。该死的混蛋，早不破晚不破，偏偏这个时候破纪录，而且起的什么牛马名字？屠龙，这不是纯纯的针对我大一中的天才？该死的混蛋，别让我找到你，否则非得将你废掉！呵，有趣。救人开荒团的领队正打算带队员下本，结果看到这新的通关记录，下本的念头当即熄灭了。10分58秒，他这支队伍怎么可能破的了？除非全员爆种，但这根本不现实，还是别自取其辱了。只是不知道这个屠龙小队或者说队伍的核心屠龙者到底是何方神圣，若能将其拉入团，救人的实力定然会大幅提升。他准备收队，临走前看了一眼神色萎靡的向龙，本来挺欣赏这位年轻的天才的，没想到心理承受能力如此差劲。天赋再高，若没有一颗百折不挠的心，也成为不了强者。他招揽的心思也断了，直接带着队伍离开。众人依然在议论，而且议论的点基本都绕不开向龙。那位倒立拉屎的哥们，现在向龙别说破副本，心境都被打破了，你还是赶紧表演吧。就是，我很期待你的表演。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吗？那人想要赖账，却被众人拉到偏僻处。不一会就传来杀猪般的惨叫声。屠龙小队这个名字不管怎么看，都像是针对一中的天才法师。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位天才法爷想要破关，接连3次被搅黄，很难相信这不是故意针对。相比较探讨这是不是一场阴谋，我更想知道这个屠龙小队有多少人。小队的人员配置是2-10人，若屠龙小队是10人组，破了尸山血海，我心里多少还能接受。从副本出来后，李熙然一直在听众人的议论，越发觉得自己发小强无敌。听到有人争论到底是几人通关，他很想告诉众人只有2人，但他不傻，觉得这要是爆出去肯定会引起热议，说不定会给苏明造成麻烦。走吧。苏明拉着李熙然若无其事地离开了。默人注意他们，一个御兽师，一个狂战士，这样的组合，默人觉得通关记录会是他们所打破的。远离人群之后，李熙然终于忍不住了，憋死我了，听他们在争到底几人破关，没一个猜对的，我真想告诉他们真相。我们接下来去什么地方？李熙然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自从见识了苏明的厉害，他心中顿生豪情，觉得就算是龙潭虎穴也能去闯一闯，可以去怪物等级更高的练级点，或者是刷更高级的副本。苏明却是跟风批发小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他当然知道去更高级的练级点，升级速度会更快，但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强如穷奇，也有技能空档期，也有打盹的时候，难保会给敌人可乘之机。所以在第二个宠兽出来前，他打算猥琐发育。我要去落霞山脉。落霞山脉？李熙然眼中闪过一丝诧异。落霞山脉中的怪物是5到10级，而他们2个现在都10级了，距离11级只差一丝经验，再去猎杀低等级的怪物，获取的经验少得可怜。而且那个地方僧多粥少，图什么呢？我去那里需要去了结一件事。那好吧，我和你一起去。李熙然扛着嗜血之斧，眼中燃起滔天战意。新的不少装备，去低级练级点可以砍瓜切菜。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你先在这里练级，等我了结了那件事再过来找你。那不行，你自己去，遇到危险怎么办？李熙然一脸担忧道。我有穷奇啊。李熙然差点咬住自己的舌头，觉得自己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穷奇连隐藏 BOSS 都能搞死，到落霞山脉那不是嘎嘎乱杀。那行吧，遇到不长眼的，你下手轻点。苏明翻了白眼，什么叫我下手轻点？我是那种暴力的人吗？分别后，苏明在前往落霞山脉的路上，便将穷奇召唤出来，让其化作迷你形态，握在他的肩膀上。以他现在的等级以及身上的装备，就算是突然遭逢这片区域的怪物，其实也没什么大碍。只是他生来谨慎，人生无常，谁知道会遇到什么狗血之事呢？淝水之战、赤壁之战，乃至孙十万，这些强者骄纵败于弱者的案例，他熟读于心，小心无大碍。只是有一点令他很是难受，11路公交车太折磨人了。什么时候能爆出来一件载具啊，或者契约一头可供骑乘的宠兽？穷奇太拉轰了，所以下一头宠兽最好长得平平无奇，扔到怪物堆中找不见的那种。话说山海经中有这样的异兽吗？还是要赶紧升级啊！若非想赶在11级之前去刷落霞山脉的常驻秘境，他恨不得守在玄关峡，将山崖上的僵尸全砍了。念及此处，他从背包中掏出一张赐福卷轴。他已经有4张卷轴了，而这种级别的卷轴只能在1转的时候使用，并且只能用2张。除去自用，还有2张。本来想着直接给李熙然，但是又觉得那个蠢女人可能会忍不住用掉，便打算等升入大学时再赠给对方，或者这2张先卖掉，改善生活。拥有异兽穷奇，他觉得获取卷轴对自己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就比如尸山血海中的唯一隐藏 BOSS 被杀死，自己再刷一遍的话，肯定能将记录刷新的。只是尸山血海要求10级，落霞山脉的秘境也是要求10级。由于他距离11级只差一丝丝经验，两者只能取其一，他更倾向于刷秘境。第019章，胆小的龙。苏明抵达落霞山脉，放眼望去，好家伙，全是人。经过几天的刷级，哪怕是生活职业也开始嫌弃猛毒废墟，都挤到落霞山脉。苏明不由感叹，还好自己拥有穷奇，否则自己也是抢怪大军中的一员。关键是抢还抢不到，一头长毛兔恨不得5、6个人刷。他避开刷怪大军，径直前往落霞山脉深处，并且抬头看了一眼氤氲在山头的云霞。落霞山脉的攻略所言 ，BOSS 不死，云霞不散。那头神秘 BOSS 的首杀还在。你接近常驻秘境红龙艾斯的巢穴，该秘境为噩梦级，是否选择进入？噩梦级秘境红龙艾斯的巢穴，进入等级10级，人数要求1-50人。噩梦级别的秘境意味着死亡概率极大，而且副本标注最大可进入人数为50人。单刷的话，难度还要翻倍。这可能是死亡之本，但苏明毫不犹豫选择进入。他相信穷奇，你已进入噩梦级秘境，检测到转职者为单人，秘境爆率提升5倍。苏明脸上一喜，没想到还能这样，单人进秘境爆率还能提升，这简直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般。轰！他眼前一黑，再一睁眼，却已进入秘境当中。此秘境虽然名为红龙艾斯的巢穴，但刚进里面并不是直面 BOSS， 而是身处于一座山崖之下。苏明仰头看向那高万人的山崖，不由吐槽道：“打个 BOSS 而已，还先让我攀岩吗？”冥冥之中，似有造物大神听到苏明的心声。山崖上垂下一道长长的石梯，应是直通 BOSS 的巢穴。只是这石梯并不是让他随意走的，上面每隔50米便有一头怪物。这头亚龙排场整得还挺大。苏明灭然一笑，将穷奇召唤出来。这尊上古大凶朝着石梯尽头吼了一声，轩然，那遥不可及的地方传来一声龙吟，像是在回应：“好个亚龙，敢跟我的小穷奇对吼，今日必斩尔之龙头！”他伸手拍了拍穷奇的脑袋，豪气干云道：“穷奇，随我杀敌！”猎魔法剑在手，他一马当先冲上石梯。
入口处的怪物乃是一头20级风月狼，风属性怪物，可以操弄空气，一张狼口便吐出数道风刃。小琼奇忠心耿耿，一个扑跳挡在主人面前，承受了那如同给他挠痒痒般的风刃。苏明心中一暖，小琼奇太贴心了吧，这不比曹贼的点恶来好用。他想想试试自己的攻击力，于是下令琼奇不要攻击，旋即道题猎魔长剑 A 了上去。扑哧，-28，扑哧，-22。看到这鲜红的数字，苏明还是较为满意的。他一个御兽师，普攻能打出这样的伤害，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不过照自己这打法，猴年马月才能通关。琼奇杀！他一声令下，小琼奇就像脱缰的野狗，瞬间扑向那头风月狼。锋利的爪牙一击便割开了狼怪的喉管。扑哧，-6004。狼怪的血槽瞬间见底。不愧是小琼奇，普通怪中没有一合之将。他不吝赞赏一句，抬腿便准备走，却是发现狼怪爆装备了。虽然只是白板武器，但苏明还是很开心。要知道，普通怪爆装备的概率极低，脸黑的话刷几百头还不爆一件，自己刚杀一头就爆装备了，5倍爆率就是顶啊！第二头怪物是头虎怪，20级的虎怪也是经不住小琼奇一爪子，但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一头大象般大小的虎怪嘶吼着扑了过来。这头虎怪35级，各项属性远超20级的怪物，而且还拥有技能召唤自己所猎杀的亡魂。看着那些淡淡的魂体，苏明眉头微皱，这头虎怪有点东西啊，竟然还能召唤昌鬼。只是在虎祖宗琼奇面前，依然是个玄孙子。扑哧，虎妖族。眼看石梯还有很长，不知道有多少怪物，苏明索性爬上琼奇的背，然后任由其发挥。扑哧，扑哧。琼奇就像是武林中的绝世高手，只用普通攻击便将众怪打得落花流水。有琼奇这个超级打手在，苏明根本不用出手，甚至可以在虎背上打盹。主打的就是一个陪办事杀怪。约莫10分钟，一人一兽杀到了红龙艾斯的巢穴前。这一路杀了近100头怪物，爆出来数十件装备，虽然都是白装，但是架不住数量多啊。好！山洞中传来一声暴虐的龙吟，云从龙，风从虎，浓郁的云雾从山洞中涌出，伴随着的还有一尊通体赤红的龙。看到这尊食物链顶端生物，苏明想到的却是胖蝙蝠、大蜥蜴，巨大的翅膀，其身长的尾巴，赤红色鳞片开合间冒着灼烧的蒸汽，那颗狰狞的龙头目露凶光，牙齿像是倒插的匕首。这就是红龙吗？可真够丑的。红龙艾斯似乎听到了苏明的吐槽，直接朝其喷出一口龙息。好家伙，脾气还挺暴躁。苏明一拍琼奇的脑袋，直接来了个极限闪避。与此同时，怪物的属性面板出现在他眼前，名称红龙艾斯，品质稀有级，等级 LV40， 攻击力1521，防御力1409。注：此怪主法术防御，误伤抵抗为防御力的 10%， 血量10387，蓝量5537。技能铁翅扑击 LV20， 烈焰风暴 LV10， 法术免疫 LV5。小传：拥有红龙女皇阿莱克兹塔萨微弱一丝血脉，但并未继承红龙一脉的骄傲无畏，生性胆小，连宝石都不敢收藏，唯恐遭受勇士惦记。看完红龙艾斯的介绍，苏明整一个大无语，这头龙有点东西啊！胆小到底有多胆小？很快他便见识到了，这尊秘境之主见到转职者，一招未放便逃了。苏明更加无语了，他充分怀疑这头红龙之所以没有被杀掉，跟天生胆小脱不开干系。喂，你可是秘境之主啊，能不能支棱起来？望着越来越小的龙影，苏明很是无奈，只好驱使琼奇追上去。幸好琼奇能飞，否则他还真拿这头胆小的龙没有办法。琼奇劈他！琼奇的速度要比红龙快上一截，眼看快要追上的时候，苏明直接下令让琼奇使用灭世神雷，最好一招将这胆小的龙搞死。他可没空跟其玩老鹰捉小鸡。轰！苏明嘴角噙着一抹惊讶，他没想到这头红龙的法术免疫还挺管用。想象中的击杀画面并未出现，这头龙甚至都没有坠落，只是没有被鳞甲覆盖的地方冒出了腾腾香味。但即使这样，红龙都没有回头反击。小爷，我自转职以来，还从没有见过如此胆小的怪物。他有一肚子的草药土，这个秘境之所以被评为噩梦级，该不会是因为这头龙太胆小，转职者摸不到它，从而气得做噩梦吧？第020章屠龙。苏明盘算，既然这头红龙能够大幅免疫法术伤害，那就用普攻。反正纯比面板的话，琼奇也是强过胆小的龙。他让琼奇先将自己放在地上，
再去和胆小的龙进行贴身肉搏。不用分心保护主人，穷奇的速度又提升了一截。追上红龙之后，直接起脸输出，或是撕扯，或是爪击，将红龙打得像是落地的无毛鸡。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被穷奇频繁撕咬之后，红龙终于扛不住了，吐出一口龙息，烈焰风暴席卷，似是将空气都给灼烧了。只是穷奇很是灵活，就像一只身法猴，完美躲过攻击，并且趁机咬住了红龙的翅膀，狠狠地撕咬下一块肉。好！红龙发出一声痛苦的哀鸣，施展了铁翅扑击，在穷奇身上划出一道伤口。穷奇吃痛更显残暴，张开血盆大口便去撕咬红龙的脖子，咬下一大块带鳞肉。两尊凶兽越打火气越大，战得不可开交。龙鳞、虎血撒了一地。苏明在下面帮不上什么忙，便想着去红龙的巢穴看看到底有没有宝物。可又转念一想，这胆小的龙万一是个老六，在巢穴里留有伏手，自己岂不是要完？还是等等吧，等小穷奇干死红龙，再去搜刮巢穴。红龙的属性跟穷奇差了差不多一半，要不是血厚，早就成为虎爪下的亡魂。他那庞大的龙躯上几乎处处是伤，疼得他龇牙咧嘴。也就是他不会说话，若能口吐人言，定要将苏明骂得狗血淋头。我都避而不战了，为何还要死追不放？想我红龙霸占落霞山脉秘境2年半，是一个转职者都没杀过呀！七龙太甚！轰！红龙身上燃起熊熊火焰，就像是一座喷发的火山，掀起的巨大热浪，硬生生的将穷奇给震飞了。与此同时，他身化为一道残影，瞬间掠至苏明面前，扬起一只锋利的龙爪，朝其拍了下来。卧槽！面对一只可断金石的龙爪，苏明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逃。幸好他每次升级便给敏捷加点，自身反应较快，总能险之又险的避开龙爪的抓击。那龙爪碰撞到石梯上，带起一蓬碎石，宛若流弹般的石头打到苏明身上，不断带走他的血量。不过以他现在的血量，这点消耗问题不大。关键是这头胆小的龙居然还有如此阴险的一招，还会爆种偷袭，玩得很溜吗？若非他时刻提防着，真有可能被一爪毙命。好！红龙未能碾死小虫子，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刚想再来一击，却被杀过来的穷奇吓破了胆，赶紧掠向天空。穷奇先是担忧的看一眼主人，得知主人没有受重伤，方才追赶红龙。扑哧扑哧扑哧，穷奇的攻势更加凶悍，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这令红龙更是胆寒，反抗起来畏手畏脚。穷奇就像一只威风凛凛的大鹰，而红龙虽然身躯庞大，但更像一只小蛇。在穷奇的撕咬下，红龙的血量迅速下降，而且为了避免后者再次刺杀主人，他咬着便不松口。穷奇使用灭世神雷，苏明揉着被石头打破的左肩，让穷奇用山海天赋神威刷新了灭世神雷的冷却时间。轰隆！一道紫色神雷自九霄而降，劈在了红龙身上。他虽然可以免疫部分法术伤害，但穷奇的神雷却接连不断。神威连续刷新3次技能，3道灭世神雷劈下。轰！红龙的鳞甲被轰成了碎渣，身上的火焰熄灭，龙尸坠下地面。此时穷奇犹未松口，还是苏明听的天道提示，此秘境已通关，招呼一下穷奇，这头大凶才放过龙尸。不愧是稀有级亚龙，又加上5倍爆率，装备爆了一地。你杀死了稀有级 LV40 红龙 BOSS， 获得经验值2万。苏明身上闪过一道白光，显然是升级了。他看着满地装备，本想着慢慢鉴赏，却是又听到了天道提示。由于红龙艾斯被击杀，此秘境降格为副本，空间将进行重组，请转职者速速离去。你羞辱了龙之尊严，获得红龙一族的仇恨，更容易遭受红龙及其亚龙一族的攻击。秘境降格，红龙的仇恨。苏明嘴里念叨一句，赶紧将地上的装备拾取，随之便被传送出来。他还有些遗憾，红龙的巢穴还没有探寻呢。虽然 BOSS 介绍上面提及，此龙害怕遭到勇士惦记，违背龙族本能，不敢收集宝贝，但万一有呢？相当遗憾。苏明走出秘境，回望一眼山头，云霞不见了。落霞山脉从今天起该改名了。恰在这时，他听到天道提示：你单杀红龙艾斯，毁灭了常驻秘境，令其降格为副本，请为该副本命名。还能这样？苏明眼中闪过一丝讶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毁灭秘境还能获得命名权吗？饶是他身为学霸，也从未听过这样的先例。起个什么名好呢？胆小的龙？对，就叫胆小的龙。请转职者确认是否将此副本命名为胆小的龙。确认。与此同时，天道提示响彻落霞山脉。红龙艾斯身陨，该秘境将降格为副本，通关者将此副本命名为胆小的龙。卧槽！
落霞山脉正在杀怪的一众转职者猛圈了，落霞山脉的神秘 BOSS 被击杀了。由于这头 BOSS 是躲在常驻秘境之中，有不少工会、开荒团组织人马想刷通这一秘境，可是进去之后，光遇见小野怪，却连 BOSS 的毛都没有摸到，所以这头红龙才被称之为神秘 BOSS， 也因此一直保留着首杀。不知何方大佬如此勇猛，竟屠了那神秘之怪。这大佬倒是有趣，将新副本命名为胆小的龙，这特么真的太贴切了。怪不得进秘境之后见不到那头 BOSS， 原来是太过胆小啊！请大佬出一份攻略啊，我也想杀胆小的龙。苏明在人群中听到此人的呐喊，却是淡然一笑。出攻略也没用啊，首先你得有一头会飞的宠兽，当然某些强大的职业是拥有飞行技能的，可关键是战斗力不行啊。真飞到天空战红龙，那身份立马转变，猎人就成猎物了。第021章，封印松动。喧嚣是别人的，苏明只想享受开箱的快乐。猎杀胆小的龙，可是爆出来不少好东西。他来到一处偏僻之地，确认没人注意，先是召唤出穷奇护卫警戒，然后将所得之物铺陈在地上。套装？苏明眼中闪过一抹金色，没想到红龙竟然爆出来一身套装。名称：红龙之守护，品质：稀有级套装，效果：增加100点双防，附加技能龙魂，可短暂拥有龙之力，施展红龙艾斯的技能铁翅扑击、烈焰风暴，法术免疫，技能开启每秒钟消耗50点蓝量。使用限制：全职业通用 ，LV 20级装备，10级以上可以使用，无属性要求。这套装备加的属性真不错，双防正是苏明所需要的，附加技能也算可以，只是不知道开启龙魂之后施展红龙的技能是否会消耗蓝量。如果不消耗，那可就算是神技了。回头有机会试上一试。苏明直接穿上这身套装，鸟枪换大炮，瞬间感觉自己变成了氪金玩家。新奇了一会，苏明拿起红龙爆出来的最后一件物品，名称：龙晶，品质：稀有级宝物，效果：宠兽服用可提升属性，龙类宠兽包含亚龙、地龙，服用有几率获得红龙女皇之血脉。就这，苏明看完晶石的效果，多少感觉有点无语。稀有级的宝物介绍的也太寒酸了吧！宠兽服用加属性，到底能加多少？吐槽一番后，他直接将这枚龙晶扔给穷奇，后者一口衔住，嘎嘣脆，跟薯片一样。苏明赶紧打开穷奇的属性面板，见攻击力不过涨了1-20点，不由心生失望。龙晶，就这几个属性点的生意，硬是整出这么大动静。呵，呸！他刚准备把穷奇的面板关上的时候，突然看到名字后面次元封印字样发生改变，后面多了个进度条：次元封印解锁中，当前进度 0.5%。这是什么情况？莫非服用龙晶能够解除穷奇的次元封印？苏明的心思一下子活泛起来，被封印的穷奇就已强得过分，若是解封之后该有多变态，难以想象。看来以后要多多猎杀龙类怪物。记得北清大学的试炼塔中就关着一头真正的西方龙族，红龙艾斯跟其比起来简直是杂种中的杂种，若是把那头真龙给宰了，不知能爆出来多少龙晶。与此同时，网络上再次掀起一波热议，落霞山脉的神秘 BOSS 时隔2年半终于被拿下首杀，连秘境都被干降格了，这简直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这位大佬真是搞笑，绝对是个起名鬼才。胆小的龙用来形容那头让人摸不到的 BOSS 实在是太贴切了。谁知道这位大佬的信息啊？我要把自己快递过去，当大佬的腿不挂件。呸！无耻狗贼！大佬的白皙大腿岂是你能抱的？要抱大家一起抱。抠鼻点 JPG， 谁说大佬是女人了？说不定是个抠脚大汉。那怎么了？毛腿我也乐意抱。看着网上不断刷新的信息，李熙然脸上浮现出古怪之色。这个所谓的大佬怎么像苏明啊？这厮要去落霞山脉办事，然后秘境就被攻破了，而且这起名风格确实挺像他干出来的事，十有八九就是他。李熙然那平坦的飞机场都发生地震了，自己的发小明明只是个小小的御兽师，怎会如此凶猛？以后谁在自己面前说御兽师垃圾，他绝对要将对方的脸给抓破。谁家御兽师能把秘境干穿？臭苏明，到底瞒了我多少事？算了，等回去之后发个讯息问问，看这厮到底有多少秘密。李熙然此行并未携带野外生存用具，夜幕降临后得返回城内。我的儿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一名大腹便便的中年人，鼻一把泪一把的。老板，令公子一向聪明伶俐，定然不会出事的。小赵，你转的是风水师职业，你实话实说，我儿子到底出事了没有？应该是没有。小赵有些犹豫的说道，主要是他这风水师是真的比较水，既没有攻击技能，也没有辅助技能，
真的只能给人寻龙点穴，也就是做生意的大老板、高官厚禄者会将其当成宝贝。尤其是这穆恒极为迷信，将自己奉为座上宾，更不惜花费大代价将其培养到50级。也就是转职任务太难做，不然他都2转了。这份知遇之恩，他一直铭记于心。老板，你看那小赵一副见鬼的表情。穆恒顺着小赵的目光看去，哎呀一声，差点昏厥过去。他看到一套挖粪工具，这是轩儿的。掏粪工职业人数并不少，可转职自带装备的，自家儿子是独一个。老板，小赵赶紧从穆恒怀里掏出一粒速效救心丸，给其服了下去。缓了好大一会，穆恒方才抱头痛哭：“我的轩儿啊，你死得好惨啊！是谁杀了我儿？”看着宛若暴怒老狮子般的穆恒，小赵颇感无奈，自己只是风水师，又不是能掐会算的占卜师，哪里知道是谁杀了穆轩。不过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支支吾吾半天，憋出一句话：“老板，你好好想想，令公子有没有仇家？他一个学生，能有什么仇家？我只知道他前几天一直缠着月儿，说什么要给别人好看。我寻思着，我这儿转职成掏粪工，可能是被同学们嘲讽了，拉上月儿不过是想给同学一个小小的教训，因此就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却出了这档子的事。你说不会是那个同学杀了我儿子吧？”这小赵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是认识韩丽月的，知道这位天才少女等级高达50级，等完成转职任务就成2转高手了。这样的存在放到这附近的练级点，不说横着走也差不多了。更何况穆轩的同学都不过刚刚转职而已，等级大多是10级左右，怎么可能打得过50级大剑士？除非对方身边也有高手。一定是这样。第022章自己挑的地方。小赵将自己的猜想告知穆恒，后者一脸怒色，厉声道：“不管是谁，杀子之仇不共戴天，我穆家跟其不死不休。”小赵见了轩儿的同学，不管有没有关联，先擒下来再说。穆恒拿出一张毕业照，仔细的辨识上面的人脸，以便遇见能够立马认出。那小子，你给我站住！别说，穆恒的运气还是挺不错的，刚起完毒誓，就看到一道颇为熟悉的身影。认真辨认后，他认出来这少年乃是轩儿的同学，而且他还想起来之前听轩儿提起过，两人之间有点小小的摩擦，似乎这小子抢了轩儿的女人。该死，该杀，说不定就是这小子害了轩儿。穆恒心中波涛汹涌，念头百般流转。只是这小子才刚转职不久，怎么可能是月儿的对手？而且他的家境也不好，身边定然不会有高手护卫，应该伤不了轩儿。但是本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心态，他还是让手下拦住了对方。反正只是穷人家的贱种，得罪便得罪了，就算是杀了，谁又能拿他怎么样？苏明看着朝自己围过来的数人，2条英气的眉毛皱作一团。你们这群家伙想要干什么？穆恒分开众人，走到苏明面前，盛气凌人道：“小崽子，你是穆轩的同学吧？我有些事要问你。穆轩的家人吗？终于发现那家伙死了吗？”苏明眼中闪过一道微不可察的寒意，随时准备召唤穷奇。你这几日可曾见过穆轩？见过。听得对方的回答，穆恒心中一动，直接上前攥住苏明的衣领。小子，快点说，你是在何处见到轩儿的？哦，在玄关峡，当时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月儿。穆恒心中涌起无限激动，觉得苏明多半知道自家儿子下落。你说的详细点，轩儿去玄关峡干什么了？可有跟别人发生矛盾？苏明摇头道：“我跟他不是很熟，干嘛一直关注他？”你。穆恒奋力一推，将苏明推倒在地，居高临下道：“小子，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我儿死了，若你当时跟着去看看，说不定能够见到杀害我儿的凶手，这样我就能给我儿报仇。可是你没有，你这种冷血蠢货，留在世上何用？”穆恒神色凶狠，挥了挥手，冷然说道：“小赵，我不想再看到他，处理掉吧。”是。小赵并未拒绝，他观少年的衣着，定然是底层之人，这种出身，即便死了也没人关心。他微微摇头，心中暗道：小子要怪就怪你出身不好，就以你的命换取老板的一丝心安吧。风水师虽然是个极为鸡肋的职业，但毕竟是天道职业，所以是可以使用天道武器的。他掏出一把机械师出品的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一脸惶恐的少年：“下辈子别做人了，眼看就要扣动扳机。”苏明装作浑身发抖，凄凄哀道：“等一下，我突然想起来了，我练级的时候见过2具尸体，似乎是一男一女，不过被雷电劈成了焦炭，辨不出本来的面目，或许是……在何处？快带我过去！”穆恒激动的都破音了。好。苏明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
转身之后，眼中闪过一丝杀意。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那穆轩嚣张跋扈，一言不合就敢杀人，原来是橙子其父。自己力求自保，杀了该死之人，进行毁尸灭迹，就是想避开麻烦。谁成想会恰好遇到穆恒，而且其凶蛮更甚于其子。既然如此，那自己就当个好人，送他们父子团圆。他带着穆恒一行在密林中七绕八绕，走了约1个时辰。树林越来越茂密，怪物的等级越来越高。穆恒一脸狐疑，自家儿子的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职业特性也不允许他在这练级，他怎么会深入这种地方？穆恒嘴巴一翘，凶狠说道：“小子，你敢耍花样的话，我会让你生不如死。”他转职的职业很有意思，乃是古之行刑者，掌握的技能都跟刑法有关，像什么10大酷刑之类的。他心中的打算便是，若这小子敢耍花样骗自己，那就让其尝尝10大酷刑的滋味。快到了，就快到了。苏明故意声音颤抖道。又走了10分钟，终于穿过了密林，抵达玄关峡背面，豁然开朗。苏明指向山崖，平静地说道：“我就是在这里看见那对尸体的。”闻言，穆恒连忙给去看，可是光秃秃的山崖上，除了数不清的棺材，什么都没有。小崽子，你敢消遣我！穆恒当场就怒了，伸出大手就要抓苏明，后者却灵活避开，并且将穷奇召唤出来。一尊身高3丈的凶兽陡然出现，令穆恒等人心头为之一颤。这小子什么来头？呼！苏明骑在穷奇背上，居高临下的看着穆恒等人。这个地方选的还不错吧？棺材都是现成的。小子，你是杀害我儿的凶手！穆恒本以为对方是个弱鸡，没有杀害自己儿子的能力，可是当他看到穷奇之后，心中生出无限惊悚。这头大凶绝对有能力战神域儿。呵，苏明冷哼一声，不屑地说道：“杀他会脏了我的手，是我胯下这位杀的。”好！穷奇发出一声惊天怒吼，宛若一阵旋风般扑向穆恒等人。穆恒所带的保镖是2名50级的盾骑士，防高血厚，然而却扛不住穷奇一爪子。扑哧扑哧，2名盾骑士身首异处。别杀我！目睹穷奇的凶威，小赵双腿发软，跌倒在地。你是风水师吧？看看此处风水，万官齐聚，是不是难得的宝地？小赵头皮发麻，万官齐聚，这哪是宝地啊？这是大凶之地，这可是你自己挑的好地方，在此长眠庇护你的子孙吧。小赵吓得两股战，自己还是处男一枚，哪来的子孙后代啊？再者说，这里乃是千古罕见的大凶之地，自己若是葬于此，不出数年也会成为僵尸怪中的一员。他不想死，可苏明却不准备放过他。扑哧，穷奇扬起利爪，只一下便削其手。第023章，家人们，谁懂啊？扑通！穆恒二话不说，直接给跪了，嘴里高呼道：“爷爷，饶命！”苏明一头的小问号，这老狗先前不是叫嚣着要给他那该死的儿子报仇，怎么突然给跪了？穆恒只是个普通转职者，能将自己的家族发展成金海市的2流家族，可见其精明无双。他心中恨不得将苏明千刀万剐，可为了苟全性命，他也能暂且忍下怨恨。爷爷，我给你1半家资，求你饶我一条性命。害怕对方不清楚1半家资是多少，他连忙补充道：“爷爷，我有一栋价值5000万的别墅，这也可以一并送给你。”他将苏明当作小屁孩，觉得对方定然会见钱眼开，待其放过自己，回城之后就请绝世高手将这小子凌迟处死。10亿吗？确实挺多的，够几代人躺平了。苏明嘴里轻轻念道，突然话锋一转：“不过呀，千金难买爷开心。穷奇，送他们父子2人团圆。”扑哧，穷奇的一根爪子洞穿了穆恒的胸膛，带出一盆黑血。穆恒是穆家的掌舵人，他到了穆家也就散了。不过苏明生来谨慎，还是选择了毁尸灭迹，让穷奇叼着地上的尸体飞到玄关峡，随便选了几口棺材，打开棺材盖，将这几人的尸体丢了进去。僵尸怪，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刚忙完这一切，他的通讯器突然响了起来。喂，我一会就过去了，你在那等着我吧。不，苏明，我已经回家了，等我准备好野外露营的物品，也住在练级点。那行，你明天来了之后，咱们在一起练级。不用了，我想自己练级。苏明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个蠢女人多半是觉得自己拖后腿，所以不愿组队的。他没有勉强，反而是鼓励发小好好练级，争取一起考入北清。挂掉电话，李熙然美眸中闪过一丝怅然。北清吗？大夏国转职者梦寐以求的院校，自己这水平能考进去吗？休整了一夜，次日一大早，苏明便爬了起来。
他打算在玄关峡刷到15级，再前往新的练级点。将在御兽空间休息了一夜的穷奇召唤出来，伸手摸了摸对方毛茸茸的大脑袋。大家伙，靠你了！轰！穷奇飞于半空，面对玄关峡，周身聚起万千雷霆。雷海！苏明一声令下，紫色雷海淹没这片山崖。那些刚从棺材中爬出来的怪物，还没有呼吸到新鲜空气，就化作了飞灰。苏明手中倒提着猎魔法剑，嘴中的难道这些怪物应该庆幸尚未感受到痛苦就堕入了轮回？他自身的经验条更是在飞快上涨，不由心中大喜。按照这个练级速度，很快就能升至15级，到时就能去更高级的练级点。这背面的山崖，僵尸的等级更高，前来练级的转职者相对来说比较少。不多时，又刷出一波怪物。苏明刚准备让穷奇再来一发雷海，却是发现一头与众不同的僵尸。符师，僵尸中的 BOSS 怪，没想到副本之外也能见到。苏明见猎欣喜，想试试自己的猎魔法剑的威力，就让穷奇将自己送过去，并且化作迷你形态，将周围的小怪清理掉。他要跟 BOSS 捉对厮杀。他现在身着一整套红龙之守护，外加猎魔法剑以及猎魔玉佩，还有 bug 级装备不灭骨戒指，攻击属性比之一般的战斗职业差不了多少。嗡！苏明伸出2根手指，弹了一下猎魔法剑的剑身。老伙计，这是咱们第一次上阵杀敌，可得给我点惊喜啊！言罢，他一个滑步冲向怪物，手中的剑刃顺势斩到符师身上。猎魔法剑本来加的攻击就挺多的，又加之对于鬼怪类的怪物双倍加成，这一剑便斩出破百伤害。苏明心中大喜，看来现在的自己也有一战之力啊！不过有点小小的遗憾，身为御兽师，自身是没有什么杀伤性的技能，否则他完全可以自己单刷这名 BOSS， 但现在还是得依靠穷奇。他跟暴怒的符师大战10余合，就换穷奇上场。符师干瘪的眼珠子左右转动，像是在怒骂：小子不讲武德，打不过就摇人吗？好！这头千年古尸发出一声恶臭的咆哮，召唤来数头飞僵。趁着穷奇和 BOSS 交手之际，苏明则是提着法剑大战相对弱小的怪物。只是这些飞僵的数量还挺多，不一会他便陷入苦战之中，左支右绌，险象环生。还好穷奇的战斗力够顶，一招灭世神雷直接轰死符师，便前来帮忙。穷奇实在太强了，这群小怪没有他一合的对手。他和一头被穷奇撕掉手臂的僵尸捉对厮杀，打出来的伤害还是很可观的。使用不通章法的剑术，磨了一炷香的时间，终于将这头半残怪给搞死了。不过跟穷奇比起来，他杀怪的速度真是迷你巫剑超级大巫。穷奇利用自身高攻、高移速的优势，不断的将僵尸送入轮回，可以说怪物刷新的速度还跟不上他的猎杀速度。在玄关峡练级的转职者愈发的郁闷。往常玄关峡的僵尸像下饺子般往下跳，今天是怎么了？吓得零零散散，如同便秘了一般。这个练级点是出了什么毛病吗？一众转职者扬起脖子往山崖上看，隐约可见一道残影。卧槽，那是什么东西？急如风，惊如雷，高防御的僵尸怪扛不住其一招，就化作了白光。兽形不会是野外 BOSS 在猎杀普通怪吧？不对，怪物之间不会自相残杀。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位转职者。转职者？众人一脸茫然，还有兽形转职者吗？先前说话之人露出一份等没有见识的神情。当然有兽形啊，牛头人不就是兽形大佬吗？也是，那这兽形转职者实在太变态了吧，犹如无人之境。这得是何等级别的职业啊？史诗级，亦或者更高？一群憨包，脑袋是秀逗了吧？你们给老子仔细看，那神秘之兽身上还坐着一个人。什么兽形转职者？这肯定是一尊大佬在骑着宠兽杀敌。一名弓箭手势力出众，却是看清了半空中那道神挡杀神的身影。牛逼，骑着宠兽杀敌，如同砍瓜切菜一般。这该不会是某个高转职业闲来无事来低级练级点秀优越感的吧？念及此处，一众转职者愤愤不平，心中暗骂无耻。你一个高转职者，有必要来此抢怪吗？只是他们打死都不知道，所谓的高阶转职者跟他们一样不过10来级。快把这段给录下来，曝光这个无耻高转。苏明杀怪杀得不亦乐乎，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通关场景已经是被现场直播，而且引发了不小的热议。网络上清一色的批判声：家人们，谁懂啊？玄关峡的怪物快被杀绝种了！卧槽，有这么绝吗？我记得玄关峡分为2面，各有差不多1万口棺材，这怪物量还是蛮多的。加之那些僵尸怪都是防高血厚的货色，怎么可能被杀绝种的？难道说这一届转职者都那么卷了吗？
将号称最难刷的玄关侠都给杀爆了。可能是大家族或者开荒团包场了吧？并不是哦，是一个人干的。一个人干的？是啊，一个高转职业不在自己相匹配的练级点练级，却来抢我们的怪，实在太无耻了。我的天啊，这是什么骚操作？这个高转职业该不会是个心理变态吧？专门来报复社会的？真的是杀低级怪几乎不可能获得经验，你说他图啥呢？能图啥？图装逼呗！兄弟们，快曝光这个无耻狗贼！底下就有视频，还是高清无码的，只是这狗贼骑的宠兽能飞，距离太远，没有拍到脸。第024章死亡之舞。2日后，叮！苏明听到系统提示，自己终于是升到了15级，又可以愉快的加点了。还是老套路，他将属性点按照4:1的方式加给了体质和敏捷。可惜御兽师职业15级没有技能可学，其他职业每升5级就能学一个技能，凭什么御兽师没有？这不是妥妥的职业歧视？气都冷。吐槽归吐槽，苏明却是心知肚明，御兽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加上宠兽的技能还是要多过其他的职业的。等升到20级，可以契约第2只宠兽时，那技能数就更多了。15级了，玄关峡的怪物给的经验少了很多，得前往更高的练级点了。苏明正准备动身前往狂野密林，这时他的通讯器响了。苏明，你火了？李熙然风风火火道。我火了？苏明一脑门子的疑惑，什么火了？你快看网络热搜。苏明皱眉，打开红博，扫一眼热搜榜，好家伙，还真火了。自己堵门刷玄关峡，被人录了视频，上传到了网上。该视频的底下回复何止100万条，而且还在不断的刷新。看完视频的内容，又看了一些热评，尤其是看到昵称为龙骑士的网友放出豪言，要从帝都赶到京海，将无耻高转揪出来爆锤，并且要打爆所谓的屠龙者。这家伙要么是吃饱撑的了，要么是有大病。苏明鉴定完毕就关掉了红博，他的目标是尽快升级，赶紧解锁第2头宠兽，他才没时间在这里跟一群憨憨打嘴炮。苏明，你自己注意点，居心叵测之辈太多了，若他们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保不齐会对你不利。李熙然担忧道。哟，这个胸小无脑的女人何时懂得这些道理了？李熙然的一番话令苏明为之改观，不过他并不担心，别说拍摄者没有拍到自己的脸，就算是拍到了，他也不怕。以他现在的才情和实力，不管是去寻求官方的庇护，还是加入一流开荒团，绝对是被抢着要。他只是不喜欢被束缚自由，否则随便加入一方势力都会被当作种子选手培养。翌日，苏明赶往狂野密林。身为6中的学霸，他对这个练级点的怪物较为熟识。他知道那里的怪物大多是植物系，兽系的只占一小部分。狂野密林跟玄关峡相距并不算远，只花费半个小时，苏明就赶了过去。这里树木高大，花草茂密，一派欣欣向荣的样子，静谧且祥和。可苏明却是知道，平静只是假象，暗流涌动才是真实境况。正常人都知道，动植物一般是相伴相生的，可这里走兽鸟类极为稀少。除了在此练级的转职者，几乎没有会喘气的。苏明从背后抽出猎魔法剑，迈着谨慎的步伐往密林中走去。其实不怪他这么小心，主要这里极为凶险，因为你很难分辨出哪个是怪物，哪个是植物。可以说这里的怪物都他妈是老六，稍有不慎就会被怪物背刺。不过在这里练级的转职者也相对来说少一点，不用担心刷不到怪。风险大，收获也大。苏明倒是不担心被偷袭，他只需将穷奇召唤出来，让其守住自己的后背，他就可以专心正面对敌。有怪物！苏明敏锐地感知到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就像是美人洗浴时在褪去衣物一般。嗡！手中长剑发出一声嗡鸣，苏明不退反进，加快步伐朝着声音来源处奔跑了过去。咔嚓！咔嚓！咔嚓！不远处，一堆颜色妖艳的食人花张开血盆大口，朝着苏明吞噬过来。好家伙，这数量可真不少，而且长得是真丑，而且还散发着一股子臭味。苏明一边吐槽，一边挥剑斩去。飒！法剑带着劲风劈斩向领头的食人花。这堆怪花长得倒是挺惊悚，但实力不算很强。20级出头的怪物，苏明手中的法剑斩出不俗的伤害，第一次伤害破100，他内心非常开心，将手中剑舞的虎虎生风，跟一朵食人花打得你来我往。剩余的自然有穷奇给包圆了。不得不说，穷奇真是完美的杀戮机器，几乎身上每一个部位都能打出伤害，而且都能秒杀这些怪花。自家宠兽如此凶猛，苏明自然不肯示弱，手中法剑要出惊人寒芒。随之
他就像是学会了瞬移一般，瞬间跳闪到食人花身后，对准粉嫩的花瓣戳了进去，噗嗤，带出一蓬粘液。食人花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想要垂死挣扎。好不容易有机会亲手宰怪，苏明岂能浪费机会？猎魔法剑急如风划开了食人花的脖子，噗嗤，噗嗤，白色液体迸溅。这朵食人花光荣成为苏明剑下第一头亡魂。干掉一头怪物，他意犹未尽，再次加快步伐，冲进密林深处。嗖嗖嗖，一棵2人合抱粗细的树茎朝苏明喷吐树种。这次苏明没有靠穷奇保护，而是施展了红龙之守护的技能。那些带着小尾巴的种子喷射到他身上，只造成了极为微弱的伤害。这身套装的技能开启不耗费蓝量，这令苏明颇为惊喜。旋即又施展了烈焰风暴，他身前凝聚出一团火焰旋风，跟红龙艾斯施展时相差甚远，但苏明能够接受，毕竟属性差距实在太大了。嗖，他操控着火焰旋风砸向树茎，火克木。火焰造成了50点伤害后，还附加了持续性的灼烧效果。但这头树茎的血条很长，这些伤害伤及不了根本，反而是激发了他的凶性，狠狠地摇了摇树冠，更多带着小尾巴的树种朝着苏明击射过来。上千枚树种，哪怕一枚造成1点伤害，也能将苏明的血条打空。他不敢硬接，便躲在了穷奇身后。好！穷奇发出一声怒吼，为自家主人挡下伤害之后，旋即施展御风技能，猛然突击向树茎。他那锋利的柱子顺着树根一直滑到树干，只听到唰啦一声，这头树茎被切割成2半。能让一名20级主战职业陷入苦战的树茎，却扛不住穷奇一招。这凶残的一幕，或许是吓到了其他精怪。有5、6棵伪装成大树的树茎从大地中拔出来，悬然朝一人一兽围杀过来。穷奇，不要使用技能，5头怪物而已，施展技能有点浪费，普通攻击就行。穷奇的令像一阵风般杀向新出来的怪物。飒飒飒，他就像是一名灵魂舞者般画出极为漂亮的移动轨迹，每次跳跃攻击便让一头精怪归西。也就是2、3个呼吸，5棵树茎整齐划一地倒在地上。苏明见状不由微微点头，不愧是穷奇，杀人就如同艺术，极致的死亡之舞。第025章，射死！狂野密林中的怪物确实多，刚搞定一波树茎，就又来了一堆藤蔓怪。这些如同游蛇般的东西比树茎更加难缠，那些高高挥舞起来的条状物，每一根上面都长满了倒刺。藤蔓怪擅长力量绞杀，并注入神经毒素，杀人于无形。苏明脑海中闪过怪物的信息，会下毒的怪物都不好惹，所以他第一时间爬上穷奇的后背。与此同时，藤蔓如同毒蛇出洞般朝他这边席卷而来。正，穷奇亮出锋利的爪子，斩向离他最近的藤蔓，直接削去了顶端，冒出呲呲的粘液。滋滋，苏明还是第一次听到藤蔓的叫声，便认真地观察起来，却是发现这些真核生物智慧倒是不低。发觉出穷奇的不好惹之后，先前攻来的藤蔓选择回缩，继而更多藤蔓冲天起，就像是群蛇乱舞。砰砰砰，这些绿色蟒鞭抽打在穷奇身上，伤害不高，但侮辱性极强。这尊上古大凶仰天长啸一声，化为一道残影掠向藤蔓怪。噗嗤噗嗤噗嗤，那爪牙就像锋锐的镰刀，砍杂草般将藤蔓削了个头秃。这藤蔓怪是精英级别的怪物，自然没那么容易搞定。只见其疯狂生长，片刻间又长出无数条绿色触手。而且这怪物的智慧不低，知道趋利避害，向苏明发起了攻击。后者眼眸中爆闪出一道金光，想也没想就开启了红龙之守护的技能。当然，这只是他自身的准备。穷奇岂会让自家主人受伤？在藤蔓席卷而来之际，穷奇施展了终极技能灭世神雷，雷光之下众怪平等，宛若一座2层楼房大小的藤蔓怪被神雷轰成了焦炭，并且其周遭形成了雷火坑，看起来令人触目惊心。搞定藤蔓怪，苏明刚准备松一口气，却又见前方密密麻麻来了一堆食人花，而且还是更高等级的，实力要远超他最先遇到的那只。这种植物系怪物比之兽系怪物，除了令人防不胜防，还有便是生命力极强。像这食人花几乎没有弱点可供打击，须得一招一式的将其血条清空。苏明抽出猎魔法剑，随之拍了拍穷奇的脑袋，对其下达了攻击指令。穷奇旋即化作一道残影，朝食人花群掠去。这些食人花同时咧开大嘴，喷吐出绿色花粉。这些花粉不仅有麻痹效果，而且还具有腐蚀性，能够让接触者皮肤溃烂。然而穷奇乃是上古大凶，一身皮肉堪称神物，区区花粉奈何不了他。万千花粉落在穷奇身上，只是发出滋滋的声音，
却是没有造成实际性伤害。与此同时，穷奇冲进食人花群，施展了群攻法术雷海，万千雷霆齐落，群怪化作飞灰，大地被砸出道道沟壑。这一幕动静太大，周围练级的转职者被震撼到了。我看到了什么？雷海炼狱，雷系法术，想必是位雷霆法师吧？雷霆法师虽贵为法术炮台，但那是大后期啊，现在有这么强吗？我记得金海一中出了一位雷霆法师，不会是他来练级了吧？很有可能，我也听说过，雷霆法师的转职者似乎叫向龙，金海向家的人。这些讨论者并不知道，他们所议论的雷霆法师就在此处练级。听到众人的言语，向龙心中很是无语，他也看到了那雷海炼狱，6转后的雷霆法师才能够拥有，这犹如末日雷霆般的技能。他倒是想承认雷光是他搞出来的，可是太容易穿帮了。他甚至想逃离这里，主要是接连被打击，他现在只想安静的练级，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才好。可是有些事，越是躲避越会找上门来。快看，那就是金海一中的向龙，我在网络上看过跟他相关的采访。没想到这位雷霆法师不仅实力强，而且长得还贼帅，不愧是一中的天之骄子。向天才，那恐怖的雷光是你搞出来的吧？据我所知，咱们金海市只有你一个雷系职业，除了你还能是谁？我听闻史诗级职业在转职时有几率觉醒半生天赋，那雷光不会是你的隐藏天赋，给法术提升威能，还是将法术变为禁咒？向天才，求求你告诉我吧，到底要做些什么才能像你一样厉害？向龙心中一阵无语，他很想撇清自己跟雷光没有关系，可众人一口一个天才，给他叫得迷失了自我。认下来也没有关系吧？瞧那凶猛的火力，绝非低级转职者，多半不会产生交集，所以牛皮不会被戳穿的。向龙心中有了决断，被打碎的傲气再度凝聚，盛气凌人道：变强光靠努力没有用，最主要的是天赋。当然除此之外，还需要一点点的运气，毕竟人此生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从转职那一刻起便注定了。众人不明觉厉，认为向龙说的很有道理。像天才、天赋、运气我都没有，我不求像你那样厉害，只求可以加入开荒团。不知你能否展示一下杀怪技能，让我等瞻仰学习。向龙本不愿答应，但架不住众人轰口，只得勉为其难的应承下来。他拿捏着架子往密林深处行进，不一会便遇到一棵落丹的树精。他手持法杖，念起法术咒语，酝酿不到2秒，蕴含着充沛魔力的雷光球轰击向那棵树精。这正欲吹捧的众人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主要是跟刚才他们所看到的雷海炼狱相比，这雷光球就像一粒小水滴，实在是不起眼。你们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学习？向天才这是在教我们战斗技巧呢。你以为这是普通的雷光球吗？这是战斗智慧的结晶。没错，向天才实在是厉害。你看这施法速度好快，魔法威力也颇为不俗。不对，这雷光球的威力有些超出想象了。你们瞧那树精粗壮的树躯上，那像是五官的部位被轰出片片焦黑，给其造成极大的痛苦。妙啊，这技能释放的好巧妙，法术落点也选得很好，没有浪费丝毫魔力，威能恰好覆盖树精的五官，这战斗才情实在惊艳。短短一瞬间，围观者穷尽毕生所学，夸赞向龙的雷光球。对此，向龙自然很是受用，迈开步伐朝树精冲了过去，并且又瞬发了一枚雷光球，再次精准命中。哇塞，不愧是向大天才，在高速移动的情况下还能瞬发技能，简直秒杀同级法师。鬼才，绝对的战斗鬼才。一旁负责保护向龙的赵无极见前者终于恢复自信，不由感到欣慰。小龙啊，你注定是叱咤风云的强者，岂能因为一时挫败而自甘堕落？这样才对吗？傲起来狂起来，你本就是百年罕见的天才法师。轰轰轰！向龙接连不断的释放雷光球，依靠纯熟的技能控制能力，将树精玩弄于股掌之间，直至完死。本来众人还有些疑惑，为什么这位天才只释放基础技能？可见识了他这波极限操作，心中笃定他必然是释放恐怖雷光的人。向龙脸上挂着未曾掩饰的骄傲，享受着众人的吹捧。然而打脸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轰！那恐怖的雷霆海洋再度降临，似乎撕裂了苍穹，轰碎了大地。众人神情古怪地看向向龙，正主不是在这吗？怎么又有雷海降临？原来是个骗子啊，却那么坦然地接受夸赞，连解释都没有，可真够无耻的。向龙感觉众人的目光就像一柄柄锋利的刀刃，将他的尊严割成了碎片。哐当！他手中的法杖坠地，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手插进脑袋里狠狠地抓挠。射死！经此一事，自己在金海
还有立足之地吗？向龙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狠狠地抓挠着头发。该死啊！到底是哪个混蛋在针对我？哈！向龙一会哭一会笑，心态彻底崩了，模样癫狂。自家学生这副模样，赵无极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该死的，我倒是要看看是谁如此针对我意中的天才。赵无极脸色阴沉，飞速向雷光之处掠去。等他赶到时，只见一道背影消失在空间波动中。显然，他晚了一步，始作俑者进入副本之中了。看着焦黑开裂的大地，以及满地尚未刷新的怪物，赵无极一脸的匪夷所思。这破坏力太恐怖了，他自问自己是做不到的。莫非又是无耻高转来低级练级点秀存在感？不对啊，刚才那人的背影极为年轻，而且能进狂野密林的配套副本，必然等级超不过20级。念及此处，赵无极感觉后背发凉。难道那恐怖的雷光是20级以下的转职者搞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定然是某个大家族的天才来此历练，其背后的强者使用法术洗地消除危险，一定是这样。第026章桃花仙。啪嗒啪嗒啪嗒，苏明在20级副本绿野平原中踱步。他进来之后，便让穷奇来了2发雷海，将副本中的小怪轰杀殆尽。可是却迟迟没有找到副本 BOSS。他记得很清楚，这个副本是花仙兽的领地，可是别说花仙兽，连个花瓣都没有见到。这是什么情况 ？BOSS 心存害怕，不敢出来吗？苏明十分纳闷，摸了摸穷奇的脑袋，低语道：“小家伙，要是你有狗鼻子就好了。”穷奇很是委屈，冲着寂寥的平原喵呜几声。再拖下去，自己要达不成58成就了。苏明不由焦急起来，但是见不到 BOSS， 他着急也没有用啊。要是穷奇的山海天赋神威可以无限刷新技能就好了，那样就能使用雷海洗地，就算 BOSS 是一根毛，也逃不过被击杀的命运。又转了1-2分钟，苏明愈发的心急，可是仍没有见到 BOSS 的影子。再转2分钟，若还是找不到，那就退出去吧，反正常驻副本，主动退出也没什么惩罚。他拍了拍穷奇，让其往副本边缘掠去，这一圈再找不到就离开。一人一兽刚接近边缘地带，穷奇突然变得暴躁，冲着苍穹怒吼。苏明抬眼望去，直呼好家伙，怪不得找不到 BOSS， 原来这狗东西在刨副本的次元壁，并且也不是什么花仙兽，而是一尊桃花仙。只见其身着粉红薄纱，隐约可见曼妙身姿，绝美精致的脸上没有一丝神情波澜。人形怪，苏明打了个激灵，相对来说，人形怪要比兽类和植物类更加难以对付，因为其拥有不亚于人类的智慧，跟其作战要打起12分精神。苏明二话不说，直接开启红龙之守护，并让穷奇将自己放到地上。桃花仙察觉到有外人接近，当即停下手头动作，冷然看向入侵者。就是这一人一兽轰杀了他的手下以及心腹爱将花仙兽，以至于将他逼了出来。人类，你真该死啊！桃花仙冷若冰霜道。会说人话的怪物，苏明更为慎重，查看起桃花仙的属性面板。名称：桃花仙素锦，品质：卓越级，等级 LV30， 攻击力2150，防御力1586。注：此怪主法术防御，误伤抵抗为防御力的 10%。血量8800，蓝量5531。技能：十里桃花 LV15， 百花凋零 LV15。十里桃花 LV15， 施展后10里之内开遍桃花，施术者可以捏花为刃，发起花海刃雨，造成自身 80% 攻击力的群攻伤害，有 5% 的几率无视防御。蓝量消耗1500，冷却时间无。百花凋零 LV15， 十里桃花配合技，枯萎的桃花花瓣可以形成花毒瘴气，造成自身 5% 攻击力的持续性伤害。蓝量消耗2000，冷却时间3小时。小传：本是古之王国的帝王妃，国破家亡之际，自缢于桃花树，一缕幽魂吸收日月精华，修成精怪身。触发条件：秒杀副本 BOSS 花仙兽，将会唤醒桃花仙。看完桃花仙的面板，苏明心中整个大无语，怪不得找不到花仙兽，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给秒杀了。只是自己这是什么运气啊？又一次触发隐藏 BOSS。还有这头桃花仙如此反常的破坏次元壁，究竟是想干什么？不待他细想，桃花仙发起攻击。只见他一抬素手，地上立马生长起万千桃树苗，这些稚嫩的幼苗迎风变长，很快就长成粗壮的桃树，抽芽长叶开花。急！他舌战春雷，飞舞起无尽花瓣，就像是一座花海涌向苍穹。美，这也太美了吧！苏明情不自禁地感叹，桃花仙的攻击手段在他所见过的怪物当中绝对是最美的。但美丽的事物往往带着极致的危险，就像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一般。
苏明不敢大意，将自身的防御手段拉满。穷奇张开爪子，将主人护在身下，以血肉之躯硬抗花海飞刃。噗噗噗！利刃加身，饶是这尊上古大凶都不由发出一声痛苦的低吼。苏明身为御兽师，对宠兽的状态极为敏感，连忙查看穷奇的面板，发现扛住这波攻击后，穷奇的血量下降了1/3。好可怕的伤害！看来对方这波攻击是触发了无视防御的特性。苏明摸了摸穷奇柔软的肚皮，可真是个小倒霉蛋啊！他本来想着这个副本中的 BOSS 只是一头花仙兽，依靠普攻便能将其磨死，怎料又触发了隐藏 BOSS， 还拥有如此变态的攻法手段。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以桃花仙的蓝量再施展一次10里桃花绰绰有余，苏明有些投鼠忌器，不敢让穷奇与之近身厮杀。桃花仙不愧是人形怪，似是笃定敌人不敢近身，肆无忌惮地使用远程普攻，消耗穷奇的血量。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苏明眉头紧皱，虽然自己还有机组红药，但对方一直使用这种赖皮打法，穷奇的血量迟早会被磨光，到那时就要记了。不行，得赌一把。苏明把心一横，决定以身为饵，给穷奇创造机会。他手握一瓶红药，随时准备往嘴里灌，并且打开红龙之守护，开启法术免疫。这个技能有几率免疫法术伤害，他赌的就是红药能够对冲伤害，以及这个免疫伤害的几率。蹭！苏明挺身而出，击指桃花仙，怒声道：“老妖婆，小爷在此，还不快下来受死！”人形怪有智慧，这是优势亦是缺点。桃花仙年轻貌美，又是皇宫里的贵人，最是在意容颜，被人喊了老妖婆，岂能不怒？10里桃花，他这一怒，又是遍地桃花开。花海利刃毫不留情地轰向苏明，这要是全部承受，苏明铁定会死翘翘。他只是想惹怒桃花仙，引诱其出手。第一波花刃袭来，苏明本以为能来个伤害免疫，结果连绵不绝的法攻袭来，愣是没有触发。小穷奇，我错怪你了，我特么才是真正倒霉蛋！苏明心里吐槽一句，随之便怒喝道：“穷奇，跟我上！”好！穷奇张开铁翅，将主人叼到后背上，一人一兽，仗剑挥爪，杀向桃花仙。穷奇锋利的爪牙一旦锁定目标，便是不死不休。桃花仙被咬住肩膀，再想挣扎却是无济于事。苏明抽出猎魔法剑，毫不犹豫地捅向桃花仙那精致的面孔。第027章，别对我大呼小叫。穷奇乃是上古大凶，可不懂得什么叫怜香惜玉，锋利的爪牙将桃花仙撕扯的都变形了。轰！桃花仙垂死挣扎，施展了技能百花凋零，确实给一人一兽造成了困扰，但在造成致命伤害之前，他就被穷奇活活咬死了。临死前，他无比怨恨看了苏明一眼。被一头怪物仇恨了。苏明默默吐槽一句：“恭喜你成功通关绿野平原，并刷新副本记录，通关时间为8分58秒。”听完系统的提示，苏明庆幸地拍了拍胸脯，还好，保住了58记录。他还没高兴1秒，就又听到了系统提示：你击杀桃花仙，触犯了帝王之怒，古之王者将于20分钟后降临此地。又激发了 BOSS。苏明人要妈了，自己是什么体质？那么能吸引 BOSS？ 古代的帝王化身 BOSS 怪，20分钟后降临在狂野密林。苏明不禁有些期待，这头 BOSS 一定可以爆出来好东西吧？先不管了，把桃花仙爆出来的物品收起来。与此同时，副本之外，一名染着红发的青年骑着一头红龙，正在接受众人的顶礼膜拜。龙，一转前就能以龙作为坐骑，龙骑士这个职业太强了吧？话说，龙骑士算不算御兽师的分支？毕竟两者都能御兽。兄弟，你脑袋秀逗了吧？御兽师那种垃圾职业也能碰瓷强大的龙骑士？这尊红龙一根手指便能戳翻同级御兽师。龙骑士真是 BOSS 级职业，绿野荒原里面都是植物系怪物，非常难以击杀，尤其是 BOSS 花仙兽，生命力极为顽强。这龙骑士不仅单人通关，还破了银狼开荒团的记录，真的是强的变态。在一声声夸赞中，龙骑士0号逐渐迷失了自我，觉得自己是世间最强大的职业。砰砰砰，他捶了2下胸膛，傲娇道：“有我无敌！我创造这个记录，就是对屠龙者发出的挑战书。”闻言，众人无不震惊，原来龙骑士过来是为了挑战屠龙者。这2位都是一般转职者需要仰望的存在。众人很好奇，这2人直接对上会碰撞出什么样火花来。此地的副本只是个开始，从今日起，我会将金海市附近我能够进入的副本全部刷通关。狂，傲气冲云霄！0号的霸气宣言令众人为之叹服，一些想要抱大腿的人开始搜肠刮肚，想要将前者拍舒服了。可还莫等他们想出赞美之词，
就听到了天道提示：绿野平原通关记录，屠龙者，耗时8分58秒。由于屠龙者击杀隐藏 BOSS， 奖励升格，赐福卷轴2张。0号一头的小问号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刚刚创造的通关记录被人破掉了，而且整整提前了2分钟。更为关键的是，对方还杀了一头隐藏 BOSS。他刚刷过这一副本，很清楚副本的难度，他是倚仗家族给他的红龙才做到单刷通关的。可那该死的屠龙者是怎么做到的？莫非也有一头成年红龙当宠兽？不，一头做不到这种地步，可是他总不至于拥有神兽吧？想不通，0号真的想不通。围观者一脸古怪，刚吹完龙骑士的神武无敌，这边屠龙者就展现出更爆炸的实力，很难不认为这是故意针对。两相对比，众人觉得屠龙者的实力绝对可以碾压龙骑士。当然，龙骑士也有坚挺的支持者。老大，你刚才刷本的时候没有尽全力吧？这所谓的屠龙者为了虚名，定然是竭尽所能。老大，你在刷副本可千万要全力以赴，灭了屠龙者的气焰。对于拥趸的开脱，0号不置可否，牛皮都吹出去了，要是戳破，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他含含糊糊地应付着，心中却在寻思要不要继续刷副本约战屠龙者。就在这时，又传来天道提示：屠龙者击杀帝王艾妃，触犯了天界威严，古之帝王将于20分钟后降临狂野密林。卧槽！狂野密林的所有转职者都听到了天道提示，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心中震惊。神秘 BOSS 即将降临，还是一尊古代帝王？尼玛，这怪物会有多强？最起码也是卓越级吧。皇家出品的 BOSS， 那肯定能爆出好东西来。风声传到网络上，更是掀起巨大的风波。网友们都在讨论，按照天道规则，这头 BOSS 乃是野外 BOSS， 也就是谁抢到最后一刀，便拥有所爆之物的处置权。这谁不想分一杯羹？唯一可惜的是，狂野密林是金海市附近的炼级点，本土工会开荒团有天然优势，完全可以在外地势力赶来之前将这头 BOSS 给吞了。虚空荡出一道波纹，苏明走出副本，脸上挂着复杂的情绪。桃花仙富有且慷慨，爆出来一枚卓越级别的戒指，而且正好是通用类，这令苏明极为开心。但是看到另一件物品，他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件卓越级别的肚兜，也是通用类。但是这尼玛，他一个大男人能穿这个吗？他又不是女装大佬。他郁郁不平地将肚兜扔进背包生灰，准备查看一下戒指的属性，就被一声暴喝打断。苏明！赵无极脸上闪过一丝错愕，由于自家学生向龙的心态崩了，他便想找出始作俑者来。寻找的过程中，正好看见一道人影进入绿野平原，他猜测此人可能是打出恐怖雷光之人。当他见从副本中走出来的乃是6中的学霸苏明，他的猜测便自我推翻了。他记得很清楚，这苏明转职成御兽师了，一个公认的鸡肋职业，怎么可能拥有强大的雷系法术？莫非其身后有强者进行保护？这也不应该啊，6中怎么可能保护一个鸡肋职业？而其本身出身于寒门，更不可能结识高手。兴许自己从一开始就认错了吧。赵无极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不过他还有一丝疑虑，苏明刚进副本没多久就出来了，而恰好又有什么屠龙者破纪录，该不会……他摇了摇头，觉得自己又胡思乱想了。御兽师怎么可能有这能耐？不过为了确认一下，他还是出声问了一句：臭小子，你什么时候进的副本？苏明认识赵无极，1中的高3班主任，为人最为势利，对方咄咄逼人的样子令他极为反感，所以便不想回答。岂料对方却大呼小叫，不依不饶。臭小子，我他妈问你话呢，别挑战我的耐心，否则让你尝尝我铁拳的厉害。别对我大呼小叫，我从小就怕狗。第028章贵妃的肚兜，被一小辈侮辱成狗。赵无极瞬间绷不住了，开启狂战职业特性狂化，双臂晃出千斤力。小崽子，你找死！那如同金铁浇筑的肌肉令人望之生畏。可是苏明丝毫不以为意，声音冷淡道：狗东西，你要是想教职不保，就来动小爷。苏明这句话令赵无极冷静了下来。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多双眼睛看着，若是自己出手打一小辈，传出去真的不好交代。可是受此大辱，他若不干点什么，以后还怎么在金海这一亩3分地混？他眼珠子一转，心中便有了主意。小崽子，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让你家大人出来，我教教他们如何管教小辈。身为班主任，他阅人无数，自然可以看出来苏明家境贫寒，这样的出身，家里能有什么厉害的职业者？他只需略微出手，就能将对方一家给收拾了。谁知苏明不按套路出牌，老狗，对付你这种无耻之徒，我一人足矣。你……赵无极脸色阴沉，想要出手施加惩罚，可到底的顾及自己的工作，
只能将怒气强压下去。小崽子，你好生狂妄！既然如此，那我们过2招，我也不欺负你，给你3年的时间，等你成为5转。噗嗤！围观者忍不住笑出声来，这赵无极可真够损的。对面这个学生乃是鸡肋职业，自身战力可以忽略不计，这辈子能够2转已经是烧高香了。对付你这老狗，何须3年？苏明嘴角噙着一抹不屑，冷然说道：“3个月后，生死台上见。”赵无极以为自己听错了，一个废柴转职者，妄言3个月要挑战自己这个5转狂战。围观者懵逼了，这小子到底是狂妄还是吃傻呀？3个月的时间能升到2转，已经称得上天才了。他却口出狂言，对决5转主战职业，这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井底之蛙不自知。莫人同情傻子。围观者将此事录制下来，发布到网上，并且起了震惊体的标题。震惊！萌新御兽师居然要对狂战士做那种事！看热闹的不嫌事大，这帖子很快就被顶上热搜榜。下面跟帖的数以千万计。牛逼！这个时代变了，老鼠都敢吃猫。小小御兽师是谁给你的勇气？以萌新之姿挑战成名狂战士。家人们，无语死了！御兽师都敢碰瓷狂战了，好下头啊！上条的绿茶收收味，呕吐点 JPG。本来大家都在讨论金海市的练级点狂野密林将要降临一头古代 BOSS， 又出了这一档子事，金海市瞬间成为网红城市。李熙然刷红博时看到这条热搜，心中产生了不好的预感。这个憨憨御兽师该不会是苏明吧？他带着不安狂扒帖子，看到有人上传视频，仔细一看内容，果不其然是苏明。这个傻子！他连忙打开通讯器联系发小，结果死活联系不上。与此同时，赵无极的神情无比精彩，他想了又想，始终想不明白那个小崽子哪来的勇气。不过是对方提出的上升死台，到时即使自己失手打死对方，别人也不会说什么。他咧嘴笑道：“好，小崽子，地狱无门你偏进，好好享受最后3个月的时光吧。老师，对付他，何须你出手？”向龙一脸阴沉的走过来，他被屠龙者搞崩了心态，好不容易缓和一点，却又见苏明要约战自己的班主任。马德，搞不过屠龙者，还搞不死你一个御兽师吗？苏明，3个月我来跟你打。不，我不想。苏明眼眸中闪过一丝不屑，淡淡说道：“3个月后，你不配成为我的对手。”呵，向龙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一个鸡肋职业，居然敢说自己这史诗职业不配成为他的对手，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他正欲出言嘲讽，却见对方转身欲走。你站住！向龙快步走上前，伸手去擒拿对方，岂料他的手还没有碰到，便被对方抱住胳膊，来了个过肩摔。哗啦！向龙被摔了个狗啃泥。你做什么？向龙眼眸中满是惊讶。在他看来，苏明一个鸡肋职业，就算是有人带着练级，自身战力也不会强到哪里去。但这一交手，双方的属性差却如此大，这怎么可能？就算全家力量也不会如此强吧？其实他根本知道苏明这一身装备加成可是不容小觑，同等级的战士都不一定有苏明的力量强，更何况他一个法师。我说过，你不配当我的对手，别来挑战我的耐心，否则我让你尝尝我铁拳的厉害。向龙心中一阵无语，刚想反唇相讥，谁知被赵无极喊住：“小龙，何必跟死人一般见识？3个月后，我会一拳将他轰成血雾。”老师，我只是不想让这鼠背脏了您的手。没关系，偶尔舒展筋骨也是挺不错的。小龙，你记住，雷霆法师乃是后期职业，只要你成长起来，必然会迈入强者行列。巨龙岂能与蝼蚁为伍？巨龙，向龙感觉自己的心被扎了一下，该死的屠龙者！但老师说的有道理，自己的目标是冲击清北，成为其中的精英。而这苏明说不定连垃圾学校都进不去，这一生注定碌碌无为。他的目光不应该盯着弱者，而是要抽刀向强者。念及此处，向龙的心态恢复，决定安心练级，不再管闲事。终于远离了聒噪。苏明取出桃花仙爆出来的装备，准备查看一下属性。名称：桃花仙戒指，品质：卓越级装备，效果：全属性增加15点。使用限制：全职业通用 LV 30级装备，20级以上可以使用，无属性要求。附注：此戒指为可成长装备，集其桃花仙套装之后，可蜕变为史诗级装备，大幅提升全属性，并且能够施展桃花仙的技能10里桃花和百花凋零。此装备具有唯一性，一经绑定便不能让他人使用，跟不化骨迎战一样，爆出来的乃是套装戒指，装备效果同样炸裂。苏明心想，
等以后要试着寻找同类型怪物，尽快把套装搞出来。桃花仙爆出来的还有一件肚兜，苏明打算一并查看，虽然他坚决不会使用。名称：桃花仙肚兜，品质：卓越级装备，效果：增加双抗防御力 10%， 附加特性：君王不早朝，施展之后有 5% 的几率魅惑敌人。使用限制：全职业通用 ，LV 20级装备，15级以上可以使用，无属性要求。该装备为特殊装备，不占用通用装备格。附注：贵妃素锦贴身衣物，一缕香魂寄于此，或有无穷妙用。看完肚兜的属性，苏明有些麻木。这特么，一个我不能用的肚兜，你把效果搞这么好，这不是搞我心态吗？要不，第029章，朱且。古代帝王即将降临，苏明打算找个地方蹲守。他正在密林中行走，突然，一道白色匹链从灌木丛中飞出，急如箭矢。电光火石间，苏明一个跳步，堪堪躲开偷袭。嗖！那匹链团射进一棵人腰粗的大树，将树躯都给干裂了。看到这一幕，苏明背后出了一身冷汗。还好自己常怀警惕之心，否则这一下便要交代了。藏头露尾，滚出来！苏明一边怒喝，一边开启红龙之守护的技能。小崽子，你命可真大！一名身着白色纱衣，装扮的如古代舞姬风韵美妇，迈着莲步走出。对方没有隐藏自己的职业信息。宁清雪稀有职业舞姬，3转50级，加之装备加成，各项属性基本都突破500，面板务工便已破1000，难怪可以将一棵大树轰断。风韵美妇眼眸中流转着仇视之光，似是对苏明极为怨恨。我何时跟这种女人有交集？看她的样子，像是被白嫖不给钱似的。苏明转念一想，就通透了，这女人怕是跟向龙有关。果不其然，对方张口第一句便是：你惹谁不行，偏偏要惹罗儿，他自幼心高气傲，岂是你能侮辱的？小崽子，在炼狱中好好磨练，下辈子做个好人。嗖嗖，美妇袖子中各自飞出一道匹链，直取苏明的咽喉。她是向龙的生母，由于身份卑贱，进不了向家的门，只能暗中守护儿子。相见却不能相认，这种痛苦时时折磨着她。不能陪伴儿子，让她很是愧疚，因此见到有人侮辱儿子，她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小崽子，受死！白色匹链急如箭，当当，清脆的金属交鸣声。宁清雪眉眼婉转，闪过一丝惊恐。这小子什么情况？被一头怪物保护？好！穷奇仰天咆哮，随之扑了过去。这个女人打痛他了。宁清雪近千的攻击力堪比一头人形 BOSS， 打在穷奇身上，经过伤害减免，能够造成110点伤害。他奋力挥舞匹链，犹如月姬翩翩起舞。只是画面再美，也掩盖不了他输出乏力的事实。他一通操作猛如虎，一看伤害250，着实是惊到了。这小子是什么来头？竟有一头实力超强的怪物贴身保护。他几次想要突破穷奇的防御，来一个擒贼先擒王，可找不到任何防御漏洞，反倒是自身的血量在狂降。他连磕红药的功夫都没有。撕拉，利刃破不搏。宁清雪的装备银月匹链快被穷奇抓成碎布头了。噗嗤！穷奇可不懂得怜香惜玉，更不好为武移风，宛若金刚狼般的爪子将女人半边身子抓得血肉迷糊。也就是宁清雪等级高，否则早就魂归西天。穷奇，等一下！苏明喝退准备给敌人致命一击的穷奇，而是道拖着猎魔法剑走到女人面前。对不起，错，我不该。宁清雪的眸子中溢满了悔恨，她觉得自己太莽撞了，应该多带些人的。别说对不起，若非我有神兽守护，躺在地上求饶的是我，你会放我一马吗？宁清雪尚未来得及回答，就见少年高高举起长剑，出手时没有任何犹豫。噗嗤，长剑贯穿女人的心脉，致命一击，女人血条见底。第二次杀人，苏明不再感到恶心，冷静地从地上捡起一块匹链，擦拭掉裂魔法剑上的血迹。女人很穷，除了一身装备，别无长物，而这装备也被穷奇撕咬得不成样子。一套女性破损装备，苏明觉得没有修复的价值，就没有拾取。呼呼呼！平地起狂风，乌云遮苍穹，世界一下子暗了，人在对面难相识。轰隆！云层中酝酿雷霆，闪光撕破了黑暗，万千雷霆落地，勾织出雷山火海，如同末日降临。狂野密林中，所有怪物匍匐在地，像是在迎接帝王。嘎吱嘎吱，大地裂开一道口子，一口黄金棺材现世。目睹这一幕的转职者无不感到心惊。雷霆落，金棺现，看来 BOSS 现世了。苏明骑着穷奇
悬停在高空，默默注视着那口耀眼的金冠。吱呀！金冠开启一条缝隙，冠中探出一只干枯的爪子。吱吱，爪子刮擦着金冠，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约莫过去半盏茶的功夫，轰！金冠的冠盖被掀飞，一尊身着明黄龙袍的干尸从冠中爬了出来。呼！干尸深吸一口气，干瘪的肉身如同吹气球般快速鼓胀起来，不一会便血肉丰满。黑金色的深邃眼眸，英俊非凡的脸颊，举手投足间尽显帝王威严。他举起双手，双膝跪地朝天拜。旋即乌云散，金阳出。帝王手扶腰间剑，黑金色的瞳孔迸溅出无尽杀意，境域凌空飞起。苏明能够感觉到那杀意是冲着自己来的，毕竟自己宰了他的贵妃。名称不化骨朱雀，品质卓越级，等级 LV40， 攻击力2684，防御力2103。注：此怪主物理防御，法伤抵抗为防御力的 10%。血量18561，蓝粮4896。技能不灭体 LV30， 通幽 LV30。不灭体 LV30， 施展后提高自身防御力 120%， 施术期间不能移动。蓝粮消耗1500，冷却时间12小时。通幽 LV30， 可以从9幽之中召唤300名部众，技能效果随着等级提升而提升。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1小时。小传：本是古之王朝朱雀国的帝王，历经图治10余年，仍未能扭转王国命运，在反贼攻破帝都之际，自缢于后山的歪脖子树，埋骨数千年，遭受邪力侵扰，修成不化骨。触发条件：击杀贵妃桃花仙素锦。看完这头 BOSS 的属性，苏明心中一惊，好强，好变态的属性，被这怪物惦记上，滋味可真不好受。还好转职者都是狼，垂涎这块肥肉许久，不用苏明出手，便有无数转职者蜂拥而上，猎杀 BOSS。与此同时，各大开荒团开始争抢怪物的猎杀权。苏明不急着出手，待下面局势明朗再说。他百无聊赖，觉得穷奇要是能再长大一些就好了，那样就可以在其背上整点烧烤啥的。赵火旺是银狼开荒团的骨干，率队过来就是想着将这头 BOSS 迅速击杀。结果天道如此偏袒怪物，唯有一传的转职者才能对朱且造成伤害。还好他这队伍中有一传的转职者，否则真就白跑一趟。六子，你带着一传的弟兄们赶紧灭杀 BOSS， 我带队在外围守着，防止别的转职者接近。赵火旺瞬间做出决断，指挥部下有条不紊的猎怪。银狼开荒团的六子乃是一名大剑士，由于朱且的物抗太高，他的伤害输出感人，只能口嗨指挥。李晨，你小子输出时控制一下伤害，以免过度吸引怪物的仇恨。盾骑士紧跟远程输出的步伐，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们。清雅，及时给奶。唐人快控场，怪物的仇恨值紊乱了。六子一通指挥，稳稳地消磨 BOSS 的血量。只是他们队伍中一传的转职者太少了，只有20-30人，法系输出更是只有5-6人，打了半天才磨掉怪物一丝血皮。赵火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是野外 BOSS， 谁抢到便是谁的。他依靠蛮横手段清理其他转职者，对此 BOSS 进行包场。其他开荒团乃至官方工会自然可以用同样的手段。他已经在团内频道中摇人，让所有一传的转职者尽快赶过来。这里已经被我们银狼开荒团包场，不准任何人进入。银狼开荒团算什么？让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赵火旺听到吵嚷声，他阴沉着脸走过去查看情况。滚开！你知道小爷是谁吗？林浩骑着一头红龙，恨不得鼻孔冲天。我不管你是谁，我再次重申，这里被银狼开荒团包场，请速速离去，否则杀无赦。第030章抢 BOSS。我倒是要看看谁那么大口气，要硬刚我们银狼开荒团。赵火旺眼中闪烁着讥讽。啪！龙骑士林浩掏出一枚族徽，傲然道：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是精灵林家的族徽。精灵林家？赵火旺眼中闪过一抹讶然，继续说道：不认识。你林浩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素日里他一亮族徽，在江南省谁不得给点面子，今日却在金海市栽了跟头。乡巴佬就是没见识。那小爷我亮出龙骑士的身份呢。轰！林浩手上浮现出一团光芒，往苍穹一指，天空悬然裂开一道缝隙。云聚龙吟，一尊红龙从虚空中飞出。惊到了吧，乡巴佬们！林浩嘴角一撇，脸上满是傲然。龙骑士在史诗级职业中乃是最顶尖的存在。看着狰狞凶恶的龙，赵火旺心中一惊，
果然是大家族的少爷吗？不过就算是精灵贵族，他也不打算相让。他不觉得对方家族的爪子能够伸到金海来，就算伸来也不怕。银狼开荒团在金海亦是数一数二的势力。林家大少爷，就算你是高贵的史诗职业，但是现在还没有成长起来，可千万别太嚣张啊，否则夭折了。你是在威胁我吗？林浩的脸色阴沉下来。这我可不敢。赵火旺装作害怕的样子道：我只是好心提醒，毕竟跟精灵比起来，我们这金海穷山恶水的，容易出刁民。高空，苏明趴在穷奇身上睡了一觉，结果醒来发现 BOSS 还有老长一管子血。这个所谓的银狼开荒团不行啊，照这个打法，猴年马月才能干翻 BOSS。苏明是真的等着急了，他想着等别人打得差不多了，便摘桃子呢。太菜了！苏明对银狼开荒团的表现非常不满，觉得要是换做救人开荒团，这会怎么着也得磨下去1/3的血量。还真是，说曹操，曹操道：救人开荒团的人前来清场了。金海市的土霸主银狼根本扛不住，夹起尾巴将 BOSS 让了出来。救人开荒团带来一支60人队，法师、盾骑、奶妈等比例，甫一接手就将 BOSS 削去一截血量。苏明立马来了精神，摩拳擦掌准备抢 BOSS。这时一头西方龙升空，好！林浩的红龙看见苏明之后，立马龇牙咧嘴，喷吐着重重的气息。火球，别闹！林浩安抚了一下坐骑，惊讶地看向苏明：喂，你好，你是虎骑士吗？我是龙骑士，史诗级职业。没想到能在这遇见职业相近的人，咱们龙虎双骑士联手，将下面的 BOSS 给抢了吧？当然，我自己就能抢，不过我觉得龙虎同时出击，名头比较响亮。苏明眉头微微一皱，这家伙好吵啊！说起来，他跟这家伙还有一丝渊源。这厮从精灵赶到金海，就是想挑战他这个屠龙者。不过这厮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苏明也懒得戳破，反而想逗逗对方。你说我们联手，如何分配战利品？当然是谁抢到是谁的喽。兄弟，你该不会是想白嫖我的车队吧？这也不是不行，不过你得给钱哦。虽然我不差钱，但是白嫖的话传出来不好听，所以行，就按你说的办。苏明抢着说道，就是怕对方聒噪个没完。兄弟，你该不会是嫌弃我话多吧？你要是嫌弃，你就跟我说啊，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你说对不对？苏明有种一巴掌将对方扇飞的冲动，他算是看出来了，这厮就是一个大话痨，所以还是不要跟其对话为好。话说这厮的坐骑不错，一头20级的红龙，功高血厚，难怪能破了绿野平原的副本。这头龙应该长龙筋了吧？苏明的目光在红龙身上来回瞟，他很想将这头龙干死，把龙筋给挖出来。穷奇破除次元封印，需要用龙筋。兄弟，准备上喽！两人说话间，救人开荒团将朱且的血量磨掉了一半。等到 BOSS 红血，我们再上。龙骑、虎骑同时出击，吓死他们！约莫过去10分钟，朱且的血量降至临界点，终于使用了30级的不灭体，并且在使用之前召唤出300名身披重甲的陌刀兵。盾骑顶上，奶妈准备抬血。救人开荒团的领队冷冰寒沉着应对，和令盾骑士挡住了陌刀兵的冲击。法师们赶紧念咒施法，火球、冰剑、锋刃一股脑的往那些骨质亡灵身上招呼。只是敌众我寡，想要干掉陌刀兵需要一点时间。此时无暇顾及开大招的朱且，好在这司技能一开便不能移动，更好在外围有高转守护，避免外人捡漏。只是他漏算了天空，轰！一道炽热的烈阳朝 BOSS 席卷过去。芜湖，本大爷闪亮登场！林浩人未道升仙至，驾驭着红龙，肆意对着朱且输出，后者的血量不断下降。冷冰寒眼眸一冷，救人的 BOSS 都敢抢，当真是活腻歪了。他高声喝道：射雕手，将天空中的小贼射下来！射雕手乃是稀有职业，比之寻常的弓箭手，射得快，射得准。嗖嗖嗖，上百支箭矢朝林浩传射过去。二转射雕手的攻击，他那里敢应接，赶紧操纵红龙飞向高空。小爷不跟你们玩了。哎，兄弟，你要干什么？下面有弓箭手，危险危险危险！看着与自己背道而驰俯冲向 BOSS 的盟友，林浩一脸的惊讶。地上冷冰寒也是感到不可思议，刚赶跑一个骑龙的，结果又来了个骑虎的。这虎长了一双翅膀，绝非凡俗啊！不待他震惊完，穷奇无视箭雨冲至不化谷朱且的头顶上方，伸出锋利的爪子，狠狠嵌入 BOSS 的肩膀。这是虎骑士吗？不记得有这个职业啊。不对，这应该是御兽师。冷冰寒仰着脑袋，美眸中闪烁着难以置信的神采。
他出身权贵之家，是见过成长起来的御兽师的，这个被称之为鸡肋的职业，若是契约了天赋卓绝的宠兽，能够展现出不俗的战力。可是实力强大的御兽师无一例外都是高转，这家伙既然能够围猎世界 BOSS， 说明其还是一转。等级如此之低的御兽师，契约的宠兽却能对 BOSS 打出破千的输出，而且还是物理伤害，这天赋潜力简直令人感到恐怖。要知道他率领救人开荒团60人磨了半天，也不过打了近10000点伤害，可对方的宠兽只一招就打出1000多点伤害，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冷冰寒感觉自己都要自闭了。苏明自然不知道穷奇一记普攻就引发了剧烈的反响，龙骑士也有些懵逼，他向来以为自己这史诗级主战职业对区域 BOSS 打出500点法术伤害足以傲视同阶，没想到合作者的宠兽随手一击普攻就能破千，妈了，他人要妈了！看着直接将 BOSS 抓走的穷奇，龙骑士心中有股身处梦境的感觉。那个兄弟等等我啊，咱们可是盟友。第031章身心互换，冷冰寒惊呆了。先前龙骑士赶来抢救人的 BOSS， 他以为就能称之为勇猛了，结果来了个更猛的，直接将 BOSS 给叼走了。这他们是什么操作啊？饶是冷冰寒出身权贵之家，自身涵养极好，可还是没忍住爆粗口。愣着干什么？快追啊！随着朱且被叼走，那些被召唤出来的陌刀兵也化作一捧黄土。救人的转职者从未见过这种抢怪操作，一时间有些懵逼。听到冷冰寒的呵斥，救人的团员才如梦初醒，追击抢怪之人。可是对方的影子都没了，辛苦半天给别人做了嫁衣。冷冰寒气得跺脚脚，有些后悔没有带飞行职业。该死的混蛋，别让我抓到你！冷冰寒在脑海中不断回忆抢怪之人的音容，打算回去之后让侧写师将该死的混蛋画出来，然后进行通缉。呼！穷奇开启御风之后，速度奇快无比，堪比一辆油门踩到底的超跑，早就将追兵甩没影了，只有龙骑士远远掉在身后。苏明坐在穷奇的背上，眼眸往下看，四处打量，想着给朱且找一处合适的葬身之地。枕山傍水，此地不错。苏明拍了一下穷奇的脑袋，示意其下落。轰！朱且坠地的过程中依然开着不灭体，但落地后立马朝苏明扑过来。他出现在狂野密林就是找苏明报仇，因此后者不用挂伤害，仇恨值直接就拉满了。苏明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管是攻击还是防御都搞不定这具不化骨，所以他也没有装 X， 让穷奇摁住朱且，当成大号磨牙器玩。穷奇的属性实在太变态了，饶是不化骨的防御很高，也架不住被反复摩擦。好，朱且在不甘和绝望中熄灭了生命之火。上辈子自缢于歪脖子树，这辈子被当成大磨牙器。这位古之王者的死法千奇百怪，也算是没有白活一遭。不过有一说一，朱且还是很慷慨的，一下子爆出来3件物品。名称：不化骨胸甲，品质：卓越级装备，效果：体质加50，双防加50，力量加10。使用限制：全职业通用 ，LV 30级装备，20级以上可以使用，无属性要求。不化骨套装之一。苏明眼中闪过一丝笑意，不化骨套装共有6件，而他现在拥有2件，及其套装指日可待。可惜现在还不到20级，不然他非得体验一下体质加50的感觉，都可以当血牛了。将胸甲收回背包，苏明正打算查看其他2件物品。兄弟，你太不讲义气了吧？说好的结盟抢 BOSS， 你自己却在这偷开箱子。快说，爆出来什么好东西了，分享给我。还有你这头蠢虎太厉害了，竟然能将 BOSS 叼走，你是怎么养的呀？好！穷奇朝林浩怒吼一声，若非受到主人钳制，他非要让骂他蠢虎的人类体验一把无头的快乐。苏明将那2件未被鉴定的物品放回背包里，神色淡然道：你自己说的，战利品是按照伤害分配，所以你打出多少伤害？林浩难得感到不好意思，扭捏道：差不多500吧。哦 ，BOSS 回血之后，我一共造成5000多伤害，怪物爆出来3件物品，按照10比1的分配原则，你什么也分不到啊。再者说 ，BOSS 是我抢走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林浩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但是他很想知道 BOSS 爆了什么东西，便死皮赖脸道：我可以不参与分配，但是能让我看看是什么吗？不是很能，只那1件不化骨胸甲就能拍出天价来，其他2件物品想必也不会太差。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苏明深谙这个道理，自然不可能将朱且爆出的物品拿出来，而且他也不愿跟此人有过多的交流，主要是太吵了，很烦的。哦，他跳上穷奇的后背，二话不说便飞走了。林浩见状赶忙去追，可是双方宠兽的属性差的实在太多，而且穷奇还拥有技能御风，红龙类的口吐白沫也追不上。其实他应该庆幸，
苏明对他的坐骑红龙挺感兴趣的，很想将其龙筋挖出来，为给穷奇增加次元封印解锁进度。他再追下去会变成无龙骑士的。苏明驾驭穷奇飞了很久，找到一处山头停了下来。他将帐篷搭了起来，又架上铁锅烧水，准备下包红烧牛肉面。做完这一切，他才将朱且爆出来的2件物品拿出来：一本技能书，1块破羊皮。他先拿起技能书，使用了鉴定术。名称：技能书身心互换。效果：学会此技能可以宠兽互换属性、身心、技能。使用限制：御兽师。神技。苏明二话不说，选择了学习。身心互换 LV10100，施展之后可以跟宠兽互换属性，技能升至满级可以互换身心。技能：当前技能持续时间5秒，蓝量消耗 50.1 秒，冷却时间1天。看完技能介绍，苏明认为这技能若是被寻常御兽师得到，意义并不大，因为像跟苏明同等级的御兽师一般是契约长尾兔、短嘴鸭之类的宠兽，了不起的契约个追风狼，但这些宠兽的属性比之御兽师本身高不了多少，互换之后的加成并不多，又加之技能初始效果只有5秒钟，怪物还没爽呢，这边技能就结束了。但苏明就不一样了，他若是跟穷奇互换属性，哪怕时间只有5秒钟，也够做很多事情了。这对他来说绝对是神技。他不带任何犹豫，将升级所得的所有技能点一股脑加到这一技能上面。技能升至3级，持续时间增加2秒，蓝量消耗增加10点。7秒真男人。苏明强忍住想试一试的冲动，拿起朱且爆出来最后一件物品。名称：冥土指引图残1/9。介绍：集其残图可以开启神话级秘境幽冥地府。介绍很短，但苏明极为吃惊。神话级秘境，据他所知，当今世上最难刷的副本乃是传说级别，神话级闻所未闻。朱且再降临一次吧。苏明难掩兴奋，觉得这个 boss 抢得太值了，哪怕因此得罪了江南省第1开荒团救人也是值得的。第032章准备契约新宠兽。次日，东方破晓，苏明便起来杀怪。俗话说早起的鸟有虫吃，狂野密林中的转职者本来就少，又加之救人开荒团在此地疯狂找人，大家都怕麻烦上身，便换个地方练级。苏明自然能猜出来，救人开荒团是在找他，但他并不打算离开。这么好的练级资源，可不能浪费啊！而且他还想试试昨天新学的技能呢。一人一兽来到狂野密林深处，这里的怪物都是30级起步，而且还都喜欢扎堆。就这里了，苏明想着最多用2天时间把等级刷到20。其实要不是御兽师职业需要跟宠兽平分经验，他早就20级了。活动活动筋骨，苏明摸了摸穷奇的大脑袋，施展了技能身心互换。轰！他身上爆发出极强的力量，有种恨天无把恨地无还的感觉，而穷奇有种昨夜蚁手装逼次数过多的感觉，肉眼可见的神色萎靡。主人对我做了什么？这尊上古大凶眼眸中流露出迷惘。只有7秒时间，不能浪费。苏明心中默数着秒数，随之提着猎魔法剑，如同脚踩风火轮般冲进怪物堆中，砍了一剑，将一棵30级的树精直接劈斩成2半。还有4秒时间，足够再砍一剑以及撤退。嗡！苏明以似乎能斩断流云的速度再次分尸一棵树精，这种充满力量的挥砍实在太爽了。不过时间快到了，一旦穷奇的力量消失，他又将恢复弱鸡状态，不敢在怪物堆中久待，拔腿就走。值得一提的是，一头树精兴许是想为同伴报仇，用粗壮繁杂的根系缠绕着苏明的腿，免费体验一把乌鸦坐飞机。感受到人类的力量消失，树精竟然流露出人性化的笑容，就要往苏明身上喷射树种。噗嗤！穷奇力量回归之后，一爪子便将树精拍死了，随后用脑袋贴着苏明来了个撒娇蹭蹭大法。他刚才以为自己的力量消失，再也保护不了主人呢，还好力量回归了。苏明安抚一下这只大猫，笑着说道：小穷奇，开启猎杀模式，咱们争取早日升到20级，我能契约新宠兽了，便给你找个母老虎。嗷呜！穷奇兴奋地吼了一声，小旋风似的冲进怪物堆中。雷海，神雷天降！本来绿意盎然的树精染成了黑发，顺便烫的头，当然代价比较大，付出的是自己的生命。穷奇的技能特性还挺适合在狂野密林刷怪的，一个雷海便能刷掉一波。可惜的是，神威刷新之后也只能用4次，用完之后只能用普攻杀怪了。从天亮到天黑，他终于是升到了18级。值得一提的是，练级期间他遇到了救人开荒团的转职者，并且从他们口中得到确切的消息，这些家伙就是在找他。不过由于没有画像，只有言语描述，
以至于他站在面前也没有被认出来。好在救人的转职者还算讲理，没有搞什么一言不合就拔刀，只是对方一直询问苏明的下落。苏明勉为其难，犹豫片刻，方才说道：“其高头大虎者，便是你们要找的人。”对方道了一声谢，便匆匆离开。苏明也离开密林，打算找个地方歇脚。一夜无话。次日一大早，苏明就收拾妥当，打算继续练级。不知是何缘故，救人开荒团的转职者都离开了。说实话，苏明还挺希望他们在这的，因为他们一走，练级的人便多了起来，这多少会对苏明刷怪的速率有所影响。夕阳西沉，他的等级定格在19级，距离20级还差4、5千经验。今日无论如何都要刷到20级，然后回城一趟，处理背包中用不上的装备以及怪物掉落的材料，直到月亮探出头，他才升至20级。加完属性点之后，他便着急忙慌地往家中赶。借着月色，他骑着穷骑归家，倒是比来时快了很多。回到家中，苏明并没有急着召唤宠兽，他觉得这是很虔诚的事情，最好是朝阳升起时再进行召唤，而且还要沐浴更衣。他对第二只宠兽可是相当期待，因此不敢不重视。主要是山海经中不尽是厉害的异兽，还有许多花瓶，要是抽中这些，多半只能当成吉祥物。他冲个凉，换上洗得发白的家居服，便躺到床上，随后打开个人面板，点击交易大厅。他打算开个虚拟账号售卖装备，这个交易系统是天道出品，完全不用担心个人信息泄露。苏明将虚拟账号的昵称设置为初号机，然后便在货架上挂售物品。他淘汰下来的装备，像什么灵魂戒指、鬼火之刃以及附魔石岩石之心，还有许多白板装备，他全部摆上货架。其中有些物品他并不知道市场价值，便选择让天道定价。天道至公，最起码不会亏。他犹豫了片刻，觉得应该摆上一个镇店之宝。思索良久，他将桃花仙的肚兜拿出来，摆到货架上。定价的时候，他想了片刻，决定设置为拍卖形式，起拍价10万2币，每次加价不少于1000币，1日内无人出价，自动成交。搞完这一切，他就关掉面板，准备睡觉。反正交易的事，一切有天道操纵，他不用操心什么。苏明的同学小胖子方圆靠着一手好奶，在萌新转职者圈子里混得很开，有狩猎队免费带他升级，并且尽可能让其多吃经验，以至于他这个辅助职业升级速度不比战斗职业慢，都挺进15级了。距离大学的入学考核还有差不多1周的时间，他觉得自己很轻松就能升至18级，考上一所比较好的院校，努力甚至可以冲击到20级，未尝不能报重点院校。他这么晚还不睡，就是想着买些装备，从而提高自身属性，这样可以对怪物造成更高的伤害，分润更多经验。一般来说，挂拍卖行的物品要比普通方式出售的显得珍贵，因此方圆先行查看拍卖行的物品，根据自身条件筛选，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森林法杖的火戒指，适合他的装备还是挺多的。他刚准备仔细挑选，被一个一闪而过的物品吸引到了目光。这是肚兜？尼玛，还有人拍卖肚兜？第033章，青丘，这玩意挂上去谁会买啊？方圆嘴角噙着一抹不屑，下意识就要将肚兜划走，可突然犹豫了一下，桃花仙肚兜该不会是什么特殊装备吧？算了，看看也没什么损失。方圆点开肚兜的详情介绍，瞬间瞪大了眼珠子。卓越级装备，100分比增加双抗，还有附加特性，关键还不占用装备格子，这不是相当于可以多穿一件装备吗？简直就是一件神器。方圆才不会承认自己看到备注里桃花仙的幽魂寄语肚兜中或许有无穷妙用，他看中的是肚兜的属性，这等神器才售卖10万币。方圆感觉自己要捡漏了，赶紧加价1000，并且在心中祈祷其他人千万不要看到。一夜无话，苏明醒来后先打开交易市场，看看自己所挂售物品的情况。好家伙，开幕雷击，桃花仙肚兜从10万起拍价一路飙升至100万，而且还在不停的加价。挂售之前他就知道这件肚兜将会引起轰动，一件不占用装备格的装备，完全可以用到后期，这对女性转职者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当然，加价的人并不全是女性，还有不少男性转职者。苏明摸了摸下巴，果然还得是 LSP 穿用一体，价值翻倍。交易市场由天道操控，钱物都不用转职者操心，苏明便将面板关掉，准备沐浴更衣后契约新宠兽。异世空间，苏明再度见到山海经，依然是感到震撼。一本遮天蔽日的巨书，散发着耀眼之光，恍如一轮烈阳，能不震撼吗？抽取山海异兽，苏明手中捏着一枚龙之逆鳞。与此同时，金色巨书山海经开始快速翻页。苏明将逆鳞甩了出去，
将山海经的页数定格。这次会是右东300里，曰青丘之山，其状如狐而九尾。恭喜宿主，契曰青丘妖主九尾白狐。一语落，一尊小山般的九尾白狐出现在苏明眼前。第二只宠兽竟然是九尾狐。苏明眼眸中闪过惊讶，就知名度而言，这尊九尾狐的名声可是比穷奇还要响亮，美丽且强大。抽到九尾狐，苏明相当满意。不过先前答应过小穷奇，给他搞来一头母老虎，不知道母狐狸行不行？反正狐只是声调不同。嗖，身形缩小的九尾狐化作一道流光，扑进苏明怀中，并且用毛茸茸的小脑袋亲昵地摩擦主人。苏明轻抚着小狐狸柔顺的毛发，从后者天蓝色的眼眸中竟然看到一股浑然天成的魅意。他安抚一下意欲抢戏的小苏明，心中却是在想，不知道小狐狸能不能化作人形。没有其他意思，就是单纯的想知道狐媚美人究竟有多美，是否像神话中的苏妲己那样。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九尾狐的面板，名称九尾狐，次元封印，品质神话级，等级 LV10100，攻击力5000，防御力4000，血量4000，蓝粮4000。技能国色圣灵九尾巡天。国色以倾国之姿魅惑众生，对敌方单位造成2秒钟定身效果，并且可以打断敌方单位施法。蓝粮消耗1500，冷却时间无。圣灵释放九尾之力护持有方单位，免疫一切控制，效果持续5秒钟。技能结束后回复有方单位自身10%的血量。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1小时。九尾巡天释放体内九尾之力，造成自身攻击力150%的单体攻击，在造成伤害时，对生命值高于80%的敌方单位额外造成自身攻击力50%的伤害，对生命值低于20%的敌方单位造成10%自身攻击力的持续伤害效果。九尾之力可以防护自身，获得3秒无敌状态。蓝粮消耗1蓝条，冷却时间1天。由于见识过穷奇的变态属性，苏明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可是看完九尾狐的面板，他还是惊呆了。哪怕是被次元封印的山海异兽，也要比同等级的转职者强大上百倍。这还不算技能，九尾的3个技能有控制，有解控加回血，还有强大的单体攻击。简单来说，就是暴力性应付。苏明先前就有计划，等契约第2头宠兽时，就让穷奇专注打野，不用再分心保护他。九尾的到来，恰好让他的计划得以实现。到时自己左穷奇，右九尾，天下何处去不得？苏明迫不及待地想带着九尾试一试技能效果。刚准备出门时，碰到班主任温馨元前来家访。由于每年都有转职失败的同学，承受不了打击，草草结束年轻的生命，6中便给班主任安排了任务，要定期上门给转职失败的学生做心理疏导，包括转职成废物职业的。他们班的穆轩便是转职成为掏粪工。这小伙子心高气傲，承受不住压力，让其表姐带着练级，结果双双离奇失踪。其父亲为了找他，1星期了也不见人回来。穆家没了主心骨，短短几日就败落了，被其他家族吞并。经此一事，温馨元还背了一个处分，校方责怪他心理疏导做得不到位。他几次前来想给苏明做疏导，结果总是家里没人，他以为又出事了呢。好在这次堵到人了。严格来说，御兽师只是鸡肋，并不算废物职业。但温馨元觉得苏明乃是班里的学霸，却转职成为鸡肋职业，担心其想不开，必须做心理疏导。老师来家访，苏明只好将其请到家中。不过他将小狐狸召唤出来之后，就没有让其回御兽空间，而是一直抱在怀里。温馨元看到之后，眼中闪过一抹惊讶。苏明，你这只宠兽从哪来的？苏明正想着如何应答，班主任却自顾自说道：你父母都是转职者，而且自身等级还不低，给你留下一笔财富，这也是很正常的。既然你能契约到宠兽，证明你已踏上升级之路。御兽师这个职业可能比起其他战斗职业升级会慢一点，但终归是战斗序列，只要按部就班的练级，终将会成为一方强者。听完老师的一番话，苏明很想告诉对方自己已经20级了，一只脚迈进入学北京大学的门槛。可老师不停地运用心理学对他进行唐僧式的轰炸，他没有机会开口解释。总之，你这宠兽虽说现在很弱小，但等其成长起来，就能给你提供很大的帮助。你要放平心态，一切事情慢慢来。老师相信你，一定可以上大学的。大学考核之前，我还会来一趟的。第034章，救命！神级天赋，狂野密林。苏明怀中抱着小狐狸，胯下骑着穷奇，后者今日异常兴奋，看到怪物后便想雷海洗地。苏明连忙喝止，他打算试一试小狐狸的技能。
小狐狸，搞他！苏明指着正在做不可描述之事的银甲狂熊，高声喝道：“小狐狸，用国色进行控制！”小狐狸舒展下腰身，饱含魅意的眼眸中飞出2颗小红心，直接将正在运动的狂熊当场定住。待技能效果过去，银甲狂熊由于运动惯性，冲刺势头不减。苏明让小狐狸再度使用国色，那大熊又被定住了，连眼睛都不能眨一下。有趣，这个技能很好玩。等小狐狸成长到后期，蓝量足够的话，可以将怪物变成卡点工具。苏明开始期待小狐狸的花式整活。试完国色，小狐狸仅剩1000点蓝量，什么都干不了。苏明拿出2组蓝药，给小狐狸回满蓝，继续试技能。小狐狸用大招，轰！九尾狐恢复妖族真身，小山般的白狐浑身散发着妖异的光芒。他仰天长啸，施展了九尾巡天，瞬间天地变色。随之，一尊巨大的狐影自9天坠下，朝银甲狂熊砸去。技能本身伤害负7500，触发技能特性负2500，叠加起来伤害破万。这一对狂熊连反抗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就双双化为了飞灰，伤害爆炸，单体伤害堪比穷奇。而且小狐狸的技能还能给自己套无敌状态，总体来说强的有些变态。对这2个技能的效果，苏明非常满意，打算回头再试2技能。主要是有2头山海异兽在，他在狂野密林这1亩3分地根本没有受伤的机会。试完技能就该带小狐狸练级了，要尽快带其升到20级。一家人嘛，就要整整齐齐。狂野密林的怪物还是挺多的，而且转职者较少，苏明打算就在这练级。1人2兽降落到密林中。值得一提的是，苏明这山海御兽师比之普通御兽师多了一种练级模式，他可以选择让宠兽独享经验，也能不让宠兽吃经验。他先前没有使用，是想着要跟小穷奇的等级同步，但现在为了尽快将小狐狸提升至20级，他将练级模式设置成小狐狸独享经验。随后他拍了拍穷奇的脑袋，示意其可以开启杀戮模式，不用再分心保护。穷奇嗷呜一声冲进怪物堆中，使用雷海洗地，将10几头怪物轰成焦炭。穷奇骄傲地昂起脑袋，想要得到主人的夸奖。主要是自从主人有了第2头宠兽，怀抱便不属于他了。如果他能口吐人言，必然要骂一句狐狸精，勾引我主人。苏明正在撸狐狸，倒是没有注意到穷奇的小动作。见主人都没有看自己，穷奇心情有些低落，觉得可能是自己做的不够好，于是使用神威刷新技能，轰轰又来了3发雷海。结果小狐狸身上不停地冒白光，接连不断的升级，10级了。苏明对这个练级速度还是很满意的，预计2、3天的时间便能将小狐狸带到20级。小穷奇继续努力杀怪。自家主人终于注意到自己，穷奇异常的兴奋，像一条脱缰的野狗般在怪物堆中嘎嘎乱杀。另一边，苏明坐在树桩子上，怀中抱着小狐狸，心中却是在想，以后出来练级应该整点烧烤工具，这样小穷奇奋力杀怪，他和小狐狸则是能以吃助兴，主打的就是陪伴式刷怪。等到夕阳西下，小狐狸升到了10级，可以解锁山海天赋了。苏明连忙查看，结果被震惊到了。山海天赋9命，9命，领悟山海之力，激活9命轮回，获得此天赋的宠兽可以获得9条性命，每7天可以用1条，消耗掉的命需要用神兽精血补充。9条性命，这近乎不死了呀！苏明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内心的震惊。小狐狸这天赋实在太强了，不知道他的身心互换技能升至最高级，能否互换这山海天赋？若是可以的话，他觉得自己要起飞。9条命啊，那不是可以浪得飞起？其实传说级以上的 BOSS 是能够爆出替死人偶的，只是替死人偶的爆率极低，每一个都是价值连城，而且是有价无市，都掌握在有权有势之人手中。这替死人偶虽能代替1次死亡，不过每名转职者只能使用2次，而且使用后若是死了，自身等级经验清零，背包里的物品全部爆出。反观小狐狸这天赋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而且命消耗之后还能进行补充，绝对的神技。苏明很想抱着小狐狸亲上2口，但是瞥见小穷奇炯炯有神地看着自己，只能轻咳一声将小狐狸放下。又刷了1会级，苏明准备回城。之前在野外露营是想着争分夺秒的练级，但现在已经20级，可以报考北京大学了。而且有了小狐狸之后，他练级的速度大幅提升，完全不用担心升级的事。再者说，趁着夜色期穷奇赶路，速度还是挺快的，不消半个小时他就回到了家中。简单收拾一番，他躺在床上打开了交易市场，挂售的装备卖的差不多了。主要是现在是转职季，萌新转职者对装备的需求量很大，
而等级适合的装备产量并不高，属于僧多粥少的局面。因此，苏明根本不用担心装备卖不出去。他那些白板装备以及岩石之星等，共计卖的近200万 RB， 这对他来说真的是一笔巨款。要知道，转职前他每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到500元，200万省吃俭用点，能够用很多年。当然，以他现在的赚钱能力，根本不用省吃俭用。他身上的装备随便拿出来一件都是100万起步。就他挂售的桃花仙肚兜，拍卖价格已经从10万涨至320万，并且还有人竞拍。桃花仙真的是一位富有且慷慨的 boss。苏明感慨一番后，便关掉交易市场，想着明天出城前去买辆机车，并且购置一些野炊用品。反正转职者的背包空间挺大，不用白不用。第035章化形，男人的终极梦想。轰隆，一辆黑色机车行驶在官道上。操，这家伙真虎啊！敢骑着机车赶路，就不怕引来怪物围攻吗？多半是个愣头青，兜里有几个臭钱，就想显摆显摆。苏明并未听到路人的议论，他着急前往炼级点带小狐狸升级呢。大约半个小时，苏明来到狂野密林之外，却是发现转职者多了起来，主要是大家的等级上来之后，自然是拥挤在高等级的炼级点。看来这里待不久了。苏明心中默然吐槽一句，便往密林深处行进。抵达相对来说转职者较少的地方，他便将2头宠兽召唤出来。为了尽快提升等级，苏明这次没有进行陪伴式升级，而是主仆3人并肩子上，让2头宠兽肆意发挥。他则是瞅准一头落单的怪物，提着猎魔法剑便攻了上去。噗嗤，他捅了食人花一剑，便往回撤。这个时候体现出他主家敏捷的优势。食人花被挂上仇恨，却是追不上他。约莫过了30秒，怪物的仇恨消散，苏明提剑又来了一记。-112，鲜红的数字在食人花头顶冒出。滋滋，食人花发出痛苦的嚎叫，可是仍然是抓不住人。-96，噗嗤噗嗤。苏明体会到当老六的快乐，反复横跳偷袭食人花，就这样将一头30级的怪物活活给磨死了。怪物临死前，他还嘲讽道：“抓不到我吧？”他也没想到高敏捷会如此爽，一下子打开了刷怪的新大门。如法炮制，又圈来一头怪物，在怪物幽怨的眼神中，钝刀割肉，无伤搞定。哈哈，真好玩！苏明眼中满是笑意，这种刷怪方式他真的太爱了。他依靠这种老六打法，不到半天的功夫搞定了7株食人花。这刷怪速率尚且可以，比之一般的战斗职业不算弱。要知道，他是个没有伤害技能的御兽师，杀怪全都是靠普攻。当然，跟2尊山海异兽比起来，他这刷怪速率便不够看了。刷怪的同时，他脑海里不断的提示：你的宠兽穷奇击杀了 LV31 枯黄树精，获得经验620；你的宠兽九尾狐击杀了 LV40 精英树精，获得经验1200。你的宠兽，提示音不断，小狐狸身上也是频繁冒金光。苏明嘴角微微一弯，看来今天有望带小狐狸升到20级，到时便能前往新的炼级点。他还想着入学考试前将自身等级刷到25。夕阳西下，小狐狸的等级定格在19级，距离20级还差2万左右的经验。努力，跃上柳梢头前，应该可以冲到20。不过苏明却是不准备再刷了，他是人又不是牛马，得学会劳逸结合。于是找个空地支起帐篷，并且将烧烤炉搞了出来，烤鸡翅、烤羊排、烤小龙虾、烤蒜蓉茄子，将就吃点吧。由于一个人生活惯了，他的厨艺还算不错，将简单的食材烤得色香味俱全，引得穷奇哈喇子不断。苏明见状，莫名觉得好笑，便扔给穷奇一块羊排，后者像是久经训练的军犬，一下子便叼住食物，狼吞虎咽起来。反观小狐狸，那真是细嚼慢咽，浑似钟鸣鼎食之家的大小姐。在这荒野之地，一人2兽吃得不亦乐乎，倒是颇为温馨。但这一幕落在别人眼里，那就不是温馨了，而是熊熊妒火。臭小子，为了入学北清，我辛苦的练级，你倒好，在这搞起野炊了。果然是咸鱼没有梦想，便躺平吗？向龙将牙齿咬得嘎嘣响。自从上次苏明说他不配成为对手，他心里便窝着一股火，想要尽快的提升至20级，然后狠狠的嘲讽下贱胚子一番。苏明，你给我等着，待到大学的入学考核结束，我便让你知道天才和庸才的区别。呵，走了吗？苏明往灌木丛瞥了一眼，嘴角噙着一抹不屑。向龙刚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不过他根本不在意。巨龙岂会在意蝼蚁的心思？一夜无话。次日，东方刚泛起鱼肚白，苏明就带着2头宠兽开启炼级之旅。为了尽快赶到新的炼级点，他不打算在狂野密林中炼级了，
而是一边赶路一边猎杀散怪。正好小穷奇和小狐狸都能化作迷你形态，非常适合这种打法，而且相当的低调。于是苏明骑着机车赶路，两头宠兽遇到散怪便抢着杀，没有一合之敌。在赶到新的练级点之前，小狐狸终于是升到了20级。他的宠兽10级时可以解锁山海天赋，但20级时并没有特殊变化，这是从小穷奇身上获得的惊讶。然而这在小狐狸身上不适用。苏明听到系统提示，你的宠兽领悟特殊技能化形。化形？苏明激动的差点咬住自己的舌头。刚契约小狐狸时，他就幻想着能不能化形，没想到真的可以。他难掩兴奋，将机车停到路边，抱着小狐狸就往灌木丛中钻。小穷奇大大的脑袋充满了小小的疑惑，想着跟上去，却被主人喝令在外边守着。苏明将毛发洁白如雪的小狐狸放在地上，然后搓了搓手。小狐狸，你试试新技能化形。小狐狸天蓝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人性光辉，随后施展了技能，一团青色光芒将其包裹起来。2、3个呼吸后，光芒散去，一名容颜绝美、身姿婀娜的御姐出现在苏明面前。御姐皮肤很白，就像羊脂白玉，而且还拥有一双大长腿。寻常人穿着要拖地的裤子，穿在她身上竟还露出一段光洁如玉的脚踝。好美，不愧是九尾狐化作的美人，可真是祸国殃民啊！他突然有些理解纣王了，化形技能真的太顶了，只是有一点不好，为什么要自动加1啊？气都冷。苏明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自己该不会是对一头狐狸动心了吧？人不能，至少不应该。不对，苏明灵光乍现，咬了咬自己的舌尖，太坑了吧？自己什么时候中了小狐狸的魅惑？不对啊，小狐狸开没开技能，他身为主人心知肚明。可是没开的话，怎么能够蛊惑人心呢？难道说小狐狸化作人形之后自带魅惑效果？若真是这样，那山海异兽也太强大了吧！苏明搓了搓手道：“小狐狸，你还能变换成其他样子吗？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一语落，小狐狸从长腿御姐变成了呆萌小萝莉，还真行。第036章，樱花国的娘们儿。在烈阳的照射下，荒凉的古堡群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的阴森了。若非一双双泛着红光的眼睛在古堡中若隐若现，都不像个练级点。苏明站在古堡群落之外，与一双双红眸对视，并且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吼！一座座古堡中传出令人头皮发麻的吼叫声。不过这些红眼怪吼归吼，却是出不来，因为受天道规则所限，他们只能在古堡中活动。每座古堡可以算作一个小型练级点，该从哪里开始好呢？苏明摸着下巴想了一会，决定从头开始清理。其实这些古堡相当于编外副本，每个古堡自成空间，就算2波练级者同时进入，也不会遇见彼此，这倒是避免了抢怪。只是这座练级点的 BOSS 却是只有一头，这就需要玩家抢了。但 BOSS 已经被救人开荒团猎杀了，1天后才能刷新出来。苏明倒不执着 BOSS， 真想爆装备，还不如进副本呢。这个练级点对应的副本乃是20级炼狱级别的超大型副本，副本限制最低也要5人小队才能进入。苏明无法进行单刷，可是他又不想跟人组队，索性不去刷，还不如再练级点，让小穷奇用雷海洗地。他随便挑了一个练级点，刚准备进入，却见副本中走出一名身穿黑色紧身衣的女人。与此同时，副本的记录碑发生了变化，迷雾深渊通关记录灭下小队，耗时21分钟27秒，奖励赐福卷轴1张。苏明的眉头微微一皱，来自樱花国的女人，好嚣张啊，胆敢用队伍名称侮辱大夏国。大夏国的转职者不过如此，所保持的通关记录被大小姐您轻而易举就给破了。一名顶着地中海发型的中年男人，油腻的脸上堆满了讨好。他乃是千奈家族的中仆，这次随自家小姐远渡重洋，是来大夏国读大学的。面对老仆的夸赞，千奈雪无动于衷，冷艳的脸庞上闪过一丝不耐烦。你调查的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屠龙者？老仆脸上闪过一丝无奈，道：那厮太过神秘，请大小姐再给老仆一点时间。千奈雪冷冷道：你最好快点，夏国的大学考核即将开始，我没时间在此闲耗。是。中仆神色一凛，补充道：大小姐，那所谓的屠虫者异常喜欢刷副本记录，他将金海市附近的副本按照等级阶梯来刷，该来此地了呀。哼！千奈雪冷哼一声，眉眼弯出不屑。他最好赶紧过来，别让我等着急了。整个夏国也就他有点意思，余者都是庸才，小小一个副本竟要数十人来刷，而且记录很容易被打破，无趣。与此同时，大夏国的转职者
聚集到一起，皆是一脸愤慨。樱花国的娘们儿好生狂妄，简直是目中无人。什么叫记录很容易被打破？什么叫无趣？臭娘们儿，不给你来顿大棒，你便不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艳。稀有职业寒冰射手，求组队刷迷雾深渊。20级盾骑士，蹲个拥有强力输出的小队，一起干，翻樱花国的娘们儿。兽面小队招揽散人转职者，小队成员实力强，骚话多。通往圣母学院的校车，现在车门已焊死，欢迎各位 LSP 前来组队。大佬，我的职业是阵法师，可以组一个吗？不行，我们的队伍是高阶小队，没时间陪太子读书。该死的樱花国，欺我大夏无人是吧？让你见识见识暗灵刺客的厉害！一时间，围观者群情激愤，自发地进行组队，而且都将人数限制到5人，因为樱花国的死娘们便是5人通关的。大夏哪儿不占便宜？苏明本来是不想刷迷雾深渊的，可他现在改主意了，这个副本必须刷，而且还得破了记录。他觉得拥有2头山海异兽，破副本记录不是难事，所以打算随便加个队伍。兄弟，车队3缺2，来吗？一个脑袋很大，眉毛很粗，但是腿很短的光头大汉向苏明发出邀请，后者展示自己部分信息。当看到自己邀请的是御兽师，光头大汉下意识的想要拒绝，可是转念又一想，御兽师这种鸡肋职业都能练到20级，这人肯定有2把刷子。再者说，光头大汉的小队实力并不强，想招到厉害的转职者很难。算了，死马当做活马医。光头大汉再度发起邀请，小兄弟，欢迎加入我队伍。苏明倒是没有拒绝，他只是想通过组队获得进入迷雾深渊的权限。至于跟谁组队，他是真的一点都不在意。光头大汉的小队还差1人才能进入副本，因此又开启一通忽悠，还不容易才招揽到1名主战职业。这名新入队的活法非常的自傲。等进了副本，你们要全力辅助我，杀怪的事不用你们操心。这种事情很常见，光头大汉浑然不在意，反而露出讨好的神情。高手兄，你且放心，辅助我们是专业的，绝对让您舒舒服服的刷怪。只是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一下。根据副本情报，迷雾深渊的最终 BOSS 等级可是不低，要不一头40级的 BOSS 怪而已，我之前经常杀，到时候你们给我略阵就是了。活法讲这话倒不是吹牛，他之前所在的队伍确实经常猎杀 BOSS 怪，而且有一半场次他担任的是主攻手。只是今天他的队友们都在忙于其他事情，没有组队的机会，只能随便找个队伍加入，为国扬威。哟，哥几个什么水平，敢和我们刷一样的副本？一名衣甲破烂的壮汉笑着说道。他刚从副本中走出来，结果有些差强人意，并未打破千奈雪创造的记录，打算再招个强力职业冲一波。他跟光头大汉乃是老相识了，见后者招揽到1名活法，心中难免会嫉妒。他明着邀请，暗中勾引，想要将活法拉过来。活法有些心动，但是迫于自己言而无信，可能会被他人笑话，便没有接受破衣甲的邀请。第037章小奶虎之威。苏明一行人来到副本前，地中海嘴角沟起一抹不屑，嘲讽道：夏国的人真是不自量力，什么破烂队伍都敢刷副本，最好是死在里面。反正夏国人多，死上5个也没人在意。哈哈哈！千奈雪并未搭理洋洋自得的中仆，他的目光落在苏明身上。这家伙倒是有些特别，夏国的御兽师吗？不是说鸡肋职业吗？却把等级练上来了，莫非是大家族的子弟？可为什么会跟底层厮混在一起？千奈雪有些想不通，不过他只是略微在意，倒不至于过分关注。屠龙者，他美眸微微一眯，看向遥远的天际，那是他的故乡所在的方向。他这次以交换生的名义来到夏国，是肩负着扬国威的任务。忍者必须为国效力，更何况他转职的乃是传说中的通灵忍者，体内流淌着樱花国忍道传奇的血，他必须碾压夏国的天才，扬樱花国国威。光头大汉站在副本前，深呼一口气：各位准备下本来啊！轰！副本之门开启，苏明走进去，却是发现自己踩在云端，有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他低头打量一番，原来所谓的迷雾深渊并不是雾蒙蒙的世界，而是一道宛若天堑的深渊，横亘在众人脚下。这副本倒是有趣，若是从云端摔下来，会死的吧？苏明刚感慨一句，却见深渊之中飞出数道雾状物体。这些奇怪的生物，雾气蒙蒙的身体却顶着一张人脸，看起来极为诡异。血肉，新鲜血肉。这些雾状怪物嘴里重复着同样的话语，看着苏明等人，就像闻到腥味的母猫瞬间扑了上来。苏明眉头微皱，这些怪物有点东西，还没有扑上来，就让人感到无比的阴冷。这还不算，雾状怪物张开大嘴，喷出一团绿色气体。
帮臭！苏明被这味道熏得眼泪直流，差点将苦胆给吐出来。施展了生化攻击，怪物的身躯由雾状凝结成固态，像是梨糖炮弹般朝着转职者们砸了过去。苏明反手抽出烈魔法剑，朝怪物捅了过去。以他现在的攻击力，寻常怪物的防御根本抵挡不住。铮！剑身刺中怪物，发出金属交鸣声，同时飘出个80的伤害数字。苏明这番操作引来其他人的侧目。光头大汉一脸古怪，这位小兄弟不是御兽师吗？怎么自己提着剑上了？另一边，火法念完咒语，施展出一团火球，朝怪物砸了过去。负180，怪物头顶冒出大大的数字。好强，不愧是法爷！光头大汉刚感慨了一句，却见火球从命中的怪物体内剥离，砸向了另一头怪物。3头、4头、5头、8头怪物吃到伤害，伤害还不递减。链式攻击，就连苏明眼中都闪过一丝意外。火球术乃是火系法师的基础技能，只能命中一名敌方单位。可这名火法的火球术相当于群体攻击，看来这厮有点东西。苏明本想着召唤出穷奇，开启杀戮模式，现在他打算等等看，给火法一个秀操作的机会。反正这厮口口声声要打主力，让众人辅助。对于众人的反应，火法非常的满意。他的职业并非一般的火法，而是史诗级职业链式火法。也就是说，不管他释放什么技能，都会产生链式伤害，最多可以命中10个单位。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自己的队伍中可以稳做主攻手的原因。一群乡巴佬，真是没见识。火法眼中闪过一抹不屑，道：“你们打好辅助，不要让怪物接近我。”火法的链式伤害很猛，但有个缺点，挂伤害挂得多会成为怪物围攻的目标，所以他才会加入光头大汉的队伍。因为除了那垃圾御兽师之外，剩下3人，2个盾骑士，1个奶妈，这个阵容足够保障他的安全。至于能否刷新通关记录，只能听天由命了。这火法的伤害还算可以，释放3、4波技能就能将冲上来的怪物搞死。苏明没有出手的机会，便打打酱油，提招法剑干一些补刀的活。不过为了自身的安危，他提前将2尊山海异兽召唤出来，让他们化作爱风手机大小，躺在口袋中。链式火法猛归猛，但只有他一个打输出，难免会乏力。雾状怪物越聚越多，光头大汉和另一名盾骑拼了命的防御，也挡不住众怪的冲击，时不时会漏掉怪物，导致后排受到损伤。火法这种脆皮职业，挨上怪物2击，血量就不健康了。好在奶妈较为给力，挂奶比较及时，这才避免火法猝死。要是再来一名输出或者是强力辅助，也不至于打成这样。念及此处，火法就一肚子的气。那个该死的御兽师简直是个废物，提着一柄破剑东戳西倒一下，看似造成了一些伤害，可是却游离于队伍之外，有什么用啊？喂，你到底能不能行？火法终于是忍不住了，出口斥责道：“你不是御兽师吗？将你的宠兽召唤出来，就算是最垃圾的宠兽，当个仇恨吸引器也是行的吧？”苏明微微皱眉道：“进本之前，你不是让我们辅助你，我的宠兽参与进攻会抢了你主力输出的位置。”火法仿佛听到世上最好笑的笑话，讥讽道：“瞧瞧这小子在说什么？一个御兽师担心抢了法爷的位置，还真是大言不惭啊！”光头大汉等人想笑，却觉得都是队友，嘲笑会伤了和气。小兄弟，高手兄的意思是想尽可能的快速通关，并没有恶意。你要是契约了宠兽，不如将其召唤出来参与进攻，多少能帮大家分担一点压力。哦，苏明将穷奇从口袋中掏出来，云淡风轻道：“想让我打主力，你们早说啊！”言罢，他将小穷奇扔进深渊之中。火法见苏明召唤出的宠兽不过是一只巴掌大小的小奶虎，心想这玩意能有什么厉害的？而且还遇到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主人，被扔进深渊之中，这不是青蛙钻蛇洞，自寻死路吗？他正想出言嘲讽，却听到了天道提示：你队友的宠兽击杀 LV35级迷雾怪，获得700点经验。你队友的提示音就像老赖被爆了通讯录，接连不断的响起。火法人要妈了，什么情况？深渊中的迷雾怪物被那只小奶虎杀死了，而且还是一窝端，这怎么可能啊？火法感到不可思议，打死他都不相信这是一头小奶虎干出来的事。可是耳边依然回响着天道提示，他一脸诧异地看向苏明，试图从其身上找出破绽，然而并没有。对方神色淡然，显然是对此习以为常了。这真的是御兽师吗？或者说是这家伙契约的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宠兽？这强的变态啊！第038章特殊级怪物。火法一想到自己鄙视别人是垃圾职业，就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
一只宠兽就能搞定深渊里的怪物。这御兽师要是垃圾，那他们算什么？连垃圾都不如吗？他赶紧回忆自己的言行，还好只是态度不好，骂了一句垃圾，总不至于因此得罪大佬吧？他心中很是惶恐。光头大汉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内心的震撼，没想到自己随手招来的人就是一方巨蝼。他本以为炼世火法就够勇猛了，可以同时搞10名敌方单位，不愧是战斗职业中的业绩输出。可是万万没想到，被当成混子的御兽师更为凶猛。他心中生出一个念头，这位无敌大佬本是可以一人通关的，之所以加入他们，可能纯粹是为了满足进入副本的要求。念及此处，他神情凛然，敬畏地看向御兽师大佬。穷奇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深渊中的怪物搞定，苏明一点都不意外。这深渊看起来深不可见底，但绝对面积并不算大，而且怪物都是成群结队，算是穷奇的有利地形。4发雷海若是搞不定，那才真是见了鬼。不过当下还不是放松的时候，小怪虽然被搞定了，但 BOSS 尚未出现。他看过副本攻略，知道迷雾深渊中的 BOSS 乃是一头超大型雾怪，聚散无常，很难捕捉其踪迹，别说输出伤害了。这便是此副本难以通关的原因。火法搓了搓手，干巴巴地说道：“大佬，刚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我在这给您道个歉。”火法觉得苏明能拥有如此厉害的宠兽，其背后的势力必然极为强大，碾死他比碾死个蚂蚁还简单，哪里还敢有一丝傲气？他将自身姿态放得极低，害怕自己说话太大声，惹来大佬的不满。苏明却是懒得跟对方计较，主要是对方没有把他往死里得罪，而且又不具备成为他对手的资格。我抢了你输出的位置，你别心怀怨恨就行。火法脸色一僵，继而陪笑道：“大佬您说笑了，在您面前我哪里敢舞刀弄棒，输出的位置肯定是您的，我打辅助就行，我当混子就行。”对于火法前倨后恭的样子，苏明不置可否，他淡然一笑道：“都别愣着了 ，BOSS 怪即将出现，其行迹不定，你们结好防御阵型，别被怪物钻了空子。”一语落，火法等人立马围绕苏明结成防御阵型，警惕地注视四周。苏明见状颇感无语，自己有小狐狸守护，哪里需要他们？咦，来了！苏明凝眸看向深渊，只见阴风阵阵，一团近乎透明的雾气向众人掠来，令人浑身发凉，如坠冰窟。BOSS 出现！苏明连忙查看怪物的属性面板，名称：迷雾统领，品质：特殊级，等级 LV50，攻击力1650，防御力602。注：此怪主物理防御，法伤抵抗未防御的 10%， 血量8600，蓝量3531。技能：迷雾之躯 LV30， 迷雾之力 LV30， 迷雾之躯 LV30， 施术者躯体呈雾状，大幅提升移动速度，并持续散发雾气，对敌方单位造成持续性伤害，每秒造成自身攻击力的 1% 的伤害。被动技不消耗蓝量，无冷却时间。迷雾之力 LV30， 主动释放雾气，命中敌方单位后，造成自身攻击力 50% 的伤害，伤害范围取决于施法时间，初始伤害范围为10米，每增加1秒蓄力，伤害范围增加1米。蓝量消耗1100，冷却时间1分钟。小传：特殊级怪物有一定几率触发双命规则。看完怪物的面板，苏明心中微微一动，这头怪物的技能真够恶心人的，尤其是被动技，没有任何消耗就能造成持续性伤害，哪怕只有自身攻击力的 1%， 换算之后也有 16.5 点伤害呢。每秒造成16点伤害，1分钟下来差不多要破1000了。要是队伍中没有奶妈，手头没有红药，只能活活看着自己的血量被磨光。还有双命机制也挺恶心的，这要是转职者的运气不行，岂不是要打2遍 BOSS？ 死！光头大汉作为 MT 顶在队伍的最前沿，首当其冲，挨了迷雾怪的被动伤害。看着自己的血量不断流失，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放血的公鸡，看似雄风依旧，可迟早的嘎掉。反观队友的处境，比他强不到哪里去，尤其是脆皮法师，火法的血量最低，若是一直这样下去，他必然是队伍中最先嘎掉的。他下意识想要招呼奶妈给自己加血，但突然意识到这样不行，破局的希望在御兽师大佬身上。奶妈，快给大佬挂奶，其余人磕红药。火法为自己临危不乱的指挥感到骄傲，正想向大佬邀功，岂料苏明神色淡然道：“不用管我，你们注意别被耗死就行。”言罢，苏明手里握着2瓶红药，随之将穷奇唤到身边。为了避免吓到众人，苏明没有让穷奇恢复山海真身，而是化作马匹大小，就这都引来众人的惊奇。我的天啊，不愧是大家族的御兽师，这宠兽还能变换形态，强无敌啊！火法等人一脸的羡慕。穷奇、杀敌，一人一兽
如同离弦之箭，朝迷雾统领杀去。感受到自身血量的下降，苏明毫不犹豫地喝下一瓶红药，并让小狐狸随时准备施展二技能。迷雾统领行迹不定，对于别人来说极为棘手，但苏明无所丢畏。小狐狸，国色，穷奇，灭世神雷，两尊山海异兽联手，这头迷雾统领够有牌面的了。轰！一道末世雷霆自9天而降，迷雾统领的血条瞬间清空。卧槽！火法等人没文化，一句卧槽行天下。瞬秒怪物，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这是神啊！此时他们对苏明不只是敬畏，更是恐惧。这般强大的存在，随便勾勾手指就能碾死他们。苏明却是没工夫在意众人的想法，他心中在想为什么没有天道提示。该不会……尼玛！看着重新站起来的怪物，苏明心中一阵无语，有几率触发的双命机制就这样被自己碰上了，这运气简直没谁了。迷雾统领眼中寒芒闪闪，他含恨施展了迷雾之力，是要将眼前的人类送入轮回。可是他高估了自己，他这种弹道速度很慢的攻击根本奈何不了苏明，后者只需让穷奇升空就轻而易举地避开了攻击。该我反击了！苏明抽出背后的猎魔法剑，拍了拍穷奇的脑袋。我们上！好！穷奇发出一声怒吼，如同离膛炮弹般朝敌人砸了过去。这一撞便将迷雾怪给撞残了。挨了一记重击的迷雾怪发出婴儿啼哭般的惨叫。盘踞迷雾深渊多年，这是他第一次被人打得如此凄惨。第一命被瞬秒，第二命又被打掉大半条。真！苏明却是不给迷糊怪悲春伤秋的机会，指挥穷奇完成致命一击。若非自己的普通攻击破不开怪物的防御，他真想亲手超度怪物。什么玩意儿，竟然成了他的运气检测器！强，实在太强了。火法神情呆滞，同样是20级，别人可以单杀 BOSS， 自己却是个混子。想想自己之前大言不惭要霸占主力输出的位置，他就感到脸红。第039章，让你打压，你碾压。副本外，千奈雪一脸的不耐烦，他来这小城是为了挑战屠龙者，结果对方不见人影，那他待在这有什么意义？不如早点去北京大学报到。地中海看出自家小姐的不耐烦，一脸讨好的说道：小姐，那屠虫之徒定然是怕了，不敢过来。千奈雪微微点头，不耐烦的说道：你去安排一下，我们前往下一练几点，若还是引不来屠龙者，那就前往夏国帝都。是。地中海应承一声，赶忙去安排大小姐吩咐的事。千奈雪冷眼瞟向夏国的转职者们，这群废物尝试了那么久，也没搞出个花来。看来这个穷乡僻壤之地真的是没有人杰。操！你们瞧樱花国娘们的眼神，满是轻蔑之色。若不是我夏国人杰不在此处，岂会轮到一个东洋娘们嚣张？刚才江南林家的龙骑士绿精英小队下本，相信以他们的才情，可以打破东洋娘们创造的记录。大夏国的转职者皆是愤愤不平，他们尝试了很多次，都无法刷新迷雾深渊的记录，现在只能祈求出来一位人杰，打压东洋娘们的嚣张气焰。叮！千奈雪都准备上车走了，突然听到一声天道提示，迷雾深渊的记录被刷新了。千奈雪眼中闪过疑惑，连忙跑向记录碑。迷雾深渊通关记录，屠鹰小队，耗时8分58秒。由于屠鹰小队触发 BOSS 双命机制，通关奖励升格，赐福卷轴2张。千奈雪惊得合不拢嘴，身前的波涛上下起伏。他创造的通关记录被人打破了，而且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双命机制，奖励升格，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队伍才能做到？5位夏国精英组成的小队，夏国国家队，还是说将人数拉满，100人团评副本？千奈雪实在难以接受，他刚刷过迷雾深渊，自然知道这个副本的难度。若非他是通灵忍者，契约了樱花国传说中的异兽，根本不可能带着4个普通职业用20分钟刷通关。当然，若给他配备给4个强力战值，他有把握将通关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所以他下意识地认为夏国为了打破他创造的记录，集合了5名精英战值。念及此处，他眼中生出一股不屑，不愧是夏国，只会依靠人海战术。在此围观的转职者难掩兴奋。破了！东洋娘们的处女座被破了。一名盾骑士生来最恨樱花国，因为他是老兵的后代，山川异域，不共戴天。当千奈雪灭大夏国时，他恨不得上前拼命，被朋友们强行拦住。众目睽睽之下，杀人是要偿命的，哪怕是樱花国的剑种。现在夏国出了一位人杰，打压了樱花剑种的气焰，他神色激动，意欲与人杰把酒言欢。不只是他，在场的转职者都很感激屠鹰小队。强！
实在太强了，真的是出了一口恶气。让你打压东亚娘们儿，结果你来了个无情碾压，这真的太爽了。看着一众夏国转职者兴奋的样子，千奈雪冷然说道：“你们夏国人就这么些本事吗？派遣国家队下场欺负我一个弱女子，就算是赢了又有什么意义？呸！贱人！”盾骑士站出来，急指着千奈雪，厉声说道：“刚才还拽的258万，现在又成弱女子了。你们樱花国的女人都是绿茶吗？再者说，你凭什么说我们胜之不武？”千奈雪眼眸中爆闪出杀意，由于心中憋着火，黑色紧身衣曲现处，波浪汹涌。若不是国家队做的，你让他们站出来啊！你……盾骑士一时语塞，他也不知道是何方人杰做的此事啊，上哪找人？千奈雪以为自己抓住了真相，咄咄逼人道：“反正你们夏国向来喜欢恃强凌弱，以多欺少更是你们的传统，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国家队下场，真不要脸啊！谁说我们是国家队？”光头大汉率队排开众人走上前，沉声说道：“记录是我们小队破的，而我们不过是一支普通的队伍罢了，岂能跟国家队相提并论？你们……”千奈雪嘴角勾起一抹嘲讽，如同看傻子一般。2个盾骑士，一个普通牧师，外加一个特殊法师，就凭你们几个货色，能破了迷雾深渊？就是我们破的，当然这都仰仗于高手兄。光头大汉回头找人，却是没有看见要找的人。咦，高手兄人呢？光头大汉找了一圈，不见苏明的身影，不由心中焦急。千奈雪见状，嘲讽道：“怎么，你该不会想说那位所谓的高手不见了吧？你这种把戏我见得多了，无非是想往自己脸上贴金。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你们这些破烂货不可能通关副本的。”光头大汉气急，他自己倒无所谓，可是他现在极为崇拜苏明，那里忍受得住心中敬仰被侮辱。他恨声说道：“贱人，你若不信，可以查看记录碑的通关日志。”千奈雪心中咯噔一下，他本以为对方跳江出来是为了出风头的，结果真敢对峙？难道说这几个垃圾职业真的刷通了迷雾深渊，而且创造了惊人记录？这怎么可能？千奈雪还是无法接受，冷声说道：“查就查。”光头大汉走到记录碑前，将小队的徽章放上去，稍请调取出通关日志。什么？千奈雪差点咬住舌头，这家伙说的竟然是真的，他们便是屠鹰小队，这简直不可思议。这4个破烂货在迷雾本中只有那个活法能打输出，而且输出还不高。第5个人需要多强才能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当他看见名为夏明的转职者打出占比 99% 的伤害时，他人都骂了。原来这些家伙真的通关了，而且还是抱着一个人的大腿。他刚刷过迷雾本，自然知道以一己之力刷通关难比登天，可对方就是做到了。这想起先前的豪言壮语，他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哈哈，樱花贱人，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刚才不是很嚣张，说我大夏无人，现在被碾压了，被打脸的滋味好受吧？我们夏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岂是你们弹丸小国的蛮荒野人能比的？滚回去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众人的话像一柄柄尖刀，不断的戳刺千奈雪的心。不过众人舒了心中恶气，便将注意力转移到究竟是哪位人杰碾压了樱花贱人。于是光头大汉等人被围了起来，接受众人好奇的问询。千奈雪则是趁着众人不注意悄然离去，他发誓一定要将让他出糗的人揪出来。他只隐约听到那人骑着一头插翅虎。第040章，你穿什么牌子的内衣？哈哈，我0号出来了，尔等还不速速迎接？龙骑士0号从副本中走出，心情大为舒畅。他临时拉起一支队伍刷迷雾深渊，通关时间逼近千奈雪的记录，主要是临时组队，互相配合不到位。他觉得再刷一次肯定可以破纪录，所以一从副本中出来，他就特别的得意。咦，这些家伙围着一个光头干什么？那个樱花国娘们呢？0号脸上浮现出一抹疑惑，他随手拉过来一人，问道：“那个嚣张的女人呢？被气走了呀？”被气走了？0号心中疑惑更甚，拉着那人问个没完。当他得知有人以8分58秒速通迷雾深渊，嘴角不由抽搐一下。他以为自己够猛的了，结果还有比他更猛的，几乎是单刷通关，而且还触发了 BOSS 的双命机制，这相当于刷了2遍 BOSS 啊！瞧瞧，这是人干出来的事吗？他正想问是谁干的，就听到光头大汉眉飞色舞的描述，他心中立马有了猜测，骑着老虎，行事低调，肯定是那个人。人在什么地方？什么人？0号没好气的说道：“那位骑老虎的人兄，我怎么知道？大家都在找呢。”与此同时，
苏明骑着穷骑，准备找个人少的地方安心的刷级，突然看到一辆八嘎车，他心中一动，让穷骑跟了上去。该死，从哪里冒出来的野小子，坏了大小姐的好心情。地中海通过后视镜瞥见千奈雪脸色阴沉，心中不由暗骂起屠鹰小队的人：你少说屁话，真有本事的话就将人给我揪出来。地中海喋喋不休，引发了千奈雪的反感，所以毫不留情地回怼一顿。大小姐放心，等回去之后我就联系家族案子，就算将金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把人给您找出来。你们在找我吗？一道清澈的声音响起。什么？千奈雪和地中海心中一震，透过天窗向上看去，只见一名英俊少年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在向他们打招呼。更令他们震惊的是，少年身边握着一尊神威凛凛的异兽。小心！千奈雪见那尊异兽朝车内探爪子，本能就要召唤自己的通灵兽，可是没等他反应过来，车子的顶棚就被异兽撕裂了，就像撕未生纸一样。轰！车内发出异响，千奈雪心中暗道一声不好，赶紧让司机刹车。与此同时，他在地中海的保护下从车子中跳了出来，随之车子便发生了爆炸。是你！千奈雪余悸未消，饱满的山峰上下起伏，就像是即将喷发的富士山。他心中确定，眼前的少年便是打破迷雾深渊记录的人。他本以为对方会跟屠龙者一样难找，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臭小子，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袭击千代家族的车子，你是活腻烦了吗？苏明神色未变，无所谓的说道：对啊，我活腻烦了，你来杀我啊！这一句话便将地中海给噎住了。正常的回话不应该是这样的吧？这小子不按套路出牌啊！千奈雪稍微平复了下心情，冷冷说道：你过来，想做什么？身为交换生，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危，以他的身份在这片土地上行走还是比较安全的。主要是樱花国背靠英国，打狗还要看主人，下国人得罪不起的。你不是在找我吗？所以我过来了。千奈雪被噎了一下，缓了一会，方才说道：你袭击我的车子，这是在犯罪，你明白吗？我有吗？苏明一脸无辜，认真的问道：我什么时候袭击你的车子了？你那车子上挂着反应装甲，是我这种高中生能够破坏的吗？对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将千奈雪搞得很是无语。我懒得跟你废话，你先是坏了我的计划，又袭击我的车队，旧怨新仇几刀一块，我必然不会放过你。你穿什么牌子的内衣？千奈雪懵了，顶着一头小问号。牌子、内衣，这小子在说些什么啊？哦，差点忘了，你这个八嘎，理解不了我们大夏国文字的博大精深。我的意思，你是在装什么逼？你有什么资格说不会放过我？苏明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而且你要记住，不是你找我报仇，而是我找你报仇，报100年之前的国仇。轰！苏明不再藏拙，让穷奇恢复山海真身，一尊上古蛮兽降临，那滔天凶威令凡人为之战速。千奈雪看着小山般的山海异兽，惊得两股战战。一直以来，他为自己成为通灵忍者而骄傲，为自己契约了本国的妖怪而骄傲。可是自己契约的飞头蛮，跟这尊异兽比起来，简直就像泥鳅遇到真龙。好！穷奇一吼之威，令飞头蛮当场跪服。地中海乃是一名无转战士，自身的属性很高，加上装备加成，甚至要高过穷奇。可是灵魂深处的战速，令他不敢与之为敌。小子，你可要想清楚，我身边这位乃是千代家族的大小姐，又是来夏国留学的，你得罪得起吗？是吗？这么厉害的吗？我好害怕啊！苏明嘴角勾起一抹嘲讽，淡淡说道：留学生天生孤傲，意欲挑战大夏人杰，结果败得灰头土脸，归途遇到野生 BOSS， 不幸葬身受缚，这很合理吧？你地中海算是看出来了，对方是个沙胚，根本不吃危险。他把心一横，恨声说道：死小子，我乃是无转战士，就算你这宠兽实力强，也是奈何不了我的。待我吐出重围，必然纠结高手将你搞死。哦，苏明拍了一下胸口，神色淡然道：既然如此，那请你去死好了。九尾？什么？千奈雪和地中海大惊失色，对方还有后招。国色化身为长腿御姐的九尾狐，使用国色将地中海定住，随之跟穷奇一左一右杀过去。地中海身为无转战士，确实可以硬汉穷奇，可是面对2名山海异兽，只有饮恨的份。地灵4妖章现身，别杀我！千奈雪眼中闪过恐惧，自己这是招惹了什么的存在？无转战士啊，自身防御高达2000，可是在这少年面前如同纸糊的一般。不要杀我，你需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金钱、权势，甚至千奈雪犹豫了一下，扯开黑色紧身衣，雪白、黄眼，甚至我可以将自己献给你。就你！苏明嘴角噙着一抹不屑，
这樱花国的女人姿色尚算不错，勉强算是8分女，在普通人眼里称得上女神。可在苏明看来也就一般。不说长了一张祸国殃民脸的小狐狸，就连平平无奇的李熙然，颜值都能秒杀眼前的女人。呵，小苏明看不上的女人，苏明自然不会留情。他提着猎魔法剑走到女人面前，用剑尖抵住后者的心口。别杀我，求你了，我们并无怨仇，何必不死不休？放过我，财富、权势、美色，任你挑选啊！谁说我们无仇怨？苏明拿出手机，打开千度，输入千奈2个字，随后跳出诸多词条。100年前的国战，你们千奈家族做的恶，我夏国儿郎可没有忘。要怪就怪你是恶魔的后代，而且又想在我们国家作威作福，你不死谁死？噗嗤！苏明单手握剑柄，用空出来的手奋力一拍，利刃贯穿了女人的心口。他不是嗜杀之人，可这女人祖上做的恶罄竹难书，他本身又想踩着夏国百姓作威作福，苏明自然不会放过他。第3次杀人，苏明已经习惯了血腥味，我现在算是一个合格的转职者了吧？他看一眼地上的尸体以及那炸成残骸的八嘎车，这些都交给穷奇去处理。他则是拿出一枚弹，这是他杀死迷雾统领之后所爆出来的。根据系统介绍，这枚宠兽弹可以孵化出迷雾统领。抛却双命机制，迷雾统领也称得上是稀有级别的宠兽，而且还是其中最顶尖的。然而跟山海异兽比起来，那真是被秒成渣了。所以苏明根本不打算孵化这枚宠兽蛋，他想着是等回城之后将其挂在交易市场。洪博，一条帖文飙升至热搜榜：樱花女灭我大夏无人，骑虎人杰夏明，只手轻松碾压。苏明骑在穷奇背上，无聊的刷的时候，正好看见这道帖子。这起标题的人多半是个憨憨，起这个鬼名字有什么看点吗？一看就是个扑街写的吧。而且行文太不严谨了，我在副本中留的名字明明是夏明，夏国一个名为明的人，这很难理解吗？这么简单的文理都理不顺，难怪扑街。苏明心中吐槽一番，便将文章滑到最底部。文章内容基本上是他的亲身经历以及小扑街的臆想，没什么有营养的东西。他还是喜欢看网友评论。周树人，我大抵是病了，横竖睡不着，刷到这个帖子，看着女人的照片，身体却毫无反应。艾黑斯，我得了和先生一样的病，该死的，这女人为什么穿的是皮衣？但凡换个黑丝也能勉强冲一下。牛马，老哥，这都能冲，口味太重了吧？鸭嘴天柴兽，老哥可以的，英女驾驶员。大魔王，讲个笑话，樱花女可以冲，讲完了。看完网友的评论，苏明心中一阵无语，这些家伙的关注点是不是错了？他正想着要不要发个评论，将节奏带回正道，突然接到李熙然的电话。苏明，那个东阳娘们儿是不是你打败的？应该是吧，我就知道是你。苏明将手机离得远远的，直到对方河东狮吼完，才重新放在耳边。李熙然，你不好好练级，整天泡在网络上，还想不想就读北清大学了？我可没有偷懒啊，这不是练级之余随手刷了一下，正好刷到了吗？李熙然有些心虚的说道，我找了个代练队伍，现在升到15级了，还有3天时间，应该可以冲到20级吧。要是在女人身边，苏明肯定会给其一个脑瓜崩。李熙然，你还知道找代练，真的出息了呀！有这个钱，干点什么不行？你现在立马来古堡。不给李熙然拒绝的机会，苏明将电话挂掉。唉，苏明微微叹了一声，他其实挺想跟李熙然考入一所大学的，除了尚未变质的友情以外，他还想将对方培养起来，最起码能当个组队工具人啊。毕竟等级起来之后，许多高阶副本单人是无法进入的。入学考核在即，他想尽快的把自己的等级提升上去。虽然以他现在的等级可以参加北清大学的考核，但他是个求稳的人，自然是等级越高越好。在等李熙然赶过来的同时，他随便挑选一个古堡进去练级。古堡不同于其他练级点，这里每座古堡都是自成空间，除非是进行组队，否则转职者不会在里面相遇。苏明进去后，发现古堡真是内有乾坤。从外边看不过一座500-600平方的宅院，可进去之后却是发现占地面积何止1000平。古堡整个一层充斥着迷雾，是真的迷雾，而不是怪物。苏明二话不说，直接将左右护法召唤出来，左穷奇，右九尾，像是2尊门神般守护着他。与此同时，无尽的迷雾之中传来鬼哭狼嚎般的声音，显然里面潜藏了不少怪物。老规矩，穷奇打野，九尾守家。由于技能尚未刷新，穷奇只能依靠普攻杀敌，但以他那变态的攻击力，普通怪中无一合之敌。苏明开启了躺平式练级，也就是这里环境不好，否则他高低整个烤腰子出来。美酒、烧烤、卤九尾，
人生一大快事。咦，穷奇漏掉一只怪物吗？见一头身披青绫的怪物冲了过来，苏明眼中闪过一丝意外。好！穷奇暴吼一声，就要弥补自己的过失，苏明却将其拦了下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练手的目标，苏明自然是见猎欣喜，给小狐狸下达随时套2技能的指令后，他提着剑朝怪物冲杀过去。好！青灵怪怒了，发出恶臭咆哮，哈喇子流了一地，显然将苏明当成了人间美味。面对暴走的怪物，苏明却是不慌不忙，依仗敏捷较高的优势，他以游击战术消磨怪物。他将猎魔法剑舞得虎虎生风，当然由于不是剑士类职业，只能施展瞎鸡巴打剑法。不过他每次都能精准命中怪物的要害。-81，-76，-151，竟然出了暴击！苏明心中一喜，看来攻击怪物的要害不仅能够提升伤害，还能增加暴击率。挨了一通毒打，怪物都要妈了，就没见过如此难缠的练技者，打一下就跑，根本不给他反击的机会。他青灵怪堂堂36级怪物，却连敌人的衣角都摸不到，更别说造成伤害了。到底谁是怪物啊？第042章，小狐狸被玩坏了。扑哧扑哧，苏明将老六战法发挥至极致，硬生生将青灵怪给磨死了。自己单杀怪物，他最大的感悟便是太累了。什么时候来个伤害性技能？御兽师什么时候能站起来？咦，又漏掉一头怪物。苏明有些纳闷，接连漏怪，小穷奇在搞什么鬼？其实这不能怪穷奇，而是因为古堡中的怪物刷新速度很快，对于普通转职者来说，几乎是刚杀死一头就刷新出一头，称得上无缝衔接了。所以这里又被称作练级天堂。苏明这次不想单杀怪物了，主要是他的伤害手段太单一，玩不出什么花活来。于是他使用身心互换技能，复刻了小狐狸的属性，瞬间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小狐狸则是有种被玩坏的感觉，一脸狐疑地看向自家主人。坏人做了什么？身心互换技能效果有限，苏明不敢耽搁，提剑朝敌人杀了过去。当啷，利刃斩头颅，青灵怪变成了无头怪，爽！还是这样杀怪来得爽。苏明趁着技能效果尚未消失，冲进迷雾中又斩了一剑，连杀2头怪物。苏明爱死这种感觉了。身心互换技能真乃神技，无论如何都要将其搞至 max。 技能提升至最高等级，是能够复刻宠兽的技能，天赋的。他无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刷了半天怪，苏明的通讯器响起。在野外尚且能用手机，但一旦进入副本等特殊空间，则必须用天道出品的通讯器。他打开一看，原来是李熙然发来的消息。到了呀，还挺快的。苏明招呼正在大杀四方的穷奇，离开了古堡。走出副本，只见一位银发如瀑的长腿妹子，脸上挂着浅浅笑意，宛若9天仙子临凡尘，温婉如玉，美艳不可方物。但这种颜值杀伤对苏明无效。他走过去，伸手揉了揉少女的头。李熙然，你还挺听话的。那必须的，抱大腿的活怎么能少了我？苏明哥哥，你还缺腿不挂件吗？带带人家嘛。哦，见女人戏精附体的样子，苏明翻了白眼。自己这位青梅确实是人间绝色，可惜长了一张嘴。苏明，你最近的收获怎么样？李熙然拍了拍自己的飞机场。闻言，苏明云淡风轻道：还行。言罢，他将自己部分信息展露出来。当看到苏明21级的时候，李熙然差点咬住香舌。21级啊，这叫还行。苏明见青梅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不由摸了摸鼻子。21级很高吗？若不是想和小穷奇、小狐狸保持同等级，他独享经验的话，高低可以整到25级。先别说我，你花钱找人代练，结果才升到15级吗？话说，你从哪里搞来的钱？不会是将你的2架飞机给卖了吧？滚！李熙然凶蛮地说了一句，继而说道：快带我练级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先前他不愿跟苏明一起组队，是担心自己会拖竹马的后腿，但是现在得知竹马21级了，进入北清大学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他不会再拒绝了。出钱太伤感情，等以后有机会用其他方式补偿小名字吧，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两人随便挑了个古堡，进去之后，李熙然显得很兴奋。苏明，我现在15级了，加上你赠送给我的装备，单杀怪物毫无压力。哦，我也是。李熙然满头雾水，什么叫我也是？他知道竹马的宠兽厉害，可是自身很弱，怎么可能单杀怪物？苏明也不解释，声音慵懒道：穷奇，捉来一头怪物。好。穷奇立马冲进迷雾之中，叼过来一头青灵怪，后者还没有过这种体验，一时间有些懵逼。苏明不给其反应时间，
如风一般掠过去，抽出身后的猎魔法剑，上挑下刺，专攻怪物的要害。这操作将李熙然整懵了，竹马一招一式有板有眼，而且伤害不算低，只用普攻便将怪物磨死了。这令他很是挫败，自己引以为傲的地方，跟对方比起来，只能说强的有限。他抽了抽坚挺的鼻子，默然不语，提着两柄大斧就要去杀怪。等等！苏明喊住对方，从背包里掏出一枚戒指，无所谓的说道：“这个送你。”李熙然眼中闪过一丝讶然：“送我戒指吗？你愣着干嘛？这是给你的服务费，快装起来，然后去杀怪。”苏明的话击碎了李熙然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接过戒指，被装备效果惊到了，全属性加15，可成长型装备，史诗级套装，这太贵重了吧？若非这是相识多年的好友所送，他都怀疑对方图谋不轨。他神色突然凝重起来，一本正经道：“谢了。”苏明打趣道：“就这？我还以为你会冲过来，抱着我的大腿喊大佬呢。”李熙然翻了个好看的白眼，没好气道：“哼，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大佬，保护你，你个大笨蛋。”言罢，他扛起斧头往迷雾里冲锋，得赶紧升到20级。戒指的属性，他太眼馋了。开始练级，苏明的策略是让穷奇捉怪物，给李熙然打下手，帮助后者吃经验。小狐狸则是火力全开，承担他们主仆的升级大任。他承担的任务更重，在后方为大家准备食物。于是古堡中飘起诱人的烤肉香，这令正在疯狂杀怪的李熙然不由自主地抽动起鼻子。练级点中怎么有股食物的香味？这是什么怪物？他跟着香味寻找一圈，心中一阵无语。自己的竹马在不务正业。当绝大多数转职者为了练级累死累活时，而苏明却是躺平式练级，还有闲情搞吃喝，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不过吐槽归吐槽，当苏明递过来一只大肉串时，他毫不犹豫地吃了起来。他边吃边想，自己先前花钱找代练，搞得累死累活的，这跟着竹马练级，有吃又有喝，升级还嘎嘎快，真是天壤之别啊！真香！苏明全功率刷怪，终于将古堡搞废了，一头怪物也没有了。他只好从中出来，准备前往下一个古堡，却被人拦了下来。只不这里被救人开荒团包场。救人包场？苏明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对方这是在搞什么鬼？莫非是想霸占全部古堡，给团中新人打造练级点？可是这样做的话，会得罪诸多散人转职者，并不划算啊。除非是这样做能够有极大的收获。对方这么大的动静，网上肯定有人吐槽。于是苏明拿出手机刷各大网站的讯息，不一会便拼凑出真相来。原来这里刷出来一头世界 BOSS， 据说是卓越级别的怪物。世界 BOSS 卓越级别，双重标签加成，定然可以爆出来好东西。难怪救人会强硬包场，这里刷新出了 BOSS， 他们包场刷怪呢。苏明淡然说道：“可恶，圈地自刷，不给散人机会，这开荒团太坏了。”李熙然挥舞着粉拳道：“弱肉强食，这是颠不破的真理，我们走吧。哎，等我们强大起来，一定找回今天的场子。”李熙然背齿咬着阴唇道：“何必等到以后？心中有气当场出，走，抢 BOSS 去。”什么？第043章，穷奇，你媳妇儿没了。高空之上，一头插翅虎如同直升机般悬停于此。苏明琼目俯视，隐约可见黑压压的人群中有一头通体雪白的老虎，神武非凡，甚为显眼。穷奇，那是不是你家母老虎？看起来比李熙然更暴躁啊！哎呦！苏明感觉自己的软肉被拧了一下，大声说道：“李熙然，你干什么？让你嘴贫，替穷奇家的母老虎拧你一下。”穷奇露出一个人性化的眼神：“您二位斗嘴干嘛扯上岸？说归说，闹归闹，抢 BOSS 最重要。”苏明想要查看怪物的属性面板，可是以穷奇现在的飞行高度，无法跟怪物建立连接。不是他想飞这么高，而是救人这次安排了飞行职业，在空中巡逻。看来是吃了上次不化骨猪且被抢的教训，这有点难搞啊。苏明摩挲着下巴，脸上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救人不仅部署了飞行单位，而且还让射雕手时刻瞄着天空，一旦发现目标便会被射成马蜂窝。空中实在没有机会，苏明决定下来看看。他带着李熙然以及化作迷你形态的穷奇再度来到古堡入口。此时门口聚集了不少人，都是金海市本地开荒团的人马。你们救人实在太霸道了吧，你们刷你们的 BOSS， 我们练我们级，这根本不冲突好吧？就是，练级点是公用的，你们凭什么独占啊？各开荒团的负责人皆是义愤填膺，纷纷提出抗议。另一边，李熙然小声嘀咕道：“本土开荒团人多势众，拧成一股绳，应该能让救人退一步吧？”苏明微微摇头道：“蠢女人，你太天真了，
本土开荒团人数虽多，但只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成气候。李熙然叹了一口气，道：“那该怎么办啊？本以为可以让他们打起来，咱们能够趁机浑水摸鱼呢，看来行不通了。”“谁说行不通？只需添把火就行了。”言罢，苏明钻进人群中，捏着嗓子说道：“马德，我们救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轮得到你们这些土包子说三道四？哼，救人算个狗屁啊！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咱们并肩子上掀翻这群狗日的。没错，干这群狗日的，凭什么阻挡我们练级？敢骂我们救人是狗日的，你们这群乡巴佬活腻歪了吧？”救人的团员以及本土开荒团的负责人都懵了，什么个情况？本来双方僵持不下，只是为了面子，没想着真打呀，结果真刀真枪的干起来了。这特么谁在拱火？双方的领头者都是人精，一下子就看出来有人在搞事情。可是底下的人已然短兵相接，他们就算看出来也是无暇顾及。与此同时，始作俑者苏明试了符衣去，他和李熙然两人离得远远的，看着两拨人马大混战，就差搬出小凳子嗑着瓜子看好戏了。本土开荒团毕竟是人多势众，打出真火之后，倒是将救人给压制了。古堡群落的大门被冲开，众人一窝蜂似的涌了进去。苏明第一时间赶往救人围猎 BOSS 的现场，还好那头白虎还没有被搞死，不过血量不多了，已然降到红线之下。若是不触发怪物的暴走机制，也就1-2分钟的时间，救人就能将这头 BOSS 收入囊中。在这关键时刻，外线封锁居然被冲开了。冷冰寒脸上露出惊诧，赵丽那家伙是吃干饭的吗？连个门都看不好。冷冰寒美眸中闪过一丝火气，只好让空中力量以及射雕手对准来势汹汹的本土开荒团。来者止步！嗖嗖嗖！数道拖着燕尾的箭矢钉在各大开荒团的负责人面前。越线者必死！冷冰寒手持一柄薄如蝉翼的软剑，脸上溢满了杀意。好霸道！各大负责人心中愤愤不平。野外 BOSS 向来是谁抢到便是谁的，你们救人凭什么霸占？那你来试试我的拳头硬不硬？冷冰寒一抖掌中剑，居然斩出一道剑气。他转职的是古代剑修，史诗级职业中的顶尖存在。等他成长起来，可以一剑断江河。强大的代名词。各大负责人心中一凛，显然在思考，为了一头 BOSS 得罪救人和剑修，值不值？一个没成长起来的剑仙，有什么好狂妄的？兄弟们，让他见识见识大棒的厉害！人群中又响起一道声音，各大开荒团的负责人要妈了，又是那个该死的家伙在暗地里拱火。没错，剑修再强，高转之前算个屁啊！搞他！众人本就心中憋着火，稍微一撩拨便炸了。冷冰寒也不是肯吃亏的主，当即分出一部分人马迎敌，并加快猎杀 BOSS 的速度。吼！濒临死亡的白虎发出震啸山林的怒吼。不好，怪物要暴走！救人的副领队脸色大变。不是暴走，而是召唤。苏明身为御兽师，对此最为敏感。他凝眸看向天空，只见虚空荡起涟漪，从中又走出一头白虎。不，2头，还有一头小脑斧。这如同大猫般的小东西，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那头新来的大白虎用嘴巴将小脑斧叼起来，随后杀入人群之中，将救人的阵型给搞乱，与濒死白虎汇合。穷奇，你媳妇儿没了，不仅让你当牛头人，孩子还不是你的。嗷呜！穷奇不知是气的还是深感无语，搞得吼声都变音了。打趣完穷奇，苏明使用探查术查看了公白虎的面板，名称白化魔虎，品质稀有级，等级 LV50， 攻击力1851，防御力1076。注：此怪主物理防御，法伤抵抗为防御力的 10%， 血量11100，蓝量2331。技能嗜血狂暴 LV30， 家族羁绊 LV30， 嗜血狂暴 LV30， 施展后攻击力提升 100%， 防御力下降 50%， 增加 5% 吸血效果。蓝量消耗896，冷却时间30分钟。家族羁绊 LV30， 施展后可以召将家族成员召唤至身边，并且成员之间血量共享，1分钟内未掉血，自动回复自身最大血量的 50%。蓝量消耗1000，冷却时间1天。看完怪物的属性版，苏明心中吐槽，还以为是神兽白虎呢，结果只是基因突变，不值得呀。算了，来都来了，不抢个怪物，怎么对得起自己的一番表演？第044章，穷奇6瓦。白化虎一家使用家族羁绊技能后，血量分布的很平均，都是3000左右的血量，小脑斧的血条都被干爆表了。冷冰寒正在指挥手下抵挡各大开荒团的冲击，抽空回头看了一眼，
好悬没有气死。只见一尊类生双翅的猛虎张开宽逾数米的爪子，将两头 BOSS 给抓了起来，就连那头小脑斧都没有放过。该死啊 ！BOSS 又被抢了！冷冰寒气的波涛汹涌，飞行职业射雕手将那该死的变异虎射下来。只是他低估了穷奇的速度，后者御风技能一开，一众拥有飞行技能的转职者只能跟在后面吃屁。爽啊！李熙然一脸兴奋，没想到自己的竹马真的将 BOSS 给抢走了，而且还是从不可一世的救人开荒团手中抢的，这太酷了！甩掉追兵，苏明指挥穷奇降落到一处山脉之中。这里林木茂密，芳草萋萋，溪流潺潺，端是孕育新生的好地方。砰砰 ，doom！ 白化虎一家被扔至地上，公老虎异常凶悍，当即就要和穷奇拼命，却被后者一爪子拍晕。穷奇，你小子别公报私仇啊！这头公老虎的皮毛成色不错，能卖不少钱呢。你使用雷法轰击，搞坏了怎么办？苏明喝止穷奇的行为之后，继续说道，将那头母的也拍晕。啪！穷奇扬起爪子，赏给母老虎一个大逼兜，带着你的义子出去溜达溜达。苏明抱起奶凶奶凶的小脑斧，将其放在穷奇面前，后者不情不愿地将其叼了起来。待穷奇离开之后，苏明方将小狐狸召唤出来，叮嘱后者做好护卫。然后他提着猎魔法剑，淡淡说道：“蠢女人，开干吧！”干！李熙然露出智慧的眼神，诧异道：“干什么呀？当然是一些深深浅浅的事。”言罢，苏明奋力将剑捅进白虎体内，噗嗤，带出一蓬血花。李熙然情不自禁发出一声猫叫，连忙捂住自己的嘴巴，见发小没有注意，方才有样学样。半个小时后，李熙然感觉自己的胳膊酸麻的都不是自己的了，可面前的母老虎还有1000出头血量。反观苏明早已躺在摇椅上，悠哉悠哉的品美食饮佳酿，真是人比人得死。没办法，谁让人家有个好宠兽。当他机械式捅怪时，苏明让九尾狐略微出手，一下便将公老虎给拍死了。该死！李熙然咬着嘴唇，手上加大力气劈入母老虎的要害处。-2，这个伤害已经很高了，若非苏明帮他找出怪物的弱点处，他连怪物的防御都破不开。-11，这是出暴击了吗？李熙然眼中闪过一抹喜色，可是还没等他高兴，就见母老虎悠悠醒转。吼！母虎吼出一阵腥风，张口就朝李熙然咬去。然而小狐狸快若闪电，抬手就是一个大逼兜，再次将母虎拍晕。苏明瞥一眼呆立当场的女人，淡淡说道：“快点打吧，还愣着干什么？”李熙然幽怨地回看一眼，无奈地扛起大斧，继续剁剁剁。又过去20分钟，母虎终于解脱了，哗啦啦，爆了一地物品。不错，你这运气挺不错的，爆出来的物品还不少。我们之前说好的，公虎爆出来的物品归我，母虎爆出来的物品归你。快看看有什么好东西。闻言，李熙然使用探查术开始鉴定母虎爆出来的物品。3件稀有级的装备，还正好是他能用上的，这运气确实可以。不过跟苏明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公虎只爆出来1件物品，但却是不占用装备格的。名称：魔虎玉佩，品质：稀有级装备，效果：体质加20，力量加30，附加特性：嗜血，佩戴者造成伤害时吸取 5% 伤害值，补充自身血量。使用限制：全职业通用 ，LV 30级装备，20级以上可以使用，无属性要求，此装备不占用装备格。这件装备乍看起来，所加属性以及附加特性都挺一般的，因为20级的转职者一般只能打出1-200的伤害，吸取的伤害值极为有限。但对于苏明来说，这件装备堪称神器。他可以使用身心互换技能，将穷奇或者小狐狸的属性复刻到自己身上，轻轻松松就能打出3-4千的伤害值。一下普攻补充100-200点血量，这比普通级的红药强太多了。苏明觉得这件装备1转前甚至2转之后也能够使用。哟，穷大爷遛娃回来了呀！苏明笑着说道。穷奇将小脑斧放在地上，如避蛇蝎一般钻进御兽空间之中。苏明见到这一幕，不由感到好笑，看来上古大凶也是惧怕带娃啊。他伸手攥住小脑斧命运的后脖梗，朗声说道：“母老虎，送你个小脑斧。”唰！他将小脑斧朝李熙然扔了过去，后者先是接住，然后凶巴巴地说道：“说谁母老虎呢？”他话还没说完，就见小脑斧毛茸茸的脑袋往自己怀里钻，他的心不由萌化了。苏明微微摇头道：“这小家伙以后要吃苦了，会营养不良的。”李熙然专心撸虎，倒是没有听到这番话，不然还得跳脚。飞机场怎么了？为国家节省布料，我骄傲了吗？是夜，苏明躺在床上，拿出手机随便刷刷。转职者论坛中热闹非凡。原来
救人开荒团发出了悬赏令，重金寻找一名骑虎少年。苏明想都不用想，便知道是找自己的。看完悬赏价格，他都有些心动，100万 RB， 搞得他都想将自己举报了。说起 RB， 他想起来自己在拍卖行挂售的桃花仙肚兜，不知道卖出去了没有。于是他打开拍卖市场，看完售卖消息，惊得差点咬住舌头。581万 RB， 他知道桃花仙肚兜属性非凡，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但他的心理预期是300万，这差不多翻了一番。有钱人可真多呀！他感慨一句后，将 RB 转移到自己的银行账户。从此以后，自己也算百万富翁了，每餐多加个鸡腿不过分吧？第045章考核前夕，苏明想了想，决定拿出4张赐福卷轴挂在交易市场拍卖。他现在一共有8张赐福卷轴，这些只能在一转的时候使用，而且只能用2张。他给自己所留的2张，打算等到接近一转时再用，那样性价比更高。还有2张则是打算给李熙然，让纯女人得以入学北清。入学考核在即，赐福卷轴绝对能够卖个好价钱。还有那枚能够孵化出迷雾统领的宠兽蛋，他也一并挂了上去。这些物品的起拍价都是10万 RB， 每次加价不少于1000，一天内无人出价自动成交。他新得近600万 RB， 想要以此求购不化谷系列套装，参考桃花肚兜的售卖价格，他将求购金额定在200万，暂定求购2件，希望能够买到吧。光靠自己刷的话，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刷够套装呢。并且单独拿出200万求购龙晶，这对于山海契约兽来说可是好东西，能够解除次元封印。他本来还想求购冥土指引图，但他觉得这碎片牵扯太大，而且价格绝对不菲，于是没有求购。一夜无话，接下来2天时间，苏明2人埋头练级，终于是赶在考核前将李熙然的等级提升至19级。对此，李熙然还是很知足的，只是不能跟苏明一起上北清大学，而感到相当遗憾。北清大学入门标准之一，等级必须达到20级，只有天生强大的职业以及坐拥财富、权势的人才能达到这一标准。普通人职业不是很强的话，很难在短时间内升至20级。篝火摇曳，李熙然的倾城神颜，眼角挂着一颗泪痣，在火焰映衬下更添妩媚风情。苏明，上大学之后，我们不在一个学校，就不能经常见面了，感情会不会变淡？我们之间有感情吗？李熙然气抖冷，翻个白眼道：“我是说友情，不是那个啥，你不要想歪了。”那个啥啊？苏明脸上挂着一丝打趣。这个给你。苏明从背包中拿出赐福卷轴，像是拿出2张 A4 纸一样，毫不犹豫递给李熙然。后者脸上闪过讶然，他当然知道这2张卷轴的价值，没有任何代价直升2级。那些豪门大族为了让儿女入学北清，愿意花费极大代价求购卷轴的。你把这个给我，你该怎么办？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刷了多少副本记录，这玩意儿我不缺的。李熙然当然知道自己的竹马就是在网络上引发轰动的屠龙者，卷轴这东西真的不缺，可这也抹杀不了卷轴的价值。苏明，你都把我弄哭了，这让我怎么划呀？李熙然撇了撇嘴道：“先别急着感动，还有给你的东西。”苏明将红龙的守护取了出来，现在抱着我的大腿哭吧。经过苏明一番逗弄，李熙然自己都没发现自己的心情好多了。这是一身套装，应该挺适合你的，你穿上试试。李熙然深深地看了对方一眼，然后接过红龙的守护，钻进帐篷里窸窸窣窣。片刻之后，李熙然从帐篷中走出来，他本就自带3分英气，被铠甲映衬之后，更是显得英气勃发，就像是一位唇红齿白的少年将军。怪物掉落的装备会根据男女性别自动调节，穿在李熙然身上确实挺适合的，只是为什么某些地方被放大了呀？李熙然注意到竹马的眼神，于是媚出一抹风情，一脸表气地说道：“好看吗？真的是店大欺客呀！”听到苏明的吐槽，李熙然低头看了看，穿铠甲之前一马平川，现在却陡然起了丘陵。他脸一红，气冲冲地说道：“本来就有好吧，只是被埋没了而已。”苏明流露出一抹怀疑，不过并没有揪住此事不放，而是话锋一转道：“李熙然，加油！北清大学没那么难进。”6中阶梯会议室，校长正在为明天的考核做最后的动员，毕业班的班主任则是正襟危坐，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因为学生的命运事关他们的前程以及前程。长达2个小时的动员大会结束后，几名关系不错的班主任凑到一起：“老温，你担不担心明天的考核？”“担心？”温馨元微微摇头道：“我并不担心，我只是希望无论结果如何，我的学生都有大学上，无论学府的好坏。”“说得对，老温，你班上出了2名稀有主战职业，无论怎样，年终奖是有了，评职称的时候也有优势。”
哎，你们说咱们学校咋就没有出一个史诗级职业呢？一中出了2名史诗职业，还有1名外地考生挂名在他们学校，这都是北清种子啊！看来今年一中很有可能打破金海10年不出北清学子的魔咒。班主任言谈之中，无不透露着对一中的羡慕。官方通告，入学北清的学子，除了获得高额奖金以及卓越级的主战武器，还能收获一份神秘大礼。除此之外，学校也会获得教育资金倾斜。若是自己班里出1名史诗，顺利进入北清大学，他们简直要大摆宴席庆祝。温馨圆却没有功夫羡慕，他在想自己的学生大考在即，难免会有临阵崩溃者。唉，今晚还是转一圈，做个心理辅导吧。尤其是那些转职失败以及职业差强人意的，更是需要重点关注。他告别同事，提着自己的公文包，挨家挨户的家访学生。转了一圈，这次不见苏明和李熙然，后者还好说，转职成为狂战士，再怎么着也能考入一所重点大学。他主要担心的是苏明，这小家伙的职业成长难度太大了，很有可能夭折。他拿出手机试图联系，结果无人接听，脸上的担忧之色更甚。与此同时，苏明正在查看自己的职业面板，为大考做最后的准备。姓名：苏明，职业：御兽师，山海御兽师唯一隐藏性职业，转职一转，等级 LV22 3W 3K 55W， 力量11+50，体质99+80，敏捷34+10，精神15+10，血量990+800，蓝量150+100，物攻11+50，法攻15+190，物防11+90，法防15+80，攻速0.44，移速4.4，耐力910+800。技能：御兽空间 LV1 98100，可将契约兽置于次元空间，各项指标恢复速度正10%。附灵 LV1 5100，施展之后可将自身属性附加到契约兽身上，持续1秒，消耗1点蓝量，无冷却时间。抗拒之环 LV1 61100，施展之后周身出现环状气流，可将 LV 10级以下怪物击退2米，威能随着技能等级提升。蓝量消耗 10.1秒，冷却时间无。追击 LV1 68100，施展之后50%的几率让宠兽额外触发1次攻击，当前技能等级不会触发任何效果，包括暴击、吸血、持续伤害等效果。蓝量消耗100，技能冷却10分钟。身心互换 LV3 1209000，施展之后可以跟宠兽互换属性，技能升至满级可以互换身心。技能当前技能持续时间7秒，蓝量消耗 50.1秒，冷却时间1天。属性点0，技能点0。契约兽神话级穷奇，神话级九尾狐，可学技能无。装备猎魔法剑，稀有级装备 LV20， 猎魔玉佩，稀有级装备 LV20， 不化骨戒指，卓越级装备 LV20， 不化骨胸甲，卓越级装备 LV20， 魔虎玉佩，稀有级装备 LV30。苏明心道自己这属性在今年的转职者当中不敢说名列前茅，但绝对不差。就算不让穷奇和小狐狸出手，他也有一定把握通过北清的入学考核。第046章，你凭什么定义我？凭你那张狗嘴吗？大学考核每个城市都会设置考点，而金海市的考点是位于市一中。各所高校的招生老师早早来到考核现场，安排人宣传自家学校。当然，重点大学是不用宣传的，他们不缺生源。一座高台之上，金海市的主官端坐于主位，各级领导进行陪同，而每所中学的校长只有一中的校长混到一个座位。各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都来了吗？金海市主官淡淡问道。基本上都来了，只有北清的主考官尚未过来。闻言，主官的眉头微微皱起。由于金海10年都未出北清苗子，北清大学都不想来招生的。今年是他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可别出什么岔子啊！他眼神示意大密过来，交代后者问一下情况。与此同时，一中的操场上云集近万学子，这些便是金海今年的考生。当然，金海市每年的考生可不止这些，主要是筛掉近5成鸡肋职业，又划定10级投档线，最终入围9888名学子。由此可见，全民转职时代，大学考核的淘汰率还是很高的。6中队伍，温馨园正在清点本班参加考核的人数。他们班总共有10人前来参加考核，这个人数算多的了，只是目前只到了8人。他不用对名单，便知道是苏明和李熙然没来。这2个小家伙在干什么？可别错过考核啊！老师，他们来了。小胖子方圆挥手道：“这边，这边。”苏明跟李熙然走在一起，宛若一对璧人，引来不少侧目。你们2个终于来了。
温馨元长舒一口气，继续说道：“赶紧将入学考核表填一下，一会直接拿着表交给想报考的学校。”说完这些，温馨元便走了。他班里有10名学生参加考核，每个都要操心到。就在苏明两人填写考核表时，班里的同学围了上来，当然主要是想跟李熙然套近乎。这位转职成为稀有职业狂战士，只要不是发挥太差，就能进入重点大学。现在提前拉好关系，将来说不定有需要对方帮忙的地方。至于苏明一个鸡肋预售师，并没有人在意。李大女神，你准备报哪所学校？小胖子方圆一脸讨好道：“我花钱找的代练，目前等级为18级，应该能进重本，说不定我们还能进一所学校呢。女神，你准备报哪所学校呀？”北清。哦，北清。方圆忽然一惊，乍音道：“北清，李大女神，你要报考北清？你有什么问题吗？”李熙然冷冷说道。除了苏明之外，他对待其他人极为冷淡，而且他很讨厌嘴巴没遮拦的小胖子，搞那么大声，让大家都听到了。李熙然，你要报北清？温馨元听到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李熙然将考核表装进档案袋中，蹙起光洁的眉头道：“对呀，温老师，我想报北清。”一旁一中的老师赵无极插话道：“老温，你这学生挺自信，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们6中没出史诗职业啊，就这都敢冲北清，我只能说自求多福。”赵无极跟温馨元是同学，只不过关系一般，他来6中这边无非是想探探情况，看看乐子，没想到还真有乐子看，一个稀有职业都敢冲北清了，真的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虽然北清的入学要求是稀有级以上都能报考，但以现在的内卷程度，不是史诗级职业根本入不了围。老温，现在档案还没有递上去，我建议你劝劝你的学生，人呐，要有自知之明。温馨元虽然很讨厌赵无极，但是后者说的有道理，考入北清太难了，不如选择一所重本稳妥。他正要开口劝自家学生，结果又被惊到了。老师，我报的也是北清大学。什么？温馨元感觉自己的耳朵出毛病了。李熙然想冲一冲，还是有一线希望的。可是苏明，你小子瞎凑什么热闹啊？预售师本就是弱势职业，你这好不容易成长起来，老老实实找个普本不香吗？噗嗤！赵无极终于忍不住了，放声大笑道：“老温啊，你这个学生那么的普通，却又那么的自信，简直要笑死我了。那你去死好了。”苏明冷冷说道。你赵无极被呛了一句，脸憋成猪肝色。该死的小子！赵无极和苏明之间还有一场赌战，他本想趁机贬低对方2句，结果又被呛了。他脸色阴沉道：“老温，你这学生连最基本礼貌都不懂，你都不管的吗？你凭什么定义我没礼貌？凭你那张狗嘴吗？”苏明眼眸中闪过一道金光。尊重是给人的，当狗的没资格要求。轰！赵无极真的怒了，五转狂战士的气势轰然爆发，如同一尊怒目金刚。臭小子，我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尊师重道。苏明神色无畏，正准备召唤穷奇，却被温馨元挡在身后。赵无极，你够了，你挑衅在先，就别在这倚老卖老了。言罢，他展露出自己的面板信息，史诗级职业五转游侠，并不逊色赵无极。2尊高阶战力对峙，瞬间引来诸多观众目光。赵无极自知理亏，是自己无故挑衅，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这要闹大了，确实不好收场。他剜了苏明一眼，恨恨说道：“小子，今天暂且放过你，70天后那一战，我定然叫你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老狗，好好享受余生。”闹剧结束，温馨元语重心长道：“苏明、李熙然，你们2个好好考虑，真要报考北清大学吗？”2人重重点了点头，并且告知班主任他们的等级。李熙然升到20级，温馨元还能接受，可是苏明22级，着实将他吓到了。这小子是怎么做到的？他对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都有所了解，知道苏明自小一个人长大，应该拿不出请代练的钱。但这位学生的父母都是高阶职业者，失踪前给儿子留下了巨额财富，这也不是不可能。事关学生秘密，他也没有追问，只是叹气道：“既然你们想好了，那老师只能祝你们如愿以偿。我也没什么能帮你们的，这2件装备你们收下吧，都是根据你们的职业所准备的。”温馨元给班里面参加考核的学生都准备毕业赠礼。谢谢老师。李熙然获赠一把八卦开山斧，正好可以将先前斧头替换下来。苏明的则是一枚精良级别的玉佩，名为清风佩，增加自身10点敏捷，以及附加特性清风，佩戴者免疫5%的毒系伤害，被动生效。老师赠予的装备，苏明还是挺喜欢的，自打转职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见被动技能。投桃报李，就用北清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回报老师赠装备的恩情吧。大学的入学考核共分为2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学生需要展示自己的等级，并且让封印师封印储物空间。第2个环节，进入龙门塔参加试炼，
根据学子的表现进行评分，而且还能自主选择考核难度，分为普通、困难、噩梦、炼狱、深渊。深渊与前面几种最大的不同，深渊不分关卡，而是分怪物波次。像前面4种，每闯完一关还有个休息的时间，而深渊要一直打，所以难度直线上升。苏明远眺那座冲天塔，心中默道：深渊很难，所以选择深渊吧。第047章，在你牛逼之前，我已经牛逼了。苏明之所以想要选择深渊，主要是觉得其他难度太过麻烦，还要一关一关的闯。深渊则是不同，站桩输出就行了，简单且粗暴。他喜欢这样搞。北清大学的主考官终于来了，以金海主官为首的领导团赶紧上前迎接。老师、学生的目光也齐刷刷地看过去。北清大学一共来了2人，一位胡子花白的老者，一位绝美御姐。咕咚！看到绝色御姐，在场一众男人集体吞咽一口口水。太美了，眉眼如画，肌肤胜雪，随着步伐的脉动，摇曳出万种风情。上身着基础款白衬衫，饱满呼之欲出；下身着普通款式的蓝色牛仔裤，普通人穿着要拖地的裤子，硬生生的让他穿成9分裤，露出一截雪白的脚踝，而且无比的贴身，将美好的曲线完美呈现。在主官的陪同下，2人走上主席台，列席就坐。这是其他高校主考官无法享受的待遇。人已到齐，可以宣布考核开始了。主管将大秘唤过来，交代后者督导本次考核的各个环节。简单的开场白之后，主持人开始宣读考核规则。其实每年的考核规则基本上是一致的，所有参加考核的人都要进入龙门塔参加试炼。龙门塔很公平，会根据考核者的职业特性生出不同的考核场景。简单来说，战斗职业需要杀杀杀，辅助职业则是加加加，生活职业完成花。还有一条极为重要的规则，进入试炼关卡的考核者只能使用身上佩戴的装备，因为背包被封印师给暂时封印了。这条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考核的公平，毕竟有些强大的道具不分等级就能使用，这会令学子的成绩不具备真实性。除此之外，巡考官也会巡查各个考场，一旦发现违规者，当场取消考核资格。宣读完规则，主持人又重申了极为重要的一点：试炼过程中感觉自己实力不足，一定不要硬闯。切记，活着比上大学更重要。参加考核的学生无不面色一凛。每年考核中都有人丧命，这个概率虽然很低，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自己100%安全。因此，在选择考核难度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大多数学生选择了普通难度，虽然获取的积分较少，但这样最为稳妥。少部分则是选择了困难级的难度，他们是想冲击相对好一点的院校。一中学生史诗级职业雷霆法师向龙选择噩梦难度，对此众人只是羡慕，并不感到惊讶。得益于一中的宣传手段，金海市大部分人知道一中今年出了2名史诗级职业，而且还有1名史诗级在一中挂名参加考核。这3位志在冲击北清大学，而只有噩梦级以上才有机会攒满进入北清的积分。不愧是一中的种子选手，起手就是噩梦级难度，我这辈子都不敢想啊！若我是史诗级职业，我也想要冲击北清，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来个尿黄的，呲醒他。与此同时，龙门塔再度闪烁，一中学生史诗级职业如将顾文清选择噩梦难度，一中学生史诗级职业龙骑士林浩选择噩梦难度。不只是学生，各大中学的校长都很是羡慕。一中今年太牛了，整出3个史诗级职业，只要有一个进入北清，便能起飞了。林浩站在龙门塔前，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他就喜欢被人注视的感觉。他本来想选择炼狱难度的，但被家族的族老给拦住了。身为龙骑士，史诗级职业中的顶尖，以他的天赋才情，通关噩梦难度几乎是手拿把攥的事。强行选择炼狱级别，有一定概率出事。不过就算是噩梦级的难度，就已引发众人热议，他还是挺高兴的。主席台上，一中校长坐不住了，老脸笑成一朵菊花。太长脸了，今年他们学校定然可以夺得金海状元。若再出一位北清学子，那就完美了。他很想走下去，跟其他校长聊聊，重点聊自己治校的经验。赵无极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向龙是他的学生，后者出风头，便是给他长脸，他岂能不激动？他瞥向6中的队伍，姓温的，你们学校有人敢选噩梦难度吗？就在他准备去找存在感时，龙门塔的光芒闪烁。6中学生稀有级职业狂战士李熙然选择噩梦难度。赵无极脸色一僵，稀有职业选择噩梦难度，是怎么敢的？不要命了吗？温馨元脸上也是闪过一丝意外，他觉得李熙然选择困难级最为稳妥，刷通关的话可以上重本。
谁料这小妮子选择了噩梦级，看来是真想冲击北清啊。他知道小妮子升到了20级，而且一身属性不俗，但还是担心。他是真不想自家学生出事。他突然想到，苏明也志在冲击北清，应该也会选择噩梦级吧。他正准备去劝劝的时候，却见苏明走到龙门塔前，做出了选择。6中学生，稀有级职业御兽师，苏明选择深渊难度。妈了，温馨元金的裤衩子差点掉了！我的小祖宗啊，你到底要闹哪样？强闯深渊，真是毛头小子，不知深浅。就连不知深浅的李熙然都震惊得无可复加。苏明，你是疯了吗？选择深渊难度？你要知道，自从转职时代开启，我们大夏国只有1位转职者选择深渊难度并且通关，那个人现在已经是神了。苏明耸耸肩道：“我知道啊，别人能做到的事，我为什么不能够做？”李熙然摇了摇头，疯了，自己的竹马疯了。他到底知不知道深渊难度意味着什么？几乎是十死无生，只有神话级职业以及受天道眷顾的幸运儿才有可能通关。在意苏明的人都觉得他疯了，而旁人都在看热闹。6中的人是来搞笑的吗？稀有职业抑郁闯多年未曾开启的深渊难度，真是给爷整笑了。1中以实力碾压，6中想把咱们笑死，都挺牛逼的。无一人觉得苏明能闯过深渊，都觉得他是小丑，是来搞笑的。龙门塔前，向龙嘴角勾出讥讽：“哗众取宠，确实是你的风格。取你妈的宠！”苏明嘴上从不吃亏。你向龙脸色铁青，恨恨说道：“我不跟你斗嘴，反正你已经是死人了。”言罢，他迈入龙门塔，开始闯关。哥们儿，你真是脑子秀逗了，怎么专干找死的活？虽然我很想称你一句牛逼，但是你都要死了，所以本届考核大会还是我厉害。哥们儿，你放心吧，我每年都会给你烧纸钱的。龙骑士0号围绕着苏明上蹿下跳。我的好大儿，你放心吧，爸爸还没给你造出弟弟，不会死的。苏明回怼一句之后，就要迈入试炼塔。他是真不想跟话痨有交集。0号背对的有些难受，憋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话：“哥们儿，你说不过我，不能人身攻击啊。算了，我不给你一般见识，毕竟在你牛逼之前，我已经牛逼了。”苏明一脸无所谓道：“那你可真厉害啊，每天被迫进进出出的，好受吗？”第048章，状元的归属。参加考核的学生们都已进入龙门塔，各大高校的主考官在翻阅考核报名表，北清大学也不例外。只是北清大学的主考官待遇较高，金海市主官的大秘在一旁帮忙打下手。北清一共来个2人，花白胡子虽然年龄长，但他只是副考官，绝美御姐才是主考官。苏全面前的档案并不多，只有区5份，主要是大多数学生都挺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考不上北清，贸然报考只会没有学校上，还不如选择个稳妥的。这3个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1中的校长苍蝇搓手道：“他们品学兼优。”苏全眉头微皱，打断了1中校长的吹捧，拿起一份档案。雷霆法师号称法术炮台，成长起来输出恐怖，一人能顶一支队伍。儒将吟诵古代战诗，具化诗中意象，这个职业倒是挺有趣的。龙骑士，强大的代名词，而且出自玉龙世家精灵林家，这家伙很有希望啊。听完苏全的点评，1中校长的地中海发型都激动得无风自动。今年的考核将会被1中霸榜，若是出一名北清学子打破金海10年魔咒，那么他将会成为金海的英雄，名利双收。其余学校的校长见1中校长意气风发的样子，无不感觉柠檬在嘴里炸开。酸，太他妈酸了！为什么出风头的总是1中？老刘，能不能打压老王的嚣张气焰，就全靠你的学生了。一名校长打趣道。6中校长刘洪亮心里暗骂对方一句：狗东西就会拿我开涮。报考北清的5名学生中，除却1中的3名学生，剩下2名皆出自6中。按道理来说，这是值得骄傲的事，可是刘洪亮却高兴不起来，主要觉得不靠谱。一个稀有职业狂战士选择噩梦难度冲击北清也就算了，另一个稀有职业御兽师竟然选择闯深渊难度，这不是找死吗？若非龙门塔的难度一经选择无法更改，他肯定要让对方3思而后行。哎，现在只能提前准备好人道主义赔偿金，以及做好危机公关了。虽然试炼难度是学生自己选的，但真出事了，学校也免不了责任。刘洪亮现在只祈求那个学生进入深渊晃一圈，就主动放弃试炼。这样做虽然很丢人，但总好过没命。主席台上，御姐苏全依然在翻阅档案，对于李熙然报考本校，他并没有异样想法。北清大学画下的头档线，稀有级职业级以上，等级为20级，对方都符合，他自然不会说什么。只是当他拿起苏明的档案，光洁的额头皱成一团。
御兽师由于潜力宠兽难求，这个职业难出强者，尤其是前期宠兽没有成长起来，输出极为乏力，所以御兽师又被称之为最弱稀有级职业。这小家伙敢报北清，倒是颇有几分胆色。当他看到苏明的等级为22级时，心中微微一动。22级在金海考生当中绝对名列前茅，能以弱鸡之姿将等级升至傲视一众学子，看来这小家伙非富即贵。然而当他看到家庭一栏中填写的父母失踪时，不由感到迷茫。没有父辈帮助，那这是什么情况啊？苏全对苏明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当即长身而起。陪同的人连忙站了起来。金海市主官笑着说道：“苏考官，你这是要巡视考场吗？”一中校长神色一喜，主考官要巡视考场了，希望那3个小家伙能够好好表现，争取在主考官面前留下好印象。龙门塔开启之后，只有各大高校的主考官可以进入考核场巡考，而且只能巡视报考本校的学生。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毕竟每个人都有秘密，若是公布于众，可能会对学生的人身安全产生影响。王校长，你的学生即将被巡视，这很大可能决定是状元的归属，你的心情如何？反正金海主官的心情挺不错的，不出意外的话，今年金海要出一名北清学子，甚至可以大胆一点，来个3喜临门。一中校长正欲回话，却见北清大学的主考官走进龙门塔，选择第5888号考场。他记得很清楚，他学校的3名考生都不在这个考场。6中学生的考场，一中校长有些懵逼，主考官怎么选择巡视6中？不过他很快就想明白了，对方可能觉得6中学生稀有职业都敢闯噩梦，甚至还有哗众取宠的兔崽子，选择的是深渊，因此产生了好奇心吧。哼，最后还得看我们一中。与此同时，苏全进入龙门塔内，等待传送进考场。他还在深思，这个叫苏明的学生既没有父辈的帮忙，又没有巨额财富，却能将等级提升到22级，那只有一种可能了，这个小家伙契约了一头潜力巨大的宠兽，而且是开局就很强的那种。只是得是多强大的宠兽，才能让这个小家伙敢于闯深渊。苏全愈发的期待。白光闪过，他进入到考场之中，被眼前的一幕惊得波涛汹涌，甚至有股暗潮涌动。他抬起纤纤玉手，揉了揉美眸，主要是觉得自己看错了。可是揉眼之后，眼前的景象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只见堆积如山的怪物尸骸上，一位风度翩翩的少年，手和脚都很忙，不过不是忙着刷怪，而是忙着烹饪食材。深渊级怪物，万千学子连面对都不敢，在少年这里却只配成为食材。是这个世界太疯狂，还是我在做梦？苏全依然是满脸不可思议，这小家伙到底是来考核的，还是来度假的？这也太不尊重深渊级的试炼了吧？什么？苏全美眸中爆闪过一道金芒。我看到了什么？身如小山般的老虎，泪生双翅，威风凛凛，呼啸出一口雷霆，如同雷尊降世。一尊生有9条尾巴的白狐，抬起一爪便将一头50级精英怪拍成了肉泥。难道这便是小家伙的宠兽？苏全满脸的疑惑和震惊。进来之前，他做过心理建设了，能够接受苏明拥有强大的宠兽，可是他没想到会这么强。最关键的是，这2尊宠兽他都没见过呀，不管是宠兽图鉴还是怪物图鉴，都没有这2尊宠兽的记载。这小家伙到底契约了什么？第049章，神话职业能通关。若我有2尊神话级呢？苏明并不知道有人在注视自己，而且还惊成了木头人。他一边撸串一边感叹，深渊不是号称十死无生吗？结果就这，神话级职业可以通关深渊。那2尊山海异兽都是神话级，平躺通关深渊不过分吧？要是深渊的怪物不分波次，直接一股脑涌上来就好了。苏明喃喃自语，他之所以这样想，是觉得怪物成堆，能将穷奇的技能雷海最大化利用。只不过他这番话若是被苏全听到，肯定又是惊得暗潮汹涌。别人巴不得怪物出来的慢点，好多些喘息之机，你小子倒好，嫌怪物出来的慢，真是不当人子啊！苏明已经清理了4波怪物，根据天道提示，还剩下2波怪物。进入深渊之前，苏明就给穷奇下达了指令，能不用神威刷新技能就尽量不要用。所以打到现在，穷奇还剩1次刷新技能的机会，3技能灭世神雷尚未使用，九尾狐则是只用普攻杀敌，1次技能也没有使用。还剩2波怪物，苏明觉得火力足够了。烈！一声震耳欲聋的鸟鸣声。苏明抬头看天，只见天际出现一群飞鸟，这些体长过丈的鸟身上遇着火焰。火凤凰。苏明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不对，不是凤凰，
要是整一群凤凰过来，这试炼就不是深渊级了，而是灭世级别。天空中的火鸟飞行速度很快，转瞬即至。接近敌人之后，群鸟一起张开鸟喙，喷发出篮球大小的火焰，如同天火乱坠。苏明眼眸闪过一丝兴奋，这才有点深渊的意思吗？出于好奇，他查看一下火鸟的属性。名称：火灵鸟，品质：精英级，等级 LV50， 攻击力645，防御力452。注：此怪主防物理伤害，法术免伤为防御力的 10%， 血量2984，蓝粮1031，技能火球术 LV30， 飞鸟扑火 LV30。光看属性面板，这火鸟在同等级的怪物当中并不算太出众，不过二技能比较有趣。飞鸟扑火，火灵鸟以生命为祭品，以身化火攻击地方单位，造成自身攻击力 150% 的伤害。蓝粮消耗无，冷却时间无。好家伙，搁着玩自杀小队呢。苏明吐槽一句，决定苟一波。他躲在九尾狐怀里，让穷奇赶紧使用神威刷新雷海，给这群火灵鸟开一个雷电派对。他并不担心穷奇杀不完火灵鸟，主要是觉得后者的飞鸟扑火有点危险。若这群崽种同时玩自爆，哪怕是强如穷奇也很危险。好在这群火灵鸟智慧不高，或者说没鸟愿意一上来就送死。穷奇冲进鸟群，不管3721，先来了一发雷海，将群鸟给干麻了。真正意义上的麻，都特么麻成焦炭了。剩余的火灵鸟鸟死鸟悲，发出凄厉的叫声，随之朝穷奇发起自杀式攻击。轰轰轰，爆炸接连不断，穷奇都被烤炸毛了，焦黑焦黑的。不过余下的鸟量不多，差不多炸掉穷奇1/3的血量。由于不能使用背包，这意味着无法使用红蓝药，所以苏明让九尾狐留意，等下波怪物来到，给穷奇套上一个二技能，不仅能免控，还能抬 10% 的血量呢。深渊之所以被称为深渊，是因为怪物波次之间只有10多秒缓冲时间。苏明刚套了掏鸟，结果下波怪物便到了。这次不同于第5波，是由不同种族的怪物组成的群落。这波杂种怪冲在最前面的是暗影豹，50级的精英怪，属性不弱于火灵鸟。两个技能分别是嗜血、影杀。嗜血重规重矩，每次攻击可以吸取敌方单位 1% 的血量。影杀这个技能的机制较为有趣，暗影豹可以操控影子，前行状态提升 50% 的攻击力，与本体联动攻击造成 200% 的单体伤害。紧随暗影豹后面的是一群泰坦犀牛，这群狂躁的大家伙，物理防御力近千，唯一的技能铁皮更是能提升自身 50% 的防御力。若是战士在此，根本无法破防，只能被犀牛活活顶死。除却陆地怪，还有一种飞航怪，飓风苍鹰，等级高达60级的精英怪。两个技能都跟风有关，第一个技能风刃，跟风系法师的风刃一样，都是以风作刃，可对目标造成自身攻击力 120% 的群体伤害。另外一个技能风兰，降低自身防御力以及血量，使自身敏捷大幅提升，并且获得高额攻击力提升。也就是这次试炼没有海域，否则海陆空给整全了。3种怪物有2种是高敏捷型，苏明丝毫不敢大意，让九尾狐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看着密密麻麻的怪物群，苏明眼中溢满战意，他抽出身后的猎魔法剑。好，穷奇带头冲锋，苏明则是让九尾狐化作可骑乘大小，变身为白狐骑士冲进怪物群。穷奇能飞，主要负责干掉飓风苍鹰，后者虽然以速度见长，但在穷奇面前只能说小巫见大巫。嘎嘣！穷奇张开血盆大口，生生的将苍鹰撕裂，就像撕辣条一样。地上苏明和九尾狐配合也是嘎嘎乱杀，当然谁嘎嘎谁乱杀就不要太计较了。由于泰坦犀牛的假太后，苏明的主要猎杀目标是暗影豹。这群擅长偷袭的家伙，在九尾狐面前连个弟弟都算不上。小狐狸只需略微出手，就像拍爆浆泡芙一样，将一众怪物的脑袋给拍扁了。2尊山海异兽陆空联动，这波怪物根本不够杀。除了暗影豹和飓风苍鹰搞突袭，令苏明的血量下降一半，其他并没有什么损失。随着最后一头怪物被干掉，地面上又堆起一座尸山。苏明感到可惜的是，龙门塔中的怪物都是模拟出来的虚影，击杀之后既不提供经验，也不会爆装备，否则这座尸山得升多少级啊？咦，怪物杀光了，这又是最后一波，怎么不把我传送出去啊？苏明眼眸中闪过一丝疑惑。由于深渊级难度多年未曾开启，网络上并没有什么攻略，苏明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正纳闷的时候，听到一道炸雷般的声音：入侵者都要死！第050章
养神计划，入侵者死。这道冰冷的声音在这片空间内回荡。苏明眼中闪过一抹诧异，怪不得试炼没有结束，原来有 BOSS 啊！他抬眼看过去，只见天空荡起道道涟漪，一道身影从虚空中走出。人形怪，还是能口吐人言的人形怪。苏明不敢大意，将2尊山海异兽换到自己身边，以充护卫。做完这一切，他才安心打量 BOSS。这头人形怪身高9尺，穿着一身西式重甲，腰间悬着一把重型阔剑。苏明使用探查术查看怪物的面板，名称利刃克里琴斯，品质卓越级，等级 LV60， 攻击力2450，防御力1527。注：此怪主防物理伤害，法术免伤位防御力 10%， 血量9600，蓝粮4131。技能暗之使徒 LV40， 暗之赐福 LV40， 暗之使徒 LV40， 施术者将自己的 50% 的生命值献与黑暗之神，获得 50% 的攻击力提升，并获得攻击附加 10% 的吸血效果。此技能可触发被动技暗之赐福。蓝粮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暗之赐福 LV40， 被动技能，每降低 1% 血量，提升 1% 的攻击力和攻击速度，攻击附带腐蚀之力，对敌方单位造成伤害后，附带自身攻击力 2% 的持续性伤害。蓝粮消耗无，冷却时间无。这头 BOSS 的物理防御力惊人啊，堪称是铁罐子。以苏明的攻击力破不开怪物的防御，所以他不打算献丑。可惜没有办法跟怪物掰一掰手腕了，他本来还想练练手呢，现在只能交给穷奇，当成大号磨牙棒吧。好，穷奇冲过去，张开血盆大口，咬住克里琴斯半边身子，并且反复的摇头，就像在撕咬一头野狗。克里琴斯的血量急速下降，他艰难地抽出腰间阔剑，单手持剑朝穷奇捅了过去。由于自身攻击力得到加成，他这一剑造成的伤害还算不俗，并且触发了暗之赐福的附加效果。可是接下来的一幕令他无比震怒，只见那该死的老虎身上冒出一团青光，他打出伤害便被抵消了，并且还多回了一点血量。更关键的是，附加效果也被清除了。死！克里琴斯会说话，但是能说的不多，嘴里反复念叨着入侵者死之类的话语。苏明听的耳朵都要磨出茧子来了，于是给穷奇下达指令，赶紧将这个铁罐子搞定。然而克里琴斯血量狂降的同时，竟然主动开了暗之使徒技能，自身攻击力大幅度提升，并且触发了吸血效果，以此勉强扛住穷奇的撕咬。不过他的血量很不健康，嘎掉只是时间问题，但他值得自傲，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将穷奇血量打到一半的怪物。这头人形怪真有点东西啊！苏明撸着雪白的小狐狸，心中却是在想，必须加快契约第3尊山海异兽的进度。根据山海经的提示，他和穷奇、九尾狐都升至30级才能抽取新的宠兽。等大学考核结束后，要疯狂的练级，早日升至30级。此时克里琴斯的生命值降到冰点，随时会嘎掉，但他的攻击力却是暴涨，攻击力破4500了。这怪物的技能机制，若是让李熙然掌握，岂不是要起飞？苏明喃喃一声，心中暗道，绝对的疯批技能跟那个蠢女人实在太配了。不过这技能再疯狂，本体的实力在哪放着，根本对穷奇产生不了太大的威胁。穷奇锋利的牙齿很快便将 BOSS 的身躯给咬穿了，那防御力惊人的护甲更是破烂如巧克力的包装纸。死！克里琴斯发出痛苦的呻吟，濒临死亡之际，竟然爆发出无尽潜能，从虎口中挣脱。好！他仰天发出一声怒吼，身上披挂着黑色火焰，化身为暗之使徒。此时他的攻击力近6000点，达到了巅峰状态，单比数值的话，不弱于穷奇了。他手持重型阔剑，转移了攻击目标。苏明看着朝自己冲过来的死亡剑客，一句国骂飙出口：莫挨老子啊！与此同时，他怀中的九尾狐舒展了一下腰身，九尾巡天，天空出现一尊巨大的白狐虚影，朝克里琴斯扑杀过去。负10086，克里琴斯的血条直接被清空，并且道歉9000多。考核场外，苏全看到这一幕，伸出香舌舔一下红唇。浩强，这小家伙契约的是神明幼崽吗？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内心的震惊。他不过是心血来潮，想看看对方的表现，谁知道给了他这么大一个惊喜。那2头宠兽绝非凡种，难怪可以速通深渊级的试炼。这小家伙有机会成为神明。通关深渊难度，全民转职时代，大夏国只有那位神明做到过。夏国唯一的神明剑仙李道一，培养未来的神明，想想就兴奋。自己这一趟来得太值了，发现了神明幼苗。身为金海市的主考官，
在考生入学后，他有权利优先挑选。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建立在学生愿意拜他为师。看来得想法设法跟小家伙拉近关系啊！苏全从龙门塔中出来，神色极为凝重。看完苏明的表现，他没心情关注其他人了。金海主官等人见苏全出来，连忙迎了上去。苏老师，我们金海今年出了3位史诗级职业，都是强力主战职业，不如一步看看他们的表现。没兴趣。金海主官有些懵逼，这位苏老师怎么回事？为什么看过6中学生的表现就没兴趣再看下去了呢？是因为这名考生表现太差劲，所以不愿再看了吗？他陪笑道：苏老师，1中的3名学生会出1位是状元，确定不再看看吗？1中学生是状元，这是那个小家伙的殊荣好吧？省状元也会花落小家伙身上，甚至全国状元也跑不掉。苏全冲着花白胡子说道：张老师，剩余4名考生，你去巡视吧。5号考生不用再巡视了吗？不用。因为他已经出来了。什么？闻言者皆是呆立当场。第051章，苏老师，我能看一下你的本钱吗？金海主官赵忠良何等的人精，一下便抓住重点。6中那个御兽师通关了深渊级试炼，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金海市可能要出1位神明。念及此处，这位主政金海多年的老官感觉自己的双腿在发软。未来的神明出自他们金海，暂且不论国家会因此倾注多少资源，就单论未来的影响力，金海将会成为大夏重要城市之一。这可比出1位北清学子强上1000倍、万倍。此时他顾不上正在试炼的一众学子，将大秘唤过来，联系上级，请求9州介入。不，我亲自联系。赵忠良雷厉风行，当即与上级官方取得联系，并让人封存苏明的相关档案，以及安排高转职业进行暗中保护。剩下的便是等9州派人。其实苏全并不情愿别人知道苏明的神异之处，这样可能会影响他收徒。可是赵忠良身为静海市的城主，是能拿到试炼数据的，与其等之后曝光，还不如提前告知对方呢。而且出于对苏明安全的考虑，必须让国家力量介入，才能尽可能的保证小家伙的秘密不被大面积的曝光，以给其充足的成长时间。各位，你们应该很清楚神明种子重要性，所以不用我交代，你们都知道该如何做了吧？赵忠良一脸严肃，冷冷说道：我再次提醒大家，此事至关重要，若是从某人口中泄露出去，我保证那人见不到第2天的太阳。在场众人面色一凛，尤其是1中校长王本纯，他回想起先前自己嘲讽了新晋天才，不会因此得罪对方吧？想到自己可能会得罪1位未来的神明，王本纯的心情无比忐忑。但大秘的一番话更是令他的心情跌入谷底。王校长，根据我所了解到的，御兽师苏明多次遭到贵校学生向龙的挑衅，贵校老师赵无极不分青红皂白的护短，跟苏明之间尚有一场约战，将于2个月后进行。你们1中真的进出人才？1中校长的老脸垮了下来，额头冒出冷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这不是坑爹吗？他这回很想将赵无极和向龙暴锤一顿。脑残玩意儿，你们得罪谁不行，非要得罪未来的神明？不过主官赵忠良刚说过，事关苏明的一切都要保密，他这回也不好训斥那2个坑货，只能将这笔账记在心里。与此同时，苏明走出龙门塔，发现操场特别冷清，看来大多数考生都还没有出考场。自己交卷交早了呀，但是他都将深渊杀穿了，待在里面没有任何的意义。苏明，温心元一直守在试炼塔的门口，见自家学生出来，赶紧迎了上去。他拉着自家学生上下打量一番，确认没有受伤。考试成绩不重要，只要没有受伤就行。放弃深渊级试炼是拿不到积分的，但以你的等级进不了北清大学，也可以通过补录进1所不错的大学。等以后契约到一头高前宠兽，未尝没有崛起的可能。苏明很想告诉老师，自己通关了深渊级试炼，进入北清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可老师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他只能放弃，等试炼结束，公布考生积分。到那时，老师自然会知道真相。你好，一道极好听的声音响起。苏明回头一看，眼中闪过惊艳。俗话说，女子低头看不见脚尖，便是绝世之姿。这位长腿御姐比绝世级还要大1号，这本钱太顶了吧？可惜富有但不慷慨。苏明心中闪过小小的遗憾，淡淡说道：你好。苏老师温心元结结巴巴，话都说不完整。他没想到北清的主考官竟然会来找苏明打招呼，这是在做梦吧？他朝苏明狂使眼色，意思是臭小子，你态度端正些。可苏明并未领会老师的意思，依旧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小家伙，
喜欢开门见山是吧？苏全心中感叹一句，方才说道：“我这次来是想问你，想不想拜我为师？”拜师？苏明还没有回话，反倒是温馨圆精的咬住自己的舌头。北清的老师要收苏明为徒，这是什么梦幻剧情啊？一般来说，考生进入大学之后，和学校的老师只会成为师生关系，仅限于教与学。而拜师则不同，关系更加亲密，类似于父与子。面对北清老师的收徒请求，苏明并没有脑子一热，不顾一切地答应下来。他目光扫向美女老师，云淡风轻道：“苏老师，我能看下你的本钱吗？”苏全蹙起光洁的眉头，他还是第一次被人如此对待。在帝都，若他收徒的消息传出来，拜师的队伍能从市中心排到5环之外。不过，以这小家伙的成长潜力，有挑选师傅的资格。他轻启朱唇道：“我目前是8传传说级职业圣人之师。”温馨园当即想起来，北清大学有一位天才女导师，在夏国历史上，她是第2位在35岁前达到8传的超级强者，第一自然是剑仙李道一。温馨园想破头都想不明白，这位超级强者会来金海这个小地方招生，而且还要收6中的学生为弟子。他觉得自己在白日做梦。臭小子，快答应啊！能拜这位为师，比你进入北清大学要难得多。然而，温馨园都快把自己搞成斜眼了，学生还没有领会他的意思。这女人看起来不过30出头，就已经是地级强者，而且还是传说级职业圣人之师，听起来像是超级辅助。苏明心中暗暗盘算，能拜这位长腿御姐为师，就目前来说，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可他还是想吐槽一句：“老师，我想看你真正的本钱，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是开门见山，空谷清泉。你不必急着答应，可以考虑考虑再说。”苏全神色温柔道。温馨原属实绷不住了，上前按着苏明的头，凶巴巴地说道：“臭小子，你在犹豫什么呀？快拜师！”苏明没想到班主任如此之暴躁，但事已至此，他觉得拜师也不是不行，于是他朝苏全行了拜师礼。“师傅恭喜发财，见面礼拿来。”听到这句话，温馨园差点没忍住给苏明一个脑瓜崩。“臭小子，能拜这位为师，你还不知足，还想要见面礼？”他颇为尴尬地挠了挠头，不好意思道：“苏老师，我这学生行事跳脱，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谁料苏全根本不以为意，笑着说道：“徒儿，我会给你准备3件见面礼，等大考落下帷幕，再赠送给你。”“多谢师傅。”苏明喜逐颜开，这位便宜师傅在某些方面还是挺慷慨的。一旁温馨园早已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恐怕他想3天3夜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苏明这小子能够拜地级强者为师？莫非这小子有什么奇特的地方？该不会是……温馨园突然想起来，苏全巡视的正是苏明的考场，这小子在考场里做了什么？地级强者主动收徒，而且还要准备拜师礼送给徒儿，这比电视剧还能演。第052章，林浩成厉飞羽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考核者从龙门塔中走了出来。由于大部分人选择的是与自身实力相当的难度，所以很少有通关失败者。不管积分高低，只要有个学校上就行了。不过，那些志在冲击重点院校的学生，尚在困难级试炼空间内鏖战，出来的考生则是3两成堆，交流试炼经验，并且点评谁能夺魁。不出意外的话，一中将会包揽金海前3名。把前半句去掉吧，一中的3名史诗级转职者定然会是前3，其他人根本没有可比性。不一定哦，不是还有人选择了深渊难度吗？别在这开玩笑了，选择深渊的那个憨憨，要是能通关，我给大家表演个倒立拉屎。可是那人已经出来了。正在讨论的几人目光齐刷刷的朝苏明看去。我尼玛，那个憨憨还真出来了！哼，想必是在深渊试炼中溜了一圈，就主动放弃试炼出来了吧？没人觉得苏明能打通深渊，那是神才能做到的，凡人只能仰望。快看，噩梦级试炼，有人出来了！是谁？这么快通关噩梦级？龙门塔前，向龙的脸色阴沉，他并未通关噩梦级试炼，而是止步于最后一关。主要是没蓝了，身为法师没蓝，还怎么闯关？拿着法杖去敲怪物的脑袋吗？所以他只能很无奈的放弃。这样积分会少很多，不知道能否进入北清，他忐忑不安。紧随他之后，儒将顾文清也从龙门塔中走了出来，跟向龙一样，他也是因为没蓝了，无奈放弃。只不过他的心态很好，觉得就算进不了北清，也能依靠成绩补录进一所重点大学。哈哈，本大爷出来了，有人迎接吗？一道张狂的声音响彻全场。林浩骑着红龙从龙门塔中俯冲出来，他将噩梦级试炼打通关了，而且用时不算长，
进入北清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哟，这么多人出来了，看来本大爷的速度有点慢啊。但是咱们的难度不一样，所以还是本大爷厉害一点。咦，虎兄，你也出来了吗？见话痨向自己这边飞来，苏明赶紧往后退，他不想跟前者产生任何的瓜葛。但林浩却是个自来熟，仅仅见了两面，便将苏明当成了好朋友。虎兄，你选的不是深渊级试炼吗？里面是什么样的啊？还是说你都没有跟怪物照面，就放弃试炼了？苏明眉头紧皱，语气不善道：“你很吵啊！哎呀，我们是朋友嘛，就是要互相分享的，你怎么能嫌我吵？大不了我少说两句，你快告诉我里面的情况。早知道我也选深渊级试炼了，虽然不能通关，但是说出去能装逼啊！”若非场合不对，苏明真想找个马桶揣子堵住对方的嘴。他现在懒得搭理对方，他有些担忧发小李熙然。这个蠢女人平日里大大咧咧，却是一个执拗性子，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会放弃，应该能安全通关的吧？他表面看起来云淡风轻，但是内心却有些焦躁。大约过了撸一把的功夫，终于看见李熙然走出试炼塔。女人衣甲破烂，露出片片雪白，肩上的巨斧豁了口：“穿上吧。”苏明将自己的外套递了过去。“苏明，我通关了。”李熙然一边往身上穿外套，一边难掩兴奋地说道。苏明微微点了点头。这个蠢女人啊，都将自己搞成战损版了。我能看不出来你通关了吗？我也通关了。他补充说道。李熙然美眸中闪过惊诧，他知道竹马的实力强，但没想到会如此之强。得知对方通关深渊级试炼，他比当事者还要高兴。这下子能上一个学校了吧？又过了一发时间，金海市所有考生都从龙门塔中走了出来。负责主持这次考核大会的总考官站在主席台上宣布，金海市入学大考结束，请各位考生不要离场，留在原地稍事休息，等待考核结果。事关前程，没有学生荡城而戏，全都老老实实的等待。在万众期待中，成绩即将公布。其实就算不公布，大家对自己能排什么位次也大致有数。只见一位职业为光影师的考务人员伸出手掌往天空一指，一张巨大的光幕占据了整个苍穹，上面记载着考生的成绩和位次。看到第一个名字不是自己，苏明眼中闪过一抹疑惑，这是什么情况？小爷通关了深渊级试炼，正常来说积分肯定是最高的呀，为什么第一名不是我？难道说暗箱操作？他抬眸看向主席台，发现刚拜的便宜师傅正冲着自己眨巴大眼睛。他顿时了然，这怕是师傅和主办方搞的鬼，是担心通关深渊级试炼的消息曝光出去，我会遭遇人身危险吗？念及此处，苏明倒是有些感谢便宜师傅，为他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反正拜过师了，进入北清是没跑的事，第一不第一名无所谓，他不在乎这种虚名。但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样看得开。龙骑士林浩高兴的尾巴都要翘上天了。哈哈，本大爷是状元，尔等凡夫俗子还不快快顶礼膜拜？李熙然看着臭屁哄哄的林浩，撇撇嘴道：“苏明，这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状元不是你？”苏明将自己的猜测给青梅复述了一遍。这样挺好的，我还能猥琐发育一波。只是剥夺了小爷的状元虚名，奖励之时还有吗？这时苏明感觉自己的手机震了一下，他打开一看，发现是师傅苏全发来的消息。安心，城主赵忠良保证过了，明面上的状元是林浩，但状元奖励会发给你。苏明看完信息，心情极为舒畅，再看大肆庆祝的林浩，嘴角不由勾出一抹弧度。这样挺好，就让这个话痨顶在前面，替我吸引火力吧。第053章碾压之姿。才第3名吗？向龙脸上写满了不甘，他觉得自己最起码是第2名啊。6中的李熙然，一个垃圾稀有职业，凭什么占据榜眼之位？想不通。唯一让向龙舒坦的是，在排名榜单上没有找到苏明的名字。看来那小子进入深渊级试炼，连一只怪物都没杀死，就放弃试炼了。哼，真是个小丑。公布完考核排名，各大高校就该宣布你录取结果了。其实录取的条件很简单，第一是看考生的等级，第二便是看本次考核的成绩。学院排名越高，对考生的要求自然就越高。今年北清大学的要求是考生等级达到20级，考核积分过1万。按照考核排名来看，只有林浩一人符合要求，他的积分是13000分。这个成绩就算放眼整个江南省，也是能排在100名以内的。苏全作为主考官，代表招生组宣布北清大学的录取结果。一中学生，史诗级职业龙骑士林浩入选北清。天空，林浩骑着红龙，发出鸭子般的笑声。本大爷要去北清喽！北清的妹子们等着本大爷。老王，恭喜啊，你们学校出了个北清学子。
各大中学的校长朝王本纯投去羡慕的目光。一中出了个状元，还入选北清大学，这种好事为什么不发生在自己学校呢？王本纯却高兴不起来。林浩同学不过是在他们学校挂名参加考试而已，争论起来并不算他们学校的学生。再者说，他是知道真相的，真正的状元在六中。念及此处，他看向六中校长，这家伙怕是还不知道自己将会成为最大赢家吧。砰！向龙感觉自己的心脏在狂跳，他这次考核得到9998积分，是不符合北清大学的招录要求的。但万一有奇迹发生呢？奇迹确实发生了，只不过没有降临到他头上。六中学生稀有级职业狂战士李熙然入选北清。苏全话音一落，在场所有人都懵逼了。李熙然的积分是9999，并不符合北清大学的招录要求啊！凭什么入选北清？其实这是副考官花白胡子力荐的结果。他巡视考场时被李熙然战至最后的勇气所折服，因此想着给后者一个机会。若论起来，向龙和顾文清的天赋都要好过李熙然，可是这两人因为没蓝了，便放弃掉最后一关，这令花白胡子对他们的印象很不好。哪怕这两人进去关卡之后再放弃，结果可能都会不一样。北清大学从不缺天才，更看重学生的心性。该死，李熙然凭什么能入选北清？向龙想破头也想不通，一个破稀有职业，凭什么踩着自己这个史诗级职业进入北清大学？他很生气。可是见苏全并没有退回座位，他眼中闪过一道光芒，或许自己还有机会。经过招生组研究，我们北清决定在金海市设立一个特招名额。特招生？向龙握紧双拳，这个名额一定是自己的。雷霆法师成长到后期堪称法术炮台，没理由落选。这个特招名额给到六中学生稀有级职业御兽师苏明。什么？向龙懵了，众人的都懵了。又是六中的学生，北清大学接连选择稀有职业，这要是闹那样，我尼玛！向龙气的肺都要炸了。特招名额也不属于自己，凭什么？御兽师一个垃圾职业，凭什么被特招？哗然，满场哗然。众人在质疑北清的选人标准，掀起一波热议。可苏全根本不在意，他迈着风情万种的部分退回座位席，坐下后闭目养神。六中校长人都要骂了，发生了什么事？本来自己学校的2名尖子以稀有职业报考北清，让他成为其他校长打趣的对象，结果转眼间自己成最大赢家了。2名学生成为北清学子，这让他觉得自己家祖坟喷火了。他一下子感觉自己的腰杆子硬了起来，从角落中走出来，跟其他学校的校长交流学习经验。苏明被特招了。李熙然的眉眼完成小月牙，笑盈盈说道：“苏明，晚上我请你嗦粉。”哼，蠢女人，你都考上北清了，只请我嗦粉吗？那换个嗦。两人言谈间流露着轻松写意。苏明只关心自己和李熙然的成绩，现在两人都入选北清，就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了。正准备离开之际，苏明，你站住！苏明不耐烦地回头，却见向龙怒气冲冲地走来。有事？有事？向龙的脸色阴沉，何止是有事？他此行过来是要让世人知道对方是个草包。这该死的家伙直接放弃试炼，连积分都没有，相当于交白卷，却被北清大学特招。向龙气得脑仁疼，他都怀疑北清大学的招生组在以权谋私，所以他必须当着众人的面戳穿苏明的真实水平。苏明，我不知道你靠什么手段蒙蔽了招生组的眼睛，偷来特招生的名额。今日我将代表万千考生制裁你这高考骗子。一中校长王本纯心中咯噔一下，这个兔崽子在干什么呀？质疑北清大学招生组不公正，这不是没事找刺激吗？他连忙站起来就要过去制止这场闹剧。既然他怀疑，就让他求证吧，我们招生组也不想落人口舌。苏全神态慵懒道。正主都发话了，王本纯只好坐了下来，不过心中却将向龙骂了100遍，并且捎带着赵无极：我将代表万千考生揭穿你虚弱不堪的真实面貌，我将代表万千考生打击你这种高考蛀虫。我将……向龙越说越激动，尤其是听到众人的欢呼，觉得自己成了英雄。别动不动就代表。苏明眼中闪过一道冷意，道：先想想自己配吗？我不跟你比口舌之力。向龙脸色阴沉的能滴水，恨恨说道：苏明，你可敢跟我一战？唉，苏明微微叹了一口气，这年头上赶着跪求被打脸的人不多了。他眼中闪过一道冷意，那我就脏脏手收了你这个孽畜。第054章，有必要深入交流，有热闹可看。众人一下子围了上来。向法爷，我支持你。一个稀有职业，凭什么占据特招名额？
这其中必然有内幕。我尼玛，老子也是稀有职业，还是战士类，都没有入选特招名额，一个垃圾御兽师，凭什么呀？向龙听到众人的呼声，脸上的得意更甚。苏明，你现在就算跪下来求饶，我也不会放过你。要怪就怪你一个垃圾职业，登上不属于你的高度。台下人声鼎沸，向法爷威武，痛扁垃圾御兽师。向法爷将垃圾御兽师打得鸡飞蛋打。赵无极双手抱拳，懒洋洋地看着台上两人。他很清楚自家学生的实力，20级的雷霆法师已经初露峥嵘，收拾一名御兽师不在话下。他还抽空瞧了温心源一眼，试图从后者身上看到慌乱，可是他失望了。温心源表情极为平淡。不应该啊，身为老师，难道不担心自己的废物学生？主席台上，金海市城主赵忠良微微摇着头。闹剧，真是一场闹剧。嘴上说着闹剧，他其实挺期待苏明出手的。他很好奇，这位神明种子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御兽师莫非契约的是神明幼崽？小家伙，你准备召唤哪一尊异兽？苏全作为唯一见过苏明出手的人，只是好奇后者会召唤什么样的异兽。小山般的插翅虎，神威凛凛的九尾妖狐，任何一尊现世都将引起震动。不过以那2尊宠兽的实力，只需略微发力便能碾压对手。虽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这木若是剑木，风该如何应对？再加上等九州的人到了之后，苏明便安全无虞。苏全便由着对方去了，小小的放肆一把，无伤大雅。轰！向龙念过咒语后，身上环绕一圈雷电，这是雷霆法师的基础技能，可以给周身加一圈雷电力场，伤害性没有，但还挺帅的，所以他一用出来便收获不少欢呼声。苏明，接受雷电的审判吧。这个脑残越来越中二了。苏明摇了摇头，唤醒在御兽空间沉睡的山海异兽。不过他并没有将宠兽召唤出来，因为他觉得向龙这种渣渣不够资格，或者说他想用最具羞辱性的方式击败对手。身心互换，呼！苏明感觉体内充满了力量，全可碎金石。与此同时，小狐狸再次体会到被玩坏的感觉。7秒，不能浪费！苏明如同一尊人形坦克般朝对手碾压过去。什么？向龙眼眸中闪过一丝惊恐，对方这是做了什么，竟有如此神速？匆忙间，他来不及施展强力法术，只能使出一招瞬发雷光球。岂料面对他这一招，对手根本带闪躲的，以血肉之躯硬抗。轰！雷光球击打到苏明身上，却是连个电弧都没有。一个鲜红的 mace 极为显眼，将向龙搞懵逼了。这是什么情况啊？就在他愣神的一刹那，苏明冲至他面前，抬手来了一个大逼斗。啪！清脆的巴掌声响彻全场，向龙应声飞出，就像断线的风筝般栽倒在地上。小龙！赵无极像一头护崽子的熊瞎子般扑到向龙面前，将后者抱了起来，却是发现自家学生昏死了过去。小崽子，你好狠毒，我要弄死！他话还没有说完，便挨了一巴掌。校长，打他的人是一中校长。赵无极眼中闪过一道迷茫，校长这是要干什么啊？是不是打错人了？校长，那个小……够了！王本纯如同一头暴怒的老狮子，恨声说道：“赵无极，赶紧给我滚蛋！”咕咚！赵无极吞咽一口口水。校长发怒了，他好久没见校长动怒了，今日发怒是为了一个小崽子。他有点想不通，但却不敢在这待了，不然还得挨巴掌。教训完手下，王本纯冲着苏明和善一笑：“小友，是我御下无方，让你受惊了。”言罢，他像是不好意思在此多待一般，灰溜溜的离开了。我尼玛，这是御兽师！我一个纯加力量的战士都打不出这样的普攻。围观者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内心的震惊。他们本以为苏明是弱势的一方，会像小丑一般挨毒打，岂料真正的小丑是向龙，连一招都没有扛住，就成为了一滩烂泥。这真的是御兽师吗？此时此刻，众人不再质疑苏明被特招进北清大学是走了后门的。尼玛，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不被特招才是有鬼呢！主席台上，苏全美眸中闪过一丝异彩，有意思，这小家伙本身也这么强吗？不对，打人之后，那股强大的力量便消失了，可能是一种秘术，能够暂时获得强大的力量。有意思，他对这个小徒弟越来越感兴趣了，看来有必要深入交流一番。师徒吗？不知彼此的深浅长短，怎么行呢？苏明一招败敌，让温心源笃定心中猜想，自己这个学生也许在深渊级试炼中展现出这般强大的力量，折服了北清招生组。只是
他心中还有一个疑惑：苏明既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为什么在考核中一个积分都没有呢？想不通。跟他抱有相同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但即使是脑洞最大的人都不敢想苏明通关了深渊级试炼。他们猜的最多的便是这个幸运儿契约了一头高钱宠兽，前期便很强势的那种。城主赵忠良很兴奋，兴奋的有点想哭。10年了呀，金海终于出了一位人杰不未来的神明。为了让神明种子对金海产生归属感，他决定将状元奖励规格拉满，当然是私下里给苏明的那份，明面上给0号的，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他整了整衣衫，准备过去跟神明种子打个招呼。结果大秘在他耳边低语：“城主，九州的人来了。”赵忠良眼中闪过一抹惊讶，来得这么快？他不知道的是，九州组织为了调查突然冒出来的屠龙者，就往金海派遣了一支调查组。赵忠良只能按下跟苏明打招呼的想法，前去迎接九州调查组的人。第055章拆盲盒。城主府，赵忠良老脸上堆满笑意，道：“2位远道而来，辛苦了。”“不辛苦，你说的那个小家伙在什么地方？”顾尘埃穿着一袭黑色西装，里面的衬衫比雪还要白，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大背头梳的油光锃亮，苍蝇站上去都打滑。他掏出一块金色怀表，用一块洁白如玉的手帕擦了擦。赵忠良也擦了擦，不过是擦额头上的汗水。严格来说，他的级别是要高过调查组的人的。可是眼前这位过分优雅的男人，给他一种心悸的感觉。他从对方平静如湖的眼眸中看到了尸山血海。这就是九州吗？赵忠良悄悄吞咽一口口水，方才说道：“那名少年这会在自己家呢。”顾尘埃长身而起，往虚空中一抓，拿出一根乌木手杖：“走吧。”言罢，他冲着房间角落喊道：“小七，该走了。”苏明家中，长腿御姐苏全坐在沙发上，一双长的犯规的玉腿在灯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那件基础款衬衫被塞进牛仔长裤中，勾勒出饱满的线条，就像苏明嘴里的水蜜桃。“师傅，你确定不吃吗？”苏全摆了摆纤纤玉手，开门见山道：“大考落下帷幕，我答应你的见面礼该兑现了。不过在此之前，你能将空调打开吗？这么热的天不开空调，你是想让为师中暑吗？”苏明耸了耸肩道：“很不巧，空调坏了。师傅觉得热的话，可以把衣服脱了，反正屋里没外人。”苏全翻了个好看的白眼，心中暗道：自己收这个徒弟到底是对还是错？不会英明不保吧？那第一件见面礼，为师送给你一台空调好了。别见！苏明连忙拒绝，空调才值几个钱啊，不能错过抱大腿的机会。他变戏法般拿出空调遥控器，不一会，屋内便充满了凉气。苏全也不再墨迹，直接将见面礼拿了出来，锦盒在桌子上堆成一座小山。苏明不由眼前一亮，他知道自己的便宜师傅乃是8转转职者，地级强者，这等大人物一出手必然不俗。这些都是给我的。苏全脸上露出姨母笑，温柔说道：“没错，都是给你的。”闻言，苏明激动的想要跳起来。桌子上的锦盒有6个，先打开哪个好呢？他随手挑了一个，打开一看，惊得合不拢嘴。替死人偶！师傅一出手，竟然送出这种神物，这保命神器可是只有传说级秘境才能爆出来啊，而且爆率极低，物以稀为贵，这就造成了卖方市场。普通人想在交易市场上求购到替死人偶，几乎是不可能的。小狐狸的9命技能暂时还不能复制，这替死人偶正是急需之物。苏明一脸郑重道：“多谢师傅。”玩归玩，闹归闹，对方拿出来如此贵重之物，苏明自然是心怀感激的。苏全淡淡说道：“替死人偶虽能免一死，但每名转职者一生之中只能使用2次，所以你还是要谨慎行事。”苏明微微点头，继续拆盲锦盒。看着第2个锦盒中的物品，苏明呆愣当场。不化骨护腕，竟然是不化骨套装之一。苏明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心中震惊。不化骨6件套，他拥有其中2件，一直想将其收集全，但 BOSS 怪可遇不可求，他觉得想要凑齐的话，要到猴年马月了。万万没想到，师傅会送他不化骨系列装备。先别激动，还有3件呢，能够将套装凑齐。苏全巡视考场时就认出来苏明身上穿着不化骨系列的装备，正好他仓库中有一套，这是他帮助某个大人物的孩子刷经验副本时爆出来的装备。由于此装备等级太低，他穿戴不了，就扔到背包里生灰。没想到今天会派上用场。苏明接连打开3个锦盒：不化骨腿甲、不化骨头盔、不化骨法剑，6件套齐了。苏明内心很是激动，这套装备集齐之后可以蜕变为史诗级装备。
苏全美眸中闪过一抹宠溺。穿上，试试看。苏明重点了点头，就要脱衣换甲。臭小子，真不把我当外人啊！苏全蹙起光洁的额头，没好气地说道：“回你房间里面换。”哦。苏明回到自己的房间，窸窸窣窣脱衣，叮叮咣咣披甲。不一会，他从房间内走了出来。苏全抬眸看过去，神色微微一愣。好一个俊俏少年郎，让人有种老鹰抓小鸡的冲动啊！苏明的颜值水平比之白骨丝毫不弱，穿上不化骨套装更是增添3分邪魅。蜕变成史诗级装备之后，不化骨套装不仅是帅，装备效果更是惊人。全属性加80点，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比同等级的转职者多出16级的属性点，而且还能够施展不化骨的技能，不灭体和通幽。若非师傅在此，苏明很想到野外试试技能效果。苏全轻咳一声，平复下心情，道：“还有一个锦盒，你快打开看看。”最后一个锦盒。苏明搓了搓手，随之掀开了盒盖，发现里面是一张黑金卡片。这是北清大学的天骄卡，持有此卡者可以无限制的进入试炼塔、藏书阁等地。苏明脸色一凛，这卡片比前面的礼物更加贵重。不管是试炼塔还是藏书阁，每次进入都需要积分，而在北清大学需要用到积分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所以大部分学生一学期能闯3、4次试炼塔已经算是烧高香了。这卡是我在毕业大考上夺取魁首之后所获得的奖励，对我来说已经没用了，你拿着用吧。苏全说着，突然话锋一转：“徒儿，你为什么叫屠龙者？”苏明脸色一僵：“不带这么玩的吧？搞话术袭击？还好我反应快，否则就上套了。”他矢口否认道：“屠龙者是谁？不认识。这个潮八是干啥的？干一条龙的。”苏全眼睛微微一眯，语气勾魂道：“你确定不认识吗？”其实他之所以来金海这个小地方，就是因为此地突然冒出一位屠龙者，将副本刷的后人难以破关。高层以为这是敌对国家过来搞破坏呢，便派他来调查情况。徒儿，你若认识那个屠龙者，帮我给他带句话。刷副本最好留一线，造福后人嘛。苏全一双美眸中闪烁着莫名的光彩，他已然猜出屠龙者的身份，可是小滑头不愿承认，那就暂且不拆穿他吧。苏明支支吾吾，正想着如何应答之际，突然传来敲门声。第056章极品组合，这个点谁会过来呢？真的是没有眼色。苏明心中默默吐槽，唤醒2尊山海异兽。虽然师傅是地级强者，但他还是喜欢自己掌控命运。若外边是敌人，他会在第一时间召唤出2尊山海异兽。只是开门之后，就看见金海市城主赵忠良，老脸笑成了一朵怒放的菊花。苏明小友，你好啊。你好。他心不在焉地回了一句，把目光抛向老者身后。一名英伦风范的绅士，一名邋邋遢遢的女人。这是什么极品组合？顶着蓬乱头发的邋遢女人，就像是回到自己家一般，径直往里面走。苏明眉头微皱，正准备去拦，却听到师傅说了一句：“别动，让他进来。”撒！女人进到房间之后，便消失不见了。苏明心中一沉，这是什么操作？凭空消失了吗？不对，并没有消失，还在房间内，只是看不见。不过师傅都发话了，自己不至于处于危险境地，他也就转移了注意力。你好。顾尘埃伸出一只手。你好。苏明跟对方握了一下手。若是跟顾尘埃相熟的人在此，肯定会感到惊讶。这个洁癖男跟人握手时居然不戴白手套了，真是奇了怪了。我是九州山海小队的队长顾尘埃。山海？苏明心中微微一动，为什么会是山海小队？巧合吗？苏明同学，我这次过来是奉组织之命，请你加入山海小队，以便接受我们的保护。我不同意。不待苏明回话，苏全代为拒绝。顾尘埃是吧？你回去之后告诉那几个老家伙，别想打我徒儿的主意。进不进九州，等他2转之后再说。苏全敢这样说话，是因为他出自九州，并且在组织内部拥有不低的职位，再加上他本身是地级强者，比之九州内部的老家伙们丝毫不弱。苏明虽然不知道师傅为什么不让自己进九州，但师傅不会害自己的，所以他就没有吭声，而是静静地看着山海小队的队长。顾尘埃还没有说话，只听见房间内响起一道陌生的声音：“跟着顾老大，有糖吃。”苏明心中微微一动，是那个消失不见的女人，到底躲在什么地方呢？顾尘埃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拿出手怕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苏前辈，你放心，我会把话带到的。”苏全点了点头，冷冷说道：“现在可以谈谈，你们九州准备怎么保护我的徒儿呢？或者说，你们有能力保障我徒儿的安全吗？”啪嗒，顾尘埃掏出金色怀表，
随后打了个响指，他面前陡然出现一具身披重甲的傀儡，就如同一尊金甲战神般。前辈，我的职业是傀儡师，目前堪堪7传，能够操纵100具傀儡。傀儡师，史诗级职业。苏明眼中闪过一抹异色，这个职业号称1人级军队，成为地级强者后，能够操纵上千具傀儡。我的同伴小七是虚空行者，这个职业战斗力可能不强，但是保命绝对是一流的。有我们2个在，即使面对千军万马，也能将苏明同学带到安全的地方。虚空行者，苏明眼中闪过惊诧，他在百科中看过这个职业的相关介绍，对方绝对是谦虚了。这个职业可以操纵虚空力量，不仅能够开次元空间逃生，还可以配合虚空之力搞暗杀。难怪那个女人明明在房间内，却察觉不到她藏身于何处，原来躲在次元空间里了呀！一个傀儡师，一个虚空行者，难怪敢说千军万马中也能保证苏明的安全。苏全对山海小队的配置还是较为满意的。那些老家伙总算没有老糊涂。在我徒儿到北清大学报道之前，他的安全就交由你们负责了。言罢，苏全冲着苏明说道：“为师先走了，10天后你准时到北清大学报道。”要走了吗？虽然相处不过短短1日，但苏明心中却是认可了师傅。师傅，没事。苏全深深地看了徒儿一眼，摇曳着风腰细臀离开了。那风情万种的身影虽已消失在夜幕当中，却有一道声音传来：“赵忠良，你且记住，我徒儿才是真正的状元，奖励不能少。还有，不要试图挖掘我徒儿身上的秘密，否则你的官路将到此为止。”闻言，金海城主面色一凛，这道极温柔的声音里却是溢满了杀意。其实不用苏全交代，赵忠良也绝不会干出格的事情，反而会竭尽全力拉拢未来的神明。苏明小友，在这次大考当中，你的表现优异，是我金海真正的状元，而且进入北清大学。对于市状元以及北清学子，官方定下的奖励是100万RB，一件20级卓越级武器以及神秘大礼。但以你的表现，这奖励明显不够格，所以我决定将奖励翻10倍，给你1000万RB，一件史诗级装备。那份神秘大礼本来是一枚卓越级的宠兽蛋，现在换成史诗级的宠兽蛋。赵忠良一口气说完，抬眼看向苏明，本以为后者会惊讶呢，结果后者十分的淡定。若是苏全送礼之前，苏明听到这些可能会小小的激动一下，但是现在他现金不缺，有一套史诗级装备，宠兽都是神话级，所以他有什么好激动的？其实赵忠良开出的这份奖励规格不算低了。金海只是一座小城，每年的税收还不到20亿，平摊到各个领域之后，能支配的流动资金并不多。赵忠良虽然是金海的主官，但他并不能擅自挪用其他领域的资金啊，所以1000万RB已然是金海财政的极限。更何况还有2件史诗级物品，虽然这些东西不能让自己激动，但苏明还是收了下来，毕竟这些是他应得的奖励。送完官方奖励，赵忠良又以私人名义送给苏明一套珍贵之物——经验卷轴。苏明捏着绸布卷轴，眼眸中闪过一丝惊讶。所谓的经验卷轴不是怪物所掉落的，而是史诗级辅助职业符咒师7传之后制作出来的。苏明手中的经验卷轴便是大夏国的著名符咒师百里明所制作的。这卷轴使用之后，可以提升50%的经验获取效果，持续时间1小时。赵城主，这太贵重了。官方奖励是自己应得的，但是这10张卷轴却是赵忠良私人赠送。苏明觉得无功不受禄，便推了回去。赵忠良之所以赠送卷轴，无非是想跟未来的神明拉近关系。送出去的东西怎肯收回？苏明小友，我年老力衰，也没机会打打杀杀，这卷轴留在我这里也没有什么用，给你正合适。北清大学历年都会挑选优异学生到万族战场参加新人王大赛，我没什么能帮上忙的，只能给你这些卷轴，说不定能让你多升一级。希望你能在新人王大赛中取得佳绩。第057章，家里有个洁癖男是什么体验？送走赵忠良，苏明回到家中，却是发现那名衣着邋遢的女人已然坐在沙发上，拿着电视遥控器选节目。最后选定的节目，我一定会回来的。九州的成员是这个画风吗？吐槽虚空行者，苏明的又看向傀儡尸骨尘埃，后者则是唤出2名身材高大的傀儡，穿着洁白的围裙，给房子进行大扫除。2名傀儡分工明确，显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苏明心中默默吐槽，恐怕这位山海小队队长的傀儡用于搞家庭清洁的次数，比上战场的次数还要多吧。只是他心中有个疑惑，顾尘埃是洁癖男，怎么能容忍同伴邋邋遢遢的呢？很快苏明便知道为什么了。
顾尘埃操纵着傀儡搞突然袭击，想要抓住小七，给后者来个全身清洁。结果对方从容地拉开一道虚空，躲了进去。看到这一幕，苏明心中有些羡慕，虚空行者的职业天赋也太酷了吧！要是自己拥有此技能，天下何处去不得？苏明看着一尘不染的地板，多少有些不适应，都不忍心踩了，毕竟这是别人的心血。岂料顾尘埃不以为意，展颜一笑：“苏明同学，这是你家，你想怎么踩就怎么踩，脏了的话我再打扫就是。”看来这位洁癖男不会过分针对别人，这就比较舒服了。是夜，苏明家的餐桌上摆满了美食，这全部出自于顾尘埃之手。菜是傀儡炒的，但傀儡是人操控的。那个小七不出来吃饭吗？苏明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好奇地问道。餐桌另一面，顾尘埃身前系着洁白的丝巾，小口小口地品尝美食。苏明同学，你不用管他的，饿了他自然会出来吃。还是队友之间相互了解。只见虚空中伸出一只小手，端走一盘美食。稍请，送出一个空盘子。苏明愈发的羡慕虚空行者，这职业天赋真的太逆天了。小七一直开着天赋技能，不会把蓝条消耗光吗？他进了九州之后，组织分给他一本特殊技能书，每天可以选择一个技能抹掉蓝粮消耗。听完之后，苏明觉得这位傀儡师还是想招揽自己。他对九州挺好奇的，这个极为神秘的官方组织，网络上几乎没有与之相关的讯息。他倒是很想进入组织内部，满足一下好奇心。但是师傅不同意他现在加入九州，他只能掐灭这一念头。招揽不成，顾尘埃似乎并不在意，而是操纵傀儡收拾空盘子进行清洗。躺在床上，苏明看着天花板，脑海里开始回忆今日所得。师傅和金海官方以及赵忠良的私人赠送，收获着实不少。看来明日有的忙了，最起码要将经验卷轴给用了呀。他想早点升至30级，以便召唤新的宠兽。想着想着，困意袭来。苏明刚准备睡觉，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小七该不会躲在次元空间内看着自己吧？念及此处，他心中生出一股别扭感。谁睡觉时都不想被一双眼睛盯着吧？小七，在。关灯。关完灯，顺便请你出去。队长让我保护你，家里很安全，我现在不需要你的保护。哦。苏明以为对方出去了，于是又喊了一声：小七，在。苏明从床上爬了起来，高声说道：你怎么还没出去？我没有地方睡。苏明这才想起来，家里只有2个房间1张床。苏明睡的是床，顾尘埃睡的沙发，确实没有小七睡的地方。你睡床上吧，我打个地铺凑合一晚上。苏明从柜中抱出一床被子，就要到客厅里打地铺，却听到小七说：我的衣服脏，可以睡床吗？可以。苏明觉得无所谓，他偷偷打量过小七，后者只是穿着不修边幅，倒是谈不上脏。其实若能好好打扮一下，小七还是一位极为清秀的美女呢。其颜值水平不弱于李熙然，而且所拥有的本钱更是远远胜过纯女人。我去洗澡。小七脸颊微红，伸手挠了挠蓬乱的头发。若是顾尘埃听到这句话，定然要张大嘴巴。小七竟然会主动洗澡，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清晨，白鹭挂满了林间小道，迎着第一缕阳光，苏明长了一下腰身，洗漱之后来到餐厅，却是发现顾尘埃已经做好了早餐。苏明同学，早。顾尘埃操纵2具傀儡，一具在洗小七换下来的衣物，另一具在擦地板。他本身则是拿着一份纸质报纸，不知道在看什么。顾队长，早。打完招呼，苏明快速消灭面前的早餐，并且打包了一份，这是准备给李熙然带的。昨天约好的，要和纯女人一起练级。下楼之后，他正准备骑机车，却听顾尘埃说道：苏明同学，你准备去什么地方？可以让小七带我们过去。这样也行。苏明眼中闪过一抹诧异，他以为小七只能自己在虚空中行走，没想到还能携带队友。以小七目前的实力，携带2名队友，可以在虚空中行走2里路。顾尘埃适时解惑：那直接去城门口吧。昨天约好的，在城门口集合。苏明同学，做好准备，进入虚空，不要乱走，不然会迷失的。一语落，半空出现一团黑色漩涡，散发出强大的吸力，将苏明和顾东则吸了进去。眨眼功夫就来到了城门口。苏明心中暗暗称奇，这类似于传送法阵，不过还是有差别的。传送法阵所传送的距离更远，但小七的传送速度极快，而且不用搭法阵，方圆2里之内想去哪边去哪。苏明在城门口等了约1盏茶的功夫，才看到李熙然的身影。这个女人在搞什么鬼？将红龙的守护 DIY 的花花绿绿，
肩上扛着2柄大斧。这是将自己当成李逵了，还是化作典韦加程咬金的化身？李熙然跑过来，兴致勃勃道：“苏明，快看我的装备涂鸦，赛博朋克，酷不酷？”苏明往后退了一步，试图跟蠢女人撇清关系。他在心中默默吐槽：“你这不是赛博朋克，你这是要人命3000。”第058章副本异变。副本：绝望狼匣。外面，苏明同学，这个副本等级太低，我们进不去，你在里面小心。顾尘埃言语中流露出一丝遗憾，他挺想跟进副本的，不为别的，单纯想看看苏明的真实实力。能够通关深渊级试炼的御兽师，契约的是神明幼崽吗？他很好奇。可惜这个副本都有等级限制，绝望狼匣仅限25级以下的转职者可进。苏明能够听出来顾尘埃言语中的遗憾，不过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看着苏明和李熙然的背影消失在副本中，小七从次元空间中走了出来。百人副本，他们2人进入真的没关系吗？没事，苏明同学表面上看起来对什么都不在乎，但是最为惜命，是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的。顾尘埃拿出洁白的手绢，擦了擦金色怀表，话锋一转道：“倒是小七你啊，怎么舍得主动洗澡了？而且还换了一身小白裙。”正如苏明所观察的那样，收拾打扮之后的小七颜值确实很高，容颜不输李熙然。某个地方远胜，只是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小七那梳妆整齐的头发很快就变得蓬乱起来，小白裙也染上了尘埃。因为它很好看，而且还让我睡床。小七扁了扁嘴，将虚空拉开一道缝。外面风沙太大，会把裙子弄脏的，我还是待在次元空间中吧。待小七的身影消失，顾尘埃脸上浮现出古怪之色。我们家小七还是颜控啊。不过有一说一，苏明同学确实帅，我都差点弯了。与此同时，苏明和李熙然进入副本之中，却是发现天空中悬着一轮血月，如血般的月光倾泻下来，给大地铺上一层红色纱布。苏明踩在暗红的土地上，眉头皱作一团。根据网上的攻略，百人副本绝望狼匣，天空中悬挂的应该是皓月才对啊，怎么变成了血月？莫非发生了什么变故？他心中刚起了念头，就听到天道提示音：绝望狼匣，新老狼王争霸，老王战死，新王即位，副本发生异变，晋级为深渊级别。苏明整个大无语，他不知道自己算是什么体质。每逢进副本，不是遇到隐藏怪物，就是副本异变。这运气要是去买彩票，能赢得过主任吗？喂，女人，本来想着带你练级，结果遇到副本异变，你害怕吗？哐当，哐当，李熙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搞来一面铁盾，拿起大斧敲了2下。不怕，正好试试我的新装备。你这是新装备吗？呵，搞个涂鸦而已。默默吐槽一句，苏明往副本深处行进。不知道是新老狼王争霸的缘故，还是副本异变的原因，2人走了很久，都没有碰见怪物，直至来到一处宛若葫芦般的山谷。苏明停下脚步，不再往前了。很明显，此地易守难攻，若是贸然进入，被敌人封堵住入口，那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冲啊！李熙然扛着巨斧发起冲锋，结果还没冲多远，就被竹马揪住了衣领。李熙然，你虎啊！这种可以包口袋的地形，你也敢往里进？非得让我黑发人送黑发人吗？李熙然扁了扁嘴，2根手指勾在一起。我这不是想把怪物引出来，好让你速通此副本，那也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苏明无奈地摇了摇头，继而说道：引怪这种事，自然要有专业的兽来做。一语落，他召唤出在御兽空间酣睡的穷奇，随之下达了引怪指令。穷奇嗷唠一嗓子，呼扇着一对铁翅，一头扎进葫芦谷。约莫1根烟的功夫，葫芦谷中传来群狼的吼声，这听起来像是被抢了媳妇儿。穷奇做了什么？苏明眼中闪过一丝纳闷，很快就有了答案。他抬眸看过去，只见穷奇嘴里叼着一头白狼，后面追着群狼。好家伙，还真抢了狼族的媳妇儿。苏明心中吐槽一句，赶紧拔出不化骨法剑。史诗级装备，光靠外表就能秒杀稀有级。在开启陪伴式刷怪之前，苏明打算试一试史诗级套装的威能。他单手持剑，转过身来。李熙然脸上闪过疑惑之色，不解道：苏明，你干嘛背身啊？难道想背面对敌？这个憨憨。苏明嘴角抽搐一下，没好气道：因为谷外的敌人更多啊。嗷呜，嗷呜！狼嚎此起彼伏。正如苏明所料，狼群在葫芦谷外边设有伏兵。这群狡诈的玩意！狼群如同决口的大堤，汹涌而来。领头的是一头牛犊般的白狼，想必这就是狼族的新王。小穷奇，
果然把狼王的媳妇儿给抓走了吗？他回头看了一眼，穷奇正好赶到，将奄奄一息的白狼放在地上，毛茸茸的大脑袋拱进自家主人怀里，并且不断的示意，像是在表达可以趁热。苏明伸手摸了摸穷奇的脑袋，以作为后者搞死狼后的奖励。穷奇，小狐狸，给我略阵，我会一会狼族王者。苏明所谓的略阵，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略阵，而是指挥2尊山海异兽将狼王的手下给包圆了，创造出1对2的环境。嗷呜！白狼王阴毒地盯着朝自己杀过来的男女，本来他们夫妇也是如此迎敌，现在却是生死相隔。嗷呜！白狼王露出锋利的牙齿，恨不得将敌人撕成碎片。砰！短兵相接，等级高达60级的卓越级首领怪被2个不到30级的转职者给逼退了。还好他闪避的较为及时，否则就不是脸被划伤那么简单了。殷殷鲜血染红了他的皮毛，身心双重疼痛令他机遇暴走。时间回拨10秒，苏明和李熙然一左一右朝白狼王攻去。不化骨套装集齐之后，可以使用2个技能，通幽、不灭体，后者暂且不提。苏明一上来便使用通幽，唤醒3名身披重甲的战卒。另一边，李熙然化身为风劈狂战士，嗜血巨斧疯狂地砸在狼王身上。不愧是知道彼此深浅长短的青梅竹马，他们配合的严丝合缝。第059章，白狼王，我特么造了什么孽？白狼王受伤之后凶性大发，朝着血月嚎了一声。旋即以1化3，看着3头长相一模一样的白狼，苏明心中微微一惊，这是虚影还是实体？他使用探查术查看了白狼王的属性，名称笑月白狼王，品质卓越级，等级 LV60， 攻击力3330，防御力1869，此怪主物理防御，法术免伤位防御力的 10%， 血量13800，蓝量4380，技能笑月 LV50， 凝体 LV50， 笑月 LV50， 白狼王笑月，1分钟内自身属性提升 20%， 蓝量消耗500，冷却时间5分钟。凝体 LV50， 白狼王一狼化3身，凝结出来的分身与本体完全一致，持续5分钟，蓝量消耗1500，冷却时间10分钟。小传，本是普通白狼族，在新老狼王争霸中吞噬掉老狼王躯体，血脉返祖，成为笑月白狼王。看完白狼王的属性面板，苏明一脸古怪之色，这头狼王3高了呀，攻击力高，血量高，蓝量高，而且还能1变3，那头母狼王岂不是快乐翻倍啊？嗷呜！白狼王异常凶悍，使用完凝体之后，随之便接上笑月技能，自身属性又提升了 20%。苏明不敢大意，换来小狐狸守护，并且使用不化骨套装技能通幽，唤醒100名身穿重甲的战卒。这些被召唤出来的战卒拥有施术者 20% 的属性，当炮灰还是挺实用的。苏明最看重的是套装的一技能不灭体，施展后提高自身防御力 100%， 施术期间不能移动，技能效果持续1分钟。以苏明现在的面板属性，施展不灭体之后，自身防御力可达到近800点。对于一名刚20级的人来说，这防御值已经是极为恐怖了。别说普通怪，就算是精英怪，也很难破开他的防御。再有小狐狸的2技能加持，以及需要的顺回效果，即使是眼前这头变异狼王，也无法秒杀他。他拖着不化骨法剑，朝白狼王发起冲锋。李熙然意欲效仿，却被小狐狸给拦了下来。以他的防御值，跟盛怒的白狼王捉对厮杀，只会是送菜的。砰！白狼王冲进战卒方队，以前者的属性，那真是一找一个。扑哧，扑哧，不消片刻，100名战卒便被撕咬成碎片。与此同时，苏明挥剑对上一头白狼王，耀着寒芒的法剑朝狼王的脑袋削去。狼这种生物被称之为铜头铁骨豆腐妖，苏明自然是找弱点处攻击，只是他没有伤害技能，即使法剑能将他的普攻转化成法术伤害，他造成的伤害也是极为有限。负199，近200的伤害，对于拥有上万血量白狼王来说，跟挠痒痒差不多，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白狼王愤恨地嚎了一声，就要朝苏明的血管咬去。虽然游戏入侵现实后，一切都数据化了，但是受了致命伤，照样活不成。面对白狼王的致命一击，苏明灵活闪避，那闪着光、含着臭的利齿几乎是贴着他的脖子掠过。好险！砰砰砰！苏明感觉自己的心脏在狂跳，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万一中招丢掉小命，岂不是要浪费一枚替死人偶？苏明决定摊牌，
他高喝一声：“穷奇，雷海！”正在撕咬小怪的穷奇，如同一阵风般掠来，悬在白狼王头顶，释放技能。天空积压层层乌云，黑如墨，沉如铅，如同蟒蛇般的紫色闪电冲破厚重的云层，朝大地之上倾泻。平地起了一座雷海，轰隆！3头白狼王同时遭受雷海轰击，头顶不断冒出伤害数字。李熙然不是第一次见穷奇发威，可是在看到那血红数字，依然惊得合不拢嘴。伤害爆表！可惜这白狼王血条很厚，硬扛了一发雷海。苏明想着今天要多刷几个副本，所以就没让穷奇用神威刷新技能。残血白狼王只配死于普攻之下。小狐狸，穷奇，斩了那插标卖首之徒！飒！一黑一白2道流光弹射出去，原地留下2道残影。砰！号称铁头的狼被开了罐头。BOSS 死之后竟然只爆出来一件物品。苏明将爆出来的东西捡起来，名称：狼王齿，品质：稀有级材料。介绍：笑月白狼王的利齿或有妙用。妙用个大头鬼啊！一个牙齿能干什么？做成狼牙剑吗？苏明一脸的无语，他觉得自己的运气太差了，费力搞死一头 BOSS， 竟然只爆出一颗牙齿，这找谁说理啊？难道幸运女神那娘们儿今天没上班？不过好在通关记录被刷新了，由于他刷通的是异变副本，所以获得2张赐福卷轴。副本之外，顾尘埃见苏明2人出来，便迎上去问道：“收获如何？”只爆出来这个。苏明手中捏着狼牙，多少有点嫌弃。顾尘埃炫开金色怀表的表盖，瞄一眼时间，不到5分钟通关。苏明同学，你是怎么做到的？将近5分钟吗？苏明心想，若是2尊山海异兽全力施为，还能再提前1半时间。不过他现在也不太想把副本通关时间搞得无法打破。师傅交代过，刷副本的时候要给后人留一线希望，不能把通关时间搞得遥不可及。那他只刷1个副本，不算过分吧？苏明进副本之前开了经验卷轴，所以不想浪费时间闲聊。正好绝望狼匣没有副本冷却时间，而且又熟悉了怪物机制，所以他打算再进绝望狼匣，和笑月白狼王联系感情，就可着绝望狼匣反复刷。1小时后，苏明速通了8次绝望狼匣，白狼王次死法不同。白狼王，我特么造了什么孽？值得一提的是，8次通关，每次都是爆出1件物品，前7次都是狼牙，最后1次则是爆出1本技能书，名称：技能书御空术，效果：非飞行职业学习，可以获得飞行能力；飞行职业学习可以强化飞行能力。使用限制：无。备注：笑月白狼王的珍藏，不想统治天空的狼王不是好狼王。在经验卷轴的加持下，刷1个小时的副本，苏明即将升至24级。绝望狼匣给的经验不算少，而且他打的愈发得心应手。他想着就在此刷到25级吧。刚准备再开1张经验卷轴，却听到天道提示：第060章组队。由于没头脑和不高兴小队频繁刷通绝望狼匣，沉睡百年的狼族妖王苏醒，深渊级副本晋级为史诗级秘境。一则天道消息响彻金海市，正在埋头苦干的转职者们听到这则消息之后，当即放下手头的针线活。我尼玛，副本被反复摩擦之后晋级成为史诗级秘境。我记得绝望狼匣限制等级为25级，这什么奇葩小队却能反复刷通关，也太生猛了吧！没头脑和不高兴，从名字上看，这个小队就2个人，不可能吧？2个人刷通绝望狼匣，那可是100人副本啊！有什么不可能的？你忘了屠龙者吗？屠龙者，先别说屠龙者的事，我记得绝望狼匣的 BOSS 是一头白狼王，拥有分身技能，技能冷却时间极短，而且凝聚出的分身拥有本体1半实力，极为难缠啊！兄弟，你这消息已经过时了，绝望狼匣早已升级，乃是深渊级别的副本。刚级王位的狼王，乃是一头卓越级别的2转怪，2转卓越级 BOSS， 这奇葩小队真牛啊！虽然比不上屠龙者，但这奇葩小队也是极为厉害的。我尼玛，咱们金海真是人才辈出啊！喂，少往你们金海脸上贴金！谁说奇葩小队出自你们金海？不是我们金海人，为什么要在我们金海刷副本？绝望狼匣晋级为秘境的消息一经传出去，网络上掀起一片热议。与此同时，苏明站在副本部秘境之外，脸上浮现出纠结之色。跟副本不一样的地方，秘境是有首杀的说法，奖励极为丰厚，因此他肯定想刷通无尽狼谷。成为史诗级秘境之后，绝望狼匣更名为无尽狼谷。虽然还没有进去一探究竟，但仅凭名字，苏明便能推测出这一秘境的怪物
是在葫芦谷内。无尽的意思是狼群无穷无尽。苏明推想的没错，秘境入口处的石碑上简单介绍了秘境概况。无尽狼谷共有3波怪物，每波怪物1头 BOSS 怪、10头精英怪以及500头普通怪。说是只有1头 BOSS， 但是和白狼王成为朋友的苏明却是心中清楚，白狼王可以1化3，这相当于3头 BOSS 怪。更何况还不清楚其余2波怪物首领会是什么样的存在。无尽狼谷的进入限制条件，最低要组成5人小队。苏明不用想便知道天道如此规定的用意，许是为了杜绝头铁娃贸然进入秘境白白丢掉性命。5人小队能够凑出一套最基本的攻防兼备的小队，负责挨揍不抗伤的坦克，负责游走不突进的战士，负责插入不切入的刺客，负责打桩不输出的法师，负责加奈不辅助的奶妈。当然，为了提高生存能力，双坦克和双奶妈是大多数队伍所追求的最佳配置。苏明看完副本介绍之后，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一秘境不限制等级，所有等级的玩家都可进入。只不过进入秘境之后，自身等级、属性、装备等等都会被压制到25级。这意味着这个副本将会成为优质代练副本。高战虽然等级、属性等都被压制了，但是自身技能却没有被剥夺，除了高浩然的技能，部分技能是能够使用的。所以这是高战进入此副本的优势。当然，代练的话，高手还是只能将怪物废了手脚，伤害要靠萌新打，这样才能获得大量经验。此时此刻，无数从事代练的转职者想叫苏明一声爷爷。5人小队，顾尘埃脸上闪过一丝笑意，伸手虚摸一下大背头。该我上场表演了。苏明同学，让我和小七进队吧。苏明想了想便同意了，只不过还差1个人，一时间也没有合适的人选。算了，临时招募一个吧。苏明来到组队区，发现这里早已人满为患，看来大家都在抢时间组队，以便抢到秘境首通。我勉强算是坦克加输出，李熙然是狂战士，负责突进，顾尘埃可以打输出，也可以打控制，小七算是刺客，所以最优解是找个奶妈。不过就算不找奶妈，再招一名输出也行，火力足够强大时也就不需要回血了。兄弟，找队伍吗？一名短腿大汉挑着蜡笔小新式的眉毛。我们碧河小队有美女奶妈哦。兄弟，来我们队吧，常驻队员20位，又招募到9位，打算凑够30人就出发。苏明说出自己是队长，那些人也没有熄灭招揽的心思，反而是想将小队都给吸收了。这群家伙的算盘打的。苏明微微叹了一声，也举着牌子招人。只不过许多转职者见他的队伍只有4人，就不再考虑了。虽然秘境5人就能进，但是出于安全性考虑，自然是人越多越好。虎兄，苏明条件反射似的回头，看见化牢笼骑士之后，下意识的就要避开。虎兄，你别走啊！你在招人是吧？我正合适啊。咱们龙虎兄弟联手，必然可以踏平无尽狼谷。你放心，进入秘境之后，我会分心保护你的，绝不让你受到伤害。虎兄，你等等我啊！其实龙骑士0号的实力还算阔矣，比在场的绝大部分转职者要强，不失为合适的组队人选。但那张嘴是真的烦人，苏明想想就觉得头疼。可是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再加之他不想浪费时间，就勉强让其入队。嘿，虎兄你真是慧眼识英才，有我进队，你可以放1万个心。咱们的队伍在什么地方？带我认识认识队友。还有，队伍里有漂亮妹子吗？虎兄，你怎么不说话啊？是不是得了口腔溃炎？苏明平复下心情，没好气道：你能安静点吗？哦，原来是嫌我话多呀。虎兄，你怎么不早说？早说的话我就不说了。苏明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打死话痨犯法吗？在线等，挺急的。第061章0号社死。无尽狼谷之外聚集了大量玩家，不只是本市的转职者，临近市的转职者也都纷纷聚于此，为了拿下此秘境的首杀。那个女人。苏明的目光落在一位白衣复健女修身上。冷冰寒，救人开荒团的新人领队。苏明抢了这女人2头 BOSS， 以至于对方一直在找他，不惜重金在网络上悬赏。没想到在这里碰上，女人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要找的人近在咫尺。她带队走进无尽狼谷，心中暗暗起誓，一定要拿下秘境首通。与此同时，苏明朝后偏了偏头，淡淡说道：我们也进去吧。好耶！冲冲冲！开荒开荒！李熙然、顾尘埃2人同时看向0号，这家伙真的好吵啊！卧槽，那支5人队要进秘境，一个傻子好找，
5个傻子凑一块，真是难得。哈哈，这群傻子要成怪物的口粮了。那也不一定，万一这群人超厉害呢？诸如屠龙者、没头脑和不高兴小队。哼，你以为强者是大白菜啊？说有就有，等着看吧，这个小队出不来了。苏明等人并不在意众人的说辞，而是一脚迈进秘境漩涡，白光闪过，5人走进秘境之中。呵，好家伙，一进去便是在葫芦古镇中间被封堵岩石的山谷上立满了狼。这群阴冷奸诈的畜生死死盯着谷中人。苏明等人仰面看向群狼，那灯笼交似的绿眼睛让人不寒而栗。吼！狼怪如同泄洪般冲杀了下来。唰！5人都是久经杀戮的老玩家，瞬间拉开战斗阵型。小穷奇从御兽空间出来，愤然怒吼一声，就要冲杀怪物，却被苏明拦了下来。他想看看顾尘埃和小七的能力。然而林浩跳了出来，唤醒红龙，都让开，对付这群垃圾怪，我一人足矣。好！一头红龙冲出来，狰狞的头颅张开血盆大口，喷出一团腥臭。林浩骑着红龙杀进狼群之中，如遇无人之境。烈焰风暴，炽热的龙息将群狼烤成炭肉。铁翅扑击，锋利如铁刃的翅膀一击便将恶狼开膛破肚，花花绿绿，肠子心肝，流了一地。红龙杀群狼真是降维打击，只是这群狼只是普通怪，除了数量多，战斗力并不是很强。林浩可以爆杀。然而山坡上又出现10头小山般的黑狼，精英怪。苏明扔出一个探查术，名称狼族统领，品质精英级，等级 LV50， 攻击力850，防御力342，血量2105，蓝粮531，技能血运轰击 LV30， 嗜血狼牙 LV30。果然精英怪远比普通怪要强。高攻怪，嗷呜！黑狼从山坡上扑下来，就像是一道黑旋风，势不可挡。10头高攻怪同时攻来，林浩陷入危险境地。苏明本以为顾尘埃会出手，结果李熙然这女人扛着嗜血巨斧冲了出去。烈焰风暴，铁翅扑击。苏明和林浩同时猛逼，前者是因为蠢女人打乱自己的计划，后者是因为那个女人也能施展红龙技能。李熙然的加入极大缓解了林浩的压力，但是这2尊红龙血脉不纯，因此战力并非顶尖，依然挡不住10头精英怪的冲击。小七上前帮忙。顾尘埃从背包中拿出一双洁白的手套，与此同时，天空荡起涟漪，裂开了一道缝，从中伸出一只小手。那柔弱无骨的小手却是轻松提起一头重达500-600斤的黑狼。30秒后，一具森森白骨被扔了出来。苏明脸色一正，这是什么操作？30秒干死一头精英怪，还完成了剔骨，不可思议。嗖嗖嗖，小七就像是隐身死神，肆意的收割精英怪。强，不愧是高战，即使等级被压制到25级，高战的战力也不容小觑。苏明心中感慨一番，10头精英级别的怪物竟然无法逼顾尘埃出手，他还想看看对方的能力呢。杀完精英怪，小七并没有收手，而是戏耍普通怪。是真的戏耍，能让一名25级搏杀良久的普通怪，在小七手中活不过3秒。林浩人要妈了，他本来是想在妹子面前装逼呢，结果2个妹子都不比他弱。那个长腿妹子能够使用龙的技能就算了，这个见不到真容的妹子是什么能力？近乎秒杀，这也太恐怖了吧！本来是要装逼的，结果被人给装了，离谱！就了一个大谱。算了，好难不跟女人比，我只要比虎兄和洁癖男强，2位妹子就会倾心我。林浩在心中自我安慰一番。嗷呜！笑月白狼王朝天怒吼一声，这尊狼族王者心中愤恨，自己就晚出来一会，小弟们就被杀光了。嗷呜！一声狼吼，苍穹上挂着一轮血色红月，白狼王身形暴涨1圈，整体高度达到了5米，体长更是超过10米，就算不用技能，仅靠体型就能碾压。苏明使用探查术查看一下老鼠狼的属性，攻击力破4000，血量15000。我尼玛，不愧是史诗级秘境，第一头 BOSS 就要比绝望狼侠的首领怪要强，破4000的攻击力啊！苏明倒吸一口冷气，就算是自己的防御值拉满，也扛不住啊！嗷呜！白狼王嗜血眼眸冷冷看向谷中人，毕竟是狼族王者，哪怕只是卓越级别，身上散发出的压迫感
也是让人无法喘过气来。但这并不是白狼全部实力。血色月光洒在白狼王身上，后者一分为三。三尊白狼王，三连狼嚎！白狼王下山，一尊扑向顾尘埃，一尊扑向苏明，另一尊在扑空气。准确来说，是在找小七的身影。我被无视了吗？林浩眼眸闪过一抹惊诧。BOSS 怪这波是什么操作？专挑软柿子捏吗？不对啊，那名隐藏起来的妹子实力超强啊！难道说白狼王无视我，是因为我太弱吗？不可能啊！虎兄比我强不了多少，还有那个病秧子似的洁癖男，更不可能拥有强大实力。第062章，给林浩一点山海震撼。刷了8次绝望狼匣，苏明早已将白狼王给摸透了。毫不夸张地说，白狼王身上的胎记，他都知道在何处。在兽王扑过来的瞬间，他不假思索地让穷奇扑杀过去。刷了半天副本，穷奇只剩下3技能灭世神雷没用，以及1次神威刷新的机会，所以这尊大胸挥爪拍向白狼王，噗嗤，负2000。鲜红的数字令林浩产生一种错觉，他上塔也行。于是他骑着红龙冲向抓空气的狼王分身。隐身妹子，别怕，我来助你。他一边大喊，一边指挥红龙施展铁翅扑击。噗嗤，负58。狼王头上冒出来的伤害数字，给林浩都投来了一盆冷水。这是什么鬼？虎兄搞出来2000伤害，我只打出将近60点，这差的也太多了吧！然而他没工夫多想，狼王分身发出一声怒吼，泰山压顶般朝他扑杀过来。这狼王将近4000的攻击力，若是打下去，世间将再无林浩这个人。首领怪所散发的威势令人喘不过气来。林浩像一头吓傻的木鸡，一动不动，眼看他要死在狼爪之下。虚空裂开一道缝，小七将其带进次元空间，并且趁机捅了狼王分身一刀，负580，伤害足足比林浩高出10倍。这惊魂未定的林浩差点咬住自己的舌头，这尼玛实力相差如此之大，自己还想着救妹子，想想就觉得脸红啊。另一边，顾尘埃唤出2尊金甲傀儡，手指弹出蓝色丝线和傀儡建立连接。这看起来冰冷且笨拙的造物，在顾尘埃的操纵下，如同灵魂舞者般与狼共舞。2尊傀儡，一持刀，一举盾，配合无间。砰！狼王分身的扑击被举盾傀儡拦了下来，持刀傀儡立马攻了上去。噗嗤，一刀599。苏明一边指挥穷奇游击狼王，一边抽空观察战场局势。见到顾尘埃的战斗方式，他心中生出一个念头，这家伙就像是音乐大师弹奏小提琴般轻松写意的操弄战局，这该死的优雅感。话说，等级被压制到25级，只能操纵2尊傀儡了吗？苏明打量顾尘埃的同时，也在接受后者的审视。果然是契约了神兽幼崽吗？穷奇打出来的恐怖伤害令顾尘埃感到震惊，这头一虎的战力太强了，到底是什么神兽呢？感觉神兽谱上没有记载啊。砰！嘶吼！撒！战场被分割成3块，苏明和穷奇嘎嘎乱杀，顾尘埃操纵傀儡，片叶不沾身。小七在虚空裂缝中跳跃，时不时捅一刀子。白狼王的血量在急速下降，这看呆了林浩和李熙然，尤其是前者。本来想着自己在秘境中大杀四方，结果成了看客，都比自己要强。哪怕是同为看客的长腿妹子，一身战力亦是不弱于自己。这尼玛太打击人了！林浩感受到深深的挫败感。撕拉！穷奇抓住机会，用爪子撕开白狼王的咽喉，致命一击。狼血如同女人触发了开关一般，喷涌而出，淌流一地。嗷呜！白狼王发出一声虚弱的哀嚎，绿瞳中闪烁着不甘。燃血狼尸重重摔到地上。穷奇所宰杀的白狼王乃是本体，被杀死后分身顿时消散，很强。顾尘埃眼眸中闪过一丝火热，若非顾及苏权前辈的威势，他真想将苏明强行拉进队伍。他所在的山海小队乃是9州的老牌队伍，只不过先前的队员全部战死了。他接手之后只招到小七1人，当然若他放低标准，肯定可以招来很多人。可是他秉持的是宁缺毋滥的原则，他真的很想让苏明入队，即使让他让出队长之位都是可以的。这名潜力新星，未来神明，值得，可以通关深渊级试炼得到存在，将会成为神明啊！林浩是彻底被震撼到了。同为骑士，为什么龙和虎差别那么大呢？他难以搞定的怪物，好兄弟虎骑士，
轻描淡写的杀死。想到之前自己单方面的自称龙虎兄弟，他就感到脸颊发烫。无尽狼谷作为史诗级秘境，自然不可能救白狼王一波怪物。嗷呜！一尊神威凛凛的白狼王站在山头，那绿油油的眼眸中闪烁着岁月沧桑。他是葫芦古狼族的第一任王，偶然踏上妖修之路，闭关苦修100年。由于苏明反复屠戮他的子子孙孙，这头老狼从岁月中苏醒。人类，你该死！老白狼口吐人言，眼眸中尽是冷漠。苏明下意识地使用探查术查看老狼的信息，结果发现老狼的属性面板除了显示名称以及品阶之外，其他的全是问号。什么情况 ？BOSS 的属性为什么不显示？莫非这头老狼身上有什么隐藏实力的宝物？人类，你屠我子孙，扰我清修，该死啊！少在那里唧唧歪歪的，小爷赶时间。进秘境之前，苏明开了经验卷轴，他还想趁着效果多刷2遍秘境呢。该死的人类，你惹怒我了，准备接受制裁吧。苏明歪了歪头，冲着林浩说道：“跟你一样，是个话痨。”林浩难得没有反驳，主要是他被震撼到了。会说话的狼，这特码是怪物吗？这是妖怪，人类受死吧！老白狼或许是沉睡太久，喋喋不休。回应他的是穷奇的爪技，开启了御风技能的穷奇，速度快若闪电。老白狼来不及躲闪，硬生生挨了一击。噗嗤！穷奇锋利的爪子抓到老白狼的右脸，只差1毫就抓破了他的眼珠子。-1521，鲜红的数字从老白狼头上飘出。虽然看不到怪物的属性，但根据穷奇打出的伤害，苏明推测老白狼的物理防御值约为4000。那么攻击力呢？嗷呜！老白狼异常愤怒，该死的人宠，差点让自己瞎了眼。唰！老白狼身上燃起诡异的妖火，这火势为白色，散发出阴冷的气息。该死的人类，能死在我的火焰之下，是你毕生的荣幸。老白狼化身为一道白色流光，朝苏明扑杀过来。老孽畜，你的子孙是玩分身的，你这老孽畜却是玩火的。看来你老婆给你戴了绿帽子啊！嗷呜！老白狼不仅身上冒火，心中更是腾腾燃火，速度暴涨3分，扑杀向敌人。第063章，我有罪，我不该偷看苏明。虎兄弟，小心！林浩发出一声惊呼，他看见老狼王扑杀过来，自家好兄弟的宠兽却来不及回援，心中不由生出一股担忧。顾尘埃眉头微皱，手里捏着一枚金色符箓，符中封印的是傀儡。他的傀儡分为近战型号和远战型号，近战型号又细分为盾骑士、战士、刺客等等，可以说他一人即队伍。他手中捏着的金色符箓里面便封了一架盾骑士型号的傀儡。他本想操纵这架傀儡替苏明挡刀子，然而还没有行动，却见对方召唤出一头小狐狸。这只通体雪白的小狐狸看起来娇弱无比，像是一头纯粹的玩物。顾尘埃心中冒出一个念头，或许这才是苏明同学真正所契约的宠兽吧。可是下一秒他就改观了，遇着邪火的老狼王冲到苏明面前，那双爪子精准且迅速掠过后者的脖颈。死！老狼王眼眸中闪过一抹惊喜，这个狂妄的小子即将死在自己爪下，谁来了都救不了。但是就在他的爪子将要割开敌人的咽喉时，一只爪面雪白、肉垫粉红的爪子迅捷如闪电般挡下了老狼王的攻击。什么？老狼王一脸的不可思议，自己的必杀一击被一头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狐狸给挡了下来，这怎么可能啊？可事实是，他的攻击不仅被挡了下来，而且自身还挨了一击。砰！小狐狸一巴掌将老狼王拍飞，随之长了一下腰身。顾尘埃眼中流露出一抹惊讶，这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狐狸居然拥有如此强的战力，莫非又是一头神灵幼崽？若果真如此，苏明同学太逆天了吧！小狐狸从苏明怀中跳了出来，急如风般杀向老狼王。伤害他主人的都得死！砰！小狐狸冲到老狼王面前，抬起一巴掌，像是拍皮球般将后者给拍飞了。穷奇如梦初醒，完成了接力，又将老狼王拍了回去。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老狼王沦为了苏明宠兽的玩物。-1300，-1456，两尊山海异兽配合得无比默契。老狼王头上不断冒出鲜红的数字。很快 ，BOSS 的血量见底。老狼王跟普通 BOSS 一样，拥有红血爆种机制。嗷呜！老狼王仰天长啸一声，身上的火焰迎风变长。
恍若一尊炼狱火狼，眼看就要爆种。啪！穷奇和九尾同时挥爪，合计打出近4000的伤害，瞬间清空了老狼王的血条。小山般的白狼轰然倒在地上。这一幕震惊了其他人。走上妖修之路的老狼王，竟然沦为苏明玩物的玩物，这实力底蕴也太恐怖了吧！最为震惊的还是林浩，他看着拱卫在苏明身边的异兽，嘴巴皱成一团，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一直以来，他觉得自己和苏明的实力在伯仲之间，可谁知经过今天的一系列事情，他发现自己的战力拍马也追不上对方。一尊史诗级 BOSS 就这样被单杀了，而且还是戏耍般的击杀，这特马是人类干出来的事吗？自己这虎兄弟契约的到底是什么虎？相比较之下，自己的龙简直是条虫。若不是全民转职时代，并不能开挂。林浩都怀疑苏明是个大挂壁，不然同为阴界毕业生，为什么实力差别如此之大？轰！众人还没来得及跟苏明表达内心的震惊，秘境空间剧烈晃动，就如同地龙翻身一般，大地裂开一条条山缝，山谷倾塌，山石乱坠，一块块石头滚落。苏明令穷奇现出山海真身，随之翻身跳了上去，俯冲到李熙然面前，将后者拉了上来。顾尘埃则是骑着一具飞行傀儡，林浩骑着自己的虫不红龙，小七更不用担心，他躲在次元空间内，无比安全。几人对视一眼，看向崩塌的山谷，只见裂开的地面开始抬升，一座稍显破败的古庙被山石托举出世，就像一朵出水古莲。这是什么情况？众人眼中闪过惊诧。轰隆！似乎是升至最高，又像是被人为控制。古庙被一根山石柱托举着，悬停于半空之中。山神庙！苏明微微皱眉，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狼谷中竟然有座山神庙，莫非……他想起那头可以口吐人言的老狼，这厮是在古庙中得到的修行之法。就在苏明思绪高速运转，推测事件真相之际，古庙的大门轰然开启，或者说整个古庙轰然开启更为准确。古庙的大门墙壁轰然倒塌，待烟尘散尽，一尊似是玉石打造的神像暴露于众人面前。这尊3丈高的神像宝相庄严，脸上挂着悲天悯人的神情。我有罪，我不该偷看林家阿姨喜香香。我有罪，我不该偷看林家阿姨的日记。我有罪。林浩嘴里喃喃叨叨个没完。苏明眼中闪过一抹惊讶，神像有古怪，能让人不受控制地爆出内心深处的秘密。果不其然，李熙然也开始喃喃自语：我有罪，我不该偷看苏明。苏明一听事情有些不对劲，如离弦之箭般指挥穷奇杀向神像。装神弄鬼，给我现原形！穷奇的爪子狠狠拍向神像，这一击力拔山兮，可断金石。眼瞅着神像要化作齑粉，咔嚓，神像动了，他抬起一条手臂挡下了穷奇的爪击。这玩意儿果然有鬼啊，居然是个活的。在没有摸清神像的底细前，苏明预示着穷奇选择暂时回撤。唰！神像抬起手臂之后，身上的石皮开始剥落，就像是蜕皮的赖皮蛇，碎裂的石皮掉了一地。神像的真容显露，竟然是头人形狼，狼首人身，2只手掌突出锋利的爪子。随着神像露出本来面目，被其蛊惑的人也清醒过来。我尼玛！林浩清醒之后，回想起刚才的自爆，顿时有种羞耻感。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啊？这怪物太特么不讲武德了，喜欢偷窥人心是吧？他恨不得将怪物生吞活剥了。与他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李熙然，他也被蛊惑了，而且差点将自己干的事曝光出来。狗贼，吃老娘一斧子！第064章史诗级宝箱，名称妖笑月白狼王，品质史诗级，等级 LV60， 攻击力、防御力、血量、蓝量，技能空香 LV50， 妖灵 LV50， 蛊火 LV50。 空香 LV50 施展后，自身虚化成影，免疫一切伤害，持续时间10秒钟，蓝量消耗1000，冷却时间3分钟。妖灵 LV50 以血献祭，召唤战死的狼族英灵，每成功召唤一名英灵，自身攻击力提升+2，蓝量消耗1000，冷却时间1天。蛊火 LV50 来自幽冥的火焰，可以无视敌人护甲，直接炙烤骨髓，造成持续性伤害，自身攻击力的10%，蓝量消耗1500，冷却时间1分钟。小传：本是未开化的野兽，偶然吞服妖丹，
踏上妖修一道。好家伙，这厮真的是妖！看来之前那头老狼王就是跟着这厮学会的妖法，而且这厮的具体属性也是看不到，看来身上也有屏蔽探查术的宝物。看不到怪物的属性就很难搞。我来试试怪物的战略。顾尘埃唤出一具钝器傀儡，使用蓝色丝线操纵着冲向妖狼。撒！砰！只见妖狼轻轻挥爪，钝器傀儡变成了一堆破烂。顾尘埃面色一凛，他对自己的傀儡最为了解，抗4、5千的伤害是没什么问题的。结果被妖狼给秒杀了。这头妖狼的攻击力惊人，击杀风险太大，建议放弃。顾尘埃语气坚定道：“苏明同学，我们可以先出去招揽一些强者，再来刷秘境也不迟。”那倒不必。苏明怀中抱着九尾，摸着穷奇的脑袋。来都来了，不搞死这头妖狼，那就亏大发了。穷奇，准备上！好！穷奇仰天长啸，背上的铁翅闪过诡异的光芒。杀！一人两兽冲向妖狼。顾尘埃轻叹一声，跟上去准备打辅助。虚空中不断荡起涟漪，显然小七也在向妖狼靠拢，唯独林浩和李熙然留在原地。他们很清楚，以自身的实力面对妖狼只会拖队友的后腿。面对冲杀，妖狼神色不乱，轻松写意地长一下腰身，非常的从容。在他看来，眼前的人类皆为蝼蚁。穷奇，灭世神雷。由于不知道妖狼的真实实力，苏明打算速战速决，所以一上来就使用了大招黑云、狂风、紫色雷霆在酝酿。妖狼抬眸看向恍若末日般的苍穹，从容的狼脸终于是流露出一抹惊恐。他从那恐怖的雷柱上感受到了毁天灭地般的气息。轰！一道粗弱巨蟒的雷霆自9天轰落，毁灭之力令人感到心悸。顾尘埃神色一怔，这才是苏明同学的宠兽的真实战力。顾尘埃自问，同等级的情况下，自己倾尽全力也打不出这般暴烈的攻击。这一击能击杀妖狼？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紫色雷霆轰向妖狼。轰咔！雷霆淹没了妖狼。苏明眉毛一挑，不对劲。穷奇这一击没有打出伤害。转念一想，他辨明了，这头妖狼使用了技能空香，自身虚化，免疫一切伤害，持续10秒钟，极为变态的技能。一道淡化的身影自雷霆中走出。蝼蚁，你的宠物很强，竟然能打出这般伤害，想打我一个出其不意，却被我化解掉，你很失望吧？而且这般强大的技能通常冷却时间很长，你的宠虎已然失去獠牙。你说的没错，穷奇的灭世神雷冷却时间需要1天。顾尘埃眼中闪过一丝不理解，为什么将自己宠物的技能特性暴露出去呢？这不是变相帮敌人吗？妖狼流露出人性化的笑容，一副果然如此的样子。感谢你如此坦诚，那么请你去死好了。妖狼迅疾如风，冲杀向敌人。6、3，妖狼转瞬即至，爪子上附着白色火焰，就要抓苏明的喉咙。听到后者念念有词：“蝼蚁，你在说什么？数你的命！”一语落，苏明直接开启不化骨套装技能不灭体，将自身防御力拉满。与此同时，九尾施展了技能国色魅惑助妖狼。穷奇神威刷新灭世神雷。小狐狸，九尾巡天。在妖狼惊恐的目光中，紫色雷霆重新酝酿。除此之外，苍穹还凝着九尾虚影。轰！撒！2尊山海异兽的得意技能同时轰向妖狼。苏明默默念道：“能死在2尊山海异兽的联手之下，你这老孽畜足够自傲了。”2大单体技能叠加伤害近3万。妖狼本就不耐受法术伤害，因此承受伤害值拉满，他的血条被瞬间清空。神威凛凛的狼族王者成为一截焦炭。这一幕看呆了顾尘埃等人。苏明同学强的变态。在进秘境之前，顾尘埃还想着自己出手能够给苏明带来极大的助力，结果自己白嫖了对方。恭喜转职者苏明拿下无尽狼骨首杀，检测到转职者当前为组队状态，请为小队命名。命名吗？苏明略微思索，决定将小队的名字定为山海，让天道发公告。主要是他最大的依仗便是山海经，山海御兽师跟山海小队很相配。顾尘埃却是不清楚苏明的心思，他见后者以山海小队的名义通关无尽狼谷，他对苏明的好感度直线上升。山海，今日山海之名再度震撼世人。确定将小队命名为山海？确定。世界级公告：大夏国转职者小队山海通关史诗级秘境无尽狼谷，获得首通奖励，
小队成员每人一个史诗级宝箱、特殊物品轨迹之面。由于秘境 BOSS 妖笑月白狼王具有唯一性，秘境由史诗级降格为卓越级。通关秘境有 1% 的几率获得卓越级宝箱以及随机经验掉落。这两则公告出来之后，守在无尽狼谷之外的转职者们全都懵逼了，满脸的不可思议。这边队伍还没建好，尚未来得及进副本。八嘎，夏国出现了史诗级秘境，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就通关了秘境？该死的夏国又出现了新的天才吗？一名穿着樱花服的中年人一脸的气急败坏。山海9州的山海小队不是被打散了吗？难道又重新建立了吗？中年人越想越气，将面前的桌子一脚给踢翻了。将军，管他有没有重新建立，属下再去把他们拆了就是。与此同时，英国一处豪华庄园中，一名身穿黑色西服的男人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夏国运气真的好啊，出现了几乎无限制的史诗级秘境，高等级转职者可以压制等级进入，完全可以当做经验副本来刷。看来夏国今年的转职者的实力要比往年提升一截。不过没关系，我们英国今年出现了数名传说级转职者，定然可以碾压诸国，夺下全球新人王。白象国，可恶啊！天道系统太不公平了。史诗级秘境为什么不在我们这刷新？棒子国，这无尽狼谷一听就是我们的地方，要赶紧申请名字归属权啊！第065章，冷冰寒的无语。呆，搞什么鬼？真是气死我了！到底是谁？不会又是那个虎男吧？他还是真他妈的老六！冷冰寒气急败坏的咬牙切齿道。看到如此失态的小姐，一旁的留有迷须大胡的老者开口安慰道：“小姐，您先别生气，您难道不记得之前的那个山海小队了吗？这个啊，8成又是他们重新组建的，召集的肯定都是些顶级高手，能通过秘境那是自然的。”他突然扭头看向出口，不过也好，等会儿你出来之后，虎仔，我一定会亲手抓住你的。一旁安慰的老者见状，不禁心中大大的无语。他知道自家小姐还是认为这与那位骑虎少年有关，毕竟救人开荒团与他的仇可谓是不共戴天。不过很快，冷冰寒便话锋一转：“我知道了。”苏明他们手通秘境，以至于冷冰寒带队又扑了个空，自己的计划再次被破坏，这是搁谁身上不气啊？但冷冰寒是谁？冷家大小姐，难道这点心态都没有吗？他平复好心情后，目光只如水，语气冷静地发布命令：“各位，没能完成首杀固然遗憾，但今日我们既来于此，就不能空手而归。在这卓越级秘境中，杀怪掉落的经验也绝对是不会少的，更何况还有几率掉落卓越级宝箱。那么，诸位听令，随我一起血洗秘境。”说完，他便高高举起紧握的拳头。是。在听到首领的慷慨祭词后，团员们像打了鸡血似的整理着装备，只要冷冰寒一声令下，他们便可涌进秘境。因为新怪还没有刷新成功，他们只能在外面等着。不过冷冰寒还是心有余悸，他还是想一睹骑虎少年的真容，尽管山海小队里很有可能不会有他。这么想着，他的手指不由得又攥在了一起。快看快看，他们出来了！他顺着声音的朝向看过去，不禁在心中吃了一惊，攥紧的拳头也慢慢放了下来。梳着大背头的瘦绅士，傲气十足的龙骑士，这是啥？穿着战损版盔甲的美少女战士，还有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少年，这组合好奇葩啊！简直是一整个无语住了。哎，不对，这才4个人，还有一个呢，在哪里？在哪呢？哇哦哇哦哇哦！你们可真是太厉害了啊！几位帅哥，小女子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小美眉，你可有真命天子啊！若不嫌弃，看哥哥怎么样呢？大佬们，谢谢你们提供的刷怪秘境，我们大爱呀！听着人群的欢呼，苏明第一次感到有个团队也是不错的。尽管李熙然他们不出手，自己也能通关并打破记录，但能有几个配合默契的同伴，又何尝不是生活中的一大享受呢？再说，若是以后上了战场，征战四方，就算自己再强，也免不得被老六算计。有几个交心的朋友，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他冷冷地扫过救人一行人。苏明在心中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与天道沟通，让其对全世界发出公告：各位转职者，因山海小队的要求，该卓越级秘境已自动录取夏国人民的民族基因，别国子民将无权进入。我天，这是真的吗？这种吃独食的感觉，哎，真香！国家有专属秘境，真是太好了。不过抢地盘的痛楚谁懂啊？就在人们欢喜欢悲时，冷冰寒的面色如寒天冰雪，冷若凝霜。
这不仅仅是因为山海小队抢了他们的资源，还因为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山海小队的做法与救人开荒团的以往做法对比太鲜明了。冷冰寒不由得又想起了骑虎少年，他狠狠咬住牙齿，他和他们令自己很难堪，这也大大提高了山海小队在夏国乃至是全世界的威望。看着世界公告，不明所以的其余几人齐齐看向苏明，苏明也不瞒着，冲着他们就是一个阳光大微笑。顾尘埃对他的好感度也是直线飙升，我一男生都抵挡不住苏明的魅力四射，更何况小七呢？说着他便转过头看向小七，此时的小七正专心地拉扯着起皱的裙子，显然苏明的到来让小七改变了很多。听到此公告，外国境内瞬间炸开了锅，个个暴跳如雷，尤其是棒子国内的人造男女，个个气得跳脚，发出奶奶的声音，破口大骂：这咋还能住进 DNA 啊？我们还怎么申请呀？哼，明明是我们棒子国的东西啊，天道凭啥给他们呀？这样做的话，他们也真是太没有竞争精神了。就是啊，谁让他们个个都是老六呢？那你夏国人人可开卓越级宝箱，他们还不让我们去？他们难道不清楚我们两国的血缘渊源吗？八嘎八嘎，天道你再这样，我可要切腹自尽了。是时候让我们的浅夏人造访他们了。哼，听说夏国历史文化悠久，天道才偏袒的。明明我们白象国才是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国家，我们的文明也是最为久远的。该死的夏国人！哼，很好，正合我心意。英国白塔内站着的黑西服男人放下手中捏碎的杯子，招来自己的大秘，在他耳边说起悄悄话。说完，招招手让他下去。他又转过身站在窗户前，摸着下巴的手在不经意间加快了速度。不过这也遮盖不住他咧开嘴的邪笑。夏国的邻国巴巴扬国看到这则世界公告，则是跳了起来。大哥瞧，他们开心！逃离现场的山海小队来到一处空地，不等众人站稳脚跟，林浩兴冲冲地自说道：哎呀，这小场面还真是热闹啊！不过小爷我可是经常见到的哦。哼哼，你们没见过吧？要知道，那时的我为了战斗，可是旱地拔葱，直入云霄。还有啊，李熙然白了一眼自吹自擂的林浩，跑到苏明身边。苏明毫不客气地说：哦，你从小就能旱地拔葱，结果才长这么高。要是不拔的话，岂不是就成3寸钉了？林浩被噎得说不出话来。第066章，红龙女皇的粪便。准备开宝箱。林浩托举着金宝箱，大笑道：今日幸运女神将会站在我身边。哈哈，看我爆杀金色传说！只见林浩手中冒起层层的粉色气泡，等众人看清楚后，爆笑声不绝于耳。名称：红龙女皇的粪便，品质：史诗级秘宝，效果：全属性加50，使用限制：锦龙骑士使用。看到这还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秘宝，林浩只得有苦说不出，这下丢人丢大发了。不过一头狼咋会爆出龙的粪？秘宝？难不成这狼属狗，吃了红龙的？一旁的顾尘埃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似的，安慰的说道：有的高级别怪物的排泄物可能会有大补作用，这只狼王应该是吃过红龙的粪便。啥？他还真吃了呀！天啊天啊，这狼还真属狗啊！那我呢？我咋办？难不成我也得？啊不，这种事打死我也不干。顾老大，你说我该咋办？顾尘埃也是只能摊开手，表示无能为力。苏明，你一定有办法的吧？你救救我吧！苏明淡淡的看着他，吃了他？啥？几人错愕的看着苏明，只有小七炯炯有神的看着他们。这可是大补之物，你不吃有人抢着吃。看见苏明嘴角挂着一抹调侃，林浩又看了看手中粉红色的便便，含着眼泪就要往嘴里送。突然天道弹出一则消息，检测到宿主拥有红龙粪便，请问宿主是否将其变换成可食用粉色马卡龙？提升属性和作用效果等均不变。同意。林浩抹抹眼泪，破涕为笑。又是一道粉色光，众人的目光也不由聚集过去。李熙然的心情很是激动，史诗级装备啊，会是什么呢？大斧、盾牌、盔甲，光芒映进他的眼眸，有种光彩动人的美感。这双巧目变得更加令人盼息了。噗的一声，一件粉粉的小方布落入他的手中。没错，这是块可可爱爱的肚兜。又是一阵爆笑，火辣辣的感觉立马爬满他的全身。他赶紧躲在苏明的身后。苏明挑了挑眉毛，道：纯女人，尺寸符合。李熙然的脸变得更加通红了，浑身燥热。后来顾尘埃和小七的装备就正常了。顾尘埃开出的是一件史诗级装备，可以用来提升傀儡的品质。
小七开出的就比较逆天了，一本技能书，次元空间重叠。顾名思义，学会了它，小七便可在多个次元空间内连续穿梭，再加上他那恐怖的杀伤力，够强。最后苏明开宝箱，一道黑影闪过，苏明心中大喜，莫非？名称：冥土指引图残2/9。介绍：集其残图可以开启神话级秘境幽冥地府。啊，这是啥？咋就一块黑布？品质还是白色的？那这不就妥妥的抹布吗？除了林浩，其他3人的眼中也流露出疑惑与不解。李熙然也不禁掩住笑意，问道：我们对战狼王时也没见到他们身上哪个地方有这块布呀？抹布什么的那更是不可能了，好吧？林浩继续说道：不应该啊，级别那么高的狼王咋会爆出这么个垃圾玩意？他左挠挠右挠挠，两手一拍，哦，我知道了，这玩意其实是那狼王的遮羞布。苏明他们听见林浩这么说，纷纷送他一个鄙夷的眼神。不管众人的炽热目光，他接着解释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狼王身上看不到的原因。哈哈，我真是个大聪明。一通白眼下去，苏明更是都懒得对他了。抹布，众人的反应让苏明也是狐疑不已。怎么回事？这么珍贵的残图，他们怎么会看不见？难道是这张图只能持有者才能看到？别人看到的都只不过是张平平无奇的黑布。那如果这样的话，这张图能在天道的交易大厅中出售吗？大抵应该是不能的吧。算了，等有时间了问问天道吧。回过神来的苏明再次听到了林浩的聒噪声。哎，不对啊，他们这些怪物再怎么说也是动物呀，动物也需要遮羞布吗？我记得课本上没学啊，老师也没教给过我啊。他完全没有顾及到他周身的温度再次提高，依旧聒噪个不停。喂，我说，你小子能不说这件事了吗？你要是再说话，我保证你看不见明天的太阳。是，我不说了。苏明赶紧趁着难得的清静，开启了第2个宝箱。云雾般的灰色气体不走寻常路，突突突的向下冒去。名称：诡计面具，特殊类装备。介绍：自由变换容貌，并降低存在感。使用限制：全职业通用。想着自己日后是要崭露头角的人物，这改变容貌的装备，自己日后可能还真的用不着。苏明一时间拿不定主意。林浩凑过来，刚想输出，却被顾尘埃抢先了一步。顾尘埃只一眼便认出了这件神奇装备，这可是件宝贝——诡计面具。林浩瞪大双眼：啥？诡计面具？这可是刺客的大宝剑啊！苏明抬眼看了一眼顾尘埃，他知道他的名字，看来真的是件宝贝。思考几秒之后，他选择了佩戴。刚想伸手阻止的顾尘埃停止了动作。他深知苏明得到这面面具，属实是实至名归。尽管苏明可能未来并不会加入他们，他还是选择了放弃。这时，苏明看着失神的他，主动问道：你怎么了？我带着他有什么奇怪吗？不，你带上他很帅，只不过我觉得他并不适合你。你是未来要成神的大人物，变换容貌对你树立威望会很不利。见对方没有回答，他赶忙解释道：苏明，这是我的金色怀表，它乃是传说级装备，每天可以调动1次时间，在将任意时间点向前拨1秒，并且每3个月可以篡改1次记忆，最多选定5个目标。现在我愿意用它和你做个交换。苏明接过怀表，心中一震，这么强大的怀表居然只是个残次品，那么它的完整形态会是多么强大？时空能力向来逆天，拥有这2者就拥有了一切可能。苏明在心中权衡之后，答应了顾尘埃的交换请求。顾尘埃露出一抹微笑：好的，那么请允许我为您使用它1次。说着，他便向上方抛出怀表。几个手势之后，除了他和苏明，其余人均陷入了短暂的睡眠，就连身处次元空间的小七也中了招。苏明赶在李熙然倒地之前，将穷奇扔过去，当成了肉垫子。顾尘埃则是抱住了小七，林浩自然是四仰八叉的躺在了大地上。第067章2战88，安置好他们，已是黄昏。顾尘埃脱去沾满灰尘的白手套，转过身来说：没有小七，我们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虽然这位龙骑士是临时入伍的，可我们也不能丢下他。苏明皱起眉头，看向躺在地上正睡得香甜的林浩，真是麻烦。起身来到他身边，踢了踢他的胳膊：喂，快醒醒，你该走了。顾尘埃慌了神，赶忙伸手阻止：快停下啊，苏明，你不能这么做。如果他被强行唤醒了，消除记忆的效果就会消失。苏明只得脚下留情，想起来这家伙还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
在他昏迷之前，顾尘埃又喊了我的名字，真是便宜这龟孙了。苏明转过身，回到原位置。现在穷奇的体力已经被消耗完了，强制飞行是不行了。九尾的真实形态还不能暴露给太多的人。再者说，小狐狸那么可爱，骑行的话不太方便。苏明松开皱紧的眉毛，那就等小七醒来再做打算吧。顾尘埃长吁一口气，呼，苏明，天暗下来了，怪物偷袭的几率会变高，有的怪物实力会因此而大增。说着，顾尘埃就在周遭布下灯柱以及能够驱散怪物的驱阳粉。苏明从背包里取出来烤架和肉等工具与材料，今天这晚饭就在此地吃了吧。顾尘埃站起身来，好，我来帮你。他没有戴白手套，就开始切弄食材。烹饪的活，苏明当仁不让。相比较之下，他还是更喜欢自己吃做的东西。分工有序的二人有条不紊地干着手里的活。静谧的世界，除了滋滋的烧烤声，还有林浩的打泡泡声。不一会儿，空气中充满了诱人的香气。要不是林浩睡着了，没看见这两人炉火纯青的烧烤技术，他一定又是一个好奇宝宝，在那不停地嘎嘎乱叫。被召唤出来的小穷奇和小狐狸，则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吃着踢下来的新鲜骨头。我记得傀儡师在战斗时可以选择穿上与傀儡战士一样的衣服，以便隐藏身份。而且你们是不能改变面貌的，否则契约的傀儡将不能使用。你用金色怀表这么珍贵的宝物，就会换一个你不能用的东西？还是说，这东西你打算上交给你们那什么九州组织？便宜师傅的话让苏明不得不对九州抱有怀疑态度。见苏明如此谨慎，顾尘埃一口否决，不，这是我要给小七的。为了增强实力，我们必须寻求适合自己的作战方式。而小七的虚空行者既有着强大的杀伤力，又有着很高的灵活性，很适合做一名刺客。不过，成为刺客的风险极大，容易被人追杀。现在有了这一张面具，这些问题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掉。还有小七太单纯，只有改变容貌才能保护他，所以我一直在寻找像诡计面具这样的宝物，以改变容貌来保护小七的人身安全。苏明没有说话，只是把一些熟肉丢给那两个小东西。他明白并认同了顾尘埃的说法。小七第一个醒来，烧烤的香气灌入他的口鼻，他只能努力着不让哈喇子流下来。他整了整衣服，呆呆地走过去。苏明向他递过去几串冒着香气的烧烤，他吞咽下口水，谢谢。等小七吃完，顾尘埃掏出诡计面具，小七，这个给你。小七问，顾老大，这是什么？这是诡计面具，它可以改变你的容貌。小七打断了顾尘埃，那我戴上它，顾老大给糖吃吗？显然小七没啥兴趣。小七，戴上它，你的头发就不会再乱了，衣服也不会再脏了。小七冲苏明眨眨眼，真的吗？得到肯定回答的小七喜笑颜开，紧紧抱住面具。顾尘埃不失尴尬的笑笑，也对，虽然不知道为啥小七的头发和衣服总是自己变得乱糟糟的，戴上面具就能变得和正常人一样了，而且这样一来，小七就能变得整洁了呀，真是太好了。苏明这么解释，倒是比我的通俗多了。哇，什么味道？听见这道声音，顾尘埃摆摆手，示意小七赶紧将面具收起来。林浩醒来之后，像是一头猎犬般闻着味道找了过来，他伸手就要去抓烤串，却被苏明一巴掌拍开。这里没你能吃的，你的那份在那里。林浩顺着苏明的手指看过去，却见一坨类似便便的东西。啥？便便？这是给人吃的？你不是刚吃下一坨吗？能不能吃，你不是最清楚。苏明的嘴角挂着一丝玩味，这什么玩意，狗都不吃。林浩摇摇头，大叫一声就要挑开，突然嗅了嗅鼻子，一股肉香钻了进去。好香啊，莫非这不是便便？战斗了一天，林浩实在是饿坏了，此时在做着心理斗争。这看着也不像红龙的粪便啊，到底是个啥？等等，不对，林浩终于看出了端倪，这不是粪便，而是做成粪便造型的烤肉。喝退，虎兄弟，你太会恶心人了吧，偏偏把这么好的烤肉做成便便。哎，真香。林浩伸手拿了一块放进嘴里。与此同时，李熙然悠悠醒转，正好看到林浩接触，他被吓得差点又昏过去。哦，他吃的啥？李熙然踉踉跄跄地跑到苏明身边，昏头的林浩嘴里塞满烤肉，口齿不清地说道：“你听我说，这是个误会，这不是你想的那样。太好吃了，根本停不下来。皓月当空，朗朗清风。嗝，一声大嗝划破夜晚的宁静。哎呀呀，不小心吃撑了。”林浩拍拍凸起的肚皮，不过
这烤肉实在是太好吃了，看不出来虎兄的手艺竟然这么好，顾兄的也是一绝呢。那么，顾大厨，请说出你在本次做饭中的心得体会，让在场的各位学习一下。第068章打地铺了。各位，我们该离开了，驱羊粉的作用马上就要消失了。苏明一行人站了起来。哦，天这么黑，路程还那么远，咱们咋回去？虎兄，咱们是有什么高科技的载具吗？难不成是你的那只大猫咪？林浩笑眯眯地看着苏明。小琼奇弯下两只毛茸茸的短腿，撅起屁股，弓着身体，低吼几声就冲向林浩。林浩撒起脚丫子开跑。哈哈，你不要过来啊！为什么要追我啊？我说错什么了吗？我道歉，我不该叫你大猫咪的。虎兄，救救我啊！对不起啊，大胡子。哎，别咬我屁股呀！李熙然看着林浩的大傻样，捂着肚子笑开了。顾尘埃看向苏明，像是在祈求他来阻止这场闹剧。苏明咳嗽几声，琼奇，回来！琼奇听见主人叫他，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李熙然看见之后，笑得更狠了。这小家伙跑起来咋那么像二哈？林浩站在那儿揉了揉屁股。哎呦，这小虎子下嘴可真狠。小七，麻烦你了，带我们回去吧。好，以小七现在的能力，他只能带走2个人。李熙然和林浩面面相觑。小七可以瞬移那么远的距离吗？李熙然拉着苏明，立马大声说道：“我们最后走，你们先走吧。”顾尘埃笑着点点头。好，那我们2个先回去。林浩激动地问：“那我呢？去谁家？”哈哈，是去虎兄家吧。谢谢虎兄的收留之恩。不等苏明拒绝，林浩推着顾尘埃走到小七身边。虎兄，那我们就先回去了，我们在家里等你们。哈哈。偌大的夜空下，2只小东西却格外的精神，争相蹭着苏明。蠢女人，那个林浩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你先别告诉他，知道吗？月亮的光辉洒在苏明俊俏的脸庞上，李熙然看得如痴如醉。听到苏明的问话，他轻轻地答道：“我知道，你的这些个身份，哪个拿出来不是响当当又招人仇恨的？”苏明勾起嘴角，拍拍李熙然：“不赖啊，这次不蠢了。你小名字，你敢拍我？”啪！是小七回来了。李熙然收起玩闹，2人跟着小七回到了家。哇哦，小七的职业是什么？招式好帅啊！听到李熙然的夸奖，小七害羞地说：“你们跟紧了，分神会在这个空间走失的。”李熙然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可爱的女生，接着打趣道：“没关系啦，我家小七那么厉害，肯定会找到我的。”小七的脸变得更红了，将他们送回家，就要往次元空间里钻。苏明见状喊住了他：“小七，你那空间黑漆漆的，能住人吗？今天晚上你和李熙然一同睡在我床上，我们3个男生打地铺。”李熙然跑过去拉起小七的手：“小七，你是拗不过他的，我们走吧，该休息了。”嘿嘿。看到李熙然毫不犹豫地拉起自己的手，小七又一次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善意。虎兄，快搬起你的铺盖来这里，这里还有一个位置。林浩在自己的客厅内热情地招呼着，一时间竟分不清谁是主谁是客。苏明皮笑肉不笑：“不用了，我喜欢清静。2楼还有一间空房，我去那里睡。”躺在床上，苏明向天道提出了白天的问题，自己的猜想与答案8、9不离10。冥土指引图的残图爆出时，的确是只有开出者可见，一般人看到的只是一块平常的黑布。不过到达一定等级并使用特殊的手段，就能将其在交易大厅中出售。苏明又问了金色怀表与轨迹面具，从天道那里得知，轨迹面具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宝物。别看它的名字怪不好，不正能量，其实它拥有和穷奇相当的识人能力。只有心思单纯、惩恶扬善、不滥杀无辜的人才能使用它，否则他是不会接受的。至于金色怀表，它是传说级别的宝物，真正能使用它的人是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与它的品质的。而历史上也只不过成神的李道一将其威能发挥到了80%。由于当年飞升时是不准带走任何一件装备的，而李道一坚持要带走金色怀表，表跟着他经历了重重天劫，从飞升谷掉落时已成了个残次品。再后来，他辗转到了顾尘埃手中，而他却把这个残次品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也就是100%。只可惜他们有缘无分，顾尘埃没能意识到他只是一个残次品。现在他终于又遇见了一个真主。想到这里，连苏明都不禁感叹道：“哎，只能说是寄生鱼和生亮呢。李道一什么都不要，只要这块表。看来他确实不简单。”这时，天道发来一则消息，检测到你有2只契约兽，
您可选择将契约兽的召唤改为可自动召唤模式，请问您是否选择该模式？嚯，这操作可以有，养宠护主两不误。是。与天道道别之后，苏明的哈欠接连不断，太困了，累了一天了。苏明闭上双眼便沉沉睡去。两个小东西则使用自动召唤轮班制出来为主人守夜。第二天早上，林浩揉揉双眼，哈呀，睡得真香。外面是乒乒乓乓的碗碟声。啊，难道自己错过饭点了？林浩匆匆穿好衣服跑了出去。虎兄、顾兄，你们吃饭丢下我，也太不讲义气了吧！站住脚跟，映入眼帘的是两尊通体漆黑的傀儡战士，好生威猛。独独与其格格不入的是罩在他们身上的白色围裙，这不用看就知道是顾尘埃。林浩还是很吃惊，他跑到一个傀儡旁，大喊：“喂，你能听到吧？身为一国的勇士，这种家务活你喜欢干？”顾尘埃在一旁哭笑不得。林浩，傀儡和人俑不同，他是没有生前经历的，你就别白费力气了。林浩憨憨的笑笑，嘿嘿，那我上去叫我虎兄起床吃饭。虎兄啊，你起来没有？该吃饭嘞。他是生仙道人味道。打开门，里面没人。第069章李熙然的遮羞布。苏明醒来后，宠溺的抱起小狐狸，辛苦了小可爱，进去吧。雄鸡还未破晓，苏明离开了家，前去无尽狼谷。他已经做好了计划，就在这个卓越级秘境中刷怪升级。到达目的地，好家伙，不愧是卓越级秘境，人山人海的，他们怕是一夜都蹲在这儿了吧？好在他依然是5人组队起步，没有招到厉害的转职者，他们也不敢贸然行动。不过也幸亏昨晚没赶走林浩，要不又得找人重新组队了。秘境的限制条件和之前的差不多，依然是所有等级的转职者可以进入。不过这次的是进入秘境之后，自身等级、属性、装备等等都会被压制到30级，这依旧意味它是个优质的代练圣地。餐桌上，苏明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无尽狼谷是目前离我们最近的卓越级别的秘境，我们就去那里练级吧。进入到秘境，按照计划，苏明与李熙然、林浩一组，小七与顾尘埃一组，他们分头行动，这样刷怪覆盖的面积大，升级快。遇到狼王时，利用通讯器联系对方，不可单独行动。秘境 BOSS 依旧是苏明的老朋友白狼王。这个秘境虽比不上史诗级别的秘境，但是精英级怪的数量却是史诗级别的5倍，普通怪的数量多的更是不用说。天道还强调了，小怪的攻击将不分批次，他们只有普通的刷新时长限制，也就是说，这种机制对于普通小队，他们的体力会被消磨殆尽，根本见不到 BOSS。但是对于苏明他们来说，那这里就是天堂。苏明不屑于他一着越级秘境，竟与普通副本没啥区别，太没有新意了。虎兄，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啥？哪有什么作战计划？我会让穷奇为你们打晕怪物，你们只管补刀就行。这怎么能行？这不就相当于是吃你的经验了？此时的苏明真想一巴掌呼死他。自己的方法就是能以最快速度结束战斗的方法，自己分出经验给他，他倒还不乐意了，真是气煞苏明也。我不要，男子汉大丈夫的，有手有脚的，我自己打就行。李熙然默默地看了看他那双架在红龙身上的脚，轻声说道：有脚？我是没见过你那双脚下来过。一向有顺风耳之称的林浩弱弱地回应道：可是对于我们龙骑士来说，龙就是我们的双脚啊，那骑马的不也是整天骑着个马吗？这时恰巧有一头血量过千的狼怪恶狠狠地盯着他们，是只普通怪。两只小东西感受到主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立刻自启动，左右各一只，趴在苏明的肩上。林浩，上吧。苏明一脸微笑地看着他，林浩也是毫不示弱地奔向狼怪。几个回合下来，双方谁也没伤到谁。一个时机，他瞅准狼的腰部，一剑下去。-233。见自己的致命一击没起作用，林浩慌了神。喂，怎么回事？这不是他的致命弱点吗？还是一只普通怪，我这一剑下去，他不死也得残血啊！吃痛的狼张着血盆大口就要吃掉林浩，好在红龙速度敏捷，躲了过去。苏明也在关键时刻扔出了穷奇，李熙然也拔出了自己的战斧，变身的穷奇一巴掌下去，狼便一命呜呼了。惊魂未定的林浩第一次面露难色，讪讪地向苏明道谢。苏明没搭理他。林浩刚刚那一剑明明打中了怪物的弱点，怎么会打不出伤害呢？难道这是天道有意为之？虎兄，你看那是什么？回过神来的苏明顺着林浩的手指看过去，只见刚才那只狼的腰上缠着块黑布，
三人走近一看，黑布自动掉落之后，此处非静止画面。这竟然真的是块遮羞布！李熙然涨红脸颊，扭过身去。只有林浩兴冲冲的：“我就说吧，狼是有遮羞布的。虎兄当时手里的就是一块遮羞布，原来只有狼死后，我们才能看到他们的遮羞布啊！”苏明无语的看着越说越兴奋的林浩，这家伙是傻子吗？这块遮羞布人家的品质好歹是绿色，那人家狼王爆出的史诗级宝箱中的黑布会是遮羞布吗？详细查看过后，这块遮羞布只能是战士穿戴。苏明调侃的看向李熙然：“蠢女人，穿上试试。”李熙然愤愤的吐出几个字：“我不要。”也是，穿着史诗级肚兜能不香吗？虎兄，这么多狼，你家虎子能应付得过来吗？你是在怀疑穷奇的实力？要不是帮他俩升级，穷奇不能随便使用技能，这些渣子还不够他塞牙缝。嗷呜！突然，本来皎洁的月亮变成了血红色，黑树缠绕的山坡上站立着一群黑色皮毛的狼，看样子是精英怪了。这么多，也许是场硬仗。李熙然握紧手中的战斧，林浩与红龙摆好姿态，随时准备俯冲下去作战。嗷呜！狼群发起了冲锋。穷奇！吼！穷奇现出真身，挡在前面，两脚下去，土地龟裂，沙石飞溅，黑树应声倒地。雷海！天上布满夹着雷电的乌云，霎时间遮住了那轮血月。噼啪作响的雷一道一道的聚在一起，以极快的速度向下劈向大地。强大的冲击力冲散了狼群，飞速降落的雷更是令他们死伤无数。嗷呜！一声狼叫，血月由鲜红色变为了暗红色，一举歼灭精英狼群。忠实守卫的死，引得 BOSS 白狼王出世讨伐。击杀 BOSS 白狼王可获得多个卓越级宝箱，有 40% 的几率爆出狼王绝技分体为3的技能书。是狼王出世了。一头与穷奇大小差不多的白狼王傲然地立在山头，庞大的身躯遮住了血月。他愤怒地用他巨大的尾巴拍击着大地。人类，你们杀死了我的爱将，本座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哟，老妖怪，你说让谁血债血偿？第070章。精神狼王普信狼。外围的人们看着那轮血月，可怖的血月下是白狼王，他的对立面是一尊通体漆黑的变异虎，冷冰寒也在其中。只一眼，他就认出了那只变异虎。救人开荒团的各位，那骑虎少年今已现身，现随我一同前去将他拿下。顾尘埃也看到了这番景象。小七，我们该走了。小七用手撕开一道空间，与顾尘埃一同消失在了其中。老妖怪，少废话，你到底打不打啊？李熙然举着战斧挑衅般的说道。哪里来的女娃娃，真不知天高地厚。白狼王对着血月张开大嘴，似是在吸收血月的力量。林浩突然想起家里先生讲的知识，冲苏明喊道：虎兄，快打他，这老妖怪一时半会儿动不了。穷奇，灭世神雷！穷奇张开翅膀登上天空，他的周身聚集的闪电越来越多，他们扭作一股，一道粗大的雷从天而降，命中白狼王的眉心。刺眼的光芒过后，出现了2尊一模一样的白狼王。哼，卑鄙的人类，竟然偷袭本座，害得本座没能彻底吸收血月的力量。听着他喋喋不休的讲话，苏明想，我那白狼王兄弟可没他这么爱说话。这一激动，竟忘了查看他的属性面板了。名称：白狼王，品质：卓越级，等级 LV50， 攻击力1800，防御力1600。注：此怪主法术防御，误伤抵抗为防御力的 13%。血量12000，蓝量6000。技能：空香 LV40， 妖灵 LV40， 蛊火 LV40。空香 LV40 施展后，自身虚化成影，免疫一切伤害，持续时间10秒钟，蓝量消耗800，冷却时间5分钟。妖灵 LV40 以血献祭，召唤战死的狼族英灵，每成功召唤一名英灵，自身攻击力提升+1，蓝量消耗800，冷却时间1天。蛊火 LV40 来自幽冥的火焰，可以无视敌人护甲，直接炙烤骨髓，造成持续性伤害，自身攻击力的 5%，蓝量消耗1200，冷却时间3分钟。绝技三体分身，消耗半蓝条，不到时间的强制合体将会大幅度的降低生命力，从而降低血量。小技借力打力，不消耗蓝条，任何一只狼都能使用血月的力量，使用期间不能移动。小传：妖笑月白狼王的堕落态，自家园被毁，亲卫被杀，他便精神失常，体型增大，一改往常，酷爱说话，常常自大。噗！
原来是头精神狼，家园都被毁了，这老妖怪还怪可怜的。不过可怜归可怜，杀了他经验可不少给啊。老妖怪，自报家门可是战场大忌，你的死期到了。九尾，啾啾，小狐狸也现出了真身，黑白两道挡在狼王面前。等一下，小姐，你看那是什么？冷冰寒抬头望去，一尊雪白的狐狸，不过它好漂亮。小姐，我们还去吗？看这情况，那只狐狸和老虎应该是一伙的，我们去了也不占优势啊。他犹豫了，他对骑虎少年现在有的只有害怕，每次遇到他总是没事不断，那也得去抢他的狼王。两尊神兽的出现令周遭的小怪发出阵阵悲鸣，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察觉到异样的白狼王问道：你们两个是哪里来的兽？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们？穷奇和九尾无动于衷。你们不会说话？哦哈哈，原来是不入流的俩蠢货呀！蠢货！狼王，你可知百兽俯首者是为兽王，万兽称臣者是为兽皇。还有，在战场上不宜多讲话，言多必失。谁在说话？装神弄鬼！顾尘埃和小七从黑暗中走出，顾尘埃身后还有两尊威严的傀儡。喂，顾老大，你来啦！苏明用通讯器转告给其他人他的作战计划。那么就开始吧。穷奇，神威刷新，灭世神类，九尾巡天。苏明打算一击毙命。狼王感受到了死亡威胁，竟强制自己合二为一，两股力量冲向自己。在关键时刻，他发动了一次空香，两次妖灵。只见他浑身发出金光，他划破爪，血液流出，两只肌肉发达、身体健硕的狼族婴灵钻出地面。10、9、8、7、1、0，就是现在！穷奇，两只婴灵交给你了。九尾，控制住他，别乱动。快，各就各位，动手！穷奇跳起来，抖动几下身体，一张大嘴张嘴就把那两只婴灵吊在了半空中。他带着他们在空中转起了圈圈，只见一圈圈的雷隆隆作响着。待到时机成熟，穷奇就把他们扔进雷圈中。轰隆隆，隆隆隆。再看时，他们已变成香气四溢的烤全狼。尽管如此，死尸终究是死尸，吃不了。穷奇赶快飞向苏明身边，九尾凭借着霸道的力道将狼王紧紧地压在身下。哎呀呀，我的腰啊，疼疼疼！虎兄，我到位置了。好，各位砍！苏明的剑，林浩的剑，李熙然的战斧，顾尘埃的傀儡战士的刀，分别刺向狼王的四肢。嗷呜！很好，小七，接下来的看你的了。九尾，回来！小七拿着利剑从天而降，狠狠地扎在了狼王的腰上。嗷呜！狼王被打败了，宝箱按伤害比分到了他们手中。由于本关特殊性，没有 BOSS 首杀记录这一说，具有唯一性的技能书将赠予本次作战的指挥者。技能书稳稳地落在了苏明手中，拿到了。哈哈，虎兄，你的计划真不错，真没想到胳膊腿儿也是狼的弱点啊。狼的四肢那么修长健硕，我以为是完美到无懈可击，越是美丽的地方越是不堪一击。苏明竟破天荒地回答了林浩的话。可是虎兄，你那俊俏的脸蛋咋就那么抗击呢？滚！冷冰寒赶到时，苏明他们已经出去了。看到公告的他，又一次与骑虎少年擦肩而过。第07妖章，鸡蛋鹅蛋，不如双黄蛋。跟着虎兄练级就是爽，经验那是蹭蹭的往上涨啊！林浩喜滋滋地拍着苏明的马屁。此时离开学时间还有8天，苏明他们用了1周的时间继续在无尽狼谷刷怪。在这期间，林浩3人都升到了30级，顾尘埃和小七2人的级别太高，只有顾勉强升了1级。不过要是没有林和里这2个吃经验包，苏明大概能升到35级。苏明开宝箱的运气和之前的运气差不多，那些个卓越级宝贝，要么是他不能用，要么是他用不到。想到开宝箱时那双如饥似渴的眼睛，苏明想到了个主意。林浩，你想要这些装备？林浩一个机灵跑过去。怎么了？虎哥，这些装备你不要了吗？对，这些大部分都不适合我。那虎哥，你是打算送给我吗？谢谢虎哥。怎么可能？拿钱。切，我以为是送给我呢。少看点心灵鸡汤，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好吧，下划线。那打折不？不打。送赠品不？没有。我们就按天道给出的价钱，童叟无欺。你要是不买，我就交给交易大厅和拍卖行处理了。即使自己家族势力再大，他也没有一下子见过这么多的卓越级物品。在拍卖行买这些东西更是不划算，这些东西要是放在上面，
那价格怕是一次比一次高。好，我买。林浩家族果然是个大家族，不说交钱速度快，他们家开的银行那是全国哪哪都有，遍地开花。为了答谢卖家的豪爽，他们家更是为苏明免费开设了贵宾银行账户，还加价了1个亿。毕竟有这么一个大客户，要是能得到他的长期供货，那带来的价值将不是1个亿能比得过去的。于是林浩也终于得知了他虎兄的真实姓名。留下来1天的时间，苏明提议休整1日，准备前往北京大学报到。疲乏的苏明一夜无梦，他之所以没一回到家就开启山海经，不仅是因为顾尘埃和小七还在他家，还因为他想把这次契约留到美好的早晨。早饭后，顾尘埃要向九州的自己领导汇报工作，他把小七留了下来。苏明，你的成长太惊人了，我得把这些上报给我的老板们。对了，你师父苏权前辈也是我们九州的高级骨干，我也会把这些一并告诉他的。苏明点点头，就算表达过谢意。顾走后，他又找了一个借口让李熙然带走了小七。随后他端坐在沙发上，拿出逆鳞。即使已是第3次见到这本巨书，苏明还是被他震撼到了，依旧是耀眼。抽取山海异兽，苏明捏紧着手中龙之逆鳞，金色巨书开始快速翻页。嗖，有一兽能言语，知鬼神之事，晓万物之情。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苏明心中一惊，怎么有2道声音？恭喜宿主，运气爆表，抽的双黄蛋。契约白泽，饕餮，又是一黑一白。小兽白泽参见主人。下，这咋来个会说话的？这个大家伙和穷奇有些像，可是他更接近白虎，长得也比穷奇不止好上了几倍。哈，不知穷奇见了会不会？反观另一只，穷奇顺眼多了。饕餮的人面在这里没有展现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怕吓死宿主。可是现在的他总给我一种过节拐小孩的怪兽的感觉，面目有些狰狞，体型和穷奇相当。苏明仔细查看了2者的属性与能力。名称：饕餮，次元封印。品质：神话级。等级 ：LV1 0100。攻击力5000，防御力5000，血量5000，蓝粮3000。技能：血龙，反咒，咒血狂焰。血龙，眩晕1个单位，50%的几率敌方5个单位，持续2秒。血龙每秒消磨敌方自身当前血量 5%， 持续10秒。蓝粮消耗500，冷却时间无。反咒，解控己方受到的一切限制，包括囚禁、下蛊、诅咒等，且己方全体成员获得无敌状态，持续2秒。蓝粮消耗1500，冷却时间半小时。咒血狂焰，释放体内贪婪之欲，化为真身人面。普攻伤害每次增加500点，攻击速度提高到自身攻击速度的 150%， 自身获得无敌状态20秒。蓝粮消耗1蓝条，冷却时间1天。看完饕餮的资料，苏明陷入了沉思，合着这货就是天道拿来坑我的呗？他这不明显就是穷奇和九尾的合体吗？单体伤害强，能控制，能解控。苏明瞪了一眼现在还有些蠢萌的小饕餮，不气，还有白泽呢。名称：白泽，次元封印。品质：神话级。等级 ：LV1 0100。攻击力3000，防御力7000，血量6000，蓝粮6000。技能：金兆，祈福，九鼎之力。金兆，进入战斗状态时自启动，自身进入无敌状态，持续时间1分钟。蓝粮消耗无，冷却时间半天。祈福，可选择范围无条件为己方补满血量，范围内的敌方每秒血量下降自身血量的 10%， 持续时间30秒。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1小时。九鼎之力，有9个鼎可使用，单方向攻击，下一个鼎的攻击力增加 10%。蓝粮消耗3000，冷却时间3天。看过白泽的，苏明的吃惊程度不亚于当时看到九尾时的感觉，甚至高于九尾。虽然白泽的普攻不高，但他的回血能力实属变态，还有他的大招，每次增加 10%。如果第一个鼎的攻击力是1000，那9个下来可就是 13579.47691 的伤害啊！不过那个护体机制是怎么回事？无敌时间1分钟，还真变态。萌化版的白泽来到苏明身边，身体变小了，声音也跟着改变了。他奶奶的说：“主人，以后干仗时我可以做你的坐骑。”这时穷奇似乎感应到了危险，一个咕噜的翻了出来，一边叫着一边快速的冲向苏明的怀抱。苏明赶紧抱在怀中，搓搓他的小身子。你看，我不骑你了，
你不就可以翱翔天空，肆意杀敌了吗？穷奇哇哇地喊着，似乎是在说我就要跟主人上天入地。白泽看着他说，你是穷奇，本就是随主人征战四方的猛兽，做起不是你的职责。这番话从现在的白泽口中说出，根本说服不了苏明，甚至于有些搞笑。穷奇傻愣着窝在苏明怀中，像极了你就欺负我不会说话。苏明一脸憋笑，只见小饕餮软软的瘫在地上。苏明见状猜想到，这个贪吃鬼是饿扁了？不，贪婪使他时常是这样，这是他的常态。这是啥设定？还能这样？苏明只能是呵呵哒了。第072章进北清。中午过后，苏明安置好4个小家伙，苏明则在书房整理着近些天得来的物品和遇见的事。第二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苏明的眼睛上，伸伸胳膊，翻身起床。现在是星落时间早上6点整，今天天气晴。苏明暂停报时器，打着哈欠走进卫生间。3只小可爱也纷纷跳出来，在地板上打着滚，好不活泼。可怜了我家的小穷奇，还是那么任劳任怨，将自己排到了值班的末尾。现在他只能钻进空间补觉。房门被敲响，苏明让3只小东西藏在身后，问来者何人。苏明，我李熙然，还有小七。虎兄，还有我林浩跟顾大哥呢。苏明打开门让他们进来。现在是早上8点，离北京大学规定的入校时间还有2个小时，搭载常规载具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没事，我这次来带来了我们的飞行器未来战机，大概10分钟就能到达北清大学了。顾尘埃像是在拉拢苏明似的，只对着他说，这个未来战机苏明知道，它属于国家级战机，一般人是无权使用的，只有国家高层人物才能调用，或者你在国家有着极高的威望，就比如像便宜师傅那样。因为是战机，所以它的防御和攻击可谓是双双拉满，关键是还很帅，所以苏明一直也想拥有一台。虽然白泽和穷奇的速度也很快，但是苏明不想惹是生非，毕竟现在人们认为只有龙骑士，哪来的虎骑士？能得到国家的认可，看来九州的本质应该不坏。不过我们5个人坐得下吗？李熙然问道。别担心，我们不是还有小七吗？啊，可是那么远的距离，小七的身体吃得消吗？别担心，这就相当于是虚空使者的普攻，这点距离对小七的影响不大。李熙然看向小七，后者点点头。到学校了，苏明，我们就送到这里了。我看好你哦。小七，我们走吧。小七站在原地不动，扯着衣服，脸上微微红，双眼紧紧盯着苏明。我还不想走。李熙然以为小七在惋惜他，冲过抱住小七。小七，你放心，等有空我们一定会来找你玩的。他转过头看向苏明，示意着他说些什么，安慰小七。对啊，小七，有时间我们再在一起玩。过了一会儿，小七大声说道。好，那我们说好了。说着，小七便欢快地登上了战机。顾尘埃搓搓手，还得是苏明呀，要不小七可不那么好说话。告别完顾尘埃和小七，他们走向学校。这时，站在一旁憋了一路的林浩实在是忍不住了。喂，我说，你们当我是空气吗？苏明头也不回地说。谁说不是呢？喂喂，你们等等我，听说分班是随机的，说不定咱们能分到一块呢。入学仪式上，苏明的师傅苏全端坐在校长身旁。今天的他穿的是一件很好看的青绿色加长版旗袍，很漂亮。尽管是加长版，也掩盖不住他那过分的身材，再加上精致到无可挑剔的面容，惹得台下大半的窃窃私语都是有关于他。只不过他的目光始终看着一个人，自己亲爱的徒弟苏明。哎，可算结束了。宿舍在哪儿呢？我现在只想躺着。林浩告辞了2人后，一溜烟便没了身影。由于交好的容颜，李熙然很快交上了新朋友。架不住新朋友的热情，他也先行离去。刚刚还人头攒动的偌大操场，2-3分钟便冷清了下来，只剩下一些高年级的学生还在坚持训练。是啊，大中午的，谁愿意待在这让太阳烤？苏明，便宜师傅，好久不见。苏全也不生气，只笑眼弯弯。我的乖徒弟，你升到多少级了？30级。苏全稍稍张大了嘴巴，虽然见识过这小家伙的厉害，可是短短时间里提升8级，对于一个御兽师来说已然是不易。而且没猜错的话，这小家伙的契约兽跟平常的不一样。平常御兽师要想提高实力，只能依靠不停的契约新的兽，契约兽是不能跟着主人一同升级的。而苏明的契约兽倒更像是成长型的。突然，苏全将嘴巴靠近苏明的耳朵。苏明，乖乖告诉为师，你的契约兽是不是能跟着你一起升级？由于苏全太高，2/3头差的高度让他只需轻轻踮起脚尖便可碰着他的耳朵。痒痒的，
感觉不太好受。一旁的一个3年级男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气得牙痒痒。苏明瞥一眼，并不打算理会他。不过他是咋知道的？老师，我只是一名御兽师，怎么可能有这么逆天的骚操作？苏明不慌不慢地回答道。可是你当时考试的骚操作我都看到了哟。不等苏明开口回答，好啦，我知道答案了，我是你师傅，不会告诉别人的。对了，乖徒这么优秀，要不要参加全球新人王大赛？这个大赛苏明知道，那里会云集来自各个国家顶尖大学学府的1年级新生，举办条件十分苛刻，必须是这一届全球新生中出现有50个转职为传说级职业的学生。只不过正是因为那里汇聚了太多的精英，暗流涌动，每届都会有来自弱国的学生被抹杀。苏明还想安稳打怪升级呢，没兴趣。苏全怔了一下，这还是头一次听见有人对这个大赛没兴趣的。奖励可是极为丰厚的哦，冠军可以得到1件传说级主战武器以及冥土指引图碎片，不过具体几片还不确定。听到这里，苏明不由得心动了。冥氏指引图，传说级武器会是啥样呢？好，我答应参加比赛。苏全浅浅的笑笑，好啊，跟我来吧。为这次比赛，我送你1件礼物。嘿，能让师傅拿出手的东西，果然都是宝贝中的宝贝。从苏全那里回来后，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苏明拿着房卡匆匆地往宿舍赶，空气中不安的味道越来越重。主人，要我们出手吗？不，你们安心待着，我来解决。走到路灯下，苏明停下脚步。下一个路灯下，赫然站着那个刚刚在操场上盯着他们的男生。跟了1天了，你有什么事吗？苏明的声音冷若冰点。哼，被你察觉到了。小子，你和我苏全女神什么关系？竟能叫她踮起脚尖跟你说话？男生的声音里充斥着愤怒、挑衅与恨。男生见对方明显这是瞧不起自己，举起拳头冲向苏明，却被苏明轻轻躲过。慢！只1个字便惹得对方再次勃然大怒。臭小子，你死定了！猎拳！还没等他挥出拳头，苏明便来到他身边，身心交换，穷奇！轰！砰！那人重重地摔在地上，一动不动，看样子是昏过去了。黑暗中，苏明抬眼看了一眼窗户，离开了。窗户里面，苏全看着苏明离开的身影。好样的，小家伙！期待你在大赛上的表现哦。第073章比赛前，北清大学是大夏国的第1学府，国家的教育资金大量倾向于它，所以他的宿舍也都是单人居小别墅，对学生来说也算是个小家。回到宿舍，苏明把师傅给的宝贝放到桌子上。它是一对奶白色耳钉，名称圣狮之钉，品质史诗级装备，效果敏捷加70，可开启护盾3次，可抗10000点伤害，每次持续10秒。护盾开启后，速度提升当前速度的 60%。使用限制全职业通用，无等级限制。小传是全球第1巧匠兰香用天堂之灵中的天使的翅膀做的。仔细查看他的资料后，不得不说苏全对苏明这个徒弟的照料可谓是掏心掏肺。虽然他不是不化骨系列的，但是这提速和抗伤害效果那可是相当炸裂了。并且如果遇到了难缠的对手，这可是用来保命的底牌了。他突然想起自己之前求购的不化骨套装已经齐全。他打开交易大厅，取消了之前的求购交易，之前挂上的装备也不出所料的卖出了很多钱，钱太多了，一部分存入了林浩家的银行，剩下的他全部拿出来求购龙晶。求购消息已经发出，很快一名新用户发来他手里有很多龙晶的消息，问想要多少。苏明立马回复了他，有多少要多少。对方大概也是被苏明的狮子大开口吓到了，过了一会儿回复道，我这里现在有1000块红龙龙晶和黑龙龙晶，白龙龙晶和金龙龙晶各100块，你要多少？苏明看着屏幕上的数字陷入了沉思。红龙等级最低，高一点的是黑龙，再高一点则是白龙和金龙平起平坐，顶端的则是大夏国国民自古以来信奉的龙。杀死一只红龙已是不易，现在这家伙哪来的那么多？叮咚，怕您不信，我把图片发给你。苏明启用天道查看图片，图片上的物品分别是100块红龙龙晶，80块。苏明接着问了价格，叮咚，价格好说，红11000块，黑21000块，白合金31000块。看到价格，苏明愣了一下，价格比天道估计的价格少了不止10倍。好，成交。叮咚，发来你的位置，我明天亲自给你送过去。虽然可以用天道运送系统，但苏明现在有点好奇对方，于是发去了位置。明天是留给他参加比赛做准备的一天，比赛后天开始。现在找一下李熙然吧，达尔洞。苏明，你发啥神经呢？昨天给你打电话，
你是不接，今天打电话说让我给你打耳洞，你脑子坏掉了？男生戴什么耳环？苏明听着蠢女人的聒噪声，十分不耐烦。李熙然，我是要戴耳钉。哦，那你早说啊！笨手笨脚的李熙然打好耳洞已是黄昏。其实他之所以这么慢，是因为他想多些时间近距离偷看心上人。苏明戴上耳钉，耳钉突然变成了银色，看起来和银质的没啥两样。苏明，难得那么轻松，我们一起去吃些东西吧。看在他忙活那么长时间的份上，苏明答应了。餐桌上，啥？你要参加全球新人王大赛？那我也参加。苏明放下杯子，不许去，你嫌你命长啊？那你呢？明知很危险，为啥要去？李熙然眼泪汪汪，不服气的追问。因为我有实力。李熙然气得捶桌子。好吧，你的确有实力，不过万事要小心。哭得梨花带雨的李熙然，看久了就有楚楚动人那味儿了。蠢女人，要是我发生意外了，我就任你摆布。听到这里，李熙然止住了泪水，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任我摆布？回去，那我就先进去了。你到宿舍了，给我发信息啊。好。回到家的李熙然躺在床上回想着刚才苏明的话，可是想着想着发现了不对劲。这要是真发生意外了，我上哪儿找他去？死苏明，你又骗我！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小东西们，你说等会拿来龙筋，先给你们谁吃呢？三个小家伙兴奋地钻进空间，只留下化形为白猫的九尾趴在苏明的肩上。到达交易地点，一个冷清的公园。苏明来到一辆普通的货运载车旁，与此同时，从车上下来一位魁梧大爷。看到苏明，大爷笑了起来。没想到小友竟如此年轻，还进入了北清大学。苏明礼貌性的扯扯嘴角。大爷，废话少说，开始交易吧。哈哈，小友果然气宇非凡，那我们开始吧。结束。大爷，那我就先走了。小友，等一下，可否告诉我你的姓名？苏明想了想，说：夏明。夏明小友，老夫孙元，就此别过。回去的路上，小琼奇和白泽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也罢，他俩的模样像极了黑猫和白猫，别人也分辨不出来。今天这大爷也真是个奇葩，都什么年代了，还自称老夫呢？不过他一次性低价卖掉这么多的龙晶，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白泽看着苏明，主人，开启天眼，我能查到孙元急着卖掉这些龙晶的原因。苏明点点头。孙元，星落市人，当地最大武器商，战斗职业稀有级狂战士，他还是打得一手好武器的铁匠。制造武器需要大量的龙晶，龙晶来源有他自己战斗所得，还有买来的。近些天，当地另一武器商打着为国进献武器的名义，想用超低价从孙元手中买走这些龙晶。孙元手里的龙晶大多都是纯净的龙晶，没有杂质，品质高。而这个武器商给大夏国进献的武器用的都是等级最低的红龙龙晶，还偷工减料。暗地里，他们打造的优良武器都运到了英国和樱花国。孙元知道他们背地里的勾当，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这些龙晶低价卖给主人你。为什么是主人你？是因为孙元看到你之前出售的装备，认为你就是他要找的那个能托付他龙晶的厉害角色。选择线下出售，是因为线上的会被天道记录，别人可以查出来。这样，孙元就可以以制造武器用完了龙晶，且武器已在线下售完为由拒绝他们的要求。白泽叹口气，可惜的是，孙元以后再也不能制造武器了，他的武器公司已经被吞并了。听到这里，苏明心里早已是怒火中烧，一群混蛋玩意儿，特么的奸细。第074章全球新人王大赛预前赛。回到宿舍时，苏明的气已消了大半，冲过澡，心情舒畅多了。坐在沙发上，他比较着先把这些龙晶给谁用比较合适。白泽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似的，主人，我建议你先觉醒青丘九尾狐的山海天赋，他的九命是可以为你抵命的。苏明不可思议地看着白泽，在联想到上午发生的事，在心中狠狠地称赞道：好个只鬼神之事，小万物之情。白泽简直就是军师啊！白泽温顺地蹭蹭苏明，好，就听你的。红龙龙晶对于小东西们的解封是一块0.1%，黑龙龙晶是1%，白龙和金龙则是2%，龙是10%。那这些加起来总共是……算了，不算了。苏明一股脑的把这些龙晶全部加到了九尾身上。九尾的身体发出一阵一阵的金光，他的眉心隐隐显现出3瓣桃花瓣。一旁的小琼奇压着小饕餮，委屈巴巴的看着他们。苏明把他们4个全部抱到怀中，以后你们都有份的。第二天，苏明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咚咚咚，虎兄，开门。是0号，开门。虎兄，
你参加全球新人王大赛咋不跟我说一声？跟你说干啥？你能帮我交手续费，还是能上去帮我挨打？哎呀，我在观众席给你当粉丝呀！我呼声老高了，保证让你的名字响彻整座赛场。嘿嘿，苏明无语。别说了，我们快走吧。预前赛要开始了。今年的全球新人王大赛由大夏国举办，场地就在北清大学所在的星落。不过预前赛的场地和大赛场地不同，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三人很快便来到了目的地。一位身穿深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走来，几位谁是报名预赛人员？我。李熙然和林浩去往了观众席，俩人不约而同地说：苏明，加油！苏明第一次听见林浩喊自己名字，竟还有些不习惯，还是叫虎兄吧。这预前赛其实是让各国为大赛选出3位参赛人员，因场地有限，这次预前赛大夏国与白象国、巴巴扬国3国分在了一起。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主持人上场了。坐在选手区的苏明静静地看着前方，殊不知背后有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精神有些错乱的向龙止不住地低吼着，身旁的冷冰寒十分嫌弃。出于好奇，他也看向了苏明，他的背影好眼熟，哪里见过？作为东道主，首先出场的选手们来自大夏国。第一位选手来自北清大学的苏明，嚯，中奖了！第一个出场，登上赛场。苏明选手的职业是御兽师。主持人的话一出，周围一片哗然。御兽师？他来凑什么热闹？怎么可能？他是来搞笑的吗？当然，台下也有同为御兽师的观众为苏明送去鼓励。嚯，苏明，上啊！让他们知道我们御兽师的厉害。哇，虎兄，冲啊！让他们见识见识你的大猫咪。喊完，林浩便冲着旁边的观众做鬼脸。林浩的声音还真的是高啊。那么，苏明同学，请用尽你的全力攻击前面的那面鼓，他会记录下你的伤害数据。苏明并不打算让4个小家伙现在就全部现身。他认为穷奇和白泽已足以应付这场预选赛了。穷奇、白泽，现真身！只见一黑一白的2只老虎从虚空中现身。穷奇和白虎的身体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场地。突然，冷冰寒眉头一紧，变异虎？他是骑虎少年。不过，当时的那只狐狸呢？他没拿出全部实力吗？冷冰寒强忍住满腔的怒气。白泽第一次展现技能会是怎样的？白泽九鼎之力。只见白泽浑身发光，一道道符文挂满身体。下，这是白泽的声音。观众们张大嘴巴看着这口吐人言的巨兽，他们竟有种想要参拜的感觉。一只巨鼎从云层中下，遮天蔽日，随即快速缩小并急速下降。正中骨心。什么嘛？1000的伤害？就这样的成绩还来参加比赛？下去吧，真给北清丢脸。轰！快看，伤害涨到2100了。轰！3310了。轰！观众席炸了。1万多的伤害。告诉大家个事，我虎兄的这只小猫咪可是才1级哦。林浩大喊着，观众席再次爆炸。才1级就能打出1万的伤害了？谁说御兽师是垃圾的？人家这怎么解释？苏明同学，你太给我们御兽师长脸了。林浩刚想喊话穷奇，却被主持人打断了施法。苏明同学，忘记告诉你了，每人只能打出1击哦。看着眼前礼貌彬彬的主持人，苏明忍住没有对他。你特喵的坑我呢！没办法，苏明只得下场。下一位选手，北清大学，冷冰寒。两人经过彼此时，冷冰寒语气犀利地说：骑虎少年，苏明。苏明没有停下脚步，认出来也没关系，他又能奈我何？苏明径直走向了观众席。虎兄，这里。一路上，众人皆是紧紧盯着苏明，知道他坐下。知道虎兄你回来，我们多占了一个位置。嘿嘿。哦，只1击便打出15000点暴击了。那是，不愧是我们星落人。星落？他不是金海人吗？李熙然问说话的观众。怎么可能？他是在星落出生的，怎么会是金海市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李熙然气不打一处来。哎呦，不过我记得他老子可是正儿八经的金海人嘞。对方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一天下来，其他赛场也是精彩纷呈。一名来自英国的光明骑士仰望着天空。大夏国的神奇御兽师吗？樱花国的通灵忍者。我来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夺得冠军，更是为了寻找出杀害我妹妹的真凶。第075章全球新人王大赛。很快，各国的3名参赛成员已通过公告公布。苏明的预前赛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但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性，大夏国自然想他夺得冠军，得到明示指引图。
再加上已经知道他的契约兽不止上场的那2只，实力远不止于此，所以大夏国首先选择了苏明。除了苏明之外，还派出了2名拥有传说级职业的冷冰寒和王野。前者是与剑仙里道一拥有一样职业的剑修，后者是龙血狂战士。樱花国本来是要派出转职成相同职业通灵忍者的千奈3兄妹，谁知实力最弱的小妹千奈雪在大夏国杀怪时遭遇了不测，他们只好另派出1名传说级雷霆法师。白象国派出了他们国家的3名传说级职业金刚力士，棒子国派出了1名史诗级职业丧尸王以及2名史诗级牧师。英国的3名参赛选手也全都是传说级职业，1名光明骑士，2名圣人天使。其他小国派出的也都是最强战力。苏明在家仔细查看着对手的资料，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整个大赛只需前往超大型副本万族战场，比赛模式不多，只有2关。第一关，各国的3名转职者可以选择独狼或者组队猎杀万族战场中的怪物，比国家积分的多少将淘汰一半人。苏全找到苏明，苏明敏锐地捕捉到苏全脸上一闪而过的忧虑，他调侃地盯着他的双腿。赢了之后有什么奖励吗？苏全脸上泛起红潮。奖励以后会告诉你的，你先好好比赛。好，那我等着。2人相视一笑，苏明便头也不回地进入了副本。怪物都是实体，所以有经验和宝箱掉落。苏明想让白泽和饕餮赶快升级，于是选择了独狼。王野则是轻蔑地看着苏明远去的背影，哼，傻子，第一关不组队，你就等着被杀吧。随即转头看向冷冰寒，寒寒，你知道的，在这场比赛中随时可能都有人被杀，我说的可不是被怪物杀死哦，所以和我组队吧，我们联手拿下第一关。王野十分自信地向冷冰寒伸出右手，冷冰寒瞥他一眼，向前走去。寒寒，你……另一边，苏明没想到其貌不扬的饕餮实力竟那么强，不像另外的3个小家伙，饕餮吃掉怪物尸体的同时还能升级，虽然得到的经验不多，但经不住吃得快吃得多啊，搞得苏明都要实名羡慕了。于是苏明对小饕餮下达自由活动的命令，有危险再通知自己，又转身让穷奇辅助白泽快速升级。穷奇傻乎乎的厮杀去了，白泽摇摇头，一兽养全家。他自己则是和小狐狸在一边过起了2人世界，欺负小怪，吃烧烤。就在苏明刚结束酣畅淋漓的战斗时，突然收到小饕餮发出的求救信号。白泽也是第一时间跑到苏明身边，主人，饕餮遇到了危险，我们得快点去救他。苏明深知饕餮是被人捉到了，正好试试升级后的白泽的速度。穷奇，上来！穷奇一个翻身，缩小成小穷奇爬上苏明的肩膀。白泽，出发！是。吼！白泽向后紧紧蹬去，身边的树木变成了重影。哥哥，他似乎不是这里的怪兽，我们杀了他，万一得罪了某些势力。哼，吃了我的怪兽和经验，我管他是谁的。再说了，他这么弱，顶多是某个人的坐骑，杀了他根本不足为惧。可如果他是一只契约兽呢？听到这里，千奈落似乎想起了什么，随即笑了起来。对啊，大夏国还有一个神奇的御兽师呢。若真是契约兽，那他人呢？不会是害怕被杀，独自逃走了吧？儿子，想爸爸了？你爸爸我这不来了吗？砰！白泽跳在饕餮面前，面对着千奈落一行人。主人，饕餮只是昏迷了，赶紧启动他的自动使用技能模式。苏明这次想起自己刚刚忘记打开了，突然有些愧疚。苏醒的饕餮难得的委屈地看着苏明，吐出来一件装备，是刚刚那只史诗级怪物爆出的。苏明拿起发现自己用不了，便随手放在了背包中，随后凶神恶煞地盯着千奈落一行人。千奈落看到苏明，十分吃惊，他真的是御兽师？尤其是看到苏明肩膀上的九尾，激动到呼吸变得粗糙有力。大夏国的御兽师，你的垃圾契约兽抢了我们的怪物，你说怎么办吧？怎么办？让我家宝贝拉出来，你吃了。苏明看着他近乎癫狂的行为，轻飘飘地说。千奈落气急败坏，找死！那件装备呢？我们也不稀罕，你可以拿走。不过，你要是能把你肩膀上的那只狐狸送给我，我们就不再计较这件事。滚！苏明当然知道樱花国的老六行为。就在苏明正打算出手教训一下千奈落时，每个人突然接到一个消息：现刷新一头传说级 BOSS， 击杀之后可以获得大量积分，可以锁定大赛第1轮的魁首。建议美国选手组队前行。千奈落这时也收到了另一则消息：由于樱花国和棒子国长期做着英国的小弟，呸，走狗。收到刷新 BOSS 的消息后，
英国的领头向他们两国的选手发起了召集令，显然是让他们前去当肉盾的。千奈洛拒绝不了，只能连连爆出粗口。那么，我们下一关键，那只狐狸，我要定了。说着，便乘着他们国家的未来战机离开了。苏明没有追上去，樱花国的没意思。苏明笃定他们寻找 BOSS 要花不少时间，于是先保持着之前的计划刷怪，静待时机，到时来个渔翁得利。找到 BOSS 后，三国联手要将怪物包场，排斥其他国家的转职者。实力差距在那摆着，有人怒骂，有人退缩，但没人敢抢。冷冰寒也在其中，尽管他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他现在也无比痛斥着这种行为。没办法，他只能去寻找王野和苏明。哟，前面打起来了，那我们也该出发了。冷冰寒迎面飞来，映入眼帘的蓝色缓解了苏明杀怪产生的恶心感。冷冰寒看着苏明，深深吸一口气。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苏明，现在英国、樱花国和棒子国三国强势包圆了 BOSS，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抢 BOSS 吗？不愿意。第076章九尾。小琼奇充满好奇地看着这位没有恶意的陌生来客。冷冰寒虽然见过苏明的厉害，但还是忍不住问道：听说他们三国的这一届转职者的特别强，尤其是英国的那个光明骑士，那两个圣人天使是一对双胞胎。又来一个0号。既然知道打不过你，找我干什么？冷冰寒抬头仰望天空，不甘心啊，不甘心，那就打。冷冰寒深蓝色的眼眸看着苏明宽大的背影，打。白泽，放我们下来。来到近处，乌压压的丧尸身下的是悲鸣的 BOSS， 名称赤龙，品质传说级，等级 LV100， 攻击力、防御力、血量、蓝量，技能御风、有水、烈天。御风施展后免疫一切伤害，持续时间20秒钟，蓝量消耗1000，冷却时间10分钟。有水以水为媒介，召唤水下的龙族英灵，每成功召唤一名英灵，自身攻击力提升+5，并可使用火与水的融合物蒸汽，不消耗蓝量，蓝量消耗2000，冷却时间2分钟。烈天使用太阳的力量无视敌人护甲，造成持续性伤害，自身攻击力的15%，蓝量消耗1500，冷却时间2分钟。小传本居于仙居，因向往自由，私自下凡游历。赤龙有龙精。半空中，一个浑身金光的金色卷发男挥起手中的剑，强大的气波围绕着剑身。苏明见状，看向冷冰寒，等会儿你跟着白泽处理掉饕餮漏掉的丧尸。苏明分别指指白泽和饕餮。白泽，保护好他们。是，主人。一会儿饕餮不要现真身，超大型就行。白泽，你现出真身。饕餮的真实面貌可是王牌级别的啊。穷奇现真身。吼！苏明骑上穷奇，冲向丧尸的正上方。饕餮一路疯狂吞噬着丧尸。好在常年战斗的冷冰寒心理素质极强，不愧是吃货饕餮，外围的丧尸很快便都吃光了。看到入侵者，光明骑士随即把剑锋转向了苏明。千奈洛高喊：棒子，赶紧加厚你的丧尸，别让他攻破。棒子国的丧尸王顾不上千奈洛喊的棒子，赶忙照做。九尾国色。光明骑士停止了动作。穷奇雷海。天空快速聚起雷电，一旁的两个圣人天使以为苏明要攻击的是光明骑士，连忙向其抛出一个护盾。雷海击向了下方的丧尸。挣脱丧尸的赤龙浑身斑斑伤痕，原本火红色的龙鳞已被丧尸啃食的不成样子，血肉模糊。苏明不禁皱起了眉头。借用白泽的天眼，苏明清楚他们的战斗过程。英国人不愿出力，樱花国的千奈落出了一个主意，让丧尸王使用大量召唤丧尸的人海战术，啃食赤龙。他自己再掌控好力度攻击赤龙，最终由英国的光明骑士给他最后的致命一击。千奈洛的方法正如他们樱花国当时对待自己大夏国人民的手法。苏明现在恨不得立马杀了千奈洛。苏明虽然也拥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他从不会如此羞辱敌人，在敌人清醒的情况下啃食其血肉。杀生不虐生。赤龙咆哮着冲向苏明，我会给你我尊重的一击的。九尾，九尾巡天。赤龙血条见底。苏明给了他一个尊重他的攻击。泯灭飞尸。数不清的会飞的丧尸冲向苏明。饕餮吼！饕餮腾空一跃，挡在苏明。赤龙的身体被饕餮一口吞下。第一关结束，任何战斗和争斗立即停止。恭喜大夏国北清大学御兽师苏明击杀本关史诗级 BOSS。恭喜大夏国北清大学御兽师苏明击杀传说级 BOSS。众人回到现实。
现公布本关排名：第1名大夏国，第2名英国，第3名白象国，第4名巴巴扬国，第5名棒子国，第6名樱花国。千奈落看着排名，十分屈辱，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道：英国，我们樱花国迟早会挣脱你们的束缚，并凌驾于你们之上的。殊不知一道杀意凛凛的目光正直勾勾地盯着他。看过全过程的冷冰寒以同样的眼神看着千奈落。大夏国的屈辱史不容忘记。众人休息一天，很快来到了第2关，3对3擂台赛。观众们听说了前天的比赛结果，线上线下的观众们无比激动着这次的擂台赛。听说了吗？2只 BOSS 都是被一个叫苏明的御兽师杀掉的。对啊对啊，何其有幸，见到我御兽师家族能有此盛况。上次怕嘲笑没来，这次我可是专程来看御兽师苏明呢。苏明加油啊！李熙然怀揣着激动坐在观众席上，林浩则是开心的和旁边的观众介绍着苏明。苏全前辈，这是隔离观众席护照的监测数据，一切正常。素圈看着眼前极品组合的2人，尤其是目视前方看着苏明的小七，很好，你们到观众席坐着吧，这里有我看着就行。顾尘埃激动地搓搓戴着白手套的双手，那太谢谢苏全前辈了。说着就拉着小七走向观众席。作为东道主，还是熟悉的配料。王野对苏明说：我可听说了，你能杀死那2只怪物，全凭运气，捡着了漏，根本不是你的实力。而且我还听说这其中有韩寒的相助，一会儿上台的时候记得躲在我后面。苏明轻哼一声，难怪我全程没见到你，原来是去找运气了。没有实力，你怕不是连运气的影子都抓不到？王野被堵得说不出话。场上很巧，大夏国对上了樱花国。御兽师，我的小狐狸呢？苏明无动于衷。九尾气得千奈落直接放出了自己作为通灵忍者继承的樱花国最厉害的大妖九尾狐。观众见到这么强大的妖怪，纷纷吓得大气不敢出。切，这妖怪太丑了，还不及我虎兄那小狐狸的1/1000呢。林浩一就高声讲着话。王野刚想发话，一道身影擦着他的肩膀而过，紧随其后的还有一只雪白色的兽影。苏明带着九尾闪现般冲到千奈落面前，你这丑妖也配叫九尾这个名字？九尾，九尾巡天！千奈落赶快让自己的九尾进入终极防御状态。砰！轰！苏明的九尾现出九尾的身姿映入千奈落眼中，美丽耀眼。大妖的身躯轰然倒下，人们这才看清苏明契约兽的真貌。不枉千奈落心心念念，她着实美丽且强大。九尾，九尾！千奈落喃喃自语，不知喊的是哪个九尾。第077章八岐的崛起。哦，帅啊！这真是我认识的御兽师吗？好半天反应过来的观众们欢呼着，当然樱花国的观众除外。哥哥，哥哥！千奈落的小妹千奈秋跑过来搀扶起千奈落。你们，我哥还没进入战斗状态，你们就打了过来，无耻卑鄙！千奈秋的话语引得樱花国观众的众怒，他们纷纷指责着苏明。舌战群儒的林浩和李熙然很快落了下风。敌人管你准没准备好，竟没进入状态。再说了，我已手下留情，否则被杀的将不只是这只丑妖。卑鄙无耻，呵，自己骂自己好受吗？这俩词是为你们樱花国量身定做的吧？真合适。痛失九尾的千奈落这时终于清醒过来。秋，我们杀了他。千奈秋深深地望着哥哥。好，杀了他。杀我？那我们打个赌吧，要是你们杀不死我，你们就切腹自尽，如何？好。千奈兄妹异口同声地说。苏全在下面看着苏明，好小子，这招借自己刀杀自己人还真不错。喂，我可不会帮你的。王野幸灾乐祸地对苏明说。苏明懒得搭理他，憨憨，这里太危险了，等这小子死透了，他们也打累了，我们联手定能一招制敌。冷冰寒狠狠咽下难听的话。白痴！说着他便提剑走到苏明身边。寒！苏明和冷冰寒后退几步，摆好架势。吼！小穷奇现出原形，九尾则缩小为小狐狸趴在苏明的肩膀上。哥哥，即使没有大妖，只要我们兄妹2人齐心协力，没人能战胜我们。千奈秋的通灵忍者擅长的是铁扇和手甲钩，千奈落的通灵忍者则是更擅长忍者刀和脚手。冷冰寒吟唱起歌谣：昔日的剑灵啊，豺狼已苏醒，望您伸出援手，与我并肩同行。再睁开眼睛，只见他的深蓝色瞳孔变成了闪亮的蔚蓝色。千奈兄妹也摆好架势，千奈落对战苏明，千奈秋对战冷冰寒。
雷霆法师则是对战王爷。喂，现在我还不想参战呢。王爷摆摆手说道。对面的雷霆法师丝毫不听王爷的话，搓出一个雷球就扔向了他。在我看来，你是你们3人中最弱的，我又是我们3人中最弱的，所以我们对战最合适。什么？怎么可能？老子怎么会是最弱的？又是一发雷球。王爷用刀接住了雷球。你太看不起人了。接着两人打到了一起。另一边，忍者第一术士突刺，千奈落挥动手中的忍者刀冲向苏明，苏明向左一闪，轻松躲过。忍者第二术士横穿，忍者第三术士穿步，这些招数愣是没有碰到苏明一根汗毛。我的天哪，御兽师有这速度！众人惊呼。千奈秋的铁扇在冷冰寒那里也是相形见绌，手甲钩更是如此。千奈兄妹二人退在一起。哥哥，这样下去不行。秋，合体吧。只见他们二人面对面，手掌交叉。樱花国的精怪啊，我们千奈家族请求你们的降临，为我们樱花国扫除一切障碍。金光随着歌谣缓缓外冒，空间裂开一个口子。略，哈，嚯！一时间，来自樱花国的怪物堆满了半个场子。二口女、河童、玉藻前、狂骨、真女、天狗、作夫童子、剑、酒吞童子。小子，你死定了！台上的樱花国观众见到这些妖怪后，瞬间激动极了。惹上千奈家，他完蛋了！这臭小子死定了！这可是我们樱花国的高等精怪，我们樱花国的精怪模样，怕是能吓死他们。吓不死的迷死，他们也是绰绰有余。看着眼前这么多的怪物，苏明也十分兴奋。不愧是樱花国有名的通灵世家，一出手便能召唤出这么多的怪物，还都是高等精怪。也不知道樱花国怪物的味道合不合饕餮的口味。饕餮，该吃饭了。小饕餮一跃而出。饕餮，血龙，骤血狂焰，穷奇，雷海。现出原形的饕餮庞大的身躯上面是一张简陋粗糙的人脸，这潦草的长相着实吓到了不少的观众。以雷电为伴奏，饕餮开始了优雅的饕餮盛宴。樱花国妖怪玉藻前虽没有杀伤力，他的绝技是以其妖艳的姿态魅惑敌方。玉藻前，魅惑！千奈落一声令下。只可惜，再强的迷惑对于饕餮是一点用都没有的。饕餮反咒，见苏明他们一点事没有，千奈落十分生气，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魅惑。九尾国色，穷奇灭世神雷，一道巨雷应声砸在千奈兄妹身上。来不及躲闪的他们相视一眼。勇武的八岐大人啊，我们千奈兄妹愿以九尾大人的名义起誓，恭候您的降临。什么九尾？他已死，你们的起誓作废。不过若你们国人今后能以我为樱花国的神明，我可以借给你们我的力量。好，八岐大人，请接受我们樱花国的供奉。太恐怖了，千奈他们会死吗？不知道，也许会吧。樱花国观众呆呆地盯着台上，光芒过后，千奈兄妹二人好好的站在那里。哦，我们还有转机，别放弃。千奈他们还活着。呜，怎么回事？大猫咪败了吗？林浩吃惊地问。问问题时也在为苏明担心。哦，苏明对此也有些吃惊。主人，那是樱花国最厉害的妖怪八岐大蛇。不是说樱花国最厉害的是九尾吗？不是的，论实力，八岐最强。樱花国在选国家神明时需要国民的投票，九尾实力不算差，又有着强于八岐的外貌。八岐大蛇的威力十分恐怖，日本百姓都对其十分恐惧。于是九尾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樱花国的神明。第078章，该切腹了。樱花，苏明在心中一阵苦笑，没想到当个妖怪还得被人攻击外貌。不过那家伙是个傲娇，不受刺激他是不会轻易出来的。苏明嘴角一扯，出来还得让人请吗？好，我请你。穷奇、饕餮，给我往死里打！吼！他们冲向千奈兄妹，冷冰寒也提起剑跟了上去。得到八岐力量的千奈两人实力大增，但俩人中敌不过两兽一人，很快被打得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就在穷奇一跃而起，准备来个泰山压顶之际，一条大蛇卷走了千奈兄妹。哼，这不来了！喂，你们可还不能死！你们要是死了，谁去我立牌位？八岐大人，杀了他们！千奈落忍着剧痛吃力地说出来。八岐转过头看着苏明他们，嘶！八岐第一式突刺，八岐之冷起自己的蛇尾刺向冷冰寒。寒！王爷抽离身体冲向冷冰寒，砰！自己雷球砸中了他。
你不该分神！你个疯子，老子砍死你！王爷转头应战。穷奇，穷奇来到冷冰寒身边，突然蛇尾转向了苏明。苏明！被林浩死死拉住的李熙然声嘶力竭地喊着。身心交换，九尾！苏明向旁边一躲，举起手中的利剑刺向蛇尾，剑深深地刺进尾巴。吼！八岐吃痛，用力胡乱摆动着尾巴，想将苏明甩下来。苏明稳稳地站在八岐的尾巴上，又是一剑、两剑、三剑，终于在技能时间结束之前，苏明切下了那条尾巴。吼！八岐第八式画像，只见八岐变身为一头大象，抬脚间，大地为之一颤，蛇肉象肉都一样。穷奇，饕餮，吃了它！现出真身的饕餮吞噬怪物的能力变得更强。穷奇跳起来压着八岐，饕餮张着血盆大口，他一口咬在了八岐的头上。他轻轻一扯，八岐的头下肚了，随之他的身体也进了饕餮的肚子中。千奈落躺在地上看着眼前这一幕，止不住的颤抖。千奈秋用尽全部力气站起来，他想愤怒地说些什么，可是他发现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是的，他失声了。看着狼狈的自己，他崩溃的疯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还不想死！选手席上的英国光明骑士对旁边的两个圣人天使低头而语，双胞胎点点头。只见他们悄悄发动技能，想治愈好台上的千奈兄妹。大，一道俏丽的身影来到他们面前，是苏全。为了方便工作，苏全今天穿得很简单，上身露脐装短袖，下身超短裤，高高的马尾整齐地梳在脑后。同学，作弊会取消你们的参赛资格，且终身不得参加任何比赛。你们确定要这么做？苏全强大的气场直接压制了双胞胎的技能施展，光明骑士也被压得起不了身，只能使出全力说话。你们这样就是见死不救，你们大夏国就是杀害往年优秀选手的凶手。苏全刚才还温和的眼神突然变得凛然。你们英国和樱花国还真是好兄弟，一个是厚脸皮，死不承认对我们大夏国做出的恶劣行径，一个是做尽坏事，竭尽全力赖到我们大夏国身上。光明骑士语塞，其他国的选手都尽力憋着笑。扑通！千奈秋气死了，倒在地上。千奈落的眼神由愤怒慢慢变成了茫然与沮丧。我投降。那位雷霆法师自知不敌，投降了。喂，疯子，我们还没打完呢。王爷轻蔑，你那两位同伴我自知打不过，但是打败你只是时间问题。你！王爷气愤。比赛结束，大夏国对战樱花国，大夏国胜出。见过大世面的主持人还是头一次见到苏明这样的御兽师，连说话都有些结巴了。千奈落被牧师疗愈好，苏明从他的身边走过，千奈落猛然站起，抽出忍者刀刺向腹部，伤口之深，再加上身体刚刚中创，再添新伤，牧师们也无力回天。观众席上有人欢呼，有人悲痛。突然，樱花国观众中有人喊出：好样的，千奈，敢做敢当，这样的你们真是我们的大英雄。樱花国观众一转之前的悲伤，对，我们应当秉持着他们的意志，自强不息。呵呸，就这还想为自己洗白？之前你们抢杀掠夺大夏国，现在却不敢承认这段历史，去你妈的，你们的狗嘴脸！第二场，白象国对战巴巴羊国。白象国的三名金刚力士尽管不是亲兄弟，但由于职业的相同性，他们的默契度极高，普攻伤害高，防御力也是极高。巴巴羊国的组合就比较相形见绌了，一名雷霆法师，一名牧师，一名狂战士。李熙然看到与自己职业相同的那名狂战士的实力明显不如自己，不禁为他捏一把汗。有一观众看着巴巴羊国的阵容，轰然大笑：这是什么组合？你们当是刷怪升级啊？那么怕死还来参加什么比赛？一旁人劝阻他：大兄弟，你快别说了，没看见人家英国也是这样的阵容吗？选手区的光明骑士一脸阴沉，此时的他还陷在苏全的一番话导致的尴尬境地当中。苏明看着台上的那名牧师，虽然只是个牧师，但其实他才是那个大 boss。自从契约了白泽，苏明看人看事都变准了不少。三名金刚力士叠起罗汉，开启了他们的最强防御。他们认为对方实力太弱，打不过自己，就打算不用攻击，开启防御，耗死对方。这对于对方简直是赤裸裸的侮辱。巴巴羊国的三名选手不以为然，雷霆法师搓出一个雷球扔了过去，不过那雷球的颜色不是白色，而是黑色。黑雷有意思，苏明对他们越来越感兴趣了。雷球打在金刚身上，金刚没有丝毫动静。对于金刚，
伤害很低。苏明眯起眼睛，他在探底。雷霆法师看着牧师，示意有一战之力。第079章，兴奋的冷冰寒。狂战士举起战斧冲向金刚，雷霆法师放出技能。那名牧师口中念念有词。突然，狂战士的战斧瞬间变大了1倍，打在金刚身上的伤害也翻了1倍。众人皆呼：还有这样的牧师？我以为牧师只能加血呢。金刚动摇了，牧师的嘴没有停下。雷霆法师放出的技能威力也是增加了1倍，战斧不停地抡下，雷电不停地打在身上。眼见自己只能被动受伤，金刚们迫不得已解除了防御。看来是他们轻敌了。3人知道这一切都是牧师搞的鬼，于是合力冲向牧师。雷霆法师一个箭步带走了牧师，但是金刚们造成的冲击力还是擦伤了他们。狂战士赶来救援，牧师对2人说道：当心别被他们的拳头打到身上。2人应运着冲向金刚。进入全胜状态的3人的实力还是远远高于巴巴杨国的他们，虽说是普攻，伤害却很高。1人对战2名金刚的狂战士很快便受了重伤，逃离到牧师身边，短暂几秒过后，他便彻底恢复。而后牧师宣布他们选择投降，观众纷纷吐槽。苏明却在心中禁不住夸奖道：很明智，输掉比赛没什么，为此折损1名稀有级狂战士那才可惜。尤其是对于那些小国家，后来的几场都是些不打紧的小国家之间的打斗，和一些大国欺负小国的比赛，这里就不再赘述。欢迎各位观众再次来到全球新人王大赛。经过昨天的对决，我们已选出晋级国家。那么我们废话少说，开始今天的第一场对决。大夏国对战白象国，请双方选手上台。先行登上台的3名金刚自信地站在台上。同种职业的3名选手，大概率会有合体技能，3下普攻就能打倒强化过后的狂战士。普攻的确很高，不过这还不足以我全力应对。前期只要那个臭小子一直用他的契约兽打残他们，我就能坐收渔翁之利。上台前王也这么想着。3个金刚用着深邃的眼眸盯了一会儿苏明，随后便旁若无人般进行着密谋。这是在干什么？苏明一脸无语，就连一些观众都看不下去了。喂，你们干什么呢？到底打不打呀？不打就赶紧下去，别浪费我们的时间。就是，我们可是买了票的呀。不一会儿，其中自称最强的一个站出来对苏明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御兽师，值得我们的尊重。所以，我希望这场比赛我们双方可以进行2-2对决。而身为最强的我和将和最强的你进行对决，怎么样？苏明轻哼一声：你这是哪里来的自信？乐意至极。眼见计划泡汤的王爷站出来说道：苏明，你小子瞎答应啥？你又不是我们的队长。喂，我说，这小子很厉害的，你一个人是打不过他的。依我看，你们还是一起上吧。3金刚没理他，因为压根就瞧不起他。见对方不理自己，尴尬的王爷转过头去看向冷冰寒：寒寒，你呢？你同意吗？上次的战斗，冷冰寒几乎没跟敌人过几招，打得实在是不尽兴。他面无表情的点点头。寒寒，3金刚摆好架势，准备战斗。冷冰寒召唤出剑灵，这次可要让我打得尽兴啊！激动的冷冰寒冲对方喊道：喂，听说你们的普攻很高，我认为我的普攻也不赖，那我们2个就用普攻打，怎么样？对面的金刚轻蔑一声：不知好歹的傻女人！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只好同意了。说着就举起拳头冲向冷冰寒，一个个密集到如灵般的拳头砸向冷冰寒。涨红的小脸充满了兴奋，手中舞动的剑也愈发得心应手。哼，你们的普攻也不怎么样嘛，不就是数量多？这句话激怒了对方。你都已经汗流浃背了，死丫头，嘴挺硬的。金刚用尽全力挥舞着拳头，冷冰寒则兴奋的说不出话，真是打得太尽兴了。另一边的金刚也挥舞着拳头冲向了王爷，王爷不得不拿起战斧应战。他在心里骂道：你们他娘的都是疯子吗？从不听人说话。那名金刚学着冷冰寒说道：我们也是只用普攻来战斗吧。心比天高的王爷自然是答应了下来。死疯子，跟我比普攻，你是找死吗？这么想着时，密集的拳头迎面来。疯子，我说开始了吗？不一会儿，稍显力不从心的王爷只好使出了技能。领头的金刚笑着对苏明说道：哈哈，我的朋友们已经开始了，我也迫不及待了呢。苏明召唤出饕餮和穷奇。那就如你所愿。领头的金刚连忙摆摆手：不，朋友，我想你是错怪我的意思了。我是金刚，近身战斗。
所以我说的是，我让你和我肉搏。顺风耳林浩一听大骂道：卧槽，世上竟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特么的竟然让一个御兽师和你肉搏！一些观众听到后也纷纷喊话：喂，白象国，你们也别太欺负人了，你们现在可是在大夏国，这里不是你们的国家。还有一些观众对着他们阴阳怪气起来，让御兽师跟你肉搏，你这是对你自己的实力有多不自信啊！这些话苏全在台下也听得一清二楚。你们跟一小姑娘和一小伙子赖皮我忍了，现在竟敢还这么欺负我徒弟！苏全正准备上台修理他，苏明不紧不慢地说：我可以和你肉搏，但前提是你不能使用技能来提高你们的普攻伤害。刚才的金刚和冷冰寒王野战斗的时候，苏明可是看得一清二楚。这些金刚的普攻的确比其他职业的普攻要高出一些，但对于已经开启了不化骨的苏明来说，这点伤害根本不足为惧。其伤害的增加其实是依靠了他们的某种技能，这种技能的施展不需要很华丽的出场，所以一般人看不出来。第080章，师傅的奖励。领头的金刚愣了一下，切，随即笑脸相迎。朋友，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神圣的舞台尽情表现自己的职业，我们还是用各自的技能吧。哈哈，哼，小样，跟爷斗你还远着呢。苏全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不愧是我徒弟，一眼就看出来了。李熙然和林浩也是特别无语，你特么的变脸还挺快。领头的金刚以同样的方式冲向了苏明，如林般的拳头砸向了他。饕餮、血龙，被困住的金刚用力捶打着笼子，饕餮如饿狼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穷奇则是向前给了他一雷劈。幸亏他及时地开启了防御模式，否则他一定会受到不小的重创。挣脱束缚的他急忙召集另外2人联合冲向苏明。观众席上的林浩看着眼前这一幕，我擦，你们白象国的人都是老赖吗？明明是自己提出来的对战方式，现在打不过就又擅自改变主意，你们也太没有素质了。苏明，给我好好的教训他们。苏明微微一笑，3个又怎样？来了照样挨揍的料。既然你们那么想肉搏，那我就成全你们。身心交换，九尾。苏明提起剑，以极快的速度冲向领头的金刚，以迅雷不掩耳之势刺向对方的腹部。来不及躲闪的金刚硬扛一剑，受到重创的他只得带着另外2个金刚连连后退。老大，用那招吧。领头的金刚恶狠狠地瞪着苏明。事已至此，只能这样。3人合起手掌，嘴中念念有词：仁慈的佛祖，今我们3人合3为1，为是斩妖除魔，请赐予我们您的力量。阿弥陀佛。只见他们3人合3为1，化为一尊通体金黄色的金色金刚，有了真正的3头6臂。若不是亲眼所见，是真的看不出来他们是象还是人。冷冰寒冲上去，一剑刺在金色金刚的身上，剑枝浅浅地刺穿了衣服。金色金刚受到攻击后，最下方的2只铁拳用力挥了出去。处于吃惊状态的冷冰寒被2只铁拳硬生生地捶在了肚子上，一口鲜血喷涌而出。韩寒，韩寒，韩寒！王野冲过去抱住从半空中落下的冷冰寒，2人重重摔在场地上。韩寒，你怎么样？是我轻敌了。冷冰寒吃力地说道。见冷冰寒受伤，观众席乱成了一锅粥。啊！怎么会这样？冰寒，我的女神，你可千万不要死啊！我去，那金刚怎么那么硬？冰寒女神的剑竟然刺不动。突然，冷冰寒手中的剑飞了起来，立在半空中。冷冰寒念起咒语：剑灵剑灵，听我心意，快快显灵，剑去！冷冰寒的剑加速刺向金色金刚。刺！啪！终于有了作用，冷冰寒的剑刺穿了一条手臂，断下来的手臂血淋淋的掉在台面上。金色金刚的其中一个头疼的哇哇乱叫，5只手臂全部冲向冷冰寒。王野连忙将冷冰寒用身体护住，苏明也使出了不灭体，快速的挡在了2人前面。王野吃惊的看着苏明，苏明吐出了几个字：算你有担当，你们打不过他，下去疗伤吧。王野还想说些什么，听不懂吗？你们待在这里只会碍事。王野连忙抱起冷冰寒下场。苏明，我王野欠你一个人情，他日你若有求于我，我王野定当全力以赴，在所不辞。哎，他们怎么下场了？要投降了吗？不，那个御兽师还在台上呢。啊？难道他要一个人战斗吗？李熙然虽眼含泪花，内心却无比坚定。苏明，你个混蛋！不过我相信你。看来合体后这家伙不能动，他只能在受到攻击时对对方进行反击，而且只攻击。
苏明轻轻一笑，那么开始吧。苏明轻声嘱咐着饕餮，饕餮，记得不要把人给一口吞了，吃点手臂啥的没事。苏明与白泽相视一笑，二者心领神会。1分钟足够了。饕餮骤泻狂焰，白泽今照九鼎之力，5只铁拳飞向苏明。果然只攻击我。白泽一个闪现挡在苏明前面。就这样，金刚的攻击打在了无敌状态下的白泽身上，没有碰到苏明的一根汗毛。很快，5条手臂都被饕餮一个个吞了下去。金刚们被迫解开了合体。失去手臂的3人忍着剧痛快速向后退去，而后跪倒在地，面部朝下。我们投降。投降了？金刚兄，早说嘛！要不你们怎么会遭这种罪？林浩不屑地说道。饕餮，回来！收到指令的饕餮缩小后，屁颠儿屁颠儿的跑了回来。缩小前还不忘吞下地上的那条手臂。那个，我宣布这一场比赛大夏国胜出。比赛结束了，白象国的观众非要讨一个说法。我们只是来参加比赛的，你们大夏国怎能下狠手，如此伤人？不等苏明开口回答，林浩回答了他的问题。大赛本就没有规定不能伤人。再说，你们对之前跟你们亲如兄弟的88阳国下的狠手还少吗？对方被堵的说不出来话，只能在那儿龇牙咧嘴。苏明在心中夸赞道：不错，有你老爸我的风范了。失去手臂的3位金刚在大夏国牧师的治疗下也重新长出了手臂。苏全开心地迎接徒弟苏明。苏明邪魅一笑，低声问道：师傅，你答应过我的奖励呢？啥？慌张的苏全尽力掩盖住泛起红晕的脸颊。我知道了。苏明不管师傅的窘态，接着说道：正好有些事情，那我今天过去找你。啊，太突然了吧？苏明冲着苏全大大一笑。师傅，我先离开了，晚会儿见。留下来的苏全脑袋嗡嗡作响，这件有点小了，下次一定要买个新的。苏全正发牢骚时，传来一阵门铃。糟了，苏明来了！他赶忙整理好衣服，穿着拖鞋跑过去开门了。师傅，我来了，进来吧。苏明坐在沙发上，看着师傅为自己准备茶水。黑丝紧紧包裹着苏全的双腿，看惯了师傅的白皙大长腿，这时的黑色显得格外的迷人。苏全迈动着双腿走了过来。师傅，衣服小了就要买。本来还有些尴尬的苏全看到这小子还想占自己便宜，立马一脸严肃。苏明，你这次主动找来，想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苏明也不含糊，立马回到现实。我是想了解一下英国的那名光明骑士。第081章，我是苏明的什么？你不是学霸吗？怎么会不了解这个职业？这种传说级别的职业，一年才出现几个？同一种职业每年连着出现的概率，那更是小之又小。书籍上记载的光明骑士的信息早就过时了。要是想了解这些传说级职业，那还得找些高人亲自求证。苏全欣赏地看着苏明，那你还真是找对人了。职业：光明骑士，传说级，附带飞行技能。技能：颂歌，施展者吟唱歌曲，最多可选中3个单位进行吸血效果，每秒吸取对方血量的1%，持续时间30秒，蓝量消耗1500，冷却时间1天。圣光之剑，剑雨在选定范围内从天而降，范围最大可为1000平方米，蓝量消耗2000，冷却时间1天。圣光十字，可选定2位目标固定，十字刀剑斩向目标，不可躲避，一旦施展，自身提速到速度的150%，蓝量消耗1蓝条。技能冷却3天。看着光明骑士的属性面板，苏明在心里想着，不愧是被英国人称为传说级别的最强职业，技能属实变态，看来得做个作战计划。告别师傅后，苏明回到了宿舍，刚打点好晚饭的碗碟，这时门铃响起。苏明，是我冷冰寒和王爷。门外响起冷冰寒灵动的声音，正想找他们呢。苏明打开门，让2人进来。苏明问2人，你们想喝些什么自己去冰箱里拿。因为2人也要长时间留在这里，所以都去冰箱中拿了想喝的饮料。苏明询问2人现在来是有什么事。冷冰寒回答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我们的对手是棒子国，后天就是英国，这些人的实力都不容小觑。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作战计划什么的。苏明放下手中的可乐，我已经看过资料了，这2个国家的作战方式如出一辙，二者采用的都是想用2个牧师来保3人中的那个最强战力。棒子国的丧尸王不足为惧，就是他的技能有些恶心，不过没关系，我的契约兽可以把他们吃掉。说着，苏明就摸了摸瘫在沙发上的小饕餮。相较于他们，英国是稍稍需要用点心的对手。冷冰寒心想，
你之前的战斗从来没有上过心吗？这是那名光明骑士的资料。苏明把桌上的一份文件甩给他们，看到后二人脸上掩不住的惊讶。虽然同为传说级别，但对方的实力单单看着实在是有点太过强悍了。不过他的冷却时间倒是挺长的，也就是说他只有3次出招的机会。任冰寒略显激动地问道：是的，他只有3招，不过这也足见他的技能的霸道。苏明补充道：那我们是不是只要拖延住时间就可以等到他的技能消耗完，我们再上去干掉他？王野神情激动：是啊，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你们看看这个。苏明说着又递过去一份资料。这他妈的什么技能啊？王野气急败坏，那岂不是他可以无限地刷技能？冷冰寒声音略带颤抖，他们2人愈发觉得事情十分严重。看着沮丧的2人，苏明不禁嗤笑一声：你们2个别那么快就放弃啊！听到这里，2人略带疑惑地看着苏明：你有办法？冷冰寒问。苏明跳过问题，直接说道：首先，这3个人都能飞，这对于拥有飞行能力只有2个人的我们来说不占优势。其次，那个光明骑士的速度很快，那俩圣人天使的防御力也是极高，速度也不低。最后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他可以无限刷技能。那么下面就是我做出的作战计划。首先，我手里有4只契约兽，在人数上我们胜出。其次，我的契约兽的技能也大多数是可以锁定目标的，再加上王野那颗锁定目标的技能龙吟，这些锁定技能不看速度，只管精准目标。龙吟又是王野的普攻技能，只要王野在，管那2个圣人天使的血多厚，防御力多高，而且官方禁止在赛场上使用血瓶，我就不信他们能一直回血。最后总结一下，我们首先要打败的是那2个圣人天使。他们虽然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不得不说，他们的辅助技能实在是太过牛逼。只要干掉他们的奶妈，打倒那个金色卷毛是迟早的事。听到苏明如此缜密的计划，原来还一脸忧郁的2人立马脸色大变，由阴转晴。很快便来了第2天的比赛。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全球新人王大赛。今天这场比赛依然是我来主持。第1场比赛由大夏国对战棒子国，请双方选手上台。上来之后，棒子国的丧尸王便迫不及待地召唤出几10名丧尸，腐烂的气味充斥着赛场，观众们纷纷捂起鼻子。哎呀妈呀，我就来看个比赛，还得要我命啊！臭死了！呜呜，今天的噩梦又有素材了。哦，主持人也升到了飞行器的高度，心想这味道真是受不住啊。棒子国的2名牧师紧了紧嘴上的口罩，幸亏日积月累战斗中的血腥已经让苏明和冷冰寒2人习惯了，只是可怜王爷，总是在怪物生命的最后补刀得到的经验，才让他走到了如今的地步。很无奈，他无法近身战斗，只能选择离他们远远的，时不时的补个刀。丧尸王命令丧尸冲向苏明他们，见对方如此坦诚，苏明也不墨迹，立即召唤出饕餮。饿了很久的饕餮迫不及待地冲向前去，快速地咬死一个又一个的丧尸，紧接着像吸铁石般把他们吞噬到肚子中。见识过饕餮神通的观众们这次也纷纷给出了称赞。好快，根本看不清他的身影哎！那只契约兽好聪明，知道先咬死对方再吃。李熙然和林浩听到这些很是受用，那是也不看看他是谁的。想到这里，李熙然的脸疼的一下子红了。林浩以为他中暑了，赶忙拿起扇子为他扇扇。你怎么了？你可别死掉啊！你死掉了，我向苏明大哥咋交代啊？听到这里，李熙然的脸更红了。他是我的什么呢？我死了要向他交代。回过神来的李熙然突然看向林浩，这家伙，难不成他已经发现了我对苏明有那种意思？第082章，尽现身体。丧尸王一看有些着急了，立马使出绝技，召出了一支更庞大的丧尸军队。这次的场面更加恶心，不仅有直立行走的，还有瘸着的，还有只有半边脸的、半条腿的、半个身子的，简直是应有尽有。这下王也是彻底绷不住了，在赛场上硬生生的吐出了刚吃过的早饭，无奈只好下场。有些观众看不下去，指责道：这下场的家伙是谁啊？这几场比赛下来，我几乎上都没有看到过他出招。他是来刷存在感的吗？哎，你小声点，他可是咱们星落的狂少啊！一听狂少，对方瞬间想起了些什么，脸色变得煞白。王野出生于一个大家族，他们家族在星落的权力滔天，财力更是多的不用说。苏明勾起嘴角，饕餮骤血狂焰，变身后的饕餮如饥似渴地奔向丧尸群。这次他不再是咬死后再吃，而是一口吞下一个，运气好时可以吞下一群。气急败坏的丧尸王只能使出吃奶的劲儿，
刷着一个个普攻，召唤出来的丧尸更是随机性的，大多数都是不堪一击的直立丧尸。光顾着自己耍帅了。苏明看向冷冰寒，后者心领神会，剑去，手中的剑加速飞向丧尸王。停！指令一出，剑尖立马停在丧尸王的眉心处。你们输了，冷冰寒说道。别杀我！丧尸王举起双手，泯灭飞尸。一具飞尸凭空出现，冲向冷冰寒的剑。只听见一声刀剑切割肉体的声音，飞尸的身体从头到脚分成了两半。冷冰寒冷冷地看着对方，再怎么说，这也是传说级职业的剑，剑触及到了丧尸王的皮肤。我们投降，别杀我！丧尸王吓得双腿发颤，求饶道。直到主持人宣布了比赛结束，冷冰寒才把剑收了回来。哇，冰寒女神太帅了，好厉害！冰寒女神，你就是我的 superstar！ 台下的观众一片欢呼。向来傲气的冷冰寒略显不好意思地看向苏明，说了声谢谢。他知道以苏明的实力，他只是为了给自己一次展现的机会。回到宿舍，王爷打来电话。苏明，有一件事上次忘了告诉你，我现在佩戴的一双耳钉是用恶魔的黑色骨头打造的，不知道这对我们明天的战斗会不会有什么帮助？听到恶魔，苏明按耐住激动。王爷，明天你一定不能下场，知道吗？电话的另一旁，王爷大大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锋芒。恶魔与天使，我知道了，我能克制住那俩天使，对吗？苏明难得的肯定了他。对，到时候你只管在饕餮的掩护下对着他们三个打出龙吟就行。砰砰砰，一阵敲门声。苏明问来者何人？对方不回答。苏明警觉地打开房门。蠢女人呐，问你怎么不说话？你来有什么事吗？李熙然撇撇嘴，没有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吗？当然可以了，进来吧。苏明拿来2瓶可乐。苏明，明天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我听说那个光明骑士很厉害，他曾经杀死过他国的几名跟他有过节的人，我害怕。苏明打断他，怎么不相信我？李熙然赶忙摆摆手，怎么会呢？我当然相信你了，我只是有点担心。苏明看着眼前眼中噙满泪水，下一秒似乎就要哭得梨花带雨的少女。放心吧，我已经想好作战计划了。说着便起身拍了拍他的头，说吧，你要吃些什么？苏明，你竟然拍我的头，会不长个儿的。又是阳光晴朗的一天，各位观众，欢迎来到全球新人王大赛的总决赛。经过前几天的对决，晋级到决赛的国家分别是我们的东道主大夏国和远道而来的英国。废话少说，我们开始吧。请双方选手登上赛场。好帅啊，这就是金色传说带来的杀伤力吗？太斩女了，那2名金发双胞胎长得好像洋娃娃哎，真漂亮。对不起，冰寒女神，我要移情别恋了。3人一上场便十分骄傲地展出自己的双翼，飞到半空。苏明3人相视一笑，在计划之中。穷奇、九尾、饕餮、白泽3尊巨兽屹立于赛场，九尾则趴在苏明肩上。哦，真特么的帅啊！4只契约兽就算了，还每一个实力都那么强悍，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身为同行，我自愧不如啊！台下一众御兽师欲哭无泪。纵身一跃，苏明跳上了穷奇的背，张开的2只翅膀轻轻一扇，赛场上的灰尘朝着4面8方飞向观众席。穷奇带着苏明飞到了半空中，冷冰寒口念一句法咒，也飞到了半空。王爷则是来到饕餮身边，看着那张瘆人的脸庞，他尽力克制住恐惧，说道：饕餮大人，靠你了。按照计划，王爷放出一个龙吟打向光明骑士，果不其然，其中一名圣人天使开启护盾挡在光明骑士面前。龙吟打在护盾上，护盾被打出了一条裂纹。金发3人吃惊地看着裂纹。自转职成功那天到现在的每一场战斗，还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把护盾上留下痕迹。为什么他可以？不等他们提出疑问，几发龙吟呼啸而来，3人只能到处躲闪。苏明看着眼前这一幕，起作用了。苏明2人也不耽搁，放出技能飞向3人。那我就让这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九尾、国色。不等双胞胎姐妹2人放出解咒技能，冷冰寒来到他们身边。几剑下去，姐妹2人身上留下不少的剑痕。苦修剑术的冷冰寒的普攻伤害也挺高的，在2人解咒醒来之际，立马飞身离去。数不清的龙吟把他们的护盾砸得残破不堪。姐妹2人醒来之后，立马为光明骑士解咒。罗莉丝、爱丽丝，合体吧！2人惊恐地望着他，绝望地摇着头。塔里斯大人，您还没有使出技能，
我们还能挽回局面。塔里斯大人，不要，求求你，我们还不想死。姐妹二人紧紧抱在一起。塔里斯冰冷地看着他们，你们这样很是令我失望。说着，他便揪着两人的头发，把他们提起来。别让我再说第二遍，快点！两人看着塔里斯决绝的眼神，再次紧紧地抱在一起。伟大的黑暗女巫啊，为赎清仙人对您犯下的过错，我们愿意以彼此的一半身体敬献，只求您能借助给我们您的力量。年轻天使的身体，我愿意。两姐妹的身体分成两半，惨绝人寰的叫声环绕着整座赛场。剩下的两半身体重新组装。一道光芒过后，一个女巫打扮的女人坐着扫帚飞行在半空中。塔里斯如绅士般拉起女巫的手。今天你们将有一个新名字，我的艾伦斯。第083章，塔里斯的恐惧。看着眼前这一幕，王爷非常慌。这是怎么回事啊？苏明也曾在书籍上看到过这种情况，现身请神。但以目前情况来看，这一对双胞胎并没有请出神，只是得到了神的力量。王爷，你继续放出龙吟。一个龙吟打过去，被女巫召唤出的一个护盾挡住，护盾上还是出现了一条不易察觉的裂痕。苏明轻哼一声，看来这个女巫的体质依然是那两个天使的体质，不过是实力增强不少。王爷，冷冰寒，按计划进行。得到确定指令后，王爷依旧狗在饕餮身边放着龙吟。冷冰寒瞅准时机，快速飞到女巫面前。女巫来不及躲闪，剑直接刺入他的身体。你敢伤他？塔里斯咆哮一声，冲过去把艾伦斯抱在怀中。见情况不妙的冷冰寒赶紧退回到原位置。虽然那一剑插得很深，但是女巫的伤势很快便恢复了。看来自己的普攻几乎伤不到他。就在冷冰寒思考下一步如何进攻时，塔里斯发动了攻击。伤害艾伦斯，你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光明之书，圣光十字。塔里斯眼中冒着金光。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他就发动这么大的技能，是要速战速决吗？冷冰寒这么想着。嚯，大招来这么早呀？那也不是不行。苏明看向白泽，后者眨眨眼。苏明和冷冰寒的下方分别出现一个画着十字的圆圈，从天空降下来两道十字形状的光芒。大概是因为目标是锁定的，光芒降落得很慢。观众们屏住呼吸看着两道光芒，为苏明二人捏着一把汗。王爷也是咬紧牙关，不要相信苏明。台上的两人，苏明一脸镇定，冷冰寒白皙的额头上渗出一层香汗。他转过头看向冷静的苏明，对自己说，没有办法了，只能选择相信他。光芒越来越近，即使是有防护罩的隔离作用，前排观众仍然能感受到巨大压力带来的压迫感。冷冰寒的身体也止不住的颤抖。就在光芒离他们还有1米时，白泽金兆，不化古附加技，不灭体。只见白泽一跃飞到冷冰寒面前，苏明全身则是被白花花的液体包裹住。白光过后，二人一兽安然无恙。他们没事。切！塔里斯的脸上充满诧异，随之转而不屑。他竟然有不化蛊，还是一整套。帮我恢复，艾伦斯。艾伦斯举起手中的魔杖，口中念起咒语。这个恢复需要时间，所以塔里斯让艾伦斯提前释放了一个护罩。既然你还是天使，护罩又是你放出来的。王爷，继续炸。了解。王爷又放出了一连串的龙吟。砰砰砰！眼见护罩又要破了，塔里斯愤怒地看向王爷。死巴老，我砍死你！说着便挥下一道剑气，直逼王爷。王爷嘲笑地看着塔里斯，来得正好，打普攻打得我手都酸了。龙焰，火焰变成龙头的样子呼啸而出，一白一金就这样碰撞在一起，爆发出极大的威力。吼！胜出的龙焰冲向塔里斯二人，护罩应声而破。苏明和冷冰寒二人同时闪现到敌人面前，剑去！身心交换，九尾！冷冰寒的剑再一次刺向女巫，苏明的剑则是刺向塔里斯。再一次受到重创的女巫不得不停止疗愈。塔里斯拉着艾伦斯狼狈地逃向另一边，冷冰寒丝毫不给他们喘气的机会。剑灵召唤，万剑归宗！金色剑雨笼罩着天空，他们齐齐冲向一个方向。处在阵眼中间的塔里斯歇斯底里地冲艾伦斯喊道：“你快点献祭啊！我不要你，我要黑暗女巫，我要黑暗女巫大人呐！”艾伦斯看着眼前疯狂的塔里斯，他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个男人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想起他们姐妹二人这些年来与他的点点滴滴，他们在心里痛骂着自己就是个傻瓜。可是看着只剩下半边身子的自己，他们还是你唱出那熟悉的歌谣：“伟大的黑暗女巫，我们愿以这残破的身体请求您的降临。”哈哈哈！知道自己身体残破，还把它敬献给我，
可悲的天使啊，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不要！艾伦斯痛苦地喊着。只见他的眼睛、他的耳朵孔、身体上一切有孔的地方都流淌出鲜血。台下的几位英国大使想上台救回圣人天使，苏全拦住了他们。若非敌方杀害，任何人都不能干预比赛。我还记得当初定大赛规则时，这条规则就是你们英国提出来的吧？现在你们又要亲自违反这条规则吗？他们咬牙切齿地看着眼前这个身材火辣的女人，她俩可是我国大秘的爱女，你可知道杀害他们的后果吗？我劝你还是让开的好，否则你失去的将不只是你的生命。哎，你们英国也太欺负人了吧，真当自己是全球老大了。几人中的一个放出技能轰向观众席。啊，我的胳膊，我的胳膊，我的胳膊啊！那人惨叫着。一个戴着真丝眼镜的男士站在苏全身边，身后的小七手里正提着那个英国大使的胳膊。顾尘埃微笑着对他们说：各位尊敬的大使，根据全球新人王大赛规则条例，任何人员遇有伤害他人的倾向，管理人员有权利对其惩罚，必要时可以将其杀害。而且这条规则当时也是贵国提出的哦。不过真是没想到，这两条规则的第一次使用竟是在提出者自家人身上。你说这巧不巧呢？几人看着他们三个，你们就等着大秘对你们的报复吧。血鼓鼓的向外冒，塔里斯知道这是请神失败了，他大骂一句废物，便把已经变成干尸的艾伦斯扔到了地面。他则是凭借着极快的速度在剑雨中穿梭，密集的剑化的他遍体鳞伤。我来加点料吧，饕餮、血龙。没有了圣人天使的解咒，塔里斯只能乖乖的被剑接连的刺穿身体。啊呀！他发出阵阵惨叫。剑雨停止了，苏明来到他的身旁，踢下他手中握着的血瓶。看着面前的苏明，塔里斯第一次感到了害怕。第084章，以牙还牙的快乐。亲爱的观众们，全球新人王大赛总决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这几天的热情支持。那么，让我们恭喜大夏国夺得本次大赛的冠军。其中第一名为北清大学苏明，第二名为北清大学冷冰寒，第三名为北京大学王野。奖品已通过天道发放至个人背包，请注意查收哦。好样的，苏明，以后我就是你的铁杆粉丝了。冰寒女神，我们再续前缘吧。王野狂烧的龙焰简直是射到了我的心巴上啊！哎呀，虎兄，你太厉害了，简直就是我的男神呐！李熙然的脸上也洋溢着高兴。苏明，你赢了。可是我没有办法任意摆布你了。苏明和李熙然他们告完别，便去找了苏全。苏明，表现不错。苏全微笑着说：那徒儿给师傅长脸了，师傅是不是要给徒儿一些奖励啊？苏全扑笑一声：放心吧，奖励以后会给你的。不过你有了你那件神器，师傅的奖励就逊色多了，到时候你可别嫌弃为师的礼物呀。师傅说笑了，徒儿怎么会嫌弃师傅您的礼物呢？苏明的两眼看向苏全的双腿，短裤勒着的肉在走动时微微颤动。快去叫下牧师，孩子忍着点儿。喧闹的声音是从赛场的选手招待所发出的，跑出来的人差点撞到苏全。苏全大人，对不起。话没说完就跑走了。苏全皱紧眉头，发生了什么？苏全向招待所走去，苏明也跟着上去。只见巴巴杨国的3名选手躺在地上，身上都是伤，其中的那名牧师伤得最重，他已经失去了意识。由于凶手打掉了他们的牙齿，他的另2名同伴即使有些微弱的意识，也疼得根本说不出来话，血淌满了地板，可见凶手的残暴。苏明和苏全看着眼前这一幕，气愤到了极点，看着他们3人脸上深深烙下的拳印，以及那被拳头打到变形的鼻子。苏明2人已经知道了凶手。孩子，坚持住，马上就会有人来救你们了。护理人员哽咽地鼓励着3人。那名战士想用流着血的指头写下凶手的信息，苏全上前轻轻握住他的手，摇摇头。我们已经知道凶手了，我们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现在你只要好好养伤就行。战士的疼痛仿佛在那一刻得到了缓解，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苏全老师，那3个孩子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夏牧师，你辛苦了。唉，竟对3个孩子下如此狠手，凶手真是太残忍了。尤其是那名小牧师，内脏全部被打碎。要不是他是1000年一遇的牧师天才，自带保护体质很强，否则就算是神医清源在世，也就不回来啊。哎呀，这3个孩子太可怜了。夏牧师，最后不还是您的妙手回春救了他们？这3个孩子来自巴巴杨国，是他们国家的最具有天赋的学生，已经申请到了
来我们大夏国留学，不知道夏牧师您是否愿意收那个小牧师收为徒呢？夏牧师一听惊了，苏全老师哪里的话，老夫能收这一天才为徒，实属三生有幸，神佑我下纯啊！只是苏全打断他，那就这么说定了，以后他就是您的学生了。哎，苏全老师，学校知道这事吗？放心好了，他们三个在这里学习，本就是学校委派给我的任务。要是他们三个出了事，那我可就……不过现在他就交给夏牧师你了。夏牧师想了想，而后激动地说：“是，老夫我一定把他当做我自己的亲学生教育，把自己的本领毫不保留地教给他。”苏全满意的笑笑。苏明看着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对师傅那么毕恭毕敬，不禁好奇起他的实力。苏明拿着那把神器，天道，你来解说一下这个东西吧。传说级主战武器，它可以随着拥有者的心意变换成拥有者想要的样子，或者自动变换成适合使用者的武器，适用于所有职业。苏明现在还不知道想要什么，不过管他呢，先来试试吧，看看现在我适合什么。苏明把它举到半空中，白光闪过，一双高跟鞋。苏明疑惑地盯着他们。高跟战靴可以提高自身速度 70%， 若已有提高速度的装备在使用，该自身速度变换为装备加成后的速度。后跟与鞋子两侧的利刀设计可以作为暗器使用，攻击力不详。高跟暗器，一个邪恶的念头出现在苏明的脑子里。老大，听说那几个小鬼没死，他们以后会不会来找我们算账啊？怕什么？现在没死，倒是他们真找来了，那就再杀他们一次。嘿嘿，就是，我们还怕他们不成？到时候把着他们的头挂在他们的国门上，吞并88阳国一事，岂不是手到擒来？苏明模仿着他们的语言说道。可是你们打得过他的那个大哥大夏国吗？什么大哥？我们俩国家打架是家务事，关他屁事。可是听说大夏国最是护小弟了。哼，瞧好了吧，倒是真打起仗，他还想着渔翁之利呢。哎，刚才的声音不对，刺了啊！一名金刚被抹了脖子，另两个立马与苏明拉开距离。是你，那个神奇的御兽师。神奇的御兽师，还真是个好名字。看见兄弟被杀，他们气得挥拳而来。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苏明十分轻松便躲过了他们的攻击，飞快来到一名金刚身边，起跳，抬脚，放，噗呲，啊呀！鲜血从脖子处喷涌而出。领头的金刚此时气愤极了，死巴老，我要杀了你！金刚真身，佛祖附体！啊呀！金刚加速冲向苏明，起跳，旋转，6把利刀划破了金刚脖子。砰！他重重地倒在地上。为什么要杀我们？苏明语气冰冷。因为你们该死。隐藏起来的苏全收起武器，激动地看着苏明。有咱俩这师徒，这世上怕是再无恃强凌弱之人。第085章新人物登场。白哥，听说今年的全球新人王大赛第1名是个御兽师。妈的，他小子是走了啥级别的狗屎运？这年头的大赛是降级了，啥猫猫狗狗都能去参赛了。还听说他是个小白脸。赵武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赶忙住了嘴，惊恐地看着一头白发的少年。糟了，白哥和他一样都是个小白脸。双手插在裤兜里的少年像是没听见似的，面目平静地向前走着。苏明，御兽师，有意思。他停下脚步，1年级的学妹递过来一份情书。白毛学长，我是1年级的。啊！情书突然着了火，他向后退一步，绕开他继续向前走去。学长，看着清纯可人的学妹，赵武咽咽口水。妹纸，你不知道大哥不喜欢别人叫他白毛啊？想着跟了上去。白哥，你又升级了，现在的意念已经伤不到人了。各位同学，大家好啊！由于前几天举办的全球新王大赛，老师与你们一直没有来得及跟你们见面，那么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1年级一班的学生。我是你们的指导员，我的名字是孙元，你们也可以叫我孙老师。我的职业是一名牧师。牧师咋当上老师的？不知道，可能也是靠关系上位的吧。以上就是学校试炼塔的一些规则，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懂或者想找老师组队的，都可以在班级群里找到我直接私信。下课，同学们再见。苏明知道大学很开放，但没想到如此开放。从明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不再有上课这一说。所以大学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首先，学校试炼塔的多少和等级可以用来区分普通大学和高等大学的，这也是很多学生为什么要选择高等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就是师资力量，学生可以在老师的带领下组队进入到更高级的副本杀怪升级。
老师等级越高，实力越强，能带的学生人数就越多。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地理位置，就比如北清大学位于大夏国的首都星落，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国之都，更重要的还因为它其中包含的副本的等级。不过这一点也最为人诟病，土地面积越大，拥有的副本自然就越多，时不时爆出个秘境，那也并不是啥稀奇事儿。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人家的面积大呢？老师还真是自信呢，一个牧师除了能给我们加血抗伤害，还能干些啥？就他那家庭条件，能上位，说不定是依靠了什么不干不净的手段呢。对哦对哦，听说他和苏权大人走得很近呢，肯定是靠着苏权大人上位的。哈哈哈哈！苏明压低帽檐，冰冷的眼神连看他们一眼都不看。一群长舌妇。喂，听说了吗？那个御兽师好像和我们分到了一个班，是叫苏明吧？我也听说了，我当时看比赛了，他好帅的。我也去看了，不过今天好像没有见到他。不会吧，不会吧，开学第一节课就旷课哎。不过我也听说了，有人说他比赛时好像作弊了。你可别乱说，那可是世界级的大赛，他咋作弊啊？我看你就是嫉妒你自己报名没选上，败给了一个御兽师。哎，你急什么啊？我不就打趣一下，你犯啥桃花瘾？跟你谈了3年的男朋友不也是个御兽师？知道他的职业后，你嫌弃他，还不是主动甩了人家？苏明厌恶地看了他们一眼，起身离开。无语极了。叮咚，李熙然发来的信息：小明子，姐遇难了，下午3点来救我，要不然我就击毙你。波波茶馆见。苏明看着李熙然发来可爱信息，跟班里的那帮咕咕鸡相比，这姑娘脑壳疼。白哥，昨天那个学妹将你烧她情书的事曝光了，现在整个学校论坛里讨论的都是这件事。赵武，这种事以后不许在我面前提起。是，大哥。现在我要去见苏权老师一面，你就先回去吧。好的，大哥。苏明与他们擦肩而过。胡兄，这里，我们在这儿呢。林浩冲站在茶馆门口的苏明热情地喊道。苏明走过去，你怎么也在这儿？不等林浩开口，李熙然抢答道：这不想着比赛都结束了，来搓一对儿。苏明听着这个啼笑皆非的回答，哭笑不得。来茶馆搓什么？搓茶叶。哈哈哈哈哈。明说了吧，胡兄，咱们这不是可以自由组队刷怪吗？我们2个想着和你一起组队，嘿嘿，那不是能升级快一点吗？而且，不，我拒绝。北清大学把附近适合学生4年大学的副本藻已改造成学校的试炼塔，现在学校附近的副本的对于苏明来说，等级不是太高就是太低，目前只能在学校的试炼塔刷经验。我手里现在有一张可以不限次数进入各个级别试炼塔的卡片，可是这张卡片只允许使用者1人进入，所以你们的请求我只能拒绝。苏明想着听到自己这么说，场面应该会变成十分尴尬。啊，姐，疼！李熙然揪着林浩的耳朵，我都说了，不要打扰苏明的修炼，就我们2个现在的能力，不给苏明拖后腿就已经是烧高香了。你是没有自知之明吗？可恶啊，本来想好好跟苏明说的，这样就可以又在一起杀怪了，都怪这家伙说那么急干什么？呜！一旁的人都看着这里，这是我老师的联系方式，进入试炼塔时叫上他，其余时间就去学校附近的副本刷怪吧。虎兄，这老师是一名牧师哎，我们在试炼塔内遇到危险就会自动退出，要牧师没啥用吧？李熙然大大的眼睛里也是充满疑惑，你们是傻吗？一个学期下来，试炼塔你们能进去几次？有个牧师待在里面的时间长一些，那不多点经验？你们要是能刷新试炼塔的记录，还能得到学校的奖励，多好的美事！2人一听感觉还不错。好，不过虎兄，那张卡也是你比赛得到的奖励吗？怎么说也有些寒碜啊。第086章，吃醋？那是不可能的。苏权家里，白毛，你的厨艺长进太多了吧？谢谢老师的夸奖，也都怪老师的厨艺太烂了，把白毛的就衬托出来了。老师，听说你收了个徒弟？苏权笑盈盈的。对啊，那他实力一定很强吧？这次的全球新人王大赛第1名就是他。白毛瞳孔一颤，但很快恢复平静。他叫苏明，一名御兽师，但是特别强。白毛看着满脸笑容的苏权，心里很不是滋味。那老师难得找我来，也是和他有关吧？白毛还是很聪明呢。明天你不是就要去英国留学吗？我打算让他也和你一起去，你觉得怎么样？既然老师都开口了，弟子岂有推辞之理？不过在大赛上他得罪了英国的光明骑士，
再加上他的职业，以英国人的品性，他到了那儿一定会受尽嘲笑，且被追杀的。即便如此，老师，您真的也要让他去吗？苏全点点头。好吧，到了那里，我会尽一切的力量保护他的。那没什么事，弟子就先行离开了。在白毛走到门口时，苏全喊住了他。白毛，他就交给你了。虎兄，我们有空再联系啊。苏明向宿舍走去，途中得经过苏全的别墅。一只耳钉掉落在苏明的面前。苏明扭过看，是他师傅的另一个徒弟。喂，你的耳钉掉了。白毛转过头来，谢谢啊。他赶忙从苏明手中夺走那只耳钉，这可是妈妈给他的，是用龙骨制成的耳钉。是师傅给他的吗？不过没我的厉害。噗噗噗噗，4只小东西站在2人中间。他们怎么都出来了？附近有危险吗？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无动于衷的白毛问道。你是御兽师？苏明点点头。看着这些呆萌呆萌的契约兽，白毛立马露出一脸的嫌弃。见过萝莉控，这还头一次见到萌宠控的，还是一大男人。仔细看看他的脸，还没我白，就已经这么把持不住了。苏明也是一脸的不爽，看来现在这货脑子里想的不是啥好东西。再见。白毛加快速度逃离了现场。苏明问白泽，那个危险的东西是他吗？不是他，是他身上的那个东西。身上的？他也是御兽师吗？他不是，有一团还没有凝聚成实体的力量盘踞在他的身上，只不过他的力量太微弱了，我还不能察觉出它具体是什么。不过能确定的是，他在吸取那个人的能量。若是主人贸然出手救那个男生，受伤的可能是我们。我也没说想救他啊。可是看着白泽清澈的眼神，苏明只能说，既然只是一团微弱的能量，那便再等等看，反正以后可能都遇不见他了，那我就个毛啊。嘿嘿。叮咚，苏全发来的消息，乖徒儿，你准备一下，明天出发去英国。出国？是不是太早了点？而且这也太突然了吧，明天就去？这突击。苏明回复，师傅，你脑壳坏掉了。现在是晚上8点15分，你说你让我明天出国，我是说真的，我还给你找了个伴儿。看，这是他的照片。苏明脸一黑，怎么是他？白泽摇着尾巴在一旁起哄道，看来主人福分很大呢，缘分让你非救他不可。哈哈，不认识，我不去。不行的哦，你的出国手续办理好了，你的学生证也已经交给他们喽。放心去吧，那里有属于你的舞台。苏明在心里骂着他这个蠢师傅。可是你们不是要保护我吗？现在又让我和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人去一个陌生的国家，而且还是去一个和我们有敌对关系的国家。没事儿，你就放心吧，他很厉害的哦。你师傅我还给你找了2个人，所以你就在那里好好刷怪吧。还有2个。苏明完全败给了他。明早7点钟的飞机啊。到了机场，苏明忽然想起，小东西们，一会见到那个男生，你们别出来啊，他现在还不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好的，主人。苏明，这里。白毛看向苏明，怎么是他？见对方看到自己丝毫没有慌张的神情，白毛心想，难道他早就认识我了？那昨天我们的相遇是个巧合，难怪他昨天会出现在那儿。那他是不是在我逃走后找了苏全老师？苏明看透了他的那点小心思。你本人跟师傅发来的照片不太一样啊。呼，原来他们是发的信息啊。都怪苏明太磨蹭了，本来还想让你们2个先熟悉一下对方呢。现在都已经快到起飞时间了，那你们就赶紧登机吧。飞机上2人虽坐在一起，但无语。各位乘客，来接机的是顾尘埃和小七。小七看见苏明，十分激动地跑了过去。苏明，你是来找我玩的吗？对啊，不过李熙然没跟着一起过来，等回国了我再让他找你玩。回国后找我玩。那2个人竟是他们，还好不是像这白毛一样的人。白毛同学，苏明同学，今后在英国的这段日子里，我们4个将住在同一屋檐下。啥？白毛？他的名字叫白毛？谁会起这名字啊？笑死我了。苏明尽力克制住笑。顾老大，我们现在就出发回家吧。好。对不起，求求您饶了我吧，我也只不过是拿人钱财给他办事罢了。一名拿着利剑的黑衣双马尾少女十分气愤，杀意凛凛地瞪着趴在地上发抖的老人。你明明也是一个大夏国人，为什么要选择杀害同胞？我不过是个迫于生计的老人。别说的那么漂亮，你们这些贩卖违法禁品、谋杀国人的垃圾，都是自己选择了留在英国当他们的走狗。他叹了一口气，收回刀剑。今日我们留你一命，回去告诉你老板，
我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若是他胆敢再次搞暗杀，我们大夏国将不惜动用武装力量发起战争。是，我这就回去告诉他。谢谢姑奶奶不杀之恩。女孩摆摆手，你赶紧走吧。小双，这些人根本用不着我们出手吧？顾大哥他们足以对付了。女孩俏皮地说，苏姐姐曾经教过我要学会主动。搭档无语，那是对小七说的吧？我记得苏权大人对你说的是要学会收敛啊。哎呀，大差不差了。第087章，地之恶魔。呀，啊呀，又增强了，这种感觉好难受，浑身炽热。喂，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有这种奇葩的癖好，但你要是便秘就去看医生啊，房顶又不是你解决它的地方。白毛满脸通红的看着苏明，羞得直哆嗦。才不是便秘。白泽这时跳了出来，主人，他的身份已经能确定了，他是恶魔的一道残影。这个孩子身上背负了太多恶魔手下与他的子民的生命，才导致了恶魔对他下了诅咒。只要他靠近恶魔之森，这个诅咒就会生效，令他疼痛难忍。其实一来到英国的时候，这孩子应该就已经感觉到了，可是他却硬生生的把这种疼痛忍到了晚上，忍到了现在。白毛吃惊的看着这只小萌兽，你会说话？我身上这是什么东西？你刚刚说是恶魔吗？可是前几次我在恶魔之森时，他并未现身，他又是怎么诅咒的我呢？我现在还不太清楚，应该是他的残影缠上了你。白泽转头看向苏明，更确切的说是看向苏明耳朵上的那一对耳钉。主人，你的这一对耳钉是由天使翅膀打造而成的，对他的疼痛会有不小的缓解作用。苏明看着白泽，这家伙不会又想着让我帮他吧？架不住白泽泪光闪闪的双眼，苏明只好取下耳钉放到白毛面前。这个可以给你，但是日后你要给我一个比他更厉害的装备。说着就转身离开。白毛取下自己的耳钉，替换成苏明给的耳钉，疼痛感很快消失了。他一咬牙，请等一下，这一双耳钉是我母亲生前留给我的，由龙骨打造而成。你看都是耳钉，我就用它和你的先交换一下吧。苏明不情愿地接过那双耳钉，这亏本的交易。不过若是日后找到一个更厉害的装备，你要把它们还给我哦。在房间里，苏明把那双耳钉丢进了背包里，检测到您的龙骨耳钉与龙晶的材质相同，将二者融合后可以任意选择一方得到10倍奖励，有1%的概率得到100倍奖励。苏明有些吃惊，低级副本中刷出来的龙简直是凤毛麟角，现在若是能得到这100倍的翻倍奖励，那岂不是赚大发了？他取出上次还没来得及给小狐狸使用的龙晶和龙骨耳钉，检测到您已取出2件物品，请问是否选择融合它们？融合，请选择获得奖励龙骨耳钉还是龙晶。选择龙。等一下，我先抽取奖励翻倍倍数。正在自动抽取奖励翻倍倍数，白泽也在一旁双目炯炯有神地看着他，坚定的眼神似乎是在告诉苏明，主人尽管来蹭我的欧气吧，我可是一只瑞兽啊。恭喜宿主抽得100倍奖励，请选择。我选择99枚龙晶和一对龙骨耳钉。检测到宿主契约了瑞兽，白泽触发幸运 buff， 宿主请求通过。99枚龙晶，一双龙骨耳钉已存放入个人背包，请注意查收。苏明喜滋滋地查看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这下就可以解开小狐狸的山海天赋了。九尾山海天赋，9命已解锁。9命，每次战斗宿主与九尾各有9条命，宿主可选择性将这18条命中的16条命分给其他人，每死一次，宿主各属性增加 10%， 宿主与所有契约兽技能刷新。检测到宿主现在正在英国，若是能击败恶魔之森 BOSS 恶魔，获得其头骨喂给饕餮，饕餮次元封印将解锁 10%， 击杀恶魔将有几率获得技能书遁入。英国这边的副本规则与国内的有些不同，他们的所有副本都是没有等级限制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只不过组团的人不可以超过5个，风险和难度都增大了，所以他们的副本能刷出 BOSS 的几率很小，那里的怪物等级也是比较高。之前我和别人一起进去过几次，得到的经验还是比较可观的，只是一直没有刷出来那个 BOSS， 也不知需要的条件是什么。这次来到这里，我打算再进去一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组队一起去的？白毛补充并问道。苏明正想开口拒绝，那小七又可以和苏明一起打怪了，好开心呐！小七的眼里亮晶晶的，本想只身前往的苏明一脸苦笑。好，一起打怪。看着眼前的3人，想起自己的任务是保护苏明，顾尘埃只能妥协。那好吧，我们有4个人，我再去找一个人吧。白毛也说道，我的几个英国朋友也曾经做过搭档，一起进去过，需要的话我可以就让他们来帮忙。不用，就我们4个。
苏明一口拒绝。异国他乡，别有用心的人肯定不少。再说了，这里可是英国。就这样定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顺利进入到恶魔之森，这里的怪物和他们的 BOSS 恶魔一样，桀骜难驯，神出鬼没。实力强大的大多单独作战，实力不强的则是聚群抱团。越往里面走，怪物实力越强。所以当我们进入到这里，我们就已经被怪物给包围了。说着，白毛就提高警惕。来了，名称的拔，品质史诗级，等级 LV60， 攻击力0，防御力血量蓝亮，技能一级召唤 LV50， 二级召唤 LV50， 三级召唤 LV50， 一级召唤 LV50， 召唤地下低级恶灵1000只，蓝量消耗1000，冷却时间3分钟。二级召唤 LV50， 召唤地下精英级恶灵1000，蓝量消耗2000，冷却时间1天。三级召唤 LV50， 召唤出地下稀有级恶灵800只，地下卓越级恶灵10只，蓝量消耗2500，冷却时间1分钟。小传 BOSS 恶魔的一道残影遁入到土中，变为地之恶魔地拔。第088章恶魔的诅咒，靠意念作战。话说姓白这小子是个传说级召唤师，他的能力好像就是跟意念有关。顾尘埃刚想召唤出傀儡作战，就被白毛伸手阻止。顾大哥，这只恶魔交给我就行。说着，他便口中振振有词：天地自然，晦气分散，洞中玄虚，黄朗太元，魔王束手，誓为我宣，凶秽消散，道气长存，急急如律令。散！亡灵中一片哀嚎，他们的身体逐渐变得透明，直至消散。低级恶灵全部被解决。哈呀哈呀！白毛突然栽倒在地上，他身上的那团能量增强了。怎么回事？那双耳钉不是已经压制住他体内的那团能量了吗？按理说这团能量应该不会再增长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邪恶的想法涌进苏明的脑子，难道有人给他另外下了咒？主人，白毛身上现在有2道诅咒正在起作用，恶魔和他们手下被杀死所留下的怨念全部都会转移到那孩子身上，以此来增加那团能量。看咒语的图案，下的咒是一名传说级别的女巫才能下的聚灵咒，这种咒语可帮人吸收附近的灵气，亦可害人吸收附近的怨气，这全凭随下咒人的心情。不过这种咒语都是需要近身才能进行的，也就是说凶手是白毛的熟人。熟人？哼，小子，你被你英国朋友害了还不自知，竟还想找他们一起组队。白毛，怎么了？是遭到反噬了吗？顾尘埃关切地问道。那些恶灵愈来愈近，穷奇、雷海、苏明带着九尾快速来到恶魔面前。九尾巡天，身心交换，饕餮。苏明把剑狠狠扎入到他的胸腔，因为地之恶魔是召唤型恶魔，本身比较菜，他被打死了。群龙无首的恶灵们实力不仅急速下降，身体也开始消散，最后全军覆没。苏明来到白毛身边，放心，一时半会儿他还死不了。苏明白了白毛一眼，饕餮反咒。白毛的身体停止了颤抖，那种负重感消失了。白毛激动地看向苏明，谢谢你，又帮了我。不用谢我，要谢就谢饕餮。你身上有2条咒语，其中1条是一个女巫下的，我现在很好奇，这是你知道吗？白毛摇摇头，我只知道恶魔给我下那1条，另1条是什么？白毛看向苏明问道。聚灵咒，这种咒语只有传说级别的女巫能下，而且必须要靠近你。莉莉。白毛一脸的震惊。莉莉是谁？顾尘埃问道。她是英国这几十年来唯一一位转职为传说级女巫的人，被英国人认为是英国的神，黑暗女巫的继承者，实力非常恐怖，光明骑士跟她根本没法比。苏明打断他，她不就一下咒的？对，是的，她的技能很单一，不过咒语的作用还是很霸道的，再霸道遇见我家饕餮都得跪下喊爸爸。她有钱吗？白毛被苏明这个问题问懵了。有啊，他的父亲正是现任英国大学校长，他也是被他父亲像培养下一任总统一样培养着，这么有钱，下次有空就找他。不过没想到身为最好的朋友，他竟然会对我下咒。白毛黯然神伤。苏明看向他，现在就算是一个英国底层人都敢对我们大夏国的百姓指手画脚，更别说他这种位高权重的人了。每年来到英国交流学习做生意的国人们，被他们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谋杀的还少吗？所以身为大夏国顶兼人才的你，他不杀你杀谁？苏明，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还是选择了无视他们。看到同胞们受到欺负，我没有上前帮助他们。我一直以来都坚信着和平一定会来。白毛咬咬嘴唇，他还赞成了我的说法，告诉我会和我一起努力。可是，顾尘埃拍拍他的肩膀。小七突然气冲冲地冒出一句话：苏权老大曾经说过，实力不强，就只有被人害的份儿。白毛抬起头，愣愣地看着小七。苏权老师也曾经告诉过自己，小七都记得的道理，自己怎能忘记？白毛站起身，深吸一口气。苏明，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日后你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白某定当在所不辞。苏明嗯了一声，等通关这个副本之后，你帮我把那个女巫约出来。白毛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苏明兄，你刚刚是说能通关这个副本？白毛吃惊地问。对，不就是在1小时内打死8个恶魔，再凭运气刷出 BOSS 吗？而且我们的运气还不错，这不又来了俩？天空渐渐变暗，呼呼，呲呲。名称：校风，品质：史诗级，等级 LV60，攻击力、防御力、血量、蓝梁。技能：化剑 LV50，龙啸风 LV50，化剑 LV50，让风化为利剑。由于风的无形，化成的剑神出鬼没，不知踪迹。蓝梁消耗2000，冷却时间1天。龙啸风 LV50，借助月之恶魔的诅咒，窃取东方神龙的力量，敌方血脉越与神龙接近，获得的力量越多越强。使用龙的技能，可御风而行，可逃跑。借助月之恶魔的攻咒，有一举消灭敌方之力。蓝梁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小传 BOSS 恶魔的一道残影，遁入到风中，变为风之恶魔啸风。名称：咒月，品质：史诗级，等级 LV60，攻击力、防御力、血量、蓝梁。技能：攻咒 LV50，取咒 LV50，攻咒 LV50，下咒起 0.5秒后，敌方血量下降至自身血量的 50%， 友方全属性点提高至本身的 150%， 控制敌方进行自相残杀，持续时间30秒。蓝梁消耗2000，冷却时间1天。取咒 LV50，下咒起 0.5秒后，吸取敌方血量 30% 到友方身上，和攻咒配合使用时，吸取血量提高至 50%。敌方技能被窃取，友方使用时不消耗自身蓝梁，冷却时间减半，持续时间1小时。蓝梁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小传 BOSS 恶魔的一道残影，遁入到月亮中，变为月之恶魔咒月。第089章过火的攻击。白毛提醒着他们两个是这几个恶魔中唯一一对成对出现的。风之恶魔本身不足为惧，但是在月之恶魔的诅咒的加持下，他的实力就会大增。月之恶魔的血量和地之恶魔差不多，风之恶魔的偏高一些。苏明把小狐狸放在肩膀上。九尾、山海天赋，救命！分！我已经想好了对策。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有2条命，我们卸下防备，只要先死一次，骗他们一波攻击，第2次就是我们的反杀之战。几人也感觉到了身体的异样，目光坚定。好！说话间，成百上千只形形色色的怪物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住。小渣仔们，接受无知诅咒吧！又是一只嘴碎的怪物。一旁的小怪吼吼的起哄。月辉、取咒、风雨、龙啸风，看来是准备一击击杀我们。一下子就掉了这么多的血量，感觉真不爽啊！吼吼！哦，我的巨龙变大了。你们几个难道都是大夏国人？哈哈，你们是来找死了吗？算了，和你们这些将死之人没什么好说的。去吧，我的宝贝儿，咬死他们！风之恶魔语气接近癫狂，化成龙的风呼啸的冲向苏明他们，站着挨打的感觉真不好受。顾尘埃握紧手，风激起了一地的尘埃。吼吼吼！小怪们欢呼着。校风，你的攻击过火了。风之恶魔语气轻佻。嘿嘿，咒月，哥厉害吧？来来来，让哥哥抱抱。讨厌。哦，不过一道残影，竟还能秀起恩爱，真是太令人作呕了。顾尘埃用手套拍打着身上的灰尘。2只恶魔看着眼前好端端的他们，你们怎么没死？死了呀！骗人！那我们怎还会看得到你们？这个嘛，那自然是你们也死了喽。苏明眼神里充满轻蔑。找死！月光、攻咒、风气、化剑、饕餮、反咒、风神、太阳之灵在我之上，我如白虎，白虎如我。请风神！朝着苏明他们飞去的化成剑的风陡然停下。
我的咒被解了！我的剑，怎么回事？转！风剑掉个头，冲向恶魔。刺刺刺，刺刺！风剑刺穿了恶魔的身体，奄奄一息。苏明大喊：“小七！”小七隐身进空间，来到恶魔上空，从其中伸出2只拿着匕首的手。呲！呲！2只恶魔领了盒饭。吼吼吼！怪物们疯狂地吼叫着。穷奇、雷海，镜像匕首！小七面前出现一个黑洞，很快以立方的速度增长。切！小七的右手向上一挥，黑洞一齐飞向天空。黑洞中涌现出无数个黑色匕首。落！匕首随着穷奇的雷电轰然而下，一时间怪兽群中惨叫连连，尸横遍野，几乎无一生还。苏明这才反应过来，问道：“杀死了这3只恶魔，为什么只给经验，不给装备？”白毛解释道：“这个副本的奖励必须是通关之后，也就是杀死 BOSS 才能得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失败后不愿再来这里的原因。还有这种的。”顾尘埃一脸震惊，他不禁开口问道：“那你们来这里几次了？”1年了，大概是30多次吧。这么多次，你们对他还挺执着，可恶魔就是不出来，还总是困在月之恶魔那里。听到这里，苏明有些不解，那个女巫不是可以解咒吗？女巫的解咒也只不过是指解开了月之恶魔的一个诅咒，再后来我们几乎是被吊打，无奈只好退出。能解咒的应该不止他一个吧？为什么不多找几个人？顾尘埃问道。我们曾经也想到过，但是带上一般的解咒师会大大降低队伍的战力。除了解咒师和女巫，我们知道的就只剩下圣人天使了。可是光明骑士曾带着那2个圣人天使打过这个副本，圣人天使有2个，双方还没开打，他们就直接解开了月之恶魔的诅咒。失去了月之恶魔的协助，风之恶魔很快落了下风。他们也是唯一一个战胜了月之恶魔的队伍，只不过他们运气不好， BOSS 从来没出现过。我们就猜想大概是那2个天使的原因，毕竟恶魔惧怕天使，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找那2个圣人天使。有道理。砰！苏明甩出手中的剑，扎在远处正向他们冲来的群山中的一座小山。吼！白毛听见动静转过头，是山之恶魔，他竟敢独自前来。顾尘埃问道：“他很弱吗？”不。顾尘埃一脸疑惑：“是非常弱。”此时苏明脸上飘过一连串句号。苏明起身飞过去，拔出剑。山崩开始了。身心交换，9尾。苏明挥起剑，用力扎了好几次，直至他没了动静。名称：山冈。品质：史诗级。等级： LV50。攻击力、防御力、血量、蓝量。技能：幻山 LV40， 山崩 LV50。幻山 LV40， 凭空召唤出100座山，并随意移动，自身可变换成一座山，隐身在其中。山可变换成各种形象，可随时断裂砸向敌方。蓝量消耗2000。冷却时间1天。山崩 LV50， 召唤出的山一齐发生山崩，崩出的石头在打到一个人身上时，连环攻击到下一个人身上，每次伤害加倍，有 40% 的几率爆出5倍伤害。蓝量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小传 BOSS 恶魔的一道残影遁入到山中，变为山之恶魔山冈。看完山之恶魔的属性面板，顾尘埃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虽然我们的实力很强，可他这能叫弱？白毛看出他的疑惑，他实力不弱，但脑子不行。他隐身时总是把自己弄得很特殊，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哪座山是他。要不苏明兄是怎么那么准地把剑扎过去的？第090章5只恶魔齐聚首。这只恶魔脑子的确不太够，连小弟都不带。顾尘埃哈哈大笑，这些小怪只臣服于有能力的恶魔。山之恶魔看着和有能力挂钩吗？恶魔与天空恶魔吸空，雷之恶魔雷苏，火之恶魔圣火，水之恶魔水沙将于30秒后到达。什么？爆出恶魔了？白毛瞬间激动起来。顾尘埃瞳孔一颤，怎么回事？抱团而来，我们点这么背的吗？苏明无奈的想，一下子来了5个，对我们还真是不客气。恶魔真身封印松动，半生活跃。在得知4只恶魔横死，被强杀，恢复半生状态。下面提前为各位发送主要怪物的简略版属性面板。名称：天空恶魔吸空，史诗级。技能：云洗，召集乌云，与风之恶魔、雷之恶魔配合，打出电闪雷鸣、风云大作的效果。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半天。天压：选定3个单位，敌方受到自身速度的 40% 的压力，速度下降 40%， 友方提速 40%。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1天。
名称：雷之恶魔，雷苏，史诗级。技能：幻雷，召集雷电，与风之恶魔、天空恶魔配合，打出电闪雷鸣、风云大作的效果。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半天。霸体，自身属性提高50点，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1天。名称：火之恶魔，圣火，史诗级，女性。技能：火龙，控制火焰，与水之恶魔配合，打出阴阳两仪的效果。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半天。火舞，与水之恶魔配合，跳阴阳之舞，起到扰乱敌方的效果，随着动作越来越快，作用越来越强。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1天。名称：水之恶魔，水鲨，史诗级，女性。技能：水龙，控制水，与火之恶魔配合，打出阴阳两极的效果。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半天。水舞，与火之恶魔配合，跳阴阳之舞，起到扰乱敌方的效果，随着动作越来越快，作用越来越强。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1天。名称：恶魔，半生状态。品质：传说级。等级：攻击力、防御力、血量、蓝凉。技能：遁入，黑瞳，魔域。遁入，可以遁入到任何一个地方，包括空间和大地。持续时间5分钟。蓝凉消耗2000。冷却时间3分钟。黑瞳，友方全部单位全属性加30点，敌方全部单位全属性降低10点。持续时间3分钟。蓝凉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魔域，以自身为中心，方圆3000米的面积内的敌方每秒血量减10，友方加10，速度每秒降低5，友方加5。持续时间1分钟。蓝凉消耗1蓝条。冷却时间1分钟。小传：上古时期与天使一族大战时惨败，真身被封印。当时天使一族请来了黑暗女巫助阵，恶魔不知道，以为是天使一族打败了他，从此以后十分害怕天使，不论他们实力如何。顾尘埃心里不住的打鼓，这次可能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小七握住顾尘埃的手，十分认真的说：老大，我们能赢的。顾尘埃看着自己那只戴着白手套的左手，心里翻江倒海。看完怪物的属性面板后，白毛说：这个 BOSS 恶魔的技能不能全部打出来，他的第3技能需要消耗1蓝条的蓝量。这些恶魔中只有月之恶魔有刷新友方技能的技能，可是他已经被我们杀了。苏明猜想着他会如何选择，是选择只开1个魔域，还是另2个技能？如果我是一个领导者，我会怎么做？苏明眼前一亮，大家听我说，小七，等会儿开打时你就窜进空间搞暗杀，能杀几个是几个。白毛，你应该能召唤观世音菩萨吧？能。大概能召唤出多长时间？看情绪是否稳定，最多召唤1分钟。好，一会儿你听我指令再召唤观世音菩萨，能召唤几秒是几秒。好。顾尘埃紧随其后的问道。那我呢？小顾你的技能我还不太了解，没法安排，所以你就按你喜欢的方式出招吧，要尽全力。是。顾尘埃脸上洋溢出幸福。傀儡术再生，游走于神与魔之间的英灵们，听无知召唤，为无助阵。切！砰砰砰！数百座身穿黑色盔甲、手持刀剑护盾的兵士整整齐齐地排成方队，方队后面的是手握权杖的大法师，还有弓箭手，在最后方的还有几个火炮手。苏明看着这个壮观的场面，说没有感觉，不羡慕，那都是假的。连穷奇站在旁边都感觉倍儿有面。轰隆隆隆，天空一声巨响，你魔格闪亮登场。老大，你尾巴着火了啊！雷苏，几百年没见，你小子还是那么毛躁。对不起，大哥，我给你拍拍。别拍了啊，烫死我了。西空，你在那儿耍什么帅呢？快点来救我呀！此时，西空弱弱的自言自语道：我必须时刻保持形象，我家水沙还在这里呢。圣火你就不要过来了啊呀！大哥，水来了。呲呲，呜，谢谢莎莎的水，终于灭了。众人看着几只手忙脚乱的恶魔，大吃一惊。本来以为秀恩爱和笨蛋已经是他们的天花板了，没想到蠢才是他们的究极形态。恶魔终于注意到了地上的人类。嗨嗨，下面的几个人类是你们残害了地拔、昼月、山冈和啸风的吗？苏明平静地注视着他。你觉得呢？大哥，现在这里只有他们几个，一定就是他们杀的了。我知道，不过他们怎么会有军队的？那是傀儡。西空冷冷地回答了他。我问你了吗？恶魔冲他吼道。大哥，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你的尾巴咋不禁烧了？苏明他们无语地看着他们。
拿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恶魔突然一脸恶煞，难道在我睡着时是你在烧我的尾巴吗？苏明众人在心里喊道：你可算有了脑子了点。第091章，差点团灭。喂，你们到底打不打？小七问道。BOSS 恶魔面露威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打呀，割肉之痛，怎会不打？说着，5只恶魔便摆好架势。BOSS 恶魔自言自语道：虽然咒月妹子不在了，但本王的威严还容不得你们这些人类来侵犯。莎莎、圣火、西空、雷苏，本王将开启魔域为你们助阵。今天就是你们的狂欢，我命令你们为本王除掉他们。4只恶魔俯首鞠躬。是，恶魔大人。人类留好遗言吧，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恶魔领域，魔域。苏明轻轻一笑。意料之中。突然，恶魔遁入到大地之中，一时间竟没了踪迹，只留下一串声音：小小苏、小小空、小小火、小小沙，祝你们玩得尽兴哦。在场的每个人一脸懵逼。顾尘埃他们想问的问题被雷苏问了出来。老大这是逃跑了？随即而来的是西空的一记脑瓜崩。逃跑是我们的风格吗？准备战斗吧。哈，嘿嘿嘿，太好了，我要用雷爆死他们。不得不说，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西空面不改色的说道。莎莎妹，圣火姐，2只女恶魔走在一起。莎莎妹，准备要跳舞了哦。圣火姐。周围聚集起越来越多的怪物，为了尽快结束战斗，这些小怪必须先清除。于是苏明告诉白毛：白毛，我们2个先对这些小怪进行地毯式屠杀。好。饕餮、骤血狂焰、穷奇、雷海、原始安镇、普告万灵、阅读真观、土地之灵，左摄右记，不得忘经。回向正道，内外澄清，各安方位，备守坛、家、庭。太上有命，搜捕邪经，护法神王，保卫诵经，皈依大道，元亨利贞。换土地神，大地崩裂，雷劈在他们身上，将他们打进土地的裂缝中。在饕餮的不懈努力下，怪物全部被清除。火之恶魔和水之恶魔气愤地看着这一幕，异口同声地说道：莎莎姐，我们来跳舞吧。圣火姐，我们来跳舞吧。2人紧靠在一起，手指交互，腿迈向前方。途径3人道：我们的英雄，请停下来，欣赏我们的舞蹈。2人一个挥手，一发火球和水球直直冲向苏明和白毛，速度不快，被2人轻松躲开。2人齐齐抬头望去，他们扭动着身躯，越来越快。没有一只船能驶过美丽的赛人岛，除非舵手欣赏过我们优美的舞蹈。2人一个踢腿，数发火球和水球再次袭来，速度变快了。但是苏明2人还是轻松躲开。2人再次抬头看向他们，舞蹈速度再次加快。美丽的舞蹈给你们快乐与智慧，伴随你们平安的航海前进。一个挥手加一个踢腿，不计其数的火球与水球加快速度再次袭来。这次2人躲得稍显吃力，2人的头不自主地扬起，看向不受控制了。2人暗道不好，被控制了。他们的身影快得出现了重影，语速也加快了。赛人女仙完全知道在特洛伊的原野，神只是我们2人备尝生活的艰辛。我们的睿智如普照天下的日月，深知人间发生的战争与爱情。一记重重的挥手，抽！数以万计的2种球冲向苏明2人，请护盾。苏明咬咬牙，不灭体。他飞快地来到2只恶魔面前，身心交换。白泽，白泽的攻击不高，我的速度得加快些。苏明挥起手中的剑，刺向2只恶魔。苏明的速度很快，2只恶魔完美地躲过了每一次逃脱的机会。怎么会？2只恶魔不甘地死去。与此同时，哈哈哈，霸体！下面这些铁东西就由我来打爆他们。小苏，我来助你。天压！雷之恶魔冲进傀儡士兵当中，砰砰砰！即使有法师和弓箭手的攻击，也阻挡不了雷之恶魔前进的脚步。哈哈，太弱了，太弱了！顾尘埃勾起嘴角，嫌弱，那就给你加点料。傀儡士兵，灵魂洗脱，生！傀儡士兵的身体颜色由黑色变为黄色，再变为白色，最后变为蓝色。升级了吗？哈哈，太好了！我们接着打。雷苏的手带着雷砸向面前的傀儡士兵，只听一声巨响，傀儡士兵毫发未伤。士兵举起剑刺向他的身体，他虽然反应敏捷，但还是被剑刺穿了身体。哦，他口吐一口鲜血。西空批评他：雷苏，你太大意了。
雷苏捂着肚子站起身来，哈哈，是我轻敌了呢，还挺厉害，但是你们最终都会死。虚空，他看向虚空，后者点点头。二人一同喊道：雷魔之力，幻雷；天魔之力，云洗。一时间，电闪雷鸣，乌云密布，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一会儿会有大暴雨呢。一道道闪电劈向傀儡军队，乌云带来的压力使法师和弓箭手几乎做不出任何动作。虚空也飞下来加入了战斗，两只恶魔非常有默契的直接飞向法师和弓箭手，他们赤手空拳，锋利的爪子朝着法师和弓箭手的致命位置掏去。还没来得及升级的法师和弓箭手很快被打得七零八落。顾尘埃突然喊道：小七！两只恶魔面前突然出现两个黑洞，忽然出现的两把匕首刺向他们的脖子。反应过来的二人差点被抹了脖子，吓得连连向后退去，谁知竟退到了白泽面前。白泽两爪下去，重伤了二人。二人使出吃奶的劲儿，逃回到空中。这时他们听到了水之恶魔和火之恶魔的惨叫：杀杀！虚空，你别激动，现在你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杀杀！第092章，白毛背叛了苏明。虚空，你别激动，现在你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杀杀！虚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水煞的身体消散。不堪重负的雷苏大喊：带气煞我等也！老大，你再不出来，我们就要全军覆灭了！轰隆隆隆，天边传来令人恐惧的声响。恶魔已解开封印，正在飞速赶往恶魔之森。知道啦，知道啦，本王这不来了吗？听到恶魔的声音，雷苏激动万分。大哥，大哥，大哥，您复活了！恶魔踢他一脚。那你以为我刚刚放出技能是干什么去了？老大，老大，你去哪儿？等等我们啊！快点跟上，他雇佣我们的钱还没有结清呢。嚯，挺能干的。再晚一会儿，我掉的可不止6块肉了。不过我既然复活了，那么谁也别想再动他们了。恶魔的低语，亡灵重生。糟了！恶魔发动恶魔之王技能，8只恶魔全部复生。雷苏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激动到要飞起。地大哥，月姐姐，我好想你们啊！你们都复活了，我也要和你们一起战斗。说着他便挺身要站起来。啊！虚空赶忙扶着他。雷苏，你个傻蛋儿！老大的重生术对活着的我们没有一点用，你瞎去凑什么热闹？雷苏用哀怨的小眼神看向老大。恶魔摆摆手，没办法了，死了也没用了。重生术冷却时间是1个小时。诺，这是爆米花、墨镜、荧光棒，你俩就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吧。雷苏气鼓鼓的，怕你们说我们人多，所以咒月只许你刷新我的技能，攻咒不许用，只能用曲咒。山冈，你的山太影响我的视线了，给你同样的待遇，去那边观战吧。山冈拿着小板凳乖乖地坐在雷苏旁边。雷苏和他互分了很多爆米花。那么真正的狂欢现在开始了。魔域，咒月口中念念有词。丢的一声，恶魔蓝条拉满，技能刷新。其他的恶魔也纷纷放出了大招：1级召唤、2级召唤、3级召唤、化剑、曲咒、阴阳之舞。一波攻击送了出去。苏和白看到这一幕，心中虽万分震惊，还是快速运转着大脑。顾尘埃带着小七站到他们面前，这里交给我们，你们去对付 BOSS 恶魔。二人点过头，便转身冲向恶魔。小七，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吧。小七把玩着2把匕首，隐身进黑洞中。傀儡术，百转琉璃黄金战士。一尊尊通体镀金的战士整齐地排在顾尘埃面前。举盾，恶魔的攻击打在盾上，顿时消散得无影无踪。小七则是带着一把纯黑色长剑闪现到几只恶魔面前。次元斩，手中的黑色长剑瞬时变得巨大无比。落，一个落字从小七口中轻飘飘地说出来。黑色长巨剑带来的压力使恶魔不能动弹，长剑快速落下，一整个血腥画面让雷苏一阵反胃。他痛苦地尖叫着：月姐姐，地大哥，为什么又被杀死了？啊！这似乎让人忘记了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只十恶不赦的恶魔。恶魔看到小恶魔们被杀，内心气愤万分。你们欺人太甚！黑瞳，苏明提醒着白毛，这只 BOSS 是近战型的，你要当心，以防万一。我又给你加了3条命。白毛一时间竟不知是该感动还是激动，他千百条的感谢只化作了1个字：突然恶魔出现在白毛面前，他举起拳头重重地挥向白毛的肚子，1下、2下、3下，白毛的血条急速下降着，速度快到苏明都没来得及出手，白毛就已经被锤死了。
恶魔又以极快的速度闪现到苏明面前。小子，该你了！好在苏明速度够快，他只挨了几拳便躲开了。九尾凶神恶煞地看着恶魔。很快，白毛重新加入战斗。恶魔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复活，但这没有必要，因为我会将你们打到无法复活为止。”苏明大骂一声：“少在那儿放屁！白毛，请观世音菩萨。”好，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恳请您助我们斩除妖孽。请观世音菩萨。一尊手持杨柳玉净瓶、慈眉善目的观世音菩萨降临于世。恶魔在看到观音之后，整个人都变得畏畏缩缩，神神叨叨起来，看着好像行动不便的老人。他在那里喃喃自语道：“我才不怕你们！你们这帮天杀的天使，没人能打败我，你们也不能，你们只能把我封印了，却杀不死我。”苏明看准时机，拔刀刺向恶魔。疯狂的恶魔胡乱飞舞着拳头，却没想到每一个拳头都实实在在地落在了苏明的身上。在这期间，恶魔也挨上了苏明几剑。苏明平静地看着自己急速下降的血条。苏明死了，又复生了。他一跃而起，那么该我反击了。只见苏明以最高速度冲向恶魔。不灭体，身心交换，九尾！他的剑一次又一次用力地刺穿恶魔的身体。好不容易挣脱的恶魔拖着奄奄一息的身体重重地摔在地上。苏明刚想上前补击刀，一道白色身影挡在恶魔面前。看清后，苏明瞳孔一颤，白色身影假装做出个绅士的鞠躬：“你好，又见面了。”看着苏明满身伤痕，光明骑士用一种调侃的眼神盯着他看。见情况不对，顾尘埃大喊：“苏明，别乱来，让我！”顾尘话没说完，苏明打断他：“上次没能亲手了结他，那就这次。”苏明的语气十分恐怖，把光明骑士吓了一跳。苏明举起剑冲了过去。肉搏，那就如你所愿。光明骑士也拔剑而出。几个回合下来，两人都伤了彼此不少，不过还是光明骑士占了上风。九尾，国色！光明骑士受到了魅惑，一动不动，眼里直冒红星。跟过来的几个人看到自己的主子快要被别人杀死了，连忙上前跪地求饶：“这位帅哥，尊贵的御兽师，请手下留情啊！这家伙还欠着我们钱呢，他要是死了，我们这几个兄弟就白跑一趟了，求您高抬贵手啊！”苏明此时杀红了眼：“我管你们！”九尾巡天，白毛飞身上前抢险救出了光明骑士。苏明说：“你这是做什么？”第093章心机 girl 女巫。躺在白毛怀中的光明骑士现在已经昏死过去。苏明，你冷静些，我们现在可是在英国，他父亲是当今英国的总统，英国的人民都十分拥戴他。如果你现在把他儿子给杀了，就无异于得罪了整个英国。顾尘埃也跟着劝说苏明：“苏明，上次大赛之后，作为第1名，你的名气大涨，随之而来的也将是一些居心叵测的国家搞的暗杀。若是现在干出这件事，想杀你的人肯定会以此来给你定罪。”定罪？哼，莫须有的罪名，我怕什么？我只杀该死之人。今天你们既然想护着他，那从此我们就各走各路。说着，苏明便提起剑刺向一旁的恶魔。恶魔已被击杀。恭喜宿主获得技能书遁入，传说级宝箱1个，史诗级宝箱10个。奖励也按照伤害比分发到小队的队员手中。小七跑过来，把诡计面具递给了苏明。苏明，这个面具我现在用不上，给你用吧。不能拒绝。苏明看了小七一眼之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副本。顾尘埃向暗中保护苏明的2个黑衣人发去消息：“现在只能靠你们了。虎兄，这是我老爸在英国买的一套房子的钥匙，这次你去那里肯定免不了被追杀。我现在也用不着，你就先拿着用吧。”为了让苏明收下自己这把钥匙，林浩巴拉巴拉了好久，说是钥匙，倒不如说是一张房卡。苏明拿着这张房卡来到了目的地，这是一套小型别墅，坐落在一片郊区。这片郊区是由英国专门为来自各个国家的贵宾与自己国家利益有关的人，像商人、外交官等准备的地产。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英国专门用来贿赂他们，让他们为自己打工的。家大业大的精灵家族在此自然有好几套房子，这里的住户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受到外界人员的打扰。2个黑衣人虽然很疑惑苏明为什么会有这里的房子，但还是很开心，因为苏明在这里住的话，他们的任务会轻松很多，至少夜里能睡个安稳觉了。在4只小东西的治愈下，苏明的气已经消了大半。他打开了今天获得的所有宝箱。恭喜宿主获得传说级宝物恶魔之眼、史诗级宝物恶魔头盔、恶魔铠甲以及附魔之剑。恶魔之眼，使用者将其佩戴在眉心处，不用时自动隐藏。
使用时，使用者可以看见方圆2公里以内的怪物数量和怪物等级，可以选择一个单位进行一次精神控制，持续时间10秒。恶魔头盔，3件史诗级装备，苏明只留下了附魔之剑，另外2件都挂在了交易大厅。这时白毛发来信息：苏明兄，上次我答应你的事还没有办，把女巫约了出来，明早8点纽扣时代广场见，怎么样？苏明虽然还是有点生气，你身上的诅咒已被解除，现在出现在他面前，他一定会起疑心的，所以你找个理由别去了，我自己去就可以。白毛从苏明的字里行间里能体会到苏明对自己的关心。苏明兄，谢谢你。这是他的照片。过了一会儿，白毛又发了一条信息：苏明兄，由于今天的那几个人，现在全英国、全世界都知道是我们杀了恶魔，尤其是他们对你的关注，你一个人小心一点。很快便来到了第2天早上，现在是早上7点半。苏明简单收一下便起身出发。纽扣时代广场，今天的女巫戴了一副眼镜，扎着2个马尾辫，身穿方格制服裙，俨然一个乖巧的学生妹。只是紧身的制服裙把她的火爆身材展现得暴露无遗，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看着她强健的身体，苏明就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他东张西望，在寻找着苏明的身影。苏明走近后，他便很热情地打起了招呼：你好，苏明，我的名字是艾伦斯，你也可以叫我丽丽。他伸出手，只是一眼，苏明就看出他手掌中有魔力。苏明这下明白了，他就是用这种握手的方式来给白毛下咒的吧。苏明没有去接，只是假装很礼貌地回答：你好。他也假装不好意思地扶了扶眼镜，装高冷：苏明，你前天才来，英国的好多地方还没有转，听白毛说你想找个本地人带你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于是我就毛遂自荐了。他的脸上洋溢着大大的微笑。就是想了解一些你们这里的副本位置所在。女巫又装出惊讶的表情，不愧是大赛的第1名，出了国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刷怪升级。白毛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急着要去刷怪，不得不说，你们大夏国人真是太卷了。他哈哈的大笑着，就是因为卷我们大夏国才卷成了世界第1啊。听到这里，他心里一阵不舒服，因为当他把这几句话照搬不动地告诉其他大夏国人时，他们都会这么说：我们大夏国人的生活比不上你们英国人，只能靠努力和卷才有可能成功。这代表着他们对本国生活和文化的不自信、不满意。而眼前的这位俨然说出了不同的答案，这个答案足以表明他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于是他免不了一阵尴尬。苏明，我们就去那边的咖啡馆坐下吧，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于是2人走进咖啡馆，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对着坐了下来。苏明慢走啊，有什么问题一定要给我发信息。离开这位社牛姐，不社恐的苏明赶忙松了一口气。喂，小伟，他现在中了诅咒，我们要不要报告给上级，派来一个解咒师？小双，你个糊涂蛋，你忘了白毛的诅咒不仅是被苏明发现的，而且还是被他解开的。那你说他自己会发现不了他已经中了诅咒了吗？我们现在只要好好观察4周就行了。这个诅咒现在还没有发作，看来得等到晚上了。第094章女蝶狮王的形容词是什么？不一会儿，苏明便来到了丧尸小城。现在苏明只想快速升级，早日到达2转，收服下一个山海异兽。按照女巫的说法，丧尸小城里的丧尸之城副本是这一代能最快刷的经验的副本。进入小城，苏明仿佛又回到了早些时间的幽灵小镇，只不过这里的人少得冷清，只有寥寥几个人。这时，一个热情的老外来到苏明身边：帅哥，跟我们组队吗？苏明没有理他，径直向前走去。帅哥别走啊，那里面的怪物不仅多到让人难以想象，而且那里可是有着好几只狮王。你确定不组队吗？你放心，我们都是1转15级以上的，保证不会拖你后腿的。苏明叹了一口气，亮出自己的职业身份。哎呀，大兄弟，你是御兽师啊？嘿嘿，那打扰了，祝你好运了。说着他便一溜烟的跑了。苏明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他面不改色的进入了副本。那几个人看着他只身前往，摇了摇头。这个大夏国人是不是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怎么能一个人前往呢？嘿，没准这货是个傻子呢。眼看已经不会有人来这里了，他们便纷纷离开了这里。一进来，几个挂着流着血的眼珠子的脑袋便出现在苏明面前，只一步苏明便能与他们来个亲密接触。腐臭的味道直冲苏明的天灵盖，引得他一阵呕吐。见到有活人进来，丧尸们张牙舞爪地冲了过来。好在穷奇突然出现，载起苏明向天上飞去。此时苏明一边呕吐
一边在脑子中把所有能想到的词通通拿出来骂了一遍。另外3只小东西趴在苏明的肩膀上，冲着下面龇牙咧嘴，飞上天空。苏明这才看清，这些低级的丧尸把入口围的那是一个水泄不通。苏明在心中不禁疑惑道：这里怎么会积累有这么多怪物？难道这里的人都没有来这里刷过怪吗？想起副本外面寥寥几个的外国人，苏明就知道这里虽然是个刷经验的好地方，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也就是说，女巫是故意把这个地方说给他的，并且根本就没有把这里情况说清楚。你丫的！穷奇、雷海，在雷海的洗刷和饕餮的助攻下，这些低级丧尸全部被消灭。好久都没有这样杀过这么多的怪了，苏明不禁内心荡漾。他连忙打开了恶魔之眼，查看附近的怪物。不查还好，一查吓了一跳，显示屏中的大小红点密密麻麻，方圆2公里内竟然藏有8只尸王。尸王手下的低级丧尸、中级丧尸、高级丧尸的数量更是多得数不胜数。暗影尸王、子弹尸王、斧头尸王。看着这一行行的介绍，苏明的内心早已按耐不住激动。要不是头上的小白则提醒着，他估计早冲过去干架了。苏明深吸几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这里的敌人太多了，保不齐有哪几个是群老六呢？时间也不早了，现在自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关，所以自己首先必须成为一个老六。反正现在有恶魔之眼的帮助，偷偷过去偷袭那些尸王，群龙无首的丧尸们必然乱成一锅粥，把那些分散的丧尸们引到一个地方，自己到时再将他们一网打尽。擒贼先擒王，咱说干就干。按照距离，苏明首先来到了暗影尸王的老巢。此时的暗影尸王正在为自己刚刚失去的一波小弟一事而大发雷霆。2只看着高级点的丧尸跪在尸王面前：大王，他们都被杀光了，没有目击证人。另一只说道：大王，人类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进到这里过了，一定是哪个尸王干的。暗影尸王这时睁开了紧闭的双眼，现场可留有什么作案痕迹？2只丧尸争答道：有，他们是雷劈和啃食而死的。雷劈！暗影尸王的眉头突然紧皱，我就知道是他。他召集起全部的手下，走，去闪雷尸王那里，为兄弟们报仇。显示屏上的一大坨红点迅速靠近另一大坨的红点。哦，他们这是要打群架了吗？喂，可千万不要这样啊，要不然我损失的经验可就太多了。尽管苏明加快速度赶往那里，但还是晚了一步。闪雷，你小子给我出来！一只浑身带着闪电的丧尸王从山洞中走出来，看到暗影尸王带着这么多的小弟，暗影老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刚把我的一群小弟干翻，你就别给我装了，我今日都没有出去过。那我兄弟身上的雷痕是怎么回事？闪雷尸王一听也来了脾气，我敬你是大哥，就签了那份不互相干仗的协议，可是你今日这番侮辱我，我实在是忍不了了。你想用武力说话是吧？那我今天就奉陪到底。2只尸王之间的战斗彻底爆发，2大批的红点在相碰之间飞速的消失着。苏明到达时，战斗已经进入了尾声，2只尸王打得不分伯仲，他们看着自己的血条即将见底，于是都妥协了。双方都选择重新遵守那条协议。就在2只尸王要握手言和之时，一道人影挥舞着手中的剑，以极快的速度掠过他们面前，一举击杀暗影尸王和闪雷尸王。丧尸黄蜂硬解锁进度到 20%， 获得2个史诗级宝箱，技能书2个，闪雷宝术，影分身。吼吼吼！王死后，脱离控制的丧尸们停止了战斗，冲着苏明狂奔过来。苏明只留下饕餮来解决这些丧尸，他则是飞往下一个地点女蝶尸王的老巢。来到目的地，恰好撞见了刚在河里洗过澡正在更衣的女蝶尸王。尽管是一只丧尸，但是藏青色的皮肤也丝毫影响不了她的美貌。她的人形保留得极好，若不是皮肤和黑眼圈的出卖，她应该能俘获不少男人的心。突然，她的芊芊细手一挥，一把花粉洒向苏明的藏身之处。她用鼻子深深嗅了一下，紧接着苏麻的嗓音响起：人类身上独特的味道已经出卖了你，你快出来吧。第095章，尸王竟是一只舔狗。女蝶尸王，史诗级。技能简介：化蝶，怪物变成一只蝴蝶，全属性增加40点。蝶韵，化身蝴蝶跳舞，可控制一个单位3秒。蝶舞，群体攻击，技能发动后，一大群蝴蝶快速舞动着翅膀，使翅膀像是把利刃冲向目标。异变，尸王受到特殊刺激后，有 3% 的几率异变成蝶皇。异变后，全属性增加 100%， 翻倍。小传，原是旧时代英国最富有盛名的艺伎，全球异变时不慎被怪物袭击，含恨而死后化身为女蝶尸王。
生前是个特别强的女汉子，这家伙还能一变，不知道升级过后她的模样会是怎样，这特殊的刺激会是什么？尽管狮王已经几个月没有见到过人类，十分贪恋人血和人肉的味道，苏明一经现身，狮王便化身为大蝴蝶飞上半空，警觉性还挺高。狮王的小弟也已经把苏明团团围住，只要狮王一声令下，他们就会立马扑上来。苏明才没有心情跟他们战斗，把白泽和饕餮一扔，便骑着穷奇飞上天空。本想一心观战的狮王这下怒了，人类，你不配跟我战斗！只见他大手一挥，就甩出3个技能。还好苏明的身旁有九尾和穷奇助阵，即使他自己被蝶韵控制住，这说短不短的3秒钟，愣是没有伤着他一根毫毛。胆小的狮王大惊失色，转身就要逃跑。想跑？苏明骑着穷奇追了上去，一把拉住了他的脚踝。紧接着就是穷奇来了好几个360度大转圈，女蝶狮王被重重地摔在地上，藏青色的脸颊上泛起红晕。就在苏明为此感到疑惑的时候，一道提示响起，宿主触摸女蝶狮王最敏感的部位脚踝，特殊刺激达到目标，女蝶狮王亦变为蝶皇。趴在地上的狮王的皮肤颜色开始出现变化，竟变成了跟人皮肤一样的颜色，衣服也由白色连衣裙变为金色铠甲，就连脸部也自动带上了妆。单凭这张脸，谁看谁不迷糊。苏明玩味般的看着他，原来你的弱点是脚踝啊，那我就好好玩玩吧。苏明一个闪现来到狮王身后，九尾国色。狮王刚想逃脱，谁曾想就被控制了。苏明抓住狮王的脚踝，质感和刚才的不一样了，这次的十分柔软。穷奇，加大马力，冲啊！吼！穷奇大喊一声，如离弦的箭般向前狂奔。狮王虽然被控制了，但是他能感觉到从脚踝那里传来的感觉。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通红通红的。砰！砰！砰！苏明把他一次又一次重重地摔在地上，最后他举起剑从天上俯冲下来，刺中他的右脚踝。穷奇则是如泰山压顶一般压在了他的身上。可一口墨绿色的鲜血从他的口中吐出。蝶舞！霎时间，不计其数的蝴蝶冲向毫无防备的苏明。好在穷奇的速度够快，饕餮的及时救场。乱舞的蝴蝶死的死，被吃的吃。女狮王再度想逃跑，还想着逃呢。苏明拿着剑刺中了他的左脚踝。啊！击杀女蝶狮王，丧尸黄封印解锁进度到 70%， 获得史诗级宝箱2个，技能书、易容术。我去，解锁到 70% 了。难不成这只女狮王又是丧尸皇的心上人？明明那么弱，却给了2个宝箱。这易容术的功效和诡计面具的差不多，等下次就把这个面具还给小七吧。嗖！嚯！白泽口中衔着一颗子弹，饕餮口中则掉了把斧头。苏明转过头，哦，来了2只，自己找到这里来了，就省得我跑过去了。子弹狮王，史诗级。技能简介：提速，提升普攻子弹的射击速度；追踪弹，发射可以定位的双发子弹，伤害翻倍；乱弹，向四周无差别的发射子弹，击中目标后，下一波子弹速度提升。小传：旧时代社会最底层人员奴隶，在受到怪物的感染后吞弹自杀而死。斧头狮王，史诗级。技能简介：速砍，扔出斧头的速度提升 50%， 单把扔。斧焰，每波斧头数量增加1倍，速度提升 50%。斧魔，自身全属性提升30点，化身为战斧狂魔。小传：旧时代的一名樵夫被怪物袭击而倒地时，脑袋被从天而降的斧头劈成2半死。看过2只狮王的属性面板，苏明立马展开了战斗。这2只恶魔，一个远程战斗，一个可远可近，自己必须抢得优先战斗权。他起身一跃到白泽的后背上。穷奇，灭世神雷！他骑着白泽快速来到子弹狮王面前。饕餮和穷奇则奔向了斧头狮王。白泽，金兆！狮王疯狂地发射子弹，却仍伤不了苏明。在他不断的挥剑和白泽的抓击下，狮王很快被消灭了。另一边早早完工的饕餮和穷奇则对小丧尸们开启了地毯式屠杀，一举击杀子弹狮王和斧头狮王。丧尸皇封印解锁进度到 95%， 恭喜获得2个史诗级宝箱。是太弱了吗？这次的竟没有技能书。拾起宝箱后，苏明一刻也不容缓地奔向了下一个目的地。最后一只狮王，书生狮王，史诗级。技能简介：经狮王念经后控制敌方，持续时间为3秒。飞章，纸张硬如铁剑，飞向目标。禁忌之文：狮王读起自己生前为心爱之人做的文章，每读出一个字，伤害翻1倍。小传：旧时代一勤恳本分的书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死后变为女蝶狮王的艺妓，开始了自己的禁忌之暗恋。在亲眼看到心爱之人被杀后，自甘堕落为丧尸，保留有一些人性。这货竟然是个痴情男！我说呢，别人有10%的解锁进度，他才5%，原来是丧尸皇的情敌啊！死了也要跟着他，这是得有多甜啊！连苏明都对他有些莫名的心疼了。兄弟，听哥一句劝，咱别做舔狗了。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书生狮王一听气炸了，抬手就是一张纸。苏明轻松躲过，纸张深深地扎进一旁的树木中。第096章，苏明的新名字。你一个小辈懂什么？这叫深情，不叫舔狗。苏明轻轻一笑，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呗。看到对方竟如此敷衍自己，狮王立马口中念起经。趁他没有念完，苏明立马说道：饕餮，反咒。只不过苏明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只是假装自己已经被控制住了。飞章！铺天盖地的纸张在空中停留几刻，便飞速地朝向苏明飞来。什么？只见苏明手中的剑架在狮王的脖子上，狮王不解地看着正在被自己的纸张狂轰乱炸的苏明，又看了看身后的苏明，他突然明白了过来，用着极为悲哀的语气说着：对哦，你已经把暗影老哥给杀了，你自然能学到他的技能影分身。苏明不禁为这个副本中的怪物的智商所感到一点点的折服。既然你知道了这些，怎么被我杀？那你就能死得瞑目了。手起刀落，利落。从狮王的眼中，苏明还能看到他的一点不甘。不甘什么？不甘自己还没能向心爱之人袒露心意，不甘自己之前拥有的一片光明坦途。狮王已全部被击杀，丧尸皇解锁完毕，即将到达战场。恭喜获得史诗级宝箱一个，技能书禁忌之文。看过禁忌之文里面肉麻的内容后，这禁忌之文苏明是不可能要了。在丧尸皇来临之前，他刷新了一遍穷奇的技能，名称丧尸皇，人形，品质传说级，等级 LV90， 攻击力、防御力、血量、蓝梁。技能召唤帝皇锁链，双速双飞。召唤高等丧尸1000只，每召唤10000只，下一次召唤可复活一名狮王，随机。蓝梁消耗1000，冷却时间2分钟。帝皇锁链，从天而降的5条链条，以惩罚的名义追踪目标，位置锁定目标的致命弱点，像人就是心脏或者大脑。蓝梁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血祭，以全部的小丧尸为贡品进行祭祀，为自己祈福。血量加满，攻击力提高 70%， 但速度降低 20%， 使用过的技能不刷新。使用限制，自身血量不超过 20%， 及血量的1/5。双速双飞，与蝶皇、女蝶狮王的变身虚影一同发动技能，召唤出蝴蝶，分个10000只。敌方速度降低 20%。蓝梁消耗2000，冷却时间1天。小传，旧时代的一代明君，在整治淫乱地区的时候，对保持初心的艺妓一见钟情。熟络后，在他准备不顾世人眼光迎娶艺妓时，异变来了，他不幸感染。保留有一点人性。4个技能，这家伙有点强啊！是你杀了我的蝶皇！浑厚的嗓音震动着整片大地。你怎么能杀了他呢？他可是我的爱人啊！肉麻的话听得苏明一阵反胃。是你们自甘堕落，我杀的不过是一头孽畜罢了。再说了，你一个老头子偏偏喜欢上人家一小姑娘，这符合道德伦理吗？丧尸皇脸色阴沉，口中念念有词。成百上千只的丧尸从撕裂的空间中拥挤地冲出，来到这个新世界。痛苦的呻吟声和腐烂的味道充斥着整片空间。看到苏明，他们发疯般的吼叫着冲过来。来得正好，我家小饕餮可还没吃饱呢。饕餮骤泻狂焰。为了不让他继续召唤，以免出现尸亡，降低通关速度，苏明借着饕餮和白泽打的幌子，骑着穷奇悄悄来到他的面前附近。九尾巡天。小九尾扬起脖子，仰天一叫，9条白色大尾巴加速砸向丧尸皇。这把丧尸皇打得措手不及，苏明也不给他一点喘气的机会。白泽九鼎之力，不堪重负的丧尸皇只能放出第2个技能，想以此来抵消鼎的攻击。好在他的级别属够高，狼狈的抵消了8只大鼎，躲不开的最后1只大鼎把他打的只剩下了1/4的血量。他现在还不能使用血技，只能使出双速双飞。他环抱着女蝶狮王的虚影，尽管虚影不会做出任何反应，他依旧喃喃自语道：爱妃啊，让你看到这么狼狈的样子，真是对不起啊。来，让朕好好看看你。苏明看着他自己在那儿自导自演，除了无语还是无语。
下一击必须解决了他，不能留有一口气。穿过这些蝴蝶和风才能到达他的面前。苏明拍了拍穷奇的虎背，安慰着他一会儿忍着点儿。穷奇，飞！总共2万只的蝶与蜂，不管苏明怎么躲避，还是受了伤。这些小东西的攻击力不高，但是数量很多，攻击的位置也很多样性。苏明裸露在外面的皮肤几乎每处都有伤痕，幸好只是受了些小伤。穿过障碍后，丧尸皇还沉浸在自己的自言自语之中。身心交换，九尾！苏明举起手中的附魔之剑就刺了过去，剑一下子刺穿了丧尸皇的身体。苏明又一下子拔了出来，再次刺了过去。血！可丧尸皇还没来得及说出最后一个技能就吐血身亡。击杀丧尸皇，获得传说级宝箱1个，史诗级宝箱3个，丧尸皇的扳指1枚。技能书：帝皇的威严。由于本副本是3个月内首次有人进入，并在半小时内通关，触发丧尸亲亲、幸运 buff， 除技能书以外的其他全部奖励和经验翻3倍。检测到是单人通关，除进行全国发布通关通告外，奖励盛世指引图2张。听着这些消息，苏明的内心简直是万马奔腾。这次来的值啊！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薅羊毛。哈哈！恭喜通关，请在下方写下您选择留下的名字。苏明仔细想了想，郑重其事地写道：女巫爱洗澡。恭喜女巫爱洗澡在丧尸之城以21分钟28秒的新纪录完成通关，这也是第一个单人通关纪录。这个通告在整个英国官网上发布了3遍，马上整个英国网络瞬间炸开了锅，大家纷纷猜测这个神秘人。看到消息后的女巫知道这是苏明的杰作，气急败坏的她将手机狠狠地砸向地面，输出一顿脏话。苏明则是伸了一个懒腰，抱起4只小东西离开了副本。苏明这样起名字也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白毛在看到这一则消息之后，本来为苏明担心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苏明兄既然那么强，女巫怕也不是苏明兄的对手。第097章，新的契约兽。我去，咱英国啥时候出来个这好牛逼人物啊？对啊，之前怎么没有听说过啊？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吗？大夏国那里有一个十分嚣张的屠龙者，也是专门刷新记录的，而且简单一点的副本都是单人通过，且时间都跟58秒，一度被人称为58狂魔。那咱这个女巫爱洗澡不会就是屠龙者吧？大家先别那么快的盖棺定论，你们看这个女巫爱洗澡明明就是英国人会起的名字，怎么会和大夏国有关呢？对啊，别把什么好的都拿过去给大夏国人脸上贴金。我说没准儿啊，这个屠龙者还是咱英国的呢。网络上的声音沸沸扬扬的，为了争论苏明是哪国的人，他们吵的是不可开交。当然也有人聪明一点，猜出了这个人应该和当今英国第一女巫是敌对关系。毕竟女巫不洗澡，不能洗澡这事儿是全球的热知识，这人敢取这个名字一定跟女巫有着深仇大恨，而且实力一定不弱。于是他们就借着这个线索顺藤摸瓜去找那个与女巫有仇的、有瓜葛的、有纠纷的，并且实力还是特别强的人。砰！丽丽把手中的手机重重地摔在地上。此时全身赤裸的她正浸泡在自己用魔法制造出来的冷火焰之中，蓝色的火焰与她的红色长发显得格格不入。从残存的手机显示屏上可以看见，有一大帮人正在热聊着女巫如果需要清洁身体、洗头发，那要是如何进行的问题。有人说她会用魔法包裹身体，不让自己受到一丝灰尘的沾染，还有人说她是用沙子洗澡的，其中不乏有一些污秽不堪入目的内容。热衷美黑的女巫的微黑额头上冒出一根根粗壮的青筋。苏明，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说着他就拿起用魔法复原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一接通电话，那头就传来焦急的声音：丽丽，你没事吧？我看见网络上都是调侃你的人，需要我对应一些私人手段吗？塔里斯，明天你就过来吧。丽丽，其实你也不用勉强的。双修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快速提高等级和实力，但是这件事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慎重考虑的。这时那个女巫破口大骂：你就说你来不来，不来我就找别人，反正光属性的光明骑士不止你一个。我去，丽丽，你是我的，不能找别人，不能找别人，巴克斯也不行，这开出来的咋没一个好玩意儿。苏明生气地看着桌子上的一堆的装备和宝物。苏明能用的只有那枚扳指、技能书、帝皇的威严和2张盛世指引图残图。扳指的效果很单调，使用者的全属性增加1倍。帝皇的威严，使用后敌方所有单位受到眩晕，持续时间2秒。2秒过后，使用者进入无敌状态，持续时间2秒。使用限制是使用者血量为满血的 50%。盛世指引图和明世指引图的使用效果一样。
及其9张残图可以开启神话级秘境圣斗天成。苏明把这些没有用的装备和宝物一股脑地挂在交易大厅，并继续求购龙晶。那个疯子女巫不知道何时会出来和自己干架。虽然自己有好几条命，但是苏明实在不想再经历被杀的痛苦了，所以尽快提高自己的实力，契约更多的山海异兽才行。现在离2转还有一定的距离，他必须加快速度了。在接下来的一连好几天，苏明都辗转在这里的大大小小的副本。小半个月过去了，苏明的等级终于升到2转。抽取山海异兽的仪式依然被放在了第2天的清晨。看着光怪陆离的山海经巨书，4只小东西也显得格外的激动。自己家又将迎来一名新成员了。苏明也赶忙抱起白泽，蹭蹭瑞兽的福气。书页快速的翻转着，大荒之中有不停之山，融水穷烟。有人3身，帝俊7娥皇。恭喜宿主获得山海异兽帝俊，名称帝俊，次元封印，品质神话级，等级 LV10100，攻击力8000，防御力7000，血量8000，蓝量8000。技能上古至尊，天地之威，造神之力。上古至尊无视一切敌方的限制技能，友方全体成员的全属性增加80点，技能全部刷新，持续时间3分钟。蓝量消耗2000，冷却时间半天。天地之威，敌方全体成员血量下降 20%， 全属性降低 60%。技能发动2秒后，帝俊可以代替宿主选择一只契约兽进行指挥作战。蓝量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造神之力，除宿主之外，选择友方4名成员，等级连升1转，次元封印解锁后等级连升5转，持续时间1分钟。蓝量消耗2000，冷却时间1天。注：帝俊为上古天帝，实力强横，精神力充沛，不用进入空间休息恢复，智慧不亚于神兽白泽，故可以开口说话。看到帝俊的属性面板，苏明脸上勾起的嘴角掩不住他内心的激动，抱着白泽蹭了又蹭。我去，白泽你就是我的大宝贝儿！另3只小东西也扒着苏明的裤脚，欢快地喊叫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运气就好得出人意料。实力强悍的帝俊对后期成长起来的苏明帮助会更大。可攻可防可奶，这不活脱脱的一支队伍吗？一个长相俊美、面容威严的身着地袍的帝俊就站在了他们面前。帝俊能在降临于世，功在主人，帝俊请主人赐名。赐名？苏明想了一会儿，说：帝俊。帝君一愣，主人，帝俊这么好的名字，换了多可惜啊！还是叫帝俊吧。帝俊双手作拱，感谢主人。帝俊愿一直追随主人。第098章，双修是这么修的。饕餮，我刚炒出来的菜是不是你吃的？来不及擦干嘴角上的油的小饕餮一脸无辜地看着苏明，弄得苏明好笑又好气。下次再这样，我可就要罚你3天不许吃饭了。叮咚，叮咚，叮咚。苏明疑惑地掏出手机，哪个神经病发这么多条消息啊？苏明兄，在吗？在吗？苏明兄，女巫对外宣布了要和你对战，你可别应战啊！他和坦克斯双修后实力大增，已经快要4转了。塔克斯那家伙也已经2转了。因为是双修，按照英国的对战规则，他们2个必须一起战斗。虽然苏明兄你的实力也很强，可是他们毕竟是2个人，而且英国的对战场面比较混乱，甚至有些观众都会加入到其中。这场对战对你是非常不利的，你怎么不回我消息啊？可千万别去应战啊！苏明看着这刷屏的消息，一脸生无可恋。看在他这么担心自己的份上，苏明发了一条消息回复道：那你能跟我一起参加吗？对方终于安静了几秒。如果是苏明兄的邀请，我当然是愿意去，可是按照规则，苏明兄你只能1个人参加。哎，不对啊，你不要应战啊！不应战那要怎么办？当缩头乌龟吗？对面再次陷入一片安静。苏明接着说道：你放心好了，我对我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信心的，你不要再给我发信息了，我会去应战的。关闭手机，对面又发来了消息，苏明已不想查看。查到女巫发布的对战邀请后，苏明用一个星号答应了应战，时间定在了后天的早上。看到苏明应战，网络上又是一片热议。哈哈，有的看了，到时我也要上台和这个死巴老过几招。哈哈，苏明露出一个阴冷的微笑。谁要跟你这帮畜生打呀？老子还不想惹上这么多的麻烦。苏明看了看天气，很好，月黑风高夜，杀人正当时。苏明按照网上喷子们曝光的地址找到了女巫的住宅。说来也巧，女巫的别墅周围正是经常有虎兽出没的森林。苏明内心大喜，这下就省事儿多了。
杀了他们之后再伪造一下，现场就可以进行完美犯罪了。苏明正想放出小穷奇把他引出来，这时从别墅里传来阵阵销魂声。苏明脸一黑之后又笑了起来，两个都在这儿啊，那正好一起杀了。小穷奇爬上窗户，用力地喵喵地叫着。塔里斯骂骂咧咧地打开窗户，要驱赶走穷奇。不过他越看穷奇越觉得熟悉，终于他想起来在哪儿见过了，他吓得赶忙关了窗户。女巫骂他没出息的玩意儿，一只猫都能把他吓成这样。他吞吞吐吐地解释道：“是苏明来了。”女巫一听，赶忙穿上了衣服，大喜过望地说：“竟然找上门来了，塔里斯，走吧。”塔里斯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跟了上去。尺码有些小的浴袍紧紧地包裹着女巫的身体，玫瑰红色的浴袍外加烈艳红发，让在月光下的她显得格外妖美。塔里斯伸手帮她拉，却被她一巴掌打掉。“别胡乱碰我！”从语气中，塔里斯完全听不到两人刚刚缠绵时从他口里吐出的细糯嗓音。苏明，真是多日不见呐，没想到再次见面竟成了敌人呢。突然他话锋一转：“不过，你要不要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起那个名字？”苏明不想搭理他，只静静地看着他发疯。见对方没有开口说话，他变得更加放肆起来。“哈哈，本来没想着那么早要杀你的，当时见到你本人，竟还有了一丝心动，所以就放了水，单单引着你去了丧尸之城。可是你这家伙不识相啊，偏偏往枪口上撞，所以那就怪不得我喽。”说着他就跳进一旁，气愤愤地看着苏明的塔里斯怀里。两人舌尖缠绵之后，发动了修炼成的第一个技能魅惑诅咒。女巫用眼角观察着苏明：“苏明，沉沦吧，没人逃得过我的诅咒，况且这可是我们双修过后的升级版。”只见苏明的身旁不知何时多了一个穿着奇特的男人，两人四只兽就这么站着，毫无反应。按理说他们应该都会面红耳赤，疼痛难耐，怎么会这样？诅咒完全无效？这个不行，那就再来其他的。接连的几个诅咒都是毫无效果，女巫彻底绷不住了，瞬间慌了神。突然她的舌头一紧：“丽丽，没事儿，还有我呢。”塔里斯狠狠地咬了一下女巫的嘴唇。“圣光十字，虽然这一招之前被你化解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锁定目标后伤害只能打到你身上，这就是我们双修过后进化出的强制版。现在就让我来看看你绝望的表情吧。”塔里斯用余光看着苏明：“你那是什么表情？”只见苏明带着他们跳向了另一个位置，移动的位置那又怎样？我还可以重新选择目标进行锁定。怎么回事？锁定不了，他的技能就这样打了个空。可恶，第二次了，我的绝技下从没有人躲得过去，我一定要杀了你！他使劲咬着牙，剩下的女巫疼得滋哇乱叫，疯狂拍打着他的后背。“混蛋，你敢咬我！”杀红了眼的塔里斯又疯狂地甩出了自己的技能，但还是被苏明轻松躲过。塔里斯已经接近崩溃边缘。啪！一声巴掌声被寂静深夜衬托得无比清脆。挣脱束缚的女巫脏话一阵输出：“你们都给我滚，老娘不比了！”她拍打着衣服上的灰尘站起了身：“你是我的，谁也抢不走，谁也抢不走！”这时的塔里斯已经走火入魔，他冲过去，从背后环抱着女巫，把她狠狠摔在地上，一把扯开她的衣服：“明明是你要双修的，怎么能反悔呢？来啊，我们接着修！”苏明赶忙捂着四只小东西的眼睛，留下一个监视器就飞速离开了现场。他们只会污染了眼睛。女巫的惨叫声响彻夜空，渐渐的没了声息。一直双修下去的最终结局，要么双双走火入魔，要么双双陨落，无论如何都是死。已经没有技能可用的女巫只能被塔里斯活活折磨而死。打开监视器，苏明让穷奇飞过去补一刀。穷奇伸出巨大的虎掌，朝着塔里斯的后背拍了下去。回到家里的苏明这才打开了白毛发来的消息：“苏明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不过我想和你一起去，我想亲手杀了那个女人。”苏明看到这里倒是有些震惊，这小子是个腹黑男。第二天，英国最强战力双双死亡的消息震惊全球。女巫死了，塔里斯也死了。要我说啊，肯定是他们玩的太开，走火入魔了，自己跑出来被怪物给吃了。不信你们看衣服上的口子，这一看明显就是人撕扯开的，还有周围被破坏的树木留下的怪物脚印子。塔里斯后背上还有一个呢，哎，那就太可惜了，我还想看那个死巴老认输的样子呢。兄弟，咱积点德吧，来这里的大夏国人都有多少被咱超度了？哈，老兄还得是你，那咱就积点阴德吧。不一会儿，白毛、顾尘埃等等都发来消息，苏明只好关了手机。第099章，再见师傅。怎么会这样？
到底是谁杀了我儿子？英国的总统愤怒地咆哮着。大密来到他身边。塔里斯与女巫艾伦斯曾在网络上发起过一场和大夏国留学生苏明的对战。我认为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是那个小子下的狠手。我的儿子，我的塔利斯啊！他现在就像一头猛兽。去，把和塔里斯一切有恩怨的人都给我找出来。大密远远地站在门口，如鸡啄米般点点头，便光速离开了现场。德里先生，恭喜您了！夫人生的是一对双胞胎，2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小女娃。18年之后，也就是今年，双胞胎2姐妹双双觉醒圣人天使，这让英国大密德里非常生气，因为他一直梦寐以求着让他们2个成为黑暗女巫的接班人。他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个邪恶的偏方，偏方上讲黑暗女巫在还是人类时只是一个圣人天使，因其绝世的美貌被自己的父亲欺辱，黑化后成为了强大的黑暗女巫。丧心病狂的他于是对自己2个女儿做了同样的事，只不过令他失望的是，由于他对2个女儿的过分溺爱，致使2姐妹对他非常的唯命是从。2姐妹并没有被黑化，反倒是陷入了与父亲的缠绵之中，尽管父亲会因为他们2个没有黑化而打骂他们。他们的母亲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认为发生了这种事是她做母亲的失职，不愿再背着负罪感生活下去，自尽了。直到2姐妹在大学里遇见了塔里斯，她们才恢复正常，尝试着摆脱父亲。她们认为遇见塔里斯是她们一生的幸运，但其实不然。塔里斯之所以找2人，是因为他们2个和他的心上人女巫艾伦斯长得十分相像。这也是为什么在得知2个女儿死去的消息的时，大密并没有表现出十分悲伤的原因。他甚至还对总统说是他的2个女儿玷污了元首的儿子塔里斯。嗷呜！饕餮，你怎么这样？不是刚吃完怪物的尸体吗？怎么又饿了？你之前可是不叫的啊！我们马上就要到家了。小双，这家伙昨天把他俩都给杀了，大麻烦估计要来了。我们需要回去禀报吗？不用，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他。现在正是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能离开。这件事已经在全球传遍了，老大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再等一些时辰吧，增援人员应该快要到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股熟悉的强大气息正向这里飞速过来。待2人看清之后，是苏璇姐姐，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双丫头，我一个人还不够吗？那不这里还有你吗？黑发双马尾妹子开心的点点头。苏璇姐，你让我们来保护这小子，我看根本就不用保护吧。他的实力超恐怖的哎，要不是亲眼看见了他那几只契约兽，我真的不敢相信他真的是一名御兽师。苏全轻轻地刮了一下他的鼻子。就算这样，你们现在也不能暴露。好了，我现在要下去找他一趟，我们晚会儿见。咚咚咚，听到敲门声，苏明立马警觉了起来。刚刚林浩说师傅会过来，可是外面的人是师傅吗？苏全见苏明迟迟不肯开门。苏明，是我，你师傅。仔细听了听声音，确定了是苏全。苏明打开了门。怎么？很疑惑你师傅是怎么找过来的吗？哼哼，你师傅我可厉害着呢。哦，可是我已经知道是林浩告诉你这里的位置的了。快坐下吧，我去泡茶。苏全只能照做。好小子呀，一来这里就把英国2个最强战力给干掉了呀。哈哈，不愧是我的徒弟。苏明喝了一口茶。那也不算是我杀的，我只是稍微刺激了他们一下，没想到他们那么轻易就走火入魔了。我知道，光是看着图片就能看出来，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我徒弟就是厉害，哈哈哈。笑过之后，苏全接着说道：“明天我就带着你亲自去找英国的总统，到了那里只要一口否决就行，其他的都交给你师傅我。你放心，有你师傅在，那些人不能动你。”不知道是热茶的原因还是什么，一股暖意从苏明心底升起。不过为了防止你的行动暴露，我走后，顾尘埃他们还是不能来这里跟你汇聚。你自己一个人，一切都要万分小心。虽然暗地里还有2个实力和顾尘埃差不多的高手保护着苏明，苏全还是有些担心他。第2天，英国首都总统殿，是大夏国派来的一个大使求见。哼，动作还挺快。不过这小子我是杀定了，带他进来吧。哒哒哒。苏全踩着高跟鞋走在大殿的过道上，今天他穿得格外性感，粉红色的长裙恰能展露出他曼妙的身姿，一头大波浪随着动作摇晃出万种风情。看到苏全后，总统惊了一下，怎么会是这个女人？但很快他接下来的话语将他恶心的一面展现得暴露无遗。他赶忙跑了过去，伸出手想要进行吻手礼，但被苏全躲开了。紧接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几年没见，苏全小姐，你还是那么的令人陶醉。几年没见，
你这个老家伙还是那么的令人作呕。他尴尬的笑着，撇过头去看向苏明。这小伙看着眼熟，想必就是贵国的新星苏明吧。二人并未理会他，双双落座。他也只好灰溜溜的回到座位上。两位这次过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苏全规整好衣服后说道。老家伙，我就直说吧，你失去儿子的痛苦我们能理解，但是你若是无故的把矛头指向我国的先进学生，那就休怪我们大夏国不客气了。对了，再加上你们背地里残害我国国民的账，我们可以新旧账一起算。这时总统也忍不了了。苏全小姐，身为一个极具爱心的国家地总统，我是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大夏国原来是只关心优秀人才和本国国民，对海外同胞不闻不问啊。看着他那么轻松地说出这样的话，苏全不紧不慢地说道，你口中的海外同胞不过是受了你们的蛊惑，丢弃本国国籍，加入你们英国国籍，专门做一些残害我国国民的垃圾。还有，如果你非要什么证据的话，我这里多的是。苏全拿出提前备好的照片。第100章白相国的复仇。英国机场。哎，苏明，这是你的契约兽？怎么是个人？哎呀，忘了把帝俊关起来了。就在苏明想着要怎么回答时，帝俊开口了。尊敬的主人的师傅，我是一只会化形的契约兽，这个模样是我变的。苏全点点头，还挺帅的，是照着苏明的样子变的吗？可是看着也不像啊。快要登机时，苏全突然开口问道，苏明，师傅悄悄问你一句，你和白毛相处的怎么样了？苏明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谁料苏全竟一直缠着问个不停。两个大男人有啥好相处的？不过没想到他和你一样，是个闷骚和话痨。听到徒弟这样嫌弃自己，苏全也不生气。哈哈，看来相处的很好呢。我也该回去了，不过你记住，有什么事一定要找白毛和顾尘埃他们，知道吗？好，我知道了。飞机要起飞了，你赶快走吧。哎，苏明，别推我嘛。我不急。苏明推着苏全把他送上了飞机。终于送走了，终于能清静会儿了。总统先生，白相国大使以后在了招待厅。哼，既然我杀不了他，那我就让别人替我杀。借鉴你们大夏国的古语，这一计就叫做借刀杀人。总统起身。招待厅，他亲热地招呼着白相国大使，拥抱了上去。白相兄，好久不见呐。白相国的大使也亲热地迎了上去。英兄，别来无恙啊。他拍打着大使的后背，不排斥这个称呼，还敢跟我拥抱，不愧是全球第一糊涂国，白相国。那我接下来的计划。两人坐下后，总统率先说道，听说贵国的三金刚在新人王大赛参加比赛后，返国的路途中被人给杀了。大使一脸的忧伤。是啊，那3个孩子可是我国的最强战力啊。你说说，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总统接着问道。那主办方大夏国是给出了怎样的解释呢？大使的语气中有着些许的气愤。解释？给了呀。他们说三金刚是被利刃抹了脖子。原本我们是不信的，因为在本次大赛上实力比三金刚强的根本就没有人使的是这种武器。可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医进行死伤验证时，得到的也是相同的答案，所以我们只能相信了。总统这时捏着嗓子尖叫起来。你们不能相信他们的话，灵商王是他们作为主办方曾经向我们做出的保证，现在出事了，他们必须负责。他挥挥手，大秘拿来一件事先准备好的文件，这是我国调查出来的大夏国的作案证据，你可以看看。假证据被做的简直像真的。大使看完之后深信不疑。英雄啊，没想到这大夏国不仅自己如此强势，还经常为虎作伥啊。这不行，我们必须曝光他。你说是吧？英雄，我们一起，我就不信不会成功。总统是没有想到这家伙会来这一招，赶忙连连摆手。白相兄啊，这证据嘛是见不得人的，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经常受到大夏国的欺压，这一证据一暴露，他们一定会逼着我去把他们给销毁的。我这次来把这些告诉你，是因为平日里就咱俩关系最好，我不忍心看你被他们欺骗呢。大使一听，顿时间感动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英雄辛苦你了，我们都听你的，你说要我们怎么做？总统勾起嘴角。很好，上钩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给了大使。战斗了半天的苏明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里赶去，忽然前面被一帮混混给堵了去路。领头的那个混混看看手中的照片，说道，终于找到你了，小子，兄弟们起来了，来活了。听着口音是白相国的人，拿着我的照片，看来是有人拿钱买了我的命。几个混子一窝蜂地冲了上去。帝俊拿起剑挡在前面。主人，在刚刚的战斗中，
您的体力被消耗的所剩无几，接下来的战斗就让帝俊来为您扫清障碍吧。帝俊提起剑，随随便便的划拉几下，混子们就已在奔跑时失去了生命，人头与身体瞬间分离。其他的混子们看着眼前血腥的场面，都不敢再往前去。混子领头只好带头，命令全部发起冲锋。可是不过就是人多了点儿，换来的剑锋多了些，全部的混子都葬身于此。你确定我们不去阻止吗？那个家伙把苏明杀人的视频都给保存下来了，他们一定会拿着这个视频大做文章的。要不我现在跟上去把他们暗地里解决了吧？小双被他给了一脑崩。你傻呀，我们不是也已经录了一个完整的视频吗？要是那些家伙们恶意剪辑，说是苏明不由分说的打开杀戒，我们的完整视频就是底牌。虽然不知道这些白象国人为什么突然会攻击苏明，但倘若我们也这么不由分说的干掉他们，那我们岂不是也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在背地里戳人脊梁骨？果不其然，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各大英国新闻的官网上爆出了一段苏明滥杀无辜的视频。视频正是被可以剪辑过的。就在大家一致认为要声讨苏明的时候，一个叫做清醒的网友声称自己有完整的视频。现在他们能看到的这个视频是被人给恶意剪辑过的，还给出了证据。完整视频一经流出，风评又开始往一边倒。这时的人们又要声讨白象国人的做法。就在这时，白象国的大使站出来说，自己手中有一份证据，而这份证据来自英国。他在底部疯狂艾特英国，人家却连鸟他都不鸟。苏明看着炸翻了天的网络，叹了口气，看来英国的大总统闲活的时间太长了，等有时间自己一定会登门拜访。第101章，回国。自己已经升到2转了，该回去刷试炼塔了。苏明兄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白毛说，白毛你一人在这里小心一些，我和小七也先行回去了。苏明拿出事先放在口袋里的龙骨耳钉，这个还给你，等下次你给我找个更好的宝贝。白毛心中大喜，谢谢苏明兄。小七，这是你的诡计面具，我现在已经用不到了，谢谢你了。苏明，你可算回来了。李熙然举起双手拍打着苏明，去的时候告诉林浩，都不告诉我。我跟虎兄可是2位插刀的好兄弟，当然要告诉我了。眼看两人又要吵起来，苏明立马阻止，问道，你们先别吵，先告诉我有关于试炼塔的要求。李熙然转过来伸指着旁边的一个小饭馆，好，我们去那里慢慢说。回到宿舍，4只小东西全都跳了出来，瘫软在沙发上。没想到这个试炼塔必须一关一关的过，说实话这有些浪费时间呢。不过还好我有师傅给的卡，不受年纪的限制，打完1年级的就可以紧接着打2年级的了。第二天，苏明虽然早早的便来到了1级试炼塔，但放眼望去，嘴里塞满早饭的学生不在少数。1级试炼塔旁边挨着的就是2级、3级，能来到北清大学的都是各地的佼佼者。前3级的试炼塔已经几乎没有人来闯关了，更多的人拥挤在5级试炼塔。不过林浩他们还挺不错，已经到达7级试炼塔了。苏明也已经迫不及待了，连忙进入塔内。1级试炼塔记录刷新，1年级一般苏明，通关时间26秒。卧槽，谁啊？那么牛逼！听到提示音，众人纷纷扭头看向1级试炼塔那里。苏明已经从1级试炼塔里面出来，向着2级前进。那个人就是咱学校唯一的一个御兽师，听说过他的实力很强大，没想到竟如此强。3分23秒的记录竟被他打成了26秒，光怪物刷新的时间就有25秒了，也就是说怪物一刷新就被他打死了。2级试炼塔记录刷新，1年级一般苏明，通关记录38秒。啥？这么快？看着苏明急匆匆的身影，众人不由得在他身后默默地竖起了大拇指。杀我别用这个啊，人家御兽师都比我一个史诗级战士强那么多。3级试炼塔记录刷新，1年级一般苏明，通关记录58秒。听到熟悉的58秒，人们绷不住了，这小子的契约兽啥来头？再就这一会儿就过了我辛苦了2个月才过的3个试炼塔，一个屠龙者就够了，咋又来一个苏明？苏明在众人激烈的话语中进入了4级试炼塔，这小子厉害啊！这次新纪录会是多少呢？众人倒也不急着通关了，想看看苏明给他们带来的下一个惊喜。4级试炼塔记录刷新，1年级一般苏明，通关时间1分12秒。卧槽卧槽！人群彻底沸腾，于是就开始出现有一大群的女生围着苏明。这时有人提出了疑问，为啥他能一天进入好几个试炼塔，我们却只能半个月进一次呢？有人看到了苏明手中的卡是黑色的，和自己的不一样，他的卡难不成就是传说中的黑卡？这时林浩冲出来自豪地说，对哦，
这可是我苏明兄在大赛上得到的特殊奖励。哦，这时站在人群中的一个身形魁梧的男生高声说道：“北清大学专用通行卡怎么可能是大赛的奖品？”他从人群中缓缓走出来。哇，是李烈学长，好 man 啊！学长怎么来了这里？苏明微微抬高头，轻蔑地说道：“原来是你啊，跟踪狂！”众人一听，瞬间呆住。跟踪狂？李烈咬着牙说道：“你找死！”他举起带着火焰的拳头冲向苏明。烈拳，拳头确确实实地打在了食物上，只不过离苏明还有大概2个人的距离。食物突然握住他的手，甩飞了出去。李烈飞出几米后，勉强止住飞出的身体。虽然不知道刚才是怎么回事，但是3重焰拳。第一拳，他的右拳上附带着暗红色的火焰，这是最低级的火焰，温度只有600摄氏度左右。帝俊收起手中的长剑，摆出姿势挡在苏明前面。他猛地伸出右手接住了对方的拳头，又是相同的动作。李烈再次被甩飞了出去，只不过这次帝俊的双手出击力道更大，他飞出了100米之后才狠狠地摔在地上。苏明全程都没有动。李烈艰难坐起后，这次他算是看明白了，他压根就没碰到苏明。这小子不是个御兽师吗？怎么会有和白毛一样的技能？难道他的契约兽可以隐身？不过管他呢，大家听我说，这家伙不过一小小的御兽师，怎样都不应该有这张黑卡的。一个废柴职业，凭什么拥有这么好的资源？就凭他是我的徒弟。一道御姐音落下，刚刚打完棒球的苏全听到了苏明接2连3刷新记录的通告，就过来看看。谁知正好碰见有人欺负自己徒弟，这做师傅的自然要帮一下。李烈看见苏全，立马老实了起来。苏全老师，我是2年级3班的李烈。这苏明虽是您徒弟，但他毕竟刚入学，这待遇上是不是对其他的学弟学妹有些不公平？说着，他就瞅向旁边的1年级学生。李熙然说道：“苏明在进行学校考试时选的可是深渊级别，还通过了，得到1张黑卡不是应该的吗？而且苏全老师当时也在场。”这些得到了苏全的认可。众人一听，一片嘘声。要不是有苏全老师在，我是不会信这个御兽师会闯深渊级。哎，咱们别在这酸了，抓紧时间训练吧。没看见大佬已经进去了？那人扭过头去找苏明。阿里，不愧是敢闯深渊级别的男人。第102章再战恶魔。大佬已经进入5级试炼场了，我们才能进第4级，而且连刷新纪录的机会都没了。5级试炼场与前4级试炼场不同，它的难度翻了不止3倍，所以在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2年级学生，其他的则都是3年级学生。可是这第5级试炼塔真的就能困住那么多人？苏明想到这里，就已经进到了塔内。欢迎同学来到北清大学的第5级试炼场。本试炼场的要求如下：本试炼场将在你迄今为止所有进行过的战斗中选出难度最高的3个，由你做出最后的选择，选出1个。我们会保护你的个人隐私，这份记录将不会被任何人查看，请放心参加。战斗以同学血量下降到自身血量的20%为标准结束。战斗胜利即本关通过，最后得到的奖励将会以3倍的形式发放到个人背包。本试炼场将完美还原当时与您或您的团队战斗的敌人，只不过整场战斗将是你一个人作战。天道辅助系统正在筛选历史战斗，3个历史战斗已选出，请同学做出最后的选择。看着这3个历史战斗，苏明一眼就看中了他。正在载入恶魔之森战斗场景，场景已加载完毕，预祝同学取得胜利。当时虽然有顾尘埃和小七的帮忙才取得了胜利，但这次我要亲手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苏明与帝俊提起长剑，左右并排站着，那4只小东西各2只趴在苏明和帝俊的肩膀上。前期的战斗主要先让我和帝俊进行，你们4个负责平 A 清理怪物小喽啰。帝俊，一会儿你出手轻点，别把他们打死了，打残他们后把他们绑了即可。是。咔咔，听到声音，苏明按捺住心情，攥紧手里的绳子。来了，地拔！2人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一人负责刺剑，一人负责绑绳。呜呜！为了防止恶魔破坏绳子，苏明让饕餮在上面吐满了唾液。当恐惧战胜了理智，就只剩下了恐惧。苏明用相同的方法对待了后来的风之恶魔和月之恶魔。咒月，别乱动，这家伙会吃我们的。呜呜！他是啥兽啊？咋还吃恶魔？苏明不愿再听这一男一女的唱和，加快脚步来到下一个目的地。苏明举起手中的长剑，瞄向一个方向。隆隆隆，一阵细微的山崩声隐隐约约的传来。找到了！再等等，再近一点。嗖！手中的剑快速的冲向群山中的一座小山。这次距离比较远，
应该扎不死他吧？小山中见之后，稍稍停顿了一下，便继续向前冲。这恶魔看来是真的傻。苏明摇摇头，抱起饕餮飞身而出。砰！苏明一脚蹬在山之恶魔变化成的山上。你真不打算恢复原样？苏明开口问道。饕餮的口水此时已流了下来。咻！恶魔恢复了真身，是个极其可爱的浅绿发少年。可是苏明才不会手下留情，几个大花绑把山冈绑得结结实实。别吃我，我不会跑的。恶魔眼中噙满泪水，苏明等人直接选择了无视。苏明把4只恶魔放到了一个位置，藏了起来。那么接下来就静等恶魔出场了。轰隆隆，熟悉的开场白，熟悉的烧尾巴。为了不扰乱原来胜利的进行，苏明只能干等着。终于，他们架吵完了，恶魔放出魔域就遁地离开了。哈哈，小娃娃，就你一个人，跟我们4个怎么打？哈哈。此时苏明的脸上只有无语。这只恶魔虽已活了很多年，但模样只是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少年模样。苏明轻轻叹了一口气，帝俊和4只小东西全部现身。啊，他们有6个，我们只有4个，这不公平。雷苏对身旁的西空说：“西空，你倒是说句话啊，咋办呀？”西空忍不了的西空大吼一声：“别吵吵了，我们可是恶魔大人的分身，没那么弱。”雷苏一脸委屈：“好了，准备战斗吧。”刚刚还委屈的雷苏一听来了劲：“我们可是大哥的一部分。”哈哈，就让我用雷爆死他们！苏明眼神凶煞：“你说谁爆死谁？”穷奇灭世神雷，已经无处可逃的雷苏被雷劈了个正着，身受重伤。雷苏！西空大喊着冲了出来，一道雷直接劈断了他的双腿。西空，可恶！2只女恶魔走在一起，手指交互。怎么可能让你们唱歌？苏明骑着穷奇和帝俊快速来到2只女恶魔的身后。哦，放开我们！饕餮，过来，看看哪个更可口，哪个就先养着呗。滴溜着哈喇水的饕餮喉咙里发出低吼声，将头看向了火之恶魔圣火。苏明这才想起，当时恶魔的头骨没能得到，就跟这只女恶魔有着很大的关系。苏明半蹲着问他：“你来自恶魔的哪个部位？是头发吗？”圣火恶狠狠地看着眼前的人类，对苏明的问题嗤之以鼻。苏明站起身，饕餮缓缓靠近他。饕餮天生带给恶魔的压迫感让他很害怕，眼看着饕餮的血盆大口马上就要咬上自己的小腿，圣火怂了。是的，我就是大人的头发变化而成的，求求你别杀我！哼！苏明挥挥手，饕餮叼着2只恶魔来到了藏前几只恶魔的地方。隆隆！恶魔此时正在全力赶往这里。一头火红发色、少年模样的恶魔飞往这里时，竟没有感知到一点自己部下的气息，下面只站着一个少年。恶魔看着地面上独自站立的苏明，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不可思议。你把他们都给杀了？我杀没杀，一会儿你就能知道。恶魔愤怒地看着少年。小娃娃，你太自大了。说着开启了恶魔之王技能。这里还是没有自己部下的气息。恶魔问道：“你把他们藏哪儿了？”没关系，没有他们，我照样能杀了你。恶魔的头发变得更加红了，蛇眼样子的瞳孔也在不停地变大。第103章，苏明入谷。为了尽快结束战斗，苏明决定率先出击。他和帝俊以最快速度来到恶魔的身后，身心交换，九尾。恶魔侥幸挨上几刀之后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放跑你？苏明加速来到恶魔面前。饕餮，骤血狂焰！吼！饕餮的血盆大口离他如此之近，他飞身向后逃去，痛苦地大喊着：“别吃我！别吃我！”啊！帝俊，你去把其他的恶魔解决了。是。战斗结束，恭喜苏明同学通过5级试炼塔，奖励已发放至个人背包。5级试炼塔记录刷新，1年级一般苏明通关时间5分12秒。苏明出来后，人生依旧鼎沸。好在苏明速度够快，不一会儿便逃出了人群，边跑边向后望一眼，那个家伙已经走了，大概是因为师傅已经离开了的原因，还想出来再揍他一顿呢。今天就先到这里吧，下午去拜访一下孙元老头子。下午1点钟。虽说恶魔的头骨都给饕餮吃了，也是个不错的决定，但他与附魔之剑之间的相相呼应，让苏明有了另一个打算。正好现在出发找孙元，可以问一下他。苏明按照天道给出的地图，很快就找到了孙元的武器店。看着牌匾上积攒的灰尘，苏明不禁想，这已经暴露出了店铺的衰落。只不过这几十年的老店才只有1层吗？进去之后，偌大的店铺只有3个店员，顾客更是少得可怜。
店铺里面整整齐齐的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武器。你好，欢迎光临元安武器铺，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我找你们的老板孙元，老板今天早上一早就去狩猎了，估计快回来了。您看您能等他吗？可以。好的，那您在本店铺先逛逛吧，有什么事随时来叫我。苏明嗯了一声，就转身看起了武器，法杖、拳套、长剑，看了好长时间，也就那架飞行器稍稍入得了苏明的眼。这店里的武器怎么没有一点特色？老板您回来了，这里有位小哥找您。孙元一眼就看到了苏明。哎呀，是你啊，快来快来，到这里坐着。孙元热情地招呼着苏明。苏明小友今天造访，有什么事吗？我的确有一事不明白，为什么你身为之前全星落最大的武器商，店里面却没有一件有特色的武器呢？虽然被苏明的问题问得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小友头一次来这里，还不知道我们的武器店的贵重武器主要在地下，要是进入到地下，必须办理我们店专用的金卡。既然小友还不忘老夫这么个糟老头，那我就免费送你一张金卡吧。说着就向身后的一位店员摆摆手，店员送来一张金卡，小友就跟着老夫进来看看吧。苏明在孙元的带领下，从店员柜台墙壁后面的一个入口进入，藏的真是个好地方，一路下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苏明忍不住问道：我能问一下，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个金卡会员？孙元叹了一口气，金卡本就比较贵重，办理的人也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老板、大商户，所以金卡会员不多，再加上这些年飞来的一些横货，我们的金卡会员几乎没有了。苏明看着这个总是给人一种神采飞扬的印象的小老头脸上出现的忧虑，心里莫名的堵得慌。是因为近些年新办的星落武器店吗？孙元停下了脚步，好长时间才叹了一口气。对啊，老夫的时代看来是真的要过去了。孙老，有关于他的所作所为，苏明我早已耳有所闻。这次来有一方面就是因为他。孙元睁大眼睛看着苏明。苏明，你打算揭发他们？苏明笑笑，揭发多没意思，我要他们自己承认。你打算怎么做？这里没有别人，我们边走边聊。虽然孙某也希望你能成功，但是这样做无疑对你的个人人身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没有关系，在人间我根本死不了。孙元也了解过苏明的一些惊人战绩，所以对他的这句话深信不疑。毕竟国家会出手的，若是小友真的能办成这件事，那老夫就先在这里谢过了。哦，对了，小友刚刚说来这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件事，其他的原因是什么？我这里有一把剑和一个头骨，我想让你帮忙把它们融为一体。说着，苏明就掏出附魔之剑和一个恶魔头骨。看到后，孙元一整个兴奋住了，他尽力克制住自己的激动。苏明小友，这是从哪里得到了这两件宝贝？之前去了英国的恶魔之森，这是爆出的传说级别的附魔之剑，这头骨是恶魔的头骨。听到这话，孙元惊呆了。只见他拱起手，十分礼貌地问道：小友可以让老夫为你铸造一把新剑吗？老夫坚决不偷拿一丁点的材料。看着他眼睛里快要溢出的清澈，要是不答应，恐怕以后自己会为此感到愧疚的吧。来到这里就是想让你看一下他们两个是否能融合，要是能就让你来做了。再说了，你铸造武器的实力可是远远高于世界第一巧匠兰香啊。我不找你，找谁？听着苏明对自己的夸赞，孙元止不住的高兴。小友看得起老夫的实力，老夫高兴啊。哈哈哈。两人继续向前走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最后一层。这一层楼的中间摆放着一架非常小巧的飞行器。苏明立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孙元看到后十分大方，小友若是相中了他，就尽管拿走吧，就当作是老夫送给你的礼物了。苏明不喜欢欠人情，再说了，这小老头儿也得生活啊。孙老，说吧，多少钱？小友说这句话就见外了。这架飞机是老夫当年巅峰时期的作品，就是放在现在，那还领先了现代飞行器好多年呢。老夫一直没舍得放出来，人们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品。要不是为了填补这些年来店里的财产缺口，老夫还是舍不得放出来啊。可是今天和小友交谈甚欢，老夫愿意把它赠送出去，也是时候让他在世人面前展露光彩了。最后宿命不得已，只能接受了这个礼物。第二天，老板，有一个叫苏明的人入了我们店的股份。正在一旁歇息喝茶的孙元一听，差点被茶水噎住。这小子。第104章胖揍。苏明不停地打破各个试炼塔的通关记录，引得高年级的学生很是嫉妒。于是就有了些人约了要和苏明打群架。因为这些事平常都是学生会管的事务，所以学生打群架，老师并不干涉。苏明本不想跟他们浪费时间，谁知他们竟堵在试炼塔门口，叫嚣着：苏明，你今天不跟我们打，
我们就是死也不会放你过去。这么多人，要是把他们打了，自己不仅会给师傅带来麻烦，以后的学业生涯也会受到影响。可恶！好，我跟你们打。说完，一帮人就簇拥着苏明来到学校操场。苏明学弟，我昨天就告诉过你了，我们打的是群架，你自己不找人，那就怪不得我们了。我知道，废话少说，开始吧。这时林浩跑了过来，虎兄，作为兄弟你打架不带我啊？说着他就穿过人群来到场地中央。嘿嘿，虎兄，带我一个呗。好长时间没跟人打过架了，苏明还不清楚林浩的实力，那你自己小心些，一会儿战斗我可顾上你。好的。两个人对战100号人，还真是刺激啊。另一边，死林浩，竟然敢骗我！一个人悄悄跑去跟苏明一块打架去了，还把我给丢下。孙元老师在一旁看着，安慰道：“熙然啊，这可是你等了半个月才等来的机会，可千万不要浪费了啊！”无奈之下，李熙然之后重振旗鼓。我知道，我会把那家伙没有杀的怪全部杀死的。虎兄，这是你的新契约兽，还是哪个契约兽化形了？帝俊有礼貌的回答：“你好，我是主人的新契约兽，我的名字叫帝俊。”林浩惊讶的笑笑：“太牛掰了！”台下围观的女生们看到一身古装打扮的帝俊，不禁异口同声说道：“突然间感觉御兽师这个职业好好啊，有帅哥美女左右相拥的感觉，谁懂啊？”吼！看到白泽庞大的身躯，众人一再怀疑自己这是进了副本，遇见了终极 BOSS。大家不要怕，这不过是一头普通的契约兽。法师和弓箭手准备，瞄准那头怪物。牧师奶瓶准备，战士们，随我冲锋！几百号人浩浩荡荡的冲向苏明三人。哼，自大的小子，是时候让你领略一下社会的险恶了。帝俊、白泽，注意不要下杀手，重创就行。是。不准出场的另外3只小东西，只能在空间中看着他们耍帅。这些天的历练，让苏明的普通攻击有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和帝俊熟练地游走在众人的缝隙之间，时不时用刀刃划一下对方的衣服。和红龙融合后的龙骑士，实力也不容小觑。明亮的红色眸子和自带火焰的发丝，让他看起来自带了一个炫彩皮肤。台下同为龙骑士的一个学生看着林浩，很是惊讶，这家伙已经2转了，过去的时间还不到1个学期呢。唉，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林浩将蓝色火焰附上拳头，3重火焰，第3重。虎兄，看看我吧，我可是没辜负你的希望，成功升级到2转了，我班第1哦。他对奔着自己而来的学生挥出一个个拳头，男生全部打肚子，女生拍脑门，这样打的速度太慢了。暗影之力，影分身。帝俊，上古至尊。只见帝俊双手将剑慢慢举过头顶，右手举着长剑，连着画了几个圆圈。台上的每一个分身的属性也得到了增加，现在他们这里算是有13个人。这次打下来的速度提高了很多。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剩下的几个学生顶着被打得高高肿起的脑袋投降了。不过这次人们看待苏明2人的风评稍微有些变化，这2个该死的直男对女生下手竟然这么重，诅咒他们一辈子也娶不到媳妇儿，诅咒他们单身一辈子。不过更多的还是称赞苏明、林浩还有那个古装小哥儿，刚刚打斗时的你们真是太帅了。这件事也就此结束了。虎兄，以后有这事一定要来我啊！哈哈。人群终于散去，苏明便马不停蹄地奔向试炼塔。第2天，在知道了1年级苏明的累累战果后，各学生会都有意拉拢，其中实力最强的学生会一组首先找上门来。苏明同学，我们学生会的每一位成员都无比期待着你的到来。加入学生会，你不仅可以免费的组队，每月还能免费领到1次进入试炼塔的机会。这些苏明都不感兴趣，直到听到了下一句：成为一名学生会记者，整个星落，你到哪里都有权利进行访问，别人无权过问。还有，好，我加入。来招人的学生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不是都说这鸡家伙是个硬骨头吗？咋我还没说几句，他就答应了呢？就在这位同学思考着是哪里出了问题的时候，苏明问他：那如果我到时候在进行采访的时候不想露脸怎么办？那名同学一拍手：这很好办，我们团里有一种私人秘制的面膜，敷上之后，你的容貌甚至发色都会发生改变，这种效果可以持续大概2个小时。虽然自己有易容术，但是易容术通常会跟着也改变使用者的身材体型。自己现在这么一问，知道了易容术与他们面膜的区别，自己做什么也不会露馅了。若是想要一举扳倒星落武器店，自己必须以身犯险，尽全力挖掘他们的黑料。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叨扰苏明同学了。
你的入会申请我已经写成信件发送到了学生会长那里，不过还请苏明同学不要将此事放在心上。入学申请是每一个入会成员的必经仪式，对外我们仍会宣称你是被我们邀请进入的。话音刚落下，那位学生就溜之大吉了。也好，不用留他吃晚饭了。第105章，万蛇谷。试炼塔已经闯得差不多了，苏明打算去外面的副本闯闯，拿出上次孙元赠送的飞行器。这个飞行器的各项机能都毫不逊色于现代军事飞行器。在体型上，它小巧玲珑，只能坐下3个人，前排1个，后排2个。苏明按了一下单飞模式，它就变化成了一对翅膀。这一点是军事飞行器不能比的。它的飞行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强大的气体处理系统将空气压缩成液体，再在一瞬间打开阀门，液体重新变为气体后喷涌出去，对机器产生一个强大的推力，从而飞上天空。而这一系统运行所需要的能量来自飞行器所装的高转化太阳能板储存的太阳能。苏明稍稍试了一下后就直接起飞，在天空中飞的时候甚至还可以360度大转圈螺旋上升，这种体验简直不要太爽。副本万蛇谷，即使快到达目的地，苏明也没有减速的意思，他就这样非常华丽的降落在人群中，飞行器也由翅膀变成了原来的形态。众人看出了这个飞行器的与众不同，纷纷开口称赞，这个飞行器牛啊，还能变形呢。苏明也在众人的赞声中走向副本入口，这时他感觉到一道炽热的目光看过去，是向龙和他的团队。大概是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过苏明，向龙的精神稳定了不少。由于家族的支持，向龙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他可以在救人开荒团中担任大组长。他带领了几个队员正在对他说着恭维的话，他显得十分受用。不过他们似乎并不打算进入到副本里面。再次见到苏明，他似乎有了些底气，用着趾高气扬的语气对苏明说道：苏明，你能把一个废柴职业练成这样，我向某不得不承认也是挺敬佩的。不过一个御兽师没有契约兽，那就啥也不是。所以我想奉劝你几句，你还是别太自大了，别以为你有几个厉害的契约兽就牛逼了，他们再厉害，你自己本身的实力还是弱的一批。周围的队员为了巴结向龙，纷纷附和。终于有人忍无可忍，站了出来。你一个史诗级的雷霆大法师，不知有没有能耐，就会欺负御兽师啊？人家御兽师生来就是和契约兽契约的，自身实力弱点怎么了？一时间，不少人也纷纷开始谴责向龙。这时，向龙向苏明做了一个赌约：这样吧，苏明，今天你敢单枪匹马进入这万蛇谷并活着出来，我向龙今天给你跪下叫爸爸；否则的话，向龙指着苏明的飞行器，你就把它送给我。一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听到这里立马来了劲儿，纷纷怂恿着苏明接受赌约。苏明本来冷静的脸上忽然冒出一个微笑：儿子，当众叫爸爸，就这么让你不情愿吗？苏明，你个王八蛋！向龙攥紧拳头咆哮着。苏明也不想浪费时间跟他打哈哈，直截了当的说道：你这赌约不公平，凭什么让我接受？难不成你是害怕输给我？向龙咬牙切齿的说道：那你说这赌约要怎么立？苏明轻哼一声：当然是你和我都得进去，看谁能先把蛇王给杀了。我也不欺负你，要是我输了，这飞行器就归你；要是你输了，每次见面不论是任何场合，你都得叫我爸爸，不得违抗我说的任何命令，否则我见你一次揍你一次。说着，苏明就从背包拿出了纸和笔，两人分别在天道你写出来的赌约上签了名字。赌约被复制成2份，分发给2人。万蛇谷的环境阴森森的，有的地方甚至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临时组成的小队的队员不少在心里打了退堂鼓。老大，这万蛇谷可不同于其他副本，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毒蛇咬伤。我们今天真的要进这个副本吗？是啊，我们不过是临时组的队，默契都还不够，要不过几天吧，磨合一下。一些人也跟着说了起来。其实向龙听说过万蛇谷的可怕之处，他们也不过是今天途径这里，没想到正巧碰到了苏明，还跟他打了这个赌约。自己要是在这个时候退了出去，那岂不是要丢大人了？救人开荒团的我们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默契十足，还需要什么磨合？你们谁要是提前退出了，那我就会自动判你们离队，永久离开救人开荒团。向龙仗着自己的权势，弄得别人不敢怒也不敢言。为了保护苏明的安全，一进入副本，帝俊和4只小东西就跳了出来。苏明嘱咐着帝俊他们，这里的蛇都是带毒的，它们形态各异，奇特的身形和颜色让它们能很好的隐藏于环境当中。不过低级蛇怪的血量都比较低，动作也不算太敏捷，现在我几乎是一刀一个。中级蛇怪和高级蛇怪的血量几乎没有怎么变，动作和速度却提升了一大截。
就目前来看，这些对我们造不成什么威胁，所以为了节省时间，我打算把他们全部都聚集在一个位置，到时候直接来一波群体攻击。你们在引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别被他们给咬了。是。于是苏明只留下了九尾，其他的分散活动，找蛇。苏明也抓紧时间，提起了剑，走向不远处黑森森的树林。大概是感觉到了领土受到了入侵，数以万计条的吊在树枝上的蛇从上面爬了下来，有的匍匐前进，有的昂首挺胸，有的蜿蜒前行，有的一往无前。没了压力的树枝互相拍打着对方，吱呀作响。这看起来起码得有上千条。苏明和九尾打起了12族的精神。这里太黑了，5米以外苏明几乎什么都看不到，抬头借着月光才能看到在月光下不停晃动的黑色树枝。不过好在九尾的眼神好，他站在苏明的肩膀上，冷静地目视前方。突然，一条张着大口的蛇进入到了苏明的视野范围。第106章蛇式。苏明反应很快，迅速向后退去。不过刚才那只可怜的蛇被护主心切的九尾一巴掌拍死了。九尾连连晃晃自己的爪子，表情略显狰狞。苏明看着对此一脸嫌弃的九尾，哭笑不得中带点感谢。尽管如此，接下来的几条倒霉蛋儿还是被九尾毫不留情的掌给拍死了。过了大概半分钟，苏明对九尾说：“九尾，告诉穷奇他们抓紧时间。”九尾发出几声叫声，很快就得到了穷奇他们的回应叫声。九尾一反常态，兴奋地拍打着苏明的肩膀。苏明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是想让我走得快一些，比他们先到达吗？可是不行，苏明速度不能太快，否则蛇就会失去目标，便会中途四散而走。所以苏明必须保持着一定的速度，一直向前飞，直到到达了目的地为止。他也不用担心有蛇老六出现，反正有九尾助阵。远处帝俊他们就等在了那里。远远看见苏明，穷奇赶快飞了过去，驮着苏明飞过了下方疯狂地吐着蛇信子的蛇群。看过去，黑压压的一片，底下蛇的蛇鳞连成一片，反着月光，星光点点。苏明忍不住夸赞了一句：“竟引来了这么多！”穷奇像是在邀功似的，一直围绕着苏明转圈，时不时跳起来，把手搭在苏明的肩膀上。苏明说：“那么，开始吧。”忍了好长时间，一直流口水的饕餮此时摩拳擦掌。苏明宠溺地看他一眼：“那就先让你吃个饱吧。”饕餮骤泻狂焰，吼吼吼！饕餮不顾脚下的悬崖，直接跳了下去。吼吼！大概是蛇咬在了饕餮的身上，惹得他发痒了。苏明让帝俊捉来一些蛇，自己则摆出了烧烤架。不能光让他一个吃呀，咱们也来点。苏明将蛇头去掉扔了之后，突然想起，饕餮把蛇头都给吃了，会中毒吗？白泽连忙说道：“这个主人就不用担心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吃货，干饭兽，他已经进化出了可以解毒的器官。”苏明对此听得一愣一愣的，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还能进化。不一会儿，就有香味开始四溢。吼吼吼！穷奇在一旁很没出息的流着哈喇子，九尾也直勾勾的看着这里。苏明拿起烤好的蛇，好了。苏明把烤蛇平均分发给他们每一个，自己也拿了几个来尝尝。哎，真香！与此同时，另一边，老大不觉得这里很奇怪吗？我们已经走了那么长时间了，却愣是一条蛇都没有遇见。是啊，这也太奇怪了。难道是我们的运气太好了？这时，到前方探查情况的人员回来了，报告，这次探查无人员伤亡，全体安全回来。前方300米以内发现了很多蛇窝，里面有很多的蛇蛋，但是蛇却没有见到一条。听到这里，一直以来都感到很奇怪的向龙终于明白了，是苏明这家伙把蛇都给引走了。砰！他搓出一个雷球，狠狠地砸向一棵大树。可恶！等了一会儿，蛇已经被消灭了5/6，饕餮的吞咽速度也有了明显的下降。穷奇，该你上了。雷海！吃饱了的穷奇很大方地放出了技能，集聚着雷电的雷云笼罩在蛇群的正上方，道道闪电像是道道神法降临于世。另一边，我去，那里怎么会有和老大一样雷属性的技能？我记得进来这里的就咱大哥一个雷属性的人啊！就在八卦的众人众说纷纭时，一个小伙竟语出惊人：“各位，我说，那该不会是老大刚刚随手抛出的雷球吧？”雷球打在大树上，照来了雷云。这么厉害的雷法招数，肯定是老大的啊！其他人听了之后也纷纷直呼明白了，原来我们的族长那么厉害，这招个空打牛使得好啊，使得妙啊！众人转过头去看向向龙，向龙一听，立马涨红了脸，这勾起了他以往不好的回忆。苏明这小子，害得我一直在出丑。低级蛇怪和中级蛇怪的经验虽给的不多，但数量多呀，这家家合合的，算下来也算十分可观了。
嘶嘶嘶，一阵蛇叫声震得人耳朵疼。低级蛇怪和中级蛇怪全部被杀，蛇皇震怒，派高级蛇怪、蛇士全部出动，带领蛇族全体成员降临本副本，对入侵者进行讨伐。不计其数的蛇怪从天而降，最后还有4只体型巨大的白花蛇紧跟其后。名称：蛇士，高级蛇怪。品质：史诗级。等级：LV70。攻击力、防御力、血量、蓝粮。技能：神蛇摆尾 LV65 万蛇毒 LV60 神话龙形 LV60。神蛇摆尾 LV65 施展后自身体积增大100倍，蛇尾加长 300%， 控制蛇尾进行精准打击，自身获得无敌状态10秒，持续时间2分钟，蓝粮消耗1000，冷却时间1小时。万蛇毒 LV60 该技能施展后，蛇是可以吐出上万种蛇毒，种种都是毒性致命，也可通过以血献祭的方式增加毒的毒性，每1升蛇血，1个单位的蛇毒毒性增加1点。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1天。神话龙形 LV60 蛇士在积攒了一定的怨气与怒气之后，就可以开启这个技能。化为龙形的蛇士自身全属性增加60点，低级蛇怪全属性增加40点，可选择1000条作为目标，可使用龙族技能呼风唤雨，技能持续时间3分钟，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半天。注：辅助蛇皇占领万蛇谷的4个得力将士，因能力出众而被任命为蛇族死士、蛇士。虽说低级蛇怪和中级蛇怪的实力没有因为等级而相差太大，但高级蛇怪和中级蛇怪却不是如此，光是看体型就能知道了。第107章，大花蛇变身金龙。上下起伏的蛇鳞像极了月光下的湖面，波光粼粼。4只大花蛇有预谋的将苏明他们包围了起来。虽然自己也很想亲手打怪，但现在还是保命要紧。苏明骑着穷奇飞上天空，其中一条蛇想上去咬苏明，被饕餮一巴掌拍死在了地上。大战一触即发，嘶嘶嘶，数不清的蛇压着彼此的身体前进，越来越多的蛇聚集在苏明的正下方。4只大花蛇也不是吃素的，它们来回扭动着身体，牢牢地盘上一棵老树的树枝，4只头颅用力地向上，似乎想要一飞冲天，但大概是经过了严密的计算，它们是没有办法飞到苏明面前的，所以神蛇摆尾，4条蛇同时发动，4只大尾巴朝着一个方向冲去，速度极快。苏明不禁在心中大呼：你们还真个个都是个老六！帝俊快速来到苏明面前，用力将手中的剑砍了过去，剑深深地扎在一只尾巴中，池中的他只能干吼着吼，尾巴也不受控制的上下乱窜。苏明这时再也忍不住了，他开启飞行技能后便加入到了战斗中。在2人的合力下，蛇的尾巴已经变成了稀巴烂，4只大花蛇惨叫着。为了弥补身体的残缺，他们只能选择放出第3个技能神话龙形。只见4只大花蛇的身体围绕着金色光芒，光芒退去后，它们竟生出了金色龙鳞，而后真的飞上了天空。它们依然保持了原来的位置，包围着苏明。是金龙！苏明有点兴奋，毕竟好久没碰见过龙了，也不知道杀了这4个家伙会不会给龙晶。不过管那么多干嘛，先宰了再说。穷奇灭世神雷，吼吼！穷奇飞舞着翅膀在空中转着圆圈，4只大花蛇中的一条发动了呼风唤雨这个技能，顿时间狂风大作，雷雨交加，雷云隔绝着外面的狂风和雨。苏明骑着穷奇屹立于雷云中间，就连声音都被隔离了。蓝色的雷跃动在夜晚的天空，一闪一闪的，十分美丽。帝俊也提起旧剑冲向了4只大花蛇，在雷电的奏乐下，帝俊手中的剑越舞越快。饕餮的盛宴也添了不少的菜，噼噼啪啪，焦香味飘香四溢。在大花蛇的技能辅助下，这些蛇怪的精神力也提高了很多。他们有的躲在石头底下，或者钻进土里，以此来降低雷电对自己造成的伤害。4只大花蛇就更不用说了，受到的伤害也是微乎其微，再加上有风和雨的攻击抵消，他们受的伤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好在帝俊的突然加入重伤了他们不少。吼吼吼！4只大花蛇用尾巴狠狠地拍击着地面，发泄不满。紧接着，这4只大花蛇似乎是想尽快结束战斗，竟同时发动了第2技能万蛇毒。噗噗噗！每一只蛇怪的口中都吐出一种墨绿色的液体，接触到空气很快就蒸发进入大气，这样扩散的就更快，施毒的面积就更大。嘿嘿，苏明轻轻一笑，正好，我还发愁如何让你们能同时发动这个万蛇毒呢，好让我一次就抵消了他们。气体正在慢慢靠近，到时间了。
饕餮，反咒！饕餮对着空气大吼着，时而暴怒，时而温顺。若不是之前就见过他放技能的这个样子，估计苏明他们都觉得他精神有问题。很快，墨绿色的气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消散着，极小的一部分向四周退去。吼！四只大花蛇怒了，毕竟自己竟被耍了。紧接着，四只大花蛇纷纷咬伤了自己的尾巴，血顺着流到了地面。底下的蛇小弟们争先恐后的舔舐着落在土地上的鲜血，就像着了魔一样。但很快，他们的身体飞速的膨胀，直到爆体而亡。喷溅出来的血液都朝着四只大花蛇的位置的下方流去。看着这么残忍的画面，苏明不禁有一点反胃。看来是自己训练的不够，才这点程度就能把自己恶心成这样了。这就是这些家伙的血迹吗？四只大花蛇舞动着脑袋，随后从他们的口中喷出一连串的墨绿色液体。这些液体直直飞向苏明，不过在反咒的作用下，这些液体在飞到苏明面前的时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就出现了他们追苏明跑，他们在追苏明在跑的场面。蛇小弟被消耗完了，他们的口中也已经吐不出毒了。帝俊，得令，刺了！吼，刺了！四只蛇氏全部被击灭，蛇皇将于明天降临万蛇谷。明天才来啊？为什么？真是浪费我的时间。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史诗级宝箱4个，龙经1本。龙经？1本书？苏明有些嫌弃地翻着手中这本脏兮兮的书，里面竟是一张地图，详细记载了各种龙的居住地，以及名士指引图、盛世指引图各一张。看着其他内容，苏明越来越觉得这本书就是个宝。他高兴地把书合上，然后走出了副本。可嗨嗨！哦哦，发生了什么？是中毒了吗？坚持住，救援队马上就到了。刚一出来，苏明就置身于一片嘈杂声中。向龙看见他，立马指着他没好声地说道：“苏明，一定是你这小子搞的鬼！抢怪物不说，竟然还放毒谋杀我们！我们不过是打了一个小赌约，你却想置我们于死地。”一些人听了，纷纷愤慨不已。怎么能这样呢？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大大方方承认，怎么了？别搞突袭啊呀喂！就是，你怎么忍心杀害同胞呢？听着一帮乌合之众的言辞，苏明根本不屑于跟他们对峙。只见他大步流星地走向停靠在一边的飞行器，向龙这时却叫住了他。我说苏明，你都这么伤我们了，难道不应该做点补偿吗？补偿也不贵，就拿你那辆飞行器给我吧。你要是不愿意，那就喊我一声爸爸。苏明将剑朝后丢了过去，剑稳稳地落在向龙的两脚之间。你住嘴吧，什么都乱说，当心闪了舌头。苏明坐上飞行器，潇洒离去。第108章苏权的秘密。转眼已到了下午，叮咚叮咚，苏明甩掉手上的泡沫。帝俊，你先来给饕餮洗着。苏明接通了电话，那边传来苏权的爽朗声音。今天下午白毛回国的飞机就要到新洛机场了，今天下午我有一个会议就不去了，你能帮我接一下机吗？对不起，没时间。说着苏明就赶紧把电话给挂了。叮咚，苏权发来消息，你不去不行，是白毛非让你去的，说是有事情找你，等你们回来，来我家吃晚饭，那飞机下午3点钟抵达哦。苏明看了一下时间，嚯，好家伙，现在是新洛时间下午2点30分钟，每次都是那么突然。苏明带上穷奇、九尾和白泽三小指就出门了。抵达机场时已经是下午3点05分了。苏明兄，苏明扭着头看向一边，好久不见，苏明兄。白毛拉着行李箱飞快地跑到苏明身边。你不是说有事找我吗？说吧，什么事？这里人太多了，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说吧。说着，两人就走向了一间情绪屋。来这里的人几乎上都是充满着负情绪，需要一个空间来释放自己，所以这里的隔音效果相当给力，即使是耳趴墙根据偷听也没有用。两人坐下后，现在可以说了吧？可以。苏明兄，我来找你是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忙。你说吧，我看能帮不？母亲死后，我成了一名孤儿，从小就被苏权老师一家收留。在我的印象中，我似乎只见到过母亲。她有着一头长长的深蓝色头发。她是一个普通人，不是职业者。在梦中，她时常呼唤我，似乎是想让我救她，但是在梦中我却听不到任何声音。可是当我把这些告诉给苏权老师的时候，苏权老师就总是用其他东西转移我的注意力，把它搪塞过去。而且每次我到英国的时候，这种梦就感觉变得越来越真实了。所以苏明看着他那渴望从自己这里得到肯定回答的眼神，所以你就一直相信你的母亲还活着？对，不只是相信还活着，而且母亲一定还活得很艰难，
并且他应该就在英国。白毛越说越激动，那你打算怎么办？这些只不过是你想的，又没有证据。即使听到这些，白毛的热情丝毫不减。就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毫无头绪，所以才想让苏明兄你来帮忙。听到这里，苏明有些哭笑不得。你这甩手掌柜当的，我又不是大侦探，你找我也没有用啊。白毛闪烁着那双泪眼婆娑的卡姿兰大眼睛。不过，我们可以从苏全老师那里下手。苏明犹豫片刻后，帮你也可以，但最终若是没有结果，你不能怪我，而且我是要收报酬的。白毛一听，乐开了花。好的好的，报酬啥的好说，那你就把你知道的详细说来听听吧。我的兰香，你在那里过得可还好？白毛已经回国了，你可以放心了。注：看完之后请立即销毁。苏全把写好的信件通过天道快递直接寄到了兰香的个人背包。他捡起地上散落的枯萎花瓣。兰香，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早日接回国，让你们母子团圆。这时房门铃响起，苏全走过去开门。快进来吧。苏全热情地招呼着门外两人进来。饭还没有做，先吃些瓜子儿垫垫肚子吧。哈哈。白毛立马起身走进厨房。好久都没有给师傅做过饭了，今天就让我来做吧。苏全有些羞愧地笑着，到底是谁给谁接风洗尘呢？于是闲着的二人就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看着电视。苏全在转头和苏明说话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的耳钉有些不一样。苏明，你怎么没有带我给你的耳钉啊？你那双太沉了，我就先带着这双了。哦，那你这双耳钉是谁给你的？什么谁给的？我捡的呀。捡的？在哪儿捡的？出国的时候呗。就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子掉下来了一双耳钉，她走得那么急，我又害不了她，看着挺新的，所以就拿来自己用了。那你看见那个女子的面貌了吗？人家走得那么急，怎么可能看到？只知道头发是蓝色的。苏全听到这里愣了一下，不对，不可能，那些人怎么可能让兰香独自跑出来？可是这龙骨耳钉只有两双，一双在白毛手里，一双就在兰香手里。若是白毛的没有丢，那苏明手里的就是兰香的了。做好了，吃饭吧。白毛这时正好把饭端了出来，苏全立马看向他的耳朵，这一看把他吓了一跳。白毛的没有丢，那苏明手中的真的就是兰香的？怎么回事？前几天的来信中没有写到过兰香外出啊？难道我们的通信被发现了？还是说兰香已经被他们彻底了？苏全腾的一声站了起来，二人立马假装被吓得不轻。老师，你怎么了？怎么突然站了起来？回过神来的苏全赶忙摆摆手，我没什么事，就是想站起来帮你端盘子。苏明，你也赶紧过来端盘子，坐过来吃饭吧。白毛取下耳朵上的耳钉，忘去下耳钉了，你们先吃，别等我。苏全看着忙着洗筷子的苏明，这家伙难道没有发现他和白毛的耳钉是一样的吗？苏明转过头，听说这对耳钉对白毛很重要，为什么我们的耳钉一样？难道那个女人和白毛有什么关系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吃完饭，苏明二人准备一道回去。苏明兄，刚刚老师的那些反应是不是证明了我的猜想是对的？目前看来，苏全他一定知道点什么。你母亲很大概率还活着，不过你要是想从他嘴里套出点你母亲的消息，我看是不可能。白毛激动的点点头，没事，只要知道母亲活着，我就很高兴了。至于其他的，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答案的。第109章预兆。即使外面现在才早上7点钟，这里面也不至于还是黑夜吧？那些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窜出来咬人一口，蛇皇一会儿就要降临了，他带来的蛇怪也一定不会少。所以说，今天我到底为什么会跟过来？内心抓狂的他向队长向龙问道：“老大，我们来的是不是有些早啊？”就是要早点来，抢在那小子前头把蛇皇给杀了。可是我们有些人还没怎么吃东西就跟过来了，打怪怎么会有力气呢？听到这话，向龙立马眼神犀利的看着他，你什么意思？你要是想走，现在就直接走，等会儿我们杀死蛇皇得到的奖励跟你没有一点关系。还有，如果你离开了，我会向上级提出开除你的，你将永远退出救人开荒团。向龙的这些话也是说给其他人听的。最终几个心性高傲的年轻人受不了向龙的职权滥用，一气之下离开了副本。没有料到会有人真的离开的，向龙愣了好一会儿。留下来的各位，你们才是一往直前的勇士，那些离开的人不过都是些令人唾弃的渣仔。他向身后挥挥手，走吧，我们去杀蛇皇。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啊？不就是职业牛逼点儿，当上个小队长就得意忘形了？就是，早就看不惯他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了。虽然有些对不住队伍里的弟兄们，但我就是希望苏明能抢了他们的 boss。嗨，
别想那么多了，消消气。这个副本咱们过不去就去下一个，这个开荒团不要咱那咱就找下一个。天下又不止他一个救人开荒团，向龙那家伙已经进去了。要不是自己今天赶时间，苏明还想着让他们把蛇皇打成残血，自己好去捡个漏。看来没有办法了，自己现在不得不进去。嘶嘶嘶，远处一座山伴随着嘈杂的蛇叫声轰然开裂，两条一金一黑的巨蛇从裂开的缝隙中爬到了地面上来。名称：蛇皇双子蛇，品质：传说级，技能：召花令，借毒打毒，吞吐日月。召花令技能一经施展，方圆1公里以内低级蛇怪有 0.001% 的概率直接越级为蛇式，该效果持续时间为1分钟。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半天。借毒打毒，将每只蛇的毒液混合在一起，炼化成混合毒，毒性可增长 1000%， 将混合毒变成炮弹发射出去。目标不锁定。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1天。吞吐日月，从2条蛇的口中各吐出一半月亮，一半太阳，两者拼接后遮盖住天空中的月亮。借助日月的力量，召唤出更多的低级蛇怪，且怪物的全属性增加70点。蓝粮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小传：就带蛇王诞下2颗蛋，按照先例，蛇皇的位置只能传给1条蛇，所以另1条蛇必须被杀死。蛇皇和蛇王不忍心，便打破条例，让这2条蛇都做了蛇皇，人称双子蛇。老大，那就是蛇皇吗？怎么有2只啊？心情激动的向龙忍不住骂了一句：笨蛋，你不会自己看属性面板啊？他们是双子蛇，我去，自己这还是第一次刷到传说级怪物呢。向龙赶忙吩咐队员：你们几个去周围警戒，看到任何人都给我死死的拦住他，不要让任何一个人来到这里。剩下的几个人跟我一起战斗。是。其他人也都是头一次见到传说级别的怪物，心里头也都十分兴奋。突然，2条蛇化成人形，相互依偎着飞在空中，挡住了月亮。他们一个少男，一个少女，两人如瀑布般的黑发下面分别是薄薄的一身黑色和白色的古代衣服。少女粉红色的眼睛散发着妖媚的气息，她天生自带魅惑的幻术。底下的一些人不小心就中了幻术。哇，好美啊！苍白的皮肤，红润的嘴唇，真是天仙下凡啊！好在向龙提前准备了一些解除幻术的药物，他把它们撒在空中，一股青草般气息的空气钻进每一个人的鼻子。我去，我刚刚是怎么了？是中幻术了吗？刚刚那肯定不是我，我怎么会说出那么恶心的话？向龙看着他们说：谁让你们等级那么低，这么轻易就中了幻术？现在掺杂着药物的空气还能维持半小时，30分钟内我们必须解决他们。虽然说时间比较短，但他们还是十分配合的答应了。苏明此时正好赶到，吼运气不错，竟然是个传说级的，还是2条能化成人形的蛇怪。那条少女模样的蛇看着好像长得不错，待会儿把它抓来仔细观摩一番。苏明拍拍穷奇的虎背：穷奇，能抓来吗？穷奇欢快地向上抬起2只前腿，似乎是在喊：小意思，冲吧！哼哼，2只怪物，受死吧！只见向龙连续搓出好几个雷球，纷纷抛向2只蛇皇。底下的众人也纷纷使出招数。黑蛇眼神凛然，大手一挥，数千条蛇怪飞上天空，被当作盾牌挡住了攻击。月辉下的2人毫发未伤。哼，不愧是传说级别的，既然雷法球奈何不了你，那就让你尝尝这个雷法。蛇皇正上方的天空中云集起道道闪电，隆隆作响的雷电径直落下，砸向他们。一道白影闪过，有作用了，老大的招数起作用了。除了向龙，其他人都没有看见那道白影。向龙在心里默念着，刚刚那道白影是怎么回事？其中1条蛇皇就是白色衣服，难不成是他们逃走了？还是说是苏明那家伙把他们掳走了？闪电过后，众人争相看过去，一轮皎洁的月亮安静地挂在空中，附近早已没了蛇皇的踪影。怎么回事？他们逃走了吗？就在众人纷纷为此感到疑惑时，向龙发出一声咆哮：擦！被抢了！他们怎么可能是逃？他们可是传说级别的怪物，又是特么的苏明！今天我向龙和你不死在这儿一个，这是我永不罢休！走，跟我活捉了那小子！第110章疯子。苏明坐在穷奇背上，看着下方被绑得动弹不得的2个人。这孙元老头儿给的万锁绳就是好使。万锁绳由狂战士孙元所制，可限制对方1半的实力。正确的捆绑方式甚至可以达到100%的限制。
不同的事物对应的捆绑方式不同，正确捆绑方式的提示每一个月刷新一次，把1个月内的机会给他们俩也不算亏，毕竟这可是传说级别的怪物。苏明满脸笑意地看着他们，我们大意了，小妹。黑蛇病恹恹地说，主人，下方跟过来的蛇怪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行踪。下方的蛇怪拉直了身体向前冲着，时不时有几只想蹦上来。这些小妖怪就是傻，你们主的技能有几个不是拿你们来献祭的？就这还傻傻的跟过来？没事儿，来了那咱们就再飞快点，让他们跟不上。来不及了。白蛇抬起脸看着苏明，幽怨地说，召花令。突然，路线的前方出现一条巨大无比的大花蛇，它张着血盆大口就冲了过来。帝俊眼疾手快，抽出剑就刺向了蛇脖子，紧接着又飞快地拔出来，再刺过去。2、3下，一条大花蛇就被解决了。缠斗中，苏明的速度不得已降了下来，转过身看去，几条大花蛇已经紧紧地跟在了身后。呵，还挺有能耐，把我逼在了这儿。穷奇，就这儿吧。穷奇撒开2只大爪，苏明则解开了绳子。虽然靠着这条绳子就可以把你们杀死好几遍，但是不亲身战斗一下，怎么对得起你们这些传说级怪物呢？脱离束缚的2人立马翻身回到了空中，底下的一些蛇冲着他们张着大口。看到作为蛇皇的他们2个那么不愿意亲近蛇怪，再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正在跟大花蛇作战的苏明玩味的哦了一句，看来他爸妈为了让他们俩上位，可是得罪了不少条蛇呢。喂，我说，你们的子民都不臣服于你们，你们2个还待在那里，每天过得胆战心惊，作何感想啊？听到苏明出言竟如此无礼，咄咄逼人，2人怒地皱起了眉头。你找死！吞吐日月，2人拉着彼此的手面对面站着，半个月亮和半个太阳从他们口中吐出，拼接在一起，并窜飞到天空中，遮盖住原先的月亮，并加速转动着。金色和白色让天地轮流地变换着颜色，直至速度稳定后，最终变成了一种颜色。从各个空间中钻出，掉落下数万条蛇怪，大地立马变成了闪烁着星星的海洋，闪光点点。苏明警惕着可能从4面8方窜出来的蛇怪，借毒打毒。突然，所有的蛇停止了行动，向上张开大嘴，从里面冒出带着5颜6色的液体。当它们聚集在空中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黑色。把毒液吐完之后，最低级蛇怪们便倒地不起。白泽看着眼前的画面，有些吃惊。这2个家伙召唤出蛇怪，就单单只是为了利用他们的毒，太残忍了。白蛇挽起黑蛇的手，哈，该我们了。白蛇的脑袋向另一个方向看过去，擒贼先擒王，所以就杀你吧。隐藏在角落里的向龙不禁吓出一身冷汗。什么？难道一早就被发现了吗？嗖嗖嗖，几发毒液变成的炮弹朝苏明他们飞过去。若是现在把饕餮的技能给用了，后面的几个炮弹就不能再用了。该死，只能躲了。好在苏明的速度足够快，几个回合下来，炮弹都没有伤到苏明。突然，一发炮弹从身后袭来，被苏明提剑挡了下来。有人搞偷袭，是向龙。小子，没想到吧？我那么快就找了过来。见苏明不理睬自己，向龙顿时间感觉很生气。苏明，我就告诉你吧，今天咱们2个在这儿必须死一个，否则我是不会放过你的。没事，吵架了儿子不原谅老爸，那是应该的。你，砰砰砰，毒液炮弹开始了无差别攻击，朝着苏明和向龙2个位置射去。可恶，自己现在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再看向苏明，那家伙正悠闲地坐在穷奇背上，饕餮则负责在前面吃掉带毒的毒液炮弹。不过好机会，苏明已经发现了向龙一直在看向这里，这家伙又想干什么？算了，他应该造成不了什么威胁，还是对这些毒液炮弹专注一些吧。雷索，一道带着闪电的雷索从天而降，直冲苏明。哼，想伤我？这场战斗也是时候该结束了。帝俊，天地之威；穷奇，灭世神雷；白泽，九鼎之力；九尾巡天。帝俊收回剑，飞上天空，在他身后出现一个巨大的金色帝俊身影。乌云大作下的雷电，9条雪白色的巨大虎尾，云层中降落下的大鼎，众人皆被这壮观的场面给震撼住了。这是苏明？我不信，不信，他的招数一定是华而不实的。那2个怪物迫不得已只能现出原形，他们盘踞在一起，头上的逆鳞化作一个保护罩，把他们罩在其中。解放了吗？小妹，解放了。伤害破开了保护罩，打在了他们头上。双子蛇皇被击杀，恭喜宿主获得传说级宝箱2个，史诗级宝箱4个，蛇鳞2块，
奖励已发放至个人背包。还没来得及作用的第二只大鼎停留在空中，和雷云一同慢慢消散了。向龙呆呆地看着天空，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回事？这不该是一个御兽师该有的力量。哦，我知道了，这个苏明是被冒充的，一定是被冒充的。哈哈，冒充的，假的，哈哈哈。老大，老大，你怎么了？我去，他这是被气疯了吗？他疯了，他疯了，他疯了。苏明一脸平静地离开了。虽然他嘴贱，人品差，但现在杀了他，胜之不武。这次算你走运，不过下一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第111章，关于白毛的劲爆消息。我去，这次的宝箱那么多，却没有一个是我能用的。2个传说级宝箱分别开出了一根指挥棒，一把战斧。虽说都是1等1的上乘品，可是对于没有用的使用者来说，他们不过是用来换钱的交易品。剩下的史诗级宝箱开出的宝物中，也只有1对附魔耳钉还能用，剩下的苏明一律挂在了交易大厅。这2个传说级别的被挂上去的话，一定会惹上不少的麻烦。现在还不能卖，那要怎么办呢？突然苏明似乎想到了什么，这样也好，好长时间没有见到李熙然那丫头了，也不知道等他看到这把战斧会是怎样的表情。苏明看向那把指挥棒，这个就送给便宜师傅吧。香薰散发出的缕缕香烟向上冒着，有几缕甚是调皮，竟绕上了一双雪白的玉足，慢慢的向上攀上了大长腿。此刻苏全拿着兰香寄回来的信，兰香手里的龙骨耳锭没有丢，那苏明的是哪里来的？难不成白毛发现了些什么？可是不对啊，这孩子从来不会向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吐露心声的。所以说苏明又是如何知道这些的？不行，不能让白毛知道兰香在英国，否则的话，以那个孩子的性子，如果知道了兰香在为英国工作，他估计一辈子都原谅不了他。咚咚咚，放下手中的信。谁啊？苏明。苏全打开门，这小子怎么来的？难道是问那件事的？不等苏全开口，苏明从背包里拿出一把指挥棒。这个我留着没有用，反倒是和你的职业挺相符的，就送给你吧。收到礼物的苏全甚是意外，谢谢乖徒儿，竟然还想着为师，那你也别站在这里了，进来吧。苏全转过身领着苏明进到屋里，不经意间，苏明看到了桌面上一封落款为兰香的书信。兰香？在哪里听过？喏，我新淘到的茶，尝尝看吧。苏全十分冷静地拿起桌上摆放着的书信，你先喝着，我把它们收拾一下，太乱了。苏明拿起茶杯品尝了起来。苏全犹豫着要不要开口问苏明，苏明，我有一件事要问你，你务必一定要认真回答。苏明已经猜到他要问什么，不过是服饰货都躲不过。你问呗，上次你和白毛一起来的时候，你的那双耳钉是怎么来的？苏明表面平静，内心却有些激动。终于怀疑了吗？不是说了吗？是，跟当时一样的回答。真的是这样吗？可是据我所知，那对耳钉全球只有2双，一双在白毛手里，另一双在另一个人手里。苏全神情开始严肃起来。所以苏明，你骗了我。苏明面露微笑。是啊，我骗了你，可你不也把白毛给骗了吗？你在说什么？这和白毛有什么关系？和他有没有关系你自己心里清楚。苏明轻哼一声，瞒了他这么多年，不告诉他母亲还活着的事实。虽然不知道师傅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觉得这对白毛是挺残忍的。苏全听后大为震惊，轻叹了一口气。算了，看来白毛真的和你说了不少他的事情。他看向窗外，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做的是否正确，但至少现在对白毛来说是没有坏处的。说的好听，失去至亲的音信的那种茫然痛苦的感觉，你们可否感同身受？他的母亲是叫兰香吗？世界第一巧匠的兰香。苏全愣了一下，随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看来你猜对的不算少了。他突然抬起头，十分认真地看着苏明。没错，他的母亲就是兰香，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当年他被一名英国人骗去了英国，并生下了白毛。可是在白毛才1周大时，他父亲就因为犯罪而被处以了死刑。当时兰香的护照被白毛的父亲抢走了，没有护照，他们只能在英国街头流浪。无奈之下，兰香只能将还处在婴儿中的白毛交给了我带回国抚养。后来兰香凭借着出色的制造手艺，很快就在英国站住了脚跟。也正是因为他技术太厉害，英国那里一直不给放人。说到这里，苏全狠狠地朝着桌子砸了一拳头，全然不顾太用力会捶坏了桌子。可恶！不过兰香宁愿做英国的黑户，也不愿意接受他们为他办的英国国籍。这10几年，我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这还不简单？
你想个办法把他从那掳回国来不就行了？反正他是个黑户，又不是英国人。你当你师父是个傻子呀？我肯定也想到过这种办法呀。可是这样不行，他住的那个地方不仅十分偏僻，而且还有设有盗陷阱，就这还不是他们最老六的行为。每隔半年他就被迫搬家，而且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搬到了哪里。现在我和他唯一的联系方式就只有天道快递了，是挺棘手的，不过不试试又怎么知道结果呢？那你就打算这样一直瞒着白毛吗？你又不是不知道，白毛那孩子就是一根筋，倔得很。要是被他知道了这件事，他估计会恨兰香一辈子的。你怎么不试试呢？我觉得白毛是能理解这些的。苏全连连摆手，还是算了吧，我害怕让那孩子受了刺激。什么受了受不了的？一个大男人。苏明起身，既然师傅你开不了这个口，那就让我来告诉他吧。转身想要离去。苏明，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请你对白毛说的时候委婉一些。砰！操场的一处阴凉角落。苏明兄，难得你主动约我，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你母亲还活着？她的名字叫兰香，没错，就是那个世界第一巧匠兰香。第112章小樱花。听到这个消息后，白毛既兴奋又有些失落。兴奋是因为自己终于不再是孤单一人，失落是因为没想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唯一至亲竟然是大夏国第一叛徒，世界第一巧匠。你与其相信从外人那里听到的对他的评判，倒不如多花些时间自己去了解真相。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就去问苏全吧。你去问，他一会告诉你。白毛愣了一会儿之后便站起了身。谢谢苏明兄的帮助，我去找苏全师傅。说着他就飞速离开了。苏明也站起身，拍拍灰尘。他们父母的那些故事太长了，让便宜师傅讲去吧。时候不早了，该去找李熙然了。波波下饭馆。怎么说呢？苏明转头看向两边的店铺名字：波波早餐饮、波波茶馆、波波副食。小明子，我们就去这里下馆子吧。怎么样，这家的饺子是不是特好吃？听说厨子是咱们那边的。哈哈，出那么远的门儿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简直不要太幸福。皮稍稍发硬，光滑劲道，还是韭菜猪肉馅，挺好吃的，不愧是5星干饭人李熙然。李熙然听到这话十分受用。哈哈，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好了。你不是说要送我一个礼物吗？在哪儿呢？已经通过天道赠送给你了，你自己去背包里看看吧。这么神秘，竟还怕别人看到吗？我都要看看是什么。李熙然神情兴奋地打开了背包。好友苏明赠送给您一把传说级战斧，该战斧体型较小，战斗方式更加灵活。天哪，传说级的装备，怎么样，还喜欢吗？苏明看着脸颊泛红的李熙然，一脸坏笑。李熙然突然脸色一变，稍稍撅起了自己的小嘴。怎么可能会喜欢？别的女生收到的都是鲜花呀、衣服啊、裙子啊什么的，我的却是一把斧头。那就是说你不喜欢了，那你把它还给我吧，我把它卖了，还能给你买束花泥。才不给呢，这么贵重的礼物，其实买束花就能比得了的。不说这些了，我先出去买杯喝的。哼，小样儿！喂，我说，你个樱花国人竟敢在这里嚣张，不知道这里是哪吗？一阵刺耳的争吵声传来，其中混杂着玻璃杯、盘子摔碎的声音。嘈杂的声音使苏明也忍不住看过去。只见一个梳着标准就10代樱花国战饭头型的男子，被一拥有超高身高和一身腱子肉的大夏国猛男无情碾压。猛男抓着他的衣领，高高将他举起。谁让你特么的在这里穿着该死的衣服的？还有你这傻逼头型，恶心死我了！只见小樱花的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怪笑。苏明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从长袖里掏出一枚针，猛地朝猛男的心脏位置发射。啊！莫名心悸的感觉让猛男吃痛到手软，小樱花就自然被放下了。砰！啊呀！猛男捂着心脏在地上打滚。小樱花，你他妈的干了什么？你跟老子玩阴的是吧？针头上带了毒。不一会儿，猛男的脸成了紫色，其他全身的位置开始出现淤青。周围的人自发的将猛男和小樱花圈在2个圈里。说过了，我精神有问题，不要惹我，你偏不听，怪我喽。听到他这老赖的话，众人立马开启了口诛笔伐。就你这老赖行为，放在整个老赖圈子内也是相当炸裂的了。小樱花，我告诉你，你别太嚣张了。小樱花又偷偷摸摸的从袖子中拿出几枚针，放上了毒，找到目标之后就要发射出去。苏明让帝俊出击，接下了每一根针，针上的毒泛起阵阵白烟。众人看到后就立马要求要狠狠教训一下这个猖狂的小樱花。救命恩人的身影也终于能得以看清。
帝俊的服装和旧代大夏国帝王的服饰很是相像，于是就有一些了解这方面知识的学生大叫起来：“我去，是咱们的哪位祖先显灵了吗？哇，这位同学的 cosplay 好真呐，可嗨嗨！”猛男已经开始口吐白沫了，看样子随时会昏死过。苏明只好对他小声的念道：“饕餮，反咒！啊，不疼了，不疼了！”猛男翻身站了起来，对着站在一旁的帝俊道谢道：“谢谢这位小同学的救命之恩，希望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日后若是有需要帮助的地方，我唐某定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帝俊则是一声不吭的来到苏明面前，消失了。吼吼，这时正好白泽出来了。哦，我记得这位是谁，他是1年级的那位叱咤校园的御兽师苏明。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他当时刷新试炼塔记录的时候，我全程都在场呢。没想到他的契约兽竟然还能化成人形，太帅了吧！猛男这才明白过来，是眼前这位御兽师救了自己。啪！他再一次抱起双拳，弓着腰。唐某十分感谢这位苏明同学的出手相救，日后若是……停，你要是想答谢我的话，就散了吧，别聚在这里影响我吃饭。而这恰好被刚刚赶来的李熙然看到，对于一个不知情人来说，这个画面很难评。一位猛男涨红了脸，给面前的一个小奶狗做着拱手礼，满脸欢喜。小奶狗则是神情淡然，对此无动于衷。旁边围起了一层又一层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观众，不过还有一队人压着一个作死的樱花国人。让让让让，牧师来了！伤者在哪里？哈哈，没想到吃个饭还能收拾个坏人。我家小名字就是厉害，本来想着等你来让你收场的，正好试试新武器的灵活性。那人家不是出来买饮料了吗？不过若是以后真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我一定毫不犹豫出手相救。现在我有那么多斧头，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哈哈！奶白色的月光洒落在李熙然向上扬起的脸庞，恰到好处的晚风将他的头发微微吹起。本来过膝的中长裙在风中缓缓晃动着，膝盖上的2只小猫图案时不时的探出来。第113章计划。接下来的2个月，苏明又连着刷了好几个试炼塔和校外副本。下雪了，偌大的校园都被大雪覆盖住了，学生们对试炼塔的热情似乎没有那么高涨了。苏明在厨房里做着烤红薯，时不时看看窗外忙着堆雪人的林浩和李熙然2人。叮咚，苏明，之前我已经把他母亲的事情都告诉白毛了，当时他也向我保证不会擅自去救他母亲。在接下来的这些时间里，他每天都萎靡不振。我知道你们的关系很不错，他有时会听得进去你的建议，所以我想请你劝劝他。苏明看到这里，直接回复道：劝什么劝，直接让他去不就得了。看到这里，苏全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那好啊，你让他去的话，那也得负起责任哦。这时苏明才知道自己落入了他的圈套。我可以和他一起去，但是我需要带个人。我这里有2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我用不着那么多人，只要我们3个就够了。苏明推开房门，叫来了外面的2个人。虎兄，怎么了？是红薯烤好了吗？苏明把烤好的红薯装在盘子里，端给了他们。不愧是小明子，做啥的手艺都那么好。林浩，我想让你跟我去英国一趟，明天就出发。不等林浩回答，李熙然说道：去那里干什么？而且明天就走，那么急吗？还有，为什么不带上我？去就一个人。不过你去了没有用，去了干嘛？虎兄，你要救谁？等到了你就知道了。李熙然还想说点什么，苏明先开口：人去的太多，目标太大了，而且你的样子太可爱了，到了那里一定会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找上门来的。尽管他还是很不情愿，但他知道苏明说出的话就不会再改变了。那好吧，下划线。不过你到了那里一定要每天都给我发消息，让我知道你是平安的。好。第2天，苏明兄，又要麻烦你了。看着一脸憔悴的白毛，自来熟的林浩不禁问候道：兄弟，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咱也要以身体健康为第一位，是不是？仔细看了看白毛，林浩的内心，这家伙怎么那么像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个人？你的事情我都听虎兄说过了，我也是来帮你的。也不等白毛开口说话，林浩就走过去拍了拍他的后背。你放心好了，有我林浩在，定能救出你妈妈。苏明看了一眼说着大话的林浩，别在那砍大山了，有那功夫还不剩赶紧去调查调查他被关的地方呢。哈哈，苏明兄说的对，不过我早有准备，飞机上人太多，等下了飞机我再和你们说。我们该登机了。说着他就信心满满的走向飞机。一下飞机，3人就来到了苏明原先在英国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林浩家在这里的别墅。
我本来还想着换一套别墅呢，可是虎兄说怕这件事情知道人太多，所以我就没有去跟我老爸要别墅的钥匙。所以咱们就先还在这里将就一下吧。林浩找出一张纸和一支笔，他在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地图，不过能看出是英国的地图。好啦，那就由我来说一下我的调查结果吧。只见他用笔在地图上划分成了3个部分。英国的地图其实很简单粗暴，简单来看，它就是这3部分。他指着其中一块比较大的部分说，这里离其他国家比较近，所以就被他们用来发展了商业啊、工业啊什么的，反正在这里都是比较发达的东西。发达到了什么地步呢？嘿嘿，林浩给自己加戏，发出几声冷笑。发达到了在这里的地下有一个以自成系统的能自给自足的人类社会。林浩突然看向白毛，我听说白毛兄也是经常在这里留学，所以对我说的这些也是比较清楚的吧。经过林浩在一整个飞机飞行的航程中的劝说，白毛的心情好了很多。他对林浩的问题点了点头。你说的没错，我去过那个地下城，只不过是因为在地下，那里的治安不太好，被称为是罪犯的天堂。所以白毛母亲不可能被他们藏在这里，毕竟凭着他母亲的名号，在那里肯定会被那些罪犯劫持过来，当做自己的工具来用。紧接着他又指向最小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在这里，因为这里紧邻着前面这一部分，所以就被他们开发成了住宅区，自己的国人居住，或者是让其他国家的人住。不过因为他们本国的人就比较少，再加上为了谋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选择了留在繁华地区，所以这里的地90%都是被外国人买走了，仅剩下的10%不过是一些没有能力进入繁华地带却又不甘于离开的人的住所。生活上的不容易导致了那里的人戾气都特别重，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把它藏在这里。听到这里，白毛提出了一个疑问，可是你也知道，尽管这些地被外国人买去，可他们不常来，为什么不会被藏在这里呢？你林浩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这些地已经是被签过协议的，一旦被发现被其他人用过，英国人需要赔偿的，不管是财力方面还是资源方面都是很多的，代价这么高，我觉得他们不会选择这里。况且这第3部分的地形那么复杂，面积还那么大，他们为什么要放着这里不选而选择其他地方呢？兰香女士被绑了17年，即使是1年换一个地方，这里也用不完呢。说到这里，林浩突然想起了什么，赶忙跑向一间卧室。苏明2人也跟了上去，来搭把手，把这个床抬一边。他用一把钥匙撬开了地面上明显突出的一块砖，砖下挖出的一个洞内放着一个圆形盒子，这是小时候我们来这里玩，我放起来的一些小玩意儿，这里面有我拍的一些照片。上飞机前看了看白毛，我就觉得和我小时候见到的那个人很像，她是一位极其温柔的女士，是除了我母亲以外我遇到的第2个美丽的人。我找出来给你们看看，没准儿啊。看了照片之后，白毛摇摇头，我已经记不得母亲的样子了，只记得母亲的一头蓝色长发。可照片中，她突然有些哽咽。苏明说，没准儿她剪了头发呢，而且我看着你们真的特别像。不过不管是不是她，来救你母亲的计划是不会变的。白毛深深地望着照片。第114章寻找之旅。虎兄，这里那么大，你打算怎么找？英国人囚禁兰香，无疑是想利用他的制造手艺去垄断全球的高端制造产业。经过他手制造出来的东西，无一例外都成了价值连城的宝贝。而为了让他不停地制造宝物，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的给他提供制作材料。但是又不是所有材料都能用来制造宝贝，所以没有用的就只能售卖给当地人。所以他们在哪里，哪里就一定有市场。而我们只需要调查这里的每一个市场就行。苏明从背包里掏出从小七那里借来的诡计面具，递给了白毛。你的容貌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戴上这顶面具。白毛接过来。好的。林浩已经迫不及待了。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吧。接下来的1周里，3个人几乎已经找遍了每一个目标地，却都没什么效果，直到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村子——白头村。这个村子不大，10几户人家，几乎人人从商。一进入村子，苏明就被一阵吆喝声吸引了过去。快来看一看了，上好的龙筋啊！苏明走过去，帅哥，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龙筋哦。对上眼的话，你就拿一块。只一眼，苏明就看出了这些都是用已经被使用过的低级龙筋混合而成的假龙筋，不过可以买来后进行提炼。老板，你这些龙筋似乎不太纯啊。帅哥，这是哪里的话？我们这些龙筋可都是从货真价实的龙身上长出来的。苏明不想再纠缠下去，于是就问了价格，比真正的龙筋还有些贵。虽然龙筋不常遇到，但这买卖实在太亏本了。看见顾客似乎是不想买，老板于是凑近了点巧声说道：顾客你可别嫌弃，这些啊可都是从兰香大师的手里剩下的，虽然是混合的，但是你可以拿去提炼啊。你看这样子行不行？我这价格给你打个3折，
不过你要把这些都买了，打了3折过后的价格比买一块金龙龙晶的价格便宜了不少。苏明就选择答应了。好嘞，帅哥，你等一下，我给你包起来。看着心花怒放的老板，苏明开口问道：“兰香是谁？也是制造师？”“对啊，听说他不仅制造手艺强，人还长得特漂亮。不过这些材料都是他家的助手拿出来卖给我们的，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怎么了，帅哥？难不成你想跟他比划比划几招？不瞒你说，我也是一名制造师，而且特别争强好胜。听到你这么说，就想去和他比比看。”听到这里，老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还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那帅哥，你和他较量，实际的叫上我，我可是一直都想看看这传说中美人儿的模样呢。苏明只好硬着头皮，用星号加上了他的联系方式。那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老板将摊上的龙晶全部装进盒子里，装进盒子里能少占一些你的背包格子。他住在哪儿我倒是不知道，不过有人说他应该不住在这里，因为每一次见到他的助手的时候，他们都是灰尘扑扑的，应该住在比较远的地方。这已经是苏明听到的第13个类似的回答了。可是我就纳闷了，我们这个破地方那么偏僻，人流量又少，他们把这些卖给我们，倒不如卖给其他地方，这样或许还能多卖点钱呢。不过要不是能借着兰香大师的名号卖出些商品，我们这里就更穷了。听说其他村儿也因为这个原因直接一跃而成小康村了呢。苏明突然灵光一闪，结过账就匆匆回去。也就是说，兰香有很大的可能就住在白毛村附近。虽然虎兄你说的也没有错，但是每次他们的助手都是灰尘扑扑的，这又该作何解释呢？你笨呐，他们一定是害怕被别人发现了，所以就把自己装成这样的呗。哦，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找找看吧。白头村之所以偏僻，就是因为它被高山环绕着。3人乔装成外国游客，在大山里游走着。苏明提醒他们，因为敌方的实力不清楚，一旦进入，也许我们就被监控了。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必须时刻保持着演戏的状态，一刻也不能松懈。找了一下午，按照计划的路线，山路也已经走了2/3了。眼看夕阳落山，3人掏出了准备过夜的帐篷。吃完晚饭后，因为白毛的状态不太好，守夜的任务就交给了苏明和林浩。前半夜是林浩，后半夜是苏明。哈呀，虎兄，后半夜就交给你了，好瞌睡啊！啊！困瘫的林浩一碰被子就打起了呼噜，而后沉沉睡去。几只小东西也想出来陪着苏明，为了保持战力，苏明没有同意。大概是凌晨4点多钟，不远处传来一阵拖拉机的声音，突突突，声音越来越大，车子是朝着这边过来的。白毛和林浩2人这时也醒了过来，撤走帐篷已经是来不及了。苏明就告诉他们，林浩，你回去装睡，白毛你能变换容貌，见机行事就行，记得千万不要暴露了林浩。自己则飞身来到一棵大树上观察情况。只见拖拉机上一共坐着2个人，一胖一矮。经过帐篷时，他们把车子停了下来。看到帐篷，他们2人立马警觉了起来。2人的职业都是战士，拿出自己的武器就要朝着帐篷走去。刺啦！帐篷的拉链突然被打开了。拉开拉链后，假装刚起来的白毛假装被吓了一跳。你们是？2人看着他是个外国人，就问道：“你是来这里旅游的？”看着他们的武器，白毛假装语无伦次地说道：“是的，就你一个人？这里不过都是土山，为什么要来这里？石头山都看腻了，就想来爬爬这里。”大概是白毛表演的太像了，2人转身就走了。临走前还给了一条建议：这个破山里什么都没有，要是旅游你还是去别的地方吧。白毛站出来之后，朝他们点了点头：“谢谢你们。”等他们走远后，苏明就跳了下来。看样子那个老板说的就是他们了。根据刚刚听到的他们的车声，沿着车印子，我们大概走20多分钟就能找到答案了。简单吃点东西之后，3人就上路了。第115章伯特。走了一段路，在2座大山的后面有一栋房子，看上去应该是刚建成的，墙壁上的水泥看着还很新。虎兄，就是这里了吧？这里就这一栋新房子，看样子就是这里了。可是为什么这里没有把门的？看不见可不代表没有。苏明站起身说：“林浩，你先待在这里，我和白毛进去探探。”2人背起行囊，房子的大门敞开着，偌大的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只盆栽里的植物张扬着自己的生气。刚踏过大门，迎面来了一阵裹着煞的风。2人再次睁开眼，就看见了2个身穿一样西服的男人。看了看2人的装束，其中一人十分有礼貌地开口说道：“如果你们只是来旅游的，还是请回吧。这里并没有什么美景，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漫天黄沙。”白毛用了相同的话术：“所以我们只是想讨一些喝的，拿到水
我们就立马离开。说话的那人让另一个看起来很老的人在这里看着苏明二人，自己拿水去。这个人长得身形瘦削，圆顶黑帽遮住了他那光滑的地中海发型。此时的他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冬天山坡上的唯一即墨绿。苏明开口称赞道：“院子里的那些植物不适合在这里生长，却能开得那么盛，栽种它的人的多么用心。”那人转过头，好一会儿才开口道：“其他地方现在都在下雪，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能生长。”他看着苏明，又问道：“能看出这些？难道你对栽培这方面很精通吗？”“谈不上精通，只是兴趣使然下了解些皮毛罢了。”“那些盆栽是你种的？”“不是我，是我家的小姐。”“那她一定很喜欢蓝色吧？”那个人突然愣了一下，立马警觉了起来。“为什么这么问？”苏明赶忙说道：“这些植物开出的花都是蓝色的，很难不让人这么想啊。”“原来是胡乱猜的，是我多虑了。”“是的，他非常喜欢蓝色，蓝色简直就是他的一切。”突然，楼上的一扇窗户被打开，一头蓝色短发的少女远远地注视着他们，那眼神里充满了怜悯。再过不久，这两个可怜的人就要离开人世了，顿时间看花的兴趣也没有了。他转过身，消失在了窗子里。“那位就是你家的小姐？”“是的，就是她。”虽然她是短发，但苏明敢肯定的是，她就是0号照片上的女子。只不过没想到10几年来，她的容貌竟没有一丝变化。说话间，先前的那个人拿着水回来了。“拿了谁你们就赶快走吧。”他们谢过之后就离开了。“怎么样，他俩可疑吗？”“完全不可疑。你这次拿给他们的东西里放毒了吗？”“当然放了，除了我们，谁也不能知道这里。”老男人心里面顿时五味杂陈。这10几年如一日的枯燥生活，他早已受不了了。偶尔的几个倒霉蛋的到来，才让他的生活有了点颜色。可是保护兰香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小年轻转过身告诉老男人：“等一会儿，你跟过去看看他们死没有死。”“虎兄，你们可算回来了，那么贴心，还带回来了水，正好渴了，拿来让我喝吧。”他伸手就要去拿水。“你要是赶着去死，那就喝吧。”他缩回了手。“什么意思啊？难道有毒吗？可是我们这次没有带足水，实在是太渴了。如果他真的是兰香，被我们看见了，那些人也不出来阻止。看来他们已经设好了圈套，等我们往里跳。再加上之前在其他地方听说的突然暴毙的人，那这水……苏明兄，我也不确定那是不是我的母亲。”苏全老师也只不过是和他一直保持着写信的联系方式。他近些年的照片我们并不知道。如果我们贸然前去，闹了一场乌龙的话，那就得不偿失了。这时，老男人正好来到了这里。他在树后面看到了还活着的他们，内心竟有一丝窃喜。苏明突然朝那边看过去，老男人也不藏着，想着这次就放过他们一次吧。于是他从树后面走了出来。0号看了他一会儿，就飞奔到他身边，抱住了他。“伯特爷，真是好久不见了呢。”老男人也认出了他。“小浩啊，你！”0号被突然出现的帝俊拉回到了苏明身边。“笨蛋，别突然冲过去啊！”看到地上放着的水瓶，老男人立马问道：“小浩，你喝水了吗？”“喝啥水？”老男人长长舒了一口气，都已经这个时间了，他们应该还没喝。接着他用一种恳求的语气说道：“小浩，你带着他们赶快离开这里吧，不要再回来了。”想着苏明之前不让他喝水，0号明白了一些。看来伯特爷照顾的那个女子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伯特爷，我想去看看兰香姐。”老男人愣了一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小姐的名字，兰香是谁？”“我不知道。”“小浩听话，回去吧，这里太危险了。”“伯特爷，虽然你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不能答应你的请求。我这次来就是因为我首先答应了我一个朋友的请求，若是不帮了这个忙的话，我是不会回去的。”老男人叹了一口气：“小浩，那就对不住了。既然你不回去，那我就只能送你回去了。”只见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根绳子，以飞快的速度来到0号身边，绑住了他。“伯特爷，你想干什么？放开我！”裁决10字。看着被裁决10字选中的苏明二人，0号冲伯特大喊着：“伯特爷，你不能这样，我朋友会死的。”0号竭尽全力试图挣脱伯特的束缚。这个场面令苏明既熟悉又陌生。进阶的光明骑士吗？正好，那就看看九转光明骑士的实力。“老头儿，很抱歉，你的招式我之前已经经历过一次了。”“经历过一次了吗？那又怎样？你见过的不过是最低级的光明骑士，而今我才是光明骑士的集大成者。”10字来到了二人面前。“白泽，金兆，不灭体。”光芒过后，二人安然无恙。伯特有些吃惊，眼前这位小家伙竟然是个御兽师。
他竟然还敢挑战自己，这番勇气不得不让伯特对他都有些肃然起敬。小娃娃不错，有些实力。这最后一招的进阶太垃圾了，只增加了杀伤力。靠着对时间的把握，开启无敌状态就能轻松化解。时间也不多了，那个疯子看到动静后，一定会第一时间过来这里把他们都杀了。我必须要快一点了。审判之剑，圣光颂歌。进阶后剑雨竟有4波，这次的4波剑雨却一齐落下。苏明意味深长地看着伯特，伯特冲进剑雨，很快来到白毛面前，一巴掌将他呼昏了过去。林浩见状，以为白毛被杀死了。伯特爷，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能杀了他？哈哈！他用相同的绳子绑了白毛，放在林浩旁边。白毛，白毛！而后伯特来到苏明面前，速度特别快，苏明根本没来得及反应。好在帝俊及时出现，替他挡了一击。你没有想杀害主人的心思，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呢？看到自己被戳穿，伯特大笑起来。什么强迫不强迫的？我只不过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咻咻咻！什么？趁着空当，苏明拿着万锁绳飞到伯特身后，绑了他。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有这样的速度？伯特无比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位御兽师。没时间跟你废话，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一觉吧。帝俊往他嘴里塞了一块抹布，然后将他放在了一棵显眼的大树旁边。伯特急得嗷嗷直叫，放在这里岂不是他们一来就能发现了？这小子傻吗？苏明走近，小声告诉他，你放心，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只要你不主动发出声响，没人会发现你。第116章营救的尾声。伯特爷，你就不能好好跟我们说吗？偏要打打杀杀不是？不想杀我们就跟我们说啊！伯特一阵苦笑，知道了小浩，这都过去10几年了，你咋话还是那么多啊？白毛实在忍不住了，问伯特老前辈，你就告诉我吧，那个女子是不是兰香？看着白毛的年纪，你是他什么人？侄子。不等白毛接话，苏明说道，小的时候这家伙被兰香抚养过一段时间，有了感情，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兰香在这里的消息，就跑过来要救他。伯特点点头，小姐心一直都很好。苏明突然一脸坏笑，嘿嘿，你中招了。反应过来的伯特眼睛瞪得像个铜铃，坏了，打破了长官对我下的第一条命令。小辈在这里谢过伯特长辈了。道谢完，白毛就迫不及待地向前走去。林浩和苏明告了别之后也跟了上去。伯特此时后悔已来不及了，我伯特一生只保护3个人，一个是我的长官，一个是小姐，一个是小浩。虽然不知道违抗了长官的命令会导致什么，但若是小姐逃出后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我想我以死谢罪就能将功抵过了吧，长官。正这么想着时，早些时候去村里卖东西的2个人回来了。为了给苏明他们拖延时间，伯特喊住了他们。看到伯特被绑得像个大粽子，2人就意识到出了大事。他们飞奔过去想救出伯特，谁曾想这万锁绳只有使用者1个人能解开。2人尝试了各种方法后，却依旧没有效果。他们只好先告别了伯特，飞奔到兰香那里。没想到当时的那个小姑娘真的是白毛的母亲。小姑娘刚说完，林浩就感觉背后发凉。白毛那想到他的眼神是藏不住了，时隔这么多年，也没想到再一见面就是以这种方式。苏明打断他，快到了，别逼个不停了。来到大门口，苏明让帝俊先进去，毕竟刚刚他们和伯特老头子弄出了那么大的阵仗，那个人却对此无动于衷吗？还是谨慎些好。化成实体的帝俊一进门就陷入了敌方设下的陷阱，好在帝俊的速度足够快，一下子就闪了过去。本来还想着去找你们呢，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了。伯特呢？被你们杀了吗？不想告诉我也没关系，我不在乎这些。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杀了你们，杀了你们。至于保护不保护那个臭女人，伯特都不在了，没人能管得了我。哈哈哈！林浩咬着牙看着他，这个疯子，忘记跟你们做自我介绍了，我名叫塔利亚，职业龙骑士，金龙，等级8转。在你们之中好像也有个龙骑士，只不过他的龙是垃圾的红龙。说着他就看向林浩。听到敌人的侮辱，林浩生气极了，不过他也清楚的知道，现在去单挑简直就是找死。苏明对他说，想不想试一试等级连升1转的感觉？林浩吃惊的看着他，虎兄这个时候就别说笑了，等级怎么可能升1转呢？苏明也不跟他废话。帝俊，造神之力。林浩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提升了很多，20倍都不止。虽然自己的实力仍然远远低于他，但有苏明和白毛相助，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塔利亚召唤出金龙飞到空中，他的金龙已经具备了一些龙的技能。现在
呼风唤雨对他来说都是小意思。金龙显龙行，唤风唤雨，降！一时间狂风大作，大雨瓢泼。关伯烽火登渊庭，作风新殿起幽灵。收阳降雨请客声，驱龙掣电出玄洪。飘珠太华命宫兵，上帝有赤急速行。请风公雨师，降风降雨。刚刚风雨交加的场面消失不见了。我去，白毛你牛逼啊！竟然有这么厉害的招数！塔利亚对此依旧是不屑一顾。苏明这时提醒道：“林浩，你升级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分钟，你还是动作快点吧。只有2分钟，我还以为能变身好长时间嘞。好好，我会好好应战的。”说着，他就召唤出红龙艾斯骑了上去。他轻轻地拍拍红龙两侧的身体。那么宝贝儿，该我们战斗了。因为实力悬殊，在接下来的整个过程中，林浩几乎是被吊打。白毛几次想上去帮忙都被他拒绝了，原因是他打爽了。谁让金龙的伤害对他和红龙都不致死。苏明时再不想浪费时间，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绳子，瞅准时间就来到塔利亚的身后，将他绑了起来。你搞偷袭，你个老六，能不打就能胜利的战斗，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呢？安顿好他之后，3个人便进了房子，上了楼。在一间没有门的制造室里，兰香此时正在专心致志地制造着某一件宝贝。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他听不到外面动静的原因吧。眼前的女子细细看去，才发现早已不再是那么年轻了。泪如雨下的白毛缓缓地走了过去，他摘下了面具，轻声喊了句妈妈。兰香听见后身体一震，他转过头去看白毛，手中的材料不慎掉落在了地上。你是白毛？是我呀，妈妈。霎时泪水爬满了他的脸颊。白毛将他深深地拥进怀里，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将母亲一人丢下了。兰香的双手止不住的颤抖，白毛用自己的双手紧紧握住她的手。呜，兰香姐姐。苏明看着一旁也止不住流泪的林浩，差不多该走了，一会儿那2人要回来了。说是巧，那时快，那2个人正好就赶了过来。喂，准备逃哪儿去啊？苏明表示很是心累，他直接让穷奇和饕餮冲过去扑住了那2个人，他自己则再次拿着绳子想绑了他们。谁知刚一走近，苏明就发现了猫腻，这俩货的真身不在这儿，现在在这里的是俩分身。苏明的脸顿时黑了下来。第117章胜利。能绑住伯特和塔利亚，不过是让你们有了2次投机倒把的机会罢了。这也怪他们2个对自己实力过于自信，他们太自负了。那我们自然不会走他们的老路。现在你们如果能放下兰香，我们就放你们一条生路。敌暗我明，他们声音发出的位置在哪儿？循着声源，苏明准确的命令穷奇和饕餮来到他们俩面前。2只猛兽的突然现身，把2个人吓得不轻。哎，竟然是个御兽师！哪里来的毛头小子？一个小小的御兽师就敢来这里？饕餮，血龙，穷奇，灭世神雷！好，血龙只控制住了1个人，另一个人逃了出来。可恶！嗨嗨，果然只是一个毛头小子，就知道搞偷袭。偷袭？2只猛兽站在你们面前，你们自己不躲怪谁？就是，若是真战斗起来，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你们以强欺弱呀？林浩开启嘴炮轰炸模式。皮斯虽然受了重伤，危在旦夕，但若是不留住兰香，长官怪罪下来，最遭罪的可是伯特老头子。这时兰香站了出来，平日里和自己说话不超过2句的他，竟开口劝说自己：诺里，别打了，求求你，让我离开吧。他深深吸一口气，突然咆哮：怎么可能放你离开？你走了，让伯特怎么办？虽然我一直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国，但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说着，他就做出一个敬天的姿势。那我就不得不奉行罗德里长官下达的第3条指令了，既然留不住，那就毁掉。只见他身裹一层金色盔甲，拿着一把金色短剑和一把金色战斧就冲了过来。白毛见状，紧紧将母亲护在身后。苏明朝着林浩扔出一根万索绳，去把地上趴着的那个给绑了。你选择赴死，我尊重你。白泽，九鼎之力，身心交换，帝俊。咚！一声沉闷的响声在天空中响起。诺里，传说级战斗天使，59岁，该职业的最年轻九转，英国顶级战士队队长。他用短剑就直接弹飞了白泽的第1支顶。飞过来的苏明用着帝俊的挥剑方式与他扭打在一团。看着眼前和自己实力不相上下的苏明，他不禁开口带着些许震惊夸奖道：你个小娃娃真不赖，一个御兽师却能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不过我现在十分好奇你的真实身份，你应该不是一般的御兽师吧？抵御第2支顶时，虽然也能用短剑弹飞，但很明显这时他已经略显得吃力了。小娃娃不愿意告诉我吗？紧接着又是第3支顶。
这时他已经不能再弹飞了，只能硬生生的抗下这一记伤害。因为有技能的附加防御效果和装备的作用，这一次他只受了一些皮外伤。不过他已经知道了结局，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当时的伯特为什么不反抗了。既然已成定局，那就以自己最盛的状态迎接他。接下来的战斗他不再有所保留，而是选择以自己最好的状态与这个天才般的年轻小辈打上一场。他服用了自己为未来9转到10转时的瓶颈所准备的圣药。虽然他整个人的外在形象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他周身的气场很明显变强了。当第4只鼎飞过来的时候，他的短剑再次弹飞了鼎。紧接着就是第5只，这次他选择了徒手接住鼎，再将其甩了出去。身心交换的时间到了，而且苏明也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鼎的话，自己是打不过他的。主人，接下来的就请交给帝俊我吧。说罢，帝俊提起剑就冲了过去。看着熟悉的招式，他这才明白，原来那小家伙竟可以使用自己契约兽的力量。而自己现在面前这只契约兽的剑术十分精湛，要不是进入了自己的全盛状态，估计不出5招自己就能被反杀了。哈哈，今天打的真是尽兴。由于他打得太投入了，第6只鼎来的时候他竟没有发现，鼎直接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后背。可他吐出一口鲜血，跪倒在地。第7只鼎悬在了空中，苏明静静地看着他，他抬眼看过去，嗨，给个痛快吧。苏明看了一眼帝俊，帝俊提起剑，手起刀落，他的嘴角有慢慢合了起来。诺里大人，徒弟皮斯也来了。他翻身站起身，捡起了剑后，用尽力气将其抛出，自己迎了上去。滴答滴答，鲜血顺着短剑流向地面，剑刺穿了他的心脏。兰香捂着脸流下了泪。苏明说，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惨无人道的惩罚。他们是被人以无法违抗的命令派来的，与您无关。您才是真正的被囚禁在这里的受害者，所以他们的死，您无需自责。兰香这下哭得更凶了，大概是多年的愧疚与痛苦，终于有人能理解了。苏明又对白毛说，我刚已经发消息给了师傅，他派来的人应该快到了，你们就在这里等着，还有一个人需要处理。说着，苏明就朝向着之前扎帐篷的地方走过去。林浩也立马跟了过去。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林浩吞吞吐吐地说，胡兄，你说要处理的那个人是伯特爷吗？苏明就知道他会问这个问题，看着他一副失了魂的样子。我之前应该说过，我只杀该杀之人。那伯特爷算是该杀之人吗？苏明伤脑筋的扶了扶额头。你之前脑子还挺灵光的，现在怎么竟然这么愚笨？那肯定不是他啊。听到苏明这么说，林浩眼神里终于有了光，随之又暗淡了下去。苏明说，你大概也已经猜到了，即使我们现在过去，也应该已经见不到他了。林浩极力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一路上就这么沉默着。第118章归来。到了地方，九尾恢复成幼态，爬上苏明的肩膀，林浩则狂奔向伯特。小浩，见到小姐了吗？她就是兰香。我骗了你，她其实是你们大夏国人，不过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被强制留在英国，这些除了长官，我们无权知道。我已经破了长官的指令，只能以死谢罪了。对不起啊，小浩，我们明明应该好好聚聚的。听着伯特越来越微弱的气息，林浩早已哭得泣不成声。在林浩的怀中，他安详地走了。看到伯特真的自杀了，塔利亚不禁发出一句嘲笑：什么长官？破了又怎样？我不已经破了好几次了吗？结果怎么样呢？你偏偏要帮我背黑锅，说什么长官不让杀人，可我杀了那么多人又怎么样了呢？说什么我还年轻，惩罚会毁了我一辈子。闭嘴！林浩轻轻松开伯特，来到塔利亚面前，一拳下去，塔利亚掉了2颗牙，林浩手上也留下了血印子。道歉！2拳下去，向被你杀害的无辜人们道歉。3拳、4拳，塔利亚疼得昏死了过去。打累的林浩重新回到伯特的尸体旁边坐了下来。帝俊走到塔利亚面前，你手中握着太多条无辜生命了。一剑下去，他的呼吸不一会儿就停止了。现在他们只能等着白毛他们过来这边。苏明，回去吧。是顾尘埃的声音。林浩立马冲了过去，抱住他。顾大哥，我……看到一旁安详死去的伯特，顾尘埃拍拍他的后背，无言地安慰着他。最后，他们选择了把伯特的尸体带回国内进行安葬。一方面是林浩的原因，另一方面就是这也是兰香的请求。重新布置好现场，他们终于踏上了回国的飞机。下了飞机，精心乔装打扮过的兰香，这10几年来第一次接触到母国的土地，她的内心满怀激动与忐忑，紧紧握住母亲的手，一行人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去。在约定的地方，
苏全为了压制住内心的波涛翻涌，只能重复地做着手中的家务活。最好的朋友，10几年内第一次见面。其实，为了这一天，苏全在脑海里演述过无数次有关的场景。而为了缓解焦虑，每一次他都会来到这里，他向组织申请到的为兰香提供的绝密住处。在这里，他会打扫卫生、修剪花园，甚至是做出2顿饭，一顿给自己，一顿给未来的兰香。请出示您的证件，带我向房主请示一下。000。苏全按下开关，这边有自称顾尘埃、苏明、白毛等一行人请求进入，请问是否同意其请求？同意，让他们赶快进来吧。进入到屋子里，兰香就知道这一定是苏全亲手布置的，毕竟没有人会理解他为什么要把各种各样的蓝色填满每一个角落，就连遥控器上的小小按键都不放过。苏全站在门的旁边，见到彼此，两人深深地拥抱在了一起。香香，欢迎回家。叮咚，忙着煮饺子的苏明只好喊来帝俊帮忙看信息。帝俊熟练地找到信息界面，主人，苏全发来消息，让今晚7点钟到兰香家与他们一同参加新春宴。不过您必须早点去，因为厨艺好的厨子只有白毛、顾尘埃和你们3人。苏明让他回复好的。好久之前都说过让李熙然找小七玩的，那正好也让他过去吧。一会儿在波波茶馆门口等我。早到的李熙然百无聊赖，就买了2杯早茶，一杯抹茶给苏明，一杯草莓自己喝。他猜想着苏明主动找他的原因，现在都已经放假回家了，好不容易才一个寒假。他本来是想在家好好的当一名合格的宅女，可谁想小明子进来砸场，一个清脆的脑瓜崩如约而至。啊！李熙然将手中的早茶举过头顶。小明子你干什么？亏我还给你买了早茶。苏明接过早茶，早上脑瓜崩，整天傻气冲。李熙然气鼓鼓的独自喝着早茶。说吧，你找我来什么事？最好快点儿，因为我还想回家呢。你回去干嘛？你爸妈又不在家，又没人陪你吃团圆饭，要你管，我就喜欢回去。今天下午跟我去一个地方吧，那里人不太多，但过节气氛十足。李熙然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真的？你没骗我吧？真的，你去不去？去。苏明笑笑。好。小明子，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去别人家总不能空手前去吧？李熙然点点头，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说的也是，哎，不对，咱们难道不是去饭店聚餐吗？怎么去别人家做客啊？去哪里不都一样吗？走吧走吧。说完，苏明就径直向前走去。李熙然一边问着问题，一边紧跟着。到了。李熙然看着眼前破败的菜市摊，我们怎么来这里？不是去买礼物吗？对啊，没错，就是来买礼物呀。不过是地方是糙了点儿。苏明走进去，一旁的大妈大爷认出了他。苏明娃回来了，快来这里，让阿姨好好瞅瞅。前几天就回来了，这不过年了吗？上了大学就不是一样。哈哈。听着他们唠家常事的对话，李熙然顿时感觉时间过得好慢。一趟下来，苏明和李熙然的全身就挂满了刚刚大妈大爷们送来的菜。你这白嫖能力真强，直接省下了年货钱。其实苏明心里很清楚，要不是看自己考上了北清大学，哥平常这些最势利眼的人才不会那么热心。不过苏明还不想打破李熙然的美好幻想。赶往兰香家的路途中，两人碰见了一个卖红鱼的乞丐。乞丐也不说话，似乎是在等着顾客自己找上门。好一个将功钓鱼！大概也是因为这样，尽管他的红鱼个个肥大壮硕，却没卖出一条。苏明想起自己还能做的一道菜里正好需要红鱼。老板，红鱼怎么卖？聋哑人。苏明半蹲下去，伸出手指。乞丐仍是一点反应也没有。李熙然走近，用手轻轻推了推他，他这才抬起了头。原来他不仅是个聋哑人，还是个盲人。那这交易可咋做？只见他用手指在地面上描写着字。第119章换天计划。他写出了小、中、大筐里的红鱼的单条价钱。苏明在大筐里选了最大的一条，付了钱便继续前进。这乞丐会写字？那他以前应该并不是这般模样。别人付多少钱他也看不见，那为什么没有人来偷他的红鱼呢？算了，一个可怜人罢了。或许他有什么绝技吧。宴席上，林浩被白毛叫了过来，顾尘埃和小七也在这里。而一众熟悉的人中出现了一个稍显陌生的身影。这个身影来自苏明的班主任孙元。来，这第一杯茶就敬给苏明你们3人，感谢你们救出了兰香。几日不见，兰香的性格大变，或者说本来就没有变。她依旧钟情于蓝色，开始再次留起了长发。此时的她正在和苏全一样，和小辈们砍着大山。突然苏全的手机接收到一条信息，他看完之后
眉头皱了一下。全蔫儿，怎么了？兰香关心地问道。英国那边查过来了。那怎么办？兰香的话语里透露着慌张。苏全眼神坚毅地看着他。怕什么？你本来就是大夏国人，他们来了又能怎么样？可是，显然兰香不仅害怕再次被掠去，再次与苏全和白毛他们分开。苏明有些不解，问：为什么不让兰香加入九州呢？这样她不是就能受到保护了吗？因为兰香没有大夏国国籍，她现在还是英国的国籍，所以九州她是没有办法进入的。苏全突然灵光一闪，对了，虽然你是英国国籍，但我们可以以外教的名义将你请进北清大学，只要没有北清大学的允许，你是不能擅自离开大夏国的。这个方法好，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呢？他又叹了一口气。不过这也只是缓兵之计，只有尽快改变国籍，才能一劳永逸。白毛喃喃自语：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林浩这时说道：那个，各位听我说几句。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黑心的办法。黑心？众人顿时来了兴趣。兰香阿姨的职业本就是顶级的制造师，经过她的手制造出来的东西，别人是想仿也仿不过来的。而英国之所以囚禁这些人才，将他们据为己用，贪的就是他们的技术和才华带来的大量财富。所以只要我们给够他们钱，就可以赎回兰香阿姨的身份。李熙然撇撇嘴，给他们钱？这叫黑心，还是示弱讨好？哎，别急嘛，我还没说完呢。我们可以不给他钱，给他们武器啊。啥？给武器？那武器就不是钱了。给他们武器的话，我们可以到时候再抢回来啊。毕竟他们的好武器有很多都是抢别人的。你这方法都不行。听你说了这么多，都是废话。而此时，苏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晚宴过后，苏明想办法摆脱了李熙然，和苏全与孙元一道回去。只不过林浩非得跟着。路上，苏明，关于兰香的事，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之前也只想到了用武力来解决这件事，不过听林浩刚才那么一说，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哦，听到自己的名字，林浩突然兴奋。哦，说来听听。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可以选择送武器，当然送的武器都是一堆不值钱的破烂。虎兄，虽然你这么说也没什么问题，可是你觉得他们看不出来吗？那就想办法不让他们看出来呗。不让看出来。苏全说，难不成你想让兰香再用一次大通法之力？苏明点点头。上一次使用时间是在他18岁那年的入学测试，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冷却时间已经过了。用是可以用，可是这么多武器上哪找？苏明看向孙元，当然是孙老师家的死对头。苏全和孙元二人立马明白了苏明的用意。孙元立马向苏明答谢道：谢谢你，苏同学。他的声音颤抖着。孙元，传说级战斗系牧师，和之前见到的88阳国的那名牧师一个职业。父亲是元星落最大武器商孙元。不用谢我，我只不过是想为国除害罢了。之前跟着孙元老师一起刷怪林浩，听到了不少关于他家的事情，虽然都是在听到别人对他的嘲讽之后自己去查实的，所以也理解并支持苏明的做法。第二天，苏明使用易容术将自己和帝俊进行了易容。他们先是来到了那家武器店。孙元店的人流量和这里的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一进入，苏明的眼睛就不禁因为灯光闪在晶片上折射出的强光而微微眯起眼睛。这时，一位身穿制服的服务员走了过来。看您面生是第一次来这里吧？我是编号为1004的服务员，您也可以叫我小香。请问您是否需要办理会员业务？如果需要的话，请这。不用了，我们就想自己逛逛。那好，那请这边请。你不用跟过来。好的，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只需要在我们店里的一处面板上输入1004就可以呼叫到我。苏明二人径直走向深处。果不其然，深处竟然有着一处拍卖行。这里拍卖的不仅有上好的武器，还有作为压箱底的一颗龙晶。苏明随便选了几件武器，用最高价拍卖得到后就要求去结账。不过苏明说先要见这里的老板，听说新来的大客户要见自己，视财如命的老板自然不会拒绝。哈哈，没想到小伙子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大的作为，一起拿下本店的多个镇店之宝。还是赵老板会办事，一个小店就能拿出那么多的镇店之宝。赵老板只能尴尬的笑笑。见笑了，见笑了。这位小老板是否办理了我们店的会员呢？会员不急，我们还是先来算算账吧。哈，也对也对，那就先算账。他正要喊人来，就见苏明拿出了纸和笔，飞快地书写着一份平等条约，3下5除2就这么产生了。那这个给你把这签了吧。上面赫然写着：今日拍得的物品，赵俊选择不收钱赠送，并追加本店5星级武器20万件，
赵俊以生命担保，以上君免费，否则……他将他一把扔在地上。我还以为来了个什么大客户呢，哼，没想到竟来了个傻子。随手他就招来了几个魁梧大汉。第120章帝俊的严谨。你确定要在这里动手？赵俊看着眼前这个猖狂的少年，哈哈，小娃娃，本来想着吓吓你就行了，你竟还想着上手。那既然这样，就如了你心愿。他挥挥手，几名大汉就围了上去。帝俊快速游走于他们之间，不到1秒，就在他们的双膝上留下了深深的剑痕，鲜血顿时狂流不止。大汉们纷纷瘫坐在地上，捂着膝盖，疼得直声叫唤。与此同时，苏明也来到赵俊面前，将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可恶！一剑下去，身形消散。又他妈的是分身，气死我了！这时，一帮人涌了进来，提着武器对着苏明。为首的是小香，你一进来什么都不买就算了，竟然还不需要我们的服务，一上来就找我们老板，这一切都看着太不正常了。哼，现在看来我猜对了。苏明不想伤及无辜，在这里打，你们没有胜算。小香点了一下手中的遥控器，整块地板就开始向下飞速下落。很快，众人进入了一个十分宽阔的场地。小香他们也迫不及待地对苏明展开了攻势。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对老板下死手，反正有我在，我是不会让你们靠近他一点的。听着他这像是告白的话语，苏明不禁为他感到悲哀。跟他这种人是没什么好说的，劝了也没有用，直接开打。苏明和帝俊左右同时开弓，身心交换，九尾，两支箭摩擦着衣服，成了这昏暗的空间中唯一的亮光。亮光不间断的跃动，速度甚至越来越快。在一片的鬼哭狼嚎中，战斗渐渐进入了尾声。突然，亮光一闪，就再没亮起过。苏明的剑架在了小香的脖子上。此时，他费力地扭动着身体，还想做出些什么，苏明就慢慢地滑动起剑，他的脖子破了相。啊！即使他疼得发出惨叫，浑身颤抖，也不敢挪动一点脖子的位置。你看，你都快死了，你老板那小可爱呢？他怎么不来救你呢？小香的双眼里噙满了泪水。此时，他应该终于理解了朋友们的嘲笑。他就是看上了你的姿色，不可能给你一个家的。现在好了吧？为了不让你生下孩子，让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打掉他。再见，我不想再劝你了。他的心一横，向前向右，砰！他自杀了。苏明收起剑，这该死的赵俊到底对这个女生做了什么？一定还有更多的女生是受害者。白泽对此也很愤恨。这个恶魔不仅只对小姑娘下手，长相清秀的男孩也是其中的受害者。真是天理难容！这种垃圾能做出叛国的行为，果然不足为奇。苏明四处寻找着开关，得上去啊！这时，一个人提前醒来，他也不知道该怎出去，就依旧装睡着，盯着苏明的一举一动。可他不曾想到，苏明竟如此敏锐。苏明一个箭步蹲在他身边，醒了。他依旧强作镇定，内心直呼卧槽。醒了就别装睡了，出口在哪里？大哥，我是临时被招进来的，我也不知道出口在哪儿啊。看着他也不像是说谎，苏明暂时和他干瞪眼，想着现在怎么处理他。他赶忙说，虽然我不知道出口在哪里，但是我知道怎么把赵俊给叫过来。哦，那就让你试试吧。那人立马站起身，跑到小香身边，从他身上掏出了一部通讯器。他一顿操作后就成功解锁。这时他感觉到脖子上一阵冷意，一把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你最好别跟我耍什么花招。看着苏明那看久了可杀人的眼神，他连连点头，随即翻找到赵俊的联系方式，打给了他。俊爸，我已经打掉我们的孩子了，现在在你办公室里的密室里，你快来。苏明立马打了个寒颤，一脸嫌弃地看着他。别说那么多了，你来了就知道了吗？挂断电话后，他解释道，这是小香的声音，只有这样那家伙才会来。苏明递给他一根绳子，让他把那些人都给牢牢地绑起来。他一边干着活儿，一边接着说，我本来是小香的男朋友，在小香入职到这里的第一天，这个赵俊就向她表白了心意，说什么会守着她一辈子，会给她一个家。小香竟还相信了他。果然，这个家伙辜负了小香。为了报复他，我就苦心学习了小香的声音，为的就是有一天用到此处。而且我还听说了他的另一些罪状，我觉得像他这种人渣，死不足惜。苏明问，那你打算杀了他吗？杀了他，被查到你的一生可就被毁了。一阵沉默过后，他把我最爱的东西都毁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简简单单杀了他都算便宜他了，我要他身败名裂。好啊，身败名裂，我帮你。那人转过头，敢问大侠芳名？做好事不留名。
哈哈，好，那我就活到他身败名裂的那一天吧。陆续醒来的人发现自己被绑得不能动，嘴里被塞了抹布，发不出一点声音。他们被放在了一个很黑的角落里。小香香，我来了，你在哪儿呢？快出来吧，这里太黑了，不好找。哈哈，那我来了。你接好啊。快来快来，我的宝贝儿。苏明将小饕餮扔给了他。咋那么多毛？饕餮用舌头舔了舔他的手，他顿时一个机灵，将饕餮扔了出去。谁？小香，你个婊子在哪儿呢？我就在这里啊，你没看到我吗？别他妈给老子玩了，快出来！苏明这时将剑精确地扔在了他的两腿之间，随后向上上升，收回。这时赵俊早已吓得瘫坐在地上。苏明和帝俊来到他的身边，苏明蹲下去凑在他的耳朵旁。出口在哪儿？赵俊指了一处方向。啊！一根指头就这么被切了下来。在那儿。这次他又指向了另一处。苏明提着他快速来到出口，出来后将他重重地扔在地上，甩给他一张一模一样的条约。你！帝俊将剑指在他的眉心，他只得拿起笔，颤巍巍地签下了名字，并按了手印。明天这个时间我会来取这些东西，在这期间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哈哈，怎么会呢？保证不耍花样，那就再好不过。不过此事事态重大，我就留下他好好看着你。啊，夜晚，老公，这个帅小伙是谁？是要在我们家过夜吗？张二花说着就动起了手脚。帝俊丝毫不惯着他，就将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小帅哥别动怒，我说笑的。半夜，赵俊起身上厕所，倾斜着洒进屋内的月光照在帝俊的剑上，刺得赵俊瞌睡一扫而空。喂，我说上个厕所你也看啊。第121章赵俊的将死之日。第二天，赵俊在帝俊的催促下，按照条约把装着武器的箱子运到了武器店门口。看到赵老板如此大阵仗，不少路人纷纷驻足，议论纷纷。赵老板，你这儿又来了一个大客户啊！赵俊此时是有苦说不出，只能硬着头皮回答：对啊，各位，又来了一个大客户，看我这里那么抢手，你们也要多光临本店呐。此时他觉得时间一分一秒十分难熬，在心里催促着苏明赶快过来。好，赵老板，你这次可真是大手笔啊！这些武器应该都是你店的最顶级武器吧？听到这里，赵俊立马仰起了头，这些可都是本店的宝贝，虽然材料不纯，但是伪造的手法极其高超，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其中的瑕疵。哈哈，对啊！苏明如约而至，准时来到了这里。赵俊立马迎上前去，说：这里装的就是您昨天拍得的物品，以及20万件5星级武器，请过目。苏明环视了一圈，你确定这就是你们的5星级武器？赵俊一听慌了神，今早装箱的时候，自己身边这个厉害的家伙都没看出什么，反倒是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少年却看出了猫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这些可是我们用上好的龙晶配以各种纯洁晶石锻造而成的，打造武器的师傅也都是1等1的高手。这时苏明从背包里掏出一件武器。哦，对了，这把匕首是我之前在英国市场买到的，用的的确是上好的龙晶。苏明在他面前把玩着匕首。赵老板的意思是说，这20万件武器的质量和这把匕首是一样的？怎么不是呢？当然是了，他们的质量我敢打包票向您保证。苏明收起匕首。哦，那我就相信你吧。赵俊在心里抹了一把汗，忽幸亏这家伙只是怀疑一下，并未真正的看出来什么。英国官方要经过我的手购买了这批武器，我呢只不过是代签一下。喏，这里是协议，你签一下字吧。苏明将事先拟好的协议递给他。赵俊接过协议的手微微发颤，他低声说道：那个小老板，赵老板有什么想说的，日后有的是机会。当务之急是赶快让我把这些武器拉回去，完全不给自己弥补的机会。此时他才知道，这一切都是苏明的阴谋。英国那帮人发现自己卖给他们一堆不值钱的破烂是迟早的事，到时候他们一定会来找自己麻烦的。他虽然在心里恨不得把苏明千刀万剐，可现实却是他再次低声下气。小老板，这些武器拉来得及，还没来得及复查，你看要不然我复查一下吧？时间大概需要2天，很快的。苏明皱起眉头，佯装很生气。赵老板这是因为知道了是英国人的货才要求复查的吗？众人一听也不乐了。赵老板，你什么意思啊？合着你卖给外国人的都是顶级货，卖给我们的都是破烂玩意儿呗？我说从你们这里高价买来的工，用了没几天就出现裂纹了呢，亏我还在那儿怀疑是不是自己的不小心。赵老板，我劝你最好说清楚，要不然以后我们都不会来你这里买东西的。
赵俊受不了这样的舆论压力，只得乖乖签字。苏明依旧面无表情，内心却笑开了花。苏明将这些武器拉进了一个杳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苏全和兰香他们早已等在了那里。兰香看到后止不住的夸赞，这小家伙还挺能干的，还真拉来了这么多武器。苏全得意的笑笑，那是我徒弟嘞。苏明和帝俊将车开到了目的地。小顾，卸货就交给你了。顾尘埃点点头。苏全和兰香对视一眼。小顾。顾尘埃走向前，口中念起口诀，1000尊低级傀儡排成方队出现。顾尘埃下了一道口令之后，他们就井然有序地开始干活了。大概5、6分钟，武器就全部被卸了下来。兰香让他们后退到100米开外，他将双手捏成一个姿势放在胸前，一团团白气从他的周遭浮起，将他吹成了一个站在风中的女子。他的双手突然发力，白气的体积瞬间膨胀，他将右手向前挥，白气就冲了出去，而后就将箱子团团围住。箱子的盖子被打开，里面的武器全部悬浮到空中，白气包裹着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那破旧的内里渐渐有了光彩。这个过程持续了10分钟。兰香收回右手，武器也慢慢的齐齐落在了箱子里，合上盖子，白气也缓缓退去，兰香的手也放了下来。呼，他用手背擦去额头上渗出的汗珠。众人上前，苏明打开一个箱子，看了看里面的武器。好家伙，现在就连白泽都看不出来。白毛问道：妈，你把瑕疵掩盖了，但是他们的质量没有变吧？兰香挠挠头，傻孩子，你妈又不是炼金师，怎么会有那么大本事？不过这个大通法之力使用之后，物品在前期的一段时间里的质量会提高很多，也就是说，只有过了一段时间后，那些人才能发现他们其实是一堆破烂。虽然真的有炼金师这个职业存在，但他们连得黄金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很大，有时甚至是他们的生命。所以这支耗费蓝量和精力的大通法之力倒是令人艳羡不已。又花了7、8分钟把他们装上了车。紧接着白毛就提议再去他家吃一顿。下午，苏明驾驶着飞行器来到孙元的武器店，打算见见他。到了武器店，苏明就看见一帮手持精进武器的人站在武器店的两边，他们将手中的武器对准每一个路过的路人，看样子他们是打算做什么毁尸灭迹的坏事。不用想，苏明也知道是谁。苏明装作是顾客朝门口走去。喂，这里现在禁止入内。苏明亮出自己的黑卡。那人看了看就放行了。老板刚刚嘱咐过，这家店的大客户放行，因为这次不出意外，他会把这里彻底毁掉。门口的服务员看见是苏明，就把他带到一边，告诉了他这里的情况。果不其然，是赵俊那龟儿子来找孙元的麻烦。苏明径直朝里走去。第122章新生。喂，这里不是你能进的地方，没有赵俊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擅自行动。苏明推开门走了进去。赵老板，初次见面，你好。能进来的都是有黑卡的大客户，赵俊也不是没有想过将其拉为自己的顾客。他冲苏明点点头。孙元看到苏明，眼神里的神情复杂。我和其他的客户不同，持有这家店1/3的股份，所以你跟孙元讨论的条件，我有权知道。信以为真的赵俊就一五一十的将刚才的话复述给了苏明。原来这老贼是想把今早的事嫁祸给孙元，让孙元将自己的店卖给他，这样他就可以说这批货是从这里拿的。因为是这些天刚收的新铺子，这些武器还都是店里的存货，这损招不愧是他能想出来的。孙元当然不肯卖店，他满眼期待地看着苏明。好，我们卖，不过今天不行，因为这里还有我买的一批货，我需要把它运出去。孙元顿时满眼狐疑，但看着苏明坚定的目光，他选择暂且相信他。赵俊此时已经顾不上那么多，只要能卖给他就行。对于苏明的漫天要价，他也满口答应了下来。本来还想着若是这老家伙不从，他就要实行硬手段了，现在看来已经不用那么见血了。待他们走后，苏明就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孙元。孙元这才恍然大悟，这样的家伙早已不配活着了，苏明小友杀了他也算为民除害了。一直留到了傍晚，苏明才起身告辞了孙元。苏明戴上了口罩和帽子，尾随着赵俊。这家伙这次不知道又要干什么，这个方向显然不是他家的方向。听着他对着电话那头说的内容，擦，这家伙的目标竟是一个小男孩。苏明的拳头紧紧地握了起来。今天这家伙不除，不解心头之怒啊！很快他们就走进了一个偏僻的小树林。心情超好的赵俊此时还没有察觉危险的到来。苏明告诉帝俊，一招解决了他。是。帝俊拿着闪着寒光的剑，先进入隐身状态，来到他身边。大概是杀意太重了，
赵俊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他赶紧停下来，想打开自己一身的顶级防御装备。可帝俊怎么会给他开启防御的时间？帝俊站在他的身后，用左手紧紧捂住他的嘴巴。几声挣扎过后，他就死了。一个小男孩今夜保住了他的天真，也许吧。第二天，看今天的头条新闻了吗？赵俊死了，哎，这种人趁早死了算了。他做的那些坏事，你又不是不知道。全星落最大武器商老板的离世，自然能引得一场轩然大波。好了，帝俊，不必再念了。这种人死了，主人难道不开心吗？开心啊，可是也不至于一直翻看他离世的消息吧。况且凶手就是我们，哎。被帝俊问出这样的问题，苏明也是哭笑不得。果不其然，赵俊的离世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浪花，没有多少人关心他是怎么死的。苏权那里也已经拿到了9州的特级许可证，这张特级许可证可以让大夏国单方面要求英国进行一项交易，只要价码相当，英国就无权拒绝。而这张许可证的来由确实十分让人痛心。第一次全球大战，作为在战争中被侵略且取得胜利的大夏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国际地位，处处受到当时霸权国的刁难与欺压，甚至还干扰大夏国与其他小国建立联系。最后，随着大夏国的日益强盛，世界各国不得已同意了大夏国的这一要求，大夏国可以开出特级许可证。这是大夏国的特权，也是大夏国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苏权以赵俊武器店的名义写了一封协议，协议上说，赵俊武器店愿以20万件5星级武器赎回大夏国人兰香身份，期后若出现什么错，责任由本武器店全权承担。苏权又模仿了赵俊的签名，将此协议发在全球网络，并寄往了英国，大功告成。同时，他还在网络上散布了英国囚禁兰香的证据。点开网络，上面铺天盖地的消息都与此事有关。好期待，这可是大夏国第一次使用这项权利，希望他们成功吧。毕竟之前太对不起他们了。什么希望他们成功啊？早该成功了好吧？人家兰香本来就是大夏国人，不过是被英国给囚禁了。英国！大秘捡起被总统扔在地上的协议。老大，虽然这口气我们咽不下去，但是若是因为一个兰香就与全世界为敌，这不划算呢。总统此时还没有平复好情绪，浑身还在颤抖着。去，这件事交给你办，现在谁也别来烦我。大秘鞠了一躬，离开了。英国也宣布将收回兰香的英国国籍。他们成功了。可怜了那个姑娘，10几年大好青春葬送在了哪里？如果那个姑娘能看到的话，希望她以后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兰香看着这些消息，不禁湿了眼眶。白毛用纸巾为她轻轻擦去。接下的几天，苏明一边刷着副本，一边为开学做准备。而在这期间，英国那边也陆陆续续发现了问题。可是已经为时已晚，现在他们能最大程度挽回损失的举措，无疑是将赵俊的武器店收购。在开学的那天，开完班会，苏明被孙元邀请一起跟他参加自己家店的2次开张。苏明没有推辞。到了那里，孙元热情地给他送上一个怀抱，而后递给了他一份合同书。小友不是说想成为店铺的股东吗？这是本店的1/3的股份，你把它签了吧。他搂住孙元，你和我们俩分别持股1/3。苏明当然知道这家店日后定会东山再起，自然不会拒绝。那苏明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说着，他就在合同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哈哈，小友果然气度非凡，要不是与小友相识相知，老夫的店估计早就到头了。苏明心里想说的是，还不是因为你这老头卖的龙金那么便宜。这没什么，我不也从中得到了些什么吗？说着，他就指了指桌子上的合同书。叮咚，苏明兄，谢谢你这些天的一路相助。我妈她说要好好答谢你，想让你明天早上来我家一趟。好。第123章二飞英国。苏明来到白毛家，一见到苏明，兰香就十分高兴地把他往屋子里拉。他一边招呼着苏明坐下，一边让白毛拿茶水过来。苏明，这次找你过来是想再次向你表达我的谢意。苏明假装摆摆手，虽然自己也很想要兰香亲手打造的武器装备，但必要的矜持还是要有一下的吧。我看不用了吧，我现在……哎，苏明就是聪明，阿姨，我可是为你准备了大礼呢。不过等会儿拿上来你可别嫌弃，毕竟阿姨就这一个本事。说着，他就和白毛一起拿出了一个大箱子和几个小箱子。这几个小箱子里面装的是一套装备，大箱子里是一些龙晶。我和孙元老前辈算是老相识了，前几天他还问我，为什么你当时告诉他的不是你的真名。糟了，前几天签合同的时候用的名字是苏明，不过他并不在意这些，毕竟你都帮了他这么多。从他那里我得知了你这
正在大量求购龙晶，这些就当做我的一部分谢礼吧。说着，他就打开了那个大箱子。大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龙的龙晶，这些龙晶已经足够一个契约兽开启山海天赋了。见苏明迟迟没有反应，兰香以为他是不好意思要，就赶忙说道：“苏全和白毛告诉过我了，有一段时间是你照顾了白毛，甚至还救了他的命。而今天我送给你的这些，却仍不足以报答你对我们的恩情，所以这些东西，请你务必要收下。”“好，我收下。”兰香露出一个微笑，开始介绍起小箱子里装着的装备。苏全曾经送过你一套不化骨套装，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让他们和你手中的附魔之剑联系在一起，从而迸发出更强大的威力？这些年里，我一直寻找着一件可以让使用者在使用时将各个不同样的装备统一化作为一种的宝物。有人说那件宝贝是黑暗女巫的法杖，还有人说世间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宝贝。可是待在英国的那段时间里，我就发现了一种神奇的鸟类——黑鸦鸟。用它们的羽毛、牙齿、爪子等部位制作出来的装备，就有我想要的那种效果。兰香越说越激动，所以我就做出来了一整套。说完，他就将各个小箱子全部打开，一件件透明的装备飞了出来。别看这些小鸟的体色是黑色，但是打造出来的装备却是透明的。这些装备就像水一样，能够粘在衣服上，而且还不占用装备格子。苏明，你快穿上试试看。好。苏明伸手去拿这些装备，他们就飞快地粘在了苏明的身上。在苏明的面前出现了两个选择：不化骨进阶版附魔全套装。苏明选择了附魔全套装，于是他身上的装备开始变换形态，头盔上长出了一只角和一只半角，铠甲和战靴都变成了黑紫色，整体装备的重量变重了不少。苏明的眼角隐隐发出紫光，这些给他的颜值和气质加了不少分，尤其给人一种邪魅的感觉。兰香迷迷糊糊地看着眼前这位帅小伙，就连一旁的白毛都看呆了，眼睛里闪闪的。看着犯花痴的这俩人，苏明也只好把他们收了起来。回过神来的兰香咳嗽几声，故作镇定。根据内部打探到的消息，近些天英国应该会搞一个什么祭祖仪式，邀请了部分国家，包括我们大夏国。所谓祭祖仪式，其实是人类向自己所供奉的神进献世间珍宝，以求得神的庇护。就像我们每年过节都会有专门的人向我们大夏国的星神见仙礼道一进献宝物，但是有时候自己国家准备的祭品不到位的话，就可以以邀请其他国家一同祭祖的方式骗取他们带来祭品。而且依照国际和谐法则，这种邀请是没有办法拒绝的。那么重点来了，今年选出去那里的学生代表正好是你和白毛。至于为什么那么凑巧，这里面一定有人从中作梗，不过不用我说，你们也能猜到是谁。听到这里，苏明似乎有些明白兰香为什么要把这套装备送给他。临走之际，兰香让白毛出去送苏明。两人走在路上，白毛开口说：“今天这件事，母亲昨天就告诉我了。”苏明兄也大概也能猜到母亲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每一年的祭祖仪式中，神都会现身对收到的祭品进行评价，并指出自己来年想要什么。若是他们对祭品不满意，就有可能大开杀戒，而被杀的人却得不到任何赔偿。这次英国偏偏独挑了我们俩，就是因为他们想借神明的手除掉我们。苏明兄手里的这套附魔套装，就是能够与黑暗女巫相抗衡的恶魔战符。这次去，苏全老师安排了一众人等暗中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自身的安危。苏明此时正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问白毛：“如果我们把黑暗女巫给杀了，会不会给我们报装备？”白毛这时算是被问懵了。啥？杀了他？苏明点点头。如果给的奖励够丰厚，能杀为什么不杀呢？白毛叹了口气。苏明兄想做的事，没人拦得住。我还是把这件事告诉苏全师傅吧，会给装备。苏明一听，乐了。那就好。苏全家。灿烂的夕阳透过窗户洒在白毛的头发上，从远处看像是被染了发一样。好，我知道了。老师难道不吃惊吗？用不着吃惊，这本来就是那小子的作风。苏全递给他一个纸袋子，你把这个拿去给兰香，顺便告诉他，过几天他的苏全妹妹会过去找他的。直到找到了母亲，他才终于明白，他对苏全的感情更多的是感激，并不是他所以为的那样。这种感情就像他对兰香那样，很干净，很纯粹。第124章一触即发。3天的时间转瞬即逝，坐了1天的飞机，苏明和白毛终于再次来到了英国。苏全和兰香则坐在家里看着这次祭祖仪式的全球直播。苏全看着兰香，听说你送了苏明一套装备。兰香点点头，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给他装备啊？做个东西那么不容易，我给的不过是一些龙晶。苏全看着他言语与动作不一，
顿时委屈了起来。20多年的老姐妹了，你都不愿意把她送给我。兰香想解释些什么，可谁料苏全竟哭得更狠，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哎呀，我不是之前偷偷送了你好些好东西了吗？那双天使耳钉，而且我把那套装备送给苏明是让他保命用的。苏全顿时话锋一转，可是我不是跟你说过了，我已经派人暗中保护他们了吗？你还送那个装备干什么？难道你也希望他和黑暗女巫开战吗？兰香有点懵，她伸手拍了拍苏全，还是头一次见你这么护一个男人呢，就这一个徒弟能不护着吗？兰香有些不服气地问道。那白毛呢？不也是你徒弟吗？咱俩啥关系啊？按辈分他也不能是我徒弟啊。你别扯这么多废话了，赶紧告诉我你这么做的原因吧。兰香也不打算逗他了。其实当我看到苏明手里的那把附魔之剑，我就知道他终究会走到这一地步。恶魔和女巫向来是宿敌，附魔之剑会引领着苏明走向他。就比如现在这场祭祖仪式就是苏明要过的劫难，所以我把这一套装备给了他，不就是让他保命的吗？苏全听到这里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只能在心里为他们祈祷着。画面一转，英国，欢迎各国的大使和学生代表来到我们英国每4年举行一次的祭祖仪式。首先请大家把手中的祭品依次摆放在你们面前的桌子的中间位置。白毛将箱子打开，取出里面的魔晶球，恋恋不舍地把它指定位置。接着走上来一个拄着法杖、容貌丑陋的老太婆，只见她轻轻挥挥手中的法杖，那些祭品就全部飞到了空中，随后消失。她犀利的眼神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独独在苏明身上停留了几秒钟，而苏明也是毫不胆怯的全程与她对视。这个老太婆跟黑暗女巫什么关系？在她的身上，苏明能感觉到黑暗女巫的气息，没猜错的话，她应该就是黑暗女巫本人。一想到这里，苏明就干呕不止。白毛见状，慌忙为她拍拍后背。苏明兄注意些，听说这个老太婆是黑暗女巫的亲信。下了台的老太婆狠狠地看着苏明，婆婆已经将祭品送达到了黑暗女巫那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耐心等候，迎接我们的神黑暗女巫。小双，我们在这儿藏着不会被那个老妖怪发现吗？放心好了，这可是兰香大人研制的隐身粉，除非时间到了，否则谁也不能发现我们。再说了，你怕什么？不是还有顾老师和小七在这里吗？顾尘埃这时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这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就感觉像要把它撕碎似的。可是他也只能在暗中默默祈祷着苏明不要与黑暗女巫开战。黑暗女巫多利，一阵强风将主持人的话筒连人一起吹跑。强风过后，一道年轻亮丽的黑色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他这一次没有穿上自己的女巫袍子，也没有戴自己的女巫帽子，而是一身黑色紧身衣裤，尽显成熟气息。各位好，我是黑暗女巫。这么年轻，听别人说英国的神仙从来没有换过，一直以来都是黑暗女巫。各位的祭品我都看了，不过你们有些人真把我当瞎子，什么破烂都敢给我。说着他就掏出来一个看起来十分雍容华贵的铠甲，上面镶满了樱花形状的粉色晶石，这一看就知道是樱花国带来的祭品。这尴尬的少女粉是准备让我尬得抠出3室一厅吗？他的语气里充满敌意，紧接着就飞速来到樱花国大使身边。女巫大人，这可是我们能拿出的最好的宝贝了，你再好好看看嘛，我保证你会喜欢的。女巫直接放出一团火，啊！她被活活烧死了。2个学生代表坐在那里一动不敢动，似乎在等着最后的死亡宣判。女巫将手中的盔甲扔给他们，这个你们拿回去，以后别送这样的垃圾来，否则你们的下场就是这样。2个学生连连点头。女苏转过身，拿出苏明他们带来的魔晶球。大使的心突然被揪了一下，来之前苏全就告诉我要尽全力保护这2个小子，看着樱花国的下场，他应该不会动这2个小家伙。大使一副果敢赴死的悲壮形象。女巫拿着魔晶球来到了这里，英国总统幸灾乐祸地看着眼前这一幕。终于到你们了，不知道女巫大人救魔晶球多吗？还送来魔晶球。苏明像个没事人一样悠闲地坐着。哈哈，这个魔晶球与其他的不一样，其他改变的都是属性点，这个改变的却是使用者的容貌。不错，不错。啥？英国总统和大使都震惊了，这魔晶球竟预判了女巫的预判。苏明在心里止不住得称赞兰香，终于知道她为什么对此如此自信了。不过你看着怎么这眼熟？女巫收好魔晶球，眼神可怕，盯着苏明说道。随后一阵单方向的强风冲向苏明，苏明向一边躲去。你终于想起来了。女巫眯起眼睛，是你。
英国总统看到眼前这一幕，赶忙站起身。就是他杀了您的继承者艾伦斯。管好你的狗嘴，你有证据吗？他当然没有证据。没关系，我想杀你不需要证据。一阵强风裹挟着他，他就换成了经典女巫装。一些英国人立马朝他下跪。恭迎无神，黑暗女巫的降临。顾尘埃四人也在第一时间挡在了苏明二人面前。既然该来的总得来，那就全力以赴吧。第125章，战斗前的热身。苏明料到苏权派出的会是顾尘埃和小七，可是另两位他却不认识，想必也是九州的人吧。螳臂当车，女巫把手中的法杖丢了出去，法杖立马变得巨大无比。她站在法杖的顶端，1、2、3，哦，6个废物就敢挑战我！女巫，我们无意参加战斗，是你挑起的。我们早就料到你会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就藏身于此。顾尘埃说：“哈哈，可笑！跟你们的小打小闹也配叫战斗？你可别说笑了。”苏明的拳头紧紧握起，几个小家伙和帝俊也纷纷现身。当女巫看见帝俊，总觉得十分眼熟。可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的。老太婆，你话太多了，当心闪了舌头。什么？老太婆？竟敢叫我老太婆？找死！他运转着手中的魔力，嘴里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通咒语，然后像细胞分裂一样，他由1个变成了2个，又由2个变成了4个，最后估计有几千个，他占满了法杖的每一个角落。又是分身，于是几千个人一起念的一阵碎碎念充斥着空间。啊呀！在场的其他人都被这噪音扰得心烦意乱，就连英国总统也有些受不了这个声音。很无奈，英国总统一众人只好先行离开。虽然走了就看不到女巫亲手杀这小子了，但只要他死了就行。强大的声波伤害让苏明和白毛二人也是很不舒服。顾尘埃赶忙从口袋里掏出2副耳塞递给他们，这是临走前兰香前辈给我的，你们快戴上。戴上之后就听不到这些声音了。看着他们没事，黑暗女巫就有些奇怪，她的眼神流离，想找到原因。天使之翼做成的耳塞，这个耳塞能隔绝这些声音。可恶，一定是兰香那死婆娘，只有她能做出这种宝贝。哼，这没什么，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好戏在后面等着你们呢。他在嘴里念着火球术的咒语。黑衣男子和顾尘埃也开始放技能。傀儡术，百转琉璃黄金战士，一尊尊通体金色的战士整齐地站在他们面前。举盾分，黑衣男子也使用了影分身，数量大概有1000个。他们从顾尘埃放出的傀儡手中接过武器，转身冲向了女巫。小七则快速游走在空间中，用匕首刺杀女巫。哈哈，这下能砍个爽了。小双边走边挥舞着战斧，火球快速降落下来，却都被傀儡们的盾接下。大概是这些火球的温度太高了，金盾竟被烧得滋滋作响，有的甚至冒起了白烟。不过1分钟，女巫的分身就几乎被杀了个精光。切，小样，既然你们玩得那么嗨，那我就多给你们来点。只见他大手一挥，几千个分身就这么又出现了。这样来来往往几次之后，呼！黑衣少年转过身对他们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小饕餮在一旁兴奋地摇着尾巴。分身应该不算人吧？饕餮、穷奇，去吧！吼吼！2个小家伙变身后冲向了女巫。看着这2只庞然大物，女巫竟感到了一丝恐惧。无奈，她只好骑着扫帚飞到了高空。这下，他们应该拿我没办法了吧？吼！可是他却没曾想到穷奇会飞呀。一个没注意，穷奇的大口就擦着他裸露在外面的双腿而过，他也被弄得一身狼狈。可恶！没想到竟被你追着打。他一边骑着扫帚飞，一边再次施招。镜花！霎时间，整个空间的景象都变成了2D 画质，一切都慢速进行着。哈哈，这下你这个大猫咪就不能乱咬了吧？女巫来到他面前，一通挑衅。哼！他飞出一段距离之后，再次放大手里的法杖，并用10分大的力气将它扔了出去。入剑！法杖如离弦的箭般冲向穷奇的一只眼睛。主人，快解控！饕餮，反咒！穷奇突然恢复了过来，他也是来者不拒的将法杖咬在口中，甩向了地面。饕餮则是在下面精准的接到了他，他用自己的血盆大口撕咬着法杖。女巫念起口诀，想取回法杖，可法杖却被饕餮死死的压在地上，愣是一动也不能动。咕噜咕噜，几声吞咽过后，法杖就被吞了个精光。啊！女巫痛苦的喊叫着：“你给我吐出来！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法杖！”与此同时，呜呜，
兰香依偎在苏全怀中心，痛得哭着。这可是耗费了我3个月时间才做出来的法杖啊，怎么就被吃了呢？苏全也只能安慰他，没关系的，没关系的，等他们胜利归来，你的那些宝贝就都被带回来了。我要你们碎尸万段。他悬浮在空中，周身散发着的金色气息聚拢成了一个保护罩。穷奇冲了2下也没能破开，他在那里快速地变换着手势。不好，他在拒法。黑衣男子说。半空中开出一个黑洞，小七踩着空气站在那里，手中拿着黑色长剑，镜像匕首，次元斩。长剑顿时增长。苏明看着小七，不，还不够，砍不开。白泽祈福，帝君上古至尊，造神之力，这下应该能砍得动了。哈呀！小七感觉到了自己实力大增，几万只匕首和长剑都朝着一个方向冲去。女巫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能打破保护罩，所以仍然还在若无其事地念着咒语。咔！保护罩出现了一个口子，女巫这时不得已看了一眼，什么？竟然破了！咔咔咔，口子持续扩大着。糟了！轰！保护罩被破了，女巫的巨法也在躲避的过程中被打断了。你个小丫头片子！说着，女巫就将拿着一根全新的法杖冲向了小七。好在帝俊已经抢先一步来到了他身后，将剑刺入了他的身体。因为女巫都有很好的恢复能力，所以帝俊威胁他：你胆敢使用恢复魔法的话，我现在就把你给杀了。而女巫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眼前这个男人能有这样的隐秘性，刚刚就连自己都没有察觉他的到来，再加上他的招数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迫，他现在就一副恼羞成怒的样子。为什么你们能破了我的进化？还有你们这恐怖的实力是怎么回事？他也因为过度使用魔法，剩下的魔法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他的容颜了，他的本来面貌也就暴露在了众人面前。是刚才在台上的老太婆。帝君默不作声，看着苏明下达最后的命令：杀！怎么可能就这样死掉？第126章剑仙李道一。什么？吼吼！没想到竟能被你们逼到这个地步。罗斯，抱歉啊，每次都要用这副丑陋的身体与你合体。吼！恶龙吼叫一声，似乎是在表达不满，又似乎是在卖乖。女巫脖子以下的身体全部嵌在了恶龙体内，在外面只留下了一个头，而这头恶龙竟用它那无比光滑柔软的脖子紧紧缠绕着女巫的头。罗斯乖，只需要稍稍等一会儿时间，就让你吃个饱。女巫的身体虽然恢复了原样，但她的声音还是无比年轻的御姐音，所以众人听着她的声音却不忍直视她的模样。哈哈，小鬼们，留下你们的遗言吧。白毛说，他的头藏得那么深，这下难办了。苏明突然站起身来，交给我吧。咻！苏明把自己的装备调成了附魔套装。苏明兄，你要和他近身战斗吗？小七拿起剑走到苏明身边，我跟你一起去。苏明点点头，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英国那帮老贼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个偷袭，和他肉搏是最快的办法。这家伙在天上，近身只有我和小七可以跟他战斗，你们留在这里保存体力的同时警惕着周围。顾尘埃也表示赞同，那你们两个要万分小心。小七，要开始了。苏明和小七遁入到了空间中，二人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九尾巡天，穷奇灭世神雷，吼吼！小七则将手中的10几把小巧的匕首甩了出去，由于匕首太细，他们竟被扎进了恶龙的身体里。不过这也是由于这条恶龙的身上没有龙鳞来保护肉体。吼！虽然不是很痛，但这种却能让恶龙感到奇痒无比。罗斯，你忍着点。不得已，恶龙只好扭开脖子，用牙齿去拔掉那些匕首。罗斯，你在干什么？快点回来！恶龙违抗不了女巫的命令，只能被迫再次缠绕他的头，而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们没能躲开苏明的攻击。苏明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乘胜追击。帝俊，在！白泽，九鼎之力，身心交换，九尾。帝俊和苏明提起剑，一同冲向恶龙和女巫。小七依旧是有条不紊地对恶龙进行点穴扎针。虽然这家伙的身体表面很柔软光滑，但他的脖子却出奇的硬。任凭苏明和帝俊在使用剑在上面砍，脖子也只不过是留下了几道深口的伤痕，而这些伤痕也在女巫的魔法下很快便恢复如初了。哈哈，别白费力气了，只要你们砍不断他的脖子，就杀不死我。可是苏明和帝俊却完全不听他的，纷纷加快了出剑的速度。就是在这么高强度的攻击下，恶龙却是硬生生的抗到了第8之顶才被砸死。他带着女巫重重的摔在了地上。没了生命的恶龙身体自然开始了瓦解，
脖子的硬度也蹭蹭的往下掉。可恶，竟敢杀我爱龙！黑暗最强诅咒之。苏明一把将剑擦着他的鼻子，立在了他面前。黑花，嘿嘿，你以为我会怕你吗？从他的身体周围散发出来的黑色气息飘散在空中，后变化成各种各样的黑色小花。哈，中了黑花，不出1分钟，你们就会暴毙而亡。啊呜啊呜！什么？连这虚无缥缈的东西也吃啊？即使是恢复成幼态的饕餮，依旧是胃口大开，对着空气中的黑色小花一阵狂输出，不一会儿就被全部解决。这搁着逗我呢？嘿啊！帝俊试着将剑刺进了恶龙的脖子里，没曾想竟扎到了女巫。能扎动了？你别动了，扎到！帝俊堂堂一个天帝，怎么会听他的？刺了！帝俊向下扎得更深后，又一下子就将剑拔了出来。苏明兄，我妈说，只有你手中的附魔之剑才能真正的杀死女巫。死兰香，我不会放过她的。现在谁能放过谁，不是很明显了吗？苏明邪笑着转过身，他手里附魔之剑的紫光此时似乎更亮了。你把恶魔给杀了？苏明默不作声，缓缓举起剑，说啊，告诉我，剑已经抵到了他的天灵盖。现在告诉你这些，你告诉我意义何在？再说了，我这不是已经在送你去找他的路上了吗？女巫此刻似乎也得到了解脱，本来一脸的愤怒一扫而空。当剑进入他头的那一刻，强烈的紫色光芒瞬间迸发出来。吼！仔细听，似乎有一阵低吼。小魔，我来陪你了。这时，一段回忆强行涌入苏明的脑子里，整段回忆讲的都是关于女巫和恶魔的关系。原来，女巫这个老妖婆竟是个喜欢玩弄年轻小伙的变态，所以从此之后，恶魔十分惧怕她。而当时天使一族正是想利用这一点来打败恶魔。苏明这时倒是有点心疼恶魔了。我们也快点捡装备回去吧，待在这里始终没有安全感。顾尘埃对大家建议着，苏明也回过了神。他们匆匆捡完，放下你们手中的装备。是英国的人来了。英国总统带着一大帮人拦住了他们，来的还真是时候。苏明他们互相给个眼神，准备逃跑。谁敢拦他们？一道浑厚的声音穿破云层，到达地面。乌云开始消散，射下了今天的第一缕阳光。一道白色素衣的身影渐渐清晰，强大的气息瞬间塞满整个空间。认出之后，苏明他们立马跪下，恭迎无神，见先礼道一。英国那帮人瞬间慌了神，其中一个人小声地说道：“老大，大夏国一句古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的神纲被消灭，以我们的实力怎么了？没看见那6个毛头小子都能干倒黑暗女巫吗？可是我们的神根本没法跟人家的比啊，实力摆在那儿呢。”李道义说：“黑暗女巫擅自残害我国子民，作为他们仰望的神，我来替他们讨个说法，没有错吧？而且这次是你们挑事在先，竟想借着祭祖仪式除掉我的子民。”说到这里，他神情激动，腰间的佩剑隐隐作响。既然是你们先不遵守国际和谐规则，那就让我来教教你们。第127章，千奈家的报仇。他站在剑上，浮在空中，他的口中念着口诀，身后出现数万把剑，嗡嗡作响。英国总统的拳头紧紧攥紧，额头上青筋暴起，浑身颤抖地看着他。可恶！一旁的大秘此时也不得不认输。大人，我看我们还是先走吧。我们走。看着他们离去，李道一也收了剑。仔细看过去，他认出了帝俊是上古时代的天帝，仙界还立有他的一尊雕像。再看向苏明，御兽师，难道是与天帝契约了吗？看来这小家伙日后定有大作为，成仙成神就更不用说了。他对苏明他们说：“我也不能一直待在这里，你们也赶快回去吧。”苏明他们道过谢之后就离开了。兰香家，他们将装备全部都放在了兰香面前，看着眼前这些自己呕心沥血做出来的宝贝，兰香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他们，他不是为再次拥有他们而感动，而是因为终于不再让这些宝贝流落在他国。苏全看着其中一件斗篷出了神，兰香擦擦眼泪说：“你们尽管从这里面挑出一件你们最想要的吧。”林浩这时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这怪不好意思的嘞。”嘿嘿。小双看着眼前这个红发少年，秉持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得到这些宝贝又没有你的功劳，你的确该不好意思。兰香尴尬的笑笑：“哈哈，把我救出来他也有份儿，这次就当做对他的谢礼吧。”几人调好之后就告辞回到了家。李熙然也把苏明约了出来：“老茶馆见，小明子。”苏明按照约定来到了波波茶馆。
两人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李熙然今天出奇的大半天都不说话，苏明就问他，刚刚发信息的时候不是还挺高兴的吗？现在怎么不说话？李熙然考虑再三，递给他一张纸，小明子，你看了可别太激动啊。纸上清楚地写着苏明的生辰八字和一些表达思念的话语。落款：苏明的父母。苏明笑了一声，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瞅着李熙然，这你也信？知道了我的生辰八字就能当我爸妈了？这很明显就是有人恶作剧，也就你这种小傻子会信。李熙然摇摇头，上次我回老家时，我可是亲眼看到了一对夫妻把这张纸放到了你家门缝里。我本来以为是什么可疑的人呢，就等他们走后才把这张纸揪出来，就等你回来把它给你呢。苏明也不想和他再争论下去。好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哎，你认真点啊，他们万一真是你爸妈呢？苏明喝了一口茶，放了下来。是又怎么样？10几年把我丢在那个破房子里就走了，都没有出现过一次。再说了，要真是他们，不该是他们过来跟我相认吗？怎么，想让我去找他们？那简直是给爷气笑了。李熙然知道他心里有气。你说的也是。苏明接着说，你记住，在你名声大噪时找你的都是麻烦，水里他们谁就是傻子。李熙然点点头，他本想着这次没准儿还真能给他带来个惊喜呢，也不知道这会不会让他更加伤心难过。苏明将他送到了宿舍，道了别之后转身离开了。李熙然突然转过身，小明子，今天这事是我没弄明白，你别放在心上啊。苏明没有回头，只向他摆了摆手，示意他赶紧进去吧。李熙然开门走了进去。苏明从这里回宿舍需要重新经过波波茶馆，在走了与茶馆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帝俊这时现出身。主人，我察觉到有人在尾随你。苏明轻声告诉他，我知道，我们现在就把他引到一个没人的地方。那人毫无防备地跟着苏明来到了试炼塔附近。为了让学生好好休息，防止过度内卷，试炼塔只有在白天才会开放。在树林的遮盖下，这时这里就是黑乎乎的一片。进到树林里，苏明突然加快了脚步，没了身影。那人这才反应过来，该死，竟被他引到了这里来。苏明悬在半空，是他当时闹事的那个小樱花。嚯，他还挺大胆，一个人过来了。正好这里没人。喂，看天上。那人赶忙抬起头，他会飞，不过没事，会飞又如何？他悄悄捏紧手里的银针，哼，也不问问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吗？这有什么好问的？你来了不就是想杀我吗？那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没有点自知之明怎么办呢？毕竟想杀我的人那么多。苏明边说边摊了摊手，就是现在！咻咻咻！他将银针朝着苏明甩了出去。苏明拿剑接了下来。哎呦，你小子的反应能力还挺强，忍者还是搞暗器的？苏明没能看出来他的职业。嘿嘿，小子别看了，你看不出来的。只见他伸出右手，高过头顶，刺了。他竟徒手脱下来了一层皮，这才是我真正的模样。哈哈哈！苏明没忍住，哈哈大笑起来。不说你顶着个地中海，做个人皮还要增高，是你们樱花国的作风，这真的很难不让人笑啊。千奈吹摸了摸光滑的头顶，你懂什么？我这是聪明的秃了头，增高是我们这里的习俗。苏明这时忍住了笑，话锋一转，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千奈洛他们的父亲。千奈吹点点头，你小子还挺聪明，我就是他们的父亲，千奈吹。他拿起地上的画皮，怎么样？我这画皮技术厉害吧？带上它之后，你们大夏国竟没有发现我是假的。苏明隐忍着怒气，思考着一会儿是直接送他上路，还是先折磨一下。哈哈，这可是你们大夏国的一项绝活啊！没想到吧？现在你们自己国却没了这种技术，想学习还得来我们樱花国。他不怕死地在那煽风点火，算了，还是直接杀了吧。他太能叨叨了。帝俊，帝俊举起剑闪在他面前，可却被他躲开了。契约兽的速度不错，不过还不够，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把黑暗女巫给杀了的？难不成是色诱吗？听着他贱兮兮的语气，苏明的脸冷到了冰点。杀他需要计谋，杀你根本不用。他们四目相对，切，这小子的眼神真是令人讨厌。他避开了眼神，突然一道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谁让你躲开的？第128章英国总统的心机。他吓得赶忙跳向一边。啊！他的腹部传来一阵刺痛，是刚刚苏明把剑刺穿了他的身体，鲜血此时正在向外冒出，速度快到他的身体都没来得及反应。打架的时候分神不是好习惯。
苏明用一片树叶擦拭着刀剑上的血。千奈吹快速止住血之后，从背包里拿出来一把剑。小子，樱花国的剑术，你们是赢不了的，更别说你一个垃圾御兽师了。苏明勾起嘴角，老爸的技术还没称世界第一呢，儿子你倒是挺急啊。千奈吹气得吐出一口口水，少在那儿贴金了。虽然我们樱花国早期的剑术是从你们那里学到的，但经过我们的创新，我们已经自成一派。那时你们再不另立门户，老爸我们都要被你们啃死了。你死兔崽子，不跟你废话了，酒吞童子出来吧。哇，一个长着一张红脸的少年背着个酒葫芦出来了。嘿嘿，还是我们日本的妖怪最厉害。你是要比数量？4只小东西也纷纷跳了出来。你契约兽的数量的确不少，不过看着也太蠢了。现在是在学校，单是他们4个中的一个恢复真身就能引起人注意，没有办法让他们放出大招。千奈吹也怕动静太大会引来校方的注意，就想着尽快结束战斗。酒吞童子，酒来！少年饮了一口酒后，酒葫芦被千奈吹抢了过去。哥，2个人的酒劲儿立马上来了，实力也翻了不止3倍。4只小东西分别趴在苏明和帝俊2人的肩膀上，他们提起剑，来到他们身边。九尾，国色，不能动了。这是九尾，好漂亮，不愧是一对父子。九尾的美貌岂是你能够窥视的？帝俊，天地之威，身心交换。九尾，苏明2人趁机连连出剑，4只小东西也在间隙挠他们2下。一番下来，酒吞童子被打掉了1/3的血量，千奈吹仅剩下了1/3的血量。八嘎，混蛋！吞！酒吞童子的嘴巴逐渐变大，并且对周围的事物产生巨大的吸力。苏明看到了一个机会，他和帝俊放任自己被吸过去。就在快要进去的时候，饕餮血龙，笼子困住了酒吞童子。苏明的脚蹬在笼子上一发力，转身向千奈吹飞去。刚才还在那里为苏明的行为感到愚蠢的千奈吹这下慌了神，他赶紧转身逃跑。苏明加快速度追上了他。穷奇灭世神雷，千奈吹没想到他会放大招，就好防备的中了雷，被雷炸得黑焦。你樱花国不会放了你的，不会有人知道今夜我在这里干了什么。呵，你就等着吧。啊，他死了，咬舌自尽了，宁愿自杀，不愿成为别人的刀下魂，也不试着挣扎一下。你们的武士精神终究成了你们的软肋。苏明从他抱出来的箱子里找到了一封信，信是樱花国的总统写给千奈吹的。原来千奈吹这家伙在来这里之前就给他们打好了招呼，说自己来这里就是来杀一个叫苏明的大夏国人的。若是自己超过1个月都没有回信，那就说明自己被人给杀了，想替他报仇就来杀苏明。苏明的内心一片无语，看着信上的日期，大前天的，那也就是说自己剩下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要被樱花国总统追杀了。想想近段时间发生的事，心累的。宿主死去后，酒吞童子的身体也开始消散。动，忙着检查装备的苏明转过头，酒葫芦没有跟着消散，难道这是打败酒吞童子给的奖励？可是看着这只葫芦上被不知多少人碰过的葫芦嘴，苏明陷入了沉默。算了，反正可以拿来卖。英国啊！英国总统在屋子里到处扔东西，发泄着怒气。站在门外的大秘犹豫再三，终于下定了决心，敲了门。滚！都特么的给我滚！大秘身躯一震。老大，樱花国和棒子国的总统已经到了，在待客大厅里正等着你过去呢。房间里恢复了平静。英国总统整理好自己的仪态，走了出来，来到待客大厅。2国的总统立马站起身来，哈着腰身出手。英国总统也罕见的与他们握了手。这次让你们老远就过来，无非就是让你们办一件事。樱花国总统即使坐在了椅子上，也要点头哈腰。哈哈，您这是说的哪里话？什么话您大可说呗。棒子国总统也照模照样的说。是啊是啊，您这样就见外了。英国总统听到他们这么说，满意的扭出了一个难看的微笑。我想让你们和我一起联手，推翻大夏国的新神李道一，最好是杀了他。杀神？棒子国总统吓了一跳。这好，大哥让杀谁就杀谁。樱花国总统谄媚道。棒子国总统也只能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英国总统看向他，棒子国，你，哈哈，大哥2个都这么说了，那小弟我自然同意了。那就好，那具体的操作是什么呢？有计划吗？他还想再挣扎一下，想着可能是英国总统一时间冲昏了头脑。计划很简单，
你们只要辅助一个人就行。谁？英国总统眼神警惕地看着棒子国总统。办成这件事之后，我们就不抢你们的神。不过，若是没有办成的话，那结果可就不好说了。棒子国总统知道这是他在警告自己，赶忙说：“您放心好了，我们棒子国会一直追随老大哥的。”他的心此时提到了嗓子眼。好，这是那个人的相关信息。他递给两人各一份信息档案。记住，这份信息只能你们两个人知道，其他人都不能看。是。英国总统站起身，两位不远千里而来，大哥实属感到欣慰。两人纷纷点头，保证不辜负大哥的期望。那没有什么事的话，我们就先回去了。回去吧。第129章，救人，救神，救人开荒团总部。大哥，这是救神今早发来的信件。冷心接过信件并打开。老李，我们该行动了。老李看着冷心，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吗？冷心站起身，这样的生活我们已经过了将近20年了，是时候该换换样子了。那这些用告诉给花卡山的那位吗？时机还未成熟，先不要惊动他了。你先出去，有什么事我再叫你。是。等老李走后，冷心拿出了那2封由樱花国总统和棒子国总统寄来的信。信上写的大致意思就是他们收到了英国总统的指示，奉命前来帮助冷心复兴大夏国救神大法师刘星的统治。冷心其实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所以他一点也不惊讶。他郑重其事地写了一封回信，向樱花国总统的支持表示感谢，写上了自己的计划。将信寄出来之后，他就拿着一张纸出去了。老李，这几天我有事出去一趟，团里的事情你先招呼着。老李点头答应了下来。我记得他的家就在这附近吧？冷心来到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前。这户人家比较特殊，只有房子却没有院子，因为院子被他的邻居给占了去。现在那里堆放着杂物，有些甚至已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再想起自己小时候还在这个大院子里跑来跑去玩捉迷藏，冷心顿时感到一股惆怅。冷心四下张望，发现没有人，就将那张纸塞进了门缝。吱呀，是邻居家的门被打开了，一位老奶奶走了出来。两人四目相对，老奶奶看了好一会儿，终于认出了她。呀，这不是冷心吗？好久不见了。老奶奶拄着拐杖对冷心说。冷心也认出了张奶奶。10几年了，张奶奶还记得我呢。怎么会不记得呢？你小时候常来这里玩的。冷心笑笑。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屋的小伙子上大学还没回来呢。哦，是吗？好几年没见了，我这次找他还真有点事儿呢。那你来早了。谢过他之后，冷心就行色匆匆地离开了。他想，希望这个小家伙能根据地上的地址找去，否则他必定会被牵扯到之后的大战中。老奶奶也将自己手里的垃圾放到邻居家门前之后就进屋了。不一会儿，来了一对发广告的夫妻，他们是趁现在是下班时间发点广告来挣些小钱。老公，我不想发广告了，只是让他们接一下那张广告，却都要受尽他们的白眼。还有这么多广告呢，什么时候才能发完啊？男人安慰着女人，再坚持一下吧，为了咱们家的好生活。这时他们正好看到了苏明家的房子，女人示意男人看过去。老公，这是大好的机会啊。男人当然知道他想的什么。二人拿着厚厚的一摞广告走到苏明家的门前，看样子应该是很久没有住人了，两人就放下了心。他们将广告通通都塞进了门缝，一边塞一边还查看着周围是否有人。终于塞完了最后一沓，二人顿时感到如释重负。可这一幕却恰巧被路过这里的李熙然看到。不放心的李熙然于是上前查看他们塞的是什么。大概是由于那夫妻二人塞的时候太过用力，广告纸全部都向内散落在了屋子里的地板上。他的小手摸索了好一大会儿，才终于摸到了一张纸。后来李熙然就把这件事告诉给了苏明，苏明自然是不信的。于是冷心的这一计划落了空。花卡山，放我出去，我要去找我儿子。骆大人，冷心大人有令，没有他的允许，你是不准踏出这里一步的。您就再忍一下吧，冷心大人一会儿就会过来的。因为头发太长，看不见女人脸上的表情，守卫感到有些害怕，想着要不要报告给大队长。这时女人开口了。好，那我等着。呼，另一边，冷心在纸条上的位置等着苏明的到来，可是已经过了约定时间，有一会儿时间了。最后冷心只好空手朝着女人居住的方向走去。冷心，我儿子呢？你说过只要我听话，今天就会把他带过来的。说话呀，冷心，我儿子呢？冷心说，他没有来。女人失了神，为什么？为什么不来？是我哪里写错了吗？怎么会错呢？他的生日、生辰八字，和他分开的这10几年里，我一直都在想这些，不会有错啊。冷心看着他，
生辰八字什么的都没有错，他没来是因为他不相信这件事。女人也难得的点点头，说的也是啊，10几年从没出现过一次，这一突然出现，谁会相信啊？冷心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他，只能选择默默离开。女人站起身，也再次朝着那个困了自己10几年的房子走去，只不过这次却没有了以往的活力。之前急着回去是为了第2天的等待，可是这次之后，估计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再见到他了。刚才那个守卫不忍看到他今后就活在失落当中，于是他在给他做饭时想尽办法找话题跟他聊天，虽然几乎每次都不会得到他的回答。直到他问道：你说说，你自己好歹是个战士，为啥不在附近杀怪？没准就能碰到你儿子呢。女人的脸终于从长发中露了出来。你说的对，我明天就开始这么做。守卫也是这10几年来第一次看到他的脸，大概是整天被长发遮盖，他的脸上的皮肤十分惨白，精致的五官让守卫慌了神。去是可以去，但是有条件的，不仅有时间限制的，而且你的武器也只能用我给你指定的，还有得到的奖励也必须全部上交。女人点点头，好的，只要让我去就行。于是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他每天都会准时在花卡山上的副本杀怪。在这个时间里，他整个人的神态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战士气势愈来愈强，即使拿着最烂的武器，他也能把副本的通关记录刷新了一次又一次。守卫看着扎起高高马尾的洛妇，不愧是之前的大夏国第1女战士。有时洛妇也会主动开口跟他说话，守卫发自内心的高兴，不知道冷心大人看到后会是什么表情。第130章，相似的眼睛。去花卡山吧，那里的副本不仅经验可观，而且妖怪刷新的时间很短。你现在这个等级去了正合适，去吧。苏明谢过孙元后就启程赶往花卡山，赶到时也是下午2点。苏明拿出自己的备用粮食，随便吃了点儿，就马不停蹄的进去了。花卡山虽看起来也是植物怪物副本，但它满山不败的桃花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里的怪物单单只有桃花妖。其实事实不然，这里的霸主不是植物，而是昆虫，其中的 BOSS 竟是蚁后。苏明这时算是明白了为什么这些怪物的刷新时间短了。一进到这里，苏明就感到脚下软软的，原来是这里漫山的桃花瓣在地面铺了好几层，不软才怪呢。苏明顿时感觉脚下一阵不舒服，于是飞到了空中。窸窸窣窣，越来越多的小蚂蚁从桃花瓣底下钻出来，看起来密密麻麻的，十分难受。嚯，这普通的小蚂蚁在这里就能变成杀人的怪物了。这些蚂蚁在花瓣上转了一会儿，没有感觉到活物，就又钻了进去。看来这一路都得飞着了。苏明取出飞行器，和帝俊一起站了上去。皮糙肉厚的饕餮和穷奇则是在下面跟着，时不时清理一下突然出现的低级怪物。他们沿着山路向深处飞去。一路上，苏明他们遇见的不是低级怪，就是中级怪，高级怪的影子是一个都没见着。就在他奇怪时，这时天道的提示响起，史诗级以后将于半分钟后降临。史诗级的以后竟能让孙元老师利剑给自己，苏明很好奇。只不过这里还藏着个人，就是这个人把苏明的高级怪全给刷了。算了，到处找他太浪费时间了。苏明依旧勤勤恳恳的杀怪，等待着以后的到来。终于，一个大腹便便的蚁后出现了，名称子弹蚁蚁后，品质史诗级，等级 LV65， 攻击力、防御力、血量、蓝粮，技能以卵促生，乱啃狂欢，卵抛攻击。以卵促生，连续发动3次，每次召唤出小蚂蚁30万只，中级蚁1万只，高级蚁3000只，蚂蚁卫士100只。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半天。乱啃狂欢，每只蚁怪啃咬能力提升到300%，蚁酸效果提升200%，持续时间3分钟。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1天。卵抛攻击，以后献祭自己的生命，将身上储藏的卵全部发射出去，命中后会有灼烧感和啃食感，皮肤在1分钟内可以全部溃烂。卵抛全部消耗时宣布以后被击败。蓝粮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小传，本是普通的蚂蚁，咬过有神力的花仙后下，凡成为一只史诗级蚁后怪物。苏明带着他们赶往以后出现的地方。帝君提醒对面也有人正向这边飞来，能把高级怪打得来不及刷新，有这等实力的人，苏明不禁想一睹全貌。两人同时到达了那里。红色、黑色和金色交互而成的战甲，紧紧将头发包成丸子的红色头绳，黑金搭配的战靴，还有一把烂剑和一支破盾。向上看去，精致五官中的眼睛吸引了苏明。这双眼睛
莫名的熟悉，怎么跟我的眼睛那么像？怎么回事？难道这也是这个副本的关卡？显然洛夫没有认出来苏明，大概是因为他这10几年来都没怎么照镜子的原因，他连自己的样貌都记不清了。他说：“你就是杀光低级怪和中级怪的那个人。”苏明反问：“你就是杀光高级怪的那个人？”哈哈，不错，为了快速通关，我只杀高级怪。看到苏明身边围着的几只怪物，洛夫带着一丝不解，好心提醒道：“你就是带着你的这些契约兽一路杀过来的？”“对啊，那等会儿开战的时候。”苏明打断他：“咱俩比一场吧，看谁能给他最后一击。”这些天里虽然也有少数的人来到这里，但他们都是半途而废，或者是打到一半不愿再铤而走险。所以当洛夫听到苏明这么说，他的内心其实是十分激动的，毕竟他都已经好久没有跟人一起作战过了。好啊，他们两个冲着对方露出一个笑容，就拉开了距离，选定了攻击的初始位置，两个人都飞到了空中，以后连着放出了前2个大招。黑压压的蚂蚁大军气势汹汹，不愧是以后的亲自召唤，这些蚂蚁竟有了神智。他们中的一些聚集在一起，开始向上盘旋，随后竟旋成了几根柱子。那些体型较大的蚂蚁就踩着它们爬上了柱子的顶端，对着苏明他们狂吐口水。柱子也代替了他们的脚，朝着一定方向前进。苏明却是最喜欢看到这种怪物聚集在一起的场景。穷奇、雷海，雷海过后，这些蚂蚁死的死，伤的伤，苏明的经验蹭蹭的往上涨。另一边，洛夫直接将手中的剑的数量增加了好几倍，随后以他自己的位置为锋眼，周身的剑也围着他一并开始旋转。没一会儿，他竟然转出了一个有锋有剑的龙卷风。他所走过的地方，蚂蚁无意生存，都被吸了进去并杀死。这个女人还挺会的，知道自己的装备垃圾，那就多批量几件。苏明对他的招数和头脑称赞道。自己这边剩下的蚂蚁已经被饕餮给吃完了。看着毫发未伤的苏明和他的契约兽，洛夫也开始对他改观。没想到你这小小的御兽师还挺厉害。苏明不等他把话说完，就和帝俊提着剑冲向了以后。哎，对手不会一直听你说话。洛夫也不甘示弱的提着剑冲了过去，卵泡已经开始攻击他们了。苏明和帝俊身法灵活，很快就跳上了以后的背上，他们举起剑将他扎向以后的背，而洛夫则是闪躲加蛮力，用剑劈开了卵泡。可是当剑接触到卵泡的那一刻，剑身开始发生腐蚀，几剑下去，剑和盾就报废了。接着洛夫就躲着也来到了以后的背上。苏明这时有点不解了，就这么把自己的武器给丢了？难不成他还会拳法？嘿，你别说，他还真会。只见洛夫提起拳头重重的砸在以后的背上，以后吃痛发出尖叫。可是这么打下去也要花费不少的时间。穷奇，灭世神雷。洛夫这边也加快了出拳速度。就在最后一刻，神雷降下。恭喜宿主击败 BOSS 子弹蚁以后，奖励。洛夫站起身，对他伸出一个大拇指。苏明也回礼说：“你也很不错。”出来后，苏明才得知洛夫已经在这里刷了不下上百次了。苏明问他为什么不去打外面其他的副本呢？洛夫想了一会儿，说：“在等我儿子。”苏明能看到他的眼角里含着泪花。最后，洛夫告诉他自己明天可以不刷副本，让苏明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副本。第131章分别。今天一场下来，苏明的等级已经十分接近5转，所以接下来这几天他打算在这里多刷几次。第二天，苏明早早的来到了这里。进去之后，脚底板传来的还是熟悉的感觉。苏明依然飞上了天空，朝着深处飞去。为了更大面积的搜罗怪物，苏明让穷奇他们4个自由行动，只留下了9尾。这次没了洛夫，一路下来遇到的高级怪物多得让人难以置信。苏明的经验增加，也得到了质的飞跃。史诗级以后将于半分钟后降临。苏明赶往了相同的地点。呲呲，以后的大腹微微蠕动着，他的孩子们似乎要撑破那层皮跳出来，而这也自然受到了饕餮的青睐。毕竟以后的腹部可是很有营养的。苏明挥了挥手，示意饕餮可以去跟他肉搏，然后把它吃了。吼吼！饕餮兴奋地跑了过去，而苏明他们则留下来对付那些他召唤出来的小兵。2只猛兽的肉搏看得让人热血沸腾。不，由于饕餮精力太过旺盛，再加上人家以后本来就是个养尊处优的怪物，所以这场战斗几招下来，饕餮就占了上风。呲呲，以后不满地冲他吼叫着。可是饕餮向来就不知道怜香惜玉，他只知道当看到猎物虚弱的一面，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扑上去一口吞。所以他吼叫一声，张着血盆大口直接扑了上去，一口闷。
这时传来天道的提示，由于宿主的契约兽一口吞下以后，触发隐藏任务，事后公蚁现降临本副本。事后公蚁原是普通公蚁，由于在发现以后因难产死亡后，他没选择通知其他蚂蚁，而是毒吃了以后进化成蚁王。事后公蚁名称事后公蚁，品质传说级，等级攻击力、防御力、血量、蓝量。技能公蚁召唤、猎刃触角、死亡旋转。公蚁召唤，召唤普通公蚁30万只，高级公蚁1万只，有 5% 的几率召唤与自己同等级的蚁王。蓝量消耗2000，冷却时间1天。猎刃触角，全体蚂蚁触角硬度和锋利性增加 300%。蚁王触角可选择身长1000米，并且触角变换成刀刃的形状，有 30% 的几率打出普通攻击的10倍的伤害。蓝量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死亡旋转，以全体比自己等级低的蚂蚁的生命献祭，除自己之外的全体蚂蚁围绕着敌人旋转，爬上敌方身体，咬下一口之后死亡，啃食伤害提升至20倍。期间，蚂蚁释放出能致使敌方神经麻痹的毒素。蓝量消耗4000，冷却时间1分钟。大概是蚁王是只公蚁的原因，它的身体比蚁后小了不知多少倍，所以苏明这次考虑着要不要还让饕餮去把它一口给吞了。不过这只蚁王的防御意识还是挺高的，它竟然让召唤出来的蚂蚁将自己团团地围了起来。苏明嗤笑一声，这么胆小还想当蚁中之王，你也只配吃独食了。而蚁王似乎能听懂，他竟冲着苏明嘶叫起来，哟，说你2句还有脾气了。饕餮，去吧。昼泻狂焰，穷奇、雷海、白泽、祈福，一口下去都是蚂蚁味儿，没有一点肉味。饕餮似乎不太喜欢，他将目光瞄到了蚁王身上，吞噬了以后的蚁王一身子的肌肉，察觉到敌意的蚁王战术性后退，将周围刷新出来的蚂蚁全部召唤在自己这里，随后同时发动了2技能和3技能，遍地的蚂蚁朝着苏明他们爬过去，开始了死亡旋转。即使苏明飞上了天空，他们也穷追不舍，飞快地叠起了罗汉。呵，还挺听话。自从蚁王出来之后，这个副本刷新怪物的时间缩短了不少，几乎是苏明杀完一波就又过来了。俗话说擒贼先擒王，杀了这个蚁王就好了吧。帝俊，了结他。苏明和帝俊提起剑冲向蚁王，蚁王也甩出了自己的1000米大触角，试图将他们2人紧紧捆住。苏明将装备套装换为附魔套装，举起附魔之剑朝着触角砍了下去，触角被硬生生的砍断了。蚁王吃痛的收回触角，再次开启了逃跑之路。想跑？帝俊，领命！帝俊闪现到他的身后，一剑入魂。呲呲，随着伤口的撕裂，一股黑色的液体喷涌出来。可奇怪的是，死亡旋转还是没有停下。不过幸好，怪物刷新的时间恢复了正常。为了给下一次闯关做准备，苏明命令饕餮把这些蚂蚁都给吃掉。不太情愿的饕餮张着小口，咀嚼着这没有味道的食物。恭喜宿主通关，刷新记录时间为17分钟。隐藏任务的完成获得 S 级评价，奖励已发放至个人背包。这隐藏任务还有等级，苏明顿时来了劲儿，最高级是3S 吗？于是一个上午，苏明就进去了10次，要不是有副本的刷新时间，进去几百次也不是梦。而在第4次通关的时候，苏明就将隐藏任务打到了最高级3S 级，副本通关时间也定格在了7分钟。进去几次了？洛夫这时扛了一把新武器出现，不过还是很破的一把斧头。洛夫看着他的新纪录，7分钟，厉害啊！还有这隐藏任务是啥？我怎么从来没刷出来过？苏明开心的笑着，这些都是小意思。洛夫看着他也莫名的开心，就问：你来这里是刷经验的吧？要不让我帮你打前期伤害，你最后补刀，这样你能赚到不少经验呢。苏明想了想，没准儿还能提前几天达到目标呢。可是你不需要经验吗？怎么说呢？你现在看到的不是我的全部实力，总之就是我不需要经验。洛夫只是觉得跟他待在一起感到很开心。好啊，那先谢谢你了。于是洛夫和苏明临时组成了搭子。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苏明升级飞速，比自己的预期足足提前了2天半。而洛夫的性格也变好了很多，有时竟追着守卫说话。到了告别那天的中午，洛夫说很高兴和苏明一起打怪。苏明也没忍住，问他还是会在这里等孩子吗？他这时十分开心地回答：等找到孩子后，我带他找你一起玩，所以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说着他就转身离开了。苏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莫名的感到不舍。第132章寻财计划。洛夫，
一个曾经能与旧神平起平坐的女人，后来爱上了旧神，却被他玩弄感情，被旧神强暴后惨遭抛弃。身为女强人的她自然受不了这样的欺负，就暗地里下定决心要报复那个男人。后来认识了冷心，当时他对他十分信任，直到后来他知道了冷心竟是在为旧神打工。自此以后，他的精神错乱，变成了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不知怎么的，实力也大大下降。冷心为了保护他，就将他关在了花卡山。他生下来的孩子被养到大概2岁，就留在了洛夫原来居住的家中。后来被发现后，当地福利院无偿抚养到了苏明11岁，而苏明这个名字也是福利院的院长给起的。而且要不是还有苏明这个精神支柱在，洛夫大概率会选择自杀。毕竟2次信任都被糟蹋，内心再怎么强大的人都会被击垮吧。回到学校后，苏明去找了兰香。打造附魔装备吗？这个不光技术难，那材料也很难找啊。没事，材料那里我来解决，你只要告诉我往哪里找就行。你这把附魔之剑是杀死恶魔得到的，那这些附魔装备的材料就得和恶魔有关，而和恶魔有关的地区遍布全世界。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先去棒子国看看吧。苏明答应了下来，准备明天就动身。得知苏明要去棒子国，劝不动的李熙然提醒他去了那里千万不要去招惹那里的女生。苏明还以为是那里的女人比男人厉害呢，直到后来去了那里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而林浩更是热情的再次献出了自己家在世界各国的房子的钥匙。苏明真是不知道该说感谢还是羡慕。虎兄不用谢我，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毕竟若是没有你给的建议，我也不会拥有今天这些成就。那些房子闲着也是闲着，而且都是我个人的房子，跟我家里人都没关系。还有来自苏权和其他人的一些关心，毕竟苏明环游全球这一走，可能就有大半年的时间不会回来。抵达棒子国，棒子国的土地面积只有大夏国的1/90，小的就连隔壁樱花国都说比不了。而樱花国的面积也只有大夏国的1/30。一下飞机，颜值和身材出众的苏明迅速吸引了一波目光，而这其中不乏有一些棒子国的男生，他们眼神里充满肮脏、欲望、恶心的苏明恨不得立马想用易容术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一路下来，光明正大的跟着看苏明的人不下50个，两边驻足的更是不用说，而那些悄悄跟踪、意图不轨的，则被突然出现的帝俊全部敲晕了过去。难道苏明就只能感叹他们没有见识吗？自己在国内这10几年来也没有遇见这么多变态啊！真是的，快点让我到家吧。只不过苏明没想到林浩的房子竟是在郊区，要是走路的话还有2个多小时的路程了。而就在苏明准备掏出飞行器时，他注意到了路边的一家店铺，是家武器铺，不过门口立着的牌子上写着这里不只卖武器，还卖一些制备武器的材料。反正开飞行器的话也就10分钟的路程，而且现在也才下午6点。苏明走了进去，店里的服务员立马迎出来：“帅哥要看些什么？需要我的帮忙吗？”你有时。不等他把话说完，苏明直接打断他的施法：“不需要。”说着就径直向里走去。那个服务员却紧紧地跟在后面，也不说话，只是笑着。被他这么毛骨悚然地看着，但凡是一个普通人都要被吓尿了吧。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苏明看见了一颗通体黑色的晶石，并拿在了手中。服务员看到后立马热情地说道：“这是本店的镇店之宝，您要是看上了就将它买走吧。”苏明一听顿时哭笑不得：“你可真敢说，镇店之宝还敢卖给我？你这骗术该好好练练了。”服务员一听知道这是个硬茬，立马改口道：“我就告诉你吧，这块晶石在魔晶森林里虽然到处可见，但却是极为稀奇的。你现在手里拿着的这一块这么大，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的大半个小时的时间。”主人，他说的是实话。苏明内心顿时笑开了花，随后把晶石放在了原处。服务员一脸懵逼：“怎么了？你不买吗？”“对啊，不买了，没钱买这么珍贵的东西。”说着，苏明就径直向外走去。服务员也赶忙跟了过去：“你不是还没问价格了吗？我们可以给你优惠的。”苏明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有免费的原产地，为啥要掏大价钱买你的？”服务员想追上去，却被苏明的飞行器抛在了身后。“帅哥别走啊，价格我给你打1折也行啊。”从此世上多了一个将艾老板臭骂的可怜人。十分巧合的是，苏明竟然途经了魔晶森林。苏明收好飞行器，带着帝俊一块走了进去。魔晶森林平时呈现给外界的是阴森森的森林，但其实内部是一片包容万物的大森林，景象也跟着外界的时间一同改变。苏明向前走着，却始终都没有看到和店里一样的黑晶石。那家伙说的不是实话吗？这哪里到处可见了？哦，
一头猛兽的叫声在不远处响起。苏明开启飞行模式，向着声音的方向飞去，到达了那里正上方的天空。找了那么长时间，原来在这里呢。只见一头通体黑色的老虎正在和自己的小老虎玩耍。刚才那个叫声大概是为了哄小老虎开心吧。苏明问帝俊，若是他隐身会被发现吗？帝俊说，在一定距离之外是发现不了的。那这个距离是多少呢？方圆2公里。苏明用手在天空中比划着，测算着大概的距离。只能在最外圈捡，不过最外圈的已经被捡得所剩无几了，而且都是特别小的个头。那我还去捡吗？捡完咱正好回家。第133章搜刮魔晶森林。第二天，苏明就打算前往魔晶森林。一大早，他们就来到了目的地，去往了老地方。不过很巧的是，这只大老虎竟然出去了，大概是去给他的崽找食了吧。现在这里有3只小老虎互相追逐嬉戏着，不过那个界限还存在。苏明告诉4只小东西帝俊，进去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只要注意些那个大老虎的攻击就行。一身白的穷奇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最先进去。3只小黑虎冲着这些入侵者们低吼着。苏明提醒着穷奇，你别光顾着当干爸了，快捡东西。穷奇那幽怨的小眼神似乎是在告诉苏明，自己是有在努力工作的。3只小黑虎能明显感觉到对方的实力不是他们3个所能对付的，于是他们就跑向了森林深处。苏明看到后，看来那只大老虎在那里，当心点儿，那只大老虎应该快回来了。说时迟那时快，一道身影突然朝着他们冲来，砰！穷奇和他撞在了一起，2只老虎谁也不让谁，就这么互相抵着对方。这家伙速度不错，名称黑虎，品质史诗级，技能虎扑，啸雷之力，虎尾扫堂。虎扑，虎掌掌力提升到 300%， 面积增大到3倍，蓝粮消耗1000，冷却时间半天。啸雷之力，口中可以喷出雷电，用于攻击敌人，目标锁定，每次攻击打中，下一次伤害增加1倍，持续时间1分钟，可发射雷电30次。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半天。虎尾扫堂，尾巴可伸长1000米，体积可等比例增大，1米长的距离尾巴扫过的速度以每秒1米增加。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1天。这家伙实力倒是应该不怎么强，最主要的是他的速度。黑虎一个扫尾就过来了，即使是苏明带着他们飞到了天上，他的尾巴也穷追不舍。飞到1000米开外时，苏明扭过头挑衅地望着他，他的尾巴抵在苏明的眼睛前面，却再也无法移动一点距离。苏明拿着剑开始砍他的尾巴，而帝俊紧随其后，对他进行了2次伤害，他就赶忙抽回尾巴。吼吼！他疼得嗷嗷直叫，他恶狠狠地瞅着苏明，挥舞着虎掌就扑了过去。饕餮上！饕餮一下子就接住了他的2只大虎拳头，而后就张起嘴死死咬在他的脖子上。他越是挣扎，饕餮咬得就越紧。3只小黑虎也在这时冲向了饕餮，他们咬在了饕餮的后腿上。这3只小家伙的牙齿倒是挺行的，竟咬下了饕餮的肉。饕餮吃痛，放开了黑虎，并将3只小黑虎重重地甩了出去。脱离了虎口的大黑虎将3只小黑虎一口叼了起来，与苏明他们拉开了距离，将小黑虎们护在了身后。他的口中吐出一个个雷团。苏明用剑劈散了雷团，可还是受了点伤。这一招还有用些，不过苏明擦下被划伤的脸颊上的血，跟我们比雷。穷奇，灭世神雷！神雷劈向他们，由于他们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只有大黑虎挨了一道雷劈。没有了招数的大黑虎现在只能带着小黑虎们逃跑，而苏明又怎么会放过他们呢？去吧，帝俊，给他们最后一击。帝俊，领命！一道剑影闪过，几声悲鸣过后，他们就倒在了地上。恭喜宿主击败 BOSS 黑虎，获得史诗级宝箱1个，增速技能书1个，奖励已发放至个人背包。苏明的内心此时乐开了花，这下这些晶石就都是自己的了。哈哈，苏明还挺过分的，将这些晶石全部捡了回去。这些晶石的刷出时间是怪物刷新的100倍不止，而大黑虎的刷新时间就是10天，也就是说，在未来的3个多月里，这里都将不会有一块晶石。而苏明也留了个心眼儿，在新的通关记录上并没有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留下了一个非常符合棒子国风格的名字金志臣。棒子国的人也十分不要脸，偏偏说这个金志臣就是他们棒子国人。而这时也有一些清醒的人说，人家这个名字也挺像是大夏国人呐。对啊，而且在人家大夏国金还是个姓氏呢。也有一些眼尖的人发现，
你们看这个金志臣的通关记录和大夏国的那位好像啊，都有58这个数字，没准儿是咱的屠龙者出去旅了个游，顺便刷了个记录呢。厚脸皮的棒子国人当然才不在意他们的话，依旧在网络上到处散播这个不确切的谣言。于是从此在棒子国那里有了一个和大夏国的屠龙者一样的传奇人物。接下来的时间，苏明则是去旁边的一些小副本转了转，顺便把记录都刷成了58秒、1分58秒、2分58秒等等。不知不觉中，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那也该回去了。回到家，苏明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些黑色晶石全部通过天道特地寄给了兰香。兰香告诉他，修炼武器的基石要的就是他们，还一个劲儿地夸他不仅能干，还特别识才。在得到了肯定之后，苏明就知道下一次找东西要去哪里了。先去武器小铺里淘淘宝，得到地址后再自己过去打，这样不仅能节省时间，还不浪费钱，还能顺便捞波经验。这办法不错，不过我得经常换换样子，若是用同一副样貌去那里，难免会引起人怀疑。休息时间里，苏明打开了静音一上午的通讯器，叮咚声铺天盖地的袭来，是李熙然和林浩他们发来的。原来是棒子国人竟将在机场拍下的苏明的照片上传到网上，本身不输任何人的颜值，再加上滤镜，照片里的苏明简直就是千千万万少女的梦中情人。而李熙然他们之所以生气，是因为这些发布照片的人竟然说苏明是他们棒子国的人。李熙然他们一开始也跟他们进行了沟通，可是人家根本就不鸟咱们，嘴上答应的挺好，下一个发时依然是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在背地里，这些小迷妹、小迷弟们就疯狂地搜找着苏明的个人账号，说什么自己已经爱上了他，要给他送见面礼。不过也幸好苏明的账号保护得很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找到他的账号。突然苏明想到了什么，没准这还是个良机呢。第134章天皇川岛爷子。下午，苏明创建了许多小号，声称自己这里有苏明个人账号的线索，只要他们能按照他的要求交够他指定的东西，就可以得到一条线索。这个计划一经发出，1个小时内就有上万人分别加上了这些不同的小号。苏明也惊呆了，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有魅力。不过苏明也怕别人知道他这是在钓鱼，于是就删除了几个小号，让别人误以为是有人跟风这么做的。既然是跟风，就说明这几个号里面有一个是真的。苏明在剩下的账号上公布，自己会陆陆续续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公布自己需要的物品，希望他们耐心等待。虽然这真的也来了一些跟风狗，但由于苏明的这些小号是最早的一批，所以依旧坐拥最多的粉丝量。经过苏明不懈的奔波于各家武器铺，皇天不负有心人，苏明终于找到了几件有模有样的物品。但由于这些物品是在棒子国发现的，所以非棒子国的人甚至连这些东西见都没见过。于是在苏明对棒子国已经不再抱有什么希望的时候，就转战其他国家。而在到达了樱花国时，他竟惊奇地发现，樱花国的星神天皇竟能引起与附魔之剑的共鸣。刚进入樱花国的领空时，苏明背包里的附魔之剑就隐隐作响。苏明知道这是引起了共鸣才会这样的，不过他现在还不清楚与附魔之剑引起共鸣的是什么。而白泽也在这时为他答疑了这个问题。樱花国新立的一个神天皇，由于身上背负了太多罪孽，他和附魔之剑之间就能引起共鸣了。苏明这才想起来，他之前把他们的神九尾给杀了。幸亏苏权为苏明办了不少的假护照，这才让他一个假身份进入了樱花国。若是再接着沿用他苏明这个名字，估计他一到这里就得被人追杀吧。之前那个号称最强的八旗都被打败了，估计天皇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厉害的角色。白泽，你能不弄来他的信息吗？白泽回答可以。川岛爷子，职业传说级天皇，现任樱花国神明，技能世间宣言、群屠乱舞、武士精神。世间宣言，天皇拿出一本世间宣言，随着诵读的速度加快，召唤出来的武士实力越来越强。群屠乱舞，天皇吟唱竞技歌谣，令每一位召唤出来的武士发狂，实力直接翻2倍。武士精神，被杀死的武士有 50% 的几率发生爆炸，对周边的敌人造成伤害，残血的武士会毫不犹豫地挡在其他武士的面前，为他们当肉盾。注：第一招相当于普攻，不消耗天皇的蓝量。又是一个召唤类型的，简直太没有新意了。苏明看向饕餮，这次又得辛苦你了。趴在地上的饕餮摇摇尾巴，就当是答应了苏明的问题。接下来就需要引他出来了。吃过晚饭的苏明收拾好家里，按照白泽找来的方法，先是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寺庙。他将手中的经过特殊处理过的纸摆放在台子上，随后开始反复的诵读世间宣言，读了20遍之后才算完成。到了第2天，苏明就早早的再次来到了那里。在那里等了几分钟后，那没有插香的香炉却冒了起来烟。
这些烟像是有生命似的，团团围着，渐渐的竟出现了一个人形。没错，就是樱花国星神天皇川岛爷子。天皇看着站在不远处的苏明，就是你换来了我吗？说吧，你有什么事特别需要我帮助的？原来只有念了20遍世间宣言，才能将天皇换来人间，不能多也不能少。就是这么简单的操作，让人很难不怀疑他能当上樱花国神明，怕不是一直在用帮忙来拉拢民心。可他这帮忙是不是走的正道，那就不好说了，毕竟他可是能跟恶魔有共鸣的人。苏明问：你真的会帮我这个忙吗？当然会，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苏明抬起头冲他微笑：我想杀了你，那你自杀应该也是力所能及的吧？天皇的血红色瞳孔瞬间变大，一股浓烈的杀意在空间中蔓延开来。帝俊和4只小东西也立马跳了出来。天皇看到后发出难听的笑声：御兽师挑战神明，头一次见，不得不说你很勇啊。苏明对这些嘲讽的话早已麻痹了。死八字，什么都别说了，开战吧。听到苏明嘲讽自己的八字胡，天皇十分生气，他拿出那本书念了起来，瞬时间几百个武士拔地而出。待到武士大军成型后，他就吟唱起了竞技歌谣。武士大军就像一群疯子猛兽一样朝着苏明攻过来。来得好，饕餮骤泻狂焰，穷奇灭世神雷，帝俊。一番战斗下来，武士大军已经被吃得了所剩无几。天皇又赶紧念起了世间宣言，又是一大波的武士涌了过来。他也同时发动了第3技能掠啊！被打残的武士们发出恶心的声音，挣扎着站起了身。疯狂地与穷奇他们相撞，砰砰砰，那些尸体也开启了施暴狂欢。切，还是没能阻止这个场面的出现。看来还是擒贼先擒王这一招好用。说着，他就带着九尾冲到了天皇的面前。身心交换，九尾，帝俊。天皇还在惊讶于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速度，而且他看着根本就不像一个一般的御兽师。这些契约兽也跟他这大半辈子见过的契约兽不同，不止长相这一方面，主要是他们的实力强得离谱。1剑、2剑、3剑，直到来到了第5剑，天皇才逃了出来。两人加起来，天皇挨的至少不下10剑。天皇拖着残破的身体，奄奄一息。他挣扎着想接近庙里的那个香炉，只要摸到了它，他就能回到天上。对于这些，苏明早就做了功课。只见他迅速飞到香炉旁边，一剑下去，香炉碎了，炉子里的灰撒了一地。天皇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个男生：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号人？你都是将死之人了，知道这些有用吗？就在苏明准备一剑解决了他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第135章围剿小樱花。从山脚下来了几个樱花国的年轻人，他们似乎是来求证用那个简单方式召唤出天皇到底是不是真的。天皇觉得抓住了救命稻草，刚想呼喊，就被苏明用泥巴塞住了嘴，然后被穷奇叼着飞到了远处。其中的一个年轻人问道：你们刚刚有看到天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飞过去吗？另2个人摇摇头，天上飞过去的除了鸟还能有什么呀？那个人也十分疑惑，那个东西好像还挺大的，难不成飞的是个鸵鸟？别纠结了，我们快点去吧，总感觉这里阴森森的。他们就攥紧手中的书，加快了脚步。大概是被叼着的原因，天皇口中的泥土很快就掉了出来。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就开始苦苦哀求苏明放过自己。到嘴的鸭子，我会让它飞。天皇又表示自己若是被杀了，整个樱花国都会崩的，甚至还可能被英国给吞并。苏明觉得他的话说得很恶心，让我放了你。那当初全球大战，我们大夏国人民向你们求饶的时候，你们的做法是什么？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天皇又表示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咱们2国应该友好相处，还一再表示他这个新神明不能倒。苏明才不会信他的鬼话，冷哼一声，真不知道是该说你伪装的真好，还是说你们整个樱花国人的根都是烂的。像你这种做尽丧尽天良事情的人，也配有人将你奉为神？不对，我不该这么说，我应该说也就你们樱花国人信你的鬼话。苏明不想再跟他废话，让穷奇放开他后，自己就提着剑飞了过去，一剑穿身。因为天皇是樱花国神明这一层身份，他的死必须向全世界通告。杀死天皇之后，从他的身上爆出了很多装备和宝物，其中不仅有苏明之前在棒子国找到的黑晶石，竟然还有恶魔之眼、恶魔的犄角等等，几乎恶魔身体上的各个部位他都有。苏明不禁感叹，这家伙实力那么弱，却能有这么多高级装备，想必都是靠坑蒙拐骗得来的吧。
就在苏明准备为下一次的战斗寻找目标时，网上一帮人竟将杀死天皇的凶手指向了苏明。原来是因为之前苏明间接伤害了千奈两兄妹，再加上在大夏国留学的樱花国学生表示自己在北清大学已经有一段日子没有见到过他了，这就让樱花国国民起了疑心。再往深处挖的话，就不得不说英国总统了。当他得知天皇被杀了后，再想起自己国的神明黑暗女巫，他就又想到了苏明。这么好的机会，不造谣弄死他简直是太浪费了。而且还因为之前千奈家族族长千奈吹对樱花国总统说的那番话，俩总统一商量，先是找了个假证据，说是苏明杀了千奈吹，说苏明就是一个暴徒，再趁此机会对他进行抹黑，说他是个激进分子，很大可能就是他把天皇给杀了的。在他们的控制下，舆论向他们期望的那一边倒去。白象国网友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说自己国家的三金刚就是参加了全球新人王大赛之后死掉的，死得太蹊跷了，并称由于三金刚曾对苏明出言不逊，很有可能就是遭到了他的毒手。随着事件的发酵，苏明成了众矢之的。不过好在苏权最后以师傅的身份向众人表示自己的徒弟苏明正在闭关升级，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别说，这还真起了作用。一些人开始站到苏明这边，虽然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棒子国的，可是人能阴暗到什么地步呢？一些樱花国人竟计划前往大夏国蹲苏明，而用星号上网的苏明也成功打入了他们的内部。于是他就以苏明太强了，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专业战斗队伍才能打败他这个理由将他们约了出来。而他们这也才露出马脚。他们说他们只是在网上这么说说，蹭一波热度，没打算真的搞苏明。可是就算他们不认真，苏明却认真了。若是你们真的能把他给杀了，国家会怎么奖励你们呢？豪车美女什么的，那岂不是张手就来？而且我是专业的，保证能把你们训练成实力超强的队伍。在苏明不断的游说下，这些人也开始心动了。他们再一次发着一句句虚伪的话语。好，既然老表当真了，那我自然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活职业，若是能手刃敌人，为国建功立业，我何乐而不为呢？其实我早就想杀那个小子了，只怪自己实力不够，去了也是找死。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人多啊。苏明在网络的另一边，来吧来吧，都来吧。到了约定好的那天，苏明特意为自己捏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威严的面容。帝君，你看着觉得怎么样？帝君大赞，表示做得非常好，自己已经有代入感了。虽然也不知道帝君从哪里学到的新词，假戏真做，那就做到底。哎呀妈呀，累死我了！他怎么让我们跑这么偏僻的地方来训练啊？连代步车都开不上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山比较陡峭，让我们训练比较容易吧。那个人看了一眼自己爬过的山路，这山路十分陡直，上来的时候还能上，下去的话站着走是没法下去的，必须坐着走才能下去。累死我了，可算爬上来了。那家伙他人呢？众人当看到苏明的时候，也的确相信了他。这哥们儿看着就挺专业的。苏明让他们排好队，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训练吧。苏明先是让他们在山顶跑上个几十公里，这么小的位置几百人怎么跑啊？苏明想，就是要给你们这么小的位置，排着队跑才是最累的。哎呀，这哥们儿是动真格的呀。待他们跑累后，苏明也现出了真面目，他们全部都瘫坐在地上。苏明放出了饕餮。第136章，成魔又如何？由于山顶的面积太小，饕餮出来后就直接占了1/3的面积。看着这只张着血盆大口、丑陋无比的怪物离自己这么近，自称月怪无数的小樱花们此刻全都害怕到忘记了尖叫。他们还以为这是苏明对他们的训练。你要训练就好好训练，别他妈的突然放出个这玩意儿啊！不对，你是个御兽师？听到这一声惊呼，众人也在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纷纷开启了口诛口伐。你不是告诉我们你的职业是个战士吗？怎么骗了我们？他们纷纷站起身来，骂骂咧咧的要离开这里。他娘的，竟耽误老子的事儿！就是，废柴还想训练我们？哪凉快哪待着去吧。苏明低声说，我只是跟你们说能以战士的资格训练你们，又没说哪个是战士。说完，帝俊就显出了身。而此时众人已经不相信他了，又找了一个小白脸来骗我们啊！你还真他娘的是个厚脸皮啊！苏明自然不惯着他，一声令下，帝俊就来到了他面前。明晃晃的剑此刻就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仔细感觉还有一股寒意从剑上传来。其他人则开始四处逃窜，只可惜那个入口就是出口，他们现在就是100人过独木桥。饕餮，去吧！饕餮吼叫一声就冲向了他们。他们看到后疯狂地推搡着前面的人，让他们赶紧下去。一些人就这样被硬生生地推下了悬崖。
其中还有些人选择赌一把，竟直接跳了下来。还有的一些惜命的人在山顶上乱跑，以求怪物吃饱后放过自己。所以有的人竟开始拉着比他弱的人，直接推到了饕餮面前。他们跑散后，饕餮几乎上市一口10个，到最后只剩下了几个实力较强的人。不过说实力强到，不如说他们的速度快。收到指令的饕餮就这样和他们对峙着，他们此时自然不敢轻举妄动。苏明说：“这次换我来跟你们打，现在你们走到那里。”他指了指与出口相对的位置，若是谁能在我之前跑到出口，那我就放了他。那些人一听，瞬间有了生的希望。虽然这家伙满嘴胡话，可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们想着这家伙是个御兽师，速度肯定比不过自己，自己不出招，只管跑就行。于是他们就抱着这样简单的思想接受了苏明的挑战。苏明站在远处另一个角落，背对着他们。他们不禁嗤笑一声，他离出口的距离是自己的3倍还不止，自己一会儿只要一直跑，就一定跑得出去。那么各就各位，开始！他们将速度提到了最高，死命地向前冲去，离出口越来越近了。就在他们都以为自己能跑出去的时候，一个令他们感到无比恐惧的身影挡在了出口前面。苏明说：“很遗憾，你们输了。反正横竖都得死。”其中跑在最后面的那个人觉得自己若是不减速，直接撞上去，将他撞下悬崖后再拿他垫背。他冲到苏明面前：“去死吧！”苏明轻轻往旁边一躲，那个人就掉下了悬崖，当场摔死。另外几个人趁着苏明不注意，冲过去把他按到了身下。他们疯狂地找着身上的刀具。哈哈，被我们逮着了吧？你特么的先等着，我找好工具就来弄死你！由于4肢都被他们按在了地上，苏明此时是真的被困住了。见主人有危险，帝俊立马冲了上去，咔咔咔，几剑下去，他们的人头通通落地。苏明立马站起了身，看来是自己分心了。饕餮把这些尸体吃掉之后，他们就回去了。回到家之后，苏明就变换了容貌，几百号人身上竟出不了一个史诗级装备。苏明有些怀疑此次战斗究竟能给自己带来什么。而在第2天的早上，这则多人失踪案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有人发现了那座山下的几具尸体。经过搜集，在周围竟发现了大大小小200多具尸体，人们认定应该是从山顶上掉下来的，于是他们就登到了山顶。而山顶的景象却令他们感到更加恐怖，好好的一座石头山，却因为遍地的血迹戴了一顶红帽子。于是他们又推定，应该是他们一块相约来爬山，登到山顶后跟猛兽进行了搏斗，而在搏斗过程中，又有不少人失足掉下了悬崖。苏明并不佩服他们的推理能力，而是很是佩服自己这天衣无缝的作案手法。而他们的这种推理却能很好的解释那些失踪的人，他们应该是被猛兽给吃进肚子里了。当然还有一些无脑吹的人把这当作流量密码，说什么这可能是大夏国的阴谋，我们必须联手才能阻止他们。帖子一经发出，就引来了众人的驻足。有人劝他不要啥都蹭，这样只会让别人感到厌烦。还有人劝他善良点儿，因为死去的这些家伙曾经都或多或少都诋毁过苏明这个人。当然还有一些不怕死的家伙依然在互联网上横冲直撞。而苏明他已经不打算管这些事情了，他还没有忘记自己来这里是来干什么的了。于是整装待发，苏明和帝俊在第2天就一同逛完了附近的武器铺。说句不好听的，这里的武器铺还没有棒子国的强呢。走在回家的路上，帝俊提醒苏明前面还有一家。时间已经接近黄昏，这将是最后一个店铺了，希望能给点惊喜吧。苏明他们就进去了。店铺里灯光很暗，不过幸好趴在肩膀上的小琼奇的视力特别好，塔香中了一件东西后就示意苏明他们跟上去。苏明感叹，还真是没想到这家伙还能识才呢。到达了目的地小琼奇围着一个老虎雕像开心地转起了圈圈。这个家伙苏明也算是有点收获，在雕像旁边的就是一堆黑晶石。服务员这时也走了过来，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个大夏国人。看到苏明手里捧着一堆黑晶石，就问他要不要再来点其他的。他说这些东西和黑晶石一块配着用会有特殊的效果。见到了同胞，服务员很是热情，跟着我来吧。第138章倒数第2站，苏明后来到了白象国。按照地图，苏明直接飞到了白象国的一个副本星源大陆。这个副本在白象国号称是最刺激的副本，人们对他的看法也是分成了2派，一半人喜欢他，一半人讨厌他。讨厌他的人给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副本的刷新机制很有意思，死在这里的人类尸体不会腐烂，也不会被清理掉，所以放眼看过去，这里就跟一个丧尸森林似的。
这里到处充斥着人类残破不堪的尸体。仔细看，大部分留有完整的尸体均为女性。为什么都是女性呢？而这也不得不让苏明想起白象国流行的一种病毒——花毒。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人，即使活着从这里出来了，但在往后的人生里，都会与这种病毒相伴一生，直至死亡。死亡的原因也不是这种病毒造成的，而是它侵入人体内会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从而降低人的免疫能力。趁着这个机会，其他病毒、细菌就侵入人体内。这些纷繁复杂的病毒和细菌在人体内不停地繁殖，使人类的身体健康进一步被瓦解，并且人类还至今未研发出对抗它的特效药。但是由于它的潜伏期比较长，这就让很多人没能正确认识到它的危险性。而这种臭名昭著的病毒就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不过幸好在来这里之前，苏明就已经买好了能完全阻断被这种病毒感染的药物。也不知道琼奇他们会不会也被感染，所以苏明干脆也给他们买了一份。药效大概能持续1小时之久，1个小时足够了。这里的树木十分高大，有的巨树看起来应该有几百米高。而就在苏明抬头往上看，准备找一条合适的路飞上树木的时候，一道目光与他对了上来，是一只黑猩猩。它挂在树木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苏明。不过应该没有敌意，否则帝俊他们早扑上去了。可是就在苏明跳起来起飞时，他却放开手朝着苏明扑了下来。琼奇叫了一声飞起，一爪下去就拍飞了那只黑猩猩。耳边传来天道的提示音：恭喜宿主击杀幼态黑猩猩一只。幼态？他这体格叫幼态？那些成熟的黑猩猩得有多大啊？紧接着苏明听到了周围传来的躁动声，他赶紧带着帝俊和小东西们飞上了树顶，向下看去，好家伙，黑乎乎的一片都是幼态黑猩猩。苏明感叹，杀这些小猩猩用招数太浪费了，怎么不多来点更大的呢？还真是说什么就来什么。砰砰砰，几只体型超大的成年黑猩猩向这里走了过来。他们一眼就看到了苏明他们。被发现了吗？他们中的一只开口说话：人类，当你杀死第一只黑猩猩的时候，就已经是我们这里的敌人了，而你的死法将会和地上这些人类男性一样。苏明不禁破口大骂：老子是人，不是你们的泄欲工具，都特么的去死吧！穷奇、雷海，天上顿时电闪雷鸣。在这个肮脏的世界里，穷奇的雷电成了划破黑暗的唯一的光。那些黑猩猩们死的死，伤的伤。饕餮变大后，下去一一对他们进行补刀。突然，一只装死的大黑猩猩死死地拽住了饕餮的尾巴。好，他张着大口就要咬了上去。帝君挥起剑，快速来到这里，长剑瞬时化为几万年把刺穿他的胸膛。他发出几声惨叫后，就应声落地。这些黑猩猩已经全部被击杀。等饕餮把他们吃完之后，苏明就继续向深处走进去。一路上，不管是悬崖的峭壁上，还是路边的草丛里，亦或是大路上，布满了人类的尸体。苏明越看越气得慌。虽然这些人大多数是来白象国，但猩猩们这恐怖的作案手法简直是令人发指。所以同为人类，苏明觉得这仇今天不报难受啊。苏明挥起剑，将怒气全部宣泄给了旁边的一只刚刚刷新出来的小黑猩猩。小黑猩猩也不示弱，吱吱呀呀的举起爪子与苏明决斗。几招下来，小黑猩猩就被苏明一剑给送走了。其实大地开始颤抖，被烫了发的星元王来找敌人了。他的体型超级大，甚至有好几万只小猩猩和小圆在他身上。名称：星元王，品质：传说级，技能：通天拳、星王之吼、元王旋风踢。通天拳，星元王结合黑猩猩和猿猴的拳法，独创出的新拳法。击中敌人后，若能保持3秒拳头不离开对方的身体，伤害翻3倍。蓝粮消耗1000，冷却时间半天。星王之吼，星元王暂时化身为星王，可不间断朝着空间各个地方发出怒吼，持续时间为1分钟。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半天。元王旋风踢，星元王暂时化身为元王，使出元王独家秘术旋风踢。每一次击中后，下一次攻击的伤害有 20% 的几率提升到 500%。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半天。小传，由黑猩猩和猿猴的结合而诞下，有着双方良好的基因。成年后实力十分凶悍，故被黑猩猩和猿猴2家立为王。看着眼前这只庞然大物，苏明异常的兴奋。头一次见到比饕餮还要大的怪物，苏明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和帝俊提着剑就冲了上去，而饕餮则负责吞噬他身上的小怪物。当然，偶然间可能会咬上他一口。帝俊二人走到哪里就扎一下，走到哪里就扎一下。身体太大的星元王看不到他们2个人，
只能对白泽他们发动招数。扎过瘾的苏明这时才想起他不是 BOSS， 必须尽快结束战斗。饕餮、血龙、白泽，九鼎之力，9只大鼎砸向了他，任凭他在那里捶打着血龙也不记一点事儿。7个大鼎过后，新元王就倒地不起，奄奄一息。就在第8个大鼎要砸向他的时候，一只巨猿替他挨了那一下，第9只大鼎则是被一只巨猩猩挡着了。苏明笑了笑 ，BOSS 终于出现了。第137章，普通的服务员。路上，服务员问苏明：“帅哥，你是一名御兽师啊？”而苏明也在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他的职业——御兽师，但很显然他没怎么练过这个职业，估计是受到了不少别人的嘲讽。是的，一名御兽师。苏明的语气里充满了自信与自豪。服务员看着他闪闪发光的样子，在内心也狠狠为他感到高兴。他接着说：“冒昧的问一句，你买下这黑晶石是用来做附魔套装的吗？”别误会，我只是恰好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东西。这黑晶石我知道的只有用来做附魔套装才有较高的性价比，可是我店里面的这些太少了，你若是还想要更多的话，就去魔晶森林里转转吧。说完这句话，服务员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说错了什么，立马改口：“不去那里，去其他店铺逛逛也是可以的。在樱花国，每家店铺都有卖这的。不过，若是他们卖出的价格和我今天卖给你的不一样，那你就不要买它的。黑晶石虽然比较难得，但它的价格也不至于太贵。”苏明知道他这是觉得自己一个御兽师去魔晶森林那里，简直就是找死。可是他现在还不知道的是，那里的黑晶石已经被自己洗劫一空了。服务员带着他来到了店里的内部，这里陈放着的东西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起来阴森森的。到了，就是这里。苏明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过去，这些东西看起来平平无奇，没有什么稀奇的。服务员也察觉到了苏明别样的目光，解释道：“可别看这些东西样子没什么稀奇的，但它们却是制造一些特殊装备的必要材料。”于是他就开始向苏明介绍起了这些东西：粉末状的牛骨黄和马骨粉，晶莹剔透的方块状的七彩岩，树叶子、瓜草。我觉得这些东西和黑晶石搭配一定能制造出附魔装备，不过这里只是个建议，如果你用黑晶石有其他用途，就不必听我的这些话。不过这些都是你一定用得到的。苏明很好奇他的身份，看着你这个店挺新的，是新开的吗？他点点头。之前由于崇拜兰香大师，就自学研究了一些制作武器宝贝的方法，也算是学了一些皮毛吧。可是自己难以站住脚，迫不得已就开了店。他轻叹一口气，似乎是在表达他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生活所迫，但紧接着他脸上又露出了笑容。不过现在做这份工作之余，也可以研究一些东西，这样能继续自己爱好的生活也挺不错的。他对苏明讲述了自己在外漂泊几十年的这一路上的收获，随时随地开店搬家，尽管生活过得如此颠沛流离，他自己仍觉得很开心。果然，勇敢的人先感受世界。这些东西都是我一直攒着没有卖出来的，他们的产地也不在樱花国。他们虽然谈不上是什么稀世珍宝，可是想得到他们还是挺不容易的。苏明问他存了这么久，为什么现在想卖出去了呢？实不相瞒，我和你的职业一样，都是御兽师。我曾经一度为这一职业感到自卑，但是看到了你，我也想带着阿香出去闯闯。阿香？是你？没错，她是我唯一的一只契约兽。阿香是一只母老虎，她非常擅长伪装。你们刚刚看的那只雕像就是她。苏明嗤笑一声，我说穷奇这小家伙怎么往那里跑，原来是碰到真老虎了。一旁的小穷奇欢快地摇摇尾巴，表示我可是很聪明的，而且看你气宇非凡，想必和我们这些御兽师不一样吧。把这些卖给你也挺不错的。苏明见他对材料如此了解，就问他，你可还知道有哪些材料能和黑晶石一块搭配着用呢？黑晶石主要是用来制造附魔装备的，我猜想这些材料都能和它配着做出来附魔装备。可是打造这身装备需要一个技术顶尖的制造师，我的技术还不行，所以我还没有尝试过这种实验，还没有做出过真的附魔装备。若是你是冲着这身装备去的，那就去找兰香吧，他一定能做出这身装备的。苏明点点头，好的，谢谢你的提议，若有时间我就去拜访他。就在苏明离开之际，他让苏明等一下，掏出了一张世界地图和一支笔。他在地图上圈圈点点，勾勾画画。诺，这是一份世界地图，这上面圈着的几个地点是我这些年游历去过的，那里应该有你要找的材料。不过切记有些副本在进入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先了解一下，因为有些副本的规则跟平常副本的是不一样的。谢过告辞后，苏明就回到了家，向兰香寄出了这些装备，并告知了刚刚那位服务员的做法建议。兰香有些吃惊，
说这些都是自己不知道的。那个人还挺厉害的，还说有空一定要见见他。而苏明却告诉他，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兰香也只好表示，那好吧，看来是有缘但无分啊。这几天我试试，若是成功的话，就告诉你。好。而在第二天，苏明就收到了兰香成功了的消息。他做出了2件附魔装备，附魔指环和附魔发冠。他竟然对附魔装备如此了解，真的好想见见他。而当苏明告诉他那个人是他的粉丝的时候，兰香更是感到十分的开心。苏明也为他感到惋惜，这么有才，若职业换成其他的有力量的，他应该也能成为像孙元那样的大老板。兰香将做好的附魔装备发给了苏明，并称自己正在努力制作下一件，做好之后会直接寄过去了，希望苏明能准时接收。这里已经完事儿，苏明后来又按照服务员给的地图先去了周边的小国，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些零星的材料，不过得到的数量不是很多，看来服务员说的没错，这些东西的确挺难得到的。第139章，苏明拒绝亲自战斗。名称：星王，品质：传说级，技能：星拳，星王之吼，星毒。星拳，星王的权力提高到 300%， 出拳速度提高到 400%。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半天。星王之吼，星元王暂时化身为星王，可不间断朝着空间各个地方发出怒吼，持续时间为2分钟。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半天。星毒，释放出一种毒素，可麻痹敌方的神经，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终生不可恢复。但星星与猿猴的速度和实力提高到 600%。别称：花毒。蓝粮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名称：猿王，品质：传说级，技能：元武，猿王旋风踢，原体。元武，猿王和猿猴们进入疯狂状态，全属性提高60点，猿王自身全属性提高80点。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半天。猿王旋风踢，猿王独家秘术旋风踢，每一次击中后，下一次攻击的伤害有 50% 的几率提升到 500%。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半天。原体，原体共分为3次进行，猿猴们发出声波对敌方进行震慑，每一次造成的杀伤力均比上一次的翻1倍。蓝粮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提醒：猩猩和猿猴的实力强横，性情旺盛的他们往往将目标瞄准人类女性，这才造成了困在这里的人类男性必死无疑，而女性感染病毒后有机会逃跑。于是花毒被带给了人类，而眼前这2只庞然大物均为雌性，他们看着苏明的眼睛里竟然冒出了星星。苏明被看得不禁浑身难受。苏明对4只小东西和帝俊咬牙切齿地说：一会儿都给我往死里打。4只小东挡在前面，帝俊站在了穷奇的背上，苏明则飞上了天空。这次战斗是他唯一一次不想参与到其中的战斗。他们对着苏明疯狂摆弄姿态，苏明的心态都要爆炸了，特么的受不了了。帝俊，穷奇就交给你了。九尾、白泽、饕餮启动自动战斗模式。帝俊，上古至尊，天地之威。这次苏明是真的打算速战速决，立马结束这场恶心的战斗。帝俊的巨大金色光像屹立于整片空间。换穷奇，好！穷奇的周身被金色光波笼罩着，原来发白光的翅膀这时变成了金色，他的身体上也出现了几道金色光芒，并且实力也增长了很多。变身后的穷奇体型和星王相当，他站在他们面前傲视着他们。星王对穷奇的自信感到十分厌恶，他终于露了出来自己凶狠的真面目。他先后使出了自己的第3招和第1招，可惜他的第3招在这里没用，且他那自以为很快的拳法在穷奇面前就像是被放慢了速度似的。穷奇灵活地接住他袭来的每一只拳头，随后用比他不知快了多少倍的速度进行了反击。星王被打得节节败退，帝俊乘胜追击，他手中的剑化为上万把，随着剑的快速抖动而虎虎生风，有了剑锋。去！万把剑组成的剑雨忽的一笑而过，星王的身体被打得千疮百孔，他痛苦的大叫，只可惜双眼也被打失明了，他只能胡乱的挥舞拳头，不慎打死了自己的几只小弟。穷奇于是给了他最后一击，穷奇飞上天空，卯足了劲儿往下冲，一下子就扑倒了他，一掌下去他就死翘翘了。另一边，苏明一丝不苟地观察着九尾和白泽与猿王的战斗，进入了疯狂状态的猿王实属有点难杀。猿王旋风踢，他疯狂地对九尾他们2个输出自己的腿，幸亏不是傻穷奇，
九尾两个机智的躲过了每一次攻击，而猿王在心里想着，我就不信你们能一直躲下去。可是他们的确躲到了泰的技能的结束时间，没办法，他于是又快速的战术性后退。原体，他将嘴巴对准了苏明。哟，还挺懂的嘛，还知道擒贼先擒王这个理儿。苏明突然开口，是时候了。九尾巡天，白泽祈福。九尾巡天二刷。巨大的虎尾像是一块大石头砸在了猿王身上，他痛苦地看着周围散落的猿猴尸体。不远处的饕餮正百无聊赖地啃食着怪物的尸体。原来是这家伙吃累了，只能先把剩下的小怪物给杀死，留着自己慢慢吃。猿王的原目里被冲了血，看起来十分狰狞。他拖着沉重的身体慢慢朝饕餮靠近，想偷袭饕餮。饕餮发觉后猛地一扭头，他本来就恐怖的脸此时布满了血肉，显得更加骇人。猿王显然被吓住了，他停下了动作，随后转为了不服的咆哮。饕餮本来就是比恶魔还凶煞的怪物，看到敌方这么虚弱，最是高兴。他放下眼前的美味，转过头走向了猿王。猿王不服的咆哮最后却变成了绝望的痛哭。饕餮发出愉快的叫声，将他的头缓缓放进自己的嘴巴，咔吧脆。随后饕餮处理了所有的怪物尸体。苏明带着奖励准备出去时，却发现小琼奇在一处草边迟迟不肯离去。苏明感到很奇怪，就走到了他身边，将他抱起放在怀中。琼奇满脸贪婪地嗅着苏明身上的味道，看着他猥琐的表情，苏明想起了刚刚的画面，一把将他扔了出去。正好落在白泽背上的他又开始疯狂地嗅白泽。仔细看看他的样子，白泽说：“这家伙中毒了。”中毒？苏明一摸口袋，这才想起自己当时光顾着小狐狸了，竟把他给忘了。苏明赶忙给他涂上了药膏。这小家伙到底是怎么受得了的？帝俊走过去，拿起草叶子仔细闻了闻，这猪草似乎可以解毒。苏明也走过去仔细看了看，这不就是那个服务员给的瓜草吗？只可惜苏明当时把所有材料都寄给了兰香，现在没有食物可以拿来对照。不过看着外形应该错不了，而且瓜草只有生长在这里，一切才能说得通。那些猿猴平常能不中毒的原因，或许就是吃了这些草。向周围仔细找了找，发现只有这一株，这也不禁让苏明开始有些怀疑那个服务员的真实身份。他一个普通的御兽师，哪来那么大的能力采摘来那么多的瓜草？而且他难道没有发现这种草的解毒用处吗？苏明赶紧将这株草收了起来。若是这株草真的可以解毒，那苏明可就真的是世人的救世主了。苏明现在还得找一位擅长栽培的人。第140章最后一战。苏明出来之后，看了通讯器里的消息，兰香又成功制造了一件附魔护膝，只不过材料不够了，做不了其他的了。苏明于是将这些天得到的材料全部寄给了他，现在还差牛骨黄和马骨粉了。按照地图，巴巴洋国就是最后一站了。苏明一下飞机就被人问是哪个国家的，苏明当然不假思索地拿出了苏全老师为他拟的假护照，护照上显示他来自大夏国。随后就有一位衣着不凡的工作人员十分恭敬地来到苏明这里。尊贵的来宾，请随我到那里来。苏明知道这是巴巴洋国最厉害的专门派来接机大夏国来宾的服务员。对，没错，他们只接机大夏国人。而之所以会是这样的一切，这都要从当年巴巴洋国受到白象国欺压的时候，是大夏国出手帮了他。而懂得感恩的巴巴洋国人对待大夏国人也是十分的热情好客，而他们也被大夏国人亲切地称为巴巴帖子。两国人民已经友好相处了几十年。他将苏明带到了豪华招待所，一路上他甚至还怕苏明烦，一直在找话题。您这次来多久？需要办理长期居住的申请黑卡吗？苏明也十分有耐心地一一回答了他的每一个问题。苏明本想告诉他自己在这里有地方住了，可是却架不住他的热情，还是一路跟着来到了这里。您这几天就住在这里吧，这里的安保系统是最高的，请您放心。他递上去了一张卡片，这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若是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打给我。苏明接过卡片后，那名服务员就走了出去，还十分礼貌地带上了门。苏明敏锐地查看了房子中的每一个角落，没有隐私安全问题，隔音效果强，整体来说是十分不错的，甚至比林浩家在外买来的房子都要好。苏明锁上了门。飞机飞了一天，苏明觉得很累，他倒头就睡着了，连晚饭也没有吃。第二天一早，饿了一夜肚子的苏明习惯性的去找厨房。苏明惊了，这里竟然没有厨房，不行，必须差评。于是苏明收拾好了东西，只好准备出去买点饭吃。而这时自己的门被扣响了，智能门屏显出来了外面人的容貌，
是昨天的那名服务员。昨天来给您送晚饭的时候，你应该是睡着了，所以今早我们就多准备了一些，您就放宽吃吧。苏明非常感激他们送来了饭菜。您不用担心，我们这边会显示门被开的次数的，以及智能家居等的监测。这里的监测只针对于您的体温，若是您的体温过高或者是过低，我们都会采取强硬措施打开房门，为的就是全方位无死角的保障您的安全。苏明点点头，说明白了。吃完早饭后，苏明就打算先去这里的店铺逛逛，也许会有意外之喜哦。来到了这里，这里的街上人虽不算多，但看着莫名让人感到温馨。苏明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感到过这种感觉了，有过这种感觉还是在上一次。苏明进到了一家不太起眼的小铺子里。自从上次有过类似的经历，苏明就专门找这些店面比较小的铺子，这里往往藏有一些难得的宝贝。店长是一个爽朗的妇人，他看到是一个外国人，立马热情地询问他来自哪个国家。得知苏明来自大夏国，他简直高兴坏了，那兴奋的劲儿似乎是在表示他想将这个消息告诉这里的所有人。您需要买些什么？小店里您尽管看。苏明点点头，就自己逛了起来。果然在这里见到了牛骨黄和马骨粉。苏明指着他们问价格，女人问他要买多少，苏明说全买。女人说那好办，你直接拿走吧。想起跟他们平起平坐的瓜草的价值，苏明自然是拒绝的，却被女人强势回绝了。就当苏明准备拿出和当时一样的价格来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女人只好告诉他，小伙子，不妨告诉你吧，这些牛骨黄和马骨粉虽然属于质量上乘的材料，但是对于我们当地人来说，它们其实挺常见的。说完他又挠了挠头，而且我家就是做这种材料生意的，根本就不缺这。苏明被他的热情吓到了，想就算是做材料生意的，可是你们家门面那么小，想必也是竞争压力挺大的吧。女人看出了他的心思，这个小店是我开着玩的，家里的那个店太豪华了，一点也不接地气，而为了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于是我独自开了这家店铺，材料呢也都是从老家的那里进了。哈哈哈！苏明被他的开心情绪感染到了。你确定是进的，不是偷的？最后苏明还是没能付成钱，连连向他道谢后，苏明就按照他给自己的路线来到了他家的大店铺。光是看着这个建筑霸气侧漏的外形，苏明就已经知道他有多大名气了。守门的服务员先是查看了苏明作为外国人的护照，随后他换来了另外一个服务员。苏明却拒绝了他的好意，说他也没有什么想买的，只是进来想瞅瞅。苏明本来还有点担心他们不会愿意让自己一个白嫖党进入，可实际上那两名热服务员更加热情了。好的，若是您有什么需要的话，就按下一个贴在墙上的荧光金色的按钮，不过切记千万不要乱按哦。叮嘱完之后，苏明就走了进去。在这里，苏明不仅见到了牛骨黄和马骨粉，还见到了像瓜草等等跟自己需求一样的材料。不愧是最后一站，一到这里自己的东西都买齐了。就在他感叹自己的钱要像流水一样哗哗的往外流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一条通知，原来要带他参观店铺的那名服务员这时过来通知他，这是本店的小礼物，您需要购买的那些东西我们会一并奉上，不收您钱，只请大人您以后来这边多多照顾一下。苏明被这富贵砸中后内心大喜，然后苏明就打算回国了。第141章炼药计划。苏明回到国之后立马去了兰香那里，因为在回国这一天的路程里，兰香发疯般的守在自己的小屋子里钻研附魔装备。兰香家，白毛，你去看看苏明的航班什么时候到。兰香问白毛。这时房门被叩响，白毛打开门，苏明兄快进来，我妈一直在等着你呢。苏明跟着白毛来到了制造室，此时兰香正在为制造附魔铠甲而烦恼，她一直想不透一点，瓜草所剩的不多了，这次的比例又错了。苏明看着他烦恼的表情，求助于白泽。白泽摇摇头，表示现在自己的等级还不够知道这些。帝俊这时站了出来，瓜草应该占所有材料的40%。苏明问了白毛他们尝试过的比例，好家伙，兰香觉得铠甲用到的瓜草要少一些，直接从30%开始向下降。苏明是十分相信帝俊的实力的，没多想就告诉了兰香。兰香一脸的疑惑，随后他顿悟了，将下次的比例调成了40%。之前都有想到附魔套装的韧度还不够，若是调成这样的瓜草比例，那韧度不就刚刚好了。果然，当改变了比例后，一切都变得顺手多了。恭喜宿主制成附魔铠甲一件，成功了！兰香兴奋地挥舞着双手，接着她双眼发光地问苏明：“苏明，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比例的？”苏明自然不能告诉他们真相，他立马将小白泽召唤出来，他抱起来他：“这是我的幸运兽，
白泽也十分配合地摆出了睿智的眼神。兰香也点头表示赞同，的确有能给人带来好运的契约兽。兰香将手中的铠甲递过去，苏明则从背包里取出大量的箱子，砰砰砰，箱子的盖子全部被打开。这些是我这些天淘到的一些材料，放在我这里也没有用，所以就送来给你做实验用吧。兰香看着箱子里的材料，都是些很难得到的材料，不是说它们多稀有，而是宝贝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很难收集。而且苏明带来的这些还都是成箱成箱装着的，即使是兰香待在英国那里有专人为他提供材料，也比不上今天苏明带来的这些。兰香激动到哭了，欲跪地拜谢。苏明，谢谢你，有这么多这样的材料，兰香几乎20年以内都不用愁了。苏明说，你都无偿帮我做装备了，我自然要答谢一下。就在苏明接过附魔铠甲时，天道传来消息，宿主集齐附魔套装，若集齐天使套装，2套装备可以融合成新套装，善恶不分。白毛这才掏出来那副天使耳环，抱歉地说，苏明兄，这是你的天使耳环，忘记给你了。兰香也拿出了天使战靴、天使项链2件给了苏明。不等苏明拒绝，他说，苏明，这次的材料我知道都来自于英国的天使之灵。兰香话里话外都是想帮苏明再做出一套天使套装，苏明自然是感激不尽。苏明这时问，我在得到瓜草时意外得知它可能能用于研制对抗花毒的药物，您要不要试试看？兰香说，很抱歉，我只擅长制造物品，并不擅长炼药。好，那我去找别人试试。告别之后，苏明在回去的路上突然想到，之前那个服务员得到这些瓜草一定也是去了那里，他是怎么没有中毒的？而且他难道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苏明对他充满了疑问。可是走着走着，他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他现在心心念念的那个服务员。苏明赶忙上前抓住他，服务员扭头看见是他，很疑惑，你是？苏明这才想起之前去他那里时用了易容术，也难怪他奇怪了，看着他落魄的样子，你要住店吗？就这样，他跟苏明来了家，并且苏明得知了他的姓名刘玉。当刘玉放出阿香时，琼奇也跳了出来，这次见的是活物。刘玉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小怪物，拿来饮料的苏明看到眼前这一幕，懵了。刘玉看着苏明，突然一笑，哈哈，你这只契约兽跟我的一个朋友的一样。其实他内心是不相信眼前所见的，因为平时不喜欢陌生物的阿香这次竟主动靠了过去，所以这只肯定就是当时的那只。而苏明也已经猜到了他的所想，于是苏明摊牌了，没错，这是我的真实面貌，上次那个是易容过后的。刘玉听后顿时激动不已，哈哈，这么有缘，一回来就遇见你了。刘玉此时心里开心极了，今天不用露宿桥洞了。他问苏明，你找我一定是有神事吧？说吧，就算对你收留我一夜的谢礼了。苏明也不打算拐弯抹角，瓜草你当时是怎么得到的？你是怎么发现它的？刘玉说，地图上不是给你标了，就在。当时是因为阿香特别迷恋那株草，为了阿香，自己于是采了一些回去。好吧，不过那东西似乎可以炼药。苏明一惊，他知道，怎么看出来的？带回来以后，阿香总是把它放在嘴里嚼。我想着它既然可以吃，那应该可以拿来炼药。不过后来又在炼气时发现它可以和黑晶石混在一起炼气，所以就排除它可以炼药的可能性了。苏明有些无语，难道人家就不能有2种功效了？苏明接着问，你会炼药吗？之前练过一段时间，也是因为这个才发现的瓜草可以用来炼药的吗？对啊。于是苏明就打算把那件事告诉他，你难道就没有怀疑过它有可以对抗花毒的作用吗？刘玉这时突然想起，我说为什么阿香那家伙没用药也没中毒啊？原来是因为这个啊。苏明接着问，那我现在挺好奇你到底是怎么从那里出来的？当然是因为我就进去拿个草又出来了呀。唉，那你愿意跟我合作吗？怎么个合作法？你现在应该手里没有新鲜的瓜草了吧？第142章3飞英国。我可以为你提供新鲜的瓜草，然后你作为培养师将它们进行批量培养，并炼制成药品。时间事成之后，收成我们55分。刘玉一听，立马答应了下来。毕竟这个主意是他出的。那我的住处，虽然苏明有些不愿意，这些天我不在家里，你就先在这里住下吧。好耶！刘玉高兴极了。那可以，这几天的工资我就不要了，就算你不说也没有，都用来抵房钱了。而后苏明出发去了英国。这次去往那里比较困难，尤其是对大夏国人的排查，只允许与自己有贸易利益的人进来，就像林浩这样的。
就是因为他们惧怕苏明，毕竟他们也知道有易容这一说。好在这次苏明捏的形象是依据白相国人来捏的，护照上的也是相同的形象。最后苏明成功混入，休整1天后，第2天苏明就马不停蹄地去往了天使之灵。这里一切的颜色都是温柔奶黄色。苏明一进入到那里，就对这种暖色感到诧异。这里跟其他的副本完全不同，似乎没有杀戮、邪恶与犯罪，但是往往越温柔的越危险。而后来的经历也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一群若是没了翅膀就和人一样了的小天使，朝着苏明咯咯的笑着。见多识广的苏明自然不会被这些蒙蔽双眼，毕竟这4只小家伙和帝俊可全都出来了。苏明带着他们也飞上了天空。突然，就那么一瞬间，这群小天使突然变了脸。是的，他们讨厌和自己有相同能力的一切生物。在他们眼中，除了一身奶黄色的他们，其他的生物都是邪恶的。他们冲向了苏明他们。暴露真面目了吗？那我就让你们尝尝谁才是最大的饕餮，去吧。饕餮的喉咙中发出阵阵令人恶心的吼叫声。小天使们自知不敌，便想转头逃走，向大天使们求救。可苏明怎么会放过他们？饕餮一个大口就将他们吞了大半，紧接着又是一口，于是他们全部成了饕餮的腹中之物。随着苏明他们的深入，林子的外貌也发生了改变。原先还是矮小的黄叶树，里面的却变成了高大的墨绿色的树。这种墨绿色在远处看十分接近黑色。苏明不禁发出一声嗤笑，这不就是这群圣徒的真实写照吗？苏明将一对沾满鲜血的小天使的翅膀用力扔进林子的深处，砰砰砰，几十只大天使从林子里窜了出来。雄性浑身挤满了肌肉，雌性身材饱满，金色发丝衬得它们温柔极了。它们的标志，一双深邃蓝色大眼睛，人看多了就会不慎陷了进去。你们不是最护犊了 ？BOSS 呢？咻！一阵微风吹过，一只脸上爬满了奶黄色胡子的老天使出现了。名称：天使皇，品质：传说级，技能：翼刃，圣之审判，正义曙光。翼刃，天使皇的翅膀硬度增加，像刀刃。技能发动时可以带起强风，一同攻向敌方。持续时间2分钟。蓝粮消耗2000，冷却时间半天。圣之审判，可禁锢敌方1个目标1分钟，2个目标半分钟，3个目标20秒，4个目标15秒，最多可禁锢4个目标。审判之链，每3秒进攻1次。蓝粮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正义曙光，己方天使全员的全属性翻倍，自身全属性翻3倍，敌方全部人员的实力削减1倍。从天而降的光芒从选中的地方逐渐扩大，光芒每分钟可对敌人造成20%的伤害。持续时间2分钟。蓝粮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苏明心中气愤，你们也配称正义这个词？你们心中的肮脏还没有恶魔纯粹。天使皇双眼没了深邃，只有凶狠。呼！他身后的那双大翅膀刮出强有力的风，随后加速向前冲。就在他以为要碰到苏明时，却被苏明躲了过去。速度不行，还不如恶魔。一听又是恶魔，老天使更来气。那次大战若是没有黑暗女巫的出手相助，他一定是完败。所以他对恶魔一直怀恨在心。那家伙和自己一样，会飞，会管理小弟。在他分神之际，帝俊一脚踹了上去，他被踹飞了几十米远，重重的穿过10几棵树木。他恶狠狠地看着苏明，太灵活了！圣之审判，正义曙光。得到了加成的小弟们立马觉得自己实力大涨，便毫不畏惧地冲向了饕餮他们。饕餮反咒，而进入了自动战斗的白泽和九尾直接2招就把他们全杀了。这把老天使看得目瞪口呆，自己的圣之审判竟然没有用，而这个家伙一看就是读过大夏国史书的人，他直接来了个36计，走为上策。苏明也不忙着追，饕餮血龙，他被困在那里一动不能动。苏明边落边说，就用这9个鼎来为你鉴别吧。白泽9鼎之力，9只大鼎朝着他轰然而去。结束了。留在家里的刘玉突然发现苏明忘记跟自己说在哪里炼药了，直到白毛请他过去到他家一起工作，而兰香也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在相互询问了对方的名字之后，刘玉傻脸了，眼前这位头顶瀑布般的蓝发大美女少妇，就是自己仰仗了许久的女神。偶像练气他炼药，他简直不要太兴奋，只是没想到他在炼药方面很有天赋。在苏明从英国回来时，他就已经成功批量生产了瓜草，并炼成了能够对抗花毒的特效药。若是以后刘玉成了名，一定会有人来把他挖走或者是暗杀。为了保护刘玉，兰香建议让他加入九州。
刘玉也在这里摇摇头，之前去过那里，可是落选了。就以你之前的实力，肯定是进入不了的。但是现在不同了，你必须进入到那里。刘玉也只好答应了下来。在兰香和苏全的力荐下，刘玉成功进入了九州。第143章，救人开荒团的真实面目。苏明在飞机上就得知了刘玉做出的不小成绩的消息，他也很高兴地望了望玻璃外面的云霞美景，这下估计能挣不少钱。火红色的云霞层层叠叠地堆在一起，看起来就像被压扁了的糖葫芦。随着夕阳的移动，云彩上的红色开始变换位置，最后停在了一大朵白云的凸起的一角，尖尖的就像枪上的红璎珞。红色落付，本次航班已抵达目的地，请各位乘客带好行李。苏明下了飞机直接回家。叮咚，好一会儿屋内无人应答，无奈苏明只好掏出钥匙开了门。他不在家能去哪儿？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突然苏明想起自己似乎忘记告诉他炼药地点了，于是苏明便准备收拾一下前往白毛家。就在这时门铃响起，小明子，你到家了吧？是李熙然。苏明打开了房门让他进来，他一进来就想冲过去抱住苏明，可是他手里现在有一份更重要的事情。小明子，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关于你爸妈的事情吧？这次我又查出来了一些什么，你别着急，我念给你听。苏明本来对爸妈的事就没什么兴趣，想打断他，可是没能成功。根据我的深入调查，当时去你家里的那对夫妻是发广告的，而在他们之前还来了一个人，救人开荒团的团长冷星，而那张纸就是他放进去的。冷星？冷冰寒他爸？说到这里，李熙然停了一下。我还查到他们竟然和被你之前收拾的武器店有过来往，似乎是武器店的头头。他看了苏明一眼。这里还有一点，可是应该不太重要。他们似乎在养着一帮患有花毒的人。苏明听到这里，心生一计。就这些了。苏明将给他烤好的蛋糕放进袋子里。辛苦你了，这个蛋糕就奖励给你。李熙然接过去，开心的点点头。直接让我吃不就行了，干嘛装在袋子里？那么麻烦。苏明收拾好走到门口。你要是想一个人在这里吃也行，我好不容易来找你一趟，半年才见你一次身影，我不要留在这里。你要去哪里啊？带我一起去吗？李熙然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可苏明实在不想他牵扯太多。今天你跟我说的这些事情，你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一个人，还有今天你不能跟我一块儿去。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令李熙然叹为观止。可他还是走了出去，赌气地说：好吧好吧，小名字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小名字了，你去哪里自然不需要我知道。不过若是你以后回来了，一定要第一个告诉我，否则……苏明说：好好好，救人开荒团可能与英国有勾当，只不过团里的实力不清楚，若是贸然行动，也许会赔了夫人又折兵。还是先将这个消息告诉给苏全吧，让他想办法调查一下。兰香家，白毛将苏明带到了刘玉和母亲那里。刘玉此时正在专心升级药品，而兰香这里早就已经收工了。看到苏明，苏明示意他不要惊动了刘玉。专心致志的刘玉还就是没有察觉到异样。兰香跟着他们出去到了房子的另一头。兰香从背包里兴致勃勃地掏出今天正好完工的天使套装。天使套装比附魔套装次了一些，所以做起来不太难，速度也就跟着提高了。在苏明接过装备的一刹那，检测到宿主手中有一套附魔套装和一套天使套装，是否选择将二者融合成新套装，善恶不分？苏明没有管这个选项，这个我还没完整的穿上试过呢。穿上了整套天使套装后，苏明瞬间觉得速度有了质的飞跃，不过跟附魔套装比起来确实次了点，也不知道新套装穿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样的。选择，恭喜获得新装备善恶不分。属性功能，夺取敌方的一般属性点，2个目标时变为1/4，提高友方全属性到自身的 1.5 倍，最多能选择2个目标。当集满能量时可以获得附加技能。穿上它，苏明能清晰地感知到飞翔在天空中的感觉，自由轻快。现在苏明的速度甚至比10转战士的还要快。他轻轻挥了挥剑，一道微小的剑气在剑的周身迅速凝结。苏明赶忙松开了手。白毛见状也是感到后怕不已，若是苏明兄一失手，自己家估计就要被拆了。刘玉这时才听到外面的动静，他一拍手：哎，给忘了，苏明今天回来，没留钥匙应该问题不大。不过外面怎么这么热闹？他走了出去。苏明朋友，说完他就再次冲了过去，想拥抱苏明。苏明一把将他推开。你的药做得怎么样了？已经升到第2代了，正在努力研发第3代。连苏明都不禁为他的炼药速度感到吃惊。苏明点点头。
那你跟我回去吧，别在这里叨扰人家了。刘玉虽有些不舍，但没好意思表露。好，回去吧。苏明好说歹说，终于推辞掉了兰香的盛情款待。苏明带着他坐着飞行器回去了，不一会儿时间就飞到了家。苏明家一回到家，刘玉突然想起一件事，他嘟囔道：“你咋不跟我说这是你的大学宿舍房子呢？害得我被人认为是苏明。”苏明对着他啧啧舌：“就你这大年龄，根本不配我的名字，好吧？”苏明打断他：“我们先说正事，这个先放在一边。”刘玉答应：“你现在研制了多少瓶药品？保守估计有110瓶了吧？不过都是一些半成品。怎么了？你明天把它们全部取出来，我们该开始挣钱了。”“挣钱吗？好耶！”晚间，苏全给苏明发来信息：“救人开荒团的确有古怪，不过现在我们查的还不够。你说的那些，我们也已经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于是苏明问他关于花毒的那个事是否是真的。苏全告诉他，那个的确是真的，他们是以着为他们提供免费治疗的理由圈养着他们。苏明收好通讯器，看来这帮家伙的确隐藏着些什么。第144章，苏明的誓言。苏明突然挺好奇李熙然这丫头咋知道这么多的，于是他给她发去了消息，就是问了问你家的邻居，然后其他的就是托林浩查的。要是林浩那家伙，就没什么可好说的了。于是苏明又联系了林浩：“虎兄不用担心，我以后就是家族的接班人了，所以利用我家的信息网很轻易就能知道这些了。”“很轻易吗？那苏全那里是不是就有些拉了？对了，今天我又得到了一些消息，关于他们圈养花毒人的。你说。”第二天，苏明将自己和帝俊易容过后，带着211支药剂去了救人开荒团。只是令苏明没想到的是，花卡山和救人开荒团竟然离得这么近。此时两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救人给他们的邀请函，在路上有说有笑。听他们的对话，苏明大概知道他们被救人选中，今天是赴约的日子。苏明眼前一亮，砰砰！苏明将他们牢牢捆在树上，看看那2张邀请函，再看向这2个人。这俩人本事还挺大，能让冷心亲自请来。2人来到了目的地，不愧是救人开荒团，总部竟是一栋50层的高楼，就连不远处的国家总部高楼都得自愧不如。高楼的一面墙壁被一张巨大的海报占据，海报上的正是开创救人开荒团的创始人冷心。看着他，苏明这才理解为什么冷冰寒看起来会给人一种疏远感，原来遗传的他老爹。2人那双死鱼眼再加上剑眉，简直就是在告诉别人生人勿近。他们进到了里面，里面的装潢也是冲着奢华去的。一个服务员走了过来：“2位来这里是想办什么业务？”“加入你们救人开荒团。”“好的，请到这边来登记一下你们的信息。”“不用那么麻烦了，你去告诉冷星，让他亲自来接。”服务员面露难色：“先生，您还是按着流程来吧。你告诉他来的他请的那2个人。”服务员还是不信他的荒唐话，这人在说什么笑话？像招收团员这样的小事，怎么能劳烦团长呢？苏明甩出2张邀请函：“这上面是不是你家团长的笔记？你比我清楚吧？”服务员捡起来仔细看了看，的确是老大的字迹。于是他又赶紧为苏明2人带路：“2位跟着我这边请吧。”苏明他们跟着他一路到了地底下。大佬都喜欢住在地底吗？这里就是我们团长的办公室了。他替2人敲了敲门：“团长，小6先生和小7先生来了。”门里传来一句应答：“让他们进来。”苏明2人走了进去。冷心放下手中的茶杯：“2位为什么要冒充他人？冷心先生不也没坦诚相见吗？”冷心这才抬眼看向他们：“小友眼力不错，看出是分身了。不过哪个大佬不是这样呢？要不就算我们死几百次也不行呀。不管你是不是真身，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谈生意的。”冷心忍住笑：“你说出来让我听听，看你能拿出来什么。”苏明掏出一支药剂：“这是一支对抗花毒的特效药，价钱我想看看冷老板能出多少。”冷心死死地盯着那支药剂：“你逗我呢？信不信由你，反正你使用禁术将花毒进行转嫁，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你了吧？”苏明说的没错，冷心就是通过将那些染上花毒的富商等身上的病毒转嫁给心血旺盛的年轻小伙，这样虽然不可以根治，但可以缓解富商他们的病痛。但是那些单纯的年轻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轻则多活个3、5年，重则当场死亡。然后救人开荒团就给那些可怜的老父母们一些钱财，告诉他们的孩子是因为在打副本中受伤后不治身亡，或者是直接被怪物给杀死了。自己自以为隐藏很好的秘密被这个年轻人知道了，冷心顿时感觉浑身不自在。他平复好心情：“你等一下。”说完，他亲自将一个奄奄一息的年轻人拖了上来。后者的身高目测在1.85米左右，
但他身上此时却没有一点肥肉。他已经被病毒折磨快3年了，应该快死了。你就用手里的那支药证明给我看吧。特意找来一个将死之人吗？苏明强忍怒气，拿着针管走了过去。走近后，苏明能清楚地闻到一阵腐烂的味道。这个半死人用着那只还算清澈的左眼看着苏明，即使到了现在，他也没有放弃向人求救的希望。苏明被他生的希望折服了，今天说什么也要救他出来。至于其他人，跟他慢慢算。把人弄成这样，你还真他妈的不是个人！苏明将针管扎了进去。由于这是第一代，药效比较强烈，那人十分痛苦，却发不出来一点声音。苏明用同样的眼神回敬他。几分钟过后，他终于挺了过来。就在他准备试着动一下时，苏明拦住了他，喂给他一把药。这副身体是这个药剂的第一个实验者，我必须带回去，以研制出更好的药剂。冷心自然是不同意的。不行，你不能带走他。苏明跟他针锋相对。那你也不想你的那些贵客因为药剂药效太猛烈而取消跟你的合作吧？冷心想想发现他说的也没错。冷老板也是明白人，怎么会不知道蚁人是要这个道理呢？说着，苏明就让帝俊裹着年轻人扛在了肩上。大概需要3天时间，这3天时间里，希望冷老板耐心点。你也知道，现在能帮你的只有我们了。冷心勉强点点头，知道了。离开后，苏明就绕了好大一圈飞到了兰香家。此时刘玉也在那里工作着，兰香带着白毛去了苏全那里帮忙。看到苏明回来，立马上前问情况。苏明一边说，一边将年轻人身上的被子揭开。腐臭味袭来，刘玉看着他，瞬间明白了苏明做了些什么，用着一种敬佩的眼神看着他。苏明看着年轻人开始红润的脸颊，心里更感愤怒了。受欺压的一直以来就是那些心思单纯的人，不管你实力如何。刘玉不顾味道，立马上手为年轻人清理身体上的污泥。刘玉，3天时间够吗？刘玉思考一下说，得看这小伙子的恢复情况，他恢复的越快，结果出来的越快。不过看他这个恢复速度，2天应该都差不多了。好，2天后我来取。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这哥们儿一样这么好运的，挺得过这药效，所以必须尽快得到药效温和的药剂。第145章，并肩作战过的朋友。因为药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做出来，所以苏明不能离这里太远。这2天里，他选择待在了花卡山。上次去的那个副本自然已经跟不上他的修炼速度了。他这次要去的是那里的王牌副本花茶地。这个世界暗流涌动，自己必须尽快提升实力。第2天天一亮，苏明就立刻赶往了那里。不愧是王牌，光是待在这儿卖东西的人都差不多能将这里挤满。苏明好不容易才穿过了那里，进到了里面。花茶地那里枝繁叶茂，茶花遍地，比外面的世界花卡山的景色要好上不知多少倍。苏明却对这诱人的香气有着一丝警觉。最美丽的往往最危险，这里也不会例外。突然，一只手刚要碰到自己时，苏明感觉到之后立马弹开，跳向其他地方。看清之后才发现是洛夫。苏明这才松了口气。我说他们4个和帝俊怎么不现身？洛夫冲苏明摆摆手中的剑。这次洛夫的武器换成了十分普通的2把剑，他的面貌也已经从原来半死不活的神态彻底恢复，只是精神还是老样子。苏明竟有些哭笑不得，这是谁给他安排的？随着他的成长变换武器。好久不见呀。苏明回复好久不见，并问到他为什么在这里。之前不是说要一直留在那里吗？对啊，现在还留在那里呢。我能出来的时间变长了，今天早上在这里，下午再去那里。苏明点点头。洛夫看着他，两人十分默契地向深处走去。这次依然是洛夫打下手，苏明最后补刀。洛夫已经在这里待有一段时间了，哪里有妖怪，妖怪的刷新时间他都很清楚，所以两人的刷怪速度特别快，快到同样是来到这里的人只能干等着妖怪重新刷新。有的人看到洛夫都快要疯了，怎么又是这个女人？之前几次都是她一个人家将小妖怪全刷了，害得我等了好几次。你快别酸了，人家把 BOSS 杀完之后装备都没减，还不是让你捞到了不少的好处。那人也是一脸的无奈，装备再多，级数不够不能用有什么用？装，每次抢装备你比谁都积极好吧？那人不说话，只边挠头边笑。这里的小妖怪也长得特别可爱，化成半人形的小茶妖们顶着个茶叶脑袋到处蹦跶，幸好杀死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发出一声啊的凶狠吼音，要不然软妹子们一定下不去手。很快二人就来到了 BOSS 会出现的地方，名称小花茶萝莉型，品质传说级，技能茶水请客，泡茶宴客，茶礼送客。茶水请客，小花茶召唤出200种的茶水，控制敌方选择一种并喝下，
使敌方中毒，最多可以选择5个目标。按照7原色，毒性伤害依次增加，最低减少敌方血量的 20%， 最高减少敌方血量的 50%。蓝量消耗2000，冷却时间半天。泡茶宴客，小花茶亲自向敌人展示泡茶过程，降低敌人神智，期间不定时发动攻击，击向敌人。若敌人坚持到他做好了茶，他可以选择让自己或敌人喝，对双方的效果均可达到目标全属性加倍的增加或减少。蓝粮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茶礼送客，小花茶向人展示茶礼的期间，敌方全属性降1倍，自身全属性增1倍。自己每完成一个动作，就会产生一次攻击，攻击初始出现的位置随机。蓝粮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小传：一株小小的花茶，由于长相奇特，无人敢食用，又生长在积聚日月精华之地，于是便早早就化作了小萝莉的人形。不谙世事的他，将人类盲目的当做了糟蹋茶的坏人，随在人间堕成怪物。这个 BOSS 的身体和小妖怪们无异，只是他的茶叶头变成了一个圆滚滚的小萝莉头。能对这个小妖怪出手的，不是狠人就是变态。显然，苏明和洛夫属于前者。洛夫提醒苏明，这小妖怪多属于控制性，自身伤害并不高。苏明按着他的话接着说，所以把自己黏在他身边才是正解。洛夫欣赏的点点头，没错，这小妖怪生性胆小，是绝不会把攻击往自己身上打的。说着，二人就冲到了小花茶身边。小花茶一脸懵地看着两个人，眼神里流露出惊恐和委屈。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眼神竟能装有这么丰富的情绪。就在苏明准备一刀结束，快刀斩乱麻时，他一个盾的就逃了出去。洛夫立马喊道：“这是他的新招吗？之前来打他都没有见到过。”苏明笑笑，看来是我们两个逼出来了他的一个底牌。遁地吗？谁不会呢？苏明于是尝试了第一次遁地。钻进土地之后，眼前的视野景象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哪里有障碍，哪里有生命体，就像是热成像原理似的，看得一清二楚。苏明发现了他，这里没有办法打，得将他逼出去。苏明加速来到他身边，小花茶不可置信地看着他，随后加快速度。影分身！看着身边突然多出这么多一样的人，小花茶便使出了自己作为这里主人的特权。只见他飞快地来到一个分身身边，随后骑在了他的脖子上。他的2只小手抱着苏明分身的头上，用力一扭，一个分身就这样被解决了。紧接着又是第2个、第3个，苏明这才觉得是小瞧他了，于是他主动现身。当小花茶的双手放在他的耳朵旁时，他用力紧紧地抓着他的双手。这次出去了，你就遁不进来了吧？苏明带着他飞了出来。遁入技能只能使用1次，虽然没有时间限制，但若是出来了，就要等到冷却时间过后才能使用下一次。被丢出去的小花茶连滚带爬地上了树。上了树，总把自己没办法了吧？苏明正想飞上去，却被洛夫给拦住了。他已经爬了好多次了，让我抓。洛夫的一只脚向后滑去，随后用力蹬地，嗖的一声，他就跳上了树，不出10秒就带回了小花茶。好在小花茶没有之前被抓的记忆，不然肯定恨死这个女人了。第146章接近真相。小家伙手脚并用的在空气中舞动着，苏明捂着嘴笑了起来。洛夫将小花茶又扔了出去，你要是还跑，我再抓，快点放招吧，让我们早点完事儿。看着眼前这个挑衅自己的女人，小花茶的战斗欲望一下子被挑了起来，出手就是前2个大招。洛夫随意的拿起一个杯子就喝了下去。苏明充满疑惑的看着他，必须喝吗？而且都已经来过这么多次了，难道还没有摸清哪一杯毒性最低？洛夫也看出来了他的疑惑，不喝的话，这家伙就会一直处于无敌状态。我之前也尝试过分辨哪一杯毒性最低，可是得到的每次结果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随机的。苏明于是就选了那杯绿色的，正准备触碰杯子，一发攻击袭来，打破了杯子。苏明于是伸手又选了那杯红色的，劈啊！杯子又碎了。苏明既无奈又无语，真不知道是该说老天爷帮我，还是说这小妖怪是个傻子。接下来苏明的3次选择全部失败，最后只剩下了一杯紫色的。苏明看着小妖怪，小妖怪还在那里津津有味地泡着茶。苏明眼疾手快，劈啊！又晚了一步。苏明这下彻底自闭了。你他妈不想让我死就直说啊！洛夫也是看得目瞪口呆。于是苏明尝试着让帝俊过去给小妖怪一击。帝俊拿着剑过去，朝着他的天灵盖扎下去。在碰到小妖怪的头脑皮的那一刻，小妖怪便十分敏捷地躲了过去，但还是受了点伤。嚯，猜中了！对于小队来说，只要有一个人喝下去了就行。那么帝俊，
不要再隐藏实力了，直接解决他。是。帝俊说完就再次冲了过去。小妖怪的茶还没有泡完，自动攻击模式被迫中断，所以现在苏明和洛夫十分安全。接着帝俊召唤出来的百把剑一齐朝向他飞去，而这时小妖怪正好开启了第3技能，他的身法变得十分灵活。他游走于在剑雨中，可是却没想到迎面撞上了穷奇，他的几发攻击直接甩给了穷奇。穷奇一声吼叫，就以声波能量抵消了他的攻击。穷奇的出现加快了他的动作，所以攻击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洛夫实在是看不下去，直接2次蹬的飞了出去，再次抓住了他。乱蹦跶什么？他几掌下去就打掉了小花茶血量的70%。砰！他被洛夫扔到了地面。洛夫示意苏明，苏明虽然对洛夫的真实实力很好奇，但是选择先以当下事儿为重。小花茶也陷入了疯狂状态，见到苏明就冲了过去。苏明在他来到自己面前的一瞬间举起了剑。啊！这个声音近在咫尺的感觉很难受。苏明一甩，小花茶的尸体就被甩了出去。这时冲出来一道身影直冲小花茶，苏明一个箭步上去直接将他踢飞。现在抢装备都敢这么光明正大。那人将眼睛看向洛夫，洛夫于是告诉了苏明自己之前只杀 BOSS 不捡装备的光荣伟事。苏明对于这件事还是挺感同身受的，因为有时他遇见了垃圾装备，若不是为了拿来卖钱，他也不屑于捡它们。只要经验给到，一切都好说。可是这件事发生在洛夫身上，倒是显得极其不合理。要知道这些装备比他手里的那套好上了不知多少倍。苏明捡起装备和洛夫出去了，准备在等待期间前去其他副本。路上苏明还是没忍住，问道：那些装备比你手里的要好很多，为什么不捡呢？因为捡了回去会让冷心怀疑的。听到那个名字，苏明愣住了。冷心？我们说的是一个吗？为什么？难道他是被冷心囚禁的？他们是什么关系？还有那双眼睛是怎么回事？戴了这么长时间，我竟然对他没有产生一点排斥感。这时他突然想起李熙然的话，冷心，而那张纸就是他放进去。难道他是我？苏明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等一下，还不能乱猜。洛夫告诉他，我待在这里等你吧，就不进去了。苏明看着如此听话的他，竟有些心疼，点过头就进去了。一个上午，苏明就辗转在这2个副本之间。下午，苏明与他告辞，去了别处，并相约明天还一起。短短的2天就这样过去了。刘玉那里也成功了。苏明前去兰香家，兰香和白毛还没从苏全那里回来。苏明进去正好碰到一个陌生年轻人，后者看见苏明立马跪了下去。原来是那个受害者。你恢复了？年轻人站起身，激动的点点头。是啊，还得谢谢您救了我。他又朝着苏明深深的鞠了一躬。2人一起去往刘玉那里。苏明，其实在你把他送来的第2天，我就已经做出了最新药剂的研发方案。接着他又指了指苏明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他能恢复的这么快，全仰仗于新代药剂。苏明也没想到刘玉竟能研制出这么厉害的药剂。才2天不见，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已经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除了是个帅气秃子。你现在手里有多少支这样的药剂？刘玉一脸的笑容。兰香姐为了让我更快的炼药，就给我制作了这样一个装备。说着他就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一个大盒子，只要把做好的东西放在里面，1个晚上他就能复制出几百份。所以现在我手里已经有将近1000支了，若是带上今晚，应该能达到1500支左右。苏明又转过头问年轻人，你还清楚的记得像你一样被骗去关押的有多少个人吗？年轻人愤愤地说，1520个。这2天应该又进去2个，1522个。这些数字他永远不会忘记。好，那我们明天就拿这么多过去，先救被关押的人，至于其他人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年轻人感激地看着苏明，那些人渣就不该救。第2天，苏明、帝俊和年轻人一起出发去了救人开荒团总部。第147章2登救人。路上你有什么事吗？没事。没事，你盯着我看干什么？只是你捏得太漂亮了。苏明也很无奈，因为他以为冷心会和其他的那些大佬一个样，都特变态，所以他在捏脸时把自己捏成了奶狗的模样。可是没想到冷心这家伙是个正常人，所以苏明只能还顶着这张嫩脸去找他。他告诉年轻人，一会儿你到了那里，不要把自己表现得太聪明。年轻人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不知不觉间他们就到了，这次还是那名服务员。看到熟悉的2张脸，他直接放他们进来。小六、小七先生，团长已经交代过了，
请随我这边来。三人这次跟着他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哼，老家伙还挺警觉，换了个房间。这次你要还不现真身，那就当真是缩头乌龟了。打开门，冷心站在那里，似乎已经等候多时了。切，胆小鬼！冷心这时转过头，当他看见苏明身后的那个年轻人，他大吃一惊，还真的把他救过来了。不过以防这个小子用了不常规手段，他闪现到年轻人面前，上下其手将他全身摸了个遍。是真的，冷老板这是信不过我们。冷心笑笑，商人之间的交易只有利益，没有信任。我这么做只不过是在检查我要买的商品罢了。被他摸完之后，年轻人仍然害怕不已，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双眼发直。苏明说，我这次只带了1520支，不知道冷老板这里有多少病人。不瞒小友，我这里大概有3000多名病患。那我这次带的药剂不太够啊，那这可怎么办？双方陷入沉默。苏明率先打破，那不如这样吧，这些药剂就给那些已经濒临死亡的人注射，就当作是实验吧，毕竟这药剂现在只救活了这一个。说着，苏明就指了指身后的年轻人。见他犹豫，苏明接着说，这些药剂若是能把那些将死之人救活，其他病患恢复起来自然会很快。再说有个救活率也敢给你家贵客用啊。冷心想想也对，那行，就按你说的这么办吧。随后就带着他们去到了一个大房间里。在这个房间里，那1500几号人被堆放在一起，人压人的场景看得苏明一阵窒息感。幸好把那个年轻人留在了那里。冷心说，这些人中了花毒之后，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就只能来到了这里。他还装模作样的叹了一口气。这些人多则也有4、5年的病史，少则也有1个月了吧。听着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苏明不禁在心里骂道，你这编瞎话的能力一定是天花板级别的啊。那你们这里现在有多少人？1522个。我这里的药剂不够，你拉出来2个。冷心有些为难，苏明却偏偏不惯着他。冷老板快些吧，药剂效果出来后才好为他们治疗啊。于是冷心就凭着记忆找到了刚到这里的那2人，大概是刚进到这里的缘故，他们的身体看起来还没什么明显的变化，但是眼神里却充满了浑浊，看样子应该是被吓傻了。这次就对着了，你快点开始吧。冷心在一旁催促道。苏明摆摆手，可惜了冷老板，还得麻烦你把他们一个个分开摆好。冷心这时有些不耐烦了，你们自己不能弄吗？我们只是个炼药的，哪有力气干这体重活儿？着急看到结果的冷心只得听话，因为房间小，人数多，所以他每次只能摆大概300个人。苏明和帝俊就负责往他们身体里打针。在他们干完这个浩大的工程之后，前3批打针的那些人这时纷纷恢复了神智。他们一看到冷心，全都止不住地站立。冷心这家伙把他们害得真惨。冷老板，为了持续观察药效，我要从这里挑走几个人。冷心看到这场面也挺高兴的，不过他又害怕这些人真正的恢复神智后再去揭发他的罪状，就知道他不会同意。于是苏明用着低沉的声音接着说，冷老板放心，若是这些人恢复了神智，我会出手的。毕竟我只是个普通的商人，想挣点钱，不想有那么多的麻烦。这家伙一定以为我知道他的勾当，所以我要表现的就是我因为怕麻烦会站在他那边。冷心果然上当了，他跑到苏明身旁，凑近他的耳朵，若是小兄弟能研发出一种能够恢复人神智的药剂，请务必要告诉我啊。冷老板放心，现在你就是我的大客户，客户的条件老板哪有能不答应的。对了，一开始的那个人我也要带走，他是用药时间最长的，我好对比观察。还有刚刚出来的那2个我也带回去，做出了新药剂就拿他俩实验。好好好。苏明想了想，悄悄命令白泽隐身于此，若是他们醒来后恢复了神智，一定要告诉他们，不要让他们轻举妄动，想着复仇。冷心搓了搓手，那我尽带小兄弟的好消息了，要是这个小家伙真的做出那种药，救神实力就又会大增了。于是苏明他们3个又从那里带走了6个人。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这6个人从最开始半死不活的昏迷状态醒过来，他们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有些无措。这时年轻人的出现才让他们感到安心，因为他们听说了他被救了。他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却泪眼婆娑。阿伟，我们当时都以为你死定了呢。阿伟轻轻拍拍他们，声音哽咽，若不是有那位大人的出手相救，我现在已经死了。而且他又救了你们。虽然得救他们却并没有为此多开心，而是特别担心同病相怜的其他兄弟。阿伟让他们放宽心，大人已经将药剂给他们注射过了，他们也已经没事了。那几人这才松了口气。阿伟，你口中的那位大人是？
阿伟双眼放光，就是大人啊。第148章生母落腹。为了方便观察你们的反应，你们就只能先住在这里了。他们连忙说，这里已经很不错了，睡觉不用压洛洛。您就是阿伟口中的那位大人吧？多谢您的救命之恩了，我们的命。他哽咽的说不下去。苏明上前拍拍他，你们若真想谢我，就抓紧时间恢复身体吧，这样我才能去惩治那些畜生。几番交谈下来，苏明对救人的花毒人一事有了更深的了解。救人开荒团长期受到一些来自英国势力的支持他们的这些人大多是沾染上花毒的人。而冷心不知从哪里学到了一门换血禁术。花毒之所以难治，就是因为这种病毒散布在人体的血液里，对于患者只有把血进行大换才有可能彻底治好。所以那些纵欲犯就找上了他，他就骗来一些年轻小伙子作为血包。为了答谢他，这些英国人就暗地里帮他清除对手，而这个家伙也就利用这一层关系，将他的团一路开挂到了全国第一。苏明本来以为听到这些消息都够劲爆的了，可是这时又有一位年轻人站了出来，像是做出了很大决心才站出来似的。我本来就是救人开荒团的一名团员，但是因为一些荒唐的理由被他当成了血包，所以对于团内的事情我还是知道一二的。苏明一听来了兴趣，难道和自己的身世有关？冷心他和救神的关系很不一般，似乎是在帮他做事，而且他似乎还有一个疯子小三，而这个救人小三和救神好像是夫妻。疯子小三说的是洛父吗？救神夫妻关系好乱。可是苏明的眼神突然凌厉，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他看起来不像是那么不谨慎的人。大人莫要怀疑，那是因为小人曾经就是那个疯子女人的看守。冷心常去看他，感情肯定不一般，只不过那个女人却从未从过他一次，每次都会用酒把他灌醉，灌到他不省人事为止。所以当我们把他搀扶回去的时候，就常常听到他说一些梦话。梦话中他常提起救神和女人二人结婚生子的事。为求自保，我们从未将这些向他提起过。可是世事难料啊，我竟被以一个偷腥的罪名被他当场辞去工作，然后他又把我抓了回去充当血包。所以现在相信我了吧？他和那女的关系绝对不一般。听着他的描述，苏明发问，那个女人现在被关在哪里？花卡山。苏明忍住激动。那人又说，我看大人的眼睛和他的很是相像，都很漂亮，看了就忘不了的那种。苏明瞳孔一震，真的是他。刘玉，今天下午我出去一趟，有事你发信息。说完他就匆匆的出去了。帝俊，你能看出那家伙话的真实性吗？帝俊望着苏明，其实在主人心中早已有了答案了吧？是真的。苏明一咬牙，飞行速度提高了。花卡山，老大，洛夫夫人出去散心还没回来，您。喝醉酒的冷心将他一拳击倒在地。他妈的，老子等了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看他正常点儿，就来多看看吧。他却处处躲着我。几名仆人将他安置好，其中一名看着年纪稍轻的连忙赶往洛夫下午刷的副本那里。洛夫夫人，您再不回来，老林就要被打死了。他在心里默念着，希望自己赶到时洛夫正好打完副本。苏明，你怎么来这里了？看着眼前的洛夫，苏明焦躁的内心得到了平复。路过就来看看。那你要不要一起进去啊？苏明点点头，走上前。他取下他肩膀上的一根长发。这时一把匕首朝着苏明飞来，帝俊将他接过之后返了回去。洛夫夫人，该跟我回去了。洛夫看到他说，这才刚见面就要分开了，我要先回去了。苏明献出手中的剑，那人也重新拾起了地上的匕首。洛夫看着这紧张的气氛有些奇怪，怎么要打起来了？洛夫夫人，你快回去，我来拖住他。洛夫摇摇头，我不回去，你来叫我一定是冷心在那里，你必须回去。老林已经被打得浑身是伤了。噗啊！苏明一挥手，帝俊就出现那人身后，将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你们是谁？我们素未相识，为何要这般阻挠？苏明走近并带走了他，只丢下一句话：洛夫，我下次再来。将他带到一个荒山山顶，告诉我冷心和他的关系。那人本想沉默不言，可是帝俊的剑已经割破了他脖子的外表皮肤，于是无奈说出了他知道的事情。就是这样，老大喜欢上了自己兄弟救神的女人。苏明问他，那他和救神有孩子吗？这个我也不知道，只知道窝在家中1年的他被冷心给带走了。再后来他的家里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一个婴儿，却不见他的身影，所以就没有办法证明那孩子是他的。不过自从他疯了之后，就天天喊要找自己的儿子，可是他却一点不记得他儿子的样子，所以这些年老大找了这么久也都是空手而归。苏明看向帝俊，帝俊点点头。
苏明朝他的手背上划了一剑。今日我不杀你，但你不能将这些告诉任何人，否则等待你的将不只是死亡这么简单。此时苏明的表情可怕极了，那人也连连拱手，谢谢大人不杀之恩，小子这就赶紧回去了。回去之后，冷心已经被抬回去了，而洛夫此刻也正坐在那里发呆。哎，没有副本就不行吗？洛夫立马站起身。他呢？走了吗？夫人竟对那小子感兴趣。洛夫夫人，冷心大人已经连续来了这么多天，您怎么不见他一面呢？对啊，老大都为您痴心这么多年了，自从原配死后，他就开始追求您了，为了追自己，将自己的老婆逼死。你们要洛夫怎么对他产生感情？一道声音从天际传来，听着很熟悉。是你？躲藏着算什么本事啊？出来！苏明骑着穷骑从云层中现身。第149章，相认。你到底是谁？连这事也要插手吗？苏明无视他，直接来到洛夫身边。可是他想说出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洛夫看着他很是开心。刚你走得急，我想跟你说，我昨天照镜子了，我发现咱俩的眼睛好像啊。你是不是也还不知道？要不我带你去看看？苏明说，下次见面再看吧，我过来就是想跟你告个别。洛夫微微一笑，就转身进去了。那就下次吧。带他进去后，苏明转过身，那人看着苏明这个样子，以为他是打算追求洛夫，不禁摇摇头。兄弟，你别看夫人外表看着年轻漂亮，可其实她已经接近40岁了。听我一声劝，天涯何处无芳草，你又何必单恋这一只？况且老大追了她这么多年都没成功，你又怎么可能成功呢？苏明让帝俊献出巨剑。今天我来这里之事，你们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冷星。那2个人见此，以为苏明是位战士，而且还是少数的拥有坐骑的那种。您说的哪里的话？小人的嘴保证严丝无缝。最好是这样。那2个人点头如捣蒜。知道老大暗恋洛夫的事，我们都没露出马脚，再瞒他这事只是小事一桩。苏明满意地点点头就离开了。虽然除掉他们才能一绝后患，但是自己还不清楚救人的真正实力，还是小心点为好。这时苏明收到了苏全发来的消息。苏明，我们已经将救人开荒团调查彻底，我接下来要说的你必须平静地看完，不许激动。冷心创办的救人一开始很正常，后来因为洛夫的原因而与救神有了交流。2人经历相似，都是白手起家，靠着自己的实力和努力一路走到了现在。于是2人对彼此的经历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所以救人就变成了扶持救神复位大夏国神明的一个组织。所以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冷心便与沾染花毒的妇人接触，使用一种禁术救活了他们，而这也让救人的实力更上一层楼。只是那冷心竟是双人格，并且2者处于极端的站位，一个温和，一个凶狠。见他还瞒着自己的一些事，苏明于是开口问，他们2人与洛夫的关系是什么？苏全接下来说的与那个血包男人说的一样。那边的苏全停了一会儿，接着说，苏明，还有一件事，洛夫和救神是你的亲生父母。苏明看了看手中紧紧攥紧的那根头发，随后松开了它，已经用不上了。回到家的苏明心情复杂，打开门，林浩一众好友正待在自己学校宿舍的院子里。林浩冲过去给苏明一拳，敲门你一直不回应，所以我们就擅自翻墙而入了。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听着苏明平淡如水的问话，众人都以沉默应对，他们也已经了解了一些事。不过除了林浩，当然是来帮你的呀。帮我？帮我什么？不等林浩开口，白毛抢先说道，苏明兄，你帮我找母亲时义无反顾，现在就让我帮你救回你的母亲吧。苏明依旧神情平静，我们连救人开荒团的真实实力都不了解，贸然出手无异于自寻死路。顾尘埃这时站出来说，我们已经向组织申请调查令了，再等几日结果就会出来。出来又能怎么样？他们背后可是还有一个神明的支持。顾尘埃回答，那我们也可以请求得到星神里道一的帮助，而且组织也开始准备打压救人，必要时会清除。苏明走过去开了房门。李熙然担心地说，苏明，这场战斗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而是我们整个大夏国的，他们都希望苏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苏明放出了穷奇他们4只小家伙，到处蹦蹦哒哒的，缓解了气氛。都快进来吧，突然来了那么多人也不说一声，还得去买菜。他们互相看一眼，放心的进去了。在餐桌上，他们讨论了大概的作战计划。届时若真的能得到李道一的帮助，对于他们来说那最好。这时林浩不长眼地说，为什么不试着唤醒苏明的母亲呢？想当初他可是能和救神比肩的强者啊。坐在他旁边的李熙然扭了他胳膊一下，
示意他不要再接着说下去了。众人观察着苏明的表情变化。林浩，你说的没错，唤醒他固然能得到一个强大的战力，可是我已经跟他接触过了，在他身上确实有着很强大的战力，但我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他的实力应该被人攫取了。接触过了？众人全部蒙圈。那苏明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些了？不过是副本中偶然碰到的，确定下他的身份是今天，而且他的本命武器也被收走了，所以林浩，你的这个法子行不通。白毛说，我母亲近日在攻克一件能储蓄能量的装备，若是我们提前装能量进去供他使用，或许能助他达到巅峰期。武器的话，母亲无暇顾及，那我们可以去孙源那里找找看。林浩说，对啊，试试看吗？小七也在一旁说，你们把藏他武器的地址告诉我，我去把他偷回来。看着同伴们的献计献策，苏明深感温暖。你一说我一语，计策就这么出来了。既然这样，那我们明日就开始吧。调查令出来之时，就是我们发起进攻之日。众人的心里充满了激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们就做好战斗的准备。这场战斗不易，牵扯到太多人，否则可能会惊动别国的势力。第二天，苏明到了老地方去蹲洛夫。进入到副本，苏明独自进行着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战斗方式。这次虽然没有洛夫的帮助，但他依旧打出了3分12秒的新的通关记录。又见到你了，洛夫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抬头转身，这次他手中的装备换成了更高级一点的一把长剑。苏明走过去，轻轻拿下一根头发。洛夫有些疑惑，笑着问，这2次你怎么总是要拿走一根我掉的头发？许久，苏明才缓缓开口，妈。第150章全盛实力。洛夫顿在原地，随后呼吸加速，眼中噙满泪水。你当真是我儿子？苏明与他并齐，弯了点腰，然后拿出一张镜子摆在2人面前。你有见过眉眼这么相像的2人吗？洛夫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哭起来。现在的他根本不会去想这件事的真假。哭了好一会儿，苏明告诉他，跟我回去吧，去我们的家。洛夫点点了头。于是苏明带着他一路飞到了原来的家。打开许久未进的家门，2人怀着不一样的心情走了进去。10几年没来过了，他还记得这里是他的家吗？在苏明很小的时候，他是恨他们的，可是当了解了真相的那一刻，他便释然了。原来母亲也一直在等自己。洛夫跪下来抚摸着家中的地板，除了地板，其他的地方都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模样。看着他，苏明有些疑惑了，母亲不是疯掉了吗？应该记不得这些了啊。帝俊提醒道，他是被人强制删除了一些记忆后才疯掉的。那他的实力呢？实力也是在那时被人夺取的。主人，我所知道的这些信息曾被人用信息茧房封锁过，不过好在这个茧房比较弱，我能破开。听到这里，苏明终于明白为什么白泽和帝俊会查不到有关于救人开荒团的信息了。随后他有些担心地问道，那你若是破开了，对方会有所察觉吗？若是他下了道锁，是会有所察觉的，可似乎他对这部分记忆并不在乎，他没有枷锁，所以主人放心，他不会察觉到。苏明接着问，可有让他恢复这段记忆的方法？方法很简单，只要主人将它重复30遍告诉给本人即可。不过这种将记忆强制塞回去的方法，往往会引起对方的排斥反应，所以在此期间必须有人将它控制住。苏明看着洛夫的背影，你会愿意恢复这段记忆吗？主人，若是他恢复了这段记忆，实力会大大增加，因为这段记忆里是他巅峰时期的记忆，可以帮助他恢复到全盛状态。苏明想，自己必须赶紧恢复他的记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脱离冷心的控制。好，苏明走过去让他坐在沙发上，说自己要为他单独说一个故事。好，于是苏明开启了自己的演讲。一开始的几遍并没有引起洛夫的什么反应，直到第10遍，他开始变得狂躁，指甲扣进了沙发里。这时帝俊出现在他旁边，主人，你专心念别停，他交给我。帝俊双手腾空，时刻准备着控制住洛夫的行动。第20遍念完了，洛夫声音低沉地吼道，为什么要重复念这个故事？苏明不理会，仍然念着。洛夫也很痛苦，以往的回忆在他的脑海里渐渐清晰。虽然他对此是排斥的，但能看出来他在极力地控制自己不陷入暴走。帝俊在心中默默祈祷着，再忍一会儿就行，主人已经开始念第25遍了。啊！洛夫拿起剑想冲过去杀了苏明，帝俊一个箭步就将他控制住，他声嘶力竭地吼叫着。终于第30遍念完了，没了苏明的声音，洛夫瘫倒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随着呼吸的加重，他的实力也在暴涨，直至最后昏死过去。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传来。苏明赶忙让帝俊将洛夫抱到屋子里。他走去，通过猫眼看到了门外的一头银发的老女人，脸上挂着愤怒，是自己的邻居。打开门，有什么事吗？老人见家中有人，于是破口大骂：原来你在家呀！刚才的鬼叫声，我还以为是你家变成鬼宅了呢。说谁鬼叫呢？苏明忍住脾气：哦，那还谢谢你的关心，还不够安全，来求证一下。老人没有听出来这是苏明讽刺他的，还以为他是真心感谢他的，立马开始了蹬鼻子上脸。你知道就行，你走了之后，我可是一直都有照看你家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苏明立马打断他：那我家院子里的丢的东西是怎么回事？还是说您怕丢就给我收起来了？其实那些东西就是被他拿走了，可贪小便宜的他怎么会承认？我怎么会知道你的那些东西？我又不是你雇佣的保姆啥的，没有义务为你照看家。那既然不是我雇佣的，我又为什么要给钱呢？又不是我让你干的。嘿，你个小兔崽子，才1年没见就长本事了是吧？说着他就准备上手打苏明，看这架势应该之前不少这么干过。苏明一个滑动就让他自己跌倒了。我特么在家看鬼片好好的，你却偏偏来坏我雅兴。小饕餮也现出了身。老人看到这头猛兽，瞬间恐惧感席卷全身，他刚站起身，再度向后一个趔趄。苏明见状，顺势关了门。解决好这件事后，一个想法冒了出来，自己过几天要救的人中会有不少这样的家伙，所以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帝俊也不禁发问：主人，你怎么看日后救下来这么一帮人呢？苏明仔细想了想后说：一个国家有阳光的一面，就得有阴暗的一面，我们不得不接受，没有了他们，这个世界反倒显得虚伪了。而我是为了我在乎的人而战，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让他们继续待在这里，也是因为国家需要，人更需要他们带来的压力。白泽在一旁满怀欣赏地看着苏明，主人看得很透。做好饭的苏明过去喊洛父，却发现屋子里早已没了他的踪影，竟然能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逃走，不愧是恢复权力的洛父。洛父视角，恢复了一小部分记忆的洛父醒来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逃跑。自己把孩子丢下了这么多年，哪里还有脸再见他了？逃出来之后，他又想，以后要住在哪里呢？挣扎过后，为了躲避冷心的搜捕，他也只能选择和小怪物们抢夺地盘。第151章拉拢。洛夫那里不能强求，苏明必须寻找更多的帮手。首先，苏明想到的就是冷冰寒。据悉，他明面上虽是救人开荒团的副团长，但其实很少管理团里的事务，甚至连团里为他举办的庆功宴，他也从未出席过。所以这很难不让苏明猜想，以他那性子，想必是知道了父亲的一些勾当后，才选择与他们划清界限的。但他知道的应该不多，所以自己就多告诉他一些吧。毕竟他一手训练出来的新救人开荒团小队的实力，比冷心的一个小队强上了不止10倍。于是苏明就立马动身赶往他那里。头儿，听说冷心那里来了个神秘人，他竟然有能根治花毒的药剂。哦，那他把那里的病人全都治好了？没有，他把那些被冷心迫害的人给治好了，真正的恶人一个没救。而且说来也怪，冷心找他要药剂，他总是拿出各种的理由拒绝了他，就是不肯给他多余的药剂。冷冰寒一听，嘴角微微上扬，看来这位跟我们可能是朋友。这时门外传来手下的禀报：头儿，外头有个自称是苏明的人要见你。冷冰寒大吃一惊，旁边的手下也听过这个名字。头儿，他便是之前3番2次抢走我们怪物的家伙吧？咱们不去找他，他自己倒送上门来了。说着他就掏出武器，跃跃欲试。冷冰寒摇摇头：慢着，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动手。头儿，冷冰寒的内心疑惑的同时带着一丝惊喜，这家伙怎么会来找自己？不过此番若是能说服他成为自己的盟友，那离自己推翻救人开荒团的日子就更近了。由于苏明的名字在整个救人里就是如同瘟疫般的存在，人人都恨得咬牙切齿，所以他们并没有让苏明进来，而是让他待在了外面。冷冰寒到场后立马向苏明表达歉意：苏明，实在抱歉，你快进来吧。手下们见状纷纷感到诧异，之前头儿不是最恨他了，怎么现在对他这般尊重？先别急着下定论，也许头儿是想把他带进去。在那人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苏明也没有心情对他们，直接跟着走了进去。待客厅里只有苏明和冷冰寒2人。不等冷冰寒开口，问苏明直言道：你父亲的事你知道多少？冷冰寒有些吃惊，不过最后想想，他干的那些事迟早得被人扒出来。现在的他愈发的成熟稳重，他反问道：你又知道多少呢？苏明笑笑：
好一个反客为主！我所了解的，你父亲一定比你详细。别在我面前叫他父亲，他不配。看来他已经恨他入骨了。好，那你可知道还有双人格？冷冰寒咬牙切齿道：“我怎么会不知道？母亲就是被他的第二人格给杀死的。若不是我当时还小没能力，我已经手刃了这混蛋。”随后，苏明就将他所了解到的有关于冷心的事全部告诉给了冷冰寒。冷冰寒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一直以来爱着另一个女人，他狠狠地捶桌子：“混蛋！我一定要杀了你！”随后，恢复理智的他向苏明解释道：“你别误会，我不会杀你母亲的，她也只不过是个被他囚禁的可怜人罢了。”苏明笑而不语，就连苏全老师可能都不是母亲的对手，你哪里来的勇气说能杀了他？苏明接着说：“你父亲有想扶持救神的意图，这你可知道？”冷冰寒摇摇头：“这我不清楚，不过我知道他总是会把团里的一些高级战利品私吞了。为了早日达成我手刃他的目的，于是我带着一帮人脱离了他的控制，建立了现在的新救人开荒团。他知道我恨他，他也看不上我的实力，所以对于我的这些行为，他并没有出来干涉。”苏明说：“看来那些战利品就是他给救神的贡品。身为副团长，想必他应该也是知道九州的。”于是苏明接着说：“这些九州也知道了，我已经打算和他们联手除掉救人和救神，所以你愿不愿意和我们联手？”联手是冷冰寒求之不得的。好。临别之际，冷冰寒问苏明：“那个救治花毒患者的神秘人是你吗？”苏明想着已经没有瞒下去的必要了，这个法子是我发现的，但做出药剂的另有其人。不过很抱歉，他比较害羞，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他。此时的刘玉打了一个喷嚏：“太好了，跟着这小子果然没错，不久之后就能熬出头了。”苏明回去的路上，嗷呜！小饕餮现出身趴在苏明的手臂上。好久没有吃过大餐的小饕餮饥渴地看着沿途的小妖怪。苏明摸摸他的脑袋，随后向下飞去。他们随便进入了一个副本岩石龙窟。进去之后，苏明就敏锐地察觉到这里的 BOSS 已经出现了，有两股强大的能量在远处对抗，而且异常激烈。于是他施展飞行技能，如离弦的箭般飞向那里。一个大佬在跟 BOSS 战斗，不过大佬的能量波动比较厉害，尽管他的更强势一点，但是再这样下去，真正的胜利会花落谁家还真不好说。自己若是现在赶过去，没准能捡个便宜。很快苏明就到了哪里，一道熟悉的红色映入自己的眼中。由于长时间没有使用过自己真正的力量，洛夫根本无暇顾及周围的情况，他此刻正全心全力地攻击 BOSS。 苏明于是选择了静观其变。名称：炎龙，品质：传说级，技能：石陨、灵造、龙尾突刺。石陨，无数大大小小的陨石小星星砸向地面，持续时间1分钟，每10秒刷新一个巨型陨石。蓝量消耗2000，冷却时间半天。灵造，炎龙身上的鳞片阵阵作响，发出能干扰敌人的噪音，每秒可耗费敌人100点蓝量，持续时间1分钟。蓝量消耗2000，冷却时间1天。龙尾突刺，炎龙可伸长自身龙尾至3000米，朝着一个目标发起进攻。尾巴上的鳞片可飞出去刺向敌人，在敌人伤害龙尾时再次飞回保护龙尾。蓝量消耗3000，冷却时间1天。第152章，洛夫是救神的祖师爷。帝俊告诉苏明，这 BOSS 只剩下最后一招龙尾突刺了。看着眼前的状况，自己就算不使用技能，今天这只 BOSS 也必死无疑。即使是面对洛夫霸道的力量，被打得满身伤痕的炎龙依旧不肯低头。突然发现又一个入侵者的他，不屈地对着苏明吼叫。洛夫向上看去，是他。可是谁想，炎龙直接对着洛夫开启了第3技能，气势汹汹的龙尾尖快速刺向他。回过神的他将剑护在胸前，方才逃过一劫。可是自己却被龙尾的冲击力推着身穿了10几棵树，普通剑也在关键时刻断了。无奈他只能用蛮力阻止龙尾的前进，他的能量在飞速流逝。苏明及时放出了4只小东西，他们死死咬住炎龙的尾巴，不让其前进。炎龙吃痛想抽回尾巴，比力气他又比不过，咕咕，他发出低沉的怒吼，随后直接发射了自己身上尾巴上的鳞片。好在4只小东西及时松开了口。帝俊扔出手中的剑，剑瞬间增大几10倍。落，巨剑随着帝俊的手势落下，鳞片想回去保护龙尾，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刺啦！吼！砰！炎龙的尾巴应声而落。现在的他只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了。苏明毫不犹豫，饕餮，吃了他！这家伙可是大补呀！饕餮疯狂地扑了过去，将他压在身下。炎龙估计这辈子都没被这么羞辱过。
他奋力抵抗却没起一点作用。恭喜宿主击败该副本 BOSS， 获得龙晶10个，2个传说级宝箱，按照伤害比例，您得1个。其他奖励已发放至个人背包。苏明这才看向洛夫，洛夫此刻也在看着他。苏明飞到他面前，伸出了手，跟我回去吧。洛夫想着，这次就不跑了吧。于是2人坐着苏明的飞行器一起飞向兰香家。一路上，洛夫都看着苏明，弄得他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您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了解了一些，不知道您愿不愿跟我一起击败那个负心汉？洛夫一听，脸变得通红，他不想让苏明知道这些。您的实力很强，也许是我们的杀手锏，所以我希望您能加入我们。之前伤害过您的，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随后，苏明大手一挥，4只小东西依附在洛夫的怀中。他看着呆头呆脑的他们，再看看苏明，终于开口：好，我们一起。白云在身边飞过，苏明笑笑。可是我的武器被那个家伙抢走了，没有他们，我无法施展出真正的实力。苏明也有些不解，之前看过他使用过的武器五花八门，就挺好奇他的职业的。身边的帝俊告诉他，他的职业是系法师。不过他这么强的实力，应该不是普通的系法师，估计和主人一样都是隐藏级别的系法师。这还是苏明第一次听见这个职业。所以他的武器是？您的武器是什么？是一双达到等级后天道奖励的手套。看来猜的没错，不过兰香的手艺可是能盖过天道的呀。那我们现在就去给挑一双更好的手套。洛夫轻轻笑着，他觉得苏明说的话是用来哄他的，毕竟兰香成名之时他就已经疯掉了。很快2人就抵达目的地。苏明敲响房门，打开门，苏全见到苏明立马冲他吼道：不告诉为师，竟然敢单独去见他，你小子不要命了！随后他就看到苏明身后的洛夫，敏锐的他立刻对着他说：这位就是苏明的母亲吧？洛夫温柔地点点头回应他，这也让苏明看呆了。之前在战场上肆意杀敌的洛夫去哪儿了？白泽解释道：系法师战前战后一般都是2种面孔。苏明明白地点点头，也是，这可是魔术师的祖师爷系法师啊。啥？给10转的大师做一双手套，这多少有点挑战性啊。察觉到兰香异样的苏明发问：这很难做吗？兰香吞吞吐沫说：不止很难做，材料也是极为难找。没事，你连需要啥材料都知道，那肯定比附魔套装好做得多吧？这个，兰香才不会告诉他们自己是多么沉着于做手套。自己背包格子里有4/5都是手套，什么蕾丝的、蚕丝的、绸缎的、牛皮的，应有尽有。不过我没见过那双手套，做出来的应该差别比较大。这样没问题吗？苏明看向洛夫，后者说：没问题，您请尽情发挥吧。做手套是需要记录手掌尺寸的，请便。兰香听到这里，立马冲过去抚摸起洛夫的双手。看着满脸享受的兰香，苏全在一旁连连摇头，连一个美女的便宜也要占。兰香边摸边说：需要的材料我等会儿发给你，你去孙源那里看看，不出意外应该可以找齐。在接下来的一天，在苏全的建议下，苏明和白毛一众人等进入了北青试炼塔内，快速刷经验提升等级。洛夫则是被邀请与苏全进行对战，这样既可以帮洛夫重新快速适应自己的能力，又能帮到苏全。因为救神的职业是魔术师，是和洛夫类似的职业。救人开荒团，老大，这帮人的花毒已经被完全消灭了，为什么那个人还不将药剂送过来？冷心拍拍手：小徐你还没看出来啊？这家伙是在耍我们呢。哦，小徐猜不透。冷心挥挥手：吴帮，你去准备下，我们的贵宾可是已经等不及了。可是老大不是答应的人，在他回来之前不会动这帮人吗？哼，再不采取行动，他估计都要骑老子头上来了。你快去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看我不把这个同情心泛滥的家伙引出来。是，小子，没想到我堂堂救人大团长竟被你耍了2次，可是你若再敢来，可就没有这么好运了。我保证要你有来无回。这时一个手下来报：老大，这是从英国发来的信件。冷心接过打开一看，眉头紧皱：催什么催？再过几天就神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时，老子第一个灭的就是你。第153章母子大战。苏明算了下自己这些时间以来得到的龙晶，已经足以开启2只山海异兽的山海天赋了。饕餮的吞噬和帝俊的炎令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山海天赋开启，选择饕餮与帝俊，请再次确认。确认。饕餮山海天赋，吞噬；帝俊山海天赋，炎令已开启。吞噬饕餮开启后，拥有吞噬整个空间的能力，伤害只给到敌方，无视敌方等级，
但条件是敌方血量必须是自身血量的20%级以下。严令帝俊根据等级选择目标数量进行控制，每秒伤害敌方10%的血量，造成敌方速度降低到自身速度的40%，持续时间1分钟。解锁后的帝俊在一阵光芒过后，身穿一袭黑金袍子出现，威严的气息变得更加浓重了。苏明在心中想，这要让一个路人看了，肯定以为是哪个动漫的大帝呢。看到苏明笑，帝俊问：主人笑什么？是帝俊这身衣服的原因吗？苏明摇摇头，没有，这一身比你之前那一身帅，不愧是上古第一大帝。帝俊连连拱手，主人若是想穿同款，可以求助于您母亲，她就是隐藏级别的系法师，只要有手套就可以施展各种幻术和法术。山海天赋解锁后，帝俊洞察世界的能力变得更强了。苏明也挺好奇系法师这一职业的，看着洛夫那身蛮劲，他一直以为他是个不太一样的战士，可自由变换武器的战斗师。现在想来，用这变系法获得到的武器在战斗中大杀四方，简直不要太爽。不过他虽然强，但自己受伤的风险也比较高，不像自己平常打斗都不用出招，直接躺平就行。还有帝俊和白泽这两个未卜先知的开挂神器。随后帝俊身上又变回了原来的服饰，原来那身大地服饰只有开启了山海天赋之后才会出现。叮咚，是林浩发来的信息，虎兄你快过来救场啊，洛夫阿姨她实力太强了。苏明嘴角一扬，来了，阿姨饶命啊。林浩你别乱了阵脚，我也不想啊，可是我得给虎兄发信息让他过来帮我们啊。阿姨你又换武器啊。洛夫发出一枚钢针直冲过去，就在站在一旁的苏全考虑要不要出手时，帝俊出手接下了那枚钢针，并迅速返了回去。洛夫一个翻身旋转就躲开了他。虎兄你终于来了。林浩激动地大喊着。这里是一处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现在是林浩、李熙然和白毛对战洛夫。洛夫看到苏明也没有停下手的动作，苏明也摆好时刻要干架的架势，四只小东西也跳出来加入了进来。在赶来这里时，苏明不仅知道了兰香已经为洛夫做好了手套，还通过帝俊了解了洛夫的职业。职业系法师，隐藏级满级，技能虚空、百气争鸣、万花筒。虚空开启后，自身全属性暴增到原来的10倍，以自身为中心，方圆10米内形成一个空间，敌人全属性降低到自身的50%，没有时间限制。百气争鸣开启后，自己可以暂时捏造出各种各样的武器，武器的使用方式会根据使用者的实力进行调整，没有时间限制。万花筒，这场战斗中使用过的武器均再次出现，攻向敌人。虽然这些让他看起来很强，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无法挣脱诅咒之类的，除非借助外力。苏明也掏出剑，来吧。洛夫手中也变出了一把剑，咻！他将剑举过头顶，剑瞬间变得巨大无比。斩！这柄巨剑带来的威力不允许苏明躲过去，因为他看见洛夫的手竟能带动这把巨剑变换方向，所以他不得不接下它。帝俊这次没有起飞，而是直接将手中的剑在平地上增大，他是想从底下打飞洛夫的巨剑。洛夫看出来之后也没打算改变战略。砰！两只巨剑相碰的瞬间迸发出庞大的能量，最后大概是洛夫本身并不是纯战斗的，他的剑被帝俊打飞了。不过他的实力也不是盖的，剑很快就被稳住了。不过他也知道自己在力量上比不过帝俊，于是不再耗费蓝量，缩小了剑。他舞动着双手，一把长枪在他手中出现。林浩在一旁喊道：虎兄小心，他是要打近身战啊。洛夫说：力量比不过，那就跟你比技法。苏明无奈的笑笑，比技法也行啊，可是你拿着把可近可远进行战斗的长枪就不礼貌了吧。帝俊向苏明抛弃一个眼神，似乎是在说，我可是上古的大帝，比剑法我可不会输。苏明也回应一个相信他的眼神，随后二人便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开始两人不分上下，可是帝俊就像是中了魔一样，打得越来越起劲儿。已经在林浩三人那里耗费了不少力气的洛夫体力开始渐渐吃不消，最后他只能率先跳出结束了这场战斗。呼呼，汗水沾湿了他的黑色秀发，也浸透了他的衣服。自己已经力竭了，看来只能使出最后一招了。他再次舞动双手，万花筒，一瞬间10几把武器凭空出现。苏明看后也有些震撼地看向林浩他们，在自己这里洛夫也才使用了2件武器，这剩下的10几把竟都是用来对付他们。林浩自豪地笑笑，也不知道他们的实力到了哪一步了。咻咻咻，那些武器都朝着苏明这边射过来。吼
4只小东西和苏明他俩一起抵抗着这些武器。洛夫这才觉得自己失算了，忘了他还有4只契约兽呢。好在自己已经能熟练操控自己的实力了。那些武器就像有人在挥动着它们一样，个个都是按着一定的技法在舞动着。可惜的是，一人难敌4手，更何况苏明他们有的可不止12只手。大！洛夫从半空落到地面。我败了，胡小明子，你啥时战斗实力那么强了？要不跟我打一场呗？苏明摆摆手，今天算了吧，等打赢了这仗之后再跟你打。李熙然笑着答应了。苏明问他们怎么会想起来跟洛夫战斗。林浩说，我们看阿姨有自己的武器，手套了就想来挑战一下，可是没想到即使我们3个人联手，竟也是被吊打的存在啊。不过说来也怪，阿姨这戏法是跟平常的可一点都不一样，战斗力太强了。苏明笑笑，那是，这可是千年难遇的隐藏级别的啊。等1个小时，洛夫阿姨休整过来了，我们再去打吧。打什么打呀？该小气他们了。嘿嘿，没事，咱跟他们说说呗。咱来的晚，加一场。就这样又过去了1天。晚上，各位，内探来报说英国人已经开始准备跟冷星商量将旧神迎回他们国家了，时间就定在后天，所以明天我们就要开始进攻了。群里的人都感觉到一股热血在身体里翻滚，纷纷喊着战战战的口号。明天的一战将会载入史册，他们不被允许输。第154章完结，巅峰之战。第2天一早，大部队在昨天的那个大草原那里集合，晨曦的阳光灿灿地照在草叶子上，不时还有微风拂过，唤醒沉睡的草原。因为这次的战斗不能太过张扬，否则可能会引起外国间谍的注意，所以台下的人并不多。主战力有苏明、洛夫、苏全、李熙然、白毛、林浩、顾尘埃、小七、冷冰寒、小双他们2个88阳国的黑雷法师，还有新旧人开荒团。辅助有孙元，刚刚出师的88阳国的那名牧师和他的老师，还有冷冰寒带来的牧师团。即使之前有过天大的仇恨，现在他们都互相用着类似吃了吗等亲切的问题问候着对方。苏全飞上天空，演讲战前宣言：各位，宣言那些花里胡哨啥的咱不需要，咱要的就是一个态度。今天的一战将关乎我们大夏国的未来。首先，很感谢你们的到来，也很抱歉这场仗打得这么急，可是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明天英国那帮人就会抵达我国秘密迎回旧神，所以我们只能今天出战。不过敌人虽然很强，但我们有大家，只要我们今天都能使出自己的全力，我们就一定能成功。好！人们的激情被苏全的这一番演讲彻底点燃。昨天晚上苏明已经给冷星发去了一封信，信上约他到这里来取最后的药剂。久经战场的冷星自然看得出这是在引他过去，所以第2天他也带着救人的全部战力赴约。到了那里，双方都很坦诚，直接摆出了自己的实力，就是来干架的。冷星一再追问九州和冷冰寒为什么要参与此事，可是对方显然不想搭理他，直接率先发起了攻击。冷冰寒则是直接冲向了冷星，你快去死！现在他脑子里只有这么一个想法，冰剑毫不留情地刺穿了他的右手臂。他唏嘘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虽然他的职业和实力都很差，但他似乎并不觉得冷冰寒此时能碰到他。他的一个实力远远高于冷冰寒的手下，击退了冷冰寒。老大，这次您绝不能心慈手软，即使她是您的女儿。冷冰寒对此嗤之以鼻，童年的不完整和那些可怕的经历让他恨透了他。不杀不快啊！他直接开启了大招，再次冲了过去。帝俊也上前助他一臂之力，二人配合的莫名的默契，不出5招就直接将他们击退。与此同时，其他人的战斗也很顺利。看着自己的小队节节败退，冷星星一横，就算这样会将外国势力引来，他也觉得在所不惜。他双手合十跪在地上，冷星在此恭迎无神，大魔术师叶剑文。天空远处传来一响，苏全双手紧握，可恶，这家伙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可恶，要召唤星什么？他突然一惊，哦，附近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暴涨。苏全他们看过去，洛夫的身上环满了红色气团。苏明不顾红色气团的影响，站到母亲身边，准备好，让我们一起杀了这些恶人。职业传说级魔术师，技能魔方盒子、魔术幻境、百变宝箱。魔方盒子控制技能，发动后一定范围内的敌人均不能动，持续时间2分钟。魔术幻境群体技能，发动后一定范围内的目标可看到由他变身后演绎的表演，每秒的伤害随着中幻境的时间以每秒增加100点的伤害增加，初始伤害100，
有方全属性增加100点，持续时间1分钟。百变宝箱可使用10次，使用时可按照本人意愿取出与自己实力相匹的武器、怪物，甚至神明。神明召唤需要3次使用机会。呼，怎么现在把我召出来，还用这么粗暴的方式？不怕把李道仪那家伙也引来？大人放心，他们不敢召唤他。要是再召唤一个出来，别国势力一定会赶来的。苏全咬紧牙，贱人。他突然察觉到周围有一道熟悉的气息，他怎么还活着？他的声音变得凌厉。冷心当然不敢把自己对洛夫的感情告诉他，在那里冷汗直冒。罢了，他的死活跟我无关。苏明攥紧拳头，恶狠狠地看着他，眼神里对他没有一丝感情。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连这帮杂鱼都解决不了，你们还怎么对付九州那一帮老头老婆？真是废物！大人说的是，我们是废物，但若是今天打不过他们的话，明天的事就泡汤了。旧神不耐烦的摆摆手，就是前2个大招。显然他很看不起苏明他们。快去打吧 ，buff 都已经加成了。是。冷心带着手下准备再次冲锋陷阵。苏明嘴角一勾，他的嘴里轻轻吐出几个字：饕餮反咒。对第2技能，旧神感知后大呼不妙。我的第2技能就算是满级的解咒师都破不开。是谁？是谁破了他？他看到了在那里行为不寻常的饕餮。是他。再顺着看过去，几只猛兽身后站着一个眉眼与洛夫极其相似的少年。他的心里咯噔一下，随后产生了一阵恶心感。你这该死的女人，谁允许你把她生下来的？洛夫这下再也忍不了了，秉持着不想与其废话，直接手持一杆枪冲了过去。相信他。旧神赶快发起第3技能，也掏出一把枪迎战。谁知洛夫手里的枪变成了几把飞刀，无奈他只好飞速旋转枪来阻挡飞刀。洛夫不停地变换着手中的武器，在一旁打着不可开交的林浩看着此场景，也不忘直呼帅气。苏全也回想起了之前的战斗，他的攻击很巧妙，但是力道不够。圣贤之书，这是苏全3个技能中唯一一个的辅助群体技能。由于加成太过逆天，使用要耗掉一整个蓝条，冷却时间更是长达2天，所以轻易苏全不会使用它。得到了加成后的洛夫终于能伤到旧神了。可是，在仙界的滋养下，他已经将金刚不坏之身练到了极致。他疯狂地嘲笑着洛夫，不断用自己之前伤害他的事扑爱他。心理防线还很弱的洛夫很快就扛不住他的狂轰乱炸，气息和能量也变得波动不稳。刺！旧神将剑刺穿了洛夫的身体，他还不忘将剑抬高高度。啊！洛夫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想把剑刺进他的身体，可是没有用，因为苏全的技能加成的时间到了。不！苏明脑门上的青筋暴起，他拿起剑冲了过去。离那里最近的顾尘埃和林浩也冲了过去，可是却不断有人出来阻挠苏明的进攻。林浩最先到达，好！他的红龙也暴怒着，伸出利爪。旧神自认为自己有神器加持，愣是一点都不准备往旁边躲。可是他太小看林浩了，好歹人家是个跟他同级别、传说级别的龙骑士。利爪抓伤了他的双肩，他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小兔崽子，找死！”只见他一个闪现来到林浩的身后，被刺，林浩也被杀了。一具钻石傀儡伸出宝剑刺入了旧神的右胸脯。旧神笑笑，力气不错，可惜刺错了位置。一剑下去，傀儡应声倒地。顾尘埃藏在几百座傀儡之中，可是却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刺，找到你了。顾尘埃用尽力气将剑推出了身体，他又开始念起口诀。旧神嘲笑他，举起剑给了他最后一击。顾尘埃浑着鲜血吐出了最后一个字：下。咻咻咻，成千上百支箭朝他这里射过来。苏明的一具饕餮血龙将他暂时困住，就算他及时召唤出了神盾，自己也中了几十支箭，并且渐渐都击中了心脏。噗噗噗，他狂吐几口鲜血，赶紧用手诀封住了心脏上箭的深入。竟然把我弄得这么狼狈，不行，我必须快点换一个心脏。这时他瞄到了李熙然。李熙然虽然被看得十分恐惧，但他还是选择了迎难而上。小七也在看到了顾尘埃被杀后，立马抽出了身赶往这里。他一个次元斩就轻松砍掉了旧神的手臂。2个女孩勇敢地与他进行周旋，不负众望，小七的匕首终于碰到了他的脖子。呀！可是就算小七用尽全部力气，就是砍不断他的头。李熙然于是举起战斧也劈了过去。哈哈哈！旧神发出恶心的笑声。你们这帮小娃娃，不知道对于神明来说，脖子和头甚至比心脏还重要。
他突然扔掉武器，将手印生生地插穿了李熙然的心脏。可是对于你们来说，心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要保护好它哟。啊！苏明疯了，饕餮吞噬！好！饕餮张着血盆大口冲了过去，小七及时拽起他，将他扔进了饕餮的口中。咕！战斗算是结束了。最后，冷冰寒如愿手刃了冷星，旧神也就此陨落。原本绿草茵茵的大草原，现在却是灰烬一片。苏明看着一具具尸体，悲痛不已。这时，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是巴巴杨国的那个牧师同学。你先不要急着哭。苏明一把甩开他的手，这时恨意和怒气战胜了理智。小牧师同情地看着他，我能感同身受，若没有你，我们早就死于非命了。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起死回生是种禁术，禁术必定违背天理。苏明站起身，眼神冰冷地看着他。小牧师却面无惧色，接着说：可是我能帮你，虽然现在不能让他们复活，但我有另一种办法能让他们在未来的某一天复活。苏明面无表情，小牧师于是就蹲下，直接下手。只见他刺破小拇指，将自己的血滴在他们的头上，随后盘坐了下来，双手摆好姿势放在胸前，好一半会儿才说出一个字：送。完成之后，他站起身看向其他地方的尸体。我的能力有限，不能做到复活每一个人，真是对不起这些兄弟们了。可是黄泉路上一定有我给你们敬的酒。看着他双眼里浸满泪水，苏明这才开口：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小牧师于是将真相告诉了他。原来小牧师是不同于一般牧师的送客牧师，出现这种职业的困难程度不亚于出现一个像洛夫那种终极隐藏级别职业的困难程度，可以说得上是百年难一遇。而这种牧师的可贵之处，就是他们有类似于起死回生的复活术。不过他们不能直接把人复活，而是先把灵魂送到一个空间，待灵魂在那里修满修为，有人去那里把守护者打败，就能把他们带回来。苏明的愁容这才有些舒展开。随后他就把这些消息告诉给了苏全他们。就神死了，新神的地位得以巩固，旧人开荒团灭了，新旧人开荒团和大夏国开始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苏明也打算离开学校，开始一段新的旅程。下次去找他们的时候，自己一定要成为最强的那个才行。